2月初2，花朝宴，群臣云集的大殿中，丝竹声歇，明黄龙靴碾过漫地金砖。皇帝望着匍匐在地的官员，顾卿，你再说一遍。顾文敏跪拜于地，声音微颤：臣的女儿已22岁，早已过了适合婚配之龄。她自小多病，又因生母早逝，无人教导钟会之事，实在不是雍王妃的合适人选。臣斗胆，请陛下收回成命。说完，顾文敏重重叩首，他的额头紧贴冰凉的地板，一缕冷汗从额角滑下。皇帝静默须臾，望向右侧下方，雍王，你意下如何？雍王凤则闻了闻杯中美酒，漫不经心道：臣弟无心婚娶，陛下不必费心。哼！皇帝冷哼，长兄如父，朕有心为你打算，难道还错了不成？他转向顾文敏，质问：顾卿，你当真不愿？臣……顾文敏咬咬牙，正要再次拒绝，就听一个柔和的声音在殿中响起：臣女愿意。飞衣女子走出女宾坐席，朝皇帝盈盈下拜：臣女顾卿，愿遵陛下旨意，嫁与雍王为妃。这话一出，满场哗然。她就是顾文敏的女儿。不错，她方才就坐在我身边，看她一整晚寡言少语，还以为是个鹌鹑，没想到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陛下议事，哪有她一个姑娘家插话的份儿？没听说家里缺少主母管教吗？有人偷笑，能干出这样出格的事儿，人家可不会害臊。那要是雍王执意不肯娶她，她这辈子也别想再嫁人了。席中诸人窃窃私语，见或传入顾卿耳中。顾卿垂眸，唇角浅笑，恰到好处，宛如尺亮。皇帝也被顾卿的大胆震了下，他唤他起身：你就是顾卿？是，臣女参见陛下。皇帝上下打量他一眼，只见庭中的女子腰若拂柳，弱质纤纤，看上去的确像有几分不足之症。你父亲宁肯违抗朕的旨意，也不愿将你嫁与雍王。你一闺阁女子，今日当着满朝百官说出这种话来，你可知会有什么后果？顾卿微微垂首，请恕臣女情急。臣女早就对雍王一见倾心，还望陛下成全。一见倾心？皇帝笑起来，他指指顾卿，好个不知羞的女子。陛下，顾卿咬了咬唇，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臣女实是不想错过这般姻缘，请陛下恕罪。皇帝问他：那你方才可听到雍王说他无心婚娶？君恩如山，陛下待手足情深义厚，雍王定能感念。顾卿道：臣女待雍王之心亦是全全，日后雍王殿下定能体会。他神情微羞，却毫不扭捏，将心中情意坦然表露。皇帝定定看他两眼，忽然大笑，甩袖走回御座。顾卿，朕看你这女儿很好，堪配雍王。这样吧，婚期就定在下月15，筵席过后，你就带着她回去备嫁。说完，他的目光扫过坐在一旁的雍王，只见凤泽放下酒杯，眯眼看向场中叩谢圣恩的女子，眼中平静无波。顾小姐请留步。顾家马车前，雍王府的侍卫拦住顾文敏父女俩，冲顾卿抱拳：我家殿下请顾小姐一步一叙。顾文敏拉住顾卿，对侍卫道：夜深路重，小女体弱受不得寒，王爷若有吩咐，明日下官再陪小女至王府拜见。侍卫面无表情：殿下找顾小姐谈话，耽误不了多久。顾小姐，请。顾卿看着前方那架通体漆黑的马车：殿，我去就回。他示意父亲松手，随侍卫来到雍王府的马车旁。马车门帘朝两旁高高掀起，雍王凤则坐在车中，他肤色极白，像山巅堆积的雪，在这乍暖还寒的春夜里透着冷冷的疏离。顾卿立在车前，对凤则颔首致意：臣女见过殿下。凤则倚着身前的小戟，单手之仪，打量眼前这名纤弱的女子，一见倾心。他淡淡道。顾卿抿了抿唇，嘴角现出一抹清浅笑意：臣女于殿前失仪，请殿下莫怪。不过殿下可记得7年前你南下平乱时曾路过沧州？臣女那时有幸目睹殿下英姿，从此记挂于心，再难忘怀。凤则笑了下：顾卿，你那时多大？虚岁15，所以你至今不曾婚配，难不成就是为了等我？顾卿羞涩地垂下眼帘：往日臣女不敢肖想，而今陛下既然赐婚，臣女又怎能错过此等良机？他抬起头对凤则道：于殿下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女子的痴心妄想，但我心仪殿下，对臣女而言，爱慕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好羞耻的。臣女此心坦坦荡荡，日月可见。他大胆迎上凤则的视线，言辞恳切，殷勤万分。凤则抬了下眉梢，本朝女子作风彪悍，就连科举做官也不少见，但像顾卿这样将爱慕之心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坦率表露的，实是第一个。凤则开口：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顾卿眨了眨眼，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凤则目住他半晌，勾唇撒谎。顾卿面上一红：若殿下再肯偏爱几分，
顾青定会甘之如饴。这回只听凤泽冷笑：“顾青，你有这般口才，何不入御史台？”他啰了啰衣袖：“有你这样的臣子，陛下一定会满意。可是我只想留在殿下身边。”顾青正色道：“殿下孑然一身多年，顾青心疼。”女子温柔的嗓音如同清风拂过暗夜，滴滴两个字落在听者耳中，竟生生听出了几分隐忍与眷恋。凤泽坐直身子，巧舌如簧，他目色如电，射向眼前之人：“你若是想讨好陛下，恭喜你，你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你不必在我面前惺惺作态。陛下为何赐婚，你心里应当清楚。臣女不知。”凤泽嗤笑一声：“你不是心系于我吗？怎么，我在京中的轶事，你竟然从来没有打听过？”我顾青咬咬唇，像是下了莫大的决心：“殿下说的可是正月15那事？”凤泽扬眉。顾青又道：“听说元宵那晚，殿下同于贵妃的侄子隋有贤在灯会上起了争执。”他偷偷瞧了眼凤泽，说：“殿下还打断了隋有贤一条胳膊。不错，你果然知道。”凤泽似笑非笑：“那你可知我为何与他起了冲突？”顾青抿唇不语。凤泽屈指点点桌面：“顾青，我不喜欢跟人打哑谜。”顾青吸了口气，缓缓道：“听说是为了一名女子。”他的语气不情不愿，甚至还有几分不加掩饰的委屈。凤泽双手枕在脑后，靠向后壁：“为了一个女子，就在街上跟人大打出手，像我这样的男人，顾青，你竟然敢嫁！”他目光灼灼，盯着顾青的视线，似要将他烧出一个洞来。夜风吹起顾青的裙带，他揪住那柔软的丝绦，缠在指间，沉吟半晌，扬唇道：“若嫁与殿下，或许有朝一日，殿下也会为了我与人大打出手，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第二章，喜欢他什么？顾青的声量不轻，几名出宫的官眷从旁经过，闻言纷纷一怔，赶紧互相拉拽着快步离开。可以想见，明日京城中不知会传出多少流言蜚语。凤泽向来不惧这些，而立于马车前的女子，在他看来似乎也不见害怕。他澄澈的双眸望着凤泽，带着殷殷期许。凤泽挥下车帘，回府。他没有再对顾青多说一句话，将他留在原处，径自离开。阿青，顾文敏拎着袍摆，一路小跑着过来：“还站着干嘛？上车，上车！”他指挥自家车夫将马车驾到跟前。父女俩刚进马车坐下，顾文敏就没好气的数落：“筵席上谁让你出来接话的？陛下面前你怎么什么话都敢讲？你看你现在该怎么办？”顾青抚了抚裙摆：“爹爹莫急，陛下既然赐了婚，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说什么大傻话！”顾文敏捶胸顿足：“你一个姑娘家，婚姻大事哪能由你自己做主？再说了，你以前不是常说你不嫁人吗？怎么今日就改了口？”不但改了口，他这性情浅淡的女儿还比谁都扑得勇猛。满朝文武，百官家眷，现在谁不知道他家阿青痴恋雍王，还上赶着求嫁？顾青替父亲拍拍胸口顺气：“爹，木已成舟，难不成你还想悔婚？”“我倒是想。”顾文敏瞪眼：“你爹我先前拼着老命不要，抵死也要求陛下收回成命。你倒好，一句愿嫁就让陛下下了圣旨。女儿，你想嫁谁不行？嫁给雍王有什么好？爹，你以前不还常夸雍王吗？说他少年英雄，战功显赫，是大玉朝难得一见的好男儿。那是以前。”顾文敏正色：“现在的雍王已经不是当年的雍王，现在的陛下更不会将兵权交还给他。你看今晚赐婚，陛下可有当真在意过雍王的想法？那不是更好吗？”顾青恬然一笑：“沙场凶险，我可不想为了夫君提心吊胆，害怕自己哪天做了寡妇。”顾文敏指着他，连呸3声：“说什么胡话，不吉利，吞回去。”顾青笑着依偎在父亲身边：“爹，你放心，我是心甘情愿要嫁给雍王的。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起了这心思啊？”顾文敏想不通：“就是在沧州的时候啊。”顾青为父亲倒了杯热茶，双手捧过茶杯：“爹，你说过想让女儿平平安安的活着，女儿此番任性，还请爹爹成全。”顾文敏长叹口气：“你呀你，容爹再缓缓。”父女二人在车内轻声细语，车顶有黑影如大鸟般悄然腾起，投入道旁的树影。雍王府的侍卫统领施阳得了下属的回禀，眉心皱作一团。他转身进了书房，雍王凤泽站在书桌后面，正在看一张纸条。施阳将下属在顾家马车上听到的对话如实转告：“殿下，那位顾小姐好像对你真的情根深重。”凤泽睨了他一眼：“你信？”施阳沉默了一会儿：“殿下当年每次凯旋，朱雀大街上那些临街的酒楼客房都被女子们包了去。我还记得殿下打完南蛮回来的那年，天上呼啦啦飘下一堆手绢，殿下嫌他们熏得慌，马不停蹄踩了过去，倒是连累咱们身后的那群光棍将士，谁也不敢动手去捡。照你这么说，那顾家的姑娘也在其中了？”凤泽问。施阳老实回答：“属下不知。”
凤泽弯了弯唇，将手中的纸条放在烛火上烧毁。他说7年前在沧州见过我。7年前殿下与南蛮作战，的确曾路过沧州。我不记得见过他，或许只是街头一瞥。施阳猜测。凤泽看着烛火上的烟灰飘落，捻了捻指尖。施阳，有这瞎猜的功夫，不如去写画本子。施阳背脊一凉，属下这就命人去查顾府7年前的事。去吧。凤泽冷冷发话。施阳头也不敢抬，领命退下。凤泽行至窗前，望向天上一枚弯月，微微一审，一见倾心，真是一个美丽而又动听的言辞。可惜太美丽的东西，往往是最致命的。雍王与顾家女儿订婚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京城。有好事者在茶楼酒肆中将这事拿出来闲谈，便有人打听那顾家女儿是何方神圣，为何过去从未听人提起。你没听过也很正常，那顾文敏是礼部员外郎，官儿不大。20几年前顾夫人难产，生下这一女便撒手人寰。听说顾小姐先天体弱，打小就是个药罐子，在家养了这么些年才养好。东街那家厚朴堂常年给顾家送药，顾家的银子怕是一大半都砸在这闺女身上了。那她嫁进雍王府，能管得了家吗？这谁知道，要操心也是雍王操心。你管他的呢，他又不吃你家大米。众说纷纭中，一顶轻慢小轿穿过熙熙攘攘的大街，来到京中最大的药行厚朴堂的后门停下。身着藕色袄裙的女子从轿中下来，步入房门。厚朴堂后院盖了一座双层小楼，楼中药香扑鼻，青铜鼎炉中不时发出药液沸腾的声音。2楼四壁放满药架，中间留出一片空地，地上铺着软毯。女子与一灰衣青年对坐在蒲团上。东家当真要嫁给雍王？灰衣青年面色微凝，满脸犹疑。顾青浅笑，嫁给雍王就有可能拿到3叶珠果，这个机会我不想放弃。灰衣青年不甚赞同，可我们只知雍王与花谷的人有过往来，他们到底有多深的情分，花谷是否愿意拿出3叶珠果，仍是未知之数。东家不该如此冒险。宋药师，我已经等不起了。顾青捧着手中的热茶，慢慢饮了一口。我找花谷找了3年，一无所获。如今看过的大夫都说我只剩下1年时间，若是不知道这病能治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你让我怎么甘心？宋药师沉默一阵，是我学艺不精，愧对东家。顾青笑起来，宋药师，当初我聘用你的时候，可不知道你能为我治病。这几年得你相助，让我行动与常人无异，已是意外之喜。认真说起来，是你给了我半条命，只有我欠你的，你又何愧之有？宋药师摇摇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东家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使我全家能在这京中立足，这份恩情我永志不忘。顾青摆手，好了，我最怕你们这些正经人，动不动就把恩情放在嘴边，听得多了，我怕折寿。他艳艳笑道，你若当真愧疚，不如再将药方好好研究，等我拿到3叶珠果，就能及时入药，解我后顾之忧。宋药师微襟正坐，定不负东家嘱托。他顿了顿，又道，雍王那边还请东家多加小心。顾青抽了抽嘴角，雍王府又不是龙潭虎穴，我嫁给雍王也不是为了害他。对了，宋药师，我常听他们说，你与尊夫人伉俪情深，这男女相处之事，可否指点一二？他求之若渴，却见宋药师端正的脸庞慢慢浮现一丝窘迫。他伸手去拿茶杯，指尖被热水烫了下，轻咳一声，缩回手。这种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哪里是能指点的？顾青挑眉，我看书上说，人生最怕有情痴，若有女子爱慕男子多年，男子知道后总会心生窃喜吧。宋药师嗫嚅道，虚荣之心人皆有之，但若是心爱的女子，男子恐怕心疼居多，又怎会窃喜？顾青若有所思，那你认为雍王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子？他说到这里，忽的眼睛一亮，或许他应当叫人去打探一下，那日元宵灯会上，雍王到底是为了哪家的姑娘大打出手。第3章，打断腿算雍王的。2月19，观音诞。京郊的古安山上游人如织。顾青带着2名侍女走到半山腰，寻了处凉亭落脚。侍女白桃拿出帕子给顾青擦汗，小姐，一路上你都歇了5、6次了，再不走快些，就赶不上古安寺放观音斋了。要不我去给你找顶轿子过来？不用。顾青接过手帕，在汗湿的颈边按了按，这一路地势陡峭，坐在轿子里面反而心慌，赶不上就赶不上吧，这么大的寺庙，总不能少了吃的。白桃蹲下身为他捏腿，小姐往年对观音诞都没什么兴趣，怎么今年偏要老远的跑过来？家里还有一堆嫁妆单子要整理呢，要是老爷知道了，又得说奴婢没看好小姐。顾青点点他的额头，对侍立在旁的另一名侍女抱怨，绿瑶，我就说不该带她来，看这小嘴巴巴的，比婆子还唠叨。白桃撅嘴，你就嫌我啰嗦吧，等小姐嫁去雍王府，我就不操这个闲心，让雍王来管着你。哟，
雍王，附近有人轻笑，这是谁家的小娘子啊？怎么巴巴的要嫁给雍王？说着话，一行人走进凉亭，为首之人身量细长，眼泛桃花，颧骨微耸。他穿着一身宫缎团花锦袍，右手胳膊悬在胸前，拿一条绸带挂在颈上。这人将顾青三人仔细打量，歪着嘴笑道：“听说京里有个病秧子痴恋雍王，还在陛下面前请了旨，今儿我算是见着了。小娘子，你莫不就是顾家那位大姑娘？”他言语轻浮，顾青的侍女绿瑶迈前一步，挡在顾青身前。他不声不响，盯着男子的眼神锐利如刀。男子眯了眯眼：“你这丫鬟长得倒是不错，怎么想忠心护主？”他讥笑一声：“不如跟我回随府，让哥哥好好疼疼你。”说完，他与身后的随从放肆大笑起来。笑声方歇，就听一个柔和的女声在庭中响起：“随有贤。”男子一怔，随后拧眉：“谁准你直呼小爷的名字？”顾青坐在石凳上，微微笑着：“你那条胳膊还疼吗？”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就激起随有贤满腔怒气。顾青看他的眼神充满不屑与嘲讽，让他又想起正月15那个灯会上，他被雍王拧断胳膊扔在地上，四周京城的百姓围成人山人海，对他指指点点，讥讽嘲笑。随有贤甩甩脑袋，将那耻辱的画面从脑海中抛开。他对随从递了个眼色，转向顾青：“顾小姐，你以为做雍王妃很了不起吗？”他眼底闪烁着恶意的光芒：“听说雍王并不想要你，你说如果我今天在这儿扒光你的衣服，他会不会反过来感谢我，给了他一个光明正大退婚的理由？”顾青冷眼看着他：“绿瑶打断腿算雍王的。”随府随从正按随有贤的暗示包抄上前，听了顾青这话，不由一愣。这时就见眼前一道寒光闪过，他们的发髻齐根断开，四人只觉头顶一凉，发丝纷纷飘落。不等他们抬手格挡，背上又是一沉，身子不由自主往前一扑，就听啪啪几声脆响，四人腿骨纷纷被人踢断，正好跪倒在凉亭阶前。绿瑶得手便回，庭前只剩下随有贤一人站立，他半张着嘴，显然还没能从眼前的突变中反应过来。顾青接过白桃递来的水囊，喝了口温热的蜜水，对他道：“随公子，这下你可满意了？”随有贤瞪大两眼，连连退后2步，看顾青的眼神犹如看一个恶鬼：“你纵奴行凶，蛮横无理，我要到陛下面前告你，你不妨试试。”顾青起身：“我与雍王是陛下赐婚，你蓄意破坏，目无尊上，我也要请陛下按罪论处。”随有贤狠狠咽了口唾沫，满口胡言：“分明是你见我与雍王不睦，故意陷害，伤我家奴。”顾青轻笑：“既然随公子拒不承认，那这里4个人就交给宗正司过审。我相信没人敢在陛下面前说谎。”“你放肆！”随有贤吼道：“你是什么身份？宗正司也是你配请的？”顾青摸摸自己的脸颊，从容应道：“如果我这个未来的雍王妃不够资格，那么就请雍王出面，你说如何？”随有贤瞳孔猛缩，他忽地回头四下观望，担心雍王会在附近出现。所幸的是，目力所及之处并无他人，想到自己刚才威胁顾青之事没有第三方知晓，随有贤又松了口气：“我劝你识相。”他压低声音，狠狠警告：“我与雍王的过节与你无关，今日之事咱们最好各自接过。你别忘了，我的姑母是于贵妃，惹恼了她，就算你当上雍王妃也没有好果子吃。”顾青摇摇头：“我也奉劝随公子一句话，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随公子在京中恐怕不止雍王一个仇家，难道就没想过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他无视随有贤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悠悠说道：“今日不是随公子放过我，而是我不与随公子计较，否则眼下该被打断腿的可不止他们4个。”随有贤憋得脸红筋胀，他在京中一向欺男霸女嚣张惯了，哪里听得顾青这般言辞数落。他想要上前，却被绿瑶冷冷一盯，耳畔适时响起随从们痛呼呻吟的声音，他不由自主软了脚跟：“顾小姐，是我小看你了。”他咬牙：“我随有贤再不成器，靠的也是自家亲人，而你呢？你以为单凭雍王，你就能在京城横行无忌吗？”顾青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弯了弯唇角：“随公子，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如果是在1个月前，有人敢对我无礼，他的下场不会比你更好。”他抚了抚裙摆上的皱褶，对白桃与绿瑶道：“我们走。”3人离开凉亭，沿着山路拾级而去。随有贤望着他们的背影，左手握了握拳，又愤恨放下。他走过去，挨个踢了踢自己的随从：“还瞎嚷嚷干嘛？能爬的都给我爬下去，不能爬的就死在这儿吧！”随从们素来知道他的凶狠，他们忍着剧痛，相互搀扶着撑起身体。绿瑶只断了他们各自一条腿，还有一条尚能使用。4人拖着伤腿，一瘸一拐跟上随有贤，仓皇朝山下挪去。殿下，就让他们这么走了？施阳从一棵粗壮的树后现身，在他头顶高处，凤泽着一身墨色锦衣，斜靠在树干上。
他松掌放开一只受惊的鸟雀，目随那只鸟掠过林梢。等他们回了随府，你再处理。他望向顾青主仆消失的方向，暗沉的双眸中掠过一丝幽光，顺便问下玄竹，顾家的消息什么时候送到？第4章，见一个故人。顾青带着侍女紧赶慢赶，还是错过了古安寺的观音斋。白桃去要了间歇脚的厢房，又向知客僧付了些银钱，借用寺里的食材和厨房为自家小姐准备午饭。顾青爬山辛苦了半日，靠在窗前的罗汉榻上闭目养神。不久，就听绿瑶在屋外轻唤一声，推门走入。小姐，已经打听过了，西侧门出去有一个山坳，寄宿古安寺的女居士都住在那里。顾青揉揉额角，没有作声。绿瑶问：要我现在送小姐过去吗？顾青睁眼看他，绿瑶，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傻。他蹙起眉头，跋山涉水就为了看一个雍王可能会喜欢的女子，而这个女子还是个居士，难道为了讨她喜欢，我还要出家不成？他摇头笑了笑，我真是这香了。他是急于拉近与雍王之间的关系，但这不表示他需要他动心。只要雍王能对他少些防备，把他当成自己人，愿意告诉他花果在哪里，他的目的就已达到。扮演别人心中的白月光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雍王看上去也不是个傻的，他就算东施效颦，又能笑多久？顾青慢慢坐起身子，听说古安寺的泉水不错，待会儿用过午饭，咱们去取一瓮就走吧。他不想再去见那个让雍王大打出手的女子，他俩之间本无瓜葛，何必扰人清静？顾青果断息了探听的心思。主仆3人用完午饭，在房中小憩了一阵，便张罗着要去取水下山。绿瑶和白桃随知客僧去找泉水源头，顾青披了壶场，独自在寺院中赏景。此时许多香客已经散去，寺内一片宁静。顾青走到一棵梅树下驻足，这是一棵老梅，枝干遒劲，薄红色冷，暗香扑鼻。风吹起，顾青抬手接住几片凋落的花瓣，忽然听到有人厉声冷斥：你怎安心？声音是女声，清冷之中暗含凄厉。顾青循声望去，只见2重门外，年轻女子素衣不裙，与一男子对峙而立。那男子却是熟人。顾青本能往后一退，想要避到树后，凤泽却已抬手向他望来。顾青垂眸，做出一副紧张难言的模样。年轻女子顺着凤泽的视线发现竟然还有旁人在，顿时羞愤难堪，掩面而走。顾青望着他匆匆逃往西侧门的身影，在心里轻轻哦了声：瞧见了。男子低沉的嗓音在他头顶响起。顾青回过神，见凤泽已站到他跟前。他身形高大，几点嫣红花瓣落在他肩头，像暗夜里的流萤，随风而散。顾青屈了屈手指：殿下也来礼佛。凤泽暴毙看他：我听说某个痴情人在查元宵那夜的事情，就来看看。顾青微微动唇，顿了顿，咽下想要辩解的话，反问：殿下是来看我还是看他？凤泽挑眉，他淡淡道：那你希望我是看你还是看他？顾青理直气壮：如果需要选择，便是殿下之事，与我希望与否毫无干系。凤泽掀唇：顾青，你真该照照镜子，喜欢一个人不是你这样。顾青瞪大眼：那我要像刚才那位姑娘一样，为殿下伤心欲绝吗？他昂首看着凤泽，脖子有点累，索性走出男子身影笼罩之处，说道：我心系殿下，但我不会将我之喜怒全部系于殿下一身，我不想这样的感情成为殿下的负累，也不想让自己变得面目可憎。凤泽目色微沉，听上去我并非你渴求避怼之人。顾青心中一凛，千人千面，百人百姓，殿下不是我，怎知我对殿下无所求？那你所求为何？顾青拢了拢肩上的壶场，徐徐道：我之所求，在赐婚当夜已向殿下言明。凤泽轻笑了声：顾青，我从不轻信人言。顾青抬眸：殿下何不拭目以待？凤泽漫不经心看他一眼，转手望向大殿：你现在要去礼佛？顾青摇手：恕我不信神佛。他的母亲因生他血崩而亡，他小小年纪病痛缠身，有早夭之象。他的父亲经历丧妻之痛，又为孱弱的幼女日夜交心，华发早生。若世间有神佛，为何要让他顾家遭此苦难？若世间有神佛，今日他在这信徒之地说出狂妄之语，可否现身与他一辩？顾青垂下眼帘，一切皆是虚妄，他为何要信？凤泽在他身旁负手而立：好巧，我也不信。顾青目光微微一动，他瞥了他一眼：那殿下此来，总不会真的是为了见他或者见他？凤泽遥遥注视着殿中的金佛，见一位故人。他语气沉缓，口气中没了顾青熟悉的机巧。顾青忽然意识到，凤泽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他或者那名素衣女子，他是真的有想要见的人。而他语气中的怀念是那样明显，这让顾青猛地想到一个人：殷太妃。他的灵位就在这里。凤泽坦然应道：这不是什么秘密，京城中稍微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这个。顾青沉默下来，他并不擅长安慰别人，从他幼时起，
他就知道世间有许多事都是旁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再多的安慰也无法抵消自己身体和心里的疼痛。殷太妃是凤泽的母亲，曾是先帝在位时有名的女将军，后来她被先帝纳入宫中，封为殷妃。顾青恍惚记得殷太妃于4年前去世，而那一年似乎发生了好多事情。小姐，白桃朝她快步奔来，绿瑶捧着水瓮跟在后面。小姐，我们已经取完水了。白桃说完，发现顾青身边多了一人，这位公子是白桃、绿瑶，来见过雍王殿下。白桃回头和绿瑶互望一眼，心中都是一惊，两人赶紧向凤泽行礼。凤泽问顾青：“你们这就下山？”“是。”“殿下可要一道？”“不了。”凤泽面无表情，淡淡看向他：“你不担心我会在这里与人私会？”顾青眉头微微一皱：“就算担心，殿下不也来了吗？”他忽又展颜一笑：“何况要嫁殿下的人是我，京城中的女子羡慕都来不及，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他朝凤泽大大方方行了一礼：“顾青告辞，殿下自便。”他带着2名侍女从容离开，走出山门，忽听白桃与绿瑶不约而同松了口气。顾青好笑：“你们这样怕雍王，以后怎么跟我去王府？”白桃小声辩驳：“我也不知怎么搞的，看见雍王就想起以前家里供奉的神像，不敢在他面前造次。”绿瑶则道：“雍王身上有杀气，他是习武之人，对危险之物尤其敏感。”顾青正色：“那你们可得早些习惯。雍王这人虽然脾气不大好，但不是不能讲道理。他与凤泽接触了2次，发现只要别跟他死磕，就不会被他怎样。如果有人不识好歹，非要作死，那就只能送他一句活该。”次日一大早，顾青被传唤进宫，宫里来人拿着于贵妃的牌子，听说于贵妃想提前见一见未来的雍王妃。于贵妃之名，京城无人不晓，她是皇帝的宠妃，也是隋有贤的姑母。顾青接了牌子，被宫人催促着上了马车。第5章，美人美矣。玉祥宫中清香袅袅，柱铜鎏金的熏笼旁摆着果架，上面整齐摆放着数十个香圆，果香清芳，闻之沁脾。顾青立在殿中，无人为他看坐，他独立站了许久，方听见环佩声响。一名紫衣丽人拖着长长的裙服从后室迤逦而出，她目若春水，眉似烟笼，笑时自带几分多情，不笑时又含有几分忧思。顾青见了她，顿时明白这位于贵妃为何独享皇帝多年恩宠，经久不衰。于贵妃懒懒靠在锦座上，目光一寸寸扫遍顾青全身。“你就是顾家小姐，未来的雍王妃？”她受了顾青一礼，淡淡道：“起来吧。听说顾小姐身娇体弱，你们还不看坐？”工人立刻搬了椅子过来，让顾青在殿中坐下。于贵妃拿起手边茶盏，用杯盖轻轻撇开浮沫，凑到嘴边沾了沾。她突然脸色一变，将茶盏摔到地上：“这是谁沏的茶？拖出去，杖50。”为她送茶的宫女连哀求声都未发出，就被人堵住嘴拖了下去。门外很快响起木棒击打与闷号嘶泣声。顾青垂了眼，看向脚边被茶水慢慢阴湿的裙摆。殿内寂静无声。大约过了1炷香的功夫，行刑的内侍进来回禀：“娘娘，板子打完了，只是下手的人不知轻重，人怕是废了。”于贵妃用丝帕轻轻擦拭指尖：“废就废了，是他没福，不能继续伺候本宫。”她将用过的丝帕丢到一边，对顾青微微笑道：“本宫管教无方，倒是让顾小姐见笑了。”顾青不动声色，朝她欠了欠身：“娘娘言重。”于贵妃抚弄着鬓边的珠翠，缓缓道：“闻名不如见面，顾小姐胆识过人，听说还曾教训过我那不成器的侄儿。”她绽开一朵笑容，宛若春花：“我那侄耳根子软，常被人哄着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我听说最近有刁奴作恶，就让家里人把那4个恶奴绑了，送去府衙论罪。不知这样处置，顾小姐以为是否妥当？”顾青眉眼一弯：“娘娘家事，臣女不便智慧。不过娘娘以身作则，维护朝廷法纪，若是陛下知道了，定当欣慰至极。”于贵妃美目轻抬：“我只担心那些刁奴心口不一，虽当着主家的面声声忏悔，却不知到了府衙又会说出什么闲言碎语，万一不小心牵连到别人，我这心里实在有些过意不去。”她悠悠叹了口气，又道：“不过一切皆有法度，本宫就算想替人遮掩，也不能逾矩行事。你说对吗？”娘娘不必多虑。顾青道：“是非曲直自有公断，想来金兆尹定会依法论判，不会轻饶任何一个坏人。”于贵妃红唇轻扬：“顾小姐真是有趣，难怪陛下要将顾小姐赐给雍王，雍王日后有你相伴，想必就不会再有心思惦记旁人。”顾青微微一审：“娘娘所言何意？”臣女愚钝。于贵妃诧异：“怎么，你竟不知那古安山上有雍王的旧相识吗？”她举袖掩了唇，轻声一笑：“瞧我，这本是雍王与你之间的私事，实不该我来多话。”“是啊，我也好奇于贵妃为何对臣弟的私事如此记挂。陛下，弃吴宫的后位闲置多年，于贵妃既然喜欢替人操心，
不如就将凤印正式交给他，也省得总是遭人惦记。听到这个声音，于贵妃脸色微变，陡然起身。门口光线一晃，两个身影先后走入。臣妾恭迎陛下。于贵妃快步上前，朝前面的皇帝折腰一拜。顾青跟着行礼。凤泽在皇帝身后跨入门槛，他见到顾青，问顾小姐不在家中备嫁，来这后宫做什么？他先唇一笑，你如今还不是雍王妃，没有命妇觐见的资格。顾青躬身后退半步，臣女蒙娘娘召见，不敢怠慢，这才前来。罢了。皇帝发话，他对于贵妃道：我听说你想见未来的雍王妃。于贵妃含笑陪着他在上首落座。臣妾听说雍王与顾小姐订婚，想着顾府人丁不旺，顾大人恐怕力有未逮，便请顾小姐来闲谈两句。雍王天皇贵胄，他的婚事是皇室的脸面，陛下日理万机，没空过问这些细枝末节，臣妾就斗胆想为陛下分担一二。他的父亲在礼部任职，懂得规矩比你多。皇帝招手唤过顾青，还有不到1个月就是婚期，你家中可以准备妥当。顾青恭敬应声，家父已备好礼单，臣女每日上午要学习2个时辰的规矩，若不是今早得了于娘娘召唤，臣女还没法偷懒歇一歇呢。皇帝笑斥，备婚之事岂容你懈怠。他对凤泽道：今日你二人见了面，正好给他讲讲雍王府的规矩，省得日后出门在外丢了你的脸面。于贵妃见状，娇声调笑，难怪雍王要跟着陛下过来，这是一大早就听说顾小姐进了宫，急着要与顾小姐相会。今日是每月一次的大朝会，娘娘身居后宫，想来对外廷之事不大清楚。凤泽道：早上得京兆尹上报，说随府送了4名恶奴去府衙，但还未开审人就死了。于贵妃怔了怔，竟有这事？凤泽又说，仵作验出这4人身上满是鞭痕，听随府的家丁说，这4人昨晚在随府受过鞭笞，但不知为何会突然暴毙。于贵妃与他对视一眼，转向皇帝：陛下，他们身上除了鞭伤，可还有其他蹊跷之处？皇帝看向凤泽，凤泽开口：他们每人腿上都有伤，早朝的时候我已禀过陛下，是我干的。他漫不经心道：随府恶奴对我不敬，我教训他们以示惩戒，这样做不过分吧？于贵妃脸色微沉，雍王身份尊贵，教训几个奴才自然不过分，只是雍王下手未免太狠，生生将人腿骨打断，实在有些残忍。有吗？凤泽反问：这些恶奴既然遭到随府鞭笞，还被扭送官府，难道不是因为随府也认为我做得很对？他冷冷一笑：于贵妃既然知道他们被人打断腿骨，想来随府早已向宫里透过消息，为何此时反要来质问我呢？于贵妃指尖用力，紧紧握住椅子扶手。他朝皇帝看了眼，匆忙起身，扑通一声跪倒：陛下，臣妾有罪。他深知皇帝性情，平日最讨厌后宫妃嫔与外界暗通消息，这些年皇帝对他虽有所纵容，时常睁一眼闭一眼，心照不宣，但眼下被凤泽赤裸裸的戳破，他怕皇帝脸上挂不住，赶紧认错。臣妾那侄儿自小与我亲近，臣妾便多看过了些。他如今大了，别人常冲着他的家事对他多有哄骗，臣妾怕他行差踏错，便叮嘱家人让我知晓他的行事，以便及时告诫。昨日他手下几名奴才得罪了雍王，家人怕雍王与他起了误会，赶紧告诉了臣妾。他蕉叶半仰，泪盈于睫，看着可怜又可亲。顾青站在凤泽身边，眼观鼻鼻关心，全当自己不在殿中。过了许久，才听皇帝发话：别哭了，起来吧。他吩咐凤泽：你去送顾小姐出宫。回府以后专心筹备婚娶，大婚之前如无圣诏，不须入宫。臣弟领命。凤泽带着顾青出门前，回头又道了句：对了，随府恶奴暴毙一事，还请陛下彻查。我可不想教训完人以后，还要背上一个蓄意谋杀的罪名。第6章清了。出了宫城，凤泽让顾青登上雍王府的马车。顾青没有推辞，他拎着裙摆在凤泽对面坐下，就听凤泽说：你倒是从容。顾青抿起一丝浅笑，谢殿下施以援手。我以为你压根不害怕。凤泽还记得进入玉祥宫时，顾青见到他并未欣喜若狂，他先是疑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顾青，他指指他的脸，你这样子叫做情根深重。顾青讶然，难道殿下曾为人相思难眠？不然怎会知道情根深重是何等模样？话音未落，就见凤泽朝他欺身逼近，顾青的身子不由一僵。你看，凤泽的气息缓缓拂过他的面颊，你甚至怕我碰你？他语气中满是嘲讽，看着顾青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笑话。顾青被他盯得头皮发麻，浑身热血一股脑地往上涌去。他忽然一把揪住凤泽前襟，凑过去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这一口又凶又猛，女子的唇重重盖在男子脸上，不但凤泽愣住，就连顾青自己也被唇上温凉的触感吓了一跳。他与他对视片刻，手一松，果断退回车厢角落。凤泽摸了摸自己的脸，看看指尖，再看向顾青。
顾青靠着车壁，微微绷紧下巴，脸上还是一副冷静自持的表情，耳根却有点红。凤泽坐了回去，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被顾青亲过的地方。顾青眨眼，再眨眼，他竟然嫌他。凤泽将手帕丢在桌案上，说正事。他一句话就将车厢中诡异暧昧的气氛冲得荡然无存。顾青，什么事？凤泽道：于贵妃召你进宫，都说了些什么？顾青的视线从那张手帕上晃过，看向凤泽。他打残了一个宫女，杀鸡儆猴，又告诉我随府的奴仆被他送去了府衙，听那意思是想借他们的口把事情闹大。雍王折断了隋有贤的胳膊，他未来的妻子打断了随府下人的腿，这显然是跟随府一家杠上了。往深了说，隋家的背后是于贵妃，于贵妃的后面是皇帝。雍王夫妻这么不给隋家面子，等于不给皇帝面子。京城中好事者不少，要是再往细了问，挖出顾青与隋有贤之间的纠葛，那这话题就会蒙上几分暧昧不明。世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之间那档子事，顾青先是当众示好于雍王，又与隋有贤私下产生牵扯，世人可不管事实如何，他们只图看个热闹，自然是什么样的话题劲爆，就可劲儿往什么话题上凑。虽说时下民风彪悍，对女子远不如前朝那般苛刻，但雍王原就不想娶她，这事若是闹大，他大可借此解除婚约，届时顾青必将沦为京城的笑话。殿下为何要承认他们的腿是你打断的？顾青问。你以为呢？殿下跟踪我。顾青想起昨日凤泽与他同在古安山上，说不定正好目睹了随府奴仆被痛殴的那一幕，殿下不信我？他脱口问道。不然何以解释凤泽要跟踪他？凤泽瞥他一眼，眸中晦暗难明。顾青，女子听到心仪的男人为她揽下祸事，会惊喜，会感动，却不是像你这样质疑我的信任。凤泽缓缓道：你若当真对我一心一意，又怎会怀疑我不信你？顾青淡笑了声，他扭头望向窗外，先动心的人自然更容易患得患失。殿下拒婚在前，冷语在后，便是我将真心捧在手上，殿下也不一定会信。你不是让我拭目以待吗？你既然信誓旦旦，就该让我看见。看见又如何？顾青反唇相讥，看见就会相信。殿下不是我，焉知我不是用尽所有力气在讨好殿下？他的目光再次落到凤泽擦脸的那张手帕上。殿下若是喜欢那种为了男人寻死觅活的女子，不如趁早退婚。他面色潮红，言辞犀利，瞧着像是被气得很了。他不再与凤泽说话，扭头对外面的车夫道：停车。车夫是雍王府的侍卫，他没有听到凤泽的命令，自顾自驾着马车继续朝前驶去。顾青板着脸，等到马车在顾府外停住，他掀开车帘，头也不回地跳了下去。凤泽透过车窗看着那纤瘦的身影快步走入顾府，青色披风在他身后高高扬起，像一团飘忽不定的云。他吩咐车夫回府。顾青进了家门，直奔自己的院子。小姐，你终于回来了。白桃迎上去，满脸欢喜。老爷等得正心焦呢。顾青摆摆手，先给我倒杯水。他要压压惊。小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白桃端来一杯蜜水，又拿手替他扇风。这天儿也不热啊。给气的。顾青只说出了一半，还有一半是吓的。他接近凤泽的计划差一点就功亏一篑。幸好最近看了不少话本子，让他学会一件事：没有道理可讲的时候，唯一一条生路就是胡搅蛮缠。顾青默默抚胸，刚才走得急，心口咚咚直跳。他喝了口水，慢慢平静下来。他仍给凤泽那句话是以退为进，他相信凤泽绝对不会退婚。皇帝的圣旨哪是那么容易驳回的？如果凤泽在赐婚那晚坚决不受也就罢了，接受了又反悔，这就是明晃晃一巴掌摔到皇帝脸上。以凤泽的精明，他不会干这种傻事。顾青拿起桌上的话本翻了翻，叹了口气，只是太精明了也不好，他的一腔深情在他面前总是岌岌可危。难道真不真心就这样重要吗？人在世上活得太清醒干嘛？能平安到老就该知足了。人家话本子里的人，就算不爱也能相敬如宾到白头，也没见过的不好啊。阿青，老父亲顾文敏闻讯赶来，他拉着女儿上下打量。于贵妃召你入宫，没难为你吧？没有。顾青惯常安慰道，他就是找我说了说话。没多久，陛下和雍王也来了，我就跟着雍王出了宫。顾文敏放下心，没事就好。你是不知道，雍王做了随府的下人，随府不知怎么想的，又把这些人绑去了府衙。就在开审之前，4人全部暴毙。今日早朝有人借着试参雍王蓄意谋杀，幸亏让人驳了回去。驳了什么？他们说雍王好端端杀那几个人作甚，他若真要下手，就不会只是断腿这么简单，只需要以恶奴冒犯皇族为由，叫护卫把他们斩杀了事，何必等到把人送进府衙再来生事？这话在理。顾青随声应和着。难怪皇帝见了于贵妃，神色不是太好，感情他不是怪于贵妃与宫外暗通消息，而是怪他办事不力，让随府奴仆这件小事变成了朝堂上的闹剧。
只是那4人到底怎么死的？顾青若有所思。顾文敏在旁唉声叹气，我就说不该答应这门婚事，雍王身边不太平，别到时连累你也跟着受罪。顾青乖巧地为父亲按捏肩膀，爹，女儿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如果跟雍王过得不好，我就跟他和离。咱们家那么大的药行生意，还怕养不了我一辈子？顾文敏听他提起这茬，更加感慨，你这身子虽说好了，还是不能太劳累。这些年外面的生意都上了正轨，你既然执意要嫁给雍王，就好好享受当王妃的日子，不要太辛苦。我知道，爹，药行的事我都安排好了，平时有几大管事照应着，费不了我太多心思。顾青将顾文敏劝慰一通，直到老父亲被他哄得眉花眼笑，这才作罢。凤泽前脚踏进雍王府的大门，后脚就有侍卫追上来。侍卫手中拿着一方墨蓝色的锦帕，赶到凤泽身旁，殿下，这是你落在马车上的手帕。凤泽面无表情，不要了。侍卫怔愣一下，本能应声是。他将手帕交给路过的小厮，拿去扔掉。凤泽原已转身，听到这话，不知为何又回头，等等。侍卫递出去的手停在半空，疑惑地望向他。凤泽朝手帕抬抬下巴，拿去顾府，就说谁弄脏的谁洗干净。第7章百日宴。小姐，门房有你的请帖。白桃拿着大红烫金的帖子迈进门槛，先放那儿。顾青头也不抬，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下最后一笔。白桃凑过去，见纸上整整齐齐写着几行永字。小姐，这么多年，我看你最爱写这个字，它到底有什么玄妙？顾青放下毛笔，写字能静心。古人说，西王义少公书15年，偏攻永字8法，以其8法之势，能通一切，字写正了，心也就静了。白桃似懂非懂，我知道，小姐最近在家里憋荒了，是不是想出门走走？他将请帖摆在顾青面前，我听门房说这家官儿挺大的，小姐要不就去凑个热闹。自从他家小姐被皇帝赐婚，递到顾府的帖子就多了起来，除了几家与顾文敏关系较近的，其余帖子都被顾青一一拒了。顾青打开请帖，原来是徐副相。当朝有3名宰相，一正2副，徐副相全名徐承志，5年前上任，深得皇帝信赖。这封请帖出自徐夫人之手，他的嫡长孙2日后满100天，特在那日邀请京中贵人前往观礼。从时间上算，这份邀请来的仓促，可见主家只是依礼而行，并未真正将顾青列入必到的宾客名单。顾青原想顺势回绝，忽然想到以后入了雍王府，自己或许也要筹办这样大的宴席。他想了想，生出取经的心思。他回了封帖子给徐夫人，后日定到。且不管徐夫人收到回帖作何感想，到了徐家长孙百日那天，顾青准时出现在一众宾客面前。有人不认得他，向旁人打听了几句，面上浮现古怪的神情。他们早就听说有位小官之女痴恋雍王，还求得了皇帝赐婚，如今见着真人，既想多看2眼，又怕被人发现，纷纷拉着熟人在旁窃窃私语。顾青面色自若，拈起盘中的樱桃，悉心品尝。主家将宾客们安排在灵湖小榭中赏景，顾青这边的美人靠上没几个人，空出一大片位子。有人走过来，扶着腰坐下。这是一名小腹隆起的妇人，她穿着雪青色的直多，眉清目秀，发顶束髻，装扮利落。她剥了颗枇杷，正要送入口中，就听旁人劝阻：“夏侍郎，枇杷性寒，你已经有了身子，须得当心饮食。”妇人颔首道谢，说完，仍将那颗枇杷放入口中。她接连剥了几颗枇杷吃掉，见旁人一直盯着她，一副想劝又不好劝的样子，索性侧身去拿隔壁的樱桃。不料手伸到中途，又被人按住指尖。顾青对他盈盈一笑：“枇杷味甜，樱桃味酸，不如先漱漱口，一会儿再吃。”妇人听他说的有理，收了手，让侍女去为自己倒水。顾青含笑看他，妇人奇怪：“你认得我？”顾青道：“户部侍郎夏明，女中英杰，天下的女子少有不敬慕大人的。”夏明问：“阁下是？”礼部员外郎顾文敏之女。顾青。夏明嗯了声，目光中带上些许疑惑。一旁有人悄声追捕：“这位是雍王府未来的王妃。”夏明仔细想了想，恍然，他突然朝顾青欠身致了一礼。户部刚提出折银税法时，曾得雍王殿下仗义之言，我那时不在朝中，未能致谢。这些年政务繁忙，与殿下难得一叙。顾小姐他日见到殿下，请代我转达谢意。顾青心中微讶，他从没想到凤泽与户部竟有这样的渊源。他对夏明道：“折银税法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侍郎当年为推进新法，在剑南一待就是5年，亲身试行，实在令我敬佩。”夏明摇摇头，新法上有许多不足之处，若想完善，至少还要耗费50年之功。顾青笑道：“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侍郎大可宽心。此处非官衙，你叫我夏明便罢。”两人寒暄了几句，
夏明本是沉默寡言之人，见顾青对近年来户部的举措如数家珍，惊讶之余便与他多聊了一会儿。旁人原想与夏明交好，此时竟然半点插不上话，只得眼睁睁看着二人聊得越发投机。不久，有徐府的婢女过来请众人移步正厅观礼。顾青见夏明挺着个大肚子，身边只带了一名侍女，便有意放缓脚步，与他同行。他们刚到正厅附近，就听前方一阵喧哗，一名年轻女子被几个婆子推搡着从正厅出来。她身单体薄，被婆子们抓住，全无反抗之力，只在嘴里厉声说着什么。徐家少夫人出现在正厅门边，她向婆子们吩咐了几句，那女子就被他们迅速带走。众宾客远远看到这一幕，有眼尖之人轻呼一声：“那不是灵。”他忽然想起这是在何处，左右望了望，默默将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宾客中自然不止他一人看清了那女子的模样。顾青微微一怔，若没看错，那女子分明就是古安寺内与凤泽相见之人。顾青打听过她的底细，林秀家，前任副相林肃之女。林肃原是皇帝在皇子时期的伴读，皇帝登基后，她深得重用。后来她因侵占良田获罪，又被查出卖官鬻爵一事，皇帝将她下狱审查。没过几日，林肃就在狱中自尽身亡。林家全族被削为平民，林秀家作为林肃唯一的女儿，自请前往古安寺寄居清修。正月15的元宵灯会上，正是因为她，凤泽才与隋有贤起了争端，拧断了隋有贤一条胳膊。这等风流韵事很容易被人查个底朝天，所以才有了数日前顾青的古安山一行。顾青对这姑娘本已没了兴趣，却没想到今日会在徐府撞上。他轻声向白桃交代了几句，白桃悄悄退下。观礼完毕，顾青借口要去更衣，离开正厅。转过几条小径，就见白桃急步而来。小姐，白桃凑到他耳边低声道：“他被婆子关进了一处庵堂，说是他弄坏了给孩子祈福的药师经，要他重抄一遍才放他出来。”顾青拧眉，若林秀家当真弄坏了经文，徐少夫人此举并不为过，但林秀家为何会来到徐府？他的父亲死于非命，徐承志又顶了他父亲的相位，两家人不说结仇，起码也会互不往来。这林秀家不安生待在古安山上，偏偏在徐府大办喜事的日子出现，难道是诚心想给徐府添堵吗？而徐少夫人将前任副相的女儿私自扣押在府中，这事要是传了出去，恐怕也不会那么好听。顾青暗自揣测，对白桃道：“你回那边盯着，如果发现什么异样，立刻回来报我。”第8章吵起来了。觥筹交错，酒过3巡，夏明对顾青道：“我去外面走走，透一透气。”顾青扶着他起身：“我也想去醒醒酒，咱们一块儿。”两人带着侍女一道离席。有宾客见了，好奇道：“顾家小姐与夏侍郎倒是走得很近。”“可不是嘛，这两人对着咱们话不多，凑在一起却说个不停，听着都是些税赋钱粮什么的，让人脑瓜子疼。要不怎么说夏侍郎不是一般女子？你看她怀到8个月才上书休假，而我家那位大老爷一回来就只知道喝酒听曲儿，难怪现在还只是个五品官。我若生个女儿，可不想她太辛苦。他们男子倒没什么，女子若是18岁之前过不了会试，这年纪一大就寻不到好人家了。怕什么？没见顾家小姐20有2，还不是照样觅得一桩好婚事？这婚事可算不上什么好。”有人四下瞄了眼，压低声音：“先不说雍王在陛下那里是个什么样的地位，你们难道没有听说他那个不行？”有人赶紧拿手捂他的嘴：“要死了你！这话怎么能瞎说？怎么是瞎说呢？雍王都27了，听说他后院连一个女人都没有，就连外面的秦楼楚馆也从没见他逛过。咱们谁不知道男人啊？别说27，到了77也没有不想那事儿的。怎么偏生他就是个例外？”说着振振有词，其余人听了面上不显，却不知心中都想到些什么，一个个打着眉眼官司。顾青陪着夏明走在花园里，浑然不知有人已给他的未婚夫扣上了一顶不行的帽子。他好奇打量夏明的肚子，夏姐姐怕是不久就要生了，怎么不在家里歇着？这里人多杂乱，万一不小心磕了碰了，总是不好。夏明轻轻抚摸自己隆起的小腹：“我在家中歇了许久，实在太闷，夫君说多出来走走也好，何况这里的夫人多，还可与他们交流一些生产心得。”顾青抿唇而笑：“那我可打扰夏姐姐了。”夏明自从和他坐到一处，就光顾着与他谈论心法之事，显然已经忘了来时的初衷。夏明想想，也是露出一个柔和的笑容。他眉眼舒展，教人很难将他同传闻中雷厉风行的夏侍郎联系在一起。“我听说你对雍王早就有意？”他忽然问。顾青高高挑起眉梢，他没想到京城里的八卦竟然传得如此迅猛，就连夏明这样一心只爱公务之人也能耳闻。夏明看出他的惊讶，平静道：“雍王很好，你眼光不错。”顾青目光微动，他听得出夏明是真心称赞，
难道就因为雍王为新法说了几句好话，夏明就对他另眼相看？夏明见他目露不解，想了想，大概是怕他误会什么，解释道：“我与夫君相遇以后方知，心中有牵挂，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顾青实难想象这话是从有拼命三娘之称的夏明口中说出，见他态度坦荡，不禁多问了句：“不会担心成为负累吗？”夏明奇道：“怎会？”他眸底浮现微微暖意。如果你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欢喜，那他就不是你的负累。顾青望着他嘴角的笑容，默默在心中对凤泽说了声抱歉。他想起他时可不会不由自主的欢喜，只会升起紧张、渴望与忧虑的心情。不过他不介意对他好，只要能换到自己想要的。夏明碰碰他的胳膊：“那是不是你的侍女？”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白桃从小径那头飞快跑来。“小姐！”他气喘吁吁，徐少夫人和徐少爷吵起来了。顾青猛地一怔：“在哪儿？”白桃听从他的吩咐，一直守在安堂外面。如果他听到人吵起来，那徐氏小夫妻发生争吵的地方就应该是安堂。白桃说着就要领他们过去。顾青看向夏明：“夏姐姐，要不要先回正厅？”他去安堂是因为林秀家在那儿，他既好奇，也担心这事与凤泽扯上什么关系。而夏明是局外人，又怀着身孕，自是不便跟着他到处乱跑。夏明虽不知他有何打算，但他对凑热闹本就没什么兴趣，当下点头：“我先回去，你自己小心。”顾青带着绿瑶与白桃赶到安堂外，就听一个女生尖利的叫喊：“她已经不是宰相的女儿了，你还护着她！”徐少夫人披头散发从廊下奔出，她脸上的脂粉被泪水冲出一道道斑驳的痕迹，左颊上印着4道鲜红的指印。徐少爷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揪住她的胳膊：“你要去哪儿？”她穿了身圆领大袖锦袍，此时袖子破了一半，衣领散乱不堪。顾青记得在筵席上看到她时，她头上还束了一顶赤金发冠，如今发冠不知去向，徐少爷的发髻歪在脑顶一侧，鬓发蓬乱。徐少夫人扭身挥手打他，手上拿的正是那顶发冠。他往他身上狠砸了几下，哭骂道：“你个混账东西！你儿子才满100天，你就为了别的女人打我！我告诉你，你们徐家能有今天，全靠我爹帮忙。你以为你爹当了宰相就了不起吗？你连会试都考不过，你就是个废物！”他与徐少爷扭打在一起，院中2个劝架的婆子拉扯的扯，好不容易才将这2人分开。顾青见状况不明，拉着绿瑶与白桃与他一同躲在院外的假山石后。徐少爷脸上挨了几下，发冠锐利的边缘刮破了他的面皮，他狼狈不堪，捂住脸：“你个泼妇，你将人扣在安堂想做什么？今日府里来了这么多人，你当没人看见？我扣下他怎么了？他弄坏了给我儿祈福的经书，这不是存心想让我折寿吗？你还狡赖，分明是你把茶水泼在了书上，你这样子哪里有半点徐家少夫人的风范？”“我没有，那谁有？他吗？”徐少夫人往屋里一指：“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没用的男人，明明被人拒过婚，还像条狗一样扒着人家不放。你一听说我把他关在这儿就担心是吧？你过来干嘛？想英雄救美吗？还是想趁我不在跟他做苟且之事？你……”徐少爷气得浑身发抖，他抬脚就向妻子踢过去。徐少夫人在婆子的掩护下避开：“你还敢打我？徐子昂，不要以为今天府上有客人我就不敢跟你翻脸，你等着，我去找母亲来评理。一会儿父亲下了衙，我也要让他好好听听他的儿子是多么维护他的仇家。”徐少夫人转身跑出院门：“给我拦住他！”徐少爷拔腿就追，2名婆子迟疑一下也跟了上去。绿瑶凝神听了听，向顾青示意院中再无旁人。顾青这才带着他俩闪身进了安堂。安堂内，青衣女子形容狼狈，她背抵桌沿，双手紧握一根银簪，尖锐的簪头正对着闯进门的不速之客。第9章，二皇子，放我出去！林秀家语声嘶哑，握着银簪的手青筋毕露。顾青朝前走出半步，林秀家声音凄厉：“站住！”顾青叹了口气：“林小姐，这里随时会来人，我需要你配合。”说完，他向绿瑶做了个动作。绿瑶会意，闪身到了林秀家面前。林秀家尖叫出声：“你要干什么？”话音未落，绿瑶一掌劈在他颈侧，林秀家两眼一翻，软倒在地。绿瑶接住他的身子，将他拦腰扛起。顾青往桌上扫了眼，将抄了一半的经文捡起来扔给他，吩咐把他藏到我的马车里。绿瑶点头，扛着林秀家纵身出门。顾青与白桃迅速离开安堂，2人穿过垂花门，刚来到花园外面，就见几人迎面来。为首者年未弱冠，身着紫金长袍，腰缠玉带。他们很快在庭中相遇。顾青依照时下礼节，朝为首之人微微颔首，便要与他们错身而过。站住！紫袍人叫住他：“你看上去眼生不是徐府之人，怎么会在后院？”
他生得唇红齿白，语气却带着几分倨傲。顾青心中不悦，原来这里已是后院了吗？他轻轻一笑，我来府中做客，方才在花园中赏景，沿着池边长廊走到这里。多谢公子提醒，我这就回前面去。他举步要走，却被后面的人挡住去路。白桃脆声质问：你们什么人？竟敢在徐府无礼？放肆！拦路之人厉声呵斥：二皇子在此，哪有你个奴婢说话的份？顾青听到二皇子三字，眉心微微一动。二皇子凤元泰生母于贵妃，这还真是冤家路窄。顾青挺直背脊，望向为首的紫衣人，唇角微勾，原来是皇侄。此话一出，众人神情皆变。凤元泰先是一愣，姣好白皙的面容迅速阴沉，他目光森冷：你说什么？顾青眼眸弯弯，虽然这样叫早了几日，不过雍王是你的皇叔，依照辈分，我随他唤你一声皇侄，不为过吧？凤元泰阴沉的目光中渗出寒意。他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顾青，只听母妃提到过一次，却不想会在这里遇上他。雍王妃不在家中备驾，还有心思到处闲逛，看来你的情谊也不过如此。凤元泰冷冷讽道：我还以为我那皇叔真有让人一见倾心的本事。顾青笑笑：徐府盛情相邀，岂有推拒之理？二皇子不也拨冗前来？我看你对徐府很是熟悉，想必平日没少来做客。这话再说下去，就有皇子与朝臣过于亲密之嫌，哪怕在场都是自己的亲信，二皇子也恨不能堵住顾青的嘴。他暗中动了动手指，就听后方人声隐隐，有脚步声朝这边涌来。凤元泰阴沉的面色一收，紧接着就听到徐少夫人哭喊：那贱人不但坏了我儿的经文，还动手行凶！娘，你可要为我们做主！顾青将这声音听得真真切切，心中不免好笑。徐少夫人与徐少爷出去不到一炷香功夫，这夫妻俩自己打的架就成了林秀家所为，只不知是他二人握手言和了，还是徐夫人出手镇压了。再看那边行来不少人，其中既有徐夫人等府中亲眷，也有前来观礼的宾客。众目睽睽之下，难怪徐少夫人半字不提自己与丈夫争扯之事，只口口声声将罪名安到林秀家头上。众人见到顾青与凤元泰等人，俱是一怔。徐夫人率先上前：二皇子、顾小姐，你们为何在此？凤元泰道：本王下了朝，过来观礼。他朝面色哀戚的徐少夫人望了眼，又问：徐少夫人这是怎么了？府里出了什么事？徐夫人面沉如墨：老身也不清楚，正要随我儿媳去看。凤元泰道：府中女眷甚多，不如我陪诸位过去，要是有个什么万一，也能看顾一二。他突然变得亲和有加。顾青瞧了瞧徐夫人带来的数名家丁，朝旁让开两步。顾小姐，凤元泰叫住他：你既然到了这里，最好跟我们一道，以免碰上什么危险。顾青含笑回望：也好。他们在徐少夫人的引领下来到安堂，徐夫人让家丁一脚踢开紧闭的房门。众人探头一看，房内空无一人。徐少夫人的抽泣声戛然而止，她推开家丁，急匆匆走进去：人呢？跟来看热闹的宾客们互相看看，眼中都有些微妙的情绪。徐夫人更是面色一变：给我搜！家丁们将安堂内外仔仔细细寻了个遍，一无所获。徐夫人恨铁不成钢地瞪着儿媳：婉娘，你确定贼人在这儿？徐少夫人扭着手中的帕子：母亲，他就在这儿。你看桌上还有他抄的经文。徐夫人挥开他，快步走到桌前：你过来。徐少夫人不明所以跟了过去，她的目光触及桌面，瞳孔猛然收缩：不可能，我明明看到他已经抄了一半的经文。徐夫人狠狠拄了拄手里的拐杖，若不是这里人多眼杂，她恨不能一巴掌抽在儿媳脸上。今日是她孙子的百日宴，儿媳不想着用心操持，只顾着跟人拈酸吃醋。徐少夫人虽然没有直往前院去，但今日宾客众多，她形容狼狈的样子难免被好些人瞧见，纵然稍作修饰，也无法完全遮掩。徐夫人堵不住众人之口，只得警告儿媳，绝不能将她与夫君争吵之事说出去，只将所有罪名都推到林秀家身上。至于徐府少爷徐子昂，他比媳妇更要脸面，眼看要撞见外人，就早早避开了去。徐夫人来前特地让小厮看住他，不许他到处乱跑。而此时这么多人到了安堂，林秀家却不见了。一想到儿子与媳妇没一个省心，徐夫人就怒气攻心，说啊，人在哪儿？徐少夫人支支吾吾，就听凤元泰在旁作声：顾小姐，你先前在这边可有听到什么动静？这话一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顾青身上。顾青歪了歪头，花园与这儿相距甚远，不曾听到动静。哦，凤元泰斜着眼，顾小姐当真在花园赏景？不待顾青回答，夏明从人群中站出来：顾小姐先前一直在花园中陪我，直到我乏了，才让她自去玩耍。凤元泰不料有人竟敢接话，他看向夏明：夏侍郎。他轻飘飘道：我以为你此刻正在官衙中为民劳心，没想到竟有空来吃席做客。夏明说：我月初上了折子，已获陛下赐驾。凤元泰笑容轻蔑：是我忘了，
夏侍郎是女人，女人要忙着生孩子，没空为国尽忠。二皇子，顾卿出生，我朝律例，凡百姓滋生人丁，不加赋税；官员滋生人丁，可得增帛。太祖曾言：一朝之望，兴于人丁。女官生育，于国有苦功，于家有苦劳。不知二皇子为何如此轻视？凤元泰被他当众驳斥，脸色一黑。顾小姐这么在意人丁，不知嫁入雍王府后打算生几个？他突然压低声音，眼神中蒙上一层浓浓的恶意，轻轻道：顾小姐可要提前想好，万一一个也生不出来，又该找谁帮忙呢？他说完，露出一个阴鸷的笑容，像毒蛇吐信一般，嘶嘶笑出声来。第10章，阴魂不散。凤元泰的声音极低，除了顾卿，一旁无人听清。徐少夫人仍在扎呼着使唤家丁找人，门外的宾客本是尾随而来凑热闹，如今看到这空荡荡的安堂，就算再迟钝的人也能猜出是有蹊跷。徐夫人面对众多好奇打探的眼神，越发挂不住脸。她重重甩袖，命令家丁：你们去外面搜。说完，又向宾客们致歉：今日府中忙乱，不慎混入宵小之辈，想来已被吓跑了出去。这事本不该惊扰大伙儿，偏生我这儿媳胆小多怪，叫诸位看了笑话。今日宫中赐下几件奇珍，我正要拿出来与各位共赏，还请大家与我同往花厅，坐下来好好看看宫里的宝贝。有人好奇发声：徐夫人，不知是何人胆大包天，竟敢在徐府对主家不敬？徐少夫人正要接话，被徐夫人冷冷一瞪，不情不愿将头扭到一旁。徐夫人淡淡一笑：不过些许小事，待今日宴罢，府中自会处置，不劳客人挂心。来，大伙儿随我去花厅吧。他攥着儿媳的手腕，拉着她将众人请走。经了这一出，众人都有些意兴阑珊。原本依照时下礼节，只有至亲好友才会留到晚上参加晚宴，因此在看过宫里赏赐的珊瑚玉石等物之后，与徐府关系平平的人家就依礼向徐夫人告辞。顾卿与夏明也在其中。徐夫人笑容僵硬，今日分身乏术，对二位招待不周。夏侍郎生产之期若有所需，可随时传信于徐府。顾小姐下个月就要出阁，过几日我会送上天妆，还请不要嫌弃。顾卿与夏明称谢之后，相携离开徐府。夏明来时乘的是车房令的马车，此时离约定接送的时辰还差上半刻，马车未到，顾卿就陪他在府外等候。今日多谢夏姐姐为我直言，顾卿道。不过我看二皇子此人心量狭小，夏姐姐日后还请多加小心。虽说皇子在朝中都是挂的虚衔，但朝堂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当今皇帝又只有2个儿子，谁也不知他们身后站着哪些大臣。夏明面色平静，只要陛下信我便无妨。顾卿一怔，随即展言。皇帝曾当着百官的面称赞夏明为纯臣，自先帝以来，满朝文武仅他一人得此殊荣。这件事后来被传为佳话，广为人知。既是纯臣，便无结党营私之嫌，皇帝对他的赞誉何尝不是对有心之人的敲打？有了皇帝作保，夏明只要不犯天大的错，就没人能轻易动得了他。顾卿眼底带笑，不诈屈人之兵，夏姐姐高明。夏明听了，眼中并无得色，只道人生苦短，不想为无谓之事浪费时间罢了。顾卿深以为然，我与夏姐姐一见如故，待过几日有了闲暇，一定登门到访，还请不要怪我唐突。夏明道：你先前与我提到的民间商行记账的法子，我也很感兴趣，你若有空，可随时登门，我家就在安平坊西街。顾卿记下地址，这名字听着十分耳熟。那附近有许多糕点铺子，京中最有名的梨花酥酪就出自西街的迎香阁。他家的糕点四季不同，夏日的七珍糕放了7味药材，女子食用尤为有益。顾卿微讶，原来夏姐姐与饮食一道也深有研究。夏明见他眸中流转着促狭的笑意，不由面上微热。我在衣食上向来马虎，全赖夫君用心。顾卿了然，我看夏姐姐身子虽沉，但面色红润，肌肤紧致，可见平日调养得极好。本朝做官的女子若不在及笄之前早早订婚，待踏上官途便很难觅得佳婿。尤其像夏明这样身居3品高位，更是令许多男子望而却步。顾卿不免有几分好奇，能得夏明青睐，又肯为他如此用心的夫婿，究竟是怎样一名男子？两人闲谈间，车房的马车驶到近前，夏明与侍女登上马车，与顾卿道别。顾卿目送他们远去，转身走向顾府停车之处。白桃与绿瑶正守在车前，见了顾卿，绿瑶正要说话，就听一旁传来一个轻蔑的声音：顾小姐与夏侍郎惺惺相惜，怎不用自家马车送她回去？伴着这话，二皇子凤元泰带着人从顾卿身后的台阶上慢慢走下来。顾卿眉头一挑，在马车前从容站定，转手道：二皇子与徐府交情甚笃，为何不用过晚宴再走？凤元泰负着双手踱到顾卿跟前，府中正在唱戏，我嫌他们人多吵闹，远不及外面的折子戏好看。他往顾卿身后的马车看去，顾小姐今日当真没有到过安堂。顾卿好笑：二皇子请我与徐夫人他们一同前往安堂，
难道二皇子这么快就忘了？凤元泰冷冷道：“我问的不是那个时候，而是在所有人到来之前。顾小姐，你跟你的侍女去了哪儿？”他目光一转，看向个子高挑的绿瑶，听说今日你带了2名侍女进府，这个蓝衣服的，我怎么一直没有瞧见？顾青不动声色，我也有话想问二皇子。我是第一次来徐府，走错路也就罢了，为何二皇子明知那里是后院，还要往里走？难道说二皇子也要进去找什么人不成？他微微一笑，又道：“想来二皇子与徐父相定有通家之好，才会如此不讲忌讳。后院往往是一府家眷起居之处，即便当朝不那么看重男女大防，像这等私密之地，外男若没有得到邀请，也不能擅自进入。”凤元泰脸色微变：“顾小姐，太过牙尖嘴利的女人只会令男人厌恶。”顾青歪了歪头，笑容无邪：“可雍王殿下赞我聪明伶俐，很是喜欢。”凤元泰没想到这女人竟然如此恬不知耻，他本就没有多好的耐心，此时更是不想与顾青虚耗下去。他阴狠发话：“给我搜他的马车！”一声令下，跟着他的几名护卫迅速上前。顾青眸色一冷，站住！他音量不高，却格外有股破人的威严。天子脚下，一切皆有法度，二皇子独断专行，可有想过后果由谁承担？他目中那几名护卫，难道由这几人替你背锅不成？他口中质问二皇子，目光却紧紧盯着那几人不放。几名护卫互视一眼，竟不约而同脚下一缓。顾青又道：“我是雍王的未婚妻，雍王是二皇子的长辈，二皇子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搜我的马车，就是陛下知道了，也要斥你一句目无尊长。”他一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那几名护卫中有人忍不住回头朝二皇子望了眼。二皇子被下属这一眼看得心头火起，怒斥：“看什么看？还不给我搜！”说完，他不等他们动手，大步走上去，一把抓住车帘，用力一掀，青色的车幔唰啦一声扬起，露出车厢里的身影。凤泽倚着矮桌，一手支汗，一手搭在微曲的膝盖上，面上没什么表情，目光沉沉看着凤元泰。凤元泰心头一震，不觉后退。他的护卫没能看清车中景象，正要围上去，就听车里传来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拿下！”第11章，他才不会讲道理。车内声音未落，那几人颈边一凉，脖子上不知何时多出几把森寒利剑，压着他们跪倒在地。身着雍王府服饰的侍卫们麻利的将人捆作一堆，丢到路旁。凤泽挑起车帘，上来。他对顾青发话。顾青盯着他，若非白桃和绿瑶都守在车前，他简直要怀疑这到底是谁家的马车。凤泽见他久久不动，沉沉一笑：“不上。”顾青目光微垂，他走上前，拎起裙摆登上马车，越过凤泽身边，进到车中坐下。凤泽望向车外的凤元泰：“本王过来接我的未婚妻，可是看了一出好戏。”他声色淡淡：“二皇子若对本王不满，大可向陛下说去，何必拿本王的人撒气？”凤元泰咬牙：“徐府进了贼人，我担心顾小姐安危，这才命人检查马车。皇叔不领情也就罢了，为何曲解我的好意？”凤元泰，凤泽懒懒叫着他的名字：“你不会当真以为我在跟你讲道理吧？”他叫来雍王府侍卫去府衙通报一声，就说二皇子报案，徐府进了贼，请府衙前来彻查。等等，凤元泰眉心抽了抽：“徐府之事自有徐府自行料理，皇叔何必越俎代庖？”凤泽嗤笑一声：“二皇子如此热心，为了帮徐府的忙，连我坐的车都敢搜，还怕什么越俎代庖？”凤元泰脸上一僵：“皇叔与随府的案子还未了结，何苦多生是非？”凤泽深深看了他一眼：“我与随府有什么案子？不如你仔细说来听听。”凤元泰欲言又止。他听说那日朝会之后，皇帝去了玉祥宫，对母妃大动肝火，事后特地警告众大臣，不许没有证据随便误判。他自幼受母妃教导，对皇帝的脾气知之甚深。皇帝既多疑又好面子，他虽对凤泽诸多猜忌，但正如其他大臣一样，并不认为随府家丁暴毙之事是凤泽所为。若有人想以此参倒凤泽，只会沦为朝中笑柄。哪怕他们本意是想讨好皇帝，却不知这样的举动只会令皇帝面上无光。凤元泰暗自庆幸，那些参奏之人与他明面上并无往来，否则还会连累他受父皇训斥。凤泽见他不说话，闲闲又道：“听说江州近日接连暴雨，不知二皇子的差事办得可还顺利？”凤元泰闻言，脸色渐变：“皇叔不理政事，消息倒是十分灵通。”凤泽看着他的眼神充满同情：“二皇子有多久没有上过街了？最近江州流民之事在京中到处流传，恐怕要不了几日，江州刺史的折子就该递上来了。”凤元泰扯扯嘴角，街头巷尾的无稽之谈也值得皇叔如此挂心。就算江州暴雨引起流民逃窜，与我又有什么干系？他昂然挺胸：“我奉父皇之命，协助工部督办贺县御史开采一事。贺县虽在江州，江州的天灾人祸却不由我说了算。皇叔若想问责，不如直接去问江州刺史。”凤泽面色无波，
二皇子胸有成竹最好，反正离陛下的生辰还有2个月，想来不管发生任何波折，二皇子的贺礼也能及时送到。凤元泰听他提起贺礼一事，目光闪了闪，却见凤泽放下车帘，他的声音带着惯有的慵懒，从帘后传来：“本王大婚在即，如果有人想找不自在，大可以试试。”马车从凤元泰身前驶过，他捏了捏拳头，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终是狠狠一拂袖，转身进了徐府。徐府大门在视野中渐渐远去，顾青从车窗外抽回视线，道出心声：“殿下真是一点不留情面。”凤泽反唇相讥：“你在古安山上对随府的家丁也没有手下留情，但我没有动随有嫌。”顾青道：“你的意思是洞下人和洞主子不一样，是吗？”马车里光线昏暗，凤泽的眼神幽深一如沉潭。顾青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不能回避，他也不想回避。是，他说，这是他行商多年得出的经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些人不能不得罪，但得罪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致两败俱伤，这里面有极大的学问。殿下或许会认为我欺软怕硬，但这是事实，我不想欺瞒殿下。说句不好听的，世人常说打狗还需看主人，但主人若真是把自己的下属当成狗，那他就不会为了自己的下属拼命。凤泽半晌没有言语，顾青难得对自己的坦白产生了一丝犹疑，他只是认为自己的脾性大概瞒不过凤泽，他可以对他扮演一腔情深，但若连本性也要加以掩饰，未免活得太累。可凤泽若因此轻视他，甚至厌恶他，那就弄巧成拙了。他转头拉开车窗，任风吹打在自己脸上，他的鬓边插了一朵小小的珠花，银丝掐成的蝶翅在风中轻轻颤动，仿佛随时可能迎风而去。凤泽勾了勾唇角，顾家的马车远没有雍王府的马车来得高大宽敞，他本就身高腿长，如今车里多了一个顾青，他只能屈起一条腿，身子朝后微仰，半靠在车壁上。你很圆滑，他说，有时候看着胆子挺大，其实又很胆小，有时候看似冲动，其实早有退路。他用手指点了点膝盖，不过还不到让人生厌的地步。顾青抿抿唇，他暗自松了口气，多谢殿下夸奖。他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泄露内心的愉悦，请殿下找个方便的地方停车。为何？顾青回头望向他，眸中多了一丝促狭。再不把人放出来，我怕他憋过气去。寂静无人的深巷中，顾家的马车安静伫立。顾青叫凤泽退到车厢边缘，他挪走中间的矮桌，俯身在地板上四处扣了扣。他找到地方，用手轻轻一按，就见中间的地板朝两旁慢慢划开，露出一个硕大的洞口，洞底下放着一个大抽屉似的东西。大抽屉里面全躺着一人，正是林秀佳。林秀佳仍旧昏迷着，顾青伸指探了探他的呼吸，确认他气息平缓，这才动手将人扶起。他力气不大，费了半天劲才让林秀佳半坐起身，斜靠在洞口边缘。凤泽实在看不过眼，他拍拍顾青肩膀，示意他让开，伸手握住林秀佳2只胳膊，将他往上一提，就把人拖了出来。顾青看着他干脆利落的动作，由衷钦佩。凤泽见他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微审：“不想我碰他？”“怎么会？”顾青摇头，他刚才只是觉得，如果自己使唤了他，8成又会被他记上一笔。凤泽这人点评别人的时候，不爱用什么好词儿，他认为圆滑一词就够了，不想再添上些别的。凤泽低笑了声，也不知是信了还是没信。这就是你从徐府带出来的人？他望着躺在地板上的林秀佳，眸色难明。顾青按下机关，合拢洞口。殿下怎么知道是从徐府带出来的？若不是因为你在徐府干了好事，凤元泰怎么会揪着你不放？这好事2字令顾青皱起眉头，他可不认为凤泽是在夸奖他。殿下不高兴吗？他脱口道：“我是帮殿下救的人。”凤泽抬眼：“顾青，你是不是想我夸你贤惠大度，很有容人的雅量？”顾青避开他的视线：“就算殿下不喜，我这也算与人为善。若让林秀佳继续留在徐府，等徐夫人他们过去之后，不知会闹得如何难堪。”顾青亲耳听到徐少夫人与徐子昂争吵，话里话外都直指徐子昂对林秀佳有私情，虽不知林秀佳有何想法，但一来他是凤泽的旧识，二来他在安堂中用银簪防身的样子不像做戏。无论如何，顾青今日都不能让他陷在徐府里。徐府家大业大，自然不在意什么闲话，但林秀佳一介孤女，徐少夫人又对她心存恨意，若真要来个屈打成招，那就是毁了姑娘家的一辈子。顾青道：“殿下才因为他闹出随有贤那事，我听着徐家少爷似乎也向他求过亲，我与殿下即将成婚，不想因为什么风言风语让人看了笑话。你当真这样想？”凤泽问。顾青重重点头：“我心依殿下，殿下的脸面就是我的脸面，我不许任何人有损殿下威严。”凤泽看着他信誓旦旦的面孔，忽然笑了下：“那你先想想如何处理他吧。”他的目光掠过顾青，落在昏迷不醒的林秀佳身上。第12章3人一车。顾青以为自己会错了意，但他发现凤泽似乎是认真的。“你是说林小姐？”
顾青指指林秀家。凤泽反问：“你说呢？”顾青心中闪过无数念头，我不明白殿下的意思。凤泽朝林秀家躺着的位置示意，人是你救出来的，后面要怎么办是你该考虑的事情。顾青愣住，殿下不把人接走，关我什么事？凤泽道：“我来徐府接的人是你，又不是他。”顾青与凤泽对视半晌，殿下与林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若说两人之间有暧昧，他在凤泽身上却瞧不见对林秀家的半分怜惜；若说两人关系不洽，他偏又在灯会上愿意为他与人结仇。顾青百思不得其解，却见凤泽似笑非笑看他。顾青，我来接你，你不高兴？又来了。熟悉的发问让顾青瞬间回神。殿下为我而来，我自然高兴。只是殿下既知道我去了徐府，也就能知道林小姐去了徐府。他微微一顿，语气微妙。殿下究竟为何而来，恕我不敢妄断。这话带了几分女儿家的娇嗔，听在凤泽耳中，他抬了抬眉。顾青见状，勾起浅浅笑意。我为殿下用心良苦，也请殿下不要随意糊弄我。敢问殿下，当真是为我而来吗？并非他妄自菲薄，他与凤泽之间尚且谈不上熟人，更别提情意相通。凤泽说来就来，还躲进他的马车，这是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蹊跷。顾青心中一动，殿下，我的侍女在徐府外面耽搁了这么久，该不会是被你扣下了吧？绿瑶自从带走林秀家，就在未进过徐府。顾青原以为他是为了绕开徐府的人才费了不少时间，如今想来，绿瑶守在马车前的样子与往常似有不同，说不定一早就碰上了凤泽。再往深了想，凤泽怕是一开始就知道林秀家藏在马车里面。顾青终于明白凤泽为何要待在车里。虽然马车上设有机关，旁人很难察觉林秀家的存在，但二皇子若执意要将事情闹大，难保不会发现蛛丝马迹。只有当他看到凤泽，才会无暇顾及其他。凤泽应是一开始就知道有人要针对林秀家，那么他赶来徐府到底是为了谁，也就不言自明。顾青侧过脸去，我知道殿下对我无心，倒也不用拿我当幌子。这句抱怨半真半假，听着倒比刚才的娇嗔更显情真意切。凤泽看着他，我的确是为林秀家而来。顾青在心中啧了声，就听凤泽说，我答应过林素，他在京城1日，我就护他安稳1日。顾青直觉这不是自己应该听的事情，不等他岔开话题，就听一个声音冷冷道，谁要你护？说着这话，林秀家从地上撑起身子。顾青下意识地看向凤泽，却见他毫不惊讶，仿佛早就知道林秀家已经苏醒。林秀家朝离凤泽相反的方向挪开，他向顾青望了眼，多谢你救我，作为忠告，我劝你离他远一些。他醒来时正好听到凤泽说是顾青将他救了出来，而顾青对凤泽的嗔怪则让他猜出顾青的身份。顾青仔细分辨林秀家这句话中的含义，为何？他好奇，殿下对林小姐不错，林小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林秀家轻喝了声，打断顾青，你也听到了，他帮我是因为他对我父亲有愧。他昂起头，面上带着京城贵女独有的骄傲，雍王，我可曾求过你帮我1分1毫？不曾。凤泽说。林秀家转向顾青，你看，我并不稀罕他帮我做什么，他做这些不过是为了弥补他内心的歉疚而已。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京城？顾青问，你待在这儿，岂不正好遂了他的心愿？那些不知道内情的，还要给你挂上一个忘恩负义的名头。林秀家怔住。顾青实话实说，你孤身待在京城，再怎么拼死累活，只要有雍王出现在你身边，在旁人眼中就是他给了你照应。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但若换了是我一定不会让自己讨厌的人获得洗刷生命的机会。他这话说的斩钉截铁，惹得林秀家连看了他好几眼。你不是心仪雍王？林秀家问。顾青坦然一笑，我喜欢他，无论他是好是坏我都愿意接受，但他在你眼里也许是个恶人，所以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出自你的立场。那他若是负了你，你当如何？林秀家惊讶于他的坦率，脱口问。顾青凝神细想，那要看怎么个负法。他的目光在林秀家与凤泽之间来回打了个转，如果不是性命攸关之事，大约会说散就散吧。人生苦短，没什么比让自己好好活着更为要紧。林秀家审视着他，似要看清他这番话后的真心。你真的是顾青？他听说过凤泽订婚之事，京城里谁不知道顾家的女儿对凤泽痴恋多年，他原以为这又是一个为爱苦守而不得的女子，没想到今日所见所闻竟大大超乎他的想象。顾青点点头，他明白林秀家的疑惑，如同凤泽对他的质疑，可能我比旁人想得开吧。他笑道，我听人说心中有牵挂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想必那样的自己也是很美好的，我为什么要因为不好的结局去破坏那个美好的自己？林秀家沉默下来，他不知想到些什么，看向凤泽，今日我下山的时候，不知道是去徐承志家里，前几日有人找到古安寺请人抄经，主家指明要用灵飞小楷抄一份药师经为孩子祈福，
古安寺的居士中只有他最善这类笔法，因此这活计就落到了他身上。今日他按事先约定好的将经文送到山下，到了府门前才知主家竟是副相徐承志。林秀家知道徐承志接替了他父亲的相位，他对徐府谈不上什么好感，但也不至于扭头就走。他将经文送进主厅，徐少夫人没看两眼就打翻了桌上的茶水，茶水弄污了经文，徐少夫人当即翻脸，称他对主家不敬，命婆子们将他压了下去。林秀家全程懵懂，直到他被推进安堂，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刻意刁难了。几个婆子在门外守着他，他脱不了身，只能忍气吞声，重新抄写经文。没想到半途中徐少爷徐子昂闯进安堂，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徐少夫人就风风火火冲了进来。在之后的事就是顾青看到的那些。林秀家忍着窘迫，对顾青与凤泽道：徐承志与我父亲是同僚，我父亲还在任时，徐家曾上门提亲，父亲没有同意，他那时窃喜父亲没有答应，却不料这件事会在今日成为羞辱他的把柄。你可认识二皇子？顾青问。林秀家摇头，不认识。顾青心中了然，他突地对凤泽道：我有话想对林小姐说，可否请殿下回避？凤泽不语。顾青神情恳切。凤泽盯着他看了一阵，撩起衣摆，跳下马车。第13章，世间谁人不怕死？顾青从车帘缝隙中看着他走开，这才回头对林秀家笑了笑：林小姐，为了你的安全，我劝你尽早离开京城。这话一出，林秀家脸色巨变，他眸中含着浓浓的警惕，看向顾青的眼神充满戒备。顾青仿若未觉，继续道：林小姐，我在安堂把你送走之后，出来很快就遇上了二皇子。他明知那里是后院，还带了人过去。后来在徐府外面，他拦着我想要搜查马车，若不是雍王殿下出现，恐怕我不一定藏得住你。他盯着林秀家的眼睛，慢慢道：你大概也听到殿下说了，他去徐府是因为你。林秀家微微垂眼，那又如何？那说明他知道二皇子是冲着你来的，但你压根不认识二皇子，二皇子为什么要针对你？顾青认真分析，也许林小姐有别的想法，但我以为二皇子想针对的人不是你，而是你身后的雍王殿下。他缓缓道：实不相瞒，我查过雍王殿下与林小姐的渊源，无论是花灯会上，还是更早以前。林秀家豁然抬头。顾青笑了笑，京中的人向来八卦，何况林小姐与雍王殿下本就是旧识，据说先帝在时还曾想为你二位定下娃娃亲，只是后来不了了之。林秀家冷冷道：捕风捉影之事，无凭无据，有什么好说的？抱歉。顾青说：但不少人都认为雍王殿下对你有私情，包括陛下。花灯会上的闹剧一出，皇帝就给凤泽指了婚，难道真是因为手足情深？并不，皇帝只是不想凤泽与罪臣林肃的后人走得太近。林家被皇帝削为平民，他们心里对皇帝怎会没有怨意？林秀家作为林肃的亲生女，从高高在上的贵女跌入泥淖，沦落到古寺寄生。要说她不恨皇帝，顾青不信，皇帝更不信。若不是林肃自尽身亡，皇帝想留个宽厚仁慈的名声，林秀家还能不能活在世上都很难讲。这样一个身无可依的孤女，别人想对她下手实在太容易。但她依然好好的待在京城中，这背后当然少不了凤泽的手笔。你想说是我连累了她？林秀家问。不。顾青摇头，是他连累了你。以他对凤泽的了解，这个人锋芒太露，实在招恨得紧。林秀家意外，你竟然不为他说话？事实如此。顾青轻轻一叹，若非我对他一往情深，也不想碰上这么个大麻烦。林秀家清冷的脸上难得露出一丝复杂的神情。我看你对他。他舒尔住口不语。过了半晌，又像是下了什么决心，对顾青道：无论你对他是什么样的感情，我奉劝你一句，远离凤泽。这是他第二次对顾青说同样的话。顾青问：为什么？林秀家微不可见地动了动唇角，他目光飘远，似乎想到了什么往事。凤泽这个人没有心，有些话一旦开了头，就有了宣泄的理由。我父亲曾在寒山书院讲学，凤泽是他的学生，我与凤泽年幼相识，说有多熟倒也谈不上。那时他不爱搭理人，总是独来独往，他文试的成绩中规中矩，武试却回回都拿第一。我父亲说他迟早会像他母亲一样，成为一名英勇的武将。后来他果真如我父亲所料，成了举朝闻名的少年将军。林秀家嘲讽似的扯扯嘴角，平南蛮，征北域，骑马以协桥，满楼红袖招，他的确风光了好几年，只可惜报应总是要来的。他吸了口气，当年他为了自保，对我父亲见死不救，如今换作他受皇帝猜忌，岂不正是一报还一报？所以林小姐是故意的。顾青道：只要你在京城，雍王殿下就不会置你于不顾，只要你们还有往来，陛下就会更厌恶他。林秀家偏头看他一眼，你要这么说也没错。他悲凉而决绝地笑着，凤泽不仁，我就不义。我如今孑然一身，
没什么好顾虑的。顾青点点头，林小姐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言不由心的一个。林秀佳笑容一滞。顾青说，如果雍王殿下真像你说的那样没有心，他为何要管你？就因为他对你父亲做过的承诺。他连你父亲都不肯救，还救你做什么？难不成他真对你情根深重？他朝林秀佳凑近了些，若说他对你情根深重，他还是没有救你的父亲，那这份情又值几何？林小姐怕不是画本子看多了，以为他会像故事里迷途知返的男子那样，做了错事又幡然悔悟吧。林秀佳脸色一白，我没这么想过。可是你的所言所行不就是仗着有他在吗？顾青追问，恕我冒昧，先不说雍王殿下对你是否有情，单就林小姐的做法，倒是让人怀疑你对她是否有别的想法。林秀佳瞪他一眼，扭头，没有。那我就不明白了。顾青慢声道，如果只是为了报复，他如今不受陛下待见，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何必还要待在这京城？难道就不怕他树敌太多，对你不利吗？我没什么好怕的，真没有。顾青挑了挑眉，如果今日我没有把你从安堂带走，林小姐以为自己是否还能全身而退？我可是听说他们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了你的身上，别的不说，单一个入室行凶就能把你送去府衙大牢，就算雍王能够捞你出来，你们林家最后一丝颜面都会被你丢光。你觉得这是你父亲愿意看到的？林秀佳绷紧面颊，嘴唇抿得泛白，一言不发。顾青对他满脸的难堪恍若未见，又说，如果我是徐少夫人，我还有更阴毒的法子，能让雍王也救不了你。他淡淡说着，我只消说你与徐子昂有了私情，然后大度的让他纳你为妾，在你面前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嫁，要么死。如果你敢嫁，那你最终也逃不过徐少夫人的掌心，那就死。林秀佳从唇缝间蹦出这几个字。顾青摇摇头，你不敢。他笃定地望着这个身世飘零的女子，你若不怕死，就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报复雍王。你可以问问自己，你到底在盼望些什么？林秀佳抓紧自己的裙摆，捏出一道深深的褶痕。你别胡说。他声音飘渺，仿佛无根的浮萍。我有没有胡说？林小姐可以仔细想想。顾青换了个坐姿，拍拍酸胀的小腿。如果我是你，就算要报仇，也不会把自己搭进去。我会走得远远的，好好活着，风风光光的欣赏仇人的下场。林秀佳闭了闭眼，你跟我说这么多，不过就是想让我放过凤泽。顾青笑了笑，放不放过雍王，你说了不算。他掀起车帘，看向密林深处，还有半个月，我就会成为雍王府的女主人。如果我要阻挠雍王办事，10件里面7件不成，总有3件还是能够成的，你说对吗？他见林秀佳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低头看向自己的手指，我既对雍王一往情深，那便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林小姐，我是个小气的人，容不得别人对雍王殿下予取予求。林秀佳脸色煞白，她再难维持镇定，豁然起身。顾青拦住她，笑容和蔼，这里离徐府不远，二皇子的人也在附近，你若想就这么走掉，咱们要不要先赌上一把？他顿了顿，开口，就赌我能不能拦下雍王，让他放你独自离开。第14章借刀。米粒宫室内，二皇子凤元泰满身酒气，歪在镶金嵌玉的锦榻上，貌美的侍婢捧来温热的金帕，替他擦脸净手，复又跪在榻前为他除去鞋袜。内侍陈盼拿了一封书信进来，二皇子于将军从贺县传来消息。凤元泰半眯着眼，说了什么？陈盼拆开信，迅速看过，禀道：于将军说他那边已经收到新增的人手，矿场进展一切顺利。凤元泰用脚尖抬起侍婢的下巴，端向他的脸，听说江州出现了流民。是。陈盼应声，江州连日暴雨，江水上涨，冲垮了几处堤坝，这是好事。凤元泰伸手将侍婢拉入怀中，于崇光不是一直担心那些人不好收拾吗？你替我告诉他，眼下正是天赐良机，江州既然受了灾，流民在逃难路上必有死伤，这么好的机会，你叫他可不要白白浪费。陈盼躬身垂首，我明白，我这就给他传信。还有，你替我告诉舅舅，江州刺史若往京里递了折子，他们户部一定不要推搪，人家毕竟受了灾，朝廷应该多拨些粮款，这样才不会影响御史开采，父皇的寿辰也才能风风光光的大办。是。凤元泰捏捏侍婢小巧的下巴，面色阴鸷，只可惜今日被人扫了心，徐子昂那个没中的，我给他安排了那么好的机会，他竟然把握不住。女人啊，但凡长了张嘴就爱坏事，还是我的胡儿好，不会说话，最是乖巧。他凑在侍婢颈边亲了亲，名为胡儿的侍婢顺从地贴住他的胸膛，将双臂绕过他的脖子。凤元泰正欲与他亲热，眼角余光瞥见陈盼站在原地未动，皱眉不悦，还有什么事？陈盼垂着眼，低声道：二皇子，容我多嘴，眼下您与雍王上不宜发生冲突。凤元泰冷哼一声，我怕他不成。二皇子恕罪。陈盼解释道，只是雍王如今并无实权，
对二皇子您构不成什么威胁，何必非要把心思花在他身上？凤元泰松开怀里的人，慢慢直起身。他欺我表兄，辱我母妃，对着我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不对付他，他也会对付我。陈盼迟疑，可陛下并不待见雍王，雍王这些行径不过虚声张势罢了。凤元泰嗤笑，父皇是不待见他，可偏偏要留着他，你当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表现他的仁爱，做给天下人看。他不屑之情溢于言表。陈盼连忙出声打断：二皇子不可妄议。怕什么？凤元泰挥挥手，这本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我还知道父皇为什么一再容忍他对我们的挑衅。他吐出一口浓重的酒气，往四下看了看，父皇想拿他磨刀。他竖起大拇指指向自己的胸口，如果我的表现能让父皇满意，就算砍了那块磨刀石，父皇也不会说什么。啊，他杀人从来不用自己的手，我这个做儿子的当然要替父分忧。可贵妃娘娘嘱咐过，让我们专心准备陛下寿辰，其余杂物暂且不要理会。我又没干什么。凤元泰不以为然，我不过是想看个笑话而已。雍王不是林岫家的护花使者吗？要是这个女人跟徐子昂发生点什么，你说雍王脸上挂不挂得住？说到这个，凤元泰又一脸鄙夷，我看那徐子昂怕是真的不行。徐承志为人野心勃勃，却生了这个么窝囊废，看来他徐副相的路子是走不了太宽了。这样对咱们来说反而是好事。陈盼道，徐副相要想在他的位子上长长久久坐下去，只能老老实实依附在二皇子您的身边。他那个老鬼心眼不少。凤元泰撇撇嘴，他当初踩着林肃上位，对林家的后人一直忌惮的紧，要不是他不想招惹雍王，那林岫家怕是活不到今天。既然如此，二皇子不如将林岫家之事交给林肃去办。陈盼为他出谋划策，反正今日徐府与林岫家已经撕破了脸面，就算雍王不追究，以徐副相的多疑，恐怕也不敢相信。倒不如让他替二皇子出气，这样也算是一举两得，乐了他的夙愿。凤元泰没出声，过了一阵，他斜睨陈盼一眼，你这话不无道理，不过光让他对付林岫家，未免太大材小用。他皮笑肉不笑地提起嘴角，还有那个顾青，叫他一并处理。如果办得好，郑香的位子迟早是他的。阿倩，顾青小小打了个喷嚏。白桃往他的茶盏里添上热水，小姐，这里风大，咱们把窗户关上吧。顾青吸吸鼻子，望了眼天边火烧似的晚霞，天黑了再说，把壶场拿来。说完，他提起笔，继续在手中的册子上勾勾画画。白桃取来壶场，为顾青披上。老爷说这上面列出的字画是给小姐的陪嫁，小姐你把它们画掉做什么？顾青摇摇笔杆，这些都是我爹的最爱，我要是全拿走了，他怕不得丢了魂儿，还是给他多留些为好。白桃抿嘴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拿走了旧的，再给他买新的就是了。顾青做事要敲他的脑袋瓜，你当这是衣裳首饰吗？市面上有价的古玩字画，向来就只有那些，再要多的就可遇而不可求。我知道。白桃抬手挡住自己的脑门，笑嘻嘻道，就像前年你送老爷的那幅天寒浴雪图，那半个月家里前前后后来了10几波客人，一来就围在厅里看那画，连饭也不吃，好像光看就能饱了似的。嗨嗨！门外传来几声轻咳，顾文敏背着双手抬脚跨过门槛，你这小丫头懂什么？那是文人雅客之好，休得胡言。白桃暗地里吐吐舌头，老爷，我不懂也不怪我啊，我自小拿的是算盘账本，又没空学诗词书画，再说了，那幅图还是我帮忙砍价砍下来的呢。顾文明转向自己的女儿，你看，你身边的人说他一句有10句等着，都是让你惯的。顾青放下笔，笑道，他们跟我在外面也惯了，爹再多忍几日，等我出了嫁就没人烦你了。顾文敏吹胡子瞪眼睛，我什么时候你们烦了？我是好心提醒，你们到了雍王府得谨言慎行，莫惹嘴上官司。知道了。顾青收起桌上的册子，接过白桃新沏的茶，捧给顾文敏，爹过来找我有什么事？顾文敏哼哼2声，本想再摆摆父亲的架子，转念一想，又是作罢。雍王府过来那集，他顿了顿，脸色不大自然。雍王正在花厅，说要见你。第15章，他不举。那集6里之3，依照当下习俗，男女双方合完八字，会根据卜算结果决定是否婚嫁。倘若结果不吉，则双方可解除婚约。凤泽与顾青这桩婚事虽是皇帝赐婚，但该有的礼数仍不可缺。前日雍王府已将2人的八字交给钦天监，没想到今天这么晚了，凤泽会亲自上门来送卜婚的结果。顾青随父亲来到待客的花厅，一进门就见凤泽坐在主座右方，手边放着一只小巧的玉匣。见了他，顾青朝人行了一礼。父亲说，殿下想等我一道看签，现在我已来了，殿下可否打开玉匣？凤泽抬手，手掌虚按在匣盖上方。他对顾文敏道，听说顾员外郎好风雅，家中的园子开池推山，叠石造崖，堪称京中一景。我想请顾小姐带我赏玩一番，
不知顾员外郎可准允？顾文敏迟疑，天色将晚，园中局促，恐脚下不便，殿下不如改日再看。凤泽勾唇，将目光投向顾青，顾小姐以为呢？顾青转头望了望外面的天色，一抹残霞尚未燃尽，遥遥挂在枝头。殿下若不嫌路窄难行，我愿为殿下引路。好。凤泽起身，将玉匣纳入袖中。顾文敏看着这两人，张嘴欲言。爹，顾青对他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女儿带殿下去园中走走，一炷香的功夫就回。顾文敏摸摸唇边两撇胡子，轻咳一声，带上灯笼，早去早回。顾文敏官职不高，顾宅依制而建，占地不大。一道花墙曲折蜿蜒，隔开院落。顾青带着凤泽踏入月洞门，迎面便见一座湖石砌叠的巍峨假山高高矗立。顾青叫白桃守在园外，接过他手里的灯笼，领着凤泽继续往里走。林小姐那边也安置妥了？顾青偏头问道。今日在小巷中，雍王府的侍卫另找了辆马车过来，将林秀家带走。顾青随后向凤泽告辞，两人并未多做深谈。原想着这是就此作罢，但眼下见到凤泽，顾青料想他此来并不只是为了纳吉这么简单。凤泽踏上石阶，你对我与林秀家之事有什么看法？顾青扬眉，殿下是想问我今日在马车里和林小姐说过些什么吧？他笑了下，殿下让我处理林小姐，我便劝她离开京城。凤泽看他一眼，你胆子很大，难道殿下舍不得？顾青头也不抬，单手提起裙摆，盯着脚下的台阶，小心往前踩。林小姐似乎对殿下有意，殿下若乐在其中，那可要叫我失望了。正说着话，他手里一轻，就见凤泽抽走他手中的灯笼，回身走在他跟前。两人一前一后，绕过假山弯弯折折的小径，来到池边的回廊。顾青披着厚厚的狐氅，额上微微见汗，他取出手帕在额角按了按。凤泽见状，忽然开口：“我的手帕还没洗好。”顾青擦拭汗水的动作一顿：“怎么？”凤泽又问：“你没有收到？”顾青将自己的手帕叠好，塞回衣袖：“殿下叫人传的话，我没听懂，所以帕子丢了。”凤泽的口气几乎不像提问，而是肯定。顾青挑了挑眉：“没有。”他慢慢道：“我想这大概是殿下有心赠我礼物，又不好意思开口，就将它收了起来。”他冲凤泽弯了弯眉眼：“殿下若是想看，改日我拿给殿下瞧瞧。”纤细的女子立在水边，暮色朦胧了她的眉眼，隐约可见笑靥清浅。凤泽拿出火折子，点亮灯笼，放在一旁：“我与林秀家并无私交。”他继续早先的话题。顾青抬眸：“当真？”他眼中怀疑的意味实在太浓。凤泽冷闪：“他对我也谈不上有意，是吗？”顾青回想林秀家那时的神情，在他出言相讥时，林秀家分明露出了几分仓皇。皇帝需要他留在京城，凤泽开门见山道：“林秀家不笨，他如果想活着，就必须依靠我这个屏障。”顾青沉默了一瞬：“其实殿下可以不用解释给我听，这样的皇室秘辛，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是不想听，还是不敢听？”凤泽不无讥诮地翘起嘴角：“顾青，如果你真想嫁我，有些事情就不可能回避。”顾青扶着栏杆，慢慢坐在廊下的长椅上：“殿下今日来，就是为了特意吓唬我。敢当着文武百官向皇帝讨要婚事的人，我不认为他会被轻易吓到。”凤泽抱臂靠着廊柱：“除非他说他心悦于我是假的。”顾青眨眨眼：“殿下对自己就这么没有自信吗？”他话锋一转：“殿下说林秀家对你无意，那么殿下对他又有几分真心？我与他从小到大见过的面屈指可数，可就我知道的就有2次。”顾青掰起指头：“加上今日3次，加上今日亦不足双数。”凤泽言辞凿凿，顾青怀疑更甚：“殿下当我是小孩子吗？你若与他不熟，为何要在花灯会上拧断隋有贤的胳膊？虽说隋有贤调戏林小姐在先，理应惩治，但殿下下手如此狠辣，难道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凤泽笑了笑，眼中意味深长：“因为隋有贤不止冲撞了林秀家，他更是冒犯了我。”顾青目光流转：“我不懂，冲撞林秀家与冒犯凤泽，这两者有何区别？”凤泽看向他，神情微妙：“京中关于我的流言向来不少，你听说过哪些？”他突然转开话题。顾青顿了顿，方道：“我一向深居简出，听到的不多。若不是因为他意外得知凤泽与花谷有来往，而花谷是治愈他的最后希望，他对这位雍王殿下并不会多加关注。那你可听说我不能人道？”凤泽说的轻描淡写。顾青猛地一愣：“不能人道，是他想的那个道吗？”他下意识瞟了眼凤泽的下半身，又赶紧将目光抽离。头顶上方，凤泽的声音轻飘飘响起：“你猜这是不是真的？”顾青屏住呼吸。凤泽朝他微微弯下腰，紧盯着他的眼睛：“顾青，如果你未来的丈夫不举，你还想嫁吗？”顾青生生怔住。第16章大凶之卦。
这大概是他22年以来遇到过的最离奇的问题。顾青与凤泽对视半晌，缓缓吐出一口气：“这也是殿下今日过来的目的吗？”他弯了弯嘴角：“殿下不喜这桩婚事，直说便是，何必作践自己？”作践？凤泽笑了笑：“倘若这就是事实，你当如何？”他身为男子，却对这事毫不忌讳，仿佛有失雄风的人不是他，而是别人。顾青小心揣测他话里的真假意味，沉默了一阵，轻拢虎场前襟，挡住水面吹来的凉风。殿下今后若是不想碰我，不碰就是了。我甘心嫁给殿下，本就不是贪图这个。那你图什么？凤泽淡问。顾青迎着他的视线，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发丝。我图殿下战功显赫，少年英勇。我图殿下守疆固土，定国安民。我图殿下居今不易，不堕志气。他看向凤泽，目色平静。我如此说，殿下可愿意信？深色的灯火映着他秀丽的面颊，清澈的杏眸中如有涓流细淌，温润无声。凤泽抬起身子，重新站直。顾小姐的口才一如既往，不去经商实在可惜。顾青目光微动，凤泽捡起地上的灯笼：“顾青，你是个聪明人，你应当清楚，雍王府这条船一旦上了，就没那么容易下去。”顾青仰起头：“那殿下愿意让我上吗？”他浅浅一笑，笼中的烛火为他周身镀上一层暖融融的光晕。我愿将心付明月，明月何时照我心？凤泽眸色一暗，他直勾勾盯着他的双眼，神情中带着些许深晦难测。就在顾青以为他又要出言讽刺的时候，凤泽从袖中抽出那只玉匣，这是青天监卜算的结果。他将匣子递给顾青，顾青看了他一眼，伸手接过。玉匣里放着一张红笺，笺上只写了8个字：鹰雀同林，宿鸟焚巢。顾青拿着这张红笺，眉心微拢。他对卜算之事虽无研究，但也看得出这不是一记好卦。凤泽在旁道：“鹰雀不和，焚巢不吉。”大兄，顾青沉吟片刻：“我在古安山上曾对殿下说过，我不信神佛。”他将红笺放回匣中：“难不成殿下想以此为由拒绝陛下赐婚？”他说完摇了摇头：“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皇帝当着群臣的面赐下的婚事，哪怕当真不吉，也容不得有人驳他面子。只不知卜卦的青天监官员是哪位，竟会老老实实将凶卦交了上来。”凤泽瞄他一眼：“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想反悔，还来得及。”顾青诧异：“殿下是在为我着想吗？”他面上露出几分欣喜：“只要殿下不悔，我便不悔。”动人的情话伴着女子甜美的笑颜，如同春日枝头初绽的花。凤泽沉沉望着他，黝黑双眸在夜色中深邃无波。“顾青，记着你今日的话。”他从他手中取走玉匣：“我从来不怕被人算计，但我身边也容不下背叛之人。”夜深露寒，一匹快马驰过寂静山岭，马上的骑士俯低身体，紧贴马背，控将越过一片洼地。黑暗中铮然一声轻响，锋利的箭头从天而降，深深扎入骑士的背脊。骑士闷哼一声，摔下马背。他在地上接连滚了好几圈，直到撞上一棵树干，这才停了下来。他的披风散乱的敞开，露出内里一袭金甲。一个黑色身影灵巧地落在他身旁。黑衣人拿脚踢了踢骑士的身体，蹲下身确认对方已无呼吸，这才伸手在他怀里摸索一通。不久，他搜出一封信函，撕开来，借着朦胧的月光粗粗一掠，微微点头，将信纸往身上一揣，屈指打了个呼哨。不远处有鸟鸣响起，黑衣人朝那边扬声道：“17，这里交给你了，我去找先生。”说完，他几个吐起葫芦，直奔另一头的山脚而去。山脚下，一辆灰棚马车，一堆篝火，一个青袍中年男子坐在矮凳上，正借着火光翻看手中的书卷。黑衣人飘然掠至他身前，呈上信件：“先生，东西拿到了。”中年男子将目光从书卷中抬起，他头戴冠巾，面容温和，一身气度雍容儒雅，看着既像一个饱读诗书的文士，又比文士多了几分潇洒出尘。他接过黑衣人手里的信件，并不急于展开：“又让17替你挖坑了。”黑衣人嘿嘿一笑：“各有所长嘛。先生，咱们这次回京，要把沧州的消息一起告诉殿下吗？我听说师阳那边已经催了2、3回，万一被他逮着，你得让我先准备几个说法。”中年男子微微一笑：“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殿下既然想打听姑娘家的底细，咱们自然得查个清楚才能上报。”他眼中泛着促狭的光芒，使他的神情看上去有一种孩童似的活泛。黑衣人蹲在火堆边，拿着树枝往里添：“咱们离京的时候，皇帝还没有赐婚，也不知那顾家小姐长什么模样，讨不讨殿下喜欢。”中年男子拿起手边的一个油纸包递过去：“把馍烤上。”“好嘞。”黑衣人取出包里的白面馍，用铁签串起架在火旁：“光吃馍太硬，我让17再摸几个鸟蛋来，做个蛋花汤。”说完，他转身朝着黑黢黢的山林发出一连串啾啾声。不一会儿，山间传来相似的回响，声调略显短促。黑衣人啧了声：“先生，17骂我。”中年男子笑起来：“
你使唤人挖坑埋尸体不算，还叫人替你掏鸟窝。小六，有句话叫做竭泽而渔，你悠着点儿，别把羊薅跑了。小六不甚在意的往馍上撒了把芝麻。17就是太年轻，经的事儿少。想当年咱们在北边，别说摸鸟蛋了，就是打狼也不在话下。他盯着篝火，目光在跳动的烈焰中闪烁。可惜狼肉不好吃，那玩意儿又粗又柴，还有一股去不掉的腥骚味。大冬天的又没什么油水，有吃的总比饿着好。中年男子从他手里接过烤得焦香的馍馍，掰成细小的碎块送入口中。进京后，我约了殿下在卷归楼见面，那里的蒸菜是京中一绝，你们可要跟着我去？别！小六忙不迭的摆手，两位主子谈正事儿，做下属的在旁吃吃喝喝，这成什么样子？您自个儿去就成，我跟17令找个地方打牙祭。中年男子笑起来，还怕殿下记着你的仇？小六摸摸脑袋，要是早知道灯会上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我才不会跟师阳打赌，让他撺掇殿下上街。这下可好，不但赌输了钱，还给殿下惹来一桩次婚。幸亏他是玄竹的人，头上有先生顶着。师阳那边就惨了，听说他最近被殿下使唤的像驴一样，白天在外面跑腿当差，晚上还要陪同管家筹备殿下的婚仪。第17章，这个女子不简单。东家，这是刚整理出来的清单，最近1年雍王府在咱们要行进过的药材都记录在上面，更早些年份的账房还在清理，恐怕要晚些时候才能全部查完。后圃堂的掌柜将一份册子交给顾青，雍王府名下有几家膳堂和医馆，平日找咱们买的药材多是用在这上面，都是些常见的柴胡、当归、天麻、葛根之类。顾青点了点头，打开册子翻阅。刘叔，4年前我不在京城，听说当时雍王殿下虽然胜了北狄，却受了很重的伤。那段时间雍王府有没有在外面采购治疗外伤的药材？刘掌柜低头仔细想了想，那时咱们后圃堂的生意刚刚起步，还不是京中最大的药行，就算雍王府的药材不够，也不会先到咱们这儿买。对了，他似是想起什么，又道：我记得在雍王回京之前，东家刚好在西苗谈妥了一笔生意，从当地土民那儿进了一批中原少见的药材，其中有一味小天星草，京中几乎无人识的，最后被雍王府收了去。小天星草？顾青问，这要是治外伤的？刘掌柜摸摸汗下3绺长须，应当不是。他回忆道，那草只有4、5株，开白色小花，茎上生毛。宋药师分拣药材的时候特地嘱咐过，说手上有伤口的人不能随意触碰，会中毒，所以它是毒药，应该没错。好，我知道了，辛苦刘叔，你先去忙吧。顾青看完账册，凝神细想一阵，起身出了屋子，来到后院。后院的小楼寂静无声，顾青没有寻到想见的人，刚从楼中退出，就见宋药师从院外大步行来。顾青见他手里拎着一个食盒，打趣道：宋药师上哪儿寻好吃的去了？可别让厨房的张大婶瞧见。宋药师见了他，面上微赧：东家，这是替我夫人买的点心，她最近胃口不好，特别想吃东水桥下那家糕点铺子做的红豆梅花酥。顾青抿嘴轻笑，宋药师有心了。那家铺子离后圃堂有5条街，看宋药师满头大汗的样子，怕是一路赶着回来的。顾青在院中的石凳上坐下：你吃午饭了吗？没吃的话，先去张大婶那儿把饭吃了。宋药师摆摆手：我过会儿再去。东家找我可是有事？顾青嗯了声：你可记得小天星草？宋药师略一沉吟：记得，它出自西苗，几年前咱们药行收过几株。这草有毒？对，它长在瘴气丛生的密林中，10年难成一株。它茎叶无毒，只在成熟开花时花有剧毒，花谢后又与杂草无异。顾青皱眉：那它可能医治外伤？宋药师摇头：此物毒性极大，遇血即溶，哪怕只用1株，也能毒死1头公牛。这么说，它的用处就只能做毒药了。没错。顾青听到宋药师的回答，悠悠叹了口气：看来是我想差了。雍王府买药的途径不止后圃堂一家，就算凤泽因为受伤而不能人道，他要用的药也不会让旁人知晓。宋药师，顾青正色：如果男子伤到一些要紧的地方，可有治好的机会？要紧的地方？宋药师不解。顾青轻咳一声：比如像宫里的某些人。他向宋药师递了个眼色。宋药师恍然：内侍？他仔细想了想，内侍去世之后皆不能再生，要想恢复如初绝不可能。倘若只是受伤呢？也会影响房事吗？顾青孜孜以求。如果凤泽那晚不是故意吓唬他，而是他的身体当真有问题，那最有可能导致他不行的就是4年前那次重伤。4年前凤泽远征北狄归来，在雍王府待了半年之久，才在人前露面。他没有回去西北封地，而是交出兵权，留在京城做了个闲散王爷。世人都说是皇帝怜惜幼弟，特许他在京中休养，但在明眼人看来，这何尝不是变相的将凤泽扣留在京，将他与那些异地的老部下隔离开来。顾青暂且顾不上这些朝堂纷争，只要凤泽在1年内无事，他
他就只需通过他找到花骨就好。至于凤泽是否与他圆房，顾青原本没怎么在意，如今得了凤泽的警示，他反而生出那么一丝窃喜。不能圆房，就意味着他和他之间少了许多瓜葛，对于顾青而言，利大于弊。宋药师早知自己的东家异于寻常女子，加上顾青久病成自医，对于药理也有一番研究，因此与他谈起男子房事一事，虽略有窘迫，但也认认真真为他解惑。若是伤及经脉，也会有损血气，在男女之事上，或许有碍。宋药师说的委婉，顾青点点头，我懂了。不管凤泽所言是真是假，他姑且听之就是了。宋药师道，上次东家让我准备避孕的药丸，昨日已经治好，东家可要带走？好，你替我拿来吧。顾青自知以他目前的身体并不适合孕育子嗣，因此一早就做了准备，哪怕凤泽真的不行，他也没打算放弃原来的计划。这就是玄竹花了近1个月时间查到的。高楼上有人临窗而跳，在他的视野中，后圃堂的后院花木葱茏，一道飞衣罗裙的纤瘦身影隐约可见。凤泽转头看向一侧的中年男子，你约我在这里见面，也是为了让我看这个？中年男子站在窗边，每月月初是后圃堂东家查账的时候，不过我真没想到恰好能撞上。他手中拿着一杯酒，轻轻晃了晃杯中的酒液，说起来，这位顾小姐很有几分经商天赋。后圃堂原是他母亲的嫁妆，他母亲与顾文敏都不善经营，药行差点倒闭。顾小姐16岁那年身体好转，正式接手家里的生意，不到2年就让药行起死回生。如今西南、黔中一带都有他的铺子，沧州的药事更是他联合几家药行在背后操持。中年男子微微笑道，殿下这门亲事别的不说，至少未来的雍王妃是不用靠殿下养活的。凤泽睨他一眼，7年前他为何去沧州？沧州是他母亲的祖籍，顾小姐那时身体十分不好，想回母亲的老家看看。顾文敏心疼女儿，特地告了假，亲自送她回去。凤泽道，她既是身体十分不好，想必在沧州也是深居简出。中年男子摇摇头，你想错了。顾小姐只要精神足的时候，就喜欢往外面去。要说她是否在街上见过你，有没有对你一见倾心，这还真不好说。他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笑道，以你的皮相，挑动小姑娘的芳心不是难事，说不定真是千里姻缘，命中注定。凤泽冷笑一声，驸马这话不如留着说给长公主听。你怎知我没有讲过？中年男子，当朝长公主驸马谢飞白笑盈盈道，眼下我只想知道，殿下成婚后打算如何对待这位王妃？是束之高阁，还是静观其变？凤泽淡然。谢飞白挑眉，若发现异心？凤泽看他一眼，那就不用留着。第18章2个消息。殿下真是无情郎君。谢飞白走回桌旁，拿起酒壶，你再喝下去，还能进长公主府的门？凤泽问。谢飞白倒酒的动作顿了顿，这才第2杯。凤泽的目光落在窗外，胃不好就不要折腾。谢飞白笑着叹了口气，我在外面风餐露宿1个多月，总得让我松快松快。想喝酒，回你府上去喝。凤泽道，说正事。谢飞白放下酒壶，撩袍坐下。你的推测是对的，我们在边境发现了2处用玄竹暗语留下的消息。我问过天磊，这与他年初收到的信物应是出自同一人手笔。那2处消息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凤泽问。看样子都在新年之前，那些去关外贩盐换毛皮的走私商人会在那段时间赶回关内，估计就是他们带回来的。谢飞白道，我们收到的暗语在4年前已经废弃不用，如果留消息的是我们的人，那他一定是当年玄竹的残部。你认为会是谁？谢飞白道，当初邺城被困，李良率全城将士死守10日夜，留在城中的玄竹尽数参战。那一役过后，军中幸存者10中无一。要说玄竹是否还有人活着，我不敢断言。我只希望咱们拿到的消息不会是陷阱。凤泽掀了掀唇，不是陷阱。谢飞白转眼看他，如此肯定，若要设伏，4年前才是最好的机会。凤泽笃定道，这个人蛰伏4年，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天磊，说明他相信天磊不会暴露他的存在。谢飞白用手指轻抚杯沿，他很可能知道天磊和我们的关系，甚至他还清楚天磊的身份。凤泽离开窗户，若他有不轨之心，拿住天磊就是了，不需要通过他向我们传信。所以你已经猜到他是谁了？谢飞白问。凤泽挑眉，难道你猜不到？谢飞白笑了笑，他倒了2杯酒，递出1杯给凤泽，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凤泽接过酒杯，你我亲手选出的人，他们可能会死，却绝不会叛。谢飞白卸下笑容，他一口干掉杯中酒，说得好，玄竹者纵使行于暗夜，仍有光明照亮前方，这是玄竹创立的初衷，也是每一个玄竹人毕生的信念。是小五。谢飞白说，只有他最符合这几个条件，不过他现在的处境一定很不好，不然不会时隔4年才与他们联络。
而且不敢在暗语中留下自己的身份线索。如果猜得没错，他现在人应该在北狄。凤泽道，只有在那里他才不敢暴露身份。谢飞白点头，我已经给他留了信，派人在那边守着。不过北地冬季漫长，在化冰之前，边境无人来往，最快也要等到4月才有可能和他联络上。凤泽并不着急，听说你回京路上还有收获。谢飞白挑眉，怎么，小六被师阳逮着了？凤泽面无表情向他伸手。谢飞白叹口气，从怀里掏出那晚小六截下的书信。贺县乱了。你说什么？贺县县衙的后花厅里，圆领朱袍的武官一掌拍在岸上，人跑了。县令哆哆嗦嗦站在下方，启禀于将军，只跑了一个。于崇光怒极反笑，他站起身走到县令面前，轻声问，只跑了一个？不待县令作答，他一个巴掌扇过去，混账！跑一个跟跑100个有什么差别？你不是说那些写万民书的人都已经抓住了吗？怎么会跑了一个？县令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本就不值得腰弯得更低。那个人是山上的猎户，平时不在村里，也没有参与写万民书，但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在差役抓到人之前，他就带着万民书跑了。于崇光冷冷一哼，陈县令，我才把发现万民书的事报上去，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出？怎么，你是心疼你治下的刁民，故意为难我是吧？下官万万不敢！陈县令两腿一软，跪倒在地。于崇光负手走到厅前，望着外面噼里啪啦的瓢泼大雨，咬牙切齿，这鬼天气，下个没完！他猛地转身，把他们村已经抓到的那些人，不用送去矿场了，都给我押去菜市口。陈县令心头一震，不敢置信道：于将军，您这是要……于崇光狞笑一声，既然不听话，留着也是浪费粮食，有一个算一个，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我倒是要看看，还有谁敢逃避徭役，阻挠朝廷办事。陈县令扑通一声趴在地上，于将军，那少说也有70-80号人啊！怎么，你要为他们求情？于崇光阴恻恻问。陈县令狠狠咽了口唾沫，下官不敢，下官只是担心这样会激发民怨，到时怎么样？于崇光走过去，一脚将他踢翻。现在整个江州都在发大水，你这贺县也逃不过去，淹掉几个村子，死上几十户人，又有什么要紧？可是明明，可是什么？于崇光厉声训斥陈县令，贺县如今由我说了算，你这父母关回你的后衙，管好你的妻儿，别在这儿碍我的事。陈县令听出他话中的威胁之意，浑身抖如筛糠，下官遵命。他连滚带爬逃出花厅，差点撞上迎面来的金甲卫士。金甲卫士一把推开他，跨入厅中。将军。于崇光见了他，面上怒容稍霁。陆赞，你回来了。陆赞向他行礼道：新来的人已全部送到甲字坑，卑职特来复命。很好。于崇光拍拍他的肩膀，除了你，这个县里的人都是些废物。陆赞抱拳，将军谬赞。他朝厅外望了眼，试探道：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好像听到将军在发火。于崇光面色阴沉，万民书被人带走了。陆赞一惊，我走之前，陈县令不是正在抓那些人？于崇光恨恨道：就是他干的好事。他气不打一处来，你前几日去了甲字坑，我又忙着和江州还有二皇子那边联系，就把彻查万民书的事交给陈县令去办。谁知他竟然放跑了一个。陆赞问：是几时跑的？可有派人去追？我正要命人去办。于崇光道：这里的县令是指望不上了，正好你回来，就辛苦你再跑一趟，带上金吾卫沿途追捕，切勿让他跑出江州。遵命。陆赞犹豫了一下，又问：抓到人以后？于崇光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就地格杀，不必带回。第19章。人约黄昏后，于崇光私下与凤元泰走得很近，这次去贺县督办采石的差事也是走的随家的路子。谢飞白对凤泽道：我这次在半道上听到一些消息，就让人留意他的动静，发现他接连往京中传书，不像是简单办差，所以他就让小六在半道拦截于崇光派出的金吾卫，缴获了一封信件。凤泽此时已将信中内容看完，他眸色微动，如果只是替朝廷办差，为何会惊动当地百姓写万民书？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寻常百姓如果不是被逼到极处，不会愿意聚众干这种明显犯官威的事。他沉思片刻，让人去贺县继续侦查。我也这么想。谢飞白道：此前只听说于崇光为了赶工，从江州调走了几波修筑堤坝的民夫，使堤坝未能在汛期之前完成加固，导致如今的江州水患。但眼下看来，于崇光干的事似乎不止于此。他打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背后又有一个二皇子撑腰，自是有恃无恐。那我们可要借这个机会动隋文远？谢飞白问。不急。凤泽道：于崇光远在千里之外，隋文远大可以将他做的事一推了之。他能在户部尚书这个位置上做这么多年，可不会像他的儿子那样没脑子。那我们就以静制动。谢飞白笑道：
正好你可以先把婚事办了，我也要回书院去看看我那些学生。凤泽嗤笑一声，不是祸害学生吗？谢飞白拿手点点他，玉不琢不成器。你看，当年要不是我精心指点，你的书法能拿甲等吗？虽说这个学生油盐不进，最令人头疼，但好歹没有辜负他一片期许。凤泽白他一眼，我先走了。等等，谢飞白指指窗外，不再看看你的未婚妻？他言语中的调侃意味甚浓。凤泽不予理会，转身径自出了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轿夫抬着轻慢小轿稳步前行。顾青坐在轿中，打开放在膝上的长条木盒，盒中分为10格，每格放有1粒药丸。顾青拈起1粒嗅了嗅，只觉冷香扑鼻。这是宋药师应他所需为他准备的避孕药丸。宋药师告诉他，这药可在房事后服用，对女子无害。不过东家先天体虚，不宜多用，每月最好不超过1盒之数。顾青当时听了，忽然心生几分好奇，男子每月能有几回？外面买来的话本子上常见1夜7次，金枪不倒之说，顾青略知医理，每每看过总觉荒诞。他一本正经与宋药师谈论阴阳之道，宋药师刚喝了一口水，险些呛住，清清嗓子方道：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男子自是次数略多一些，但敦伦之乐发乎于情，总要鱼水相合方有趣味。顾青想起那时宋药师窘迫的神情，不觉好笑。他收起药丸，听着街上不绝于耳的买卖吆喝声，掀起帘子朝外望去。他正身处京中最热闹的朱雀大街，这条街上茶楼酒肆林立，家家门前花团锦簇，彩枝招摇。络绎不绝的人流中，一道熟悉的身影跳入眼帘。顾青一个错神，那颀长挺拔的背影就消失在视线中。他四下观望，没能再找见疑似凤泽的男子。他放下轿帘，目光不由自主落在手中的盒子上。那晚凤泽说过的话似乎又在耳边响起：顾青，如果你未来的丈夫不举，你还想嫁吗？顾青抿抿唇，慢慢对自己摇摇头，无声笑了笑。比起好好活着，没有什么更能让他在意的了。回到顾府，顾青刚从轿中下来，就被人拦住。布衣金钗的妇人对他行了一礼：请问可是顾小姐？顾青站定：你是？妇人双手奉上一封素笺，受人所托，为顾小姐送信。顾青上下打量他一眼：何人？妇人低眉道：妾身常居古安寺，与林小姐为邻。他顿了顿，又说：妾身姓梅，他们都唤我梅姑。顾青想了想，拿起他手上的素笺，多谢。说完，唤来府中门房，叫辆马车，送这位夫人回古安山。梅姑没有推辞，她对顾青行了一礼，随门房走开。当晚用过晚饭，顾青疲惫地揉揉额头，从饭厅出来，给老爷煮碗醒酒汤来，少放生姜，多放橘皮。他嘱咐小厮，喝完以后别让他去祠堂，直接扶他回房，先让他睡一觉，醒了再沐浴。顾文敏今晚多喝了几杯，拉着女儿唠叨了大半个时辰，字字句句都是舍不得她嫁给雍王，换做不知情的人听了，还以为她一嫁过去就要守寡似的。顾青好不容易将顾文敏哄安心了，这才抽身而退。他回到自己院中，绿瑶与白桃迎上来：小姐，已经打听过了，梅姑的确是古安寺的居士，她与林秀家住同一个院子。绿瑶回禀道：好。顾青走到面架旁，在铜盆里用香仪洗了手，又让白桃换了一盆热水净脸。待周身的疲惫略减，顾青吩咐去把我那条青色的披风拿来。白桃吃惊：小姐，你真的要去？梅姑送来的素笺是林秀家写的，她终于决定离开京城。临走之前，她打算将凤泽留在她那儿的东西交给顾青。顾青对镜理理鬓发：为何不去？他扶正发髻上的珠钗，既然他要走，我便送他一程。白桃嘟囔：你们之间又没什么交情。说的难听些，自家小姐与那林秀家之间还隔着一个雍王殿下，谁知道他抱着什么心思？顾青笑起来：白桃，你家小姐我还从未与人争风吃醋过，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哪里有趣了？白桃从衣橱中找出披风，扁着一张小嘴：大晚上的，天这么冷，还要巴巴往外跑。顾青接过披风系上：有绿瑶陪着，你就不用去了，替我在家守着门，别让我爹瞧见。白桃满脸不乐意：老爷一沾酒就睡得沉，才不会发现你出去了。小姐，你不会是故意让他喝那么多的吧？顾青笑了笑：你让厨房熬些桂圆汤备着，如果老爷醒了口渴要喝水，就让小厮送过去。知道了。白桃长叹一口气：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顾青捏捏他的小脸：听话，乖乖在家守着，等我们回来给你带鳝丝煎饼。第20章救美。城西天明池，数百年前由前朝皇帝命人开凿，引水入城，汇成一片泱泱大湖。湖畔垂杨依柳，烟草漫滴，两旁彩楼高处，灯火通明。一弯小桥横卧水上，波光浮影中，两名女子踏上小桥。小姐，没有看到林姑娘。绿瑶道。顾青裹了裹披风，扶着栏杆四下观望。就在这时，
两人耳边泼啦一声轻响，一只小船荡开水波，从桥下滑了出来。林秀佳只身站在船头，素衣楚楚，神情漠然。顾小姐，她冲桥上的女子点点头，你果然来了。小船停在岸边，林秀佳下了船，她仰头望了眼桥上的顾青，朝他慢慢走过去。她手中捧着一盏河灯，灯中燃着烛火，照亮了她脚下的路。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她走进顾青身旁，绿瑶下意识往他身前挡了一步。林秀佳手中的烛火微微一晃，她瞧着绿瑶身后的人，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直线。顾青拍拍绿瑶的胳膊，示意她让开。绿瑶不放心地看了林秀佳一眼，退到一旁。林秀佳往前走了2步，来到栏杆边上。今天是初一，她抬头望向黑沉沉的天际，那里无星无月，是适合祭奠的日子。说着，她将双臂伸出栏杆，两手一松，河灯跌落桥底。昏黄的烛火在水面上颠簸了几下，顺着水流飘走。小姐！绿瑶突然惊呼。电光石火间，就见栏外忽地窜起一人，一把拽住顾青衣领，将他拖出桥面。绿瑶正要上前阻拦，而后风声陡起，他一个侧翻，躲过身后砍来的大刀，从腰上扯下软鞭，挥鞭卷向那人手腕。林秀佳站在乱局之中，正要往后避让，就被人抓住手臂。他一口气抽在喉咙，来不及出声，就被人扯走。来人如同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他拎在手中，几个起落就上了附近一座高楼。殿下，人带到了，我会去帮忙。说完，施阳将林秀佳推进窗户，转身跳下屋檐。小桥那端，绿瑶已经占了上风，而桥外拽住顾青那人也被顾青扼住喉咙。那人看清眼前面容，骇然出声：“你不是？”小六对他嘻嘻一笑，掀下头顶的披风兜帽，问他道：“不是谁？”他只见一个用力掐紧掌心下的脖子，将那人提了起来。那人的喉骨被他扼得咯吱作响，眼看就要翻着白眼昏死过去。等等，先留他一会儿。施阳及时赶到，小六松手一扔，将那人丢到施阳脚下，交给你了。说完，他掠向绿瑶那边，加入战局。林秀佳在楼中扶着廊柱仓皇站定，他抚住胸膛，稳了稳急促的呼吸，抬头看向前方。前方，凤泽负手而立，他身后左侧的椅子上坐着顾青。林秀佳来回将这两人看了几眼，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情绪。多谢。他声如文瑞。当他在桥上看清顾青是别人假扮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有救了。有人逼我写信约你出来。他对顾青惨然一笑，我很抱歉。从他写下书信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帮凶。顾青看向凤泽，见他一声不吭，只好主动开口：林小姐写的那封信透露了不少线索，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林秀佳在信中提到，他曾视凤泽为良人，奈何家中生变，自知与凤泽再无可能。如今凤泽既有婚配，他愿将凤泽赠他之物交还顾青，就此了结前缘。信中措辞哀婉，与前些日子在顾青面前的表现判若两人。顾青原本就没打算赴约，看出蹊跷之后，更是让绿瑶去了趟雍王府。如果不是怀疑林秀佳受了挟持，他甚至都不会出面。凤泽与他碰面时曾问他：“你如何看出他是受了挟持？”顾青答道：“林小姐是高傲内敛之人，那日又与我不欢而散，怎可能突然在信中向我表明心迹？他又常居古安寺，古安寺的居士日常所用都是由寺里供给，抄经会用瓷青纸，日常书写则用白麻纸，这张素笺用的却是行商长寿的棉纸，不像是林小姐会经手之物。你就不担心他是与人合谋？”凤泽又问。顾青奇怪地看他一眼：“我与他无怨无仇，他害我做什么？就算因为你的缘故，他看我不顺眼，但京城中除了你，没人会真心庇护他，他怎会冒着得罪你的风险拿我开刀？”那日他在马车中看得清清楚楚，林秀佳色厉内荏，嘴上虽然敢对凤泽不敬，但真要他做点什么坏事出来，这姑娘是万万不行的。同样的疑问此时此刻也从林秀佳的口中问出：“你不担心是我要害你？那封信毕竟是我亲手所写。”顾青扬眉：“让你写信的人有为难你吗？”林秀佳脸色微白，咬唇不语。顾青道：“为了保命，写封信算什么？何况你不但在信中给了暗示，在桥上发现不对时也没有影响我们的计划。你很聪明，是你救了你自己。”林秀佳低下头，如果可以，她真不想这样的夸赞是出自顾青口中。她一向是骄傲的，哪怕沦落到山寺寄居，靠着给人抄经为生，她也不曾在人前露出过丝毫怯懦。在她心里，仍以林府的贵女自居，她容不得自己有任何瑕疵。但她没想到，仅仅是架在脖子上的一把刀，仅仅是那些人威胁要剥光她的衣服，她就害怕了。正如顾青所说，她是怕死的。她表面上高傲不可亲近，内心里却依赖着凤泽的庇护。林秀佳眼中慢慢聚满泪水，大颗大颗滑落脸颊。顾青转开视线，端起手边的茶水想喝，又觉得不大合适。他瞧了眼凤泽的背影，
起身。殿下，他在凤泽身后发出气音，轻轻点了点他的后背。凤泽回头，顾青仰头与他对视。凤泽沉默须臾，转身走了出去。顾青望着关上的房门，愣住。他只是想让他说说话，打破眼前的尴尬僵局，而不是让他抛下他独自离开。顾青悠悠叹了口气，算了，求人不如求己。他看了眼泪流满面的林岫嘉，掏出袖中的手绢，递到他面前。第21章，何去何从？殿下，已经审过了，他们是外县来的，专做打手，有命案在身。小六见了凤泽，殷勤迎上前，这桩买卖没有见过雇主，他们也不清楚对方的身份。草丛里躺着2个四肢扭曲的灰衣人，凤泽看向他俩，就这2个，一共4个。小六道，还有2个藏在附近，17手快，没来得及留下活口。施阳站在一旁，对付几个打手，用得着这么玩命？小六翻个白眼，咱们是刺客，讲的是一击必中，跟你不同。施阳拽拽袖子，你过来，咱俩过手。小六笑着往凤泽身旁一缩，殿下你放心，他们不知道也没关系，咱们玄竹最擅长打探消息，保证明天就给你找到接头的人。顾青的侍女在哪儿？凤泽问。施阳接话，我让人把她带去楼里歇着了，那边离顾小姐近，方便随时传唤。凤泽点点头。小六见他没有回去的意思，往前凑了凑，殿下，林姑娘那边问完了，顾小姐呢？没有跟你一块出来。最要紧的是，他家殿下该不会把2个女人留在了同一间屋里？施阳踢了踢他的脚后跟，殿下的事要你多嘴，感情这小子是忘了元宵灯会的事了。小六对上他的视线，想起自己此来是为了将功补过，摸摸脑袋，我去帮17收拾收拾。说完，一手一个拎起地上昏迷不醒的打手就要走。披风。风泽道。小六这才想起自己正穿着女子的衣裳，身上的披风还是顾青给的。他站住脚，低头看了自己一眼，殿下，脏了。审问的时候没留意，披风下摆沾了血和泥。凤泽微不可见皱了下眉，没再说什么。高楼上，林岫嘉坐在椅子里，手中的绢帕湿了大半，他揉着手绢，心中又羞又窘。顾青全程一个字都没有说，直到林岫嘉情绪渐渐平复，这才倒了一杯热茶推过去。林岫嘉低头看着手绢一角绣花的图案，抿了抿唇，改日我买块新的还你。顾青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你知道是谁胁迫你的吗？林岫嘉怔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们的口音不像京城人士，今天一大早就把我带到船上，我没有见过其他人。顾青见他不知歹人底细，又问，那今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林岫嘉能被人威胁一次，就有可能被威胁第2次，除非凤泽派人日夜守着他，但向来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听说你留在京城与陛下有关。顾青道，如果没有这个原因，你还想留下来吗？林岫嘉默默抓紧手绢，苦笑了下。当年林家全族被削为平民，许多族人在京中无法立足，便想迁回原籍。可他们在回去的路上，不是遇上山匪，就是染上疫病，没有一个能平安回到老家。如果只是1户2户也就罢了，但当几10口人都横遭不测的时候，剩下的人就恍惚意识到，这是有人不想他们安宁。林岫嘉不自觉打了个冷战。杀鸡儆猴，你明白吗？他仿佛又回到那个顿悟的日子，遍体生寒。我父亲自尽的时候，并没有向朝廷认罪，而人一死，朝廷给他定的罪名，就像是为了仓促结案似的，哪怕能拿出证据，也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这样的结果自然让那位脸上无光，但他不能拿死人泄愤，便将怒气发作到活人身上。他要让世人知晓，但凡忤逆他的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林岫嘉没有明说是谁要杀鸡儆猴，有些话点到为止即可，以顾青的聪明，自然能够领会。顾青单手揉揉额角，如果让你埋名隐姓，从此不再以林岫嘉的身份出现，你愿意吗？林岫嘉豁然抬头。顾青追问，换个名姓，但是能好好活着，你愿不愿意？林岫嘉默然不语。如果在今天之前，他会义正辞严的拒绝，甚至反击提出这个办法的人。同样的话，在4年之前，凤泽也派人对我说过。他那时毫不犹豫地嘲笑了凤泽。其实你说的对，林岫嘉道，我就是仗着他会庇护我，才不肯离开京城。他那时已经在杀鸡儆猴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生活了1年。当凤泽的属下出现的时候，他旧日的怨气被一并勾起，只恨凤泽为何不早些施以援手。对那位的惧怕以及对凤泽的怨恨，让他坚持要留在京城。既然凤泽会护他周全，他为何不留下来？他已经过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倒是想看看凤泽能比他好得到哪去。这些卑劣的想法不该出自他林岫嘉的心里，但他抑制不住。那些孤灯冷月的夜晚，像冰一样将他的内心渐渐封冻。他有时不觉得自己还活着，哪怕他是那么害怕死亡。那你现在想好了吗？顾青道，你还很年轻，有着健康的身体，还有好几10年的未来，你其实比许多人都更幸运。是吗？
林秀佳眼中闪过一丝迷茫，自嘲道：“我这样的人也算幸运。”自然是的。顾青正色，远的不说，就说近前江州洪涝决堤，百姓流离失所，一夕之间无片瓦遮身，卖儿卖女都是轻的，不少人家就此死绝。与他们比起来，你至少不用为奴为婢，还有人操心你的去留。林秀佳静静坐在那里，神情惘然。我被他们抓住威胁的时候，他们要我把你骗到桥上，我知道他们想推你下桥，解决了你之后，下一个就轮到我。他压根不相信那些人会放过他，所以才孤注一掷，在信中留下了破绽。等待顾青的过程充满煎熬，他怕他不来，又怕他只身前来。走上小桥的那段路漫长而又短暂，他的心跳时急时缓，双腿如同灌满重铅。当他看清顾青面容的时候，整个人如同从悬崖边缘被人拉了回去。他第一次发现活着不易，却又那么好。我不想再留在京城了。林秀佳深深吸了口气，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顾青点点头，我明白了。他举起手中的茶杯，朝林秀佳遥遥一敬，祝你从此以后无忧无惧，一生顺遂。第22章，无心之人不伤情。林秀佳迟疑了一下，端起茶杯，也祝你与雍王。他说到这里兀自一顿，声音低了下去，其实这样也好。顾青没听清。林秀佳看向他，他的目光在顾青脸上久久停住。顾青眨眨眼，摸摸自己的脸。林秀佳收回视线，喜不喜欢一个人是能够看出来的。他低下头，浅啜了一口茶水，多谢你今日肯来救我，我也祝你前程似锦，平安喜乐。从此以后，京城的一切与他不再相干，那些令人担惊受怕的上千个日夜，也该在他的生命中远去了。小姐，门外传来绿瑶一声轻唤，夜深了。他陪同顾青前来，除了要与雍王府的人假扮赴约，便是要保护顾青的安全。如今歹人已全部拿下，他家小姐就没必要再在这里待下去。顾青闻言起身，对林秀佳道：“后面的事情，殿下会为你安排，我先告辞了。”他与绿瑶走下高楼，与凤泽与施阳撞个正着。殿下，顾青朝凤泽颔首致意，林小姐同意离开京城。今晚来此之前，他就与凤泽商议过该如何安置林秀佳。往日林秀佳心结未去，即使将他强行送走，难免也会再生事端，只有他肯主动放下过往，才能皆大欢喜。殿下可以查出幕后凶手是谁？顾青问。他在京城好端端的生活了20余载，从未惹过仇家，偏在近些日子一个又一个麻烦接踵而来。要说这些事与凤泽无关，说出去鬼都不信。凤泽朝楼上望了眼，正在追查。顾青见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微微翘起唇，若此事因殿下而起，我可要向殿下讨个公道。凤泽转眼目注于他，你待如何？顾青眼尾一弯，嘴角噙了一抹笑意，还未想好。不过我险些因殿下而丧命，殿下自然是该做出一些补偿的。最近事多繁杂，险些让他忘了自己是一个商人。商人无利不起早，可以委曲求全，却不能做亏本的买卖。她嫁给凤泽是为了活命不假，但若连自身安危都得不到保全，她嫁给他又有什么意义？也许是看出他有试探之意，凤泽眯了眯眼，漫不经心道：“那就等你想好再说。”顾青没想到他会如此敷衍，上前一步：“殿下就没有半点自责吗？”没有。凤泽答得爽快。顾青冷不防被他噎了一下，忍不住出言相讥：“我以为殿下是爽快之人，难怪林秀佳每次提到凤泽都没什么好脸色。这人说话大概从来不懂委婉二字，就算真有姑娘心意他，也会被他活活气死。好在他并不是真的喜欢他，这样想来，他还是可以长命百岁的。”顾青心中这样想，面上却做出哀婉之色：“殿下想必还有许多事要忙，我就不耽误殿下追查凶手了，告辞。”他向凤泽屈膝行了一礼，领着绿瑶扬长而去。施阳看了眼凤泽脸色，招呼一旁的侍卫跟上顾小姐，驾车送她回去。他交代完，又对凤泽道：“殿下，这段时间可要派人守着顾家。”凤泽不置可否：“你安排就是。既然顾青有本事将生意做到外地，那他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娇小姐。单看他身边的侍女就知，一个伶牙俐齿，一个武功高强，可见顾青行事自有章法。这样一个头脑精明的女子，实在不像会为情所累。”凤泽迄今为止都不相信顾青会对他情有独钟，他的出现太过突兀，想要嫁给他的决心又出奇坚定，哪怕知道他不会与他行夫妻之事，仍然没有半点不情愿。事出反常即为妖，凤泽看过那么多鬼域伎俩，顾青的心思与他们相比，实在不值一提。皇帝借着赐婚一事打压他，他本不想牵扯无关的人进来，但顾青当众大胆示爱，仿佛赐婚是他的浮木一般，他抓得太紧，反而令凤泽生出那么一丝兴味。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是他想要的，竟令他不惜放下女子的矜持，顶着他的冷眼也要凑到他跟前。凤泽难免有一点好奇，但也仅仅只有一点而已。既然他坚持要嫁，那就让他看看这位雍王妃到底会为他的深情做到何等地步。
顾青回到顾宅，刚进大门就见父亲搬了把椅子，坐在露天中庭里。顾青脚下一顿，左右看看，看什么看？顾文敏沉着脸，深更半夜，你去哪儿了？顾青瞄见白桃从廊柱后面探出一个脑袋，悄悄对他打了个手势，心中了然。晚饭后想起有几笔账不对，就去后铺堂查了一下。查账？顾文敏扭头看了眼，白桃灵巧地缩回柱子后面。顾文敏没见着人，转回头问顾青，什么账这么要紧，值得你赶着去查？刘掌柜是你母亲带来的人，他的人品是信得过的，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真的是去后铺堂啊？爹，顾青走过去，我还骗你不成？不是总店的账，是沧州最近进了批货，那边的管事把账目送来京城，我放在后铺堂忘了带回家，只能去那边查。他见顾文敏穿着睡前的衣裳，外面只披了件厚袍子，埋怨道，这才刚进3月，春寒料峭的，爹怎么不在屋里待着，穿这么点儿，受了风寒怎么办？顾文敏梗着脖子，不肯告诉女儿自己是打盹打到一半突然醒了，迷迷糊糊惦着女儿要出嫁的事，想去他院里再唠叨几句，结果发现女儿不在。白桃告诉他女儿去店里忙了，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但顾文敏酒精未消，心绪不宁，索性就守在院里等女儿回来。我这身板好得很，他理直气壮，倒是你大晚上出门怎么不加件披风？顾文敏朝绿瑶瞪了眼，怎么照顾小姐的？顾青摸摸手臂，回来赶得急，披风忘店里了。他催着顾文敏回屋，爹你就别操心了，明儿一早还得上值应卯，你赶快歇着去。顾文敏被他扶着起身，我一闲官，没什么可忙的，点卯的执事官与我相熟，晚到个一时半会儿没事儿。那也不行。顾青道，我与雍王婚期在即，说不准朝中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万一他们拿你说事，告你一个懈怠渎职，你怎么办？顾文敏头疼，别说了，这门亲事就不该应。他摆摆手，无奈的叹口气，好了好了，我就先辛苦一回，每日按时应卯，按时下职，在你成婚之前，绝不让那些讨厌雍王的人抓到把柄，这样你可满意？顾青见顾文敏闹起孩子脾气，笑着哄道，满意满意。他的父亲官居多年，一手将他抚养长大，为了给他治病操碎了心，直到最近2年，顾文敏以为他的体弱之症已然痊愈，这才有了真切的笑脸。顾青将顾文敏劝回房间，回到自己的院子，就见白桃端着碗从小厨房出来，小姐，给你炖了红枣桂圆糖水，喝一碗暖一暖吧。顾青笑了笑，接过糖水，就算为了这些真心待他好的人，他也要努力活下去，谁叫他那么怕死呢？第23章，徐副相的发现。正事堂，一名官员抱着厚厚一摞文书从庭前穿过，他步子迈得急，手里的文书又阻挡了他的视线，险些与对面的来人撞上。小心！徐承志身旁的随从伸手拦住他。官员身形一晃，险险站稳。徐相。徐承志眉头一皱，官衙之中怎么如此行止无状？官员赶紧把路让开，下官失礼，徐相莫怪。他匆忙解释，我们户部刚将最近3年试行折银税法的州县账目整理了上来，正要呈给范相过目。哦，徐承志道，我记得朝中上个月初才提起此事，户部的动作倒是很快。官员恭恭敬敬道，我们每年2至3月都会对上一年的账目进行稽核备档，如今各州县已普及改良后的记账法，户部核对起来也比以往容易一些。听说这新的记账法也是你们下侍郎提出来的？徐承志问。官员点头，是。徐承志捻捻胡须，你们隋尚书有个下侍郎这样的得力下属，实乃朝廷之幸，老夫羡慕。他与隋文远一样，都为二皇子效力，不同的是，隋文远是凤元泰的亲舅舅，谁都知道他会站在二皇子一边，而徐承志则游离在暗处。凤元泰的母妃于贵妃深得皇帝恩宠，徐承志在凤元泰的有意拉拢下，并未拒绝与他交好，但他知道皇帝最忌讳臣子结党，如今皇座上那位不过40余岁，正值壮年，他再怎么宠爱自己的小儿子，也不会容忍他与大臣来往过密。因此，除了极少数徐承志的亲信，旁人并不知晓他其实属于二皇子党。范相还未散职，你过去吧。徐承志挥挥手，让官员走开。范相名叫范平，与他同为副相，奉行中庸之道，与其名一样平平无奇。徐承志有心与户部避嫌，从一开始就将与户部之事推给范平处理。来到衙外，随从将徐承志扶上马车。相爷是直接回府还是？徐承志道，去柳亭书斋。当朝官员多好赏玩金石字画，有那精明的商家投其所好，在京城建了这柳亭书斋。书斋专门派人在各地收购大家珍藏，拿到京城待价而沽。昨晚徐承志听说柳亭书斋来了一批孤品手卷，今日特地提早放衙，就是为了前去一睹究竟。柳亭书斋位于乾宁坊，那一带古玩商贾云集，又因着常有文人骚客在此逗留，附近的北街建了不少花楼，是京中有名的温柔乡。
此时天色尚早，前宁方路人不多，徐府的马车轻快地跑在街上，如同徐承志惬意的心情。那日，凤元泰派人传信与他，要他将林家的后人斩草除根。这个要求正中徐承志下怀。他在多年以前就与林素不对付，林素下狱更是与他脱不了干系，留着林素的后人总归是心头的一根刺。而自家孙子的百日宴上，林秀家又在徐府闹出一场风波，虽然事后没人敢乱说话，但徐承志被夫人念叨了好几日，既埋怨他的儿媳不知轻重，又怪罪他当初为何要向林家提亲，落人话柄。徐承志自从做了副相以后，便再没有这般难堪过。羞恼之余，他应了凤元泰所托，派亲信料理此事。昨日城西天明池中浮起一具女尸，经府衙的仵作验查，死者正是林素的女儿林秀家。可惜那晚顾青并未赴约，凤元泰的委托他只完成了一半，不过这对徐承志来说已然够了。心情愉悦之下，徐承志命令车夫再快点，别去晚了。柳廷书斋每次进货都会被人一抢而空，哪怕他是当朝副相，论砸钱也未必比得过那些出手阔绰的世家名宿。是。车夫扬起马鞭，正要用力抽下，前方突然窜出一人，跌倒在地。眼看疾驰的马蹄就要踏在那人身上，车夫连忙一拽缰绳，电光石火间，那人就地一滚，从马蹄下方躲了过去。他逃掉一劫，徐承志却在车厢里颠得七荤八素，差点撞断老腰。怎么回事？徐承志怒喝。他的随从原本坐在前面的车辕上，此时也被颠下马车，从地上手忙脚乱爬起来。随从正要找肇事之人算账，却见那人已经跑得不见。他赶紧爬上马车，去车厢里查看徐承志的状况。徐承志一手扶着撞歪的官帽，一手撑着腰，出什么事了？他喘着气问：相爷，有个不长眼的家伙差点撞上咱们的马车。随从道：人呢？徐承志问。随从迟疑了下，跑了。混账东西！徐承志怒斥。这时车夫的声音从外面怯怯传来：相爷，车轴裂了，得换车。徐承志神情扭曲，眼看就要暴怒，他的随从赶紧出去踢了车夫一脚，还不快去车行雇车。说完，他转回车厢：相爷，这车不结实，我扶您下去坐坐。徐承志下了马车，坐在路边的茶摊，扶着岔了气的腰，面色铁青。随从捧着茶碗过来：相爷，喝口水压压惊。徐承志嫌弃地看了眼他手中的粗瓷茶碗，摆摆手示意他端走。他喘了口气，目光掠过眼前的大街，忽然一滞。那时他不由自主出声。随从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陪着笑道：相爷，那边是花街。花街的女子多才多貌，温柔小意，他家老爷以往受人宴请也去过2回，怎么此时突然发问？徐承志扭头瞪他一眼。他自然知道那里是花街，但是为何他的儿媳会出现在那儿？他的年纪虽然大了，眼睛可没花，刚才走进某个侧门的女子，分明像极了他的儿媳婉娘。若说是他认错了人，那为何跟在女子身旁的那个黄衣丫鬟又那么像婉娘的贴身侍女孙儿？徐承志的手不由抖了2下。婉娘的父亲是他的得力下属，曾助他登上副相之位。他让儿子娶下属的女儿，既是为了笼络人心，也是由于儿子性情软弱，须得娶个好拿捏的媳妇。尽管夫人向他抱怨过婉娘性子泼辣，但婉娘父亲的仕途与他牢牢绑在一起，徐承志从来不担心这个儿媳会不听话。可是方才若他真的没有看错，那个女子当真是婉娘，那他来花街做什么？徐承志的儿子徐子昂自从百日宴后，因脸上的伤痕未愈，一直闭门不出。既然儿子没有上花楼，婉娘来此就定然不是为了捉奸。相爷，马车来了。随从在他身旁轻唤。徐承志豁然起身，他没有理会车行赶来的新马车，大步朝街对面走去。第24章，这个奸捉是不捉？你说这做公公的敢跟这儿媳上花楼吗？小六坐在窗前，剥了颗花生扔进嘴里。你这话有歧义，世阳纠正。你应该说这做公公的敢不敢去花楼里看看自己的儿媳在干些什么？小六瞥他一眼，敷衍地鼓了2下掌。你有理。过奖。施阳望着楼下，人来了。小六身形未动，撅唇朝窗外发出一串啾啾鸟鸣。施阳摇头：17跟着你也是倒霉，吃苦受累的活儿什么都干，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小六捏碎花生壳，殿下带着咱们睡雪坑吃草皮的时候，可比这要命多了。得，施阳拍拍他的肩，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这边就交给你们。他临出门前又回头叮嘱了一句：小心别让老的气死了。小六嘴里含着花生，囫囵嚼着，放心，祸害1000年。徐承志哆嗦着双腿贴在墙根底下，他让随从在这家花楼要了处房间，说是扭了腰想歇息一阵，然后打发随从出去买些活血化瘀的药来。随从走后，他出门寻到一个小厮，给了对方一锭银子，问清方才从侧门进来那女子的去处，沿着小厮指引的方向摸到了这间屋子外面。
他远远望见一个黄衣的丫头守在门外，那张脸正是儿媳婉娘的丫鬟穗儿。徐承志气血上涌，想起小厮说过屋子后面还有一条便道，当下拎起袍摆，轻手轻脚绕到屋后。屋里传来女子的娇声嬉笑，隔着窗棂越听越像儿媳婉娘的声音。房中显然还有别的人在，徐承志往花窗底下凑近了些，贴耳细听，还说不是嫌弃，那日在，你都没看我一眼。女子轻嗔薄怒，那日我得盯着，无暇。男子的声音没有女子那么尖细，听得不甚清晰。徐承志想了想，舔湿指头，伸手在窗户纸上轻轻戳了一个洞。他一手腰一手扶墙，半弯着身子，将眼睛凑向洞口。屋内的女子穿着百蝶穿花的织金缎袄，腰系绛红百褶流仙裙，妖妖娆娆坐在一名男子腿上。徐承志看清女子样貌，差点喷出一口老血，那不是婉娘是谁？他脸色青紫，强自按捺住胸口一腔怒火，转眼瞧那男子。男子背朝窗户，坐在椅子上，瞧不见正脸。他身着一袭紫金长袍，宽大的袖口镶绣着如意流云滚边，头顶的发冠是上好的清江玉所制。这身装扮非富即贵，徐承志憋红了老脸，继续听他们讲话。婉娘双手挽着男子颈项，亲昵地靠在他肩膀，娇声道：“那日你来的晚，都没有看过咱们的孩儿。”孩儿？徐承志瞳孔猛缩，五指紧紧按在墙上，几乎抓出5道指印。男子搂着婉娘的腰，轻浮调笑：“我要的是你这个人，又不是孩子。”婉娘痴痴笑起，就会说好听的哄我开心。男子将她往自己身前一按，哄没哄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婉娘与他紧紧贴在一处，做事挣扎了2下，别这样，二皇子。他娇滴滴一声轻唤，那3个字钻入窗外徐承志的耳中，他浑身一个机灵，差点没跳起来。二皇子，他两眼往那男子身上仔细打量，这身量，这衣袍，越看越是眼熟。他眉眼在瞧屋中两人厮混，只将耳朵贴在窗纸上的洞口，努力分辨男子的声音。男子口中夸赞：“你生产过后越发诱人了。”他呼吸渐重，徐子昂真是没眼力，放着圆润的珠玉不要，偏喜欢那干巴巴的女人。二皇子提他做什么？婉娘嘤咛出声：“那孬货根本就不算个男人，是吗？”男子问：“那你还为他争风吃醋，去安堂跟他吵闹？”他的声音忽地转沉，婉娘惊呼一声，娇喘道：“我是徐府的正头少夫人，他背着我去联系别的女人，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男子笑起来：“你这泼辣的性子，徐承志怎么会选你做儿媳？还不是想笼络我爹？”婉娘气喘吁吁：“我心里一直只有二皇子，二皇子，你可不能只偏帮徐家。怎么想向我讨赏？”男子语声轻佻：“那你说句好听的，让我来好好联系联系你。”屋内浪声燕语四起，徐承志再也听不下去，离开墙根，沿着便道匆匆跑走。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随从已经买了药回来，正在四处寻他。相爷！随从刚迎上去，就被徐承志粗声打断：“喊什么喊？走，回府！”这主仆二人乘着雇来的马车离去。附近的小楼上，小六面前已经堆了半桌花生壳。他一气干掉壶中的茶水，拍拍手，站起身。一个花楼小厮打扮的青年推门而入：“辛苦了，17。”小六笑嘻嘻地走过去，拍拍他的肩。17掏掏耳朵，一脸不悦：“怎么，听到些什么不该听的？”小六满眼戏谑。17白他一眼，明知故问。小六的嘴角快要咧到耳根：“你还是太年轻，缺少历练。”他摇头晃脑：“以后见得多了，就不当回事了。”17闷哼一声，他就怕见得多了，自己只想当和尚去了。小六看看他脸上的神情，收起笑容，换了副正经面貌：“别多想，咱们本就在暗处行事，难免会碰见一些见不得光的脏东西。可是玄竹本是为战场而生。”17道：“刺探军情，潜扰敌营，设伏暗杀，传递密信，这才是玄竹存在的意义。那又如何？”小六反问：“你以为只有边关才有战场吗？”他暴毙冷笑：“你若不满，我可以向先生和殿下请命，派你去北边。”17沉默不语。小六又道：“京中的事情虽然鸡零狗碎，但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一语之辈。你以为殿下为什么要将玄竹总部设在京城？不是因为他在这里，而是因为这里是整个王朝的中枢，牵一发而动全身。”第25章，城外赈灾。后圃堂后院空地上铺着大块油毡布，上面堆着一大堆草药。顾青坐在矮凳上，手中抓起一把药草，用麻绳拦腰绕上几圈，熟练地打了个结，放进脚边的大竹筐里。白桃、绿瑶与宋药师他们也在一旁忙碌，几人身旁都放着大筐，里面整齐码着一束束扎好的草药。宋药师满脸过意不去：“东家，你们就别忙活了，我跟药童来吧。”顾青头也不抬：“无妨，正好看账本累了，可以歇歇眼。”白桃一边扎药草，一边问宋药师：“这么一小捆，熬水喝真的有用？”
够了。宋药师答道：“咱们在城外本就搭了棚子煮药汤，每人都能领上一碗。这些是给家里有人来不了的带回去用的。有些人可能弄不清剂量用法，这么一小捆，既能缓解症状，又不会过量。”白桃叹息：“那些灾民真可怜，好端端的家就没了，十涝九灾。”顾青道：“江州一带地势低坦，又建在怒河边上，一旦河水暴涨，冲毁大堤，就会漫灌多个州县。那他们为什么不搬走呢？”白桃问。宋药师在旁接话：“对百姓来说，要离开祖辈扎根的地方，去别处讨生活，并没那么容易。江州原本并不穷困，它地处漕运要道，水源充沛，如果不发洪涝，称得上是鱼米之乡。”他这话里带着几分感慨。白桃跟在顾青身边多年，对宋药师的来历略知一二。宋药师，你这些年回过老家吗？7年前，他家小姐在沧州结识宋药师，那时他一身狼狈，完全看不出是精通岐黄之术之人。后来他们才知道，宋药师是从南方逃难来的。宋药师笑着点点头：“去年夏天与我家夫人回去给先人重新立了碑，真好。”白桃为他由衷感到高兴：“宋药师，什么时候让我们见见你家夫人啊？你来京城都好几年了，我们还从没见过她。”宋药师脸上一红：“我家夫人最近身子不便。”他顿了顿，补上一句：“她还有小半个月就要生了。”什么？不光是白桃叫起来，顾青和绿瑶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宋药师，顾青既惊讶又好笑：“你这口风可瞒得真紧啊！难怪前些日子老是见着他买各种吃食，口味还大不相同，原来是因为家中有一位孕妇。家里还忙得过来吗？”顾青问：“要不要我从府里给你拨个婶子过去帮忙？”稳婆找好了吗？宋药师连连摆手：“多谢东家，家里原就有一个丫头和一个小厮，年末的时候又雇了一位做饭的大娘，人手已经够了。稳婆也找了2位，都已付了定钱。”那就好。顾青笑道：“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这2个月你也不必老是在店里守着，多在家陪陪夫人。”白桃跟着打趣：“宋药师，这么大的喜事，你可别忘了请咱们喝酒。”宋药师腼腆的笑笑：“自然要的。昨日我已跟掌柜提过，等孩子满月以后，我请大家去卷归楼。”白桃睁大眼：“这么大方啊？那我要吃那儿最有名的一笼巴掌。”顾青拍拍他的脑袋：“就垫着吃。你那筐弄好了吗？”“快了，快了。”几人说笑着将药草一一收拾干净。宋药师叫人来将几大筐药草搬去车上，对顾青道：“东家，我先去了。”“好，我过会儿也去看看。”顾青道：“他以往在其他州县也曾带人施药赈灾，如今在这京城却是头一回。”他让宋药师等人先行，自己回账房喝完账，这才带着白桃和绿瑶乘上顾家的马车而去。来到城门口，外面的大道上早已搭起一溜施粥施药的竹棚，有那家底丰厚的人家，更是以彩旗绸幔，格外显眼。那是随府的粥棚。白桃先去打探了一圈，回来讲给顾青听，有一家挂辟鞋狮子头的，听说是刚搬来京城的富商，送的是大肉包子，闻着挺香。还有什么书斋，也在那儿发放笔墨纸张。依我说，那些灾民现在只想吃饱饭，睡好觉，哪有空写什么诗做什么文章？顾青笑了笑：“各尽其用吧。沽名钓誉也好，一心向善也罢，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只要能让灾民受益，旁人顶多看个热闹，没什么好智慧的。咱们的药棚在那边。”白桃引着顾青往大道另一头走，隔壁是卫医馆的老先生，给人看诊不要钱。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伍。他们一路说着，一路走到后圃堂的药棚外面。隔壁果然坐着一位老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略胖，汗下一绺山羊胡子，红光满面。顾青暗自点头，虽不知这位大夫的医术如何，但他这副精神头十足的模样，可见身体保养得不错，病人见了也会心里踏实。老先生粗胖的手指搭在病人手腕上，不过数息时间，他便收手，叫病人张嘴伸舌。看过以后，老先生提笔落纸，刷刷几下就写完一张药方。他将药方交给一旁的小厮，按这个煎药。说完，他又一指病人：“先去隔壁讨碗药汤喝，一会儿这边药煎好了再叫你。”他3下5除2就看完了好几个病人，一旦需要等着煎药，就把人打发到旁边的后圃堂药棚排队。顾青在旁挑了挑眉，震过好几回灾，头一次见着这么主动替他家吆喝的。有病人问出他的心声，对老先生道：“他家的药汤没滋没味，不甜又不苦，喝了有什么好处？”老先生哼了声：“你们从江州来，先是受了洪涝，又一路餐风露宿，骨子里早就进了湿邪之气。他家的药汤除湿驱瘀，对于风疮湿毒大有好处。”听了老先生的话，有些排在后头的灾民见一时轮不到自己，索性呼啦一声，全都跑去了后圃堂的药棚。老先生捏着山羊胡须，又哼了2声，咕哝道：“有眼不识金镶玉。”哎呀，这不是黄玉一吗？附近有人过来打招呼，他们刚刚立起赈灾的棚子，看样子也是医馆来的。那人朝老先生拱手：“黄玉一，您老怎么亲自来了？”老先生瞄他一眼：“怎么？
都是看病救人，老夫来不得。哪里？那人赶紧解释，您老岁数大了，这里乱糟糟的，万一有人带着疫病。慎言，老先生打断他，朝廷既允许我们在这里赈灾，就没得畏畏缩缩的。再说，如果真有人不妥，早点发现也是好事。是。那人连连应声。老先生看着他又道：老夫早已从宫中卸职，这御医二字以后休得再提。那人被他抢白一顿，臊着脸走开。路过顾青身边时，顾青只听他低声咒骂：我呸，叫你一声御医还嘚瑟上了，你不就是雍王府的一条狗吗？晦气。第26章不请自来的雍王。原来这位老先生竟是雍王府的人。顾青微讶地朝那边多看了几眼，以他对京中权贵的了解，许多人家的府上都会供奉宫中卸任的御医，一来面上有光，二来御医不比寻常大夫，给家中主子看病更能叫人放心。后朴堂熬的药汤是宋药师自家所配，这黄大夫并未看过药方，却能一口道出药汤的效用，可见不是平庸之辈。以他的身份，本可高居王府，颐养天年，大可不必坐在尘土飞扬的路边给蓬头垢面的灾民看诊。只不知他此来是雍王府的安排，还是主动请缨。顾青对白桃儿语了几句，白桃点点头，飞快跑去他们停马车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个盒子回来，快步走进黄大夫的医棚。黄大夫正在给人写药方，眼角余光瞥见有外人靠近，斥道：去后面排队。话音未落，桌上就被人放下一个小盒子。黄大夫抬头，只见一个小姑娘笑眯眯看着他：大夫，这是我家小姐赠你的药丸，打开放在棚子里，可以去除异味，提神醒脑。黄大夫面色一滞，他埋头写完药方上最后几字，放下毛笔：你是何人？你主家是谁？白桃朝隔壁指了指：我家小姐是后朴堂的东家。黄大夫微疑：后朴堂的东家？他知道后朴堂是京中最大的药行，雍王府有时也会在后朴堂采买药材，可他从未听说后朴堂的东家是哪家的小姐。白桃神神秘秘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轻声道：我家小姐姓顾，是雍王的未婚妻。这话一出，就见黄大夫老脸一正，先是不可置信，随即越过他的肩膀朝外看去。顾青站在道旁，对他微微一笑，颔首致意。他从未在人前透露过自己身为后朴堂东家的身份，即便赐婚给凤泽，也不曾对他多说一句。原本他仍打算将此事隐瞒下去，但这些日子认真想了想，他婚后会住进雍王府，一举一动难免惹人注意，与其跟凤泽打马虎眼，不如坦诚自己在外面有私产。后朴堂是他母亲传给他的嫁妆，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凤泽总不会连这点自由也不给他。而那天他在朱雀大街恍惚瞧见过凤泽的身影，他来的方向正是后朴堂附近。一想到凤泽有可能在后朴堂瞧见过他，顾青就莫名有些心虚。他向来不是瞻前顾后的性子，一旦拿定主意，就决定向凤泽提起此事。之前他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今天既然遇见了雍王府的黄大夫，正可以顺水推舟，通过他的嘴将消息透露过去。黄大夫瞧见顾青，露出一脸深思，他没有急着与顾青搭话，只对白桃道：我知道了，多谢你家小姐。说完又叫来下一位病人，开始看诊。白桃撅撅嘴，挪到棚外：小姐，这里人多，咱们回马车上坐着吧。他扭头朝道旁长长的队伍看了眼，又小声道：那黄大夫满脸严肃，比宋药师凶多了。顾青抿唇轻笑，有本事的人多半有些小脾气，他是宫里的御医，什么贵人没见过，就冲他肯坐在这里给灾民免费看诊，就足见宅心仁厚，品性不错。这倒是。白桃道：刚才我经过另一家医馆的棚子，他们看病不要钱，抓药却得给钱。我看他们拿出来的大黄、白芍成色很一般，像是受了潮的旧货，价钱却不便宜呢。顾青拧眉，来这儿的灾民都是穷人，怕是用不起他们的药，他们这棚子开不了2天就得收走，万一有人病急乱投医呢？白桃说：我看有拿首饰找他们换药的，那就告诉灾民，雍王府的医棚不收钱，让他们去黄大夫那边。开善棚不是做生意，以次充好本就令人不齿，何况这些灾民个个衣衫褴褛，一路上不知经过多少波折，方才走到京城，纵有些原本殷实的小户人家，恐怕也没剩下多少积蓄。顾青无心替天行道，但他也看不得灾民被恶意盘剥。白桃脆生生应了声：是，小姐你先去车上歇着，我和绿瑶去就回。说完，他拉着绿瑶跑开。顾青回到车里，靠着车厢，听着外面的动静，双眸微垂。他其实并不喜欢这样的场景，灾民们麻木绝望的神情，总会让他想到病榻上的自己，都是同样的无力，对未来充满迷惘。他们的悲喜在这一刻似乎相通，又截然不同。顾青低头瞧着自己的食指，纤柔白皙，指若葱根。马车里铺着厚厚的软垫，桌上的小炉煨着山泉泡的热茶。他从小到大，除了病中虚弱的时候，其实未曾受过半点苦，所以他对灾民的感同身受又是那么的自以为是。顾青自嘲地笑了笑，
他理了理裙摆，斜斜靠向身后的银枕，懒洋洋地闭上双眼。就在他似睡未睡的当口，车厢外壁突然传来2声笃笃轻响，像是有人在车窗处轻扣，不紧不慢，清晰可辨。顾青倦然睁眼，窗格处又响了2声。顾青慢慢坐直身体，他挪到窗口附近，掀起车帘。车窗外，凤泽端坐马上，他今日穿了身窄袖胡服，腰系系带，马背后面还挂着一串山鸡野兔。顾青逆光看他，缓缓眨了眨眼，他的反应难得有一丝迟钝。凤泽居高临下望着他，从那张犹带困顿的脸上竟然看出了几分茫然。顾青咽下喉咙里的哈欠，很快定了定神，问凤泽：“殿下打猎去了？”凤泽瞧着他眼角微微湿润的水光，简短嗯了声。顾青笑了笑，看来收获颇丰。他的意识尚未完全回笼，车厢里光线暗淡，像一个狭小又安全的茧，将他从头到脚包裹起来，与他独处的静谧。然而此时却因不速之客的惊动，外面的天光洒进窗口，将凤泽的身影一并投落下来。凤泽听着他不咸不淡的寒暄，意识到自己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他轻轻提起嘴角，依旧勒马停在原地。你在这里做什么？第27章吃醋。顾青叹了口气，自己求来的未婚夫，除了自己受着，还能怎样？他将头探出窗外，仰脸看向凤泽。听说江州受了灾，我家铺子在这边搭了扇棚，我过来瞧瞧。你家铺子啊？凤泽问。顾青微微低头，似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实不相瞒，后浦堂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凤泽讶异的抬了下眉，像是从未想到过一般，又确认了一遍后浦堂。他的嗓音微沉，像清泉浸润过后的沙粒，带着几分低回暗哑。顾青觉得他与以往有些不同，一时便不清楚，索性对他道：“就在雍王府的一棚旁边，殿下可要一起去看看？”凤泽想了想，勾唇笑起：“好。”他跳下马背，等着顾青下了车，两人一同来到雍王府的扇棚外。黄大夫仍坐在那里给人看诊。顾青遥遥望了眼，对凤泽笑道：“听说这位老先生身份不凡，殿下实在是大方，竟肯让御医前来为灾民看诊。”凤泽面色不动。雍王府在城里设有医馆和善堂，每5日一次义诊，都由黄大夫亲自主持。这赈灾的扇棚也是他自己让人搭的。言下之意，黄大夫所作所为并非雍王府有意指派。顾青好奇，黄大夫不是府上的供奉吗？要想供奉宫里退下来的御医，主家不但要花费大量钱财，连对方的养老送终往往也会一并承担。寻常人家可做不到这么大方，肯将自己精心养着的人送去给别人看病。凤泽面露微潮，府中就我一个主子，就算让他天天请脉，也费不了半个时辰。他说到这里，转眼看看顾青，听说你自幼体弱，本想让黄大夫为你瞧瞧，不过你既然是后浦堂的东家，想必不缺神医妙药。顾青望了一眼他的脸色，目光闪了闪，展颜笑道：“殿下过奖，我家殿中却有善医之人。这些年他的弱症一直由宋药师调理，寻常大夫从他的脉象上看不出异常，只有那些医术特别高明之人才会发现他表面上虽与常人无异，实则内里虚耗过甚，已快走到油尽灯枯的地步。黄大夫能被凤泽看中，可见医术不凡。顾青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体状况，暗自打定主意，以后绝不让他看诊。”凤泽将目光投向后浦堂的药棚：“那位就是你说的善医之人？”他早在卷归楼上就远远望见过顾青与那位药师相处的场景，今日离得近了，仔细打量之下，见对方与自己年纪相仿，同灾民说话时温言细语，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很有些谦谦君子的气度。顾青点点头，宋药师年纪虽轻，在用药之道上颇有天赋，后浦堂的药材都会由他甄选核验，多年以来从未出过差错。凤泽不语，他站在道旁瞧了一阵，方道：“一丝不苟，心无旁骛，是不错。”顾青听着他的称赞，面上微微泛起一丝得色。若有机会，我想让他向黄大夫讨教医术，不知殿下可准予？宋药师忠心耿耿跟着他这些年，为人刻苦踏实，是他信任的左膀右臂。虽不知自己未来会如何，但雍王府既然有一个前任御医在，顾青不介意推宋药师一把，让他在医道上更进一层。凤泽挑眉：“你对你的人倒是尽心。”他语气平淡，往黄大夫所在的方向抬了抬下巴。黄老性子鲁直，对于他看得上的人，不需你我做推手，他自会与对方来往。言下之意，他不会向黄大夫引荐宋药师，但也不会阻拦两人亲近。顾青盯着他，仔细看了2眼，忽地低下头，默不作声笑了笑。凤泽察觉他举止有意，怎么？他问。顾青眼中溢出几分戏谑：“宋药师的夫人即将临盆，待孩子满月后，他会请我们喝酒，殿下，到时你要去吗？”凤泽凝视着他唇角的笑容，语气微凉：“顾青，你以为我在介意吗？”顾青歪了歪头：“若殿下肯为我吃醋，我甘之如饴。”凤泽的神色暗了几分。顾青，他话音未落，路旁突然冲来几人。凤泽眉心一皱，一把扣住顾青肩膀，
将他拖到身后。顾青踉跄了几步，幸亏被凤泽反手紧紧抓住，这才没有摔倒。他脚下刚刚站稳，就听有人大声喝问：“姓黄的，你什么意思？”有人跟声附和：“对啊，黄大夫，大家都是给人义诊，怎么偏说我们那儿不行？见过做生意抢客人的，没见过赈灾还要抢灾民的。”吵吵嚷嚷中，有人冲到雍王府的扇棚外面，在他们身后又有一波灾民跟了过来。明明是你们打着义诊的旗号收我们要钱，我们就爱到别处看病怎么了？你们那药都发霉了。两拨人挤在一起，互相指责，争吵不休。顾青站在凤泽身后，探身朝前望去，只见先前出声喝问的人里面，有一个正是前不久来向黄大夫打过招呼之人。在那群灾民身后，白桃远远站着，他一眼看到顾青，冲顾青做了个手势，又吐了吐舌头。顾青一看就知道，这闹哄哄的局面一定和那丫头有关。他轻轻拽了拽凤泽的衣袖：“殿下，来闹事的是另一家医馆的人，他们搭了一棚，说是给人免费看病，却以高价卖药。”他有心提醒凤泽让黄大夫吃了亏，却见凤泽头也不回，应道：“我送你回马车。”说完，他不等顾青回话，扯着他就往另一头走。顾青边走边回头：“黄大夫那边，用不着你操心，这里人多嘈杂，灾民中也不全都是好人。”凤泽早就瞧见有几个獐头鼠目的家伙不停往他俩身上打量，想必是看他与顾青衣着光鲜，想趁机浑水摸鱼、偷鸡摸狗一番。凤泽将顾青带回停车的地方，白桃正好也跟了过来。顾青揉揉被凤泽扯得生疼的手腕，问白桃：“你干什么好事了？”白桃瞄一眼站在他身旁的雍王，垂下脑袋：“我们在城门口雇了几个脚夫，让他们暗地里混到灾民当中，告诉他们别去那家一棚，结果被人发现了。实在是灾民人太多，有人忍不住跟着嚷嚷，就惹来了那边的注意。”顾青摇摇头：“绿瑶呢？”白桃道：“我看他们像是要打架，怕咱们的药棚受到波及，就让绿瑶过去帮忙盯着了。”顾青本想说他两句，想起凤泽还在，转头提醒他：“殿下，黄大夫那边你不管吗？白桃是自己人，若是当着凤泽的面训话，怕是这小丫头以后见了凤泽就得绕道走。”凤泽暴毙立在一旁，听到顾青问话，他的目光飘了过来：“不需要。”话音刚落，就听那边响起杀猪般的惨叫。第28章，雍王府一向嚣张。顾青与白桃同时转头，就见黄大夫站在大道当中，身旁陪着几名侍卫装扮的青壮男子。方才去闹事的几人已经倒在地上，呻吟不已。黄大夫两手叉腰，一副横着走道的霸气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正在欺男霸女，恃强凌弱。“你们那一棚趁早给我拆了，不然咱们就官府见，我告你们一个卖假药害人之罪。”这话从何说起？地上一人连连喊冤：“我们卖的分明是地道的药材，绝对没有假药。”黄大夫斜眼哼哼两声：“刚才有人买了你们的大黄，我已经看过了，那分明是土大黄，外观瞧着虽然和大黄很像，但没有大黄的药性，寻常人用的不好就会中毒。这不可能！”黄大夫秀起双手：“你们开医馆的，若是连这点药材都辨认不出，索性趁早闭馆，莫要误了旁人的性命。”他这话若换一个人来说，恐怕还没几人会信，但他曾是宫中御医，见多识广，医术高明。那几人听了，互相对视一眼，再不敢反驳什么。黄大夫，应该是药童备药的时候弄错了，我们这就回去查一查。他们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收拾自家东西，挤开看热闹的人群，飞快跑走。黄大夫撇撇嘴，甩着袖子，慢吞吞走回雍王府的一棚。排队排队！他看着棚外乱掉的队形，拍拍桌子，掀起袍摆坐回椅子。这场闹剧很快在各家扇棚内外传开，有人小声说笑：“那些家伙也是没长眼，那黄老头儿哪是好惹的？可不是嘛，别看他经常独来独往，雍王府可放不下这么一个金宝贝。”那些人真以为雍王不管事？要是雍王不答应，他家的供奉怎么会跑来外面行医？你们可别说，这进了雍王府的人跟雍王倒是一个路数。什么？惹不起啊！且不说这番热闹给京里的人增添了多少谈资，顾青仅在远处看到黄大夫这般张扬，就不禁生出几分复杂情绪。不愧是殿下看中的人，他由衷感叹。凤泽一眼看穿他的掩饰，想说什么？顾青叹了口长气，唇边沾了浅笑。雍王府的行事都是这般大胆吗？他识趣的选了一个没那么难听的词语。凤泽深深看了他一眼，他目光幽邃，无喜无怒。顾青仿佛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某种讥诮，又或是某种揶揄。雍王府的行事一向嚣张，他淡淡道。顾青被他噎了一下，手指无意识的在手腕处轻轻摩挲。白桃，你去咱们的药棚看看，如果宋药师他们忙不过来，你就和绿瑶在那边打个下手。好。白桃应声应得飞快。看着小丫头跑开的身影，顾青似笑非笑对凤泽道：“殿下说话总是这样冷冰冰的吗？我家的丫头可经不住想。”凤泽不以为然，
只要雍王妃不怕，别人怕不怕与我何干？他这话若换作一个多情公子来说，恐怕会显得回肠荡气，情义无端。但说这话的人没有半点风花雪月的心思。顾青本想调侃他两句，在他淡然的注视下，也打消了念头。殿下真是无情。顾青半真半假嗔怪一句。他还记得自己在凤泽面前应是何种模样，只是对着这双利眼，那些从画本子上学来的招数总是难以施展。他也曾见过寻常人家蜜里调油的欢喜调笑，但他与他均非对方心悦之人，办起戏来总有那么几分局促。林小姐已经平安出京了吧？还是与凤泽聊些正经话题比较来得容易？是。凤泽答道。查出幕后主使是谁了吗？顾青又问。徐承志。凤泽说。顾青微讶，他原以为是二皇子凤元泰，但细想之下，又觉得这在情理之中。凤元泰与徐府交好，借徐承志的手除去我和林秀家，既能泄恨，又能将徐承志牢牢绑在他这条船上，可谓一石二鸟。凤泽冷冷勾唇，他们上不了一条船。为什么？顾青眸色一动，难不成殿下你做了什么？他的口气太过理所当然。凤泽双眉一挑，微凉的目光扫过他，在你眼中，我似乎无所不能。顾青哑然，随即失笑，殿下英明神武，比起我来自然厉害了不少。凤泽翘了翘嘴角，论起溜须拍马，我不及你。顾青眨眨眼，殿下。凤泽打断他，后浦堂是京城第一药行，他的东家可不是一般人。他目住眼前的女子，你说是吗？顾青半晌不语，良久方道，殿下说的没错，我自16岁起接管家中商铺，整日与算盘账本为伍，要说那些小女儿家的情态，实在是学不过来。他虚虚握住手腕，又道，我一直担心殿下知道后会嫌我商贾气息太重，毕竟这京中的女子少有在闺中就时常混迹于商行的。他言辞恳切，又带了几分担心和迟疑。凤泽听了，面上没什么表情。既然担心，为何还要让我知道？顾青仰起头，直视他的双眼，因为我不想与殿下之间有任何猜疑。我嫁入雍王府后，还是会继续打理商铺，想来这点自由殿下还是会给的，对吗？他清澈的杏眸中满含期盼与请求。凤泽不自觉地皱了皱眉。顾青，他顿了顿，适可而止。他不想追究他是真心还是假意，只要不妨碍到他，他可以对他的作为视而不见。徐承志两面三刀，本就和凤元泰不是一心。凤元泰自命风流，搭上他的儿媳，徐承志虽然暂时忍了下去，但日后一定会和他翻脸。凤泽道：等等。顾青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说二皇子和徐少夫人？难怪那日在徐府见到凤元泰，他对后院轻车熟路，看来以往没有少逛。顾青边想边又瞄了凤泽一眼，这人还真是毫不忌讳，什么事都敢说给他听，也不怕他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脸红。当然他是不会脸红的。那他们还会继续追查林小姐的下落吗？不会。凤泽道：有京兆府的验尸批文为证，林秀家已经死了，就连皇帝也找不到怀疑的证据。顾青轻舒一口气，那么我呢？还会有人找我麻烦吗？凤泽睨他一眼，我以为你胆子很大。顾青不敢苟同，生死面前谁能不怕？凤泽点点头，像是满意他的胆怯，说道：这段日子凤元泰顾不上你，你只管收拾东西，安心备嫁就好。第29章，黄大夫很心塞。月上3更，凤泽盥洗完毕，披着宽松的墨色长袍迈出内室。施阳正在外厅候着。凤泽见了他，什么事？施阳迎上前，收到贺县的回报，于崇光手下一个叫陆赞的正在追杀一个叫陈三的猎户，那个猎户带走了万民书。凤泽在桌边坐下，事情发生多久了？上月26日左右。施阳道：陆赞有几次险些抓到陈三，都被他逃脱了，现在他们都已出了江州地界，看样子像是往京城而来。凤泽沉吟：江州距京城近1000里，一路急行7、8日可至，但他们一个追一个逃，路上耗费的功夫不会太少。陈三如果能顺利抵达京城，最快也要3、5日后。我们要出手吗？施阳问。这2天城外的流民已经提供了不少证据，于崇光擅自调动江州民夫之事已是板上钉钉，如果能拿到贺县的万民书，二皇子一派必定大受打击。消息是驸马递来的，他知道该怎么办。凤泽道：单凭万民书动不了凤元泰。他见施阳面露不解，又说于崇光去贺县是为皇帝办事，就算手段过激，在皇帝眼里也算不得什么。这封万民书如果当真递到皇帝面前，他只会认为是刁民作祟。那于崇光为何还要如此紧张？凤泽嘲讽地笑了笑，他在上一封信里才向凤元泰表了功，宣称自己缴获了万民书，紧接着就让人拿着他跑了。这事如果不能妥善收场，凤元泰和隋文远不会再信任他。虽然书信在半道被谢飞白劫走，凤元泰压根不知此事，但于崇光并不知晓，也是他好大喜功，
才会将自己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施阳想通此节，跟着笑道：“于崇光仗着有凤元泰做靠山，向来耀武扬威惯了，咱们这次就让他栽个跟头，替他好好宣扬宣扬。”凤泽发话：“你配合小六他们，尽快找到陈三，不要让他落到金无畏手里。一封万民书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但只要是不利于对手的东西，他都会让他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施阳告辞出门，就见黄大夫背着个小药箱在廊下转悠。黄老，施阳朝他行礼。黄大夫斜睨他一眼：“你跟殿下总算谈完了。”他的口气算不上好听，施阳早已习惯这位老先生古怪的性子，陪笑道：“耽搁黄老是我不对，你快请进。”黄大夫淡淡应了声，昂首阔步进了屋。殿下日理万机，老夫实在不该打扰。他朝桌旁的凤泽敷衍地拱拱手，只是这已过了7日，殿下总该让老夫把一把脉，老夫才能心中有数，不能白拿了王府的工钱。凤泽微微一审，最近事多，黄老莫怪。哪里敢怪？黄大夫放下药箱，取出里面的药枕、纸笔等物，嘴里嘟囔着：“殿下是干大事的人，我这小老年岁大了，派不上什么用场，只能唠唠叨叨，惹人烦心罢了。”凤泽摇摇头，伸出手腕放在脉枕上，请黄老号脉。黄大夫扯扯嘴角，不再多说什么，素容坐下，将手指搭在凤泽腕间。过了半晌，他面色略显凝重：“有何不妥？”凤泽问。黄大夫横他一眼：“殿下的身子就从未妥过。”他口气生硬：“殿下体内的蛊虫已有苏醒之兆，比老夫之前预计的还要更快一些。”凤泽目色平静：“以往每年开春都会如此，黄老不必在意。”黄大夫张嘴，本想驳斥两句，看到凤泽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又无奈地磨磨牙，要想重新压制蛊虫，每月15的药浴便需加大用毒的剂量。但是此法已连用4年，小花大夫上次说过，今年就算再下重药，对殿下的身体来说也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达到更好的疗效。他神情慎重，对凤泽道：“老夫斗胆劝一句，殿下还是早些随小花大夫去花谷为好。去了花谷又如何？”凤泽扬扬嘴角：“倘若天下太平，让我躺在冰棺里当个活死人也无不可。但我请问黄老，你当真以为花谷是避世之地吗？”他低笑一声：“如果那里真的是世外桃源，我又怎么会认得花南天？”黄大夫嘴唇翕动了几下，满脸悻悻：“老夫知道劝不了你，但你既然打算娶那顾家小姐，可有想过日后当如何相处？”他捏着山羊胡须感慨：“今日老夫见过那姑娘，瞧着虽然娇弱了些，但举止大方，没什么小家子气。听说她还是后浦堂的东家，一个年轻姑娘家能经营这么大一家药行，想必是个有主见的，恐怕没那么好糊弄。”凤泽目光一转：“您老难得会为人说好话，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一向挑剔的黄大夫竟然转了性。黄大夫老脸一热：“我看人可是极准，这顾小姐恐怕不像经里传的那样。原以为是个只知风花雪月、情情爱爱的小姑娘，眼下看来却未必如此。”他在一旁一诊的时候，远远瞧见凤泽与那丫头站在一起，小姑娘面上不见半点畏缩，纵被凤泽冷脸相对，也能泰然处之。这份定性可不是寻常女儿家能够做到。凤泽面不改色，他知道我不能房事。黄大夫悚然一惊，瞠目结舌：“你连这个也告诉他了？他家殿下真是不按常理出牌。”黄大夫捂住咚咚跳的心口：“殿下，这种事怎么能随便对人说？他想嫁我，自然要让他知道。”凤泽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还没有无耻到骗人守活寡的地步。”黄大夫背后冒出一身冷汗：“殿下，你可知道，他要是把这事传出去，那又如何？”凤泽漫不经心：“京城中从来没有真正的秘密，如果有人想拿我当谈资，我不介意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轻声笑了笑，又道：“何况从4年前开始，对我身体状况的猜测就从来没有消停过。皇帝怕他不死，又怕他早死。那些讨厌他的人乐于看到曾经高不可及的身影跌落尘埃，那些喜欢他的人不愿见到他的低迷沉沦，英勇不在。而这些人不管有什么想法，他都懒得理会。至于那个顾青，凤泽心想，他是个识趣又聪明的人，虽不知他为何死死扒着自己不放，但雍王府的后院多这么一个女人，对他而言并不会有什么影响。第30章，顾爹的心酸。顾府庭院，一对大雁嘎嘎乱叫，不停扑打着翅膀，想要挣脱束脚的绳子。空地上堆着几十个朱漆大箱，每个箱子都沉甸甸的，打开后可见里面放着各种金银玉器、绸缎布匹、成衣首饰、书画古玩。另一边的杂院里还拴着20只羊，放了数百斤酒，叫人几乎无处落脚。顾文敏对着面前这一大堆聘礼唉声叹气。顾青将礼单交给管家清点，来到父亲身旁：“爹，怎么了？”顾文敏拍拍箱子：“离你出门只剩3日。”他耷拉着脸，难得阴沉的模样：“3日后你就要从这个家里离开了。这一走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承欢膝下，父女2人共享天伦之乐。”顾青失笑：“爹，你就当我跟往常一样出远门做生意去了。”
那怎么行？顾文敏叹了口气，你就算嫁了人也是在京里，就算不能经常回来，也要多让绿瑶他们给家里送信。知道了。顾青安抚道，我跟雍王提过，即使嫁了人，后圃堂的生意我还是会照常打理，到时一有空我就回家里看看。他答应你了？顾文敏问。顾青眼尾一弯，他没说不行，不否定就是同意。顾文敏怀疑的看看他，你这丫头怎么一点出嫁的矜持都没有？不伤感也就算了，提起婚事跟做买卖似的，真当她嫁人只是出门遛个弯吗？雍王的性子虽不太好，但也不是暴虐之人，你既然喜欢他，就多放些心思在他身上，这夫妻之间还是要两情相悦才好。他这个做父亲的不愿看到自家女儿剃头担子一头热，雍王再怎么桀骜不驯，成了婚的男人就像安上了辔头的野马，总有乖乖听话的一天。当然了，他也不指望雍王能被训得服服帖帖，但他的女儿既聪明又能干，配谁都绰绰有余。如果雍王不懂珍惜，他宁肯让女儿和离。顾文敏看着女儿乖巧的脸，心中百味杂陈。今天是雍王下聘的日子，对着这满院的聘礼，他把心头的话咽了下去。毕竟是个吉祥日子，不能在此时大煞风景，惹得女儿不高兴。顾青见他嘴里说着夫妻相处之道，脸上仍是一副万般不舍的模样，忍着笑，从箱子里随手捞起一卷画轴。爹，你放心，雍王对我没什么不满，不然他怎会送这满满一院子聘礼过来？就算是做给别人看，也是实打实的花了大价钱。顾文敏接住女儿硬塞过来的画轴，脸色不悦，你是生意人，比我懂经营之道。爹刚才虽然劝你要花些心思在夫妻相处之上，但你也别傻乎乎的什么都给。别看他今日送来这么多聘礼，你要带去的嫁妆也不会比他少。顾青扑哧一声笑出来，爹，我还没嫁呢，你就担心我胳膊肘往外拐？谁让我老是管不住你？顾文敏在女儿面前从来不是严父，你记着，天下的男子再好，也比不上你的亲爹。这话有几分吃味的意味在里面，更多的却是一个老父亲对于女儿的担忧。顾青收起脸上的笑，我知道，他的父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他的政绩平平无奇，与人交往不够圆滑，他私下里喜好书画，却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经验之作。但他作为父亲，没有人能说他一句不是。他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为给她治病倾尽家财。他本是一个不善经营的文人，却在暗地里苦苦维持亡妻留下来的店铺，只为了女儿长大以后有余财可以傍身。哪怕这个女儿随时可能夭亡，他也未有一日放弃过她。顾青双眼微垂，她嫁给雍王，不只是为了找到花骨，私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倘若她离开家的日子能让父亲习惯她的缺席，那么当她有一天真的消失的时候，或许她的父亲可以少一点难过。顾文敏见女儿不再说笑，脸色也有几分暗淡，吃不准是不是自己刚才说错了话，赶紧道，你心里有数就好。来，替爹掌着画轴，让我看看这上面是什么。父女二人合力打开画卷，定眼一瞧，顾文敏当即嘶了一声，这是武唐时期梅雾山人的西山春晓图。顾文敏的双手微微颤抖，我只见过摹本，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真迹。他深吸一口长气，缓缓吐出，语声这才恢复平稳，雍王也算大方。顾青扬了扬下巴，爹，富贵迷人眼，刚才还挺嫌弃雍王，这会儿因为一幅画就夸上了。顾文敏轻咳一声，慎重地将画卷回去，你放心，画归画，人归人。顾青朝箱子那边点点头，那儿还有好几箱，我打开看过了，除了书画，还有笔墨纸砚，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这凤泽竟然会投其所好，实在大出他的意料。原以为他只会随意走走过场，没想到在聘礼的准备上竟毫不含糊。不得不说，哪怕顾青对他并无男女之情，也因为这份诚意深感安慰。小姐，绿瑶从外面进来，她见顾青正在清点聘礼，脚下略一迟疑。怎么？顾青回头问。绿瑶来到他身旁，低声道，宋药师在城外遇到了麻烦。顾青看了父亲一眼，拉着绿瑶走开。出了什么事？他来到廊下站定。是宋药师让店里的药童带的口信。绿瑶一五一十道，今天一大早就有灾民去咱们的药棚找宋药师讨药，说是有人受了伤。宋药师怕他们乱用药，就跟去看个究竟，发现那人伤得很重。他本想送人去医馆，却被一再拒绝。宋药师担心那人有什么问题，就派人回来报信。顾青听了，沉吟片刻，备车，你随我去看看。说完，他转身回去，爹，店里新到了一批药材，我去看看。什么药材值得你现在过去？顾文敏不解，雍王府的聘礼你不赶紧清点一下？有你和管家就够了。顾青打定主意当甩手掌柜，我先回院子换身衣裳，中午就在店里吃，你不用等我。他行色匆匆离开。顾文敏望着女儿远去的背影，顿时觉得手里的画也没什么好看了。唉，他长长叹了口气，对管家道，你看到没有，女大不由爹啊。第31章，山洞里的伤者。顾青赶到城外药棚的时候，
宋药师还没回来。他在路上问过前来报信的药童，知道他们是陈时出去的灾民那儿，距现在已经过了近2个时辰。顾青坐在马车里问，还记得他们在哪儿吗？药童点头，就在3里外的一个山坡上。这些灾民还未核实身份，不能进城，府衙在城外为他们就地搭建了临时栖身的草棚，而宋药师前去救治之人并不住在草棚里，因此才引起了宋药师的怀疑。顾青道：带我们过去。顾家的马车逐渐驶远，药棚隔壁的黄大夫刚瞧完一个病人，他拿起棉帕擦擦掌心的汗，抬头随意四顾，忽然眯起眼睛。那辆出城的马车上好像有一个顾字，他想了想，起身慢慢晃到后圃堂的药棚，朝里面扫了眼。棚里的药童还记得他那日的威风，迎上来：黄大夫，您有事？黄大夫左右瞅瞅，你们那位药师不在，前几日都见这年轻的药师早至晚归，听说后圃堂的东家十分信重此人，药棚分发的汤药都是由他亲手所配。黄大夫有心与对方搭个话，只是一直不曾找到机会。药童恭恭敬敬道：宋药师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黄大夫随口应了声，状似不经意的又问：你们东家刚才来过？药童一直忙着熬药分药，闻言想了想，摇头没看见。黄大夫见问不出什么，背着双手又换回自家一棚。你们去打听打听，刚才是不是顾小姐的马车过去了？他吩咐棚里的雍王府侍卫。自从那天有人闹事，凤泽就派了2名侍卫贴身跟着他，理由是打架的时候得有人看着，不能让他这老胳膊老腿的亲自上阵。若非凤泽现在人不在这儿，黄大夫真想对他说，有空让人盯着我，不如多盯盯你的未婚妻。他知道今天是雍王府派人去顾家下聘礼的日子，这么重要的一天，顾小姐不在府里欢欢喜喜的清点财物，大老远的出城作甚？黄大夫摇摇头，自言自语，一个两个都不让人省心。东家就在那儿。马车在崎岖的山道旁停下，药童指着半坡上的一棵大树，对顾青道：那棵树后面的山壁上有个石洞，那人就在石洞里面。顾青朝绿瑶示意，绿瑶点头，跳下马车，一路步履如飞，很快来到坡上。他拨开树后的枝叶藤蔓，果然见到山壁上露出一个洞口。他闪身贴近山洞，侧耳细听，洞内有人的呼吸声，或轻或重，或急或慢。绿瑶仔细分辨，确认有3人。他思忖一瞬，捡起地上一粒石子射了进去，石子重重撞上地面，发出清晰的声响。谁？洞里有人发问。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绿瑶松了口气。他没有动，仍旧站在洞外，扬声道：宋药师。这声一出，洞里顿时响起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个人影很快来到洞口，正是宋药师。他朝外探头，发现绿瑶，面上露出感激的神情：绿瑶姑娘，真的是你。绿瑶见他上臂衣袖破了一道口子，边缘渗出血色，皱眉：你受伤了？说着话，他从腰间抽出软鞭。宋药师摆摆手，放心。他回头看了眼山洞里面，又道：已经没事了。他朝旁让开，让绿瑶迈进洞口，看清里面的情形。这个山洞长约10步，洞内深处躺着2名男子，其中一人身上绑了许多白布条，布条上沾满血迹，另外一人穿了身灰布衣服，身上没见着伤，却昏迷不醒。绿瑶握了握手中的鞭子，他们是什么人？宋药师带他走进去，指了指灰布衣服的那人：今早他来找我，说有个老乡受了伤，想讨些金疮药去医治。我见他神情慌张，又说不清楚伤者的状况，就跟着过来瞧个究竟。在山洞里见着伤者的时候，伤者已经昏死过去。我给他止血包扎完伤口，正想回去煎泻药来，就见这人背着我在伤者身上一通摸索，翻出一个布包就想跑。我拦住他，想问缘由，他掏出一把刀，划破了我的胳膊。还好我带着防身的迷药，就趁他不备，撒了他一脸。他放倒这人以后，将布包放回伤者身边，正犹豫着要不要打开布包，看看有没有能证实伤者身份的东西，就被绿瑶扔出的石子惊动。绿瑶蹲下身，试了试灰衣人的鼻息，想了想，动手卸掉他2条胳膊。然后他又仔细看了看旁边的伤者，这是个中年汉子，脸颊枯槁，身材汉瘦。绿瑶翻开他的手掌，见他掌心粗粝，尤其在左手手掌关节与右手中10-2指之上生着厚厚的硬茧。绿瑶道：他会武，常用的武器是弓箭。宋药师猜想他是猎户，这人的装束打扮一看就是贫寒出身，只有山里的猎户才有机会习武使用弓箭。绿瑶起身：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去向小姐禀报。东家也来了。宋药师不免内疚，我让人进城报信，只是担心会给店里惹来麻烦，万没想到竟惊动顾青亲自前来。绿瑶没说什么。城外的灾民自然可怜，但其中难免有些3教9流不怀好意之辈。他家小姐一向爱惜自家人，对宋药师又格外看重，如今听说他有麻烦，怎么可能坐视不管？绿瑶正要举步往外走，忽然停下，后退。他朝宋药师轻喝一声，举鞭拦在洞口。洞外光线一暗，一个人影如同鬼魅一般闪现。绿瑶二话不说，挥鞭抽去。
那人侧身闪过，反手抓向边梢，绿瑶中途便是斜削他的下盘。两人飞快过了几招，那人突然一声轻疑，等等。他躲过绿瑶的攻势，闪身掠到一旁。是我，那人说。绿瑶侧身后退2步，看向那人。来人的确是他认识的，那晚去救林秀家时，这人扮过他家小姐。绿瑶记得雍王身边的师统领好像叫他小六。虽然是认得的人，绿瑶仍未放松警惕。他盯着他，摆出防守的姿势，没有说话。小六挠挠头，我来奉命办事。他言简意赅，马上有人追来。你们先走，那2个人交给我。绿瑶面色一变，小姐还在外面。小六诧异的扭头望去，他刚才从山上另一个方向下来，没有注意顾家的马车在下面。你们马上离开，他说，如果路上遇到金无畏，不要理会，也不要说你们来过这里。第32章遭遇金无畏。正午时分，原本晴朗的天际聚起了云，风一阵大过一阵，刮起地上的尘土。顾府的马车在官道上疾驰，眼见城墙的轮廓遥遥在望，后方传来擂鼓般的马蹄声，一队快马赶上来，越过马车，拦在前面的道路中央。顾府的车夫控住缰绳，慢慢停下。前方队伍中间的金甲卫士亮出一枚铁牌，金无畏办事，通通下车。绿瑶从车中掀起车帘，朝外探头，你们是左卫还是右卫？为何拦道？金甲卫士没想到竟有人不惧金无畏的名头，他看了看车轮上的泥土，面上闪过一丝厉色，少说废话，你们方才可是从那边的山路过来？是又如何？金甲卫士挥手，搜车。一声令下，左右马背上的卫士纷纷下马。金甲卫士走在最前，绿瑶见状，冷喝一声，站住！他柳眉倒竖，这是雍王未婚妻的马车，谁敢妄动？雍王！金甲卫士朝身旁的手下投去询问的眼神。手下看清车厢上挂着的顾字徽号，凑到金甲卫士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金甲卫士的脸色变幻不定，待手下说完，他拧拧眉头，慢慢开口，敢问车里可是顾小姐？车中没有回应。金甲卫士耐着性子想要再问，就听一个清浅的女声响起，正是。金甲卫士抱了抱拳，在下陆赞，奉命办差，还请顾小姐通融。车中沉寂了片刻，女声轻唤，绿瑶。绿瑶应了声，卷起左右车帘，露出车中端坐的身影。坐在正中的女子打量了一眼金甲卫士的外袍服色，神色淡淡，陆校尉，这样可够了。顾家的马车不大，从车门前方望去，能将车厢里面的情形一览无余。陆赞朝前走近2步，只见车内除了这名女子与她的侍女，再无他人。陆赞神情讪讪，得罪了。顾青朝他矜持地点点头，我们可以走了吗？陆赞朝旁侧身，他脚下方动，忽又停下。敢问顾小姐，为何此时不在城中？最近大量灾民在京郊聚集，别说京中贵女，就算是喜欢玩闹的公子哥儿，也很少到城外来。这位雍王的未婚妻既然身份如此尊贵，为何反其道而行，偏往僻静的郊外跑？顾青面色平静，口气中带着一丝倨傲。怎么，陆校尉此来是替雍王殿下查我行踪的？他冷冷扬唇，我竟不知金无畏与雍王殿下也有深厚交情。陆赞目光闪烁了几下，不敢。雍王凤泽一直是个禁忌般的存在，谁都不想招惹他，也不敢与他走得太近。顾青抬手理了理衣袖，我本打算出城踏青，到了外面看到路上那些灾民，个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实在没了游玩的兴致，索性打道回府。陆赞微微低头，顾小姐心地仁善，必有福祉。顾青嫣嫣笑了下，陆校尉，好听的话就不必说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吗？陆赞退开几步，请。车轮铃铃，峦声阵阵，顾府的马车再次上路。陆赞掩住口鼻，避开扬起的车尘，招呼随行一同上马。校尉，我们在洞里明明发现了血迹，而且那附近除了车辙印，也没见过别的痕迹。与他亲近的手下低声问，真的不要再查一查？陆赞眉头紧皱，刚才你也说了，这个顾小姐的确是雍王的未婚妻，如果我们拦着她不放，回头被雍王知道了，不见得有人会替我们出头。哪怕于崇光看中她，那也是因为她在贺县的积极表现，她如今不过一个从7品的校尉，又身在京城，要是得罪了惹不起的人，就算是于崇光也鞭长莫及。可陈三已经到了京城，要是我们不赶快抓住他，一旦被他混进了城，敲了御街上的登闻鼓，那就麻烦大了。他跑不了。陆赞沉声道，他中了那么多刀，已是强弩之末，就算撑到这里，也熬不过几个时辰。他这话既是给手下打气，也是安慰自己，倘若陈三真的把贺县的事捅了出去，他在于崇光心中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他好不容易才穿上这身校尉的衣服，以后他还要走到更高的位置，绝不能因此事功亏一篑。陆赞暗沉沉想着，目光随着马车的方向飘远。他忽的目色一凝，不对。他跳下马，伸手在车辙印上比了比，车里只有2个女人，
车辙的痕迹为何如此之深。他大声吆喝：“赶快上马，跟我追！”绿瑶坐在车里，低头看向马车地板，问：“小姐，要让送药师出来吗？”“不用。”顾青开口，“等进城回了店里再说。”绿瑶点点头，不再多言。他们在山洞外启程时，顾青见送药师臂上有伤，车中又没有可以更换的男子衣衫，便让他躲进车底的暗格中，为的就是减少别人的怀疑。刚才果然遇到金无畏拦路，幸好他们早有准备，才免了一番纠缠。顾青靠着车壁，眸光微动，若有所思。疾风吹起窗边的车帘，天边忽然响起一声炸雷，随即无数霹雳声响轰隆隆的朝头顶上方滚压过来。要下雨了。顾青将被风吹起的发丝掠回耳后，他凑到窗前，一股沁凉的气息随风灌了进来，这是大雨的前兆。他按了按领口，就听绿瑶轻声提醒：“小姐，小心着凉。”“无妨。”顾青看着外面不断朝后掠过的树影，微微眯眼：“绿瑶，我们去过南边不少地方，好像还没到过北地。他记得凤泽的封地就在北边，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去那边开个药行。”他迎着风，脸上露出灿然的笑容。绿瑶正要应声，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他仔细听了听，掀开另一边的窗帘，朝后望去：“小姐，又是那伙人，他们在追我们的马车。”顾青眉眼一挑，看来那个陆校尉有几分本事，对方想必发现了马车的破绽，这才紧追不舍。“老郭，加把劲，尽快赶到城门。”他扬声对车夫吩咐。车夫哎了一声，挥鞭连抽几下，马儿立刻狂奔起来。陆赞见前方的马车突然加速，心中怀疑更甚。眼看马车就要驶到城外开设善棚的地方，那里人多眼杂，更不方便行事。陆赞心中着急，一把抓起鞍旁挂着的弓箭。“不可！”紧跟一侧的手下看清他的动作，吓得赶紧出声拦阻。然而已经晚了。陆赞弯弓搭箭，脱弦的羽箭如流星一般朝顾府的马车急射而去。第33章，从天而降。校尉！陆赞的手下大惊失色，眼睁睁看着那支箭直奔车厢。就在这时，一道暗影破空而来，众人还未看清那是什么，就见他将空中的箭矢拦腰劈成两段。陆赞的残箭坠落在地，劈开他的暗影去势不停，一直飞到10几丈开外，夺的一声扎进道旁的树干，这才停了下来。那也是一支长箭，通体漆黑，森冷逼人，箭身有一半插进树身，箭尾犹在不停颤动，仿佛随时可能破树而出。陆赞手下的金无畏有识得这箭的，不由勒缰停马，惊呼出声：“是雍王！”放眼整个京城，只有雍王会用这种黑色的箭。他环顾四周，只见在他们右前方，一人一马缓配而来。那人经过顾府的马车，朝车窗里的人投去淡淡一瞥。顾青的视线与他对个正着。“殿下！”顾青眼神闪了闪，马车未停，他很快与凤泽交错而过。凤泽没有回头，他将漆黑的大弓挂回鞍环，单手松挽着缰绳，朝陆赞一行慢慢靠近。陆赞手下的金无畏如临大敌，不约而同停下马来。陆赞方才听到手下的惊呼，已然猜到来者身份，他暗自咽了咽口水，高声道：“金无畏奉命办差，不知阁下是何人，为何阻拦？”凤泽轻笑一声，他没有说话，直到进至陆赞跟前，他才歪头看了看这行人。“你们真不知道我是谁？”他扬起嘴角，不紧不慢道。众人互相看看，谁都不敢出声。陆赞不得不拱手行礼：“在下陆赞，隶属右金无畏于将军麾下。”凤泽看着陆赞手里还未放下的弓，冷冷开口：“刚才那支箭是你射的？”陆赞咬牙：“是。”凤泽的目光扫过他紧握的拳头，从喉咙深处溢出一声冷笑：“弓不算好，箭也一般，射箭的人眼神更不行。”陆赞绷紧的手背青筋毕露，他权衡再三，仍是坚持道：“不知阁下。”贺县陆赞。凤泽漫不经心打断他：“1个月前还是贺县县尉，不知何时升的官，在哪儿入的册，怎么考核至期未到，就穿上了金无畏的衣裳？”陆赞脸色骤变，因他在贺县立了大功，于崇光心花怒放之下，就将他提拔为金无畏校尉。这一做法不循旧例，原本就容易为人诟病。而于崇光身在贺县，心思又放在矿场，陆赞的考课文状尚未发回京城，对于他的调令也还没有下来。凤泽的诘问有理有据，陆赞心头发虚，口干舌燥，竟是半个字也答不上。凤泽往他身后诸人瞧了一眼：“我认得你们。”他懒洋洋道：“既是京中出去的金无畏，才不到2个月，就连这点规矩也忘了吗？”诸人鸦雀无声。陆赞提了口气，沉声应道：“卑职有幸得于将军赏识，刚入金无畏不久，若是哪里行差踏错，卑职回去自当向于将军领罪。”凤泽端坐马上，腰背挺拔：“于崇光远在贺县，我怎知你所言是否为实？”他唇边带着浅浅讥嘲，眼中尽是冰冷：“不如你随我回京中衙署，让你们金无畏自己审审，你这官身到底是真是假？”陆赞背心猛地一凉，
纵是再三按捺，也忍不住朝凤泽开口：“雍王殿下，何必欺人太甚？”哦，凤泽笑了笑，原来你知道我是谁。他伸手抚了抚身前的马鬃，看向陆赞身后几人：“你们6个是替我把他押去，还是等我亲自把你们一个个绑去？”金吾卫们彼此暗中交换眼神，没有动弹。凤泽点点头：“好。”他的马鞍旁挂着一把长刀，刀鞘漆黑狭直，凤泽的右手不经意般搭上刀柄。“雍王殿下！”一名金吾卫急声大喊：“万万不可！”他拨马上前，对凤泽躬身行礼：“殿下，陆校尉却是受于将军指派，我等奉了急命，不得不便衣行事。”他们虽不如陆赞那般了解内情，但也知道此行不宜宣之于众。如果在这城门附近与雍王为敌，吃亏的一定是他们。便衣行事，凤泽眉尾轻挑：“什么样的大事需要你们从贺县赶到京城？这京城中难道就没有别的金吾卫了？”喊话那人暗中叫苦：“殿下，事关机密，恕我等不能相告。”他在心中默默问候陆家18代祖宗，若非陆赞一定要拿剑去射顾家的马车，怎会惹来这么一尊瘟神？雍王殿下，陆赞终于开口：“我愿跟你回金吾卫衙署验明正身，不过此事与他们无关，可否让他们先行离开，以免耽搁了公务？”凤泽面无表情看他一眼，没有回应。就在陆赞一颗心止不住的下沉，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凤泽朝方才喊话那人伸指点了点：“你送他去。”他不冷不热吩咐一声，调转马头朝来时的方向行去。来到城外赈灾的地方，凤泽在后圃堂的药棚里没有看到顾青的身影。黄大夫站在自家衣棚外，揣着双手，似笑非笑盯着他：“别看了，人没在，早走了。”他乐呵呵道。不久前，他亲眼看到顾府的马车从外面疾驰而过，而先前被他打发去探听消息的侍卫回来说过，马车里确实是顾家小姐。“你俩没遇上？”黄大夫唯恐天下不乱，冲凤泽挤挤眼。凤泽不为所动：“家里来了病人，黄老，你该回去了。”黄大夫脸上的笑容顿时散去，他与凤泽对视一眼，扭头：“侍卫，备车。”送走黄大夫，凤泽这才骑着马慢悠悠往城门口踱去。大风刮着路边的草棚，呼啦啦作响，轰鸣的雷声已然停歇，头顶的乌云越积越密，四周的天色彻底沉了下来。排队等着进城的队伍越来越短，一道纤瘦的人影从城门里面现身出来。他飞衣绿裙，发鬓被大风吹得有几分蓬松，一绺发丝从耳边滑落，又被他伸手挽了回去。望见凤泽，他眼中一亮，朝他快步行来：“殿下。”来到马前，他屈膝行礼：“你怎么在这儿？”凤泽问。顾青扬手，唇边带着一抹清浅笑意：“快下雨了，我给殿下送伞。”他手里拿着2把青纸竹伞，他分出一把交给凤泽：“趁着雨还没来，殿下赶快进城，莫要湿了衣裳。”凤泽看看他手里剩下的那把伞：“你就这么走回去？”顾青笑着摇头：“家里人会来接我，我在这边等一会儿就是。毕竟这场雨看着不会小，多带一把伞只是为了有备无患。”凤泽翻身下马，上去。顾青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镇住，他眨眨眼，用询问的目光看向凤泽。凤泽把马牵到他面前：“不会骑马。”顾青眼底划过一丝惊奇：“这是殿下的马，又如何？”凤泽问。两人僵持间，附近的百姓好奇地看过来。顾青眸光闪动，他低下头，轻轻笑了声：“多谢殿下。”说完，他踩上脚蹬，攀着马鞍，正要用力，腰后突然被人轻轻一拖，将他送上马背。肢体的碰触转瞬即逝，顾青还未做出反应，脸上一凉，豆大的雨点打了下来。第34章万民书。绿瑶把送药师送回后圃堂，他心里惦着自家小姐，一出门就叫上车夫，赶紧往城门口赶。春天的雨来得又快又急，他们赶到半道的时候，街边的店铺都已收起了帘子，将门扇半拢。路上渐渐没几个行人，密集的雨幕中有个高挺的身影，一手撑伞，一手牵着骏马，从大街另一头行来。马上坐着飞衣绿裙的女子，她与牵马的男子撑着同样花色的竹伞，雨水从宽大的伞沿倾流而下，落在青石路上，溅起一朵朵水花。车夫看见这两人，惊愕的差点忘了勒住缰绳。老郭！顾青看到他，冲他扬声。马车在道路中央停下，绿瑶跳下车，将顾青从马上扶下来。顾青对凤泽轻轻颔首：“辛苦殿下了。”他见凤泽的衣袍下摆都被雨水溅湿，又问：“殿下可要搭我的马车回府？”“不用。”凤泽道：“我还有事。”顾青沉吟一瞬：“雨湿路滑，殿下多加小心。”凤泽深深看他一眼：“记住，今日你的药师没有救过任何人。”顾青郑重点头：“我记得了。”他进了车厢，在车帘落下的那一刻回转身，飘荡的缝隙中露出凤泽上马的身影，干脆利落，一气呵成。他没有再打伞，双腿一夹马腹，扬长而去。顾青微微抿唇，坐入车内，去后圃堂。他发话道。幽深的院落里，
雨水轻打芭蕉，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山洞里的伤者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黄大夫为他扎下最后一根银针，长出了一口气。他能活到现在，全靠顾家的药师施救及时，但他心脉俱损，伤势太重，最多只能再撑2个时辰。他惋惜地摇头，对屋中另一人道：“我给他施了针，能让他清醒片刻。等他醒来，你有什么要问的，就抓紧问。”这时，小六从外面进来：“先生，他对屋中那人道，已经审过那家伙了，他叫何宝，是江州的流民。今早他在山上发现陈三，以为人死了，想搜刮他的钱财，不料陈三突然醒来，拿刀威胁他帮忙找伤药。何宝见陈三揣着一个布包，护得格外小心，以为里面装着银票，就把后埔堂的宋药师请去山洞，打算浑水摸鱼，趁人不注意时把布包偷走，没想到反被宋药师用迷药放倒。谢飞白点头，先关起来，等这事过了再说。小六领命出去，他的声音很快又在外间响起：“殿下。”话音未落，凤泽大步走入屋中。如何？他问。谢飞白看向床上的陈三，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黄老给他施了针，能清醒一阵。说完，又指了指桌上摊开的一大块灰色粗布，这就是万民书。粗布上墨迹斑驳，其间夹杂着多枚暗红指印。凤泽来到桌前，低头细看。谢飞白见他一身湿衣，问：“你一路策马来的？”凤泽没答话，他一目十行，扫完布上所写内容，双眉微拧。于崇光在贺县不只是抢征徭役，他的所为更像是绝户。我也有同感。谢飞白道：“依这万民书上所写，贺县方圆100里所有村落，家家户户12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都被抓去采石。他之前就从江州调了不少民夫过去，区一个采石场，哪里容得下这么多人？不但地方容不下，后勤补给也很难跟上。”凤泽冷然：“前日江州刺史上报灾情，户部立刻拨了不少银子，你几时见过隋文远如此爽快？”谢飞白深以为然，奏折中并未提到于仲光之事。江州刺史表面上不与人结党，其实也是他们的人。贺县一定有问题。凤泽道：“玄竹的人已经潜入采石场，一有发现会立刻传回消息。”谢飞白的手指在万民书上轻轻划过，眼下金无畏还在搜捕陈三，你放过他们是有什么打算？凤泽的目光随着他的指尖移动，将万民书交给皇帝不是个好主意。没错，谢飞白道：“隋家和凤元泰不能轻易动，要动就得动个彻底，所以我打算静观其变。”凤泽对谢飞白道：“与此同时，还要借你一用。”谢飞白讶然抬眉，他见凤泽一脸郑重的模样，没奈何地笑了笑，愿为殿下驱驰。这是当年他选择跟随凤泽时说过的话，时至今日初心未改。床上的陈三发出一声呻吟，两人对视一眼，迅速走过去。醒来的人目光涣散地盯着头顶，气若游丝：“这是哪里？混账！”凤元泰抓起茶杯，一把摔在地上。他凤泽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竟敢威胁金无畏。他勃然大怒：“我看他是逍遥日子过久了，真当自己还是以前的雍王。”元泰，户部尚书隋文远坐在太师椅中，半是安抚，半是劝慰道：“别生气，雍王行事向来嚣张，陛下对他也是诸多隐忍，只是他离开军中不过4年，余威犹在，北边还需借他的名头压制，你万不可操之过急，授人以柄。”我知道。凤元泰咬牙：“若非知道父皇的打算，我怎会一再相让于他？舅舅明白你心有成算，这朝中的大臣大半都是向着你的，你只要把这次陛下的寿宴办好，让陛下面上有光，你在陛下心中的地位就会越发牢固。可这次凤泽明面上是拿于崇光的手下开刀，实际却是在打舅舅你和我的脸。”凤元泰怒气未消，还有贺县，凤泽身在京城，却对那个陆赞的出身了如指掌。舅舅，你说他是不是一直在盯着咱们？他不是傻子，这京里暗处多少双眼睛，谁不是互相盯着谁？隋文远起身，走到凤元泰身前，拍拍他的肩膀：“元泰啊，这京里藏不下什么秘密，你去了什么地方，和什么样的人共处一室，这一切都难免会有人盯着。”舅舅，凤元泰脸色沉了沉：“你想说什么？”隋文远温和地笑了笑：“三国时，曹阿瞒那张继之妻，其长子反受张绣所害，致使曹魏霸业最终落入司马家之手，可见成大事者不宜为妇人所累。”凤元泰目光闪烁，迎着他的视线：“舅舅此言何意？”隋文远面色慈爱：“你母亲在宫中不能时时教诲于你，做舅舅的只能多啰嗦2句。知好色而慕少爱本是人之常情，但你不是寻常人家的儿子，你的前程也不只是高官厚禄，你是龙子，是陛下最宠爱的孩子。你承宠越盛，越要谨言慎行，不能让那些言官有机会拿你说事。”凤元泰默然半晌，舅舅的劝导我记住了。隋文远又笑了笑：“你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舅舅相信你自有分寸。”凤元泰抬起头：“陆赞那边
舅舅打算怎么处理？难道就任他压在金吾卫？这事儿是于崇光办的不地道。隋文远哼了一声，要不是那陆赞机灵，让人给你传信，我还不知道贺县出了万民书这档子事。他朝凤元泰头去一瞥，于崇光在江州闹腾的还不够，到了贺县也不消停，他这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啊！舅舅，我也是才知道贺县有人往京城递了万民书，不过于崇光还在为我们办事，就算要惩治他也不急于一时，咱们还是先把那个叫陆赞的弄出来，然后找到万民书才是。你倒是向着他。隋文远道：于崇光此人好大喜功，用来干些粗活可以，但不能把什么事都交给他。我明白。凤元泰应承，此人没什么深厚根基，我用他也是为了拿捏方便，你心里有数就好。隋文远满眼感慨，舅舅总归要老的，日后的人脉都会交到你手中，你要学会看人用人，切不可为人所欺，误了大业。第35章投之以桃。清晨，顾青还在对镜梳妆，绿瑶从屋外进来，他手里捧了一个宽扁的木盒。小姐，雍王府送了东西过来。白桃将珍珠发钗替顾青插入发髻，好奇问：不是昨日才送过聘礼吗？这又是什么？绿瑶打开木盒，是小姐的披风，先放那儿吧。顾青道。白桃替他挽好了发，走过去将披风拿起来，准备收入香笼。咦？他突然惊讶一声，这不是小姐的。他抖开披风，仔细看了看，原来那件的下摆内侧有一处地方勾花了丝，我用针线补过，这件却是全新的。他负责掌管顾青的衣裳首饰，对每一件衣物都了如指掌。虽然这件披风无论颜色样式，甚至面料都和以前一模一样，但他还是发现了细微处的差异。他把披风捧到顾青跟前：小姐，这暗花流云缎还是咱们上前年在蜀地采买的，京中已经找不到这样的料子了。他笑嘻嘻地打趣：雍王真是不懂姑娘家的喜好，要送新披风就该送眼下时兴的花样，干嘛非要送个和以前一样的？顾青对着镜子戴上耳坠，含笑瞥了白桃一眼：若他送的我不喜欢，你叫我是勉强穿上呢，还是压箱底呢？白桃恍然，这么说也对，何况他本就该把原来那件还我，想来是那晚弄脏弄破了，才只得找件一模一样的赔我。话虽如此，其实谁也没想到凤泽会如此上心。顾青问白桃：上次雍王府送来的帕子你放到哪儿了？白桃想了想，那天正好有别的衣裳需要江洗，我就一起拿给了江洗放。他们把衣裳送回来以后，我想起来了，我把他们都收在了东厢房的大柜子里，去把它找出来，然后拿个盒子装上，叫人送去雍王府。白桃转转眼珠，咧嘴一笑：那要带什么话吗？就说罢了。顾青起身：还是我直接写张条子吧。白桃捂嘴偷笑：我去给小姐磨磨。日上三竿，雍王府后花园的围墙上跳下一个不速之客，他刚一落地，头顶冷风袭来，小六就地一个翻滚躲过。施阳，你敢偷袭！他嘴里嚷着，反手射出一柄飞刀。施阳拔地而起，纵身躲过，长剑直取小六咽喉。谁叫你不走正门？他皮笑肉不笑，咱们雍王府的守卫可不是摆着好看的，有种你把正门打开让我进啊！小六挺腰后仰，翻身掠出5丈开外。他不与施阳纠缠，拔腿就往正院奔去。拦住他！施阳收剑回鞘。四周的侍卫纷纷跳了出来。小六见状，恶狠狠回头：施阳，有本事1对1。施阳没理他，对一群下属吩咐道：兄弟们，练手的机会来了，别浪费，逮住了他，咱们晚上去卷归楼吃顿好的。我呸！小六连声咒骂：小鸡我来真的！你来啊！一阵鸡飞狗跳之后，小六被剩下几个侍卫堵在了王府正院。小六舔舔嘴角：你们几个不错，不过还是太心慈手软，要不去我们那儿练练？他一身狼狈，那几个侍卫也挂了彩，他们不为小六的话所动，谨慎地朝他靠近。小六清清嗓子：殿下！一声中气十足的大吼，几个侍卫脚下一顿，不约而同停了手。就在这时，小六往前一窜，执掌并用，飞快在这几人身上划过。待他跃回庭前，手中已经摘了一串腰牌，兵不厌诈。他嘿嘿一笑：你们输了。那几人面上一怔，摸摸自己的腰身，露出不服气的神情。怎么？小六见他们做事还要上前，抬手亮出腰牌晃了晃：刚才我若是用刀，你们一个都活不了。他没把他们的腰带扯下来，已经够给面子的了，这帮兔崽子竟然还不领情。施阳跟过来，看着垂头丧气的属下，又是好笑又是摇头：输了就是输了，你们几个表现不错，今晚咱们烤羊肉。说完，他抬头往小六身后一瞄，突然肃容：殿下！小六防备地盯住他：怎么，你也来这套？话音未落，一只手从后面搭在他肩上。小六浑身一僵，脸上嘲讽的笑容瞬间凝固。骄兵必败。凤泽的声音淡淡响起。小六猛地一震：殿下！他讨好的开口，却在下一瞬，他肩沉腰斜掠出去。
他的反应迅如闪电，然而肩上那只手却如影随形，牢牢钳制着他。小六试着摆脱了几次，徒劳无功。他终于叹了口气，停下来：“殿下，我输了。”他撇撇嘴：“我来是有正事禀报。”凤泽淡淡应了声，忽地抬手一抓一卸，小六刚刚扬起的手腕顿时软了下去，一把小巧锋利的飞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旁观的几名侍卫满眼愕然，他们谁也没料到小六竟然到了现在还不死心，敢在这样近的距离偷袭殿下。若非知道他是自己人，简直要怀疑他是不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施阳在旁叹息，绝境求生，永不放弃。他看向自己的属下，京中的太平日子还是消磨了他们的意志，看来是该好好打磨一番了。凤泽已经收了手，他转身走向正厅，过来。小六精神抖擞，哀了声，单手握住自己被卸掉的手腕，一拧一送，就将关节接了回去。殿下，昨晚隋文远已经把陆赞捞了出来，陆赞带着他的手下忙活了一晚，已经在山下找到了陈三的尸体。小六向凤泽151禀报，那份万民书现在想必已到了凤元太手中。先生派我来告诉殿下，您要的东西他会在7日后送来。说完，小六摸摸鼻子，笑眯眯道：“先生说了，后天是您大婚的日子，在那之后还要陪新娘子回门，这几日不便打扰，就等您把婚事忙完再说。”凤泽淡然道：“无妨，我要的东西也不急于一时。”小六看看他的脸色，试探着又问了句：“殿下，你觉得那顾家小姐到底如何？”凤泽面无表情看他。小六慌忙摆手：“不是我多嘴，是大伙儿都想知道，以后咱们是敬着她，还是远着她，亦或是防着她？自然是先供着她。”施阳跨进门槛：“殿下早就吩咐过，这位雍王妃若是安分守己，咱们就随便她去；若是别有用心，雍王府自有一套处置的法子，便是赐婚的皇帝也挑不出半点毛病。殿下。”王府管事跟在他后面进来，顾小姐派人送来一样东西，他呈上一个小匣子。凤泽接到手中，没有立即打开。施阳和小六眼巴巴望着，谁都没有出去的意思。凤泽抬眸扫了他们一眼，施阳轻咳一声，碰碰小六：“你正事说完了，该回去了。”小六瞪他一眼：“我这身衣裳都被你们弄破了，怎么走？”施阳、凤泽发话：“带他下去，给他换身衣裳。”施阳和小六同时沉默，他俩不情不愿地对视一眼，一把抓住处在厅中的管事，夹着他的左右胳膊，飞快走了出去。凤泽掂了掂轻巧的匣子，挑开盒盖，一方熟悉的墨蓝色锦帕映入眼帘。锦帕上附了一张字条，墨迹圆转藏锋，写了4个字：投桃报李。第36章，再遇夏明。安平坊西街迎香阁的糕点铺子外，队伍蜿蜒，将街口堵了个水泄不通。顾青带着绿瑶与白桃绕开拥挤的人群，白桃边走边耸耸鼻子，这味道是挺香的。路边有排队的人听见，搭话：“小丫头，迎香阁的梨花酥酪是京中一绝，每日只卖80碗。你闻闻这味儿，羊乳和着蜂蜜，还有梨花的清香，别处可是拿钱也买不到。”白桃朝长长的队伍望了眼，露齿一笑：“我看你前面还有那么多人，这80碗能抢到吗？这不得碰碰运气吗？”搭话的路人信心满满，排在前面的人未必都是为了买梨花酥酪，我上次就帮我老娘抢到1碗，这回肯定也能行。那就祝你马到成功。白桃冲他拱拱手，加紧几步追上自家小姐：“小姐，待会儿回去的时候，我们在这家铺子买些糕点吧。虽然排不上梨花酥酪，选些别的也不错。”顾青淡淡一笑：“好，挑些不那么甜的，带回去给我爹尝尝。他后日就要出阁，能陪父亲一时是一时。”白桃擦擦额角的薄汗：“早知道马车驶不进来，咱们就雇轿子了。小姐，你累不累？要不要歇会儿？”“没事。”顾青指着前方的巷口：“那里应该就是东林巷了。我去问问。”白桃飞快跑过去，不一会儿，他折转回来：“小姐，问过了，宋药师的家就在巷口右边第2户。”主仆3人进了东林巷，拍响第2户人家的大门。“宋药师！”白桃朝里面喊：“我们来看你了。”不一会儿，里面有人应声，一个小厮打开大门：“你们是？”“我们是宋药师的东家，宋药师在吗？”白桃问。小厮将他3人打量一番，点头：“3位稍等，我去通报一声。”他年纪虽轻，行事却很干练，很快通报回来，将顾青3人往里引：“3位请进，老爷和夫人马上出来。”白桃扑哧一声：“老爷！”平日里他们在后圃堂叫惯了宋药师，突然听到有人喊他老爷，不免觉得有趣。顾青目光微闪，他今日来探望宋药师，是因着昨日他受了伤，又担心金无畏会查到赈灾的药棚去，便给他放了假，让他在家中休养。临出门前，他听到绿瑶对车夫说出安平坊西街几个字，心中突地一动，想起这个地名曾在另一个人的嘴里提到。他们往院里走的时候，屋内的主人也迎了出来：“东家，你怎么来了？”宋药师一脸惊喜。顾青对他笑了笑：“
目光落在他扶着的妇人身上。夏侍郎，好久不见。果然如他所料，宋药师即将临盆的妻子正是他在徐府的百日宴上见过的夏明。夏侍郎虽有半月不见，夏明的气色仍然不错，只是小腹似又大了许多，步履有几分笨重。他见到顾青，眼中闪过异色，看向自家夫君，原来顾小姐就是后浦堂的东家。宋药师看看他俩，你们认识？顾青与夏明相视一笑。夏明对丈夫道：若早知你的东家是顾小姐，我那日在徐府就该当面答谢他对你的知遇之恩。宋药师满脸抱歉，东家与后浦堂的关系一向不为人所知，我才没有对你讲。顾青笑着调侃：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夫人是夏侍郎。宋药师，你的口风很紧啊。宋药师讪讪：东家莫怪，阿夏他身份敏感，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给店里带来麻烦。他作为官员家属，一旦被有心人知道他在后浦堂做事，难免会惹来一些事端。顾青知道他所言不假，不忍心再欺负老实人，便对夏明道：夏姐姐身子沉，快进屋里坐着，莫要站在外面吹风了。一行人热热闹闹进了堂屋，顾青环顾四周，只见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处处透着清雅简朴。一个小丫头过来给众人奉上清茶，她与那小厮差不多大，都是15、16岁的年纪，两人面孔透着稚气，行事却极利索。顾青端起茶轻抿一口，对夏明道：后浦堂能做到今天，多亏有宋药师帮忙。昨日他在城外因赈灾之事受了伤，不知今天可好些了。说着，他示意白桃将提来的礼盒放到桌上，这些东西是店里送给宋药师押金的。夏姐姐临盆在即，就让她在家中多歇一阵，也好陪一陪你。宋药师见了连忙摆手：东家，一点小伤而已，何必破费。顾青含笑：这些东西说是给你，其实是给夏姐姐的。他对夏明娓娓道来：我是开药行的，选别的不行，就这药材还能拿得出手。这里面的餐片是30年的老餐，可备作不时之需，另有一些黄芪桂枝之类的安神补气之物。宋药师比我更懂该如何使用。夏姐姐这一胎一定会很顺当，咱们就等着喝喜酒了。夏明将手放在腹间，温婉一笑：劳你费心了。顾青见他眼底有着些许泛青，又问：夏姐姐最近可是睡得不好？听说快临盆前，孕妇的身体会出现许多异状，整夜睡不好也是有的。夏明还未答话，就听宋药师在旁插嘴：阿夏一直惦着户部里的公务。脾气温和的青年没奈何地望着妻子摇头。夏明露出几分歉疚，这2个月要对往年的账目进行稽核备档，正是大家最忙的时候。你选的官员都不是无能之辈，放心交给他们就是。宋药师劝慰道：这几日他们不还时常向你递信吗？我看啊，等不了你坐完月子，你就得插着翅膀飞回去。他在人前难得絮叨。顾青忍俊不禁：夏姐姐，你就听他一句劝吧，我还是头一回听见宋药师讲笑话呢。宋药师和夏明脸上都是一红。夏明转开话题：顾小姐的婚期快近了吧？就在后日。顾青坦坦荡荡：可惜夏姐姐身子不方便，不然我定要给你下帖子，请你来观礼。夏明想了想，对丈夫道：阿宋，你去书房将谢先生给的那方砚台拿来。宋药师应了声，转身出去。夏明转向顾青道：那日在徐府相识，未及长谈。阿宋当年在沧州走投无路，幸得有你收留，你是他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这次你与雍王殿下大婚，我没什么厚礼可送，思来想去，只有那方砚台能够与你相配。顾青正要推辞，就听夏明又道：这方砚台是我参加会试时一位贵人所赠，贵人以他祝我好运，如今我也借他祝你与雍王平安康健，喜乐无忧。顾青见他眼中满是诚挚，心头一暖，微微欠身：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夏明点头：我初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个爽快的女子，咱们之间无需这些虚礼。再说你那民间商行记账的法子我一直惦着，还等着向你请教呢。顾青莞尔一笑：好，等夏姐姐出了月子，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37章二皇子的打算。这就是你们大费周章弄来的玩意儿。花厅里，二皇子凤元泰华服微敞，半倚在铺着软垫的祥云圈椅中，他面前的长桌上铺着一大块满是墨字与暗红指印的灰色粗布。凤元泰面露嫌弃：不是说万民书吗？我还以为有多唬人，就这么一块破布，上面能放下几个人的名字？陆赞弯腰陪笑：几个村子哪里来的万民？不过是嚷着吓人罢了。凤元泰侧目：即是小小乡里，也值得你们煞费介事的闹腾。于崇光是脑子坏掉了吗？陆赞小心咽了口唾沫：二皇子莫怪，万民书一说虽然有些夸大，但陛下寿诞将至，于将军也是担心在这当口闹出事来，有损二皇子的名声。区区贱民也值得你们大动干戈。凤元泰朝前倾身：就算这东西递到了御前，你以为光凭他就能扳倒我？他神情阴鸷：贺县绝不绝户，我不在乎。我交代给于崇光的事，若是办不好，他才要掉脑袋。陆赞额头冒汗，连声应是，
于将军在贺县为二皇子的事，日夜奔波，绝无二心。凤元泰看他一眼，你在金吾卫衙署待了有半日，有人找你问过话吗？陆赞将头垂得更低，不敢欺瞒二皇子。卑职到了衙署以后，立刻告诉他们我是于将军派来的人。他们虽然不大相信，但有卑职的手下作证，也就没有为难卑职。他们把我俩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说是要先查证一番。后来接到传话，就把我们放了，没有多问一个字。凤元泰紧紧盯着他，像是在判断他所言是真是假。过了半晌，方不屑一顾道：“金吾卫也就这点本事。”他点了点椅子扶手：“昨日除了那架马车，你还发现了哪些异常？”陆赞摇头：“卑职只是觉得马车的车辙较深，并未注意马车里面是否还装着别的东西。如今陈三的尸体已经找到，万明书也确认无疑，就算顾家的马车有什么异样，也与他再无干系。经过昨日与雍王的对峙，他深切意识到京城的水太深，他这个毫无背景之人，就算攀上于崇光的船，也随时可能成为垫背的。”凤元泰冷笑一声：“没有证据也敢跟雍王叫板，你可真是乡下来的土包子。”他指指长桌上的那块粗布：“这件事到此为止，你马上带人回贺县，跟着于崇光好好办差。若办得好了，我统统有赏。”陆赞松了口气，面上闪过一丝喜色：“谢二皇子。”“去吧。”凤元泰挥退了他，吩咐内侍陈盼叫人拿火盆来。很快，一只装满银双炭的火盆送入房中。凤元泰朝桌上抬抬下巴，陈盼会意，上前拿起那块布片，将它投入火盆。粗布写成的万民书在炭火中很快全成黑灰色一团，飘出难闻的烟气。凤元泰掩了鼻，命陈盼速速将火盆端走。陈盼向外走时，隋文远正好进来：“这是何物？”他扫了眼盆中残余的焦黑之物：“烧的什么？”“舅舅。”凤元泰起身招呼：“你今天没有上朝？”“朝中无事。”隋文远道：“我听说送万民书之人已找着了，今早在山脚下发现的。”凤元泰道：“人已经死了，陆赞在他身上找到了万民书，刚送了过来。东西在哪儿？”“烧了。”凤元泰满不在乎地指了指陈盼端着的火盆，那上面说于崇光在贺县横征暴敛，想请朝廷为他们做主。我看着没什么意思，就烧了。隋文远怔了怔，转头盯住火盆：“你就这么烧了？难不成还留着？”凤元泰不解：“舅舅不是告诉过我，绝不能将把柄留给别人。这东西虽然对咱们构不成多大的威胁，但终究是个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自然要将它毁掉。”他瞧了瞧隋文远，恍然：“舅舅是想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我都看过了，文辞粗鄙，不堪入目。说是万民书，也没几个人留下姓名，都是些庄稼汉子戳的指印。”隋文远默了默：“也罢，烧了就烧了。那个陆赞呢？我让他今日就回贺县。他一个乡下来的，留在京城不堪大用，不如派回去让于崇光使唤。”凤元泰陪着他来到窗边坐下：“舅舅来的正好，我还有一事想与舅舅商议。”“什么事？”“父皇的寿宴上，我打算用贺县的绿金石在御苑胡大义做蓬莱奇观，命太常寺的乐舞伎饰演仙人，漫舞其中。但空有乐舞伎太过寻常，我有心向寒山书院讨要一批善书绘画的学子，让他们当场献技，舅舅以为如何？”凤元泰说出自己的打算：“到时候我们再将那些诗画集结成册，放在各大书肆售卖。这样一来，做儿子的孝心与父皇的英名都会广传天下，为世人所知。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得到督办寿宴的差事，岂能仅在父皇面前露脸便罢？如今边关无大战，他亦不愿去那危险的地方出生入死，要想在世人心中树立声望，便只能从别处入手。”隋文远沉吟道：“你这法子倒是新鲜，为何不让朝廷百官吟诗作贺，而要选那些尚未出头的学子？”凤元泰傲然道：“那些当官的年年作诗都是陈词滥调，父皇早就看腻了。我就是要给那些学子机会，让他们瞻仰天颜，他们才会记住我的好。不做官的人没几个有机会见到皇帝，就算做了官，未参加殿试，不能留京之人也一生难睹天颜。他此番若能破例，就会在年轻学子心中留下他的印记，等到将来这些人踏上仕途，他们就会成为他的助力。”隋文远投去欣赏的眼神：“你能未雨绸缪，提前为将来打算，果然大有长进。不过寒山书院位列本朝3大书院之首，现任山常为人谨慎，向来不许院中学子沾染朝廷事务。这献寿之事，若是陛下发话也就罢了，如今你我出面，恐怕反而惹他生疑，不肯轻易答应。舅舅不用担心，我想过了，皇姑母的驸马谢飞白不就在书院做教习吗？他授的课正是书画之意，与山常又有师生之意。我想请舅舅替我出面游说谢飞白，让他去找书院要人。”隋文远微微皱眉：“谢飞白为人懒散，除了一手画技，再无可取之处，此人恐怕难当大任。”凤元泰得意的笑笑：“舅舅这就想差了。皇姑母比谢飞白年长3岁，又克死了2任丈夫，当初谢飞白宁肯不做官也要娶她，图的是什么？还不就是这些年的安逸享乐？
他平日没少往宫里进献书画，只要让他知道这场寿宴办好了能露脸，他会跑得比狗都快。隋文远深思片刻，那我过2日就约他见面。有劳舅舅，明日我要进宫面圣，正好向于贵妃请安。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的？寿宴之事可还要他做哪些配合？不必了，凤元太胸有成竹，舅舅叫母妃不必操心。我这些日子忙得无暇分身，不能进宫看他，请他稍安勿躁，只管等着儿子一鸣惊人就是。第38章大婚前1日1。玉祥宫内，于贵妃听了兄长的传话，悠悠叹了口气。元太也快18了，自从他出宫开府，就越发有自己的主意。我若是管得太多，反而令他生厌。他亲手端了杯香茶，送到隋文远手上。好在我有你这位兄长，能在宫外随时帮忙提点。他自从拿到寿宴的差事，就一心想要大出风头，只要不做逾矩之事，兄长就由得他去吧。隋文远眼中含了一丝忧虑，我原也是这么想的。他身为皇子，又是我的外甥，有些事我不能管得太过，以免伤了旧生感情。但这一回，我总觉着他有什么事瞒着咱们。他放下茶杯，看向于贵妃，一摇：“元太他最近可有向你说过什么？”于贵妃见兄长口气慎重，也沉思起来。没有，他轻轻摇了摇头。元太已有大半个月不曾入宫，最近一次见他，还是因为有闲之事。听到儿子的名字，隋文远的目光闪烁了几下。于贵妃久居深宫，最擅长的就是察言观色。她见隋文远面色不祥，抬袖一挥，对侍奉的宫女道：“你们下去。”待殿中再无旁人，于贵妃才开口问：“元太他干了什么？”知子莫若母，他儿子的性子既像他，又不那么像他。隋文远斟酌一阵，方道：“那几个刁奴暴毙之事，是他做的。”于贵妃怔了怔，却也没怎么吃惊，色如春花的脸上泛起一丝果真如此的冷嘲。难怪那日之后，陛下不许金兆尹再追查此事，又连着多日不曾到我宫中，原来果然是这个冤家干的好事。他心中早便有了怀疑，隋府家丁在京兆府暴毙，非一般人能够动手脚。此事最大的受益者当是雍王的敌人，他们可借此事参他一个谋害之名，但这样的伎俩太过肤浅，他实在不想承认是自己儿子所为。他真是糊涂透顶。于贵妃轻蹙柳眉，连陛下都不会轻易动雍王，他来淌这趟浑水做什么？充其量只能替隋家出口恶气，却远不及他最初的打算。若依他早先的设计，在京兆府把顾卿纵奴行凶之事抖落开来，便能大大落了雍王的脸面，哪里费得着如此大动干戈？隋文远道：“陛下一查就知道这事是元太干的，才会让人就此作罢。但元太这般莽撞行事，实在犯了陛下的忌讳。皇帝最讨厌自作聪明之人，尤其是自作聪明还捅了篓子。于贵妃虽然恨铁不成钢，但那毕竟是他儿子，他还小，行事莽撞也是难免。过2日我就说我病了，把他叫进宫里来，好好教一教他。”隋文远看着妹妹，感慨万分：“你16岁就跟了陛下，经过多少辛苦斡旋，方才赢得陛下恩宠。元太要是有你一半机敏，咱们也不用在这儿为他担惊受怕。”于贵妃听他口气中带着几分不悦，美目微动：“兄长，我在宫中消息不便，元太在外面是否还惹了别的祸事？”“这倒不曾。”隋文远道：“只是我怕他心智未稳，易被小人所惑。兄长既这么说，必定有事发生。你我是亲兄妹，不妨直言。”隋文远叹了口气：“此次贺县办差，于崇光原本走的我的路子，但他最近与元太越走越近，许多消息都是先递给元太，再转到我手里。”于贵妃沉吟道：“于崇光是急功近利了些，不过你是元太的亲舅舅，于崇光再怎么糊涂，也做不出有害你的事，就怕元太被他糊弄，轻信了他的阿谀奉承。等此事办完，你寻个由头把于崇光打发了就是。”于贵妃安抚道：“元太若有不懂事的地方，妹妹在此替他向兄长道歉。再过些日子，一定要他亲自摆酒向兄长赔罪。咱们是血脉至亲，哪有什么赔不赔罪的？”隋文远摆摆手：“不过你是得好好提醒他，别老是盯着雍王不放。雍王是个疯子，就算陛下再不喜欢，咱们敲敲边鼓也就是了，不到关键时候，绝不能把自己陷进去。”于贵妃略带嘲讽地挑了下眉毛：“我明白。听说那个疯子明日就要娶妻了，我还真想祝他花好月圆，子孙满堂。”说完，他轻快又愉悦地笑了起来。同一时刻，顾府，绿瑶小姐人呢？白桃抱着熨好的喜服进屋，快请小姐来试试，看还有没有要改的地方。绿瑶将桌上的笔墨纸砚一一收拾干净，小姐出去了。啊，什么时候出去的？怎么不带上咱们？绿瑶看看她手中沉甸甸的喜服，难得抿了一丝笑。小姐说试了一上午的钗环首饰，她头有些晕，要出去店里转转。这天都要下雨了，她去那儿干嘛呀？白桃嘟着嘴，把喜服展开，挂在衣架子上。要是老爷知道了，又会不高兴。就是趁老爷不在才出去的。绿瑶想起顾青出门前的抱怨，语气里带着同情。小姐说明日成亲就得闹哄哄一天，
今日且容他清静一会儿，老爷下衙之前，他就会回来。白桃走到妆台边，把琳琅满目的首饰放进盒子，跟绿瑶小声嘀咕：“他们说新人成亲前都会紧张，你说小姐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躲出去的？”他手上收拾的动作蓦地一停，他该不会不想成亲了吧？绿瑶又好气又好笑：“瞎说什么呢？”白桃鼓鼓腮帮：“我也不想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见小姐紧张过？”绿瑶没奈何的叹口气：“你呀，别胡思乱想，小姐没那么脆弱。”我想也是。白桃点点头：“小姐去过那么多地方，什么大场面没见识过，成个亲而已。雍王殿下又不吃人，我们都不紧张，他有什么好怕的？”绿瑶对他时不时冒出的惊人之语早已习惯，闻言只是默默摇了摇头，低头继续干手里的活。后圃堂后院药香袅袅的小楼里，顾青端着托盘，独自一人上了楼。这栋小楼是为收藏药材所建，2楼4周建有一圈围廊，平日可在廊下奋捡晾晒药材，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坐在栏杆旁品茗观景。今天的天气不算好，与城外那日有几分相似，阴沉沉的，只是没有风。顾青将托盘里的茶具放在廊下的小茶桌上，升起炉子。午后的园子格外宁静，楼下花木葱茏，见或有鸟从枝头掠过。茶汤出沸，一股白雾蒸腾而起。顾青往里面撒了些调味香料，待茶色浓郁，这才舀出一碗。时下喝茶，全凭各家喜好，既有煮茶法，又有冲泡法。今天他在家里写坏了几幅字，索性便来了后圃堂，独占小楼，为自己煮茶喝。顾青捧着茶碗，轻啜一口，虽然还是更喜欢清水泡的茶，但这辛辣浓郁的味道，在阴沉的天气里，却能驱散四肢的寒意。他拈起从府中带来的点心，府里的厨娘在他出生前就在顾府干活，做的羊肉酥饼总是把馅料填得足足的，鼓囊囊的饼皮一戳就破，咬一口人人喊香。他小时候每次只吃得下小半个，惹得厨娘老是背地里骂大夫，顿顿都让小姐喝药。那么小的肚子，哪里还装得下别的吃食？顾青看着手里的酥饼，微微笑起来。他一直没告诉厨娘，那段日子他见不得荤腥，但为了让自己有力气好起来，他总是硬把食物塞下肚子，都没能好好尝一尝他们的味道。第39章大婚前1日。2. 卷归楼的格子雅间里，凤泽与谢飞白相对坐。谢飞白打开一个精美的盒子，从里面拨出少许茶叶，投入壶中。这是今春新出的雀舌，隋文远连着请帖一并送来的。他口气轻快，往壶中倒入滚水，1两却折值千金。他为了见我真是不惜血本。凤泽淡淡一瞥：“你驸马的身份不值钱。”谢飞白悠悠看他一眼，这话从何说起？凤泽翘起嘴角：“京中谁不知道你剧内？当年还有人编过打油诗，殿试墨中探花郎，探花莫娶公主妻，花开花落中有树，青竹巷里谢郎气。”谢飞白俊雅的脸上难得一红，他用力拍拍桌子：“你听谁说的？纯属无稽之谈。”这首诗出来的时候，凤泽还在北边的封地，那时他才多大？15、16，小小年纪怎么老爱打听人家夫妻间的事？话说回来，这首打油诗刚流传没2日，就被长公主府压了下去，足可证明长公主对他的爱惜。凤泽不与他争辩，给自己倒了杯茶水。隋文远如果不图你驸马的身份，就是冲着你与寒山书院的关系而来。谢飞白眼中带笑，戏谑之意溢于言表。那我回头就要告诉山长，我一小小的挂名教书先生，深得户部尚书厚爱，以后谁也不能说我贪图享乐，全无是处。你若想气死山长，尽管告诉他去。那可不见得。谢飞白袖手笑道：“山长近些年对我和颜悦色多了，倒是你，若是让他见着，恐怕会再拿戒尺揍你一顿。”凤泽端起茶杯，吹了吹杯中的热气：“你是山长最得意的学生，你说的话，他就算面上不听，心里也会掂量几分。”隋文远这次大概是想打寒山书院的主意。寒山书院都是些还未入仕的学子，除此之外就是满院藏书。谢飞白道：“他想要做的不外乎著书立传和收买人心，无论他想为谁立威，都会惹来皇帝猜忌。凤泽一针见血，除非第一个受益的人是皇帝。”谢飞白会心一笑，所以他是为了寿宴。听说他今日进宫见了于贵妃，隋家这2兄妹为了给凤元泰铺路，真是煞费苦心。不要小瞧宫里的女人，他们手里掌握的秘密，可能比你我都多。可惜再怎么用心良苦，也抵不过儿子有自己的主意。谢飞白从袖中抽出一纸密函交给凤泽：“我们的人在贺县发现了这个。”薄薄的麻纸上绘了一份简单的地图，地图旁用悬竹的暗文写了几行字。凤泽看完，目光锐利：“人心不足蛇吞象，凤元泰的胆子未免太大。”谢飞白微微一笑：“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这消息来得很及时。你那天要我做的东西，我已着手开始准备，现在只需稍加改动，就能让凤元泰和隋文远再也翻不了身。凤泽将密函交还给他。隋文远老谋深算，如果他知道凤元泰想做什么，一定会全力阻止。谢飞白道：“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了人手，不会让隋文远发现贺县的秘密。还有隋文远的政敌凤泽提醒，他们一直等着隋文远犯错。于崇光这次在江州的表现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不能让他们顺藤摸瓜找下去。好，我回去就让人盯着他们。谢飞白拍拍手，说完正事，你该回府了。他突然着急催促，凤泽轻飘飘看他一眼。谢飞白笑道：明日是你大喜之日，还不回去好好准备？他举起茶杯，我先以茶代酒，祝你和顾小姐两相得宜，莫成怨侣。凤泽抚了抚杯言：你这祝福倒也别致。谢飞白哈哈大笑，自古多情空余恨，你无心，他无情，你俩若能相敬如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凤泽轻轻抬眼，这么明显？谢飞白探过身子，拍拍他的肩膀：我是过来人，你们之间有没有情谊，一眼便知。你就不担心他真的别有所图？谢飞白笑起来：堂堂雍王殿下，如果连个小姑娘都招架不住，我还是趁早另谋高就算了。他伸了个懒腰，起身：今天答应了要给长公主画4季剑，我先走一步。他风度翩翩跨出房门，忽听身后凤泽扬声：你的千金雀舌。谢飞白脚下一顿，慢慢折回来，将那盒茶叶揣入衣袖，多谢。说完，他施施然走了出去。凤泽靠在窗前，望着长公主府的马车渐行渐远。天阴欲雨，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有人胳膊底下夹着伞。凤泽将目光转向不远处的一座庭院，院中无人，院中有小楼。他的视线从小楼上方漫不经心地掠过，随后停住。女子穿了身嫩黄的袄裙，像初开的迎春花一般舒展地靠在栏杆上。今天是他们大婚的前1日，凤泽没想到还能看见顾青。他一手搭在栏杆外，一手曲肘支在栏杆上，手里捏着一样吃食，正小口小口送进嘴里。这是他第一次见他吃东西的样子，很闲散，很专心，像一只埋头啄食的黄雀，没了往日的警觉和机敏。他吃完东西，用手绢擦了手，又从身旁取出一碗茶，捧在手心慢慢啜饮。凤泽看了看手里已经凉透的茶杯，随手放下。殿下，师阳在屋外轻唤。进来。凤泽道。师阳大步走进屋内，正好看到凤泽从窗边离开。殿下。师阳下意识地朝那边探了探头。凤泽面无表情。何事？礼部派了礼官过来。师阳道：他们说明日殿下大婚，要将迎亲的规程再给殿下讲解一遍。凤泽不咸不淡瞥了他一眼，只来了雍王府。师阳疑惑地啊了声，很快反应过来，顾大人自己就是礼部的官员，顾小姐那边应当不用咱们操心。凤泽嗤笑一声，的确不用。瞧那样子，半点没有出嫁前的不安，他的新婚礼仪一定学得不错。风吹过，带入清凉的雨丝。顾青放下茶碗，咽足地长舒了一口气，耳边淅淅沥沥，犹如蚕食桑叶。雨水溅在栏杆上，顾青收起茶具，拎了裙摆，躲回屋里。最近雨水真多。师阳抱怨，明日若还是下雨，殿下迎亲的路可不好走。凤泽不答，他翻身上马，目光落处，是别在马鞍后的一把竹伞，伞柄上刻着一枚草叶的图案。他抽下竹伞，递给师阳，拿去还给后铺堂。师阳怔了怔，现在正好下着雨，他们又没带伞具，为什么要还伞？凤泽把伞丢给他，现在。说完，打马而去。第40章大婚衣。这场春雨下了一夜，雍王府与顾府也分别有人担心了一夜。师阳担心的是，殿下骑马迎亲会不会淋成落汤鸡？顾文敏担心的是，女儿乘坐的彩车会不会陷进泥里？两人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看，雨停了，暖阳破云而出。顾青睡得迷迷糊糊，被白桃叫醒，他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叫他不要慌。本朝习俗，迎亲是在傍晚，他有一整个白天来拾掇自己。吃过早饭，他去父亲那里坐了一阵，这一回顾文敏没有再与他絮叨。陪爹下一盘棋吧。顾文敏道。自从顾青9岁那年，顾文敏在棋盘上多次输给女儿后，父女俩就再也没有下过棋。不用让我。顾文敏兴致勃勃摆开棋盘，10多年了，我就不信我的棋艺没有半点长进。他执起黑棋，抢先落子。顾青抿唇一笑，若是我赢了，可有彩头？顾文敏头也不抬，你说要什么，爹就给什么。顾青嫣然一笑，一言为定。这场棋从早饭后一直下到正午。白桃在外面来回望了好几趟，踢踢脚下的石板。再不吃饭，饭厅里的菜都要凉了。一粒白子落在空当，绞杀最后一片黑棋。顾文敏沉默良久，爹输了。他摸摸汗下胡须，说吧，你想要什么彩头？女儿还没想好。顾青拖着下巴，将灭掉的黑棋一粒粒捡进棋盒，反正爹已经答应了，等我想好了再说。好好，多依你。顾文敏捶捶酸胀的老腰，走吧走吧，去吃饭。父女俩一道用过午饭，顾青看着父亲眼底的轻盈，好说歹说把他劝回房间休息。
顾家在京里没几个亲朋，顾文敏与同僚关系平平，客人们只会在傍晚迎亲时过来，因此大半个下午顾清都过得十分清闲。直到暮色将至，天边布满灿烂云霞，顾府上下这才进入手忙脚乱的时刻。顾清梳妆完毕，换上钗殿礼服，层层叠叠的碧色如水波一般倾泻于地。他端坐房中，双手交合膝上，面容整肃。顾府请来的梳妆娘子见了，按道这位顾家小姐果然不凡，不愧是要嫁进王府的人。白桃在一旁偷偷对绿瑶挤眼睛，他们家小姐一定在发呆。顾清盯着裙子上的纹路，神游天际。不知到了哪个时辰，外面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鼓乐声。来了来了！屋里的人一下子慌乱起来。白桃将一把遮脸的团扇塞进顾清手里。院外人声喧哗，大概没人敢过于刁难雍王。不久之后，有人开始念催妆诗。皇室身份尊贵，每逢婚曲，催妆诗多由别人代唱。顾清仔细听了听，果然不是凤泽的声音。几首催妆诗念罢，众人开始起哄，催着心腹出闺房。不管这些观里的人是真心祝福，还是纯为应付，不少人依旧翘首以盼，不愿错过心腹出阁的一刻。房门无声洞开，顾清举着团扇，在侍女们的簇拥下，款款步出房门。在赞者的唱礼声中，顾清缓缓步下台阶，长长的裙摆如花一般在脚边绽放。宾客中有好事之人，高声喊了句“娉婷杨柳腰”，一步一声连。话音未落，这人猛地想起在场的新郎是谁，赶紧捂嘴。顾清无暇理会周围的声音，礼服的裙摆很长，他得小心脚下，不能将自己绊倒。他手里的团扇挡住面颊，隔绝了众人好奇的目光。他们只见新娘背脊挺直，姿态端庄，与传言中那个病歪歪的痴狂女子判若两人。顾清透过轻薄的扇面看到前方隐隐绰绰的人影，人群之中当先一人身形颀长，穿着同样繁复的礼衣。顾清看不清他的面容，却能猜到这个人就是他的新郎雍王凤泽。凤泽望着眼前步步走近的女子，夕阳的余晖落在她的裙摆，金线绣成的缠枝纹路熠熠生辉。他朝顾清伸手，顾清停下脚步，他装作矜持的微微低头，从团扇下方看去，眼前的这只手掌心朝上，骨节微凸，五指修长。顾清想了想，左手依旧握住团扇，挡在自己脸前，右手从扇柄撤下，落在朝他伸出的那只手中。嫩白的指尖被握住，顾清本能僵了下，又放松身体。他好像听到凤泽轻笑了声，带着熟悉的嘲讽。好在对方没说什么，只是牵着他来到顾文敏身前。顾文敏红着眼，双唇微颤，不能自已。顾清朝他盈盈一拜，柔声开口：“爹，女儿要的彩头已经想好了。”他笑了笑，轻声道：“唯愿我爹长命百岁，福寿安康。”说完，他暗中捏了捏凤泽的手掌。凤泽看他一眼，手中微微发力，带他起身。两人转身走向大门，身后依稀响起哽咽的声音。凤泽亲自将顾清送上彩车。虽然从头到尾他脸上都不带什么喜色，但这依礼而行的举止还是惹来不少人交头接耳。我看雍王对这桩婚事好像也没那么排斥，圣旨都下了，还能怎样？好歹是娶了个心仪他的女子，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你们别说，自林家那位落水去了以后，我看雍王倒是平和了许多。嗨，再怎么心高气傲，也强不过顶上那位。嘘，不想活了？什么都敢说。众人窃窃私语中，华丽的彩车载着新娘行往雍王府。与此同时，雍王在顾府的一举一动也被人记下来，递进宫中。皇帝收到消息时，正在后宫的宁川殿里用晚膳。宁川殿住着大皇子凤元和的母妃明贵妃。明贵妃与于贵妃一样，都是皇帝还是皇子时期纳的侧妃。明贵妃比于贵妃年长几岁，相貌端丽，举止恭谨。皇帝听罢内侍的转述，没说什么，挥手让人退下。明贵妃安静为他布菜，未曾多言。皇帝夹起一柱清炒银牙，没有放进嘴里，看着筷间若有所思，一晃也有好些年了。明贵妃望向他，不解其意：“陛下春秋鼎盛，何出此言？”皇帝摇摇头，示意明贵妃坐下来与他一道进食。明贵妃出身书香门第，一向恪守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正默默吃菜，忽听皇帝道：“你与元和多久没见了？”明贵妃咽下嘴里的食物，放下银筷：“正月里还见过，也有2个月了。”皇帝注视着他，朕知道深宫寂寞，你闲来无事的时候，可唤元和进宫，多陪你坐坐，母子俩才不会生疏。明贵妃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垂下眼帘。元和早已开府，平日又在工部办差，哪能老是让他进宫里来？他顿了顿，又道：“皇子的举动代表皇家的尊严，他年纪还小，臣妾不想让他恃宠而骄，忘了本分。他的年纪不小了，朕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已经生下了他。”皇帝淡然道：“元和22岁了，你这个做母妃的，对他的婚事也该上点心。若有好人家的女儿，不拘是谁，尽管告诉朕
朕为他指婚。明贵妃赶紧站起来，朝皇帝盈盈拜下，臣妾替元和谢陛下隆恩。只是元和整日泡在工部的宫房里，臣妾也不知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待他下次入宫，臣妾一定好好问问。这儿女婚事，总要求个让他心仪的才好。你记着朕的话就是。皇帝伸手虚扶一把，起来吧。明贵妃缓缓起身，重新落座。二皇子也快18了，陛下不妨问问于贵妃，看他是否已有中意的二皇子妃人选。皇帝笑笑，他挑剔得很，你就不用为他操心了。明贵妃低下头，臣妾多嘴。你呀，处处小心，也不嫌累得慌。明贵妃正色，行不可违，礼不可废。陛下为天下人之君，正因陛下对臣妾心怀怜惜，臣妾更不可任性妄为，随意糊弄。他言语坚决，神情郑重。皇帝凝视了他好一阵，方慢慢笑了笑，拍拍他的手背，后日就让元和进宫吧，朕也有好久没见过他了。第41章大婚。外面的天色暗了下来，雍王府里红烛高燃，四下通明，亮如白昼。到了却膳的时候，凤泽总算没再让他人代劳，他当着众人吟出阙善诗，低沉的嗓音微带倦懒，仿佛北风划过沙砾，幽泉暗涌相击，无端便拨得人心弦一震。顾青在膳后微微垂眸，诗中写的是良辰美景花好月圆，在凤泽口中却多了几分刀锋凛冽的味道，也不知他是有意为之，还是天性使然。一诗吟罢，旁观宾客竞相喝彩，顾青回神，他暗自吸了一口气，在起哄声中将团扇缓缓移开。灯烛映照下，心腹面色微红，是众人眼中最为娇羞的模样。凤泽与顾青对视一眼，凤泽挑了挑唇，顾青含笑以对，两人无声相望。宾客中有人打趣：雍王英姿俊朗，不减当年，难怪新娘子看呆了。这声不知从何处传出，顾青怔了怔，随即发现凤泽今日的打扮的确与往日大有不同。以往他每次见他总是一身冷肃，今日他穿了身绛红绣金喜服，一沿绣摆饰以玄色暗纹滚边，头戴金冠，腰系锦带，衬得人如玉树，俊挺华贵。这样的装扮恐怕此生只能得见一回。顾青眼中带笑，将他认真打量一番。凤泽黑眸微沉，瞥向礼部派来的赞者，赞者心中一凛，赶紧大声畅礼。昨日他来府中与雍王讲述归程，接连挨了好几道冷眼，早就打定主意，今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待到将新人送入洞房，赞者长吁了口气，还好雍王只成一次亲，要是多来几次，打死他也不会再接这个差事。顾青入了新房，凤泽回前院继续招待宾客。房中闲杂人等皆已退去，顾青坐在床边，揉了揉酸疼的脖子。白桃端着热水进来，小姐，洗个手，擦擦汗吧。顾青摸了摸头顶的凤冠，先替我把头上的东西卸了，我要洗脸。凤冠沉甸甸的，压得他脑仁疼。白桃放下水盆，小姐，殿下还没回房呢。这身装扮花费了好几个时辰，就这样卸了，实在可惜。无妨。顾青伸手，殿下不在意这些。他俩又不是第一回见面，彼此长什么样心中有数。方才去扇的时候也没见凤泽有惊艳的反应，可见自己这张脸在他看来并无稀奇。在他的催促下，白桃替他取下发饰，重新梳顺了长发，挽了个简单的发髻。顾青洗去华丽的妆容，觉得整个人清爽了不少。绿瑶端着一盘点心从外面进来，是王府的管家让小厨房送来的。他说王妃若是饿了，就先吃些垫垫肚子。顾青在桌边坐下，盘中的点心用红艳艳的花枝染成，精巧雅致，甚是可爱。顾青尝了一口，太甜了。他放下点心，白桃，有茶吗？有。白桃早已摸清了房中的布局，从窗边的茶案上捧了茶具过来，壶里泡了茶，还是暖的。顾青点点头。雍王府的人还算尽心，可见凤泽并不打算苛待他。他慢慢喝了口茶，冲去口中的甜腻。点心不合他胃口，茶还不错。你们先下去歇会儿。他对白桃和绿瑶道，今天忙了一整天，你们也累坏了，有需要的时候我再叫你们。白桃和绿瑶互相看了一眼。顾青笑笑，一会儿殿下就该过来了，你们现在不走，待会儿也得走。白桃还没反应过来，绿瑶已经听懂他的暗示。一向沉稳的姑娘难得红了脸，她拉住白桃的胳膊，将她拎了出去。白桃的声音依稀从外面传来，哎，等一下，我还没问小姐，叫王妃。绿瑶纠正，哦，我还想问王妃要不要先备饭呢。白桃说，你带我去小厨房看看有些什么。小丫头的声音渐渐飘远。顾青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窗外庭院深深，长廊里挂着璀璨的琉璃宫灯，光影交织，一眼望不到边。远处传来鼎沸人声，觥筹交错，宾客欢迎。这样的热闹因他而起，却又离他很远。不知凤泽现在是何模样？顾青试图想象他在酒宴上与人周旋的样子，想了半天，徒劳无功。
总不会真有不长眼的敢灌他酒吧。他靠着窗框悄声笑了笑，笑罢抬眼，却见庭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人，绣金红袍，卓然而立。顾青扶住窗沿，他安静了一阵，扬声道：“殿下不进来吗？”凤泽深望他一眼，举步朝房门走来。顾青将双手拢进袖中，捏住自己的指尖。待凤泽进到屋内，一眼就看到顾青立在房中，对他露出矜持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凤泽没有说话，他反手掩上房门，慢慢走到桌前。桌上放着一盘点心，只动了一块。点心旁边有一套茶具，除此之外，桌子正中还有2只精巧的酒杯，酒杯下方以红结相连，杯中有酒。顾青跟着他的视线望向酒杯，他顿了顿，走过去。凤泽见他伸手去拿酒杯，眉眼微沉：“这是合卺酒。”“我知道。”顾青冲他盈盈一笑。成亲的最后一道仪式，夫妻双方交杯共饮合卺酒，方告礼成。顾青将2只酒杯拿在手中，问凤泽：“殿下不想与我共饮这酒吗？”他脸上透出几分疑惑。凤泽在椅子上坐下，双手环抱于胸，静静注视着他。眼前的女子仍然穿着繁重的礼服，身材纤瘦，弱不胜衣。她脸上厚重的妆容已经洗去，露出光洁白皙的脸颊，先前却霎时的陌生感荡然无存。凤泽动了动手指：“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他说：“管家明日会将王府的忌讳告诉你们，你和你的丫鬟平日可以自由出入，但是出去之前必须让府里的人知晓。”顾青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殿下不与我同住？”凤泽勾了勾唇角：“我以为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顾青目光闪了闪：“殿下说过，因为身体的原因不会碰我，但是住在一起又有何妨？”他面上露出几分幽怨：“若叫人知道我刚成婚就被弃之偏院，岂不让人笑话？最重要的是，不与凤泽同吃同住，他又如何拉近与他的关系？”凤泽看看他：“你会怕人笑话？”“怎么不会？”顾青理直气壮：“我是殿下明媒正娶的妻子，是堂堂正正的雍王妃，除非我犯了大错，否则殿下不能如此欺我。”“欺你？”凤泽的口气意味深长：“是谁苦求陛下赐婚？是谁说他一见钟情？又是谁宁愿不要夫妻之实，也一定要上我的船？”他缓缓笑了笑，朝后靠在椅背上，语声低幽：“是谁欺了谁？顾青，你想过没有？”第42章洞房花烛夜1。凤泽的陈述是事实，顾青心中难得有了一丝抱歉。从头至尾的确是他在强求，不过这样的心思绝对不能让凤泽知道。他垂下双眼：“我多次相助殿下，还差点被奸人所害，殿下就这么不讲情面吗？”就算他与凤泽没有男女之情，2人相识月余，又共同经历过一些事情，总该生出几分朋友之意。他轻轻叹了口气：“殿下心中莫非还惦着林小姐，或者还有别的家人？若是如此，我能理解殿下为何不肯与我亲近。”凤泽歪歪脑袋，继续。顾青递他一眼，他沉默片刻，将酒杯放回桌上，转身在桌子对面坐下。“殿下莫要激我。”他不冷不热道：“我也不是非要与殿下共处一室，但我如今嫁入王府，身边的丫鬟总是瞒不过的，殿下要我如何向他们解释？”“你这么聪明，还找不出理由？”“我不想身边的人为我担心。”顾青道：“无论是不受殿下喜爱，还是殿下身体有恙，都会让他们心生不安。尤其是他的父亲，若让顾文敏知道自己的女儿嫁过来，第一天就跟雍王分房而居，恐怕得一口老血喷出来。既然担心，为何要嫁？”凤泽淡然：“不是你做的每个决定都能皆大欢喜，我以为你明白这个道理。”他给过他好几次机会，在明知他别有所图的时候。顾青眨眨眼，如果他告诉他自己嫁给他是为了获取花骨的秘密，他会坦然告知，还是无情拒绝？这样的念头在心中一闪即逝。他与他非但没有熟悉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反而有越行越远的迹象。明明那日在城门口，他和凤泽相处的还不错。顾青忽然好奇：殿下娶我，是因为圣命难违，还是觉得我这样一个弱者无足轻重？正如他对林秀佳一般，明知对方心存执拗，在劝阻无效之后，索性放任他一意孤行。可是那天他也曾向顾青释放善意，令他有过一瞬间的触动。那个职工从马车旁经过的凤泽，在大雨中为他牵马的凤泽，这些身影重叠在一起，一点也不像京中人人熟知的雍王。顾青曾经去过很南边的地方，那里曾受南蛮侵扰，长期不得安宁。直到凤泽率军南下，平定南蛮之乱，这才还了当地百姓一方平安。有人偷偷为凤泽建了生祠，香火不断。顾青听他们提起过凤泽的事迹，却很难将那些与如今的凤泽联系起来。他在京中看到的是一个高傲、冷漠、说话也不怎么好听的凤泽，而不是那个救民于水火、心怀慈悲的雍王。殿下真是薄情。顾青摇头笑道。他拿起一只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酒液入喉，辛辣凛冽。顾青皱了皱眉，他极少饮酒，
更不喜欢这么烈的酒，但只要他愿意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那日徐承志借林小姐之手想要害我，殿下曾答应过会对我做出补偿。他笑眯眯道：“我现在想好要什么了。”他晃晃杯子，又饮了一口酒。以后每3日，殿下要和我一起吃一顿饭，不拘早晚，不拘地点，殿下可答应？这个要求半点也不过分。既然不能将凤泽逼得太紧，顾青只好以退为进，徐徐图之。凤泽盯着他深深看了眼，顾青眼尾泛着薄薄红晕，白皙的脸颊多了几分润泽，眼眸亮如晨星。他似乎有了些许醉意，单手撑颊，偏头回望凤泽：“你的丫鬟在哪儿？”凤泽问。顾青想了想：“我把他们支走了。今晚是洞房花烛夜，他早就猜到没那么好过，只是没想到凤泽一来就要与他划清界限。殿下真的不行吗？”他淡淡问了句，也不知他问的是一起吃饭不行，还是谁的什么不行。凤泽看着他眼中似笑非笑的戏谑，多多少少看明白一点，顾青的酒量是真的不行。殿下那天答应过我的。顾青慢悠悠道：“雍王殿下一诺千金，总不能言而无信。”他翘着嘴角，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凤泽眸色沉冷：“好。”他突然应声，反倒让顾青微微一愣：“殿下答应每3日与我一同吃饭。”他再次确认。凤泽面色平静：“对。”顾青笑容满面，他放下酒杯，走去附近的书架找来纸笔，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若非他的脚步有些虚浮，凤泽实在要怀疑他刚才的醉意是假的。可要真是假的，也干不出立字为证这一套。顾青卷起衣袖，在桌上铺开白纸，研了墨，提笔刷刷写下几行字。末了，他将笔递给凤泽，请殿下签字画押。凤泽沉默一阵，接过笔。顾青看着他在纸上写下姓名，想了想，转头左右四顾，像是还想找什么东西。凤泽眸色一沉：“我亲笔写的字还不够作为凭证。”顾青振振有词：“我们做买卖的人，契书上都要按下双方手印才能作数，万一你耍赖怎么办？”凤泽将那张纸拿起来，折好，放入怀中。不必按手印了。凤泽道：“我答应你的事，不会反悔。”说完，他起身走出房去。顾青唉了声，往前赶了一步，又身子一晃，靠在桌边。既然不会反悔，倒是把契约留下。他低下头，揉了揉额角，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不胜酒力是真，装疯卖傻也是真，虚虚实实，兵不厌诈。没过多久，白桃走进来，他见顾青倚在桌前，撑着额头，担心地问：“小姐，我听殿下说你喝醉了。”顾青轻应一声，抬手示意扶我去床上靠会儿。白桃赶紧将他扶过去：“替我叫水，我要沐浴。”白桃一边帮他脱掉外面的里衣，一边小声问：“小姐，哦不，王妃，沐浴之后要叫殿下过来吗？”他年纪虽小，不太懂床子之事，但这夫妻俩的新婚之夜要睡一块儿还是知道的。顾青半眯着眼睛，轻轻摇头：“不用，我太困了，让我好好睡一觉。如果殿下过来，你就请他去别处歇着。”白桃张了张嘴，见顾青一副困倦不堪的模样，又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看小姐这样子，今晚是没法圆房了。不过殿下要是真的过来，他拦得住吗？白桃暗暗为自己打气，拦不住也得拦，天大的事情也没有让小姐安心睡一觉来得重要。忠心的小丫头在这里踌躇满志，却没想到一整晚都再没见到雍王的身影。第43章洞房花烛夜2。一轮圆月高悬于空。凤泽回到雍王府的主院，人未进屋，便有一股辛苦的味道扑面而来。师阳正在屋外候着：“殿下，黄大夫已把药送来了。”凤泽点了点头，跨入门槛。卧房侧室内放着一只半人高的硕大木桶，桶中装着黑乎乎的药汁，离得越近，辛苦的味道越重，令人几欲作呕。凤泽面不改色，脱去外袍与里衣，紧着一条贴身长裤跨入木桶。在他身体进入药汁的一瞬间，熟悉的疼痛将他包裹，皮肤上仿佛爬满蛀虫，无数细而密的利齿慢慢啃噬着他，尖锐的疼痛深入骨缝，如同凌迟一般，一寸一寸切割着他的躯体。凤泽仰头靠在桶沿，闭上眼睛。这样的疼痛他已生受过47回，加上今晚这次，一共48回。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用药鱼压制蛊虫时，只熬了2个时辰就晕死过去，而现在他已经可以清醒地从夜晚待到天明。银色的月光铺满屋檐，仿佛一层细雪落在山巅。黄大夫拎着一只竹篮，从外面慢慢踱进院子。师阳抱着剑，安静地守在廊下。自从凤泽能够在药浴时保持清醒，他俩就再也不会守在房内。黄大夫曾私下告诉师阳，我们这样干看着又能如何？不如让他独自待着，强忍也罢，发泄也好，至少他不想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当作不知道。既然谁都不能代替凤泽承受这种痛苦，那么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留下喘息的空间。在每一个这样的夜晚，凤泽不需要面对任何人的关心和担忧，
他只需要专心与自己作战。殿下的身体就是一个容器，黄大夫说，我们所用的药材没有一个不是剧毒之物，它们与殿下体内的蛊虫相互克制，一旦遇上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绞杀。每到了这个时候，不管身体要承受多大的折磨，凤泽都必须将这场战斗坚持下去。一旦他泄了那口气，药物和蛊虫的毒素就会侵蚀他的神智，不但这次治疗徒劳无功，之后的治疗也会更加艰难。我们谁也帮不了他。黄大夫说，只能靠他自己挺过去。这一挺就挺了4年。黄大夫来到施阳身边，抬头看天，今晚月色不错。他从竹篮里取出2碗粥和2碟小菜，来吃点东西，今晚还得熬一宿。施阳拒绝，没胃口。殿下还在屋里受苦，他们这些做下属的在外面吃吃喝喝，成什么样子？黄大夫自顾自将碗碟摆在长椅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心思太重，光担心有什么用，把自己的身板养结实，随时能够指哪儿打哪儿才是正理。他夹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慢慢嚼了几下，味道不错，不比今晚的喜宴差。施阳问，您老从哪儿弄的？听这口气不像是府里厨子做的。黄大夫喝了口粥，老夫在王妃的小厨房拿的。施阳愣了下，您老要是饿了，叫人给你现做就是，去王妃那边做什么？黄大夫瞪他一眼，你当我老不休吗？他气哼哼道，还不是你家殿下，到了要狱的时辰还不回来，我不得去找吗？这一去才知道凤泽已经走了。黄大夫正要离开，忽然闻到一股食物的香气。他年纪大了，晚上经不住饿，喜宴上又是些大鱼大肉，他没吃多少，当下就觉得饥肠辘辘，索性进小厨房去看了眼。顾青身边那个年纪较长的侍女正好在里面看着火，黄大夫一问才知道是给王妃准备的宵夜。没一会儿就见年纪小的那个过来，说王妃已经歇下了。黄大夫这才厚着老脸找他们分了些吃食。施阳听完面色复杂，黄老，以后别这样了，殿下给王妃单独辟出一个院子，就是为了互不打扰。黄大夫大半夜的跑去人家院子讨食，不知道的还当他们王府多苛待人呢。黄大夫慢条斯理吃着菜，我又没打算常去。这道芥菜炒蛋不错，芥菜鲜甜，鸡蛋滑嫩，赶明儿他得让王府的厨子去学几招，不能每次做饭都搞得重油重口。府里可不只有那些青壮大小伙子，还有他这样的老人，还有娇滴滴的姑娘家呢。年纪大了的黄大夫一人吃完2碗粥2碟菜，摸着肚皮心满意足。还没来得及抹嘴，一个黑色的身影如风筝一般从房顶飘落，被黄大夫瞧个正着。黄大夫乍然一惊，打了个嗝儿。院中伏在暗处的侍卫跟着跳出，刀已出鞘，却被施阳叫住。自己人。施阳迎上前。黄大夫看清那人长相，脸上一喜，小花大夫。他3步并作2步，抢在施阳前面跑到那人跟前，一把握住他的胳膊，你可算来了。他将人上下打量几眼，见他一身风尘仆仆，赶紧道，走走走，先回房歇着去，这大半夜的怎么也不找个地方住下，赶什么路啊？对了，你吃了没？要不我让厨房给你准备些吃的。他一通嘘寒问暖，来人面上透出几分不自在，转头问施阳，殿下还在要狱？是，还早着呢。黄大夫凑过去，就算你要为他诊治，也得等到明天。来人面无表情点点头。他身材削瘦，面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脸上的轮廓还未变得完全硬朗，一双眸子暗沉沉的，看着不大容易亲近的样子。黄大夫与施阳等人早已习惯他的沉默寡言。黄大夫热情地拖着人往外走。你的房间还在我隔壁，天天有人打扫，被褥床单都是新换的。咱们先去厨房找些吃的，吃完以后你好好睡一觉，等明天起来再见殿下不迟。我想先看脉案。那人说，好啊好。黄大夫如同哄孩子一般，这半年的脉案我都好好存着，就等着你来看。别着急，咱们回去边看边说。他一路絮絮叨叨将人带了出去。这一晚，雍王府中有人酣睡，有人清醒，有人彻夜不寐，有人殚精竭虑，仿佛转眼之间玉兔西坠，金乌东升。一只山雀越过枝头，跳上黑色的瓦脊。主院里紧闭了一整晚的房门终于从里面打开。第44章新婚一大早。阳光洒满庭院，凤泽披着外袍站在门内，微微眯了眯眼。施阳见到他如释重负，马上命人进屋换水。趁着凤泽还未沐浴的空档，施阳向他禀报，殿下，花南天来了。他话里的喜悦溢于言表。凤泽看向他，什么时候？昨晚。施阳说，黄老和他看了大半夜的脉案，这会儿黄老还在睡着，小花大夫一早就出去了。他出去做什么？凤泽问。施阳握拳抵住唇角，轻咳一声，好像是去买贺礼。贺礼？凤泽挑眉。施阳点点头，忍住嘴边笑意。小花大夫听说昨日是殿下成婚的日子，就向府里的人打听了这边送礼的习俗，
饭也没吃就出了门。凤泽听了好笑，随他去吧。下人们送来干净的沐浴用水，施阳侧身让过，跟在凤泽身边，满是欣慰。我看小花大夫为人处事越发有长进，要不这回让他在京里多待一阵。凤泽看他一眼，如果治不好我，他待一辈子也没用，总比不知下落要好。施阳见自己的想法被看穿，索性直言不讳：殿下，你可以置生死于度外，但我们做属下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踏上死路。花南天行踪飘忽，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送信过来，但仍然不能让人放心。这世道并没有想象中太平，随便来个天灾人祸，就会让一个人消失得无声无息。施阳，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让黄老在外面开医馆？凤泽勾唇：你们对我尽忠，视我为主，凡事以我为先，但对一个大夫来说，我只是他所有病人中的一个。可是你为这天下牺牲了那么多。施阳心有不平：你错了。凤泽淡淡道：为帅者理应为天下计，我的选择从来出自本心，既不受人胁迫，也不胁迫别人。要说牺牲，那些死去的人比你我更有资格说这两个字。施阳惭愧低头：是，属下明白。凤泽递他一眼：下去吧，如果花南天回来了，让他吃完饭再来见我。施阳应声出门。雍王府的新房内四下无声，顾清安卧帐中迟迟不见起身。白桃坐在屋外的台阶上，两手托腮发着呆。绿瑶靠在一旁擦拭他的软边。哎，白桃叹了口气：你说殿下一整夜没过来，是不是在生王妃的气？新婚之夜被灌醉的往往都是新郎，新娘子喝醉了这种事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别瞎操心。绿瑶道：王妃睡得熟，可见不是什么大事。如果真闹得不欢而散，他家小姐不会这么淡定。白桃嘟囔着：都到这个时辰了，一个没起床，一个也不出现，就算不用拜见公婆，也不能这样随意吧。他是没见过别的新婚夫妻如何相处，但就听来的坊间八卦，还有话本子上说的那些，难道不应该是庄爸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潜入时无吗？刚把这句诗念出口，就听窗边扑哧一声笑。顾青站在窗里懒懒看着他俩，眉眼艳足。我家小白桃会吟诗了呢，又偷看了哪个画本子？白桃脸上一红，噌的跳起来，才不是画本子，是全唐诗。顾青轻轻鼓掌：不错不错，开始一心向学了。白桃咬咬唇：我去给王妃打水洗脸。说完一溜烟地跑不见了。顾青倚着窗开怀笑起来。待他笑罢，绿瑶走进屋：王妃，殿下还没过来。顾青闻言摸了摸自己的脸：绿瑶，一会儿等白桃回来，我有事情跟你们说。他与凤泽别院而居之事瞒不过今日，与其让身边的侍女胡思乱想，不如他亲口给他们一个解释。洗漱完毕，顾青拉着两人坐下。我想好了。他正色道：我现在还不想与殿下同房。什么？白桃脱口而出：不同房。绿瑶脸上也难掩惊讶之色。王妃，你不是喜欢殿下吗？白桃不解：谁说喜欢就要跟他睡一块儿？顾青扬起眉梢，慢吞吞道：我昨晚忽然发现，我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睡。可是人家成了婚的夫妻都要睡在一起的。白桃道。顾青果断摇头：谁说都会睡在一块儿？你没听说有人睡相不好，有人喜欢打鼾，他们都是跟妻子分开睡的。白桃想了想：没听说过。那是因为你还没成亲。顾青以一副过来人的样子点点他的额头：等你成亲了，就知道这天下无奇不有，什么样的夫妻都可能存在。所以王妃的意思是，你要和殿下分居？一直不吭声的绿瑶总结陈词。顾青一拍手：对，这才成婚第一天，殿下怎么可能同意？白桃忧心忡忡。顾青顿了顿：晚些时候我自会与他商议，你们不用担心，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昨晚就和凤泽达成了共识，否则白桃也就罢了，绿瑶心思甚密，一定不会相信这是自己提出的要求。毕竟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忍受在新婚之夜就被妻子嫌弃。小姐打算怎么跟殿下说？一听顾青不打算跟凤泽同房，白桃立马改了称呼：殿下真的会同意吗？难怪殿下从昨晚到今早都不见人影，说不定是小姐醉酒以后向他透露了什么。顾青提醒他：白桃，以后还是要叫我王妃，记住了吗？他和凤泽成了亲，不管两人是否有夫妻之实，在人前绝不能露出马脚。白桃捂住嘴：记住了。顾青这才道：我这身子你们都知道，也就这几年才恢复了许多。我会告诉殿下，我平日夜里多梦，容易惊醒，刚到雍王府还有些不适应，请他容我缓一段日子，同房之事以后再说。白桃觉得有理，附和着：小姐的确容易睡不好。顾青又说：如果殿下答应了，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尤其不能让我爹知道。他可不想让他爹拎着棒子冲到雍王府来。白桃连连嗯了几声，绿瑶也轻轻点头。顾青长舒一口气，就这么说定了。白桃，去小厨房弄些好吃的，我饿了。
第45章，祝你们圆房。这是什么？雍王府主院的西厢房内，两个一模一样的雕花木盒摆在凤泽面前。他打开其中一只盒子，看见里面的东西，似笑非笑。一大早出门就是为了去迎香阁排队。盒子里装着一只饮清葵口瓷碗，碗中盛着乳白色的酥酪，犹如玉雪凝脂一般，上面还缀了几瓣新鲜梨花。迎香阁曾花大价钱请人为他题诗曰：“蜜雪莹如玉，月寒凝香清。”这句诗如今就刻在凤泽手边的木盒上。听说迎香阁的梨花酥酪是金中一绝，怎么你也喜欢？凤泽问送来盒子的人。花南天语气平平，听说你成亲了，这是贺礼。凤泽轻笑一声，拿京城的东西送我，你们花谷是找不出更好的礼物了吗？我昨晚才知道你成了亲。花南天说，听说女子都好甜食。凤泽从盒中取出瓷碗，所以这是给王妃的。你们圆房了吗？花南天答非所问。凤泽看他一眼，不打算。为什么？花南天道，你身上的蛊毒并不影响房事，却会死人。凤泽冷淡开口，他不会当场毙命，只是逐渐衰弱罢了。花南天说，这个办法能够帮你释放一部分蛊毒，你就不用压制的那么辛苦。凤泽嗤然冷笑，花南天，若我愿意用这个法子活着，何必等到成亲？花南天沉默了一下，他是皇帝指定的人，也许并不无辜，那又如何？凤泽道，如果因为怀疑就要随便定罪，当年我不会救你花谷31条人命，但他有可能对你不利。花南天皱眉，等真的到了那一天，再杀也不迟。凤泽端起那碗梨花酥酪闻了闻，这里面加了什么？花南天目光微闪，如果他跟你圆房，吃了这些能够多撑一些时日。凤泽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花南天，你已经21岁了。花南天面露不解，你籍贯之时我是怎么说的？凤泽放下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要走的路，你不能带别人走。花南天坚持，我是你的大夫。对，你是我的大夫。凤泽说，所以你只管用心治我就行，至于我身边的其他人，你别打主意。花南天面无表情，眼神却很执拗，我习的是鬼道，鬼道也是医道。凤泽打开另外一盒梨花酥酪，医者的目的是救人，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花南天抿唇不语。凤泽拍拍食盒，迎香阁的队伍不好排，别告诉我你2盒都放了东西。花南天沉默一阵，你可以自己闻。凤泽挑唇笑了笑，他拍拍花南天的肩膀，伸手将那个食盒拨到自己面前。黄老一直在等你，记得去找他。打发走了花南天，凤泽面上的笑容这才慢慢隐去。他看着面前这碗梨花酥酪，想起被他丢在另一个院子里的人。他叫来侍卫，王妃那边有什么动静？侍卫回禀，没有异常。王妃早起的时候让她的丫鬟在小厨房里做了饭，后来又在院子里散了会儿步，这会儿大概在等着吃午饭。虽然这样说有点奇怪，但事实如此。他们新来的王妃在院子里待得无比安分，甚至有些自得其乐。凤泽把那碗加了药的梨花酥酪递过去，有毒，处理掉。是。侍卫小心翼翼捧着碗出门。殿下，有人来报，王妃求见。凤泽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问他什么事。王妃说，殿下昨晚从他房中带走了一样东西，他想来看看还在不在。传话之人竭力按下心头的好奇。凤泽朝卧房的方向望了眼，今早下人来收拾衣服时，因着他昨晚换下的是喜服，特地问了声，才让他想起随手带回来的那张契约。带他去花厅。凤泽道，顾青这趟过来一个侍女都没带，他安安静静坐在花厅的椅子上，腰挺背直，神态从容。他不会武功，听不见周遭的声息，但他相信暗中一定有人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因为好奇还是防备。他昨晚睡得很好，所以不介意摆出这副端庄的姿态让人品评。约等了一盏茶的功夫，凤泽跨进门来。不等凤泽开口，顾青便道，我无意纠缠殿下，只是今早刚刚告诉我身边的侍女，我打算与殿下分房而睡，此趟过来只想与殿下坐上半刻，让他们以为殿下已同意我的要求，我就马上回去。他的解释合情合理。凤泽走到他面前，将手里的纸抖开，让他看了眼，又收回去。顾青失笑，殿下何必如此紧张？我相信殿下不会骗我。凤泽淡淡开口，我是怕这张纸流落出去，被人当作闺房之乐，拿你取笑。契约上分别写有2人的名字，顾青本就因为对凤泽大胆示爱而惹人注目，若真的不小心让人看到这份契约，恐怕又会编排出不少故事。殿下心细，实在让我感激不尽。顾青笑应，想看契约不过是求见凤泽的托辞，昨晚他们还有一些事没说清楚，他得抓紧机会找凤泽确认。以后我想见殿下的话，殿下会不会躲着我？他直截了当发问。凤泽的回答同样直接，我很忙，后圃堂的事务也不少。顾青轻笑，旋即正色，我不是那种痴缠的女子，
殿下可以放心，我不会随时随地缠着你。凤泽略偏过头，如果有事，先找师阳。顾青眨眨眼，好，反正每3日他们都会见上一面，不用担心会彻底生疏了去。还有什么想问？凤泽见他若有所思，负手问道。我日后行走在外，王府中的人可会将我像雍王妃一样看待？顾青抬起头，朝凤泽身后空旷的庭院扫了眼。凤泽明白他的意思，你是雍王妃，只要不做出背离雍王府的事，你会一直都是。顾青暗中松了口气，这个简单，他是来求要的，不是来求死的，当然不会与凤泽作对。我那个院子有侍女、厨娘、杂役，共12人，这些人我都可以使唤。顾青问，如果他们犯了错，我也有权处置。凤泽掀了掀唇，看来你已心中有数。顾青回以一笑，今后要在王府安家，自然要清点妥当。凤泽道，雍王府向来有功必赏，有错必罚，院子里的人都是拨给你用的，谁有不轨之心，以军法论处。顾青点头，我明白了。凤泽这话既是让他宽心，也是对他的告诫，他可以对王府里的人有赏有罚，同样的，他带来的人也必须遵从王府的规矩。殿下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顾青看了看角落里的漏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说，殿下明日愿与我一道回门吗？第46章以毒攻毒。成亲第3日是新妇回门的期，凤泽是王爷，他若是执意不陪妻子同行，顾青也奈何不了他，就怕顾文敏认为女儿受了委屈，又要愁眉不展。为什么不去？凤泽似乎觉得他的问题很可笑，刚才已经说过，你就是雍王妃，雍王妃该有的待遇，他不会让他有亏。顾青原本准备了好几个理由来宽父亲的心，听了凤泽的话，不由莞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凤泽见他眼中含笑，微微一审，可要再立字据？顾青忍不住笑出声，不了，此处无笔墨，我相信殿下不会诓我。他趁着气氛不错，见好就收，起身朝凤泽行了一礼，时辰已到，就此拜别。等等！凤泽叫住他。顾青不解抬头，就见空荡荡的花厅外突然走进一名侍卫。凤泽从侍卫手中拿来一个食盒，递给顾青。顾青怔了怔，梨花酥酪。凤泽说别人送的贺礼。顾青失笑，很别致。他上次去探望宋大夫的时候，带着白桃与绿瑶路过安平坊西街，迎香阁外人山人海，差点把3人挤散。从此他就打消了让人去买梨花酥酪的心思，没成想今日竟然能够不劳而获。多谢殿下。他接过食盒告辞。雍王府东院，黄大夫蹲在药圃里，徒手拔去新生的杂草。花南天在他身旁蹲下来，殿下的嗅觉更灵敏了。怎么发现的？黄大夫把杂草扔进竹篓。花南天闭嘴不言。黄大夫笑着瞅他一眼，你又有什么被他闻到了？花南天没有笑，他体内的蛊毒进得越深，五感就会越灵敏，这不是好事。黄大夫搓搓手上的泥，所以才要靠我们啊。他转转僵硬的脖子，这半年的脉案你已经看过了，殿下的脉象阳逆上亢，阴不至阳，外表看来虽无异状，内里却积损的厉害。我有建议，他用阴阳交合之法。花南天低声道。黄大夫面上一滞，他偏头咳嗽2声，殿下不会答应。花南天垂眼，从袖中摸出一个青玉瓷瓶，他体内的蛊毒不能再只靠药浴压制，这里面有10粒药丸，每10日让他服用1粒，100日内可保蛊虫不会苏醒。说完，又掏出一张药方，这上面是配药的方子，黄大夫可以根据我的用药，调整为殿下滋补身体的药方。黄大夫接过药方，边看边皱眉，龙须藤、钩纹草，还有附幽花，这毒性会不会太重了些？他仔细掂量，小花大夫，这方子是否还能减量？他的年纪足以当花南天的爷爷，但他待花南天却极为客气。这不光是因为花南天出自花蛊，花蛊是一个在医者当中流传了数百年的神秘所在。花蛊的人皆以花为姓，他们从小在花蛊长大，从牙牙学语时起便开始修习医术，待到成年后，他们会离开花蛊，游历世间。这些人遵行只做良医，不为良相的规矩，从不涉足官场，便是黄大夫在宫中任职多年，太医署也从未进过一个花蛊的人。直到4年前，花南天在凤泽濒死之际将他从阎王手中夺回，黄大夫这才真正见识到花蛊中人的厉害。黄大夫一向对自己的医术颇为自傲，但花南天在他眼中堪比100年难遇的天才。4年前的花南天未满18，寡言少语，不爱搭理人，但就是这么一个性格阴郁的少年，在凤泽昏迷不醒的紧急关头，力排众议，断然采取以毒攻毒之法将他救回。这番魄力非常人能及，黄大夫也是在那时才明白凤泽过去为何会对花南天另眼相看。花南天在用毒上颇有天分，所学医术偏于诡道，黄大夫历经世事，对此并无偏见。在他看来，只要能治病救人，正道也好，诡道也罢，不过是方法不同，
终究殊途同归。在医治凤泽的这几年里，黄大夫与花南天时常探讨医术，逐渐成了忘年交。花南天面对他的疑问，难得耐心解释，殿下每月靠药浴吸纳的毒素越来越少，说明蛊虫已经习惯并且正在向外排斥毒素，如果不能将它重新压制，一旦产生反噬，殿下会立刻丧命。他的目光灰暗了几分，这些药丸虽然会让他痛苦，但至少能让人活着。黄大夫叹息，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花南天沉默了一阵，徐徐开口，这半年我在西南找到一个治蛊的蛊方。黄大夫两眼一亮，可能对症？还不清楚。花南天有一说一，蛊方里提到的药材十分罕见，我手上还缺一味没有找到，无法配齐。叫什么名字？黄大夫精神振奋，雍王府这么多人，大家一起找。花南天点头，我此次来京城，除了送药，就是想着这里的药源可能比别处多。黄大夫赞许点头，没错，天子脚下最不缺的就是稀罕物。对了，咱们殿下新娶的王妃就是药行的东家，你不知道吧？花南天奇怪，她不是官家小姐？黄大夫捻须轻笑，既是官家小姐，也做药行生意，京中最大的厚朴堂就是她的私产。花南天沉吟，我在西南也见过厚朴堂的分店。这就对了。黄大夫说，我就说这姑娘行事利落，不是扭捏的性子。她店里有个药师也不错，可惜老夫一直没空回她。花南天低下头，掐掉药草上爬过的虫子，这个药方就算配齐，也可能毫无用处。黄大夫，你不怕失望吗？怎么不怕？黄大夫斩钉截铁，可是再怕，咱们行医的人也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难道小花大夫，你找不到药方，就不打算回来了？花南天扯扯嘴角，我也不是只为了给殿下找药。黄大夫撑着腿站起来，扭扭老腰，老夫在善堂也忙得很。他与花南天一个负责为凤泽调理，一个为凤泽治蛊，余下的时候各有各的忙处。黄大夫伸展腰身，你这趟进京打算待多久？明早就走。花南天说，有个病人生了剧毒，我给他留了半个月的药，得回去看下他的情况。黄大夫面露遗憾，我那药堂最近出了几例奇症，本想好好与你说道说道。我最近都会待在秦州。花南天把地址告诉他，你可以给我写信。好好好。黄大夫高兴地拍腿，等我们找到你说的药材，也立马让人送去。第47章，顾老爹火眼金睛。回门之日，雍王府的马车浩浩荡荡将新人送到顾府，随着新人一同送到的，还有一台又一台沉甸甸的回门礼。姑爷陪心腹回门，协礼是惯例，但礼物太丰厚，别家或许会觉得面上有光，顾家的老丈人可不这么想。顾文敏趁着凤泽去更衣的空当，拉着女儿问，他怎么又送这么多东西？他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上次送的是聘礼也就算了，这次回门礼又弄一大堆箱子，他女儿又带不走。顾青掩嘴笑，回礼越重，越显得女儿金贵不是？顾文敏轻呸，你以为外面那些人看着只有羡慕没有嫉妒？女儿大婚当日就有不少同僚皮笑肉不笑地向她道贺，话里话外无不暗示她找了个好女婿，只是这好女婿如今不比当年，也不知能不能好好待她女儿。顾文敏一想到那些人的嘴脸就晦气。他在官场上是没什么作为，但也是堂堂正正考科举得的官，在任上不说兢兢业业，也从没出过差错。顾青安抚他们嫉妒他们的，反正实惠都在咱们手上，他们一个铜板也得不着。你呀，小心树大招风。顾文敏提醒女儿，过去你在家里想做什么都行，哪怕一掷千金我也不管你，但你现在是雍王妃，一言一行都有许多人盯着，千万不可大意。爹，你放心，殿下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我们。顾青道，这桩婚事毕竟是陛下所赐，我越风光，陛下就越满意。顾文敏叹了口气，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个，我宁愿你们是一对平平常常的小夫妻，想笑就笑，想闹就闹，而不是随时随地都要做给别人看。我可没有做样子。顾青不认，你看我的气色是不是比在家里的时候还要好？顾文敏看看他，是挺不错，看来吃得好，睡得也好。顾青含笑点头。顾文敏又道，你出嫁之前替我整理过书房的书单，这2日我仔细对了下，有一套一语本集和2册大意书意，始终没能找到。正好你回来，赶紧替我找一找。顾青瞄了眼厅外，现在？顾文敏沉脸，一刻见不到他就舍不得吗？顾青果断回答，自然。顾文敏揉揉心口，你这丫头，别以为当了王妃我就使唤不动你，快去。顾青盈盈一笑，好，现在就去。他临出门前又回头，爹，待会儿殿下回来，你一个人和他待在一起，真的不要紧。顾文敏恼羞成怒，你爹我也是和他同过朝的。他气呼呼地抱着茶喝，直到凤泽回来，顾文敏心里更是堵得慌。他撩起眼皮看了凤泽一眼，凤泽敏锐地发现他的态度与刚进门时有所不同。凤泽理了理衣袖，岳父有话想说。顾文敏放下茶碗，
他清了清嗓子，我让阿青替我找东西去了。你我翁婿难得一见，我记得殿下来那征那日，曾让阿青带你赏过园中的景致。今日闲来无事，不如我再引你逛一逛。凤泽望着他，微微一笑，好，请岳父带路。两个人没带侍从，沿着凤泽上次走过的路，穿过花墙和假山，再次来到池边回廊。池中养着七彩锦鲤，还有几只乌龟从水中探头，脑袋露在水面上，小嘴一张一合。顾文明指着那几只乌龟，原本从寺里求来是想养着祈福的，没想到都是些贪吃的家伙，这些年被阿青捞上过许多回。他还记得养得最久的一只是12年前抱回来的，那时不过巴掌大，如今已有面盆大小。阿青那时还不能到处走动，每日午后就会坐在这里看书晒太阳，再捞一捞乌龟。每次他往池中撒一把饵料，那些乌龟就会乖乖围过来，再用长杆网兜一捞，一次能捞2、3只。顾青把乌龟捞上来，还要把他们说教一通，讲一番知足不辱的道理，再给他们喂一顿肉丝，这才放人家回去。顾文敏想起女儿当时的模样，瘦瘦小小一只，梳着双压髻，头发没什么光泽，只有一双眼睛十分明亮。在他对乌龟讲学的时候，尤其神采飞扬。前面就是他的院子。顾文敏带着凤泽走出回廊，来到一座小巧的庭院。他见凤泽在院外止步，摇摇头：“你们是夫妻，这院子没什么可避讳的。”说完，推开院门，领着凤泽进去。这是他的书房，每日有大半时间都待在这里。顾文敏道：“阿青小时候手腕无力，每次习字都比别人更费功夫，经常一练就是2、3个时辰。”凤泽的目光落在整洁的书案上，他的字写得不错。他见过他归还手帕时写的条子，还有新婚夜那份契约，字体圆转藏锋，浑静内敛，只在末尾勾笔挑出尖锋，露出那么一丝字意。顾文敏听到他的赞许，满意的笑笑，那是自然。凤泽走到书架旁，这里的书放满了2面墙，上至经史子集，下到随笔杂记，无一不含。书架旁的小桌上散放着还没收拾的书本，凤泽低头看了眼封面，画楼多情双飞燕，在他下面还压着一本，露出半截名字，思春闺。顾文明走过来，他除了习字就爱看看书。凤泽侧身挡住小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山川图影》，他还看地质。是啊，自从他身子好些以后，就跟着商行去外地开拓商路，各地的风土人情都得提前了解。顾文敏道：“阿青说他对你提过厚朴堂的事，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私产，他在这上面很有天赋，我见他喜欢，就从没打算拦着他。”他这话有几分言外之意。凤泽与他对视一眼，他的私产由他全权做主。顾文敏面露欣慰：“殿下通情达理，我替阿青多谢了。”凤泽道：“岳父不必客气，他寄入了雍王府，我就不会苛待他。”顾文敏沉吟一阵，不知你们私下如何称呼？这话很有些唐突，哪怕他身为岳父，打听这样的事情仍然显得怪异。凤泽翻看图影的手微微一顿。顾文敏认真看向他：“殿下，我是过来人。”他怎会看不出这对夫妻客气有余，亲密不足？第48章，赋曰天明池。天明池畔，波光潋滟，风和日丽。驸马谢飞白端坐高台，包衣博带，俊雅出尘。隋文远虽不大瞧得上他的品性，但面对这副皮相的时候，仍不得不感慨一句：哪怕过了整整22年，谢飞白仍是探花郎中当之无愧的第1名。曾经的探花郎早已褪去当年的青涩，如今的谢飞白脸上挂着柔和的笑，说出口的话却圆滑至极。多谢隋尚书赏识，只是谢某在书院只是挂了个名，平日隔3差5才去上一回，在山长面前实在没有多少情面客套。隋文远笑笑：“驸马过谦，京中谁不知你书画双绝，一副墨宝千金难求。老山常将你聘在书院，正是看中你的才华，用心良苦啊。千金又如何？”谢飞白摇头：“卖弄技艺罢了，哪里比得过尚书大人为国为民，呕心沥血。”隋文远亲手为他倒上一杯酒：“驸马何必妄自菲薄，我不过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而已。我倒是羡慕驸马能够逍遥自在，纵情山水，不为外物所扰，都是虚名。”谢飞白尝了一口酒，面露亚色：“这是御贡的江南春？”隋文远点头。谢飞白感叹：“这酒我只在宫宴上尝过一回，就连长公主府里也没有。驸马只是缺些路子而已。”隋文远笑盈盈道：“我在江南有几个孝顺门生，他们每逢遇见什么有趣之物，总爱给我捎上一些。其实我哪里用得了那许多，还不如分给有缘之人，一同共享。”谢飞白羡慕：“不瞒隋尚书，我虽为驸马，享受朝廷实益，但真要论起来，处处都不及你。驸马何出此言？”隋文远问。谢飞白慢慢品着酒，但笑不语。隋文远道：“我此次请驸马帮忙，也并非无的放矢。寒山书院虽为我朝书院之首，但众多学子倘若整日只知埋头书本，不问世事，不理俗物，岂不成了一无是处的读书虫？又怎能指望他们将来成为国之栋梁，小圣明之德，
解天下之忧。谢飞白放下酒杯，随尚书真知灼见，实乃万民之福。隋文远摆摆手，我不过是有感而发罢了。如今天下太平，陛下春秋鼎盛，未来大有可期。寒山书院若能将陛下的丰功伟业集结成册，不但能够起到教诲世人的作用，书院之名也将随陛下传扬四海，彪炳千秋。山长他老人家一向固执，谢飞白沉吟道：“我会试着跟他说说看，若是山长不答应，隋尚书千万不要责怪谢某。”隋文远哈哈一笑，谁不知道驸马是老山长的得意门生，你在他面前说上一句，比我们说上10句100句都更管用。谢飞白苦笑，万不可这样说，谢某一直愧对恩师栽培，实在不敢惹他老人家生气。隋文远劝慰，驸马用情至深，不惜为长公主自断前程，此事旁人或许不解，我那妹妹却是在陛下面前称赞过你好几回。谢飞白面带疑惑，于贵妃？是啊，隋文远道，他说长公主命运多舛，此生能够遇见驸马这样的良人，是长公主之幸，也是皇家之福。谢飞白乃然，于贵妃过誉了，有情之人最为天下贵也。隋文远道，你与长公主琴瑟和鸣，不知羡煞京中多少男女。我还记得景德30年，探花郎打马游街，一路上被扔了不少珠花手帕、绫罗彩绢，整条街堆得满满当当，那番奇景，隋某此生再未得见。谢飞白举杯挡住脸，隋尚书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年少之事，休得再提。隋文远笑道，驸马风采不减当年，值得一夸。来，喝酒。两人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宴席过后，隋文远将半醉的谢飞白亲自送上马车，嘱咐长公主府的随从好好照顾你家驸马。眼看马车远去，隋文远的心腹凑到近前，大人，这事交给他能行吗？隋文远哼笑一声，你以为他自诩潇洒，以情圣自居，就真舍得放下官场的名利？他若放得下，今日就不会来见我。心腹道，可是他做了驸马，本就与官场无缘，就算这事做成了，他也当不了官。隋文远不屑，做不了官又如何？谢飞白这个人不傻，他只要能讨好陛下，从陛下那里得到的好处不会比做驸马少。要是没有大人给他的这个梯子，他也登不上青云殿。心腹适时奉承，大人，若此事成了，长公主那边是不是也就成了咱们的人？隋文远横他一眼，瞎说什么？长公主那脾气你忘了？驸马是驸马，他是他，谢飞白的话他听不进去。你们以后给我放亮眼睛，别去招惹长公主府的人。是是。心腹应声不迭。长公主府的马车行到半路，一缕清风拂过脸颊，谢飞白睁开眼睛，他面上微醺，一双温润的眼里却毫无醉意。马车的角落里多出一人，正是小六。谢飞白对小六道，告诉殿下，隋文远想让寒山书院调出30学子，在皇帝的寿宴上吟咏作画，歌功颂德。小六问，先生打算怎么做？自然是答应他。谢飞白笑了笑，不过得先拖几日，不能让他觉得这事很容易办到。先生有把握说服书院山长？总要一试，寿宴上到的人越多，才会越热闹。谢飞白抖抖自己的衣袖，寒山书院闭世多年，名气再大，也有些日薄西山的气象。这次正好借这个机会，让那些崽子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世道。他们一个个以为自己读多了史籍，熟背了先哲所想，就真的知道江山兴亡，百姓荣苦是什么样子，这怎么可能？小六一脸同情，要不我先请黄大夫给山长配些解郁安神的药。山长年纪大了，恐怕经不起您这么折腾。谢飞白笑嗔，你既然这么闲，不如现在就去给殿下报信。小六摇头，殿下今日陪王妃回门，这会儿应该还在顾府。他们做玄竹的最擅长察言观色，殿下既然答应陪王妃回门，一定会将该有的礼仪做足。隋文远这事不急，若他冒冒失失跑去找殿下汇报公务，殿下理不理他是一回事，被师阳嘲笑没眼色是肯定的。谢飞白笑起来，那你自己找地方待着吧，我这儿也没空留你。他提起袖子，闻了闻身上沾染的酒气，吩咐外面的随从先回青竹巷。第49章试探。我不在的时候，我爹与殿下都聊了些什么？回程路上，顾青忍不住发问。他去父亲的院子替他找书，一不留神，父亲就带着凤泽去了他的书房。他的书房没什么秘密，但乍一看到凤泽竟然在那儿，顾青就有些心情复杂。他悠悠将目光投向父亲。顾文敏看到他找过来，赶紧招呼凤泽往外走，快50了吧，我们去饭厅。出了院门，顾文敏对女儿道，阿青，我让厨房做了你喜欢的春笋烧肉，还有鲈鱼块，中午一定要多吃些。这般讨好的语气差点把顾青气笑。在那之后，顾文敏仿佛刻意似的陪着凤泽吃饭喝茶下棋看画，就是没给顾青单独相处的机会。只在夫妻二人打道回府前，语重心长地对他俩道，你们好好的，我就放心了。顾青琢磨了一路父亲今日的反应，实在有些不放心。父亲不知道他的打算，想来不会在凤泽面前泄露什么，
但他们一定聊了些和他有关的事情。凤泽听到顾青的询问，抬了抬眼，没什么，随意聊了些旧事。顾青问：我小时候的？他父亲有这样的习惯，对着熟人总爱唠叨两句。凤泽道：听说你小时候喜欢当夫子，任乌龟做学生。顾青不假思索：父亲记错了。凤泽不料他否认的这么干脆，他还说你刚学字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听来写进10缸水就能成为大家的典故，叫人在院子里摆了整整10个大缸，是要将缸里的水全部用完，才肯让人搬走。他的父亲没奈何，只得让人在半夜将缸里的水偷偷舀掉，只是没过几日就被顾青发现。年仅5岁的顾青不哭不闹，只默默回房写了100个永字，这才出来对顾文敏说：我原谅你了。顾文敏从那时起就知道自己的女儿太过早慧，遇事不像别家的小孩那样撒泼打滚，他会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待处理以后再将结果告诉别人。这样的孩子既叫人省心，又叫人操心。今日在书房里，顾文敏对凤泽说：你们一回来，我就知道殿下你还没有真正接受这桩婚事。他突然朝凤泽郑重地行了一礼：我知道这桩婚事对殿下而言是强人所难，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埋怨阿青。她嫁入雍王府，我比任何人都要不放心。我有想过她或许会受到殿下冷遇，但我相信以殿下的品性，还不至于会苛刻她。所以我希望有朝一日，倘若殿下认为你与阿青真的不合适，请让我带她回家。因为这番话，凤泽第一次正视这位平庸的官员。他印象中的顾文敏风评一般，行事不恭不过，为人恭谨，不善言谈。虽然他在皇帝赐婚那晚敢于反驳皇帝的意见，但这还不足以让人扭转对他的评价。与他的女儿比起来，这个父亲更显得普通寻常，没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直到此时，凤泽才发现顾青与他的父亲一样，身上都有一些执拗之处。他们对于真正想要的东西，都会不顾一切去争取，哪怕形同螳臂当车。顾文敏最在意的是他的女儿，那么顾青最在意的又是什么？他不惜自己的名声，不怕受到冷遇，坚持要嫁入王府。他最想得到什么？这答案肯定不是他。顾青听凤泽提起他幼年的糗事，动手抚了抚裙带。我爹总爱跟人絮叨陈年旧事，想必殿下已听得烦了。这倒没有。凤泽评价岳父为人坦诚，胸无城府，京中少见。顾青怀疑地看他一眼，殿下莫不是在偷偷骂我？凤泽淡然：我要骂人，何须偷偷？顾青扬唇：我还从未见过殿下骂人。他也无需真骂就能把人怄个半死。马车在雍王府停下，施阳后在王府门前见两人下车迎上来：殿下。凤泽见他脸上神情，微点了下头，回正院再说。顾青在王府中路的垂花门处与他俩分道而行，没走几步就见绿瑶守在那里。他今日回门，特意将白桃和绿瑶都留在王府，让他们主持院中诸事。见到绿瑶，顾青很是高兴，今天我不在，一切可顺利。他就是想看看自己不在的时候，院子里的人是否像凤泽说的那样，都能安分守己，听从调遣。绿瑶点头，各司其职，都很规矩。顾青满意，辛苦你们了。白桃呢？一向咋咋呼呼的小丫头没有第一时间赶过来，着实有些让人意外。绿瑶面色古怪，她在招待客人。客人？顾青奇道：我刚嫁进雍王府，能有什么客人？王妃回去一见就知。绿瑶难得卖了个关子。顾青的疑惑在进院后得到了答案。黄大夫？顾青喜道：您老怎么过来了？他与黄大夫只在城外赈灾的医棚打过一次照面，在那以后便再未见过。他有心拜见这位医术高明的老先生，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如今看到这位老先生竟然亲自上门，顾青受宠若惊。黄大夫见了他，放下手里的点心，抹抹嘴：老夫黄记，见过王妃。黄老不用多礼。顾青索性不急着进屋，在院中的石凳上陪着黄大夫坐下。黄大夫指了指桌上的点心：这是那个小丫头给王妃做的点心，老夫嘴馋，讨了2个尝尝，王妃不介意吧？顾青一笑：这个茯苓饼口味清甜，又有健脾和胃的功效，黄老若是喜欢，我叫白桃再给你准备1盒，带回去当宵夜吃。那怎么好意思？黄大夫摆摆手：王妃盛情难却，老夫就舔着脸先拿1盒。顾青忍俊不禁，道了声好，又问：黄大夫过来是找我有事？黄大夫喝了口茶润喉：老夫最近在找一味药材，已去四处问过，都没有找到。厚朴堂也没有？顾青问。是啊，老夫知道厚朴堂是王妃的产业，也是京中最大的药行，可惜也没有听说过那味药材。那黄大夫想让我做些什么？我听说王妃在外地也开了不少分店，与许多药市商人也有往来，想请王妃帮忙打听一下，谁家如果能给出那味药材，老夫愿出重金收购。黄大夫道。顾青想了想，这没问题。不知黄大夫想找的药材叫什么名字？千丝百味柳。黄大夫说，这个药材是古方上记载的名字，恐怕极为少见。我知道了。顾青道：
我明日就让人将消息传去外面的分店，让他们留意这位药材。黄大夫拱手，多谢王妃，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尽快拿到消息。说到古方，我也有一味稀有药材，想找人打听。顾青试探道：黄大夫可听说过三叶珠果？第50章，北狄异变。黄大夫凝神思索半晌，这名字老夫竟从未听过。顾青失望过太多次，闻言也不气馁。黄大夫日后若有这药的线索，还请不吝告知。黄大夫问：这药可有什么特征？有何功效？主治合并。顾青道：三叶珠果是一种树，生于南方，10年成树，10年生果，形如红枣，据说有滋养脏腑、起死回生的功效。黄大夫抚了抚汗下的山羊胡须，能称得上起死回生的都是灵药，不过也可能是民间妄传，老夫回去查查医书，看看有无记载。多谢黄老。顾青道：我手下的药行曾多方打听，证实了这药的确存在，只是它太过稀有，所以很少有人得见。黄大夫点点头：世间之大，无奇不有。王妃找这药是想做什么？顾青笑笑：年初有位客人重金悬赏，以1年为期，让我们帮忙寻此药材。我是开药行的，店里的药材越齐全越好，三叶珠果如此珍贵，自然想要找来见识见识。黄大夫深以为然，换了是我，也想看看它是否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若我找到了，一定请黄大夫一起品鉴。对了，黄大夫又问：你店里那位药师不知师出何门？我尝过他熬的药汤，配料极简，功效却十足，是从未见过的方子。顾青目光微动，含笑：黄老也觉得此人不错吗？他姓宋，名宋华，是我后浦堂的镇店之宝。黄大夫呵呵一笑：王妃对此人很是看重啊。黄老若有机会与他见面，就会相信我所言非虚。宋药师善辨百草，熟识药性，他年纪虽轻，却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悟性也最肯用功的一个人。顾青在黄大夫面前毫不吝啬对自己人的夸奖。黄大夫眉心一动，这么说来，老夫倒是真要见见，看看这年轻人有何高妙之处。顾青抿唇弯了弯眼角，能得前辈指点，是宋药师之幸。黄大夫拿起剩下半块点心：王妃能说会道，难怪殿下也要答应这桩婚事。顾青看看他，可惜殿下对我似乎不太满意。黄大夫微微一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妃冰雪聪明，是不需要老夫指点的。顾青为黄大夫的杯子里添上茶水：黄老可愿信我？人之相处，贵在一个诚字。黄大夫说：殿下并非无情之人，单看王妃是否用心。到了傍晚，黄大夫左手拎着一盒茯苓膏，右手拿着一本《明堂针灸图经》，慢悠悠地踱回自己的院子。他在半道上遇见施阳，施阳瞅瞅他手里的东西：黄老，你去南院了？黄大夫清清嗓子：怎么，老夫去不得？施阳提醒：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您老这是两样都占全了。黄大夫瞪他一眼：听听，你这话说的我像个叛徒似的。施阳忍着笑：这不是好心提醒吗？殿下都说了，咱们得先供着他，什么叫供？黄大夫振振有词：当然是好吃好喝给着，好言好语陪着。再说了，我一遭老头子，又是大夫，跟他一个开药行的姑娘家，就算多聊几句也不怕人闲话。你要是不乐意，换你去。别。施阳摆手：我只管跟着殿下，招待王妃这种事儿，还是您老比较合适。黄大夫哼了哼：这就对了，不跟人走近些，怎么知道他到底是个好的还是个坏的？施阳耸肩：我看您老就是去蹭吃骗喝的。黄大夫举起手中的书想打他，看了看泛黄的书页，又舍不得：你懂什么？如果他真是个好的，既然已经成了雍王妃，以后就是要跟殿下过一辈子的人。这夫妻之间可以置气，可以闹别扭，但没有住在一个屋檐下几十年都形同陌路的。他们现在没住一个屋檐下。施阳小声道。黄大夫又想打人：我就是打个比方，你妈还是太年轻，见识太少，跟你说不通。他跺跺脚，懒得再说，丢下施阳，自顾自回了院子。次日一早，天未亮，凤泽换上一身紫袍，束金玉带，准备出门上朝。王府中路，顾青裹着青色披风，手提灯笼，站在岔道中间。见着凤泽，他微屈一礼：殿下。凤泽脚步一停：何事？特来提醒殿下，今日是第3日。顾青浅浅一笑：今晚我等殿下一同用饭。凤泽睨他一眼，天色暗淡，只有灯笼透出的微光跳动在两人之间。知道了。凤泽道。说完，他大步向前离开。顾青望着他的背影，弯了弯唇角，转身朝自己的院落走去。你说什么？紫极殿上，皇帝满脸不可思议，盯着奏报的人追问。朝中其他大臣也是一脸震惊，纷纷看向立在前排的副相范平。范平高举护板，沉声重复：陈刚接到军中密报，北狄的乌列与哈根2个部族于上个月归降萧图，萧图手中已掌握原北狄8部，
自称8部大王。话音未落，四周议论纷纭。怎么可能？去年萧图手下不是只有6部，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8部？北狄12部竟有大半都已落入他的手中，边境危矣！胡说什么？就算萧图将12部重新纳入麾下，他们北狄也是咱们的手下败将，不足一惧。你倒是心大，4年前咱们是靠谁打败的北狄？如果他们这次卷土重来，又有谁能够担此重任？大臣间窃窃私语之声越来越大，皇帝在上方怒吼：“都给我闭嘴！”朝堂瞬间一静。皇帝目住前方的范平、范副相，将密报拿来我看。范平呈上书信，去年9月，北狄境内提前入冬，乌列与哈根2个部族没来得及完成迁徙，他们的物资与粮食十分缺乏。到了今年2月，因冻饿而死的已超过1000人，所以他们就投了萧图。皇帝看完密信，冷笑：这个萧图还打算在北狄废弃的皇城旧址重建都城，他想干什么？听了皇帝这话，一众大臣再次哗然。陛下，群臣中有人出列，4年前北狄大败，曾与我朝签订20年内绝不再犯的契约。萧图此举，恐怕只是为了将分散的势力收归旗下，我们不必太过在意。臣附议。有人跟道：萧图并非北狄正统皇族，北狄8部就算暂时被他所制，也未必诚心听命于他。哼！队列中有官员发出一声冷嘲：你也知道他非正统皇族，那他要是真的统领了其余4部，不认当年的契约，你们又当如何？你被他驳斥的那人恨恨咬牙，信守契约乃君子应有之义。君子？又有人笑：当年若非他们一败涂地，你以为他们愿意签订契约？够了！皇帝呵斥：你们一个个都有嘴是不是？要不要朕把你们送去北狄，和萧图好好聊聊？群臣噤声。陛下息怒。范平躬身道：萧图对我朝是否心怀不轨，尚不可妄断，不过狼子野心也不可不防。依你之见，应当如何？皇帝问。范平左右望了眼，对皇帝道：兹事体大，须得集思广益，再论长短。朕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皇帝面色阴沉，他深指点了点下方几名重臣：散朝以后，你们来御书房与朕好好说道说道。他点完人，沉默了一阵，又道：还有你。目光所向，正是从头到尾一直安静做壁上观的雍王凤泽。第51章晚归。御书房外，几位重臣的面色都有些不好。北狄萧图降服各部之事，并非今日才发现，朝廷在过去几年对此事都有关注。北狄人天性好战，当年战败后，残余势力分崩瓦解为12部，其中6部跟随元皇族子弟迁徙至更北的地方，剩下6部彼此之间谁都不服谁。这2年被异军突起的萧图通通收归帐下。万没想到的是，仅仅又过了半年，萧图再得2部。副相范平看了眼远远站在一旁的凤泽，悄悄移动脚步挪过去。雍王殿下，他低声问：你以前与萧图打过交道，对此人有何看法？凤泽转过脸，对着范平求贤若渴的眼神，想了想，开口：可惜当年没能补上一刀。萧图是北狄皇族外戚，也是一员猛将。凤泽与他曾数次沙场相见，4年前的最后一战，凤泽一刀砍在他胸膛，混战中，萧图被属下拼死救走，随后销声匿迹。在听到这个名字时，已是2年之后。而这时的凤泽已卸交兵权，长留京城。范平忧心忡忡，此人手段非常，仅仅2年就降服6部，如今更是将另外2部收归帐下。我担心再过不久，其余4部都会被他掌控。他不是要在北狄废弃的皇城重建新都？凤泽淡淡勾唇，真好，北狄又要有新皇帝了。范平被他噎了下：殿下，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萧图狼子野心，一旦他统一12部，我们大域的北境就会岌岌可危。那又如何？凤泽反问：朝廷养这么多兵马，有哪个是吃闲饭的？可是他们都与殿下不同。范平道：北境内外，殿下的声名依旧显赫。凤泽环抱双臂，他注视着范平，慢慢开口：范副相，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不谨慎了？范平避开他的视线，范某虽平庸，却也知道兵者，国之大事，事关边境安宁，百姓生死，不可妄托于人。凤泽瞟了他一眼，没说话。范平轻声道：我祖籍北地，深知北地百姓之苦。这4年，他们好不容易过上安稳的日子，倘若又遭铁蹄践踏，不仅是他们的不幸，更是我们的无能。话音刚落，御书房房门打开，一名太监出来宣几人入内。范平冲凤泽拱了拱手，转身走回自己的位置，领头进了御书房。雍王府顾卿所住的南院一派忙碌景象，下人们依照白桃的指示，换下新房里红艳艳的床帐被褥，又将原来富丽堂皇的摆设收进库房，
换上顾青出嫁时从顾府带来的物件。忙活了大半日，卧室与书房焕然一新，俨然有了几分顾青在顾府生活时的样子。白桃抱着一个粗瓷陶瓶走进院子，瓶中插着几枝新鲜桃花，粉嫩欲滴。王妃，我把这个给你摆在窗前的书案上。白桃道：你写字写累了，一抬头就能看到。顾青坐在廊下喝茶，你先下去歇会儿，晚上还有的忙呢。我不累。白桃道：晚上做饭有厨娘帮忙打下手，我让她把配菜都替我备好了，那就过来喝口茶。顾青重新拿了个杯子。白桃笑眯眯道：谢王妃关心，我先把这个花瓶放进去。他前脚刚走，绿瑶又从院外赶了过来。王妃，绿瑶对顾青道：师统领刚刚派人传回口信，说殿下还在宫中议事，今晚赶不上回府用饭了。顾青手中握着杯子，看向他，朝中出了什么事？绿瑶摇头，传信的人没说。顾青想了想，我知道了。绿瑶打量他的神情，要不要我去打听？不用。顾青道：师统领能派人回来传话，说明没出什么岔子。殿下如今只有闲职而无实权，如果连他都要被留下来议事，一定是与军中之事有关。绿瑶问：难道哪里又要打仗？不可妄言。顾青放下茶杯，军中之事不能随意打听，我也只是随口一猜罢了。明日你去店里跟刘掌柜说一声，让他留意一下近来各地药价和药材的进出状况。好。绿瑶又道：那我去告诉白桃，叫他把今晚的菜品少做一些。他都备齐了配菜，就让他全部做了吧。顾青也有打算，做好以后挑几样清淡爽口的，让人给黄大夫送去。这一晚，凤泽直到月夷中天才回。不过他并不是从皇宫回来的。1个时辰前，青竹巷的驸马旧宅里灯火通明。我这儿没有厨子，你若饿了，17会煮面，小6会熬粥，你自己选一样。谢飞白秀着双手窝在躺椅上，他一改往日清朗俊逸的模样，头发随意用一根布带扎在脑后，眼底布满血丝，唇边冒出青色胡茬。东西做完了。凤泽走过去，往他身边的桌上看了眼。谢飞白懒洋洋道：说好7日后交货，时间未到，你看看可以，别动他。凤泽先刨在一旁坐下，我也不是为这个来的。谢飞白看了眼他身上的紫色袍服，你下朝以后没回家，怎么？你在宫中待了一天？早朝的时候，范平给皇帝呈了密报，凤泽说萧图得了北狄8部。谢飞白一怔，坐起来，消息可靠？凤泽道：信中所言有理有据。他把密报上的内容讲给谢飞白听，谢飞白听后沉吟半晌，北狄的部族比我们更清楚天时变化，那2部之所以没来得及迁徙，恐怕也是因为萧图早有预谋，诱敌深入，断其后路，是萧图惯用的手段。凤泽道：无论如何，他已经拿下8部，剩下4部，早则今年，迟则明年都会落入他手中。谢飞白表示赞同，他都打算重建旧都了，可见没把以前的皇族后裔放在眼里。凤泽开口：这个月底北地就要彻底化动，让我们的人多留意那边的动静，还有之前发现的那2处消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跟对方联络上。你放心，只要是咱们的人，就一定不会让他困在北狄那个地方。还有一件事，凤泽说范平在向我示好。谢飞白闻言起了兴致，他不是2部偏帮从不站队吗？向你示好做什么？你现在不过是个闲散王爷。听他的意思，他想劝我重回军中。谢飞白愣了愣，笑出声来，他胆子不小。凤泽掀了掀唇，胆小的人坐不上副相这个位置。那你怎么回他的？谢飞白问。凤泽笑笑：我为什么要回他？谢飞白想了想，感叹这京里越来越热闹了。第52章长公主的邀请。什么事这么高兴？一大早，顾青就见白桃步履轻快，兴冲冲进了屋。白桃从背后拿出一张请帖，递到顾青面前：王妃，这是长公主府送来的。顾青打开它，只见一枝桃花跃然纸上，墨痕虽为板印，却是栩栩如生，想来原稿定然不凡。顾青看完请帖上的内容，沉吟片刻，对白桃道：把早饭端来。松针小笼包、金丝如意卷、红豆粥。凤泽看着桌上多出的饭食，抬头看向笑盈盈望着他的顾青。他正在用早饭，外面的侍卫就来禀报王妃求见。他想起昨晚欠下的一顿饭，便点头让他们放顾青进来。谁知顾青不但人来了，还自己带了一份早点。我想王爷的厨子一定没有准备我的饭食，所以就自备了。顾青在桌边落座，言笑晏晏。凤泽看着他坦然落筷，没有丝毫同桌吃饭的扭捏，微微一审，也拿起筷子吃自己面前的食物。顾青慢慢喝了口粥，眼角余光落在凤泽身上。凤泽吃得很快，吃相却不粗鲁。顾青见他转眼就将早饭用掉一半，轻咳一声，放下手中的汤匙，说出今日来意：我收到了长公主的请帖。凤泽用手边的棉帕擦了擦嘴：春日宴。顾青挑眉：殿下知道？凤泽说：
春日宴每年都有，算时间正好到了时候。我可以去吗？这是顾青嫁入雍王府后的第一张请帖，下帖之人的身份又极为贵重，顾青不敢掉以轻心，想去就去。凤泽没有意见，以往雍王府没有女眷，如今多了一个你，以后各家的帖子不会少，可有需要避讳之处？顾青问。随你高兴。凤泽道，你有这雍王妃的身份，寻常人不敢欺你。顾青打趣，若遇见不怕我这身份的人怎么办？你连凤元泰都敢惹，除了皇帝，还有谁敢把你怎么样？凤泽反问。顾青望着面前的人，眨眨眼，殿下是不是没把自己算进去？他不等凤泽作答，又道，关于春日宴，我有一些疑问，想请殿下解惑。凤泽看了眼他盘里满满当当的食物，你把这些吃完要多久？顾青在心里算了下，一炷香。凤泽嫌弃，半炷香吃完，半炷香问话。顾青忍了忍，殿下，细嚼慢咽才是好习惯。凤泽靠向椅背，总共一炷香，你自己把握。顾青不再说话，埋头喝粥。他不爱浪费粮食，早饭的分量是白桃特地按照他的胃口配的。喝了半碗粥，他夹起一只小笼包，咬了一口，慢慢嚼完，再咬一口。凤泽已经将剩下的饭食用完，他看了眼顾青，见他吃得不快，却很专心，这让他想起那日在卷归楼上望见的场景。有这么好吃？他专心咀嚼的样子，很容易让人好奇他吃的是不是无上美味。顾青咽下嘴里的食物，我选的东西自然是自己喜欢的，只有小孩子才会被逼着吃自己不喜欢的食物。凤泽摇摇头，挑食。顾青明智的不与他争辩。一顿美味的早饭由于凤泽的催促，不得不草草结束。顾青心中腹诽，面上却露出认真讨教的神情。我对长公主不大熟悉，不知她有哪些喜好或者忌讳，春日宴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还请殿下指点。凤泽向他伸手，请帖可带来了。顾青进了手，将那封请帖从怀中取出，这支桃花笔法精妙，想来是有名的大师所绘。凤泽瞥瞥他，长公主的驸马是谢飞白。顾青微露疑惑，这名字有几分耳熟，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凤泽又道，别号颍川居士。原来是他。顾青终于想了起来，颍川居士书画双绝，我记得他是先帝在时最年轻的一名探花，还做过翰林学士。凤泽点头，他此生唯一的败笔就是上了公主。我听说是先帝赐婚。顾青在脑海中翻出曾经听过的只言片语。凤泽看他一眼，似笑非笑，不是他主动向先帝求娶。顾青心中好奇，他努力克制住，笑道，长主公的请帖上带着驸马画的花，可见他们的感情委实不错。本朝规定，驸马不得入朝为官，在旁人看来或许是种遗憾，可对当事人却未必。凤泽弹弹手中的请帖，春桃夏荷，秋菊冬梅，长公主喜欢这4样花，便有人年年给她画，所以这类宴席是按4季来的。顾青想起春日宴的名称，想来后面还会有夏日、秋日、冬日宴。如果你跟他处得好，4季都少不了你的。听上去，长公主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她是皇帝的长姐，也是先帝唯一的女儿，自幼千娇百宠长大。凤泽道，她与驸马成婚后，整日游山玩水，从不过问政事，日子十分悠闲。顾青赞叹，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希望像她这样自在。凤泽低笑一声，未必。顾青没听清他说了什么，想想又道，殿下与长公主关系如何？那位是凤泽同父异母的姐姐，虽说年纪差得有些远，但皇家的关系错综复杂，还是问清楚些为好。来往不多，你当作寻常宴请就是。凤泽懒懒道，反正他请的人不少，多半也顾不上你。到了设宴那天，当顾青来到宴会场地，发现凤泽说的果然没错，这里四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丽人结伴行，环肥燕瘦，衣香鬓影，一时竟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顾青随同引路的侍女前往坐席。设宴的地点在京城郊外一处山谷内，谷中矮树繁花，桃李相交，一湾溪流涓涓流淌，溪上搭着矮桥，踏过矮桥就到了场中。场内绵软的草地上铺着厚厚的牛皮毡，毡上放着矮几，几旁有蒲团。这里的矮几有30余张。顾青落座时，席间已到了不少女眷。他作为一张生面孔，生得年轻，座位又如此靠前，人群中便响起不少猜测的声音。第53章春日宴。那位难道就是雍王妃？我看着像，我在宫宴上见过她。就是她。上次徐副相孙子的百日宴，我和他打过照面。这位瞧着娇娇弱弱的，没想到真能把雍王拿下。有人嘻嘻一笑，可不是吗？我听说有一回在街上，雍王还亲自给他牵过马。这不能吧？雍王那性子，别人给他牵马还差不多。我骗你做什么啊？是我那妯娌在玉香楼躲雨的时候亲眼看到的。哎，我听说你那妯娌当年也给雍王扔过帕子。瞎说什么？瞧你们，谁少女的时候没有动过春心？不过随大流罢了，有什么好拿出来讲的？
我看这雍王妃生的还成，就是瘦弱了些，不好生养。你这又是操哪门子的心？照我说，能不能生不打紧，别到最后鸡飞蛋打，人财两空才是好的。行啦，你俩怎么越说越远了？快小声些，长公主就要到了。贵妇们的私语声如细吟绕梁，顾青坐在前面，隐约听到几耳，似乎都和自己有关，只是听不大清。他索性唤过随侍在旁的绿瑶，绿瑶，你耳力好，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许别人拿自己说事，还不许自己听了吗？绿瑶顿了顿，俯下身去，在顾青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顾青目光一转，没想到他们连自己生不生孩子都关心上了。他倒是想听听有没有人提到凤泽不行的，可惜在这长公主的宴会上，大家的口风比往常更紧。正觉着无聊，就听一声盘响，一位衣着华贵的妇人从场外款款而入。妇人身后簇拥着10来个侍婢，犹如众星拱月一般，将她送上主座。见到这副排场，有客人巧声对身边的人道：“母亲，我听说长公主这身霞衣是宫中新进的孔雀罗做的，岳西阁派了10个绣娘，花了1整月的功夫才绣好，价值万金呢。那又如何？你嫌府里亏待了你不成？”母亲，我不是这意思。闭嘴！说话间，主座上的人已抬眼朝这边望来。徐夫人，徐少夫人，你俩在说什么呢？聊得这般欢喜。被他点名的2人，顾青认得，正是副相徐承志的夫人与儿媳。见到这2人，顾青就忍不住想起凤泽对他说过的徐少夫人婉娘与2皇子凤元泰有私情。看徐夫人的样子，她似乎并不知道此事，否则一个做母亲的怎么忍得下媳妇给自己的儿子戴绿帽子，更遑论还带着媳妇来参加长公主的宴席。顾青暗自佩服徐承志的忍耐力，连这口气都能忍，不愧能当上副相。不过眼下他的注意力并不在徐家2位身上，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发话的长公主引了过去。长公主年逾40旬，瞧着不过30来岁。她生得明媚丰润，一身华彩大衫披在身上，花团锦簇，争妍斗胜，不但没有被华丽的服饰盖过风头，反而愈显贵气夺目，美艳逼人。顾青将这般角色看在眼里，顿时明白驸马谢飞白为何不要官图，也要向先帝求娶佳人。单冲着这张脸，就很难有男人不为之心动。长公主似笑非笑，朝着徐家2位发问。徐夫人面色一僵，拉着儿媳一同欠身施礼，讪讪笑道：“长公主天姿国色，仪态万方，我这不成器的儿媳没见过世面，都看傻眼了呢。”长公主轻笑一声：“徐少夫人正值芳华之年，天真烂漫，本宫实在羡慕得紧。”徐夫人听不出她这话是贬是褒，只能陪着笑，不敢当长公主一声称赞。她如今已为人母，我倒是宁愿她多稳重些。长公主又笑了笑，对徐少夫人道：“我看你这身衣上用料虽好，花式却老了些，哪怕已经做了母亲，女人家的打扮也不能太疏忽。”徐少夫人见长公主亲口对她说话，又惊又喜，顾不得徐夫人递来的眼色，回道：“长公主教训的事，婉娘记下了。”长公主点点头，来人，赏徐副相府上飞锦2匹，装花缎3匹，宫制绢花6朵，珍珠1壶。她一句话出口，便有工人应下，很快将赏赐捧了过来。婉娘激动得紧紧捏住裙摆，随徐夫人一同向长公主行礼谢恩。长公主道：“别的倒也罢了，这装花缎是今春新出的样式，徐少夫人拿去做身衣裳，也就不用羡慕谁了。”徐夫人勉强回以一笑，落作石衡儿媳一眼。奈何婉娘压根没留意婆婆的眼神，她的目光落在身旁的赏赐之物上，难掩欢心。长公主眸波流转，四下扫视一圈，看向顾青：“这位便是雍王妃？”她问侍立在旁的女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朝顾青弯了弯嘴角：“雍王身边一直缺个可信人照料，如今雍王府有了女主人，陛下与我总算能够放心了。”说完，又叫人拿了赏赐过来。顾青赶紧起身谢过：“殿下待我极好，请长公主放心。”长公主朗声一笑：“你们这些孩子就爱说些好听的话来哄我，他是个什么样的性子，难道我还不知道？”顾青保持着面上的笑意，没有吱声。长公主看看他，这桩婚事虽为陛下所赐，也是你亲自求来的。我圆环在想，京中何时出了这样一个女子，竟对雍王一往深情？今日既然见了，本宫便赠你一句话。顾青微微低头，请长公主示下。长公主道：“求人得人，落子无悔。”顾青心中一凛。长公主忽又扬了扬唇：“瞧我，光顾着和你说话，却是冷落了这么多宾客。来人，传膳。”一声令下，便有各色菜肴流水一般送入场中。顾青眼尖，瞄见一盘胡荽半野春送上了长公主的案桌。这道菜并未出现在宾客当中，大约是因为这类野食口味独特，不见得能受众人喜欢。顾青低头夹起碗里的炒膳，他没想到在长公主的宴席里，既有精心烹饪的宫廷大菜，也会出现这样的市井吃食。长公主的口味真是奇怪。
白桃在旁为他布菜，轻声耳语，没想到他最喜欢的是街头小吃。他擅长厨艺，本能就爱观察别人的口味。刚才他偷看了几眼长公主面前的大菜，一动未动，那些街边常见的灌肺、鸡碎、盘兔却是用了不少。别乱瞧，顾青提醒。就在这时，远处忽然响起一阵人声嘈噪，紧接着似有奔跑的脚步声朝山谷中涌来。第54章，临危不乱。长公主放下银筷，她朝身边的女官示意去看看怎么回事。片刻之后，女官折返：“长公主，外面来的是金无畏。”她低声禀报：“听说有江州的灾民不服管制，私下流窜。金无畏今日正好在这一带巡逻，就过来看看。他们知道长公主在此设宴，特地留了几人帮忙守卫，其余人马一会儿就撤走。”长公主问：“江州灾民？前几日户部不是已经拨了款，怎么还会让人在外面流窜？”女官轻声道：“听说这次来的灾民有近1000户，一时半会儿理不顺也是有的。”长公主哼了一声：“户部加上京兆府，这么多人都办不好一件事。”女官陪笑：“人越多，这事儿办起来就越讲究。”长公主挥挥手：“行了，叫侍卫们都打起精神，今日宾客众多，小心别冲撞了谁。”她与女官在上面小声交谈，席中的夫人小姐不知他们都在讲些什么，听着外面嘈杂了一阵之后，又逐渐安静，许多人脸上都露出好奇。母亲，婉娘悄悄问徐夫人：“外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徐夫人瞪她一眼：“瞎说什么？长公主銮驾在此，谁敢造次？可我听着就是有人在嚷嚷。”婉娘朝身后扭头：“你瞧，那边聚了一群侍卫。”把头转回来。徐夫人扯了她一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关你的事，给我安静坐着。”婉娘不情不愿低下头，撇了撇嘴。徐夫人看着自己这个儿媳，默默忍住了气。自从孙儿的百日宴上，儿子和儿媳闹过一场之后，他们徐家暗中遭了不少人笑话。丈夫徐承志最好面子，三令五申要他好好管家。徐夫人只得对儿子儿媳两头施压，直到两人互相赔了不是，她才勉强松了口气。我带你来这是让你长见识。徐夫人低声训话：“你已经是做母亲的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妄为。”是，儿媳知道。婉娘应了声，摆弄着腰带上的丝绦。徐夫人拍开她的手：“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你看雍王府那位，他比你大不了多少，同样是小官家里出身，怎么人家就能气定神闲？”母亲，婉娘打断她：“你这话儿媳可不爱听。什么叫小官家里出身？公公过去不还做过7品官吗？”徐夫人气结：“我说不过你。总之，你给我安分些，一会儿跟紧了我，别到处乱跑。”我知道。婉娘嘟囔。白桃端着漱口的茶碗过来，递给顾青：“王妃，要我出去看一眼吗？”顾青用茶水漱了口，拿出帕子按按嘴角：“不用，听长公主的安排就是。这里各家随从与侍卫加起来近200人，就算有什么状况，也出不了大事。诸位若用完午膳，可去后面的帐篷歇息。长公主府的女官出面，如今日头正晒，待热气下去些，再出来踏青不迟。宴会场地的南面绿草如茵，溪流在此汇成一汪深潭，各家帐篷就在岸边。”顾青四下看了眼，周围没有熟人，方才邻座打过招呼的几位夫人也各自寻了旧时，结伴走开。他也懒得寻人，只带着绿瑶与白桃沿溪而下。刚到帐篷边上，就听一声尖叫：“救命！”徐家的儿媳婉娘花容失色，跌跌撞撞从一旁的帐篷里跑出来。她的脚刚跨出帐外不到2步，就被一只手抓住肩膀拖了回去。顾青脚下一停：“啊！”帐篷里再次响起婉娘的嘶喊：“救命！”顾青当机立断，对白桃道：“去叫侍卫，顺便拦住其他客人，别让他们过来。”白桃拔足跑开。顾青朝绿瑶使了个眼色，绿瑶悄声潜了过去。他刚到门口，一道劲风迎面扑来，绿瑶偏头躲过，一个茶壶落到地上。一个灰衣男人用胳膊勒住婉娘的脖子，从腰间拔出一把刀，对着绿瑶。婉娘面色惨白，喉咙里咯咯作响：“别过来！”男人道：“你过来，我就一刀捅死他。”绿瑶在帐篷前驻足，男人见他不肯后退，拿刀对准婉娘的脸：“退出去！”绿瑶不为所动，男人脸上肌肉抽搐了几下，举刀就要刺下。绿瑶，退！帐外传来清晰的女声。绿瑶默不作声，朝后退开。男人只见门外光影移动，一个鸾衣罗裙的女子出现在视线里。走开！男人挥刀威胁。顾青站在离帐门3步开外的地方，这里有许多侍卫，你若是伤了人，就再也跑不掉了。男人箍着婉娘，朝后挪了几步，背抵帐篷，神情凶狠：“你们让我走，我就放了他。”顾青扫了眼帐内，只见瓜果点心撒了一地，徐夫人和一名丫鬟伏在榻脚边，生死不明。我怎么相信你？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慢慢开口。男人紧了紧勒住婉娘的胳膊：“你管我是谁？你们要想他活命，就放我出去。”
顾青沉声提醒，他快被你勒死了。男人低头看了眼，见婉娘果真被他勒得奄奄一息，赶紧换了只手，把刀架在婉娘脖子上，叫你们能管事的人来。顾青叹了口气，有我在，哪里需要找别人？男人目光闪烁，警惕地盯着他。顾青站得端庄笔直，我是雍王妃，只要你答应我不伤了他，我就可以让你走。男人狞笑了下，你是王妃又如何？我知道长公主在这里设宴，你再大大得过长公主去。顾青不动声色抬了下眉，既然知道长公主在此，你还敢闯进来，难道是想行刺长公主？我不是。男人一口否认。顾青道，那你躲在这里做什么？行刺皇亲贵戚和偷东西可是两种罪名。男人眼神一闪，我也没有偷东西，我是江州的灾民，从昨晚就一直待在这儿，他们来布置场地的时候，我没能出得去，只好躲进帐篷里找点吃的。此话当真？顾青问，你既是灾民，为何会躲到这里来？还不是那些金无畏给逼的。男人道，他们要抓我们去做苦力，我们千辛万苦跑到京城来，可不是来当劳役的。这话从何说起？顾青道，户部与京兆府奉命安置江州灾民，我听说他们在城外弄了几个庄子，特意将灾民迁去那里暂住，哪儿来什么劳役？男人咬咬牙，右手拿刀往婉娘脖子上一压，废话少说，你让人给我找匹马来，只要我骑上马，我就放开他。你都说了这是长公主的地方，我得先请示了她才行。顾青道，你刚才对我所说的可都是真话？句句属实。好，我姑且信你。顾青叫过绿瑶，朝他低声吩咐了几句，你去问问长公主，此事并未闹大，这人不过是一个流民，不能让他扰了大家的兴致。绿瑶领命离开。男人听到他末尾两句，冷笑一声，你们这些贵人只知踏春赏景，哪里知道百姓的苦处？的确不知。顾青道，你如果有难处，不妨说来听听。男人轻蔑地看他一眼，说了你能懂，就算不懂，听听也是好的。顾青道，听说江州大河溃堤，死伤无数，你的家人可跟你一起逃了出来？我没有家人。男人道，那你独自逃难到京城，想来也不容易。哼，那是。那你就没想过找个地方安顿下来？顾青问。男人回答，只要你们放我走，我自会找地方安顿。那你有钱吗？顾青看看他身上穿的麻衣短褐，没钱怎么安顿？男人咧嘴一笑，怎么？你要赏我银钱？顾青悠悠叹息，我家也在城外搭了扇棚施粥送药，见过不少像你这样的人，我知道你们是迫于无奈才落难到京城。男人打量他一眼，你倒是有善心。顾青腼腆的笑笑，只是见不得有人受苦罢了。这时绿瑶带着2名侍卫走回来，王妃已经向长公主请示过了，她说只要没伤着人，就按王妃的意思办，不过得让侍卫跟着她。不行！男人喊道，不许侍卫跟着我，不然谁知道他们会做什么？顾青面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可是我们得保证徐少夫人的安全，那你让他们卸下武器，在我上马之前离我至少10步。顾青转头看向2名侍卫，那就按他说的办。2名侍卫对视一眼，犹豫着没有动作。男人死死盯住他们，握紧了手里的刀。就在这时，变故陡生。第55章长公主威武。男人只觉后背一痛，身体整个右半边瞬间麻木，一枚锋利的箭头从他右肩穿出，男人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到地上。顾青松了口气，不用他发话，2名侍卫冲进帐篷，将男人一脚踢翻，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婉娘捂着脖子软倒在地，她神志不清，涕泪横流，哆嗦地缩成一团。绿瑶走进去，将地上趴着的徐夫人与丫鬟翻过身，探了探他们的鼻息，回头冲顾青道，还活着。顾青点点头。一名女官领了人过来，雍王妃，没事吧？没事，这位是大夫。顾青从对方提着的药箱认出他的身份，徐少夫人受歹人挟持，惊吓过甚，最好尽快给他用些安气凝神的药物。女官见顾青无恙，朝旁一伸手，雍王妃，还请去长公主那边叙话。顾青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帐篷左后方的草坡上，长公主身着宫装，长裙曳地，臂间的披帛随风飘舞，犹如神仙风姿。然而这位神仙手里却拎着一张弓，朱红色的长弓，雕饰极尽华美，弓颈纤细，乍眼一看只能挂在墙上供人观赏。白桃快步过来迎接顾青，他两眼放光，小脸红扑扑的，面上既是欣喜又是崇拜。王妃，长公主的剑法真好，你刚才没看见她拉开弓袖的那么一射？小丫头尽管压低了声音，仍然难掩雀跃，简直就像战场上的女将军一样，威风极了。顾青含笑看她，大庭广众，注意分寸。白桃嗯几声，陪着顾青走上草坡。顾青朝长公主行了一礼，他在此之前并没想到这一箭竟是长公主所射，他只暗中告诉绿瑶，那个男人身后的方位是个破绽，
如果长公主府的侍卫中有人擅长剑法，可以试着一剑制敌，但这法子十分冒险，帐外之人隔着帐篷，难以看清帐内景象，全凭绿瑶口述确定方位。倘若长公主不信绿瑶所述，或是侍卫当中没有善射之人，这个法子都无法奏效。万没想到，长公主不但采纳了他的建议，更是亲手射出这一箭。徐夫人他们可好？长公主将手里的长弓交给身后的侍婢，应当无恙。顾青道：徐夫人与丫鬟昏了过去，但是还有气息。徐少夫人有些神志不清，大夫正在诊治。你呢？长公主注视着他。顾青笑笑：我一直在帐外，非常安全。你就不怕那歹人将你一并挟持了过去？长公主问。我看过帐中，歹人并无同伙，他既已挟持了徐少夫人，便无暇对我下手。你的胆子果然很大。长公主慢悠悠道：听过那么多关于你的传闻，这一点倒是眼见为实了。顾青微微颔首，长公主想知道些什么，可以直接问我，外面的传闻总不如本人讲得来的可信。长公主朗声大笑：本宫喜欢爽快的人，不过你也不是个老实的。顾青面露不解。长公主瞧了一眼他的神情，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心里想着一套，嘴里说着又是一套，都不知哪句是真，哪一句又是假。他红唇半扬，似嗔非嗔。顾青微微低头，没有接话。罢了，长公主道：今日也是多亏了有你，一会儿我要进宫面圣，你就先回雍王府吧。徐家三人毕竟是在他的宴席上出的事，眼下各家宾客都没了游玩的心思，长公主索性宣布散宴，由得他们自行离开。回到雍王府，顾青想了想，仍是决定去找凤泽。这几回每到3日之期，凤泽总会如约所至，与他共进一顿饭食。两人只要不谈到与这桩婚事有关的话题，场面还算融洽。绿瑶将长公主赏的那把匕首拿来，顾青吩咐：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今日并非3日之期，他要凤泽见他，总得给人一点好处。你拿这个做什么？凤泽拿起那把犀角为鞘的匕首，贿赂我。顾青正色：这是长公主所赐，箱子里都是些钗环首饰，只有这把匕首混在其中，想来是给殿下的。凤泽抽开短刃，露出一截雪亮寒光。他还刀入鞘，丢给顾青。这种短匕是女子防身所用，长公主习武，他送这个给你不足为奇。顾青想起长公主那一剑，长公主的剑法极好，殿下可曾见过？怎么？凤泽抬眼，发生了什么事？顾青回道：今日有歹人潜入会场，躲在徐副相夫人与儿媳的帐篷中，徐夫人和丫鬟被打晕，徐少夫人受了惊吓，虽然已经把人救了出来，还不知道眼下究竟如何。难怪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凤泽问：歹人是什么来历？查清了吗？我们离开的时候，长公主正在清查此事，想必这会儿已经进宫面圣了。你可有牵连其中？凤泽又问。顾青疑惑：殿下为何如此问？凤泽指了指他怀里的匕首：如果只是为了送这样东西，你不会亲自过来。这段时间他面前的这位女子十分知趣，不到3日之期，绝不在他面前出现。所以方才侍卫说王妃想来求见时，他并未回绝。说吧，你做了什么？凤泽的口气像是笃定此事一定与他有关。顾青哑然失笑：殿下这般质疑，叫我如何回答？他的语调轻快，显然只是开个玩笑。凤泽神情淡然：以你的胆量，看来是帮了长公主的忙。顾青这下是真的有几分惊讶了，原来在殿下心中，我竟如此厉害。话音未落，他便先是一怔，似乎某次在城外，凤泽也曾问过他：在你眼中，我似乎无所不能。原来他们两人在彼此面前竟都有这般自大的时候。顾青心中闪念，嘴上却淡笑道：其实我没做什么，就是在徐少夫人被挟为人质的时候，与歹人说了一会儿话，替长公主拖住她。凤泽没有言语，他直视着他，不知在想些什么，过了半晌才道：这匕首你还是随身带着吧。顾青回以疑惑的眼神。凤泽慢条斯理道：省得你被人挟持的时候没人救你。第56章善后。金无畏不是号称每日都在城外巡查吗？怎会连一个小小的贼人也发现不了？御书房里，长公主声泪俱下，抓着皇帝一通控诉。皇姐莫急。皇帝示意太监端过一把椅子：你先坐下来，再慢慢给朕说。长公主拿手绢擤擤鼻涕：我每回春日宴都是在那儿办的，从未出过岔子，怎么到了今年偏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徐家的女眷不是没有大碍吗？皇帝劝慰：你就不要往心里去了。我怎么能不往心里去？长公主着急：那徐承志是你的股肱之臣，今天遭罪的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一个是他的儿媳妇，要是真有个什么好歹，你要我这个做姐姐的拿什么脸见你？皇帝让太监送来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此事并非你有意为之，就算徐承志的家眷真出了事，那也应该追究金无畏的责任。你这话
可别让外头的人听见。长公主红着眼睛道：“你是一国之君，一碗水要端平。今无卫士没尽到巡查之责，但宴会的守卫都是我府里的人，真要论起来，我府里那些人都该乱棒打死。”皇帝沉下脸，闹这么大做什么？你呀，过了这么多年，忘记京里的人是怎么编排你的了？不过是嫉妒我这皇家的出身罢了。长公主面露不屑：“你是皇帝，他们不敢拿你说事，剩下我这个做姐姐的，克死了2任丈夫，岂不正好给了他们取笑的由头？”皇姐，皇帝轻斥一声：“你如今与驸马琴瑟和鸣，往事休得再提。”长公主甩甩手绢：“我这名声也坏得差不多了，我倒是没什么，但我不能连累你的名声。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请你下诏罚我一通。”皇帝哭笑不得：“朕罚你做什么？恩威并施，方是为君之道。”长公主面色一整：“徐承志的家眷在我那儿受了无妄之灾，徐承志再怎么效忠于你，难道他心里就不会有半点疙瘩？他敢？”长公主垮着脸：“我也不是当真想被罚，但与其等着徐承志哭到你面前，闹得大家脸上不好看，不如我主动领罚，这样他面上有光，你也不用为难。”皇帝皱眉：“你是长公主，他是臣，哪有皇家人迁就臣子的？”陛下，我也是臣。长公主坚持：“我整日游手好闲，于陛下而言也帮不上多大的忙。但徐副相不一样，他能在朝中为陛下鞍前马后，供陛下驱使，这样的人才还是不要亏待了好。”皇帝沉思半晌，叹口气：“皇姐总是这样为朕着想，朕愧对皇姐。陛下，话不是这么说，这些年若不是有你照应着，我哪里能过得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长公主道：“你要是真觉着我吃了亏，不如就把罚我的俸禄折成别的给我。”皇帝笑了：“这么说起来，皇姐才是半点不肯吃亏。”长公主悠悠道：“谁叫我除了养自己，还要养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驸马？当年若不是冲着他那张脸好看，我也不会嫁他。”这日宫门还未下迟，2道圣旨先后送出宫城，一道前往副相徐承志府上，一道前往长公主府。前道圣旨对今日春日宴上受惊的徐府家眷进行了一番抚慰，并赏下药材银钱若干。后面一道则是对长公主纵情享乐，治下不严进行了申斥，罚掉他3个月俸禄。徐承志收到圣旨后，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心存疑虑。他暗中让人给长公主府上送了封信，信中表明自己的家眷虽然在他的宴会上受了惊，但这只是他们运气不好，与长公主无关，他心中绝对没有半点怨气。写完信，徐承志这才回到后院。徐夫人当时只是被歹人打晕，大夫给她扎完针后就醒了过来，而受惊的儿媳婉娘则一直神志不清，嘴里嚷着胡话。这样也好，徐承志对徐夫人道：“他这性子本就不适合去外面，就让他在府中安心静养，过段日子看看情形再说。”徐夫人与他多年夫妻，听出他的弦外之音，顾不得喝药，追问：“老爷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想让咱们儿子收人？”以往徐承志为了笼络婉娘的父亲，一直不许他往儿子房里塞人，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怎么突然转性了？徐承志揣着满腹心思不能与夫人说，只道：“婉娘这浑浑噩噩的样子，恐怕伺候不好子昂。”我明白。徐夫人心中暗喜，我先替咱们儿子物色着，我那房里有几个丫头，模样性子都挺好，既温顺又懂事，若是子昂喜欢，就让他都收了去。徐承志轻咳一声，也不要做得太过。徐夫人道：“我有分寸，婉娘毕竟给咱们生了个孙儿，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情。但是今日他看到歹人，第一反应不是护我，而是把我推过去，我这心啊，总有些不是滋味。”徐承志眉头一皱：“他竟如此对你？”徐夫人摇摇头：“罢了，这话我也只能对你抱怨2句。他现在神志不清，我还能与他理论不成？但是他这个做亲娘的，要是当真撑不起来，我总得找旁人帮忙照应孩子。”听他提起那个便宜孙子，徐承志面上更不好看。行了，你磕破了头，少操那么多心，先喝料歇着吧。到了晚些时候，皇帝对徐府和长公主府分别发去圣旨的事情传到顾青耳中。他刚吃过晚饭，正在院中散步消食。施阳将圣旨的内容对顾青讲完，又道：“殿下让我转告王妃，王妃今日所为并未传扬出去，长公主不曾对陛下提起，徐少夫人怕是也不记得了。”顾青闻言，目光一动：“我也不想宣扬此事。刚才你提到徐少夫人，她怎么了？”施阳说：“徐少夫人伤了神志，听说需要在家中长期静养。”顾青心下了然，只怕他就算没伤到神志，徐承志也会借此机会让这个儿媳再也不能蹦跶。我知道了，请师统领转告殿下，我心中有数。他既不想在外人面前出风头，也不想掺和徐府与二皇子之间的恩怨。天底下没有什么抵得上他自己的事情要紧。王妃，绿瑶从外面匆匆进来，脸上带了几分凝重。怎么了？顾青问。宋大夫刚刚派人传信，他家里出事了。第57章，乳香。
顾青带着绿瑶赶到安平坊东林巷，宋家院门虚掩，门外空无一人。顾青跨进院子，正好撞见宋家的小丫鬟端着一大盆水从厨房里出来。丫鬟见了他，很是惊喜：“雍王妃，老爷和夫人在东厢房，我马上带你们过去。”“不用，绿瑶你给他帮下忙，我自己进去。”东厢房此时房门半开，屋里的人听到动静，问了声：“小红。”“是我。”顾青推门进屋，宋药师正陪着妻子，闻声猛地回头：“东家，你怎么来了？不来看下我不放心。”顾青道：“我请了雍王府的御医黄大夫，他的车就在后面，一会儿就到。”床上的夏明脸色发白，轻声开口：“有劳你了。夏姐姐别说话，先养养力气。”顾青看着房间里的摆设，待会儿就在这里生。是。宋药师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幸亏前些天就准备好了，原本还有4、5日才到产期。顾青眯了眯眼，那个下药的厨娘呢？青竹把她绑起来关在柴房里了，明日就送官。下药的证据可还留着？都收好了，就在卧房。知道下的什么药吗？顾青看着夏明紧皱眉头，十分痛苦的样子，问：“可有办法缓解？”宋药师脸色凝重：“是乳香。阿夏每天都要喝1碗羊奶补身，今晚厨娘把乳香磨成汁掺在羊奶里。阿夏喝的时候，我正好在院中，没有发现。直到厨娘把碗拿走，路过宋药师身旁，宋药师闻到气味不对，这才拦下他询问。厨娘心中有鬼，没说2句话就露了怯。宋药师夺过碗来仔细一闻，发现羊奶里面竟然掺了乳香。乳香与红花一样，都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同时也是孕妇的禁用之物。没过多久，夏明就腹内疼痛，眼看有提前发作的迹象。宋药师赶紧托人去雍王府送信，又让小厮青竹赶紧去找之前定下的2位稳婆。他和丫鬟小红则留在家中，准备接生所需的一应用具。顾青听他说完，微微点头：“你安排得很好，夏姐姐一定不会有事。”宋药师抿紧唇，没有说话。他眼中满是自责。夏明反握住他的手，忍着腹内不时抽搐的痛感，轻声劝慰：“王妃都说了不会有事，你不要太担心。”宋药师眸色暗沉，用棉帕轻轻擦去夏明额角的汗水：“我知道，你也别害怕，家里什么药都有，除了我，还有御医帮忙，一定能让你顺顺畅畅把孩子生下来。”夏明浅浅泛起一个笑容，随即又因为不断收缩的阵痛咬住下唇。小厮青竹从外面跑进屋：“老爷！”他看见屋中情形，犹豫了一下。顾青见他神情焦急，走过去对他使了个眼色：“你们老爷正陪着夫人，有什么话对我说。”青竹赶紧跟着他来到门外，压低声音，语速极快：“我去找了先前定下的2位稳婆，可他们都不在家，说是给人接生去了。”顾青面色一沉，他走到院中叫来绿瑶：“你去嘉应坊南街第6户人家找百福婆婆，前些日子我托刘掌柜给她打过招呼，请她马上过来接生。”他想了想，又从袖中摸出一块小巧的玉牌递过去：“如有必要，就出示这块玉牌，告诉他这是雍王府的差事，无论多少银钱，我们都给。”绿瑶领命离开。顾青一转身，就见青竹与丫鬟小红2人愣愣地站在他身后。“怎么了？”顾青问。小红拿手抹了把脸，朝顾青屈膝行了一礼：“多谢雍王妃。”青竹也眼圈微红：“我记得城北也有一家会接生的，我这就过去问问，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说完，他拔腿就往外跑，差点与迈进院门的黄大夫撞个正着。“哎呦！”黄大夫往旁一闪：“这是怎么了？鬼急忙慌的。”“对不住，对不住。”青竹朝他连连作揖。顾青叫住他：“你也别靠2条腿跑了，外面有我的马车，白桃，你陪他一块儿去。”跟在黄大夫身后的白桃哎了一声，拽住青竹的袖子：“过来，跟我走这边。”顾青上前迎住黄大夫：“黄老，有劳你了，快这边请。”他带着黄大夫来到东厢房。黄大夫一看夏明的脸色，顾不得寒暄，立刻打开药箱，取出银针。他血型太快，一会儿生产之时，恐怕会有血崩之忧。他一边说，一边让宋药师为妻子解开衣物，在夏明肚腹的穴位上扎下几针。“我先为他缓住气血下溢之事，你这儿有药吗？”宋药师点头，金脂汤和生举汤都煎好了，坤顺丹与养荣丸也备上了。黄大夫看他一眼：“不错，没想到你忙乱之中还记得这些。我再开个方子。”宋药师赶紧在桌上铺好纸笔。黄大夫思忖片刻，一笔而就，按这个方子再煎1副药，一会儿根据情形再看给他用哪副。“多谢黄老。”黄大夫摸摸胡须：“不过你夫人现在无法用药，一切只能等她生下孩子再说。他们做大夫的时常有力不能逮之时，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更是只能依靠产妇本身。”黄大夫见夏明枕旁放着1盒参片，又嘱咐道：“待会儿生产时，让他含着参片，万万要护住那口元气。”宋药师眼底泛红，拿着黄大夫给的药方出门：“我拿药去煎。”顾青在床边坐下：“夏姐姐，稳婆再有半个时辰就来了。你要是难受，我有一套用于产妇的吐纳之法，
我讲给你听，你跟着试一下好不好？夏明望着他，微微点头。在他时轻时重的吐息声中，小红将烧好的热水、煮过的棉帕、剪子等物陆续送进房间。过不多久，宋药师也将煎好的药送了进来。几人安静地陪在屋里，暗自忍耐内心的焦急。顾青起身让宋药师坐回夏明身旁，我出去一下。他走到院子里，深吸一口夜晚的凉气，捏住裙摆闭了闭眼。在睁眼时，他的目光变得冷漠，转身走向柴房。第58章，漫长的一夜。柴房里，一个矮胖的中年妇人被麻绳捆住手脚，歪在柴堆旁。他见着顾青，眼中露出惊愕。顾青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你叫什么名字？夫家何处？”我夫家姓王，他们都叫我王大嫂。我丈夫前年得病死了。家中还有何人？没人了。王大嫂惊慌摇头：“爹娘、公婆、孩子，一个都没有。”顾青问。王大嫂嘴一瘪，哭了出来：“没有，都没有。我家里就我一个，孤苦伶仃，没依没靠。”顾青袖手看他：“你没孩子，就害别人家的孩子。”“我没有。”王大嫂哭声更大：“我就是没把羊奶煮干净，沾了脏东西。”“脏东西？”顾青勾勾嘴角：“一钱乳香价值10两银，寻常药铺多不得见，这脏东西你在哪儿寻着的？不如带我去找找。”王大嫂一愣，摇头：“不可能，我一个帮佣打短工的，哪有钱买这么贵的物件？”“夫人，你一定是弄错了。你知道你害的是什么人吗？”顾青无动于衷：“夏大人官居3品，你害了朝廷命官，你以为你能活得明天？”王大嫂张大嘴：“我冤枉啊！”他嚎啕大哭：“我知道宋夫人是当官的，我一个小老百姓，哪有胆子害她？这就奇怪了。”顾青说：“你明知他有官身，还敢往他的吃食里下药，难不成你认识更大的官，有他做你的倚仗？”王大嫂慌张摇头：“我哪有什么倚仗？我也不认识那什么乳香。那个碗是从厨房里拿的，谁知道有人在上面抹了什么？乳香味浓，它的名字里才有一个香字，如果有人提前抹在上面，你去拿碗的时候早该闻到了。我最近受了凉，鼻子不好。”王大嫂咽了口唾沫：“那羊奶味儿又挺膻，谁能闻得到呢？”顾青笑了下：“是啊，若不是羊奶的气味太重，又怎么盖得过乳香的味道？如果宋药师不是终日与药材打交道，也不会发现羊奶里面竟然加了这种东西。让我想想。”顾青慢慢道：“孕妇禁用的活血之物里，红花、桃仁、没药都太过显眼，只有乳香磨成汁，颜色与羊奶无异，不熟悉它的人也很难认出它来。”他朝王大嫂微微弯下腰，俯视着她：“我想请问王大嫂，这个法子是你想的，还是别人教你的？”王大嫂躲开他的视线：“我不懂你说的这些，我没有害人，你们不能冤枉我。”顾青冷笑一声：“如果今晚夏大人不能平安生产，就算冤枉了你，我也要你偿命。”王大嫂惊恐地看向他：“你想做什么？一命偿一命。”顾青看他一眼，改口：“算了，你能起这歹毒心思，留着也是个祸害。不管夏大人能不能平安生下孩子，我都要你赔他一条命。”王大嫂猛地向后一缩，撞在柴堆上：“杀人是要砍头的。”顾青抚平衣袖：“那你不妨在下面等着，看我会不会被砍头。”你到底是什么人？王大嫂努力将自己缩成一团：“我呀。”顾青笑笑：“是你惹不起的人。”说话间，窗外传来响动，脚步声急如泪点。绿瑶带人匆匆进了院子，直奔东厢房。稳婆来了，他对房里的人说。一位身板硬朗的老妇带着一名中年妇人进了屋。老妇一看屋中准备的用具，微松了口气，赶紧走到床边查看夏明的状况。他摸了摸夏明的肚子，回首：“夫人快生了。”老身这就为她接生。黄大夫先退了出去。宋药师留在房中兀自不动：“我是她丈夫，我可以帮忙。你不曾生产过，怎么知道能做些什么？”老妇瞅他一眼，让他去门边坐着。我看这位夫人一直在强忍，恐怕是不想让你担心。你若执意不走，就先远着些，等要你的时候，你再过来。说完，老妇低头对夏明道：“夫人，一会儿听老身的话，该用力的时候用力，该忍的时候就忍。老身接生过上百个孩子，就没有不成功的。”夏明冲他艰难点头：“好。”听了老妇的安慰，屋里的人似乎都有了主心骨。在老妇的指挥下，他带来的中年妇人帮助夏明摆好分娩的姿势，小红和绿瑶则在旁随时待命。夫人，注意吐纳！老妇教导夏明，不可乱了呼吸。夏明的额头很快被汗水打湿，他忍着阵痛，深一阵浅一阵的吸着气。老妇看了眼他身下涌出的血迹，微不可见的皱了皱眉，探手摸了摸，缠到还未全开。夫人继续按我教的法子吸气。屋子里没人敢作声，大家耳边只听见夏明深深浅浅的呼吸与时不时溢出的呻吟。顾青从柴房出来，停在东厢房的窗外，他没有再往前走，
而是安静站在那里。今晚无星无月，天顶暗淡无光，巷内的人家早已入睡，除了宋家的院子，四处漆黑一片，偶尔有一两声犬吠响起，很快又归于沉寂。他出门的时候太急，没有带披风，身上有些冷，但他不想进屋。断断续续的呻吟缠绕在他耳边，有一瞬像是幻觉，因为他当仔细听时，窗内又像是没了声息。然而很快，屋子里又忙乱起来，痛呼、闷哼、劝慰、惊急，拿餐片给他含上，换水，干净棉布，用力。老妇的声音夹杂在夏明一声又一声的闷吼中。他越是镇静，周遭越是气氛凝重。宋药师端着一盆血水从屋内奔出，他脚步匆忙，不留神绊了一跤，咣当一声，水盆跌在地上，血水泼洒出去，人也跟着跪倒。一只手搀住他的胳膊，让他借力爬起来。宋药师、顾青站在他面前，不会有事的。他一字字无比郑重。宋药师眼眶一热，点点头，捡起水盆，一瘸一拐往回走。黄大夫揣着手慢慢走过来，王妃放心，我给夏大人把锅卖，他虽然行血极了险，但底子养得好，又刚扎过针，定会有惊无险，平安度过此劫。承黄老吉言。顾青平静道，我也相信吉人自有天相，像夏大人这样好的女子，一定可以长命百岁。这一晚，宋家小院的灯火彻夜未熄。当启明星在东方出现的时候，东厢房里终于响起一声婴孩的哭啼。半夜回来守在院中的青竹疼得起身，快，先让大人喝药。黄大夫在门外扯着嗓子喊。屋里没人说话。过了一阵，宋药师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满脸憔悴，嘴唇干裂，眼里似有泪光。母女平安，他喃喃道。屋外先是一阵寂静，随后听到青竹一声大喊，太好了。他跳了起来。黄大夫长出一口气，平安就平安，你哭什么？他摇摇头，捶捶自己的肩膀，守了一夜，累死老头子我了。白桃欣喜地看向自家王妃，王妃，夏大人没事。顾青点点头，真好。屋里屋外终于响起欢声笑语，连婴儿的啼哭也显得无比嘹亮。我快被吓死了。回城的马车上，白桃拍拍胸口，流了那么多血，我都以为夏大人撑不过去了。女子生产如同进鬼门关。顾青道，你看到的只是流出来的血，却不知胎儿还在母体里的时候就开始吸取母亲的养分，那我以后可不敢生。白桃撇撇嘴，多可怕呀。顾青揉揉白桃的脑袋，你还小，不到操心这个的时候。那王妃要生吗？白桃问。顾青淡淡道，这事更不用你操心。回到雍王府，顾青提起裙摆，慢慢走上台阶。初升的朝阳投在雍王府的大门上，为门里出来的人镀上一层朦胧光晕。金丝暗纹在身子朝服上熠熠生辉。顾青看着映入眼帘的袍摆，仰头，殿下。他的声音微微干哑，脸上是一夜未睡的疲惫，脸颊似无血色一般，在阳光下愈显苍白。凤泽深看他一眼，目光落在他脚边，浅青色的裙摆上沾了一大片血渍，已经干了，混着青色隐隐透黑。凤泽细看他的神情，夏明无事。顾青应了声，母女平安。他的口气很平静，惹得凤泽又看了他一眼。殿下要上朝吗？顾青侧身让开，时候不早，不耽搁殿下了。他一改往日的热络，看上去像是累极。凤泽没再说什么，径直走下台阶，登上马背。他无意回头望了眼，却见雍王府门外已经无人了。第59章，他忘了，他来了。日已偏西，一层暮色打在窗棂，橙黄的薄晕落在桌上。顾青放下手中的账册，提笔在纸上记下几行数目文字。后圃堂的小厮轻手轻脚进来，为他点燃烛台。替我请下刘掌柜。顾青道。不一会儿，刘掌柜匆匆赶来。东家，账目有哪里不对吗？没有。顾青拿起自己记述的那页纸，只是看到最近药价有些变化，想请教刘掌柜。东家请讲。上月店里的丹参、泻结、牡丹皮这3味药的进价比往日高了2成，不知是什么缘故。刘掌柜道，这是我正想禀告东家，上次绿瑶姑娘让我留意近来各地药价和药材的进出状况，我发现从上月开始，外面的3七、蒲黄就供不应求。他们与东家刚才提到的3味药都是主治外伤的，因着这2味提了价，其他的药材也跟着涨了。3七产于西南边陲，蒲黄产于江南与淮南。顾青问，难道这2处地方的收成都不好？没听说过。刘掌柜道，这2样药材从去年到今年年初都没什么变化，直到进了2月才稀缺起来。可是有人囤货。刘掌柜想了想，不至于啊，这2样都是常见药材，价位也不高，囤他们能赚几个钱？若是为了用呢？刘掌柜轻思一声，仔细琢磨，可是最近也没听说哪里有战事。现在没有，以后未必。顾青想起那晚凤泽上朝晚归之事，刘掌柜替我联络各地分店，就说这类外伤药材，
咱们店里若是有的也先囤着，进货的时候只要价钱不是特别离谱，也多进一些。刘掌柜点头，东家可还有其他吩咐？没有了。顾青见他欲言又止，好奇刘掌柜还有别的事？这倒没有，只是天色已晚，东家是不是该回府了？刘掌柜笑了笑，雍王殿下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一阵了。顾青微怔，脱口道：他来做什么？刘掌柜不解，雍王殿下亲自来接，东家应该高兴才是。他是看着顾青长大的，难免就带了几分长辈看儿女的心态。顾青却没有他想象中的欢喜，他与凤泽没有熟络到这个份上，别说亲自来后浦堂接他，就连他在雍王府的院子，除了约饭的那几次，凤泽也从来不会踏足。想到约饭，顾青悚然一惊，糟了，好像今天又是3日之期。他不记得今早出门前有没有让绿瑶去约请凤泽，如果连他都忘了，想来定是没有。顾青来到待客的偏厅，只见凤泽独自坐在堂中，手里拿了本药谱，看得认真。这样的画面实在难得一见。斜阳余晖落在他身上，他修长的手指翻过一页书，指尖在纸张一角停留，安静的不像是那个眉眼锋利的王爷。他似乎察觉厅外有人来到，抬头朝顾青望来。这一眼，熟悉的雍王又回来了。顾青在他冷淡的视线中步入偏厅。殿下怎么来了？凤泽和尚书从宫里出来，路过后浦堂，想起有件事要告诉你。何事？给夏明下药的那个厨娘死了。顾青沉默了一瞬，怎么死的？昨晚在京兆府大牢上了吊。顾青垂下眼睫，他手里突然被人塞进一本书，是凤泽刚才看的那本药谱。你这后浦堂挺大方，凤泽说别人家藏起来的宝贝，你这儿摆的到处都是。顾青顺着他的视线看向厅中一排书架，架子上放的都是他这些年从各地搜来的医书药谱。他脸上有了笑容，平日常来做的都是同行，药之医道与医之医道都是一样，如果人人藏着掖着，不肯与人交流，那我们这行当百年千年都不会有长进，不怕被人抢了饭碗？凤泽问。顾青瞟他一眼，你见过哪个有本事的人会饿死？凤泽暴毙，别人不知道，你肯定不会。顾青失笑，多谢殿下夸奖，话已带到。凤泽说，你心里有数就行，京兆府会派人通知夏明，你不用专程跑一趟。顾青见他做事要走，叫住他，殿下，他跟上去，今晚我请你在外面吃饭可好？凤泽转眼看他，顾青目光诚恳，你带了钱？凤泽满脸写着不信。顾青今日没带白桃和绿瑶，出门又是乘的自家马车，实在没有要用钱的地方。顾青摸摸袖中的荷包，浅笑，出门在外，怎能不带银钱？他们做生意的，随时防着不备之需，别说散碎银子，就是100两银票，他怀里都揣着2张。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卷归楼里座无虚席。顾青问过小二，失望转身，今日来得晚，已经没有空座了。殿下，我们去别处吧。凤泽没应声，他走到柜台那儿，敲敲台面，正在打算盘的掌柜闻声抬头。顾青就见他俩说了几句话，很快有人迎过来，将他们带上4楼顶层。这里是整条街上最高的地方，整层楼隔成一间间雅室，进入室内，关上门就再也听不到外面的喧闹声响。顾青走到窗边，举目四望，他的目光掠过一座院子，停下来，那是他的后浦堂后院。顾青回头看了凤泽一眼，怎么？凤泽问。顾青摇头，没什么，只是没想到卷归楼里还有这样的雅室。凤泽来到窗前，吃饭的地方也是谈事情最好的地方。殿下经常来吗？顾青状似不经意地问。来过几次。凤泽说。顾青指向后浦堂的方向，殿下可认得出那是什么地方？不就是你的后院吗？凤泽道。顾青缓慢地眨了眨眼。怎么？凤泽问。你有什么怕被人看见的？他目光深远，瞧着那栋树木掩映的小楼。顾青，你又在试探什么？顾青收回手，他无声笑了笑，弯起唇角，君子有道，暗示不欺。我没有什么怕被人瞧见的，倒是殿下，难道你看到过什么？第60章，你后悔了？面对他的反问，凤泽毫不避讳，见过一只鸟。顾青半挑眉毛，殿下的眼力真好。凤泽望着下方川流不息的人群，站在高处，视野总比别处好些。这条街虽比不上朱雀大街的繁华，一到夜里仍是张灯结彩，沸反盈天。卖糖糕的、捏泥人的、杂耍技艺、卖诗算命，都在沿街两旁支起了摊子。有孩童牵着母亲的手，伸长脖子往摊子上瞧，一停下来就压根走不动道。一群小孩追赶在口喷焰火的杂耍艺人后面，惊奇的拍手欢叫。顾青看着他们，嘴角浮起一丝浅笑。你喜欢孩子？凤泽突然开口。顾青回神，凤泽目光中带着深究。你后悔了？顾青怔了怔，这才反应过来他所指为何。
他不假思索，没有。面对凤泽质询的眼神，顾青认真想了想，殿下想必有所误会，孩子对我而言，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只是他们天真无忧的样子，总能让人感到一些喜悦，仅此而已。凤泽打量他的神情，提醒：你跟我在一起，一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那又怎样？顾青笑了笑，人生如浮游，今日的福分，或许明日转瞬即逝。我只求平安长久，至于别的，实在不敢奢望。我以为你不是如此消极之人。凤泽道：那是殿下还不够了解我。顾青面上带笑，眼底却含着一丝倦懒。我一向贪生怕死，与殿下这样的人其实大不相同。凤泽侧过脸，眉眼带着清潮。那你说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脸一半映着灯火，一半沉于暗夜。顾青的目光从他硬挺的眉骨滑至轮廓分明的下颌。平心而论，凤泽是长得极好看的，可惜这个人只能远观。他想起他俩成婚那日，他拿下遮脸的团扇，凤泽就站在他身前，两人靠得很近，他能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的凉薄与冷情。殿下的心思不在儿女情长。顾青如实回答：殿下心里应当装着更广阔的天地，这个京城对你来说实在太小了。凤泽眼底凉意不减，语声亦是清寒：你今日……他的话音微微一顿，酒楼的小二敲门进屋，送来热腾腾的饭菜：暖寒花酿蒸白鱼，五味羊头肉，素蒸果羹，玉冠肺，杏酪蒸奶糕。小二摆好饭菜，又放下一只玉瓶，这是本店特酿的瑶光，昨日刚从酒窖起封，掌柜让我送来，特请两位贵客品尝。凤泽往桌上扫了眼，上一壶沉香熟水。小二应声退下，不久便将熟水送来。在凤泽的示意下，小二将熟水摆在顾青这边。顾青见了，唇角微微一弯。待小二走后，他低笑一声：殿下担心我不胜酒力。不，凤泽睨他一眼：我怕你酒品不好，传出去有损雍王府的名头。顾青以手抵着唇，眉眼间漾起明亮的笑意：殿下真是好人。凤泽微微拧眉：这还没喝酒，怎么就开始胡言乱语？殿下日后若有机会回到封地，打算做什么？顾青不再惹他，信口找了个话题。凤泽为自己倒上一杯瑶光，酒色清冽，含香扑鼻。没想过，他说。怎会没有想过？顾青奇道：就算是我这个开药行的，也会想象有朝一日店铺开满大江南北的样子。你刚才不是还说自己毫无所求？顾青淡笑：刚才我们议论的是孩子的事情，所以你对子嗣没有一点期待。我说过我是贪生怕死的人。顾青慢慢道：女人与男人不同，女人生子无异于以命相换，倘若运气好，自然皆大欢喜；倘若运气不好，不说一尸两命，至少总有一个人要做出牺牲。凤泽的手指在桌上轻点两下：你在说你自己？他这话半点也不含蓄，像忽然扎进指尖的木刺，让顾青手腕一震。他垂下眼，将那壶沉香熟水注入杯子，端起来浅啜一口。殿下说话未免太直接了些。他的口气微沉，眸色也淡了下来。凤泽仿佛没发现他眉眼间的不悦：你说这些难道不就是想告诉别人你对你母亲的早逝耿耿于怀？顾青两手握着水杯，杯中似有若无的暗香萦绕在鼻端，杯子是银质的，暂刻着一朵舞瓣梅花。顾青悠悠叹了口气，声音微凉：我知道殿下对我不喜，但戳人痛处岂是大丈夫所为？凤泽轻轻挑眉：顾青，不要迁怒。顾青忍不住抬眼对上凤泽的视线，他的目光依旧冷淡，却又好像多了一丝怜悯，如针一般刺痛了他的双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眼神，但凤泽有一点说的没错，他的确在迁怒。从小到大，每到清明和母亲忌日，他的父亲都会大醉一场。他有时候会想，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他一定要告诉母亲不用生下他。尤其当他备受病痛折磨时，更会觉得那个女人用他的性命换来他的降生，实在太不值得。他本可以和相爱的夫君相伴到老，如果运气好，他们还会拥有更加健康的孩子。母亲怀我的时候，大夫说过这一胎不是很好，但他还是执意要把我生下来。顾青笑了下，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生下我的结果是一命换一命。他小时候甚至恨过母亲，恨他为什么要拼死生下他。他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健康强壮，他只有一副随时可能夭折的身体。他从未见过那个女人，对他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他对她的了解都来自父亲的只言片语。顾文敏对于他的出生只说过一句话：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自己的选择，与你没有关系。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心怀内疚，顾青也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内疚，但他还是很不喜欢每年的清明和母亲的忌日。他的生辰在母亲忌日的前一天。那个父亲口中的温柔女子，大约不想让女儿的生辰蒙上一层不祥，硬生生拖到第二日才咽气。但那又如何呢？逝者总会成为活人心中的一根刺，正如凤泽此时的目光，不会痛得让人无法忍受，却始终扎在肉里。殿下可以嘲笑我的虚伪。顾青神色平静：因为我并不感激他把我生下来。
凤泽撤回视线，他的口气漫不经心。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昏迷之中，醒来之后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已经走了。第61章，人生不如意事。夜风吹过，室内烛火轻轻晃动，杯子里的水已经凉了。顾青放下水杯，胸口那一股憋屈的怒意似乎也随之淡去，一时竟让他觉着有几分可笑。殿下是在安慰我吗？他不知为何，明明滴酒未沾，言语却不受控制，脱口而出：我们这算是自揭伤疤。这应该是最好笑的一件事了。他与他并未熟悉到如此地步，他们可以闲聊奇闻异志，可以品评山川风貌，甚至可以畅谈天下大事，但像这样隐秘而又深痛的事情，本不该向对方道出。可是也许正因为他们并不熟悉，有些话才可以在不经意间提起，然后如同清风过耳，再无痕迹。顾青拿起别箸点了点盘子边沿，这些菜再不吃就凉了。他划下鱼腹上最嫩的一块，放入他碗里，仿佛刚才的自意自怨与针锋相对并未发生。凤泽冷眼看他为自己布菜，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对他讲出那番话。他并未想过要安慰他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叹也好，懊悔也好，全都于事无补。他只是看着他强作镇定的模样，忍不住就想挑开他的伪装，看他是否还能冷静自若。他果然生出了愠怒。他其实比谁都明白如何掌控一个人的弱点，尤其是对于他并不信任的人。他没有必要考虑对方的感受。顾青，他没有动款，你不需要刻意讨好我。顾青手里的动作顿了顿。殿下多虑了。他笑靥如花，带着凤泽从未见过的洒脱。我是真心感谢殿下。天下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他心中的刺藏了太久，久到他以为已经融入骨血，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但今日是他自己将它拔了出来，拿给别人看。他有被人看穿的窘迫与恼怒，但更多的却是畅快与释怀。他换了个杯子，为自己倒了一杯酒。我敬殿下。说完，不等凤泽举杯，他扬手一干而尽。凤泽指尖动了动，他可以拦下他这杯酒，却不知为何又想听他酒后会说些什么。但这一回，顾青竟然安安分分的。喝完一杯酒的顾青也很意外。瑶光闻上去清冽，原以为他会像成亲那晚的合卺酒一样辣喉，没想到入口竟然绵甜爽净，回味甘香。凤泽见顾青的眼神再一次瞄向酒瓶，不动声色将他拿远了些。他发现这个便宜王妃不但有吃零嘴的习惯，对酒似乎也有极大的兴趣。他忽然明白顾青那晚为何会喝醉，他是真的在尝酒。你与人谈生意的时候也这样试酒？凤泽问。顾青端端正正坐回去。我身子不好，宴席上没人会找我喝酒。他从不允许自己在生意伙伴面前失态，更何况他大力培养那么多的管事，需要他亲自出面的场合实在不多。按白桃的说法，外面的宴席都是给人看的，若要吃得舒坦，还不如自己在家煮一碗面条来得实在。凤泽看看他，那今晚这顿饭算是什么？顾青拨了拨鬓角的碎发，那要看殿下愿意把它当做什么。他狡黠地笑了笑，我陪殿下甘之如饴，至于殿下，我期待殿下也有甘之如饴的那天。这一晚，雍王府的主人很晚才回府，除了隐在暗处的王府侍卫，没人知道他们殿下被雍王妃拉去逛了夜市。其实也不算逛夜市，只是雍王妃从卷归楼出来以后，说什么也不肯马上登车。他说很久没有见过这般热闹景象，他让雍王随着马车去街口等他，而他要从这头慢慢走过去。雍王似乎有一瞬很想直接把他拎上马车，但偏偏在那时被雍王妃勾住衣袖。要不我们一起走？顾青说。逛街这种事总要人多才有意思。凤泽本想拒绝，两名侍卫已经来到离他们很近的位置，他只要让他们盯住顾青就好。但他一低头就见顾青两眼亮晶晶的，映着满街灯火，一看就是酒劲上头。他才只喝了一杯而已。凤泽忽地想看他到底是真醉还是假醉，只是走过去，他低声问。顾青郑重点头，看上去无比清醒。好。凤泽拉开他的手，扯走袖摆，你带路。顾青左右看看，嫣然一笑，那你跟紧我。被晾在一旁的侍卫眼睁睁看着这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大街向前行去。他们的王妃步履平缓，他们的殿下更是闲庭信步，悠然跟在王妃身后。两人之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一妃一子的身影慢慢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清晨，天将破晓，黄大夫正在院里打养生拳，施阳就抱着一堆物件过来，他将它们放在石桌上，哗啦啦摆满一桌。黄大夫收了拳，走过去，这是些什么？昨晚王妃给您老买的。施阳面色复杂，殿下让我一早送来。黄大夫乐了一声，我看看。桌上琳琅满目，有画扇、彩雕、盆景，还有一个巴掌大的小铜人，铜人身上早有数百小孔，正是对应人体数百个穴位。除此之外，还有几盒子干果蜜饯点心。
黄大夫拿着小铜人翻来覆去看了又看，爱不释手。这个好，他上次从顾青那里借来一本针灸图经，正愁没有地方练手。王妃说夏侍郎险些难产，多亏黄老施以援手，这些东西都是送给黄老玩的。施阳将原话转告。黄大夫呵呵一笑，这个王妃就是太客气了，上次明明已经给过谢礼，何必又送来这么多东西？虽然这些东西乍看上去不值多少钱，但每一样都是他的心头好。黄大夫在宫中待了多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好东西没见过？这世上肯花钱的人很多，肯用心的人却极少。施阳见他乐得合不拢嘴，悠悠提醒黄老拿人手短。去！黄大夫横他一眼，再敢拿老夫打去，下次你们侍卫营的人再来瞧伤，老夫就让你们试试新药。施阳连道不敢，这不是羡慕您老吗？他昨晚没当值，听说跟着殿下出去的那些侍卫，个个都得了一盒烤肉脯当宵夜。若是普通的肉脯也就罢了，偏生是孙三娘家的，那家每晚门庭若市，得排好一阵队才能买到。就不知这队伍是王妃去排的，还是……施阳想起今早凤泽让他给黄大夫送东西时的神情，决定还是不打听为好。第62章，幕后主使。安平坊宋宅，襁褓中的婴儿小脸红润，长睫卷翘，闭着双眼睡得香甜。顾青从摇篮边离开，回到夏明床前，他就这么一直睡着。他轻声问，夏明脸上泛起柔和笑意，吃完奶能睡好几个时辰。顾青在椅子上坐下，那你身子怎么样？每日喂奶受得住吗？夏明那日难产，还是伤了元气，孕期丰润的面颊已经瘦了许多，幸好气色不错，也就这几日罢了。夏明道，奶娘明日就过来，原本就与他定好了日子，只是没想到这次会突然提前，才让人措手不及。顾青点点头，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告诉我，家里的事情有送药师在，你好好将养身子，少操心。夏明笑了笑，带着些许感叹，看向他郑重道，那日多谢你了。若非顾青带来了黄大夫，又及时找来稳婆，恐怕他们母女俩凶多吉少。你我一见如故，不必说这些。顾青正色，何况宋药师还是我的摇钱树，他家里有事，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他刻意拿手比划了一下，逗得夏明忍俊不禁。阿宋这次吓坏了。夏明说，过几日得了闲，你让他回店里上工吧，手头有正经事做，就不会每日在家里草木皆兵。顾青笑道，就怕他去了店里也是神魂不舍，你还是让他多陪陪你为好。夏明无可奈何叹口气，他望了顾青一眼，想必你已听说王大嫂在牢里自缢了。顾青见他提及此事，敛了笑，应声是，殿下向我提过，只是不知京兆府是否问出些什么。夏明神情淡然，京兆府将他收押以后，原打算在次日审问，没想到他直接在牢中自尽，什么消息也没留下。顾青沉吟了片刻，恕我冒昧，夏姐姐在京城有仇家吗？夏明与他对视一眼，你有什么发现？实不相瞒，顾青道，那晚我在柴房中逼问过厨娘，虽然她咬死不肯承认，但从她的反应来看，她不像是主谋。一个无甚见识的独居妇人是不会想到用乳香这种名贵药材动手脚的，更何况乳香价格不菲，外面也不是随处可以买到。顾青说，夏姐姐需要将养身子，我本打算过些时候再说与你听。我让人去查了下与那厨娘有过往来之人。顾青从那日离开宋家之后就开始着手调查，发现他背地里有一个相好。夏明目光微动，你的意思是他下药之事与那人有关？顾青说，他的相好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平日总靠女人过活，前些日子忽然手脚阔绰了起来，不但在赌坊挥金如土，还给厨娘送了支银钗。厨娘只带过一回，被邻居瞧见打趣了几句，就再也没带过。顾青派去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那支钗，钗头鎏金嵌玉，的确不像厨娘平日能买得起的。我本想让人找那个无赖一探究竟，但厨娘进了京兆府的当日，他的相好也没了踪影。顾青道，他常去的赌坊与花楼都没有找到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事出反常即为妖，原本他只有3分怀疑，如今更是笃定，厨娘干的事与他的相好必然有关。夏明听后低下眼，陷入沉思。过了许久，他才作声，此事不可外传。这一句话，嗓音虽仍柔和，却带上了几分朝廷官员的气势。顾青探问，夏姐姐是否有了头绪？夏明没有说话。顾青认真道，此事若是私人恩怨，交由官府处置即可，但若是涉及其他，夏姐姐请三思而后行。他看夏明的意思像是要停止追究此事，而能让夏明如此慎重对待的，恐怕不是私人恩怨那么简单。他心中本就有几分猜测，如今看向夏明的目光更透出一些复杂。夏明摇了摇头，我不是有意瞒你，只是我也不清楚究竟是谁想要害我，但我是朝廷3品官员，此事既已闹到京兆府，不管是何人想对我下手，他们都不会再轻举妄动，所以你不用担心，
在我回衙赴任之前，应当不会再出什么岔子。顾青听他语气柔和，态度却十分坚决，显然是不想让自己再掺和其中。谋害官员是大罪，顾青道，对方既已开了头，想必不会善罢甘休。夏姐姐不可掉以轻心，你如今有夫有女，你的安危不只是你一人的安危。夏明微微凝眉，目光投向床边的摇篮。我明白，只是眼下无凭无据，与其胡乱猜疑，不如静观其变。我看下药之事没那么简单。雍王府里，顾青对凤泽道。凤泽看了眼一到饭点就翩然而至的顾青，不置可否的掀了掀唇。你来的倒是及时。今日虽又到了3日之约，顾青却并未提前与他传信，他还以为他又如那日一般忘了。顾青面色如常，他这次没忘，只是今日他一直在外面忙着，先是在后圃堂看账，后来又去了宋家探望夏明，回来以后实在没心思筹备菜单，索性便直奔凤泽院中，看看他平日都喜欢吃些什么。雍王府的人待他虽恭敬，对于凤泽的喜好却守口如瓶，仿佛一旦被他听去，他们家殿下就会多一个软肋似的。顾青每回在自己的院子招待凤泽，都不见他对那些精心准备的菜色如何捧场，反而是上次在卷归楼，那些菜都是他亲口所点，用的也不少，可见他更喜欢自己做主。顾青奉上一个食盒，这是柳记的香酥鸭脯，作为我蹭饭的饭资，请殿下笑纳。凤泽当然不可能笑纳，只是也未拒绝，任凭顾青将那叠鸭脯取出放到桌上。夏明在朝中任职多年，见过的风浪比你多，他既然不让你插手，你就不要多管。他对顾青道，殿下也认为此事与朝务有关，你既然这么好奇，为何不直接问他？凤泽斜他一眼。顾青神情自若，夏姐姐还在坐月子，我怎好老拿这事让她烦心。凤泽靠在椅子上，我非当事人，你问我也无用。殿下消息灵通，想必知道户部侍郎这位子碍了哪些人的眼，又或是哪些人想取而代之。顾青思来想去，也只有这2种可能。夏明与宋药师都不是惹是生非之人，不会与人结下什么私怨，但夏明身份特殊，在他这个职位上得罪的人恐怕不少。对方既敢对夏明下药，想让他难产而亡，肯定是不希望他再回去复职。凤泽盯着他，漫不经心道，朝廷里的事与你又有何干系？第63章，不需要他参与。我是夏明为友，宋药师又是我极为看重之人，这件事涉及他们一家安危，我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此事当真涉及朝中势力，你待如何？凤泽反问。顾青想了想，尽我所能，保他们一家3口平安。凤泽笑了，顾青，你何来这样的本事？不试试怎么知道？顾青说，殿下当初能将林秀家平安送出京城，为何我就不能护自己人周全？你就如此看重你那宋药师一家？凤泽问。若是黄大夫有难，我想殿下也不会置之不理。顾青道，宋药师与我有救命之恩，夏姐姐又是一心为民的好官，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置身事外。凤泽眯了眯眼，夏明在户部身居要职，户部本就是一滩浑水，他能在里面平安待这么久，全靠皇帝护航。皇帝亲口夸他为纯臣，就连户部尚书隋文远都无此殊荣。不过隋文远毕竟是二皇子凤元泰的亲舅舅，无论他如何避嫌，在旁人眼中都与二皇子一派脱不了干系。隋尚书与他可有局语？顾青问。就冲凤元泰和隋家长子隋有贤的德性，顾青对隋文远谈不上什么好感。以夏明的性情，想来也不是阿谀奉承之人。凤泽道，隋文远能做到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于贵妃的哥哥。夏明有真才实干，又不好争权夺利，供着他对隋文远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不是心眼特别小的上司，都不会与夏明这样任劳任怨的下属过不去。那在你看来，是谁想要对付夏姐姐？顾青问。凤泽好笑，我又不是未卜先知，他夏明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顾青挑眉，以殿下的本事，若是有心要查，还怕查不出吗？顾青，凤泽慢慢叫了声他的名字，你是不是忘了，我只是一个闲散王爷？顾青单手之仪，殿下最近上朝的次数可不少。以往凤泽只在大朝会的时候入宫，但最近一段时日，顾青撞见他穿朝服的次数已远远超过每月大朝会的次数。边关又要起战事吗？顾青想起后圃堂的账目，最近外地的商药供不应求，我猜是不是有人得了消息，有意在囤货？凤泽看他一眼，几时出现的？就在最近2个月。顾青道，我们药行的账目上，有关外商用药的进价比往日涨了2成。我让掌柜打听过了，外地有人在大量收购3七、蒲黄，这才造成药价不断上涨。凤泽沉眉，除此之外，可还有别的发现？暂时就这些。我已经让人联络各地的分店，让他们先把外商的药材压着，不急着出货。顾青有自己的一番考量，若是有人刻意抬价，我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若是当真有战事要发生，关药局来征收药材的时候，我也不会毫无准备。关于战事这话不能乱说。凤泽道，小心言官参你谣言惑众。
只在自家说说也不行？顾青不以为然。自家？凤泽微微一审，看来你在雍王府待得很是习惯。顾青笑笑，全赖殿下信任。凤泽虽把他丢在别的院子，但从未限制他的行动。院中仆从又极听使唤，与在顾家时比起来，不但半点不差，更因为听不到老父亲的念叨，反而更显自在。顾青想到此处，默默在心里对亲爹道了声抱歉。凤泽见他神情坦荡，似乎的确乐在其中，讽然一笑：“我并未信任你。”顾青早已习惯他时不时地刺上一句，心情丝毫不受影响。是，我知道殿下视我为洪水猛兽，是我舔着脸非要纠缠殿下。话音未落，施阳正好从外面一脚跨入，听到顾青这话，脚下一顿。他正在犹豫要不要转身先走，冷不丁被凤泽叫住：“什么事？”施阳用眼角余光瞥了眼顾青，他来时不知道这位王妃也在这里。凤泽见状，料想他必有要事，当即起身过来。顾青见他二人走出厅外，显然是不想自己听到谈话，当下识趣的垂眼，只盯着眼前一桌子菜，绝不东张西望。但没过多久，他又无声地弯起唇角。凤泽刚才没有撵他出去，看来这段时间他的刻意接近颇见成效。殿下，施阳来到院中，低声禀报，已经核实，萧图的确收服了北狄八部，正屯兵于北都，在当地大兴土木。凤泽微微挑眉，范平的消息居然比我们还灵通。施阳又说，前几日有人从内地往关外偷运商药，被咱们的人截住了，查出对方的身份没有？是内地做药材生意的普通商人，他们收了北狄的重金，这才铤而走险。只有这一波？凤泽问。目前只发现这一波。施阳见凤泽神情不对，殿下的意思是还有别人？凤泽朝顾青所在之处望了眼，让玄竹继续查。如果萧图的目的是为了打仗囤积商药，一定不是小动作。按照顾青的说法，这2个月的商药要价居高不下，可见在这之前那些人就囤了不少货，这不是1-2家普通商人就能做得到的。施阳应了一声，又问王妃是做药材生意的，要不要请他一起帮忙打听？凤泽没应声，他盯着施阳仔细看了看，方道：在你看来，玄竹连打听这点消息的本事也没有？施阳心里咯噔一声，讪笑：殿下，我不是小瞧玄竹，我这不是想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咱们王妃是要行的东家，由他出面打听，既方便又快当，还不会惹人怀疑。你就这么相信他？凤泽问。施阳看看他的脸色，这些天下来，我们尚未发现王妃有任何不轨之举。凤泽不置可否，无论他是否可靠，我们的事情都不需要他参与其中。他神情严肃，施阳见状，识趣的点了点头，属下明白。第64章，大皇子出场。阿夏，宋药师见夏明吃着饭又停了下来，小声问：怎么了？今日东家走后你就魂不守舍的，是有什么事吗？夏明搁下手中的汤匙：阿宋，我打算下个月销假回任。宋药师一言不发。夏明搭上他的手背，以目光恳求。宋药师拨了拨碗中的饭粒：出了很严重的事吗？夏明静默一阵：前些日子我的属僚在稽核往年账目时发现了一些出入，我知道那段时间他们时常往家里递条子，扰得你整夜睡不好觉。宋药师本是个极温和的人，能说出这样的抱怨，可见心里已十分不满。夏明歉然笑道：也不全是因为公务，那时临近生产，腿脚肿得难受，夜里又翻不了身，所以才会睡不着。宋药师放下碗筷：你这次为了生下希儿，差点连命都没了，就算休养到下个月，也不满2月，我不同意。他难得对夏明板起脸。夏明喟然一叹：阿宋，我不在朝中，有些事处理起来就没那么方便，若我回去晚了，恐怕有些证据就再也找不到了。什么证据？宋药师问。往你食物里下药的证据。夏明微微一怔。宋药师见他神情，心知自己猜得不错。你不必瞒我，那王大嫂与我们无仇无怨，怎会突然起了害人的心思？她一个胆小怕事的妇人，又怎会一入京兆府就自杀？这件事处处都透着蹊跷，他不说并不表示心里不明白。夏明抿了抿唇：我原是不想让你担心。阿夏，宋药师握住他的手，我知道你为官勤勉，也比我更懂得官场上的弯弯绕绕，但就像东家说的，你还有我跟希儿，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不能把我们排除在外。夏明抬起眼：你都听到了？只听到一些。宋药师道：东家与我们非亲非故，连他都肯出手相助，我是你的丈夫，难道就不值得你信赖？夏明摇摇头：我从未小瞧过你，当年若非有你一起逃难，恐怕我也活不到参加科举。这个比他还要小上几岁的男子，看似文弱可欺，实则比谁都要可靠。那些年是他陪着他一路披荆斩棘，为他张开后盾，让他可以心无旁骛，为了自己的理想一心扑在公务上。阿宋，夏明目光一柔：我让你辛苦了这么多年，不想再让你为我担惊受怕。我们是夫妻。宋药师责怪：难不成你想抛夫弃女？夏明失笑：
他反握住宋药师的手，轻轻摇了摇。我想提前回去复职，也是担心酒不在任上，有人趁机做手脚。我那些属僚都是老实人，虽然我让他们把有问题的账目都做了记录，暗中送到我这里，但指不定哪日就会被人套出话来。有我回去坐镇，至少他们不必成为别人的靶子。那你呢？宋药师问。你就不怕成为靶子？夏明唇角的笑容一淡，家里出了王大嫂这样的事，恐怕我早就成了靶子。皇宫里的御苑湖旁，成批的绿晶石被运了过来。绿晶石呈幽绿、浅葱、靛蓝等色，打磨光滑的石身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金辉。硕大的石头被工匠雕刻成山峦、河川等样式，沿着湖岸堆起一片蓬莱仙山。工部几名官员沿着湖畔走了一圈，不时在纸上写写画画。现场督工的太监领人赶上他们，手里捧着金帕茶碗等物。大皇子领头太监对当先一名者袍男子道：“你们劳累了半日，先坐下来歇歇脚，喝口茶水吧。”者袍男子身量中等，脸颊瘦削，他瞧了瞧身旁汗流浃背的官员，点头：“也好，我们就在这歇会儿。”他也不怎么讲究，与众人先袍席地而坐。一名官员将手中的图纸递给他，用笔头指了指圈出来的地方：“大皇子，这3处可以植一片雪柳，4月底正是花期，到时白花满枝，犹如覆雪，正好迎合仙山清雅之风。”大皇子凤元和接过图纸仔细看了看，可行。不过底下这处远离水源，若要开沟引水，恐怕会破坏这处山石景貌。山石见景是由二皇子的人在操办，要不要属下去找他们商量？不用了。凤元和道：“山石笨重，挪动不易，他们那边不会同意的。可是把这处雪柳改种在东面这个位置。”凤元和在图上点了点。官员应声是。凤元和端起茶碗喝了半碗凉茶，起身走到湖边。御苑湖波光浩渺，白鹭纷飞，湖水映着绿金石山，恍惚间竟真有种置身蓬莱仙境的缥缈意味。二弟当真是用心良苦。他低声喃喃：“这一支花木协同造景的差事是皇帝指派给他的。为了这事，听说于贵妃还对他的母亲明贵妃甩了脸子。于贵妃的心思，凤元和很能理解。从一开始，督办皇帝寿宴的事务就由二皇子凤元泰一力承担，如今眼看就要收尾，却斜刺里冒出一个凤元和。且不论他是否有意抢功，这等在皇帝面前露脸的大事，换了谁也不愿有第二个人与自己分享。”凤元和将剩下的半碗茶一口饮尽，回到歇脚的地方。“起来吧，把最后一处地方量完，咱们就回宫房。”随行的官员放下汗巾和茶碗，正要起身，突然听到后方传来一声惊叫：“快跑！”叫声未落，就听一阵轰然巨响，一块3丈高的巨石从他们身后的坡顶滚下。巨石携着千钧之势一路直下，沿途压折草木无数。官员和太监们两股战战，手脚并用，爬起来四散而逃。众人慌不择路，一时也顾不得谁是谁了，跑动中互相冲撞，有不少人摔倒地上。凤元和冷不防被人绊了一跤，栽倒在一旁的泥沟里。眼看那块巨石如倾倒的山岳一般朝他这边疾飞而来，凤元和以袖掩面，翻身紧趴在地上，脑后风声呼啸而至。第65章不祥之兆。御书房外，谢飞白宽袍大袖，如仙人之姿，施然行来。守在门外的太监见了他，赶紧迎上前：“驸马，您先随奴婢去侧殿等会儿，陛下正在。”话音未落，就听御书房内传来碎瓷击地的声音，伴着皇帝一声怒斥：“混账！”门外的太监肩膀一抖，望向谢飞白。谢飞白会意：“那我先去侧殿等着，一会儿若是陛下传唤，你再叫我。”太监堆了笑：“哎，我带您过去。”两人行至无人处，谢飞白这才问道：“出了什么事？”太监压低声音：“大皇子今日在御苑湖伤着了。”御苑湖？谢飞白好奇：“那不是陛下将要办寿宴的地方？大皇子去那儿作甚？”驸马您有所不知，太监知道谢飞白一向不理朝事，小生为他解惑。前几日陛下让大皇子协助二皇子督办寿宴造景之事，这不，大皇子今日率了工部的官员过来测量地形，结果就被一颗飞来的巨石给伤了。谢飞白皱眉：“伤得可严重？”奴婢不大清楚，想来性命应是无碍。太监也只在书房外听了一耳。谢飞白苦笑：“那我今日来的不巧。”太监同情地看他一眼：“待会儿奴婢唤您的时候，给您使眼色。如果陛下心情还是不好，您就长话短说，早些完事。多谢徐公公。”谢飞白往他手里塞了一块银锭：“您太客气了。”太监熟练地将银锭藏进袖子：“咱们都知道，这宫里来来往往的大人们，您是最和善的一个。”谢飞白含笑抱拳：“多亏诸位公公照应。”太监将他领进侧殿，奉上香茶，这才离开。谢飞白等了约有大半个时辰，才听到御书房传唤。姓徐的太监在门口对他挤了挤眼，暗自比了个放心的动作。谢飞白朝他微一颔首，踏进御书房。房里的狼藉早已被收拾过，皇帝坐在龙案后面，
单手扶额，瞧着竟有几分疲态。他见了谢飞白，放下手，沉声开口：“听说驸马有喜事要奏报于我。”谢飞白行完大礼，趋前一步：“月末就是陛下生辰，山长他老人家托我向陛下请示，可否领寒山书院众位杰出弟子向陛下祝寿？”皇帝闻言，面上掠过一丝诧异。老山长向来不问世事，怎么这回突然有了这样的心思？谢飞白含蓄笑了笑，此事还得从二皇子说起。老二，皇帝坐起身，口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悦。他又做了什么？谢飞白微微挑了挑眉，二皇子惹陛下生气了。呵，皇帝沉着脸，他那蓬莱仙山还未建好就砸了人。谢飞白倒吸一口冷气，顿了顿，才道：二皇子虽有督办之责，但现场建造的想必另有其人，还请陛下息怒，不要为这事伤了龙体。皇帝冷哼一声：我当然知道他大不了石头，但你知不知道砸的人是谁？谢飞白迟疑着：微臣不知。砸伤了工部一名官员，还有元和大皇子。谢飞白惊讶抬头：大皇子也被砸伤了？皇帝冷然：元和命大，只是摔伤了腿，那个官员被压坏了半边肩膀，一条胳膊怕是废了。谢飞白长吁一口气：没出人命就好。皇帝面色阴沉：好好一桩喜事，瞧他们给朕办的。陛下千万不要这样想。谢飞白劝慰：既是建造蓬莱仙山，那仙人之事自然不是凡躯能够妄加干涉的。依臣之见，正是因为在宫中建着蓬莱，有陛下的龙气护佑，才未闹出大事。皇帝不咸不淡：你倒是会捡好听的说，实话实说罢了。谢飞白笑道：陛下岂不闻好事多磨？正是前面去了这些灾厄，后面才会有更大的喜事。那你倒是说说，寒山书院向我祝寿，与老二又有什么关系？谢飞白道：寒山书院此番名为祝寿，实则是想为陛下著书立传。皇帝目光一动：哦，虽说宫禁之中自有起居注，朝中又有史官执笔，但民间也不乏拜官野史之路，只是此类传记多为贤人所述，难登大雅之堂。而寒山书院不乏文采斐然之辈，又有善书绘画之人，若能集众人之才，以陛下寿宴为引，记述陛下多年之功绩，岂不是本朝前所未有的创举？谢飞白侃侃而谈，皇帝默不作声听着，神情高深莫测。想出这个法子的人是老二。皇帝问。谢飞白如实道：前些日子随尚书约我赏春，向我提及想让寒山书院出面主持此事，我不便推脱，便与山长商量了一番。老山长竟肯答应。不敢欺瞒陛下，谢飞白垂首，一开始老山长的确不应，是微臣对他多次游说，他才勉强应了。你是如何说的？皇帝盯着他。谢飞白叹了口气：陛下年少时也曾在寒山书院待过一些日子，自然知道寒山书院虽为众书院之首，但一直过于保守，书院中的弟子不知天下疾苦，不明世间常理，长此以往，人人都有些迂阔。近年来凡入世的弟子大都没有什么好去处，书院的声名早就岌岌可危。所以寒山书院是想借朕的事？不敢。谢飞白道：此事原本出自二皇子的孝心，寒山书院不过是顺势而为，以求天恩眷顾罢了。老山长一把年纪，难得他还能想开，都是二皇子至诚至孝，方才使得金石为开。皇帝朝下方看他一眼：隋文元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去老山长面前费了这么多嘴皮子？谢飞白连连摆手：陛下说笑，我只收了隋尚书2两雀舌，再多的可不敢要了。他诚惶诚恐，做事要贵，陛下是知道我的，若非此事对陛下有益，我也不敢多嘴插手。行了，皇帝叫起他：你的心思朕明白，老二的心思朕也清楚。他面上不见喜怒，淡淡道：老二性子也，能做不能做的都敢做。他要给朕著书，使唤不动朝里的大臣，只能找一些靠笔头吃饭的文人。谢飞白恭敬地站在一旁，垂手听训。皇帝目光复杂，口气里多了几分慨然。这文人的笔用的好是开疆拓土的刀与剑，用的不好能让人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老二比他哥哥聪明，朕就怕他太聪明了些。第66章换装。看来过了这么些年，他依然记得文人的妙处。凤泽听了谢飞白的叙述，冷冷一笑。他们照旧坐在卷归楼的雅室，雅室一角瑞香袅袅。谢飞白注视着那些升腾的烟雾，如祥云一般散开。当年他就是靠着文人的笔，将太子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听他提起先太子，凤泽眼中嘲讽更甚。如今他的儿子与他一脉相承，他应该感到欣慰才是。我看皇帝的心情不太好。谢飞白笑笑，他哪会看不出凤元泰明面上是为他这个当爹的著书立传，实际上是想借势为自己立威。可是他抵挡不了这样的诱惑。凤泽一针见血，尤其是寒山书院出面。是啊，谢飞白道，当年山长他老人家可是当面怒斥过皇帝不悌不义，还坚持不肯将太子的名讳从书院的弟子录中划去。
此事极为隐秘，不为外人所知。皇帝顾忌寒山书院根基深厚，又为了面子，这才没有对山长痛下杀手。但自他继位以来，但凡寒山书院出身的举子，入仕后大多被打发去偏远的地方任职，无论政绩再好，也难有出头之日。寒山书院如肯为他立传，他不但可以找回丢失的颜面，更能借此让别人仿效。不过，凤泽问：“你是如何说服山长同意的？”谢飞白翩然一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凤泽挑眉：“山长没打断你的腿？”谢飞白摇摇手指：“我告诉山长他老人家，这是他最后一个入仕小弟子托我办的事，如果我办得不好，他那小弟子就与他此生再不复相见。”凤泽没说话。谢飞白斜他一眼：“怎么？我说的不好？”凤泽道：“你要真敢这么说，弟子路上第一个被划去的就是你的名字。”谢飞白叹气摇头：“我既是你的师哥，又做过你的先生，你就不能尊师重道一些？为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凤泽睨他一眼：“你做了几样？”谢飞白不经意的四下一瞧：“不如我教你夫妻相处之道。”他笑眯眯的朝凤泽凑近了些，比如如何陪人逛街，如何为女子购买他心仪之物。凤泽面色不佳：“你最近很闲？”“怎么可能？”谢飞白府长，我只是那晚陪生生出游，无意中瞧见熟人罢了。生生是长公主的小字，谢飞白每每唤着，都让人听得牙酸。凤泽抱臂环胸：“皇姐能忍你这么多年，也是不易，还不是因为她知道我在帮你这个弟弟。”谢飞白道：“生生说你那王妃极对他的胃口，问你什么时候能将他拿下。”凤泽脸色未变：“皇姐想多了，是不是想多我不知道，不过我看你们那晚相处融洽，看来我那句祝福是说对了。相敬如宾不是什么难事。话虽如此，以你的性子，又肯对谁相敬如宾？”谢飞白以一副过来人的语调慢慢道：“我听说那姑娘在雍王府过得如鱼得水，甚是逍遥。我与她早有约定。”凤泽道：“只要她不背叛雍王府，我就给她想要的。”“那她想要什么？”谢飞白问。“难道真是我看走了眼，她就图你这个人？”凤泽没有回答。顾青想要什么，他也很想知道，但他回顾左右而言他，就算他有再好的耐心，也不想再打探下去。他与他本就是陌路人，不值得他在他身上花太多心思。4月28日，皇帝大寿。当日停朝一天，到了傍晚，群臣将携家眷至宫内御苑湖为皇帝祝寿。下午申时未到，顾青便从午睡中醒来，坐在妆台前，由白桃与几名侍女为他张罗着盛装打扮。如今已至初夏，顾青换上绛色叶地长裙，外罩广袖纱衣，肩披金粉绘花纱罗，系垂金钗，腰悬美玉，华丽之余不失庄重。白桃拿起口脂要为他涂上，顾青拦住他：“等我吃过东西再涂。宫中晚宴须得处处谨小慎微，难以放心进食。有经验的官员人家都会在出门前先吃些东西垫垫肚子。”顾青的父亲虽不是什么大官，但他常年在礼部任职，最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从第一次带女儿参加宫宴时起，就耳提面命，一定要在家里吃饱了再走。顾青拈起白桃做好的方糕送入口中，这是红豆加了山楂馅做的，绵软爽口。白桃将它做成一口一个的大小，就算带在马车上吃，也不怕弄脏了妆容和衣裳。给殿下送一盘过去。顾青吩咐。这些日子下来，他看出凤泽跟他一样，都不爱吃太甜腻的东西。白桃刚走出房门，就见凤泽从院外进来。王妃还在准备？凤泽问。白桃端着方糕行了一礼，已快好了。王妃正让我给殿下送些点心过去。顾青听到外面的讲话声，拎着裙摆从房门迈出。凤泽听见环佩叮当，抬头瞧见他这身装扮，沉吟了一瞬。今日赴宴之人众多，换身方便行走的衣裳。顾青闻言，抬臂检视自身。白桃在旁惋惜：“可是王妃这身很好看啊。”顾青平日很少做这艳丽的装扮，她本就肤色白皙，盛装之下愈发显得肌肤晶莹，眉目如画。顾青看看凤泽，好。他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进屋换装。不多时，他重新出来。这一次他换的是件鹅黄小袖短襦，腰间用宽绸系着月青色的瑞草云鹤长裙，纤腰盈盈一握，身形俏丽修长。殿下，这样可满意？他问。凤泽的目光移到他发间，他头上繁复的发饰也做了变化，只重新挽了一个单罗髻，插上一只青玉簪，再用小几枚珠花点缀。走吧。凤泽发话。白桃正要跟上他们，顾青回头叫住他：“今日人多，我带绿瑶去就好。你在家备些醒酒的茶水，等我们回来。”白桃不解，但仍听话地停下脚步。他将手里装着点心的托盘交给绿瑶：“这些留给王妃和殿下在路上吃。”他殷殷嘱咐：“王妃就拜托你照顾了，千万别出什么岔子。”你们王妃是去赴宴？凤泽突然在旁开口：“不是赋闲。”白桃被他吓了一跳，赶紧噤声退到一旁。凤泽身边响起一声轻笑，顾青伸出手拉着他的袖摆，轻轻拽了拽：“殿下，
再不走就迟了。凤泽侧过脸，只见顾青眼含笑意，讨好而又戏谑地看着他。第67章，有一种痛叫。直到上了马车，顾青眼底的笑意仍未完全消失。凤泽在他身后钻进车厢，见他眉眼愉悦，微微一审，很有趣。顾青朝旁挪了挪，让他进到车厢深处。白桃心直口快，殿下不要介意，你的人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凤泽在他对面坐下，对我也毫无信任。怎么会呢？顾青和婉一笑，只是我平常没什么机会出席宫宴，他们心里难免会紧张了些。我看你在花朝宴上的表现却是游刃有余。凤泽道，对着皇帝也能侃侃而谈，半点不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殿下还在为当日赐婚之事耿耿于怀吗？顾青眨眼，你我现在已是夫妻，总是计较往事又有何意？就算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自从嫁到雍王府，他处处小心谨慎，半点也不曾逾矩。凤泽揪着这点不放，却也不想想，当初他要是真不肯娶，难道他还能强嫁不成？顾青也说不上自己为何没来由的一阵憋闷，就算他嫁给凤泽不是出于真情，但他费心劳力想与他搞好关系，眼看两人最近似乎近了一步，能够坐在一起吃一顿还算融洽的饭，转眼这个男人就翻出旧事嘲讽于他。若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顾青真想甩脸不伺候了。凤泽眸色微微一沉，他并非听不出顾青话里的反讽之意，但他也不明白为何一直在他面前曲意奉承之人竟会突然变了脸色。两人各怀心思，车厢里顿时沉静下来。良久，顾青勉强笑了笑，刚才一时情急，是我失礼了，请殿下莫怪。他朝凤泽微微欠身，就在他直起身子打算再说些什么找不的时候，面上忽然一僵，一股陌生而又熟悉的钝痛穿过他的小腹，令他瞬间冒出冷汗。顾青不由自主并拢膝盖，手指不自觉地蜷紧。他的小日子竟然在这时候到了。由于他先天体虚，自从出朝之后，月信便一直来得不定，少则3、2月，多则半年才会来上一回。按照大夫的说法，他这属于寒凝血瘀，每次来月信时都会痛得死去活来，哪怕经过宋药师的调理，也只比最初时稍好上那么一些，但仍会苦不堪言。凤泽见他突然失语，一张俏脸仿佛瞬间失了血色，哪怕涂了胭脂也无法遮挡底下透出的煞白。怎么了？他不觉拢起双眉，哪里不是？顾青摇摇头，想要说话，却又被一阵钻心的冷痛刺得一个机灵。殿下，他正要开口，手腕却被人握住。凤泽翻过他的手腕，中12指按住他的脉搏。说不上是因为腹中冷痛，还是突如其来的碰触，顾青的肩膀抖了抖。殿下，他深吸一口气，只觉从未面临如此窘迫的境况。我没事，我只是月信来了。他别过脸，没去看凤泽此时的神情，尽量用平稳的声音道：可否让马车先停一下，叫绿瑶进来，还有也请殿下暂避。按在他腕间的手指似乎停顿了一下，顾青眼睁睁看着那只骨节分明的手离开自己的手腕，转而掀起一旁的车帘。停车。天边晚霞灿烂，光影瑰丽。凤泽负手站在道旁，抬头看天。施阳陪在他身边。殿下，出了什么事？无事。凤泽望着逐渐西沉的落日，忽然道：让人重新找辆马车，送王妃回府。施阳不解，如果王妃不随你进宫，要是皇帝问起该怎么办？就说王妃突发疾病，不能进宫。施阳迟疑了一下，可是今晚不比往常，王妃临时缺席，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凤泽转眸看他一眼，平日我受的猜疑难道还少了？话虽如此，可是今晚……好了，凤泽打断他，就按我说的办。他一旦沉下脸，便没人敢反对。施阳低头应声，转身让侍卫去找马车。顾青在车厢中换好月事带，见裙子并未脏污，长松了一口气。幸好白桃和绿瑶都知道他的小日子不准，平常都将月事带备在身上，以作不时之需，不然他今日当着凤泽的面，一定会出个大糗。绿瑶为他倒了盏热茶。王妃，你还挺得住吗？顾青用手按住小腹，挺不住也得挺。今日是皇帝寿宴，群臣及家眷，除非重病不起方能告假，便是这样也会惹得皇帝不喜。更何况他自成婚以来，尚未正式入宫拜见，如果无故不至，只会让皇帝对雍王府更加猜忌。凤泽走到马车旁，正要让顾青打道回府，就听里面传来他的柔声细语：我若不去，陛下不会体谅我体弱，只会认为雍王府傲慢无礼。我嫁给殿下本就是强人所难，又何必节外生枝，给他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凤泽往前迈出的脚步微微一顿，不一会儿，车帘掀开，绿瑶从车上下来。殿下。绿瑶朝凤泽行礼，王妃说可以启程了。凤泽走过去挑开车帘，见顾青坐在原处，脸色依旧隐隐泛白。我让人去寻了马车，送你回府。凤泽道。顾青微讶，不必了。他稍稍提高声音，回道：时辰已经不早，我们还是赶紧进宫为好。凤泽站在车外，不必勉强。顾青笑了下，
将手藏在袖中，轻轻捂住肚子。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今晚是陛下寿辰，无论谁缺席，都会让他脸上不好看。殿下若当真心疼我，就赶紧上来，以免我们去的迟了，反而落人口实。凤泽认真瞧他一眼，顾青，我不需要你为我担待什么。他与他，往好了说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往差了说只是两个住在同一府邸的陌生人。他俩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可我想让殿下欠我人情。顾青坦率道，便是殿下不领情，我也要硬塞过去。殿下若当真不要，不如就将我从车上赶下来。他一副胡搅蛮缠死气白赖的口吻，配着那张几无血色的脸，显得既固执又可怜。凤泽沉眉。这时雍王府的侍卫已经雇了马车过来，殿下，马车到了。顾青坐在车中，微微挺直背脊，两眼紧盯凤泽。凤泽开口，罢了。说完，他先刨上了车。第68章，反复无常的小日子。哟，这是怎么了？御苑湖畔的公道上，凤泽一行与长公主遇个正着。长公主扫了眼凤泽身侧的顾青，雍王妃看着脸色不大好。顾青微微一笑，略有些不适罢了，没有大碍。长公主走上前，用两人之间才能听到的声音问：莫不是小日子到了？顾青不由看了凤泽一眼，他这月信不来则已，一来就要闹得他们凤家人皆知吗？长公主端向顾青神情，越发笃定自己的猜测，当下换过弓臂，湖边风大，去取2个手炉来。说完，又叹息似的对凤泽道：雍王妃体弱，身边的人也不禁心着点儿。驸马谢飞白跟在他身后，见状轻声提醒：生生，今晚男宾和女宾各坐一席，不如你带雍王妃过去，正好让她陪你说话解解闷。长公主回头白他一眼：我自然有数，何须你说？他伸手挽了顾青，这里的景致没什么好看的，我带你去那边坐坐。说完，两人携手而去。长公主在外素有骄横跋扈之名，一旁经过的官眷见他带驸马颐指气使，面上也未露出惊异之色。谢飞白更是坦然自若，朝凤泽行了一礼：雍王殿下。凤泽颔首，听闻驸马今日要向陛下献计。不敢。谢飞白温文尔雅一笑：雕虫小技而已，不叫人失望罢了。那我就拭目以待。凤泽说完，不再停留，径自去了湖边的宴席中。席间的座次按身份高低排列，凤泽与皇帝的关系虽然微妙，但他毕竟是皇室中人，又是皇帝的弟弟，位次远在众人之上，除了2名皇子，属他与皇帝的御座离得最近。男宾席位与女宾席位之间隔着一块空地，地面以玉石铺成，是以明珠，在灯火映照下散发出水波般的蒙蒙光晕。顾青与长公主坐在女宾席上，正对凤泽的方向。宫婢的动作很快，已将手炉送来。长公主递了一个给顾青，放在袖中暖暖肚子。顾青感激接过，多谢长公主。这有什么可谢的？长公主不经意地朝对面瞄了一眼。男人不比女子，他们不懂这是多大的折磨，就算懂，也是一知半解，不能指望他们感同身受。要照顾好身子，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来。顾青抿唇一笑：我每次月信都不大准，这回是路上才发现。殿下本想叫我先回去，是我不肯。长公主轻啧一声：那你还来做什么？这宫宴不过就是吃吃喝喝罢了，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话虽如此，但这是婚后我第一次进宫，总要在陛下面前露个脸，毕竟这桩婚事是由他所赐，总不能让人以为雍王府把我藏了起来。你倒是挺会为他着想。长公主挑了挑眉，可我看他对你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你不会觉得不甘心吗？顾青抬眸，为何不甘心？长公主掀唇，自然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盯着顾青的双眼，似笑非笑问了句：都道你对雍王痴心一片，难道就不想他以真心待你？顾青往男宾的席位摇摇头去一瞥，只见凤泽独具一案，四下烛火通明，却照不进他漆黑的眼眸。顾青收回视线，强人所难，非我所愿。他既未付出真心，自然不求别人将真心遗落在他身上。他虽为求生强嫁于他，却也不至于卑劣至此。长公主打量他2眼，忽然道：我很好奇，你到底看中他哪里？他这个皇帝，为上可令属下赴汤蹈火，未有可使亲朋两肋插刀，唯独在女人方面，他总是不解风情，生生折断了好些桃花。不过眼前这一朵，连他与驸马也说不好，到底算是桃花，还是无情花。顾青闻言，只浅浅笑了下：殿下有他可爱之处，只是旁人或许没能瞧见罢了。那晚在卷归楼里，他试图以自己失去母亲的经历安慰他。从卷归楼出来，他面上虽然不耐，却也陪他走了那么长一条街，还被他推去排队买了肉脯。他虽是借着酒意壮胆，但也存了那么一点逗弄的小心思。凤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第一个听他提起丧母之痛的人。也是从那晚起，他觉得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朋友，君子之交那种，不需要多么亲近。顾青默默握住袖中的手炉，难怪大夫说女子月信这几日的心情会起伏不定，
不久前他还因为凤泽的嘲讽对他心怀怨怼，转眼他又念起了他的好。长公主见他若有所思，也就不再追问。不久之后，宴中笙鼓喧天，皇帝带着后宫妃嫔降临。此时明月方生，一湖清波随风泛滥，御苑湖畔青石林立，如同座座仙山缥缈极翠。山间花树纷繁，遥似雪海云涌，暗香浮动。太常寺的乐舞伎扮作玉女仙人，手托芙蓉琼枝，穿行于仙山楼阁，鸾姿凤态，华裳如雨，恍惚间直若御风而去，浮游青云。妙，太妙了！群臣看得如痴如醉，无不抚掌叫好。便是稍微含蓄些的女兵席上，也有人瞧得目不转睛，极为之迷。这笛声如同仙音，闻之令人忘俗。曲子不知何人所作，竟有些遨游太虚的意味。听说是二皇子特地请来大家所作，他这份孝心也是难得。二皇子年纪轻轻，竟有这般品味，皇家出身有几个能差得去了？有人轻笑，听说宫里在为大皇子物色皇子妃，不知于贵妃可有为二皇子操心此事？难道你还想与二皇子结亲不成？他的母妃可是极挑剔的人，二皇子才高识远，又生得一表人才，有几个做母亲的不想要这样的女婿？皇家可没有什么女婿。有人偷偷朝御座的方向指了一指，皇子的婚事还得看天界的意思。他们在这里悄悄议论的热闹，于贵妃坐在皇帝左侧，面上带笑，拿起酒杯向皇帝道：“陛下，臣妾恭祝您福寿齐天，长乐永康。”皇帝受了他这杯酒，接下的二皇子凤元泰也跟着起身。而臣恭祝父皇江山不老，日月同光。大皇子凤元和因非时之祸摔伤了腿，至今还拄着拐杖。他见宫中诸人都向皇帝贺寿，也强撑着起身。而臣恭祝父皇美意延年，福寿无疆。有了两位皇子带头，群臣及女眷皆起身敬祝，一时间人声不绝，众语喧然。皇帝面上带了笑，扬声道：“诸位不必多礼，都回坐吧。”喧闹的宴席这才略微静了静。皇帝看向凤元泰：“你这番奇思妙想虽然可观，但劳民太过，日后不可如此奢侈了。儿臣遵命。”凤元泰微微低头，恭敬应声。湖上笛声渐落，琴声又起，缥缈之中更多了几分悠远雅致。凤元泰面上露出笑意，寒山书院众学子将为父皇拜寿，请父皇一观。说话间，一对蓝袍的人影已乘上湖边小舟，欲往对岸仙山而去。恰在这时，只听一阵霹雳声响，湖畔一座仙山忽然晃了两晃，颓然倾塌。第69章兄妹情深。碎裂的山石四射飞溅，不少碎块落到宴席附近，惊得群臣一阵骚动。皇帝最先沉下脸，去看看怎么回事。宫中禁卫军领命而去。二皇子凤元泰朝皇帝匆匆躬身：“父皇，儿臣也去看看。”说完，快步跟上禁卫军，随他们一同来到山石裂开的地方。碧莹莹的绿金石洒了一地，仿佛天上的星河坠落人间。然而此时谁都没有心思欣赏这独特的景象，禁卫军持着长戟在现场来回逡巡。报！东面正常。报！西面与北面也是。报！水里已经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异状。禁卫军统领松了口气，再查，只要不是出现了什么刺客，这一切就与他无关。至于是不是搭建仙山时出了问题，只能由二皇子自己去向皇帝交代。他同情地看了凤元泰一眼。先前听说大皇子率工部官员在这附近勘察时受了伤，如今皇帝的寿宴上又当众探了警，二皇子这差事办得实在不怎么漂亮。凤元泰面色阴沉，眼底深处藏着一丝恐惧。自从他接手筹办父皇的寿宴，这几个月以来，事事都按照他的设想顺利推行。他卯足了一口气，要在寿宴上博得众人喝彩。然而没想到的是，越到临近的日子，越有不顺心的意外发生。凤元和受伤已经让他受过一顿训斥，他在父皇的御书房外跪了2个时辰，才打消了父皇的疑虑。眼看今晚的宴席已经顺利过半，却又出了这等岔子。若不是他那大皇兄一向窝囊，他简直要怀疑是不是凤元和在背后使绊子。毕竟他是工部的人，要动个手脚也不算什么难事。禁卫军在现场搜索一通，没有什么发现。众人正要回去复命，又有一个禁卫军跑了过来。统领，在碎石堆里发现了这个。他将一卷布帛交到禁卫军统领手中。凤元泰朝那布帛望了眼，觉着有几分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禁卫军统领将布帛抖开，只见这是一块灰色粗布，上面墨迹斑驳，布上还印着许多暗红发黑的指印。他看清上面写的文字，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看了凤元泰一眼。凤元泰眉头一皱，朝他走过去：“这是什么？”禁卫军统领不等他走近，将布帛对折收起：“二皇子莫怪，这东西需交给陛下过目。”凤元泰心中疑云陡生，既是在碎石堆中发现的东西，有什么是我瞧不得的？禁卫军统领朝他低了低头：“此物真伪难辨，卑职不敢妄议。此处人多眼杂，还请二皇子
与我同回御前，交与陛下论断。说完，他不等凤元泰表示，率先转身朝御座走去。凤元泰握了握拳，望着他的背影，在脑海中将刚才瞥见的那件东西仔细回忆了一遍。他确信自己在哪里见过，但到底是在哪里？御座上，皇帝看完禁卫军统领呈上的布帛，眼下肌肉微微抖动。宴席中的乐声早已停歇，群臣及家眷无不敛声屏气，安静地坐在桌案后，生怕一个不小心引起皇帝的注意。顾青腹中仍微微抽痛，他不动声色地靠在椅背上，双目微微垂视，只留了些许余光注意席间动静。皇帝将布帛上的内容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忽然笑了一声：“好啊！”他朝于贵妃侧身，将手中的布帛递给他：“爱妃，你这儿子心思聪颖，比朕当年可是厉害多了。”他语气带笑，眼中却阴冷一片。于贵妃心中一惊：“陛下，这上面讲的事情，你可知晓？”皇帝冷声问。于贵妃捧着布帛，低头将上面的文字匆匆看过。“不，这不可能！”他断然否认：“陛下，元泰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是吗？”皇帝扯扯嘴角，转头瞧向立在下方的二儿子：“老二，父皇问你，于崇光是你什么人？”凤元泰被他问得一愣，本能摇头：“父皇，儿臣不明白您的意思。”皇帝看着他，瘦削脸颊上一双阴鸷的眼睛如秃鹫般锐利。“那我换个人问。”他突然扬声：“隋文远何在？”坐在不远处的户部尚书隋文远赶紧离座：“臣在。”他从听到于崇光三字时起，心中就暗自警惕。果不其然，皇帝下一刻就点到他的名字。皇帝将目光落在他身上：“隋尚书，朕听说于崇光与你私交甚好。”隋文远赶紧在跪伏在御座下方：“臣不敢。臣与于将军只在别人的宴会上一起喝过几顿酒，私下并无往来。”“并无往来？”皇帝抽走于贵妃手里的布帛，起身走到阶下：“你们若是并无往来，他去贺县的差事是谁帮他抢到的？”隋文远低下头：“臣冤枉。”黄袍面色阴冷，将布帛扔到隋文远面前：“你一点也不冤枉。你与于崇光若无私交，这贺县开采铁矿之事，怎么放心交给他去办？”此话一出，立在一旁的凤元泰瞳孔猛缩，他死死盯住落在隋文远手边的那块灰色粗布。他想起来了，他知道这块布为什么那么眼熟了，这分明是被他亲手烧掉的，来自贺县的万民书。他明明亲眼看他烧成了一团灰烬，为何今晚会出现在寿宴上？而且万民书告的是于崇光滥用职权，横征暴敛，强逼贺县百姓开采绿青石一事，又为何会与铁矿扯上关系？凤元泰暗自心惊，忽然察觉有人一直在看他，他豁然抬眼，却见皇帝微微眯起双目，视线好似打量一般，不知在他身上停留了多久。明亮的灯火下，凤元泰清清楚楚看到皇帝眼中的猜忌、不屑、怜悯与残忍。这样的目光，他在皇帝料理不听话的臣子时曾亲眼见过。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被这样的眼神盯上。父皇！他胸如肋骨，蓦地跪倒在地。怎么？皇帝悠悠道：“我在询问隋尚书，你跪下来作甚？”凤元泰心中一凉，他正要张口为自己辩解，却见御座旁的于贵妃站了起来。于贵妃今日着了盛装，娇艳妩媚不可方物。她缓步走到阶下，在隋文远身边陪着跪下来：“陛下，臣妾虽不知这万民书从何而来，但臣妾相信兄长，兄长一定不会做有违陛下之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自己的儿子投去一丝目光，仿佛此事只因隋文远而起。隋文远已将地上的布帛展开看过，他神情复杂，转头看了眼为自己求情的妹妹，一语不发。皇帝瞧着这两人，冷冷开口：“你们倒是兄妹情深。”第70章，意料之外。于贵妃深知皇帝秉性，听了皇帝的冷语，也不为自己分辨，直道：“陛下圣明，这份万民书来的蹊跷，书中所言又只是一面之词，还请陛下明察。照你这么说，于崇光在贺县征调民力开采铁矿一事是假的？”皇帝问。臣妾不懂朝政，但臣妾知道贺县距京城有千里之遥，无论于崇光在那里干了些什么，与京城的官员又扯得上什么关系？皇帝凝视他半晌：“你这话也不无道理，但此事干系重大，你一后宫夫人就不要掺和了。”陛下。于贵妃西行两步，匍匐在皇帝脚边：“隋尚书在朝中任职多年，从未违背过陛下旨意。若他知道贺县发现了铁矿，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陛下道喜，又怎敢隐瞒不报？”他是不敢。皇帝缓缓道：“只怕利益动人心，有人会敢。”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在场的大臣与官眷在听到铁矿之事时，先是不明所以，待多听的几句，才发现竟是因贺县而起。当今朝廷无论金、银、铜、铁，皆为官营，一旦发现矿藏，必须上报，不得私采。其中铁矿对于冶炼兵器尤为重要，若有人私采铁矿，几乎同等于谋逆之罪。
顾青座位靠前，将于贵妃与皇帝的对话听得更是清楚。他低垂的双眸中闪过一丝异色，想起那日在城郊见过的金无畏。于崇光是右金无畏将军，那些人想必就是他的属下。那日他之所以会遭遇金无畏，是因为宋药师在山洞里救了一个江州来的流民，那个流民后来被凤泽手下的小六带走。小六走时曾告诉他们，让他们遇到金无畏时不要透露山洞的事情。而他在回城路上果真被金无畏拦住。那个名叫陆赞的校尉之所以想要搜查他的马车，想来多半与那位流民有关。虽不知那流民与金无畏有何恩怨，顾青事后也在未问过凤泽，但他心中并非没有猜测。如今在皇帝的寿宴上听他们提起于崇光与贺县之事，顾青的眼神不觉瞟向那张卷帛。他看不清卷帛上的文字，但想也知道皇帝怒斥隋文远的根源一定因这张卷帛而起。他不动声色收回视线，眼下皇帝正在发怒的时候，他还是不要引人注目为好。与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也有人按捺不住站了起来。那是一名言官。陛下，这位言官在旁听了许久，自行拼凑出来龙去脉，朗声道：铁矿之事有关国本，请陛下严令有司彻查。启禀陛下。另一名言官随之起身，微臣早有耳闻，江州水患一事皆因贺县于崇光所致，此事关乎民生安危，不可不严查到底。不错，于崇光与隋尚书是否有私交尚且不论，但于崇光手下一名叫陆赞的校尉曾在1个月前到过京城，有人看见他从二皇子府出来。这话一出，不仅皇帝，在场许多人的眼神都微微一变。顾青下意识看了眼对面的凤泽，凤泽单手支在岸上，屈指撑着下颔，若有所思。凤元泰听到言官这话，当即竖眉：你什么意思？言官不卑不亢拱了拱手：微臣只是照实道来，二皇子若不高兴，可让陛下治我的罪。你……凤元泰忍住心头一股怒火，掀起衣摆，在皇帝身前跪下：儿臣与于崇光并无往来，请父皇明察。皇帝一语不发。父皇，儿臣并不知什么贺县铁矿之事，也不知这万民书从何而来，但儿臣敢发誓，这书中所写之事与儿臣没有半点干系。凤元泰神情激动，满脸都是被冤枉的不甘。皇帝看着这个一向偏宠的小儿子，叹了口气：你们一个个的，这也不知，那也不晓，看来这于崇光实在胆大包天，竟敢私吞铁矿。你们说他是不是想私造兵器，暗中谋反？这话一出，满场无人敢接嘴。皇帝来回踱了2步：今日是朕的生辰，这份大礼送得好，送得妙啊。他不怒反笑，笑声中满是阴冷。来人！他沉声下令，请随尚书与二皇子下去歇着，今日之事，明日早朝再议。陛下，陛下！凤元泰与隋文远不约而同出声。够了！皇帝目中难掩厌烦，朕今晚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贺县之事。他转身拂袖，带他们下去。凤元泰见皇帝心意已决，只能往地上重重磕了一个头：儿臣不孝，让父皇操心了。他眼中涌动着如沐之情，今日是父皇大寿，还请不要因为儿臣的事情扰了兴致。儿臣唯愿父皇寿与天齐，圣体安康。皇帝听闻此言，眸中神色不明，他背对着凤元泰，脸上神情终是缓和了些。下去吧。他沉声道：有什么事明日再说。凤元泰恭恭敬敬应了声，正要站起，身后突然传来一股风声：狗贼，还我妻儿命来！凄厉的怒吼声中，凤元泰下意识就地一滚，就见一把斧头斜擦着他的身体砸在地上。皇帝听到动静，转身看到眼前的画面，立刻扯过禁卫军。呼驾！话音未落，从四周灯火不明的阴暗角落跳出数人，直奔凤元泰而去。这些人俱是粗使打扮，瞧着像是在玉苑湖搭建仙山的工匠。凤元泰手脚并用，慌忙爬起。他见这些人似乎都是冲自己而来，心中大乱。他知道皇帝所在的地方最是安全，但他不敢将刺客引向皇帝，只能跑向人群之中。长公主早在混乱刚起时就牵了顾青的手，示意他跟着自己避到御座附近。看着阶下四散的群臣，顾青手心里捏了把汗。他看到凤元泰跑进男兵席中，想要借着人多躲开那些工匠的追杀，赶紧将目光投向凤泽所在的位置。然而凤泽却不在那儿。顾青心中一愣，他正要仔细再找，忽然背心一痛，仿佛被人在身后狠狠推了一把，身子不由自主向前栽倒。第71章，英雄不救美。小心！长公主一把拉住他，两人同时一个踉跄。就听啊的一声，不知何时出现在旁的于贵妃被长公主撞了一下，跌落台阶。长公主以手掩唇，仿佛呆了一下，才惊叫出声：于贵妃！顾青目瞪口呆看着他，方才若是没瞧错，长公主撞于贵妃的那一下分明是故意的。到我后面去。长公主低声道。顾青见场中局面一片混乱，毫不犹豫躲到长公主身后。闹事的工匠被禁卫军围追堵截，
很快落入包围之中。有人将凤元泰从桌子下面捞了出来，凤元泰头上的发冠掉了，衣服扯得一塌糊涂，额角碰出一块乌青。他被禁卫军扶着，一瘸一拐来到皇帝跟前。父皇！他满脸憋屈，又惧又怕叫了一声。皇帝从未见过自己的小儿子如此不堪。再看那边于贵妃也刚被人扶起，钗横并乱，妆容不整，母子二人俱是狼狈万状。皇帝忽觉一阵极度的厌恶油然而生，他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脸色铁青。此时禁卫军统领赶过来，陛下，贼人已全部拿获，但不知此处是否还有他们的同党，为方便搜查，请陛下与众位宾客先行离开。皇帝恼怒地瞪他一眼，猛然挥袖，走！奉劝陛下，还是先留在这里为好。一个声音自后方响起，凤泽手里拖着一个人，从白石铺成的公道上慢慢行来。那人一身夜行黑衣，软绵绵地瘫坐一团，死活不知。皇帝朝后退开2步，雍王，你这是做什么？凤泽来到近前，将手里的人扔在地上。此人在前方暗藏炸药，被我发现，特来知会陛下。皇帝面色一变，禁卫军统领赶紧上前试探那人呼吸。放心，凤泽道，我只是打断了他的手脚，卸了他的下巴。禁卫军统领换过手下，去前面看看。前去打探的人很快回转，前面转角的假山石下的确有炸药，这是掉在地上的火折子。皇帝看着地上那人，心情复杂。这条通道是他离开会场的必经之路，若非凤泽及时发现有人埋伏，可能他踏上的就是一条死路。但凤泽真有这么好心？皇帝朝凤泽打量一眼，忽然闻到一股怪异的腥臭。他的目光落在凤泽的左臂，那里划了一道口子，有血渗出，但那血却不是鲜红色的。凤泽瞧见皇帝的眼神，轻轻勾了勾唇。皇帝迟疑开口，受伤了。凤泽浑不在意地看了眼自己臂上的伤口，陛下放心，他的刀没有毒。皇帝的眼角抽缩了一下，来人，传御医。不必。凤泽道，小伤而已，死不了人。皇帝沉声，你是为救朕受的伤。陛下误会了。凤泽的目光越过他，投向玉座旁的纤瘦身影，臣弟只是不想我的王妃受惊而已。他丢下皇帝，走到顾青与长公主身旁。长公主朝他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凤泽看向顾青，视线落在他脚边。他上前弯腰，拾起遗落在地上的手炉。手炉入手尚温，他递给顾青，拿好。顾青怔了怔，殿下的伤不碍事吗？凤泽衣袖上的血迹浓稠泛黑，瞧着与常人大不相同。凤泽将手炉塞给他，无事。皇帝无暇理会他们，他严令禁卫军将御苑湖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一通，确认再无可疑之处，这才放群臣与家眷离开。待所有人都走光，留在最后的皇帝来到凤泽先前站过的地方，那里的白石地砖上溅着几滴血，血渍已干，深如墨色。皇帝垂眼看着地上的血，嘴角慢慢扬起一丝快意。进了马车，顾青让凤泽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伤口，伤口处的血早已凝结，乌黑一片。顾青皱眉，殿下当真无碍？这血色怎么看怎么像是中了毒。我的身体与旁人不同。凤泽随口道，是不是很恶心？顾青拿起一旁的水囊，浸湿布巾后凝干，我给殿下上药。他用布巾擦去伤口旁的污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这是厚朴堂特制的伤药，撒在伤口上会有些疼，但药效极好。说完，他将瓶中的白色粉末细致地倒在凤泽小臂的伤口上。他在上药时，另一只手轻柔而坚决地捉住凤泽的手掌。原以为上药的疼痛会引起伤臂的抽搐，但没想到整个上药的过程中，凤泽的手臂都没有丝毫颤抖。顾青疑惑地看他一眼，若是太疼，殿下不必忍着。凤泽半靠在车壁上，他看着顾青，小心翼翼为他上药，目光闪了闪。你呢？他脱口问。顾青歪了歪头，正想问他什么意思，忽然反应过来。他用眼角余光瞥了眼放在桌角的手炉，低头继续为凤泽上药，最后用干净的白布裹住伤口，打了个结。伤口不深，剩下的药还可再用2次，如果不放心，明日再让黄大夫瞧瞧。他把药瓶交给凤泽。凤泽转了转手里的药瓶，上次是银票，这次是伤药。你平日出门还会带什么东西在身上？他是当真有几分好奇。顾青的一举一动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但细想之下都非寻常女子所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顾青将桌上的水囊和白布收起来。我去外地谈生意的时候，总会经过一些不太平的地方，身上带着钱和药也是为了有备无患，即使在京城也如此。凤泽问。顾青顿了顿，习惯了。凤泽注视着他，哪怕在顾家也是这样。顾青转眸，殿下到底想问什么？凤泽笑了笑，没什么，这是个好习惯，虽然容易让人误会。顾青与他对视一眼，误会什么？凤泽放下卷起的袖子，慢悠悠道，让人误会你随时可能跑掉。
顾青怔愣一瞬，失笑：“殿下说笑了，我好不容易嫁给殿下，为什么要跑掉？这就该问你了。”凤泽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字无比清晰地开口：“顾青，你会跑吗？”第72章于无声处。顾青从未想过凤泽会有此疑问，他本能地想回答不会，但凤泽的眼神令他犹豫了一瞬，他清楚地看到那双深潭般的眸子里泛起一丝了然。不会，他说。你犹豫了。凤泽的声音同时响起。顾青拧眉，凤泽仍是一副不甚在意的模样，他掀起车帘朝窗外望了望。你撒谎的时候喜欢先眨眼。顾青身子微僵，我没有欺瞒殿下。他说，我只是奇怪，殿下为什么以为我会离开？他面无表情，我随身带着银两和伤药，殿下就对我不放心。那殿下平时出门，难道就什么也不会带吗？凤泽嗤的一下笑出声音。算了，他摇摇头，随你吧。顾青垂下眼，从宫中宴席出现混乱，直到刚才出宫进入马车，他的心神一直紧绷着，这会儿稍微松懈下来，小腹又窜出熟悉的疼痛。他坐回去，双手交叠掩在腹间，默默靠在那里，不想动弹。马蹄和车轮声回荡在空旷宁静的大街上，顾青听着那有节奏的声响，一阵困意涌上心头。他瞄了眼对面的凤泽，只见男人双眸微合，头抵着身后的车壁，不知是在养神，还是已经睡去。他的下颌棱角分明，哪怕闭着眼也透出几分凌厉。顾青抽回视线，他悄无声息地换了个姿势，不再绷着肩膀和背脊，半窝半靠，闭眼假寐。窗外的风送入更夫的敲梆声，随后便是一阵沉寂，只有哒哒的马蹄和辘辘的轮音在耳边不断盘旋。顾青不知不觉陷入熟悉的梦境，人声、奔走声，苦涩的药味，淡淡的腥气。他仿佛回到幼时的床榻，又仿佛站在人来人往的宫院。他的身体疲惫乏累，想动却又像被什么东西缚住，难以动弹。他如同被罩进一个大罩子里，四周的一切朦胧暗淡，触不可及。王妃，有人轻唤。王妃，有人拍拍他的肩膀。顾青猝然睁眼，车厢顶上悬着的风灯悠悠散发着昏黄的光亮。坐在对面的凤泽不见踪迹。绿瑶凑在近前，关切地看他。王妃，到王府了。顾青抬手盖在眼皮上方，合眼缓了缓神。殿下呢？殿下已经下了车，先进去了。顾青呼出一口气，开口：腰疼。他今日一直微经正坐，直到回来的路上才放松了些，但车厢内壁硬邦邦的，靠得他很不舒服。绿瑶伸手扶他，顾青身子一动，一件衣物从胸前滑落，他伸手按住，发现是条披风，青底黑面，素净无袖，是男子常用的款式。顾青眸色微动，绿瑶见他迟迟没有动作，出声询问：王妃可有哪里不适？顾青回神，他摇摇头，将披风放回座上，想了想，又拿起来抱在怀中。他下了马车，果见王府门前只有前来迎接的门房和小厮，至于凤泽，早已没了人影。凤泽大步走进院子，问守门的侍卫：人到了？是，半刻钟前到的，正在书房。书房里灯火通明，谢飞白坐在灯下，小六随在一旁。如何？凤泽见了他俩，直截了当问道。小六开口：中途跑出来的几名工匠都是江州籍贯，1年前就在江左当差，不会功夫。埋炸药的那个没有身份，只能确认不是宫里的人。我们只安排了万民书。谢飞白道：后面冒出来的这伙人不知受何人指使，他们的意图十分奇怪。几个不会功夫的工匠不可能伤得了凤元泰。凤泽说，宫里的禁卫军再不济也能将他们轻松拿下。还有那些炸药也是。小六接道：炸药的分量顶多只能炸毁那座假山，皇帝如果走那条路，他身旁有禁卫军保护，顶多让飞溅的碎石砸伤，除非运气特别背，否则并不足以致死。谢飞白沉吟道：幕后之人不会知道我们的计划，所以今晚这伙人的出现应当只是巧合。不过看他们的架势，应该也是冲着凤元泰去的。小六说。凤泽看着窗外，他们是想让工匠冲乱宫宴，把凤元泰拱到明面上，再趁皇帝撤离的时候用炸药恐吓一番。这样一来，诸事皆因凤元泰而起，皇帝定会对他心生不满，而工匠又是来自江州，江州之事就会再次翻上台面。殿下的意思是，幕后之人跟我们的想法一样，他想动凤元泰？小六问。不过他多半不知鹤县铁矿之事。谢飞白道：否则他犯不着用如此粗劣的方式。那我们等于帮了他一个大忙。小六不满，咱们费心费力做出一份万民书，又好不容易塞到那仙山里头，他倒好，找几个人闹一场就完事。谢飞白笑了笑，话不能如此说，皇帝今晚顾着面子，本来没打算直接发落，这下被人闹了一场，寿宴彻底变成了笑话，他与凤元泰的父慈子孝恐怕很难再扮演下去。这个人很了解皇帝。凤泽道：我们揭穿铁矿之事，是为了让皇帝对整个隋家起猜忌之心，
但他多半还会留着他的小儿子。如今被人这么一闹，皇帝以后只要见着凤元泰，就会想起他在自己的寿宴上让自己蒙羞。皇帝最恨别人让他出丑，仅凭这一样，凤元泰就不会再有往日的风光。小六不解，凤元泰虽然嚣张跋扈，但他并没有多少实权，那人如此对付他，是想要什么？凤元泰如果失宠，最大的受益人是谁？凤泽问。小六想了想，大皇子凤元和。皇帝目前只得2个儿子，凤元泰最为受宠，大皇子凤元和与其母妃素来低调，在朝臣中几乎是个隐身的存在。可是这也太明显了。小六道：我们想得到，难道皇帝就想不到？凤元和最近被皇帝提起过几次，谢飞白回忆，但我看皇帝的样子不像是多么宠他，更像是想借这个大儿子来警告凤元泰，提醒他收敛。凤元和已经22岁，母家又无权势，他被皇帝漠视多年，如果现在争宠，是否太晚了些？凤泽挑眉，皇帝还没到年老体衰的时候，就算凤元泰不成器，他还可以再生几个。皇帝迟迟不立中宫，恐怕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思。谢飞白道：他如今正值壮年，哪会舍得把权势分给别人？不管怎样，我们今晚的目的已达到。凤泽悠然道：等他们狗咬狗的时候，再添上一把火，不信随家不倒。第73章，无知者不会不信。不过1、2日的功夫，皇帝寿宴上发生的混乱就在民间传得甚嚣尘上。消息传入宫中，皇帝大怒，勒令副相范平彻查江州与贺县之事。隋文远被禁足在隋府，非皇帝诏令不得外出。隋府上下人心惶惶，隋文远的儿子隋有贤更是没了寻欢作乐的心思。自禁足以来，隋文远日日将自己关在书房中，隋有贤3番2次想见父亲，都被拦在了外头。父亲，陛下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总要对儿子说个明白。儿子没被禁足，我可以去找表弟，去找姑姑想办法。隋有贤站在书房门外苦苦哀求，您先开门放儿子进去。隋文远在书房内挥毫作画，对于门外的恳求充耳不闻。隋府的老管家守在屋里，苦口婆心劝说，老爷，少爷是您唯一的儿子，有些事是该让他知晓才对。隋文远不理会，直到在画上落下最后一笔，才道：贤儿长这么大，什么时候动过脑子，不让他知道是为了他好，或许这样还能保他一条小命。老管家劝慰，陛下总不会如此绝情，您这些年为他鞍前马后，从未有过忤逆。还有二皇子那边，您是他的舅家，贵妃娘娘不会袖手旁观。隋文远冷笑一声，易遥不会帮忙的，他那好儿子发现了铁矿眼不报，还命人私下开采，这等罪名若被扣实了，形同谋反。那晚的寿宴上，他字字句句为我开脱，其实是想把他儿子从这件事中摘出来。我这妹妹心思伶俐，孰轻孰重她分得很清啊。可您是她的娘家人，也是她与二皇子的后盾，如果没了您，她还会有往日的风光吗？风不风光的，也要保住性命再说。隋文远拿起自己画的图，仔细端详，狡兔死，走狗烹。这10几年来，我处处小心，就怕哪日触到皇帝的逆鳞，不得善终。没想到有朝一日，竟是我的亲侄子往皇帝手中递了把刀。老管家忧心忡忡，老爷为何不往于崇光那边递消息？只要拿到他的证词，老爷就可以为自己洗清罪名。你以为易遥的动作会比我慢？元泰一直与于崇光私下联络，于崇光表面上是我的人，其实早就投向了他那边。一个皇子和一个大臣，你猜于崇光最后会选谁？可是采矿之人是于崇光，他绝对逃脱不了干系，难道他就不想保命？隋文远摆摆手，你当我为何要乖乖待在这府里，等候皇帝的发落？因为我有个不成器的儿子。于崇光也是人，家里也有老有小，与其如实交代，不如让皇帝的儿子欠他一份人情，这样他的家人起码不用受拖累。他说着又叹了口气，反正都难逃罪责，还不如搏一把，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那您就真的任凭他们颠倒是非，把所有事都往自己一人身上扛？不如此又能如何？隋文远口气深沉，皇帝最大的毛病就是疑心重，心眼小。自从林肃死后，这些年我也偶尔后悔过，我们这些从一开始就跟着他的人，有几个是安安稳稳走到现在的？但木已成舟，要脱身也是晚了。更何况他还有个妹妹在宫中，有个侄儿是皇子，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期盼，这是他不能诉诸于口的野心。皇家人就没有一个是善茬。隋文远仿佛看开了，口气中竟有一分释然。老管家心中不解，那万民书究竟是谁放进去的？是谁放的都不重要了。隋文远见那幅画已经晾干，把它卷起来交给老管家，你让人悄悄把这画送去雍王府，交给雍王。老管家迟疑，老爷，咱们与雍王可没有交情。不仅没有交情，还立场相对。无妨。隋文远道，如果他不肯收，就把这画烧了。不过他只要听说是我送的，一定会收。老爷也别太悲观，朝中审理此事还需要一段时日，说不定有转机呢。隋文远呵呵一笑，你放心，皇帝现在还不敢要我的脑袋，
我只是未雨绸缪罢了。是，我这就派人去送。还有，夏侍郎那边也不用再盯着了，他想查什么就让他查。隋文远吩咐。为何？老管家问。您不是说户部的账目？那时候我跟皇帝还在一条船上。隋文远笑了笑。如今我就要下船了，当年留的那些后手也该送给后来人了。夏侍郎只是个普通官员，他能做什么？你不要小瞧了他。你当皇帝为什么夸他是纯臣？皇帝看见的是他埋头干事，不结党，不营私，但皇帝看不见的是，这样一个人心中最崇敬的永远不是天子。夏明不叛军，只因为君未挡他的道。若他发现天子所为已经背离了他的道，他翻起脸来会比叛军还狠。隋文远悠悠冷笑，皇帝最爱面子，也最怕当年那些事被世人所知。我本有心替他遮掩，但他若不给我留活路，我又何苦再为他操劳？老管家听得背脊冒出冷汗，再也不敢多发一言。日后少爷若是问起来，你什么都不用告诉他，他想去求谁就让他去求，他求得越可怜，那些人就越相信他一无所知。隋文远早已为儿子想好了退路，只有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才能活得更久。宋家小院，树荫下，顾青坐在院中，用罗扇轻轻挥开飞舞的小虫。贺县私采铁矿之事已经在京里传开了，隋尚书恐怕难逃干系。他对夏明道：我听宋药师说，夏姐姐打算这个月就回户部复职，如今户部正值风口浪尖，夏姐姐何不晚些时候再回去？夏明已经出了月子，坐在椅子上喝着丈夫为她特制的蜜水，面色红润。正是因为尚书大人出了事，我才更要早些回去。当初他打算提前销假时，并未料到隋文远会出事，如今户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或许能让他更顺利地查清过往的账目。顾青见他心意已决，也不多劝，有宋药师为你调理，想来你的身子应当无事，不过还是不要过于劳累。我明白。夏明微微一笑，我听说你还在追查厨娘下药之事。夏姐姐勿怪。顾青道，我素来喜欢刨根问底，这是一日没有着落，我心里就总是牵挂。不过你放心，我有分寸，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我与阿宋都很感激你，我们已无亲人，在京中也没有别的朋友，有你相助，是我们之幸，岂敢责怪？顾青笑道，夏姐姐过誉了。对了，我今日来除了探望夏姐姐，还有药理上的事想请教宋药师，不知他几时回来？夏明看看日头，他一早就出门买菜，应当再有半刻就该回了。话音未落，就见宋药师拎着篮子进了门。第74章，他为他不甘。厨房里，宋药师坐在小板凳上摘菜，顾青也拖了个凳子过来，做事要帮忙。宋药师赶紧拦住他，东家别脏了手，我自己来就好。顾青从盆子里捞起一根菜苗，这是什么菜？我没见过。是苜蓿头。宋药师细心掐去菜苗底部带泥的根茎、龟皮、胃、肾经，用来做菜饼子，味道不错。阿夏的胃不好，吃这个还可以养胃。顾青把菜苗放到鼻端嗅了嗅，没闻出什么特别的味道。他放下菜苗，拍了拍手，听起来有点意思，你给我留一盒，一会儿我带走。东家不留下来一起吃饭？不了，家里还有人等着。宋药师笑着抬头看了他一眼，是雍王殿下吗？顾青怔了怔，轻咳一声，也不是。虽说又到了两人约定吃饭的日子，但他若没按时赴约，凤泽一定不会等他。这样的秘密自然不能为外人道。宋药师不知他与凤泽之间的约定，只笑道，东家与雍王殿下近来可好？顾青明白他的意思，想了想，大概有了几分交情。那东家可有问过花谷之事？顾青摇头，我怕操之过急，反而引来他的反感。凤泽在他面前性子变幻不定，这2个月相处下来，他自认对对方的脾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凤泽最讨厌别人骗他，也不喜欢虚与委蛇。这么一想，自己好像处处犯了他的忌讳，所以顾青打算等两人的交情更好上那么一些，再行打探。东家有没有试过问旁人？宋药师出主意，我在黄大夫那边旁敲侧击过，他半个字都没透露。说到这个，顾青就又好气又好笑。那小老头时常跑他这儿来骗吃骗喝，还骗了好几本医书去看，但一提起花谷，就一副景仰多年却从未见过的模样。他却不知，他越是撇清关系，越显得花谷与雍王府关系密切。顾青拖着下巴，花谷这些年避世不出，都快成了一个传说。他们到底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要一直这么遮遮掩掩？或许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宋药师道，传说花谷中到处都是奇花异草、灵丹妙药，这么多年来，有不少人打探花谷的下落，有寻医问药的，也有意图不轨的。顾青默然半晌，宋药师，我怀疑凤泽不只是与花谷有过往来，很可能他们一直都有联系。宋药师停下摘菜的动作，东家是有什么发现吗？顾青道，你可曾见过体内血液不是鲜红，而是暗红发黑之人？宋药师凝眉思索，凡世间活物，血色鲜红乃因生机旺盛所致，如果血色淡薄，必然气虚体亏；如果血中泛黑，必有毒素。
那你可见过有人体内含毒，却与常人无异？不曾。宋药师道：无论毒素多少，在其体表必有征兆。而如东家所说，血中既已泛黑，想必中毒不浅，能活着已是奇迹，怎会与常人无异？顾青抿了抿双唇，是啊，我也想不通。但他的确看到凤泽的血是暗红发黑的。东家是不是在雍王府见到了什么？顾青轻出一口气，我怀疑凤泽的身体有问题，而他之所以看上去毫无异状，是因为有花骨在帮他，否则他无法解释为何凤泽能如常人一般行动自如，甚至还能与人过招。所以东家方才所说之人就是雍王。宋药师神情微微凝重，我思来想去，也只有花骨才有这样大的本事。顾青道：4年前，凤泽从北境凯旋回京后，声称受了重伤，闭门半年不出。我猜他应该是从那时起就中了毒，不然以他的性子，不会这么爽快地交出兵权，还留在京城受皇帝钳制。照东家这么说，雍王体内的毒一直没有得到清除，全靠花骨给他续命。我不知道。顾青难得露出一丝茫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他一时竟说不清，希望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凤泽当真中毒了4年，那么花骨的人一定与他来往频繁，否则无法确保凤泽能顺利活着。但若凤泽真的带毒活了4年，那他这4年又是怎么过的？正如宋药师所说，体内含毒之人不可能毫无症状，那他能够看上去与旁人无异，是否付出了什么代价？顾青忽然有些不是滋味。当年那个传闻中意气风发的男子，不能以他钟爱的沙场作为归宿，而是要龟缩在京城受人摆布，甚至可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凤泽心里是否有过怨憎和不甘？若换成他自己，他一定不会甘心。他能体会那种受困的心境，就像他小时候终日不能下床，只能日复一日地浸在苦涩的药味中，盯着窗外日升月落，晨曦变幻，仿佛一个局外人，一切喜乐欢心都与他无关。东家，宋药师见他望着一角，兀自发呆，轻声唤道。顾青回神，冲他笑了下，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一些事。他现在自身难保，谈不上为别人的事烦心，何况凤泽那么有能耐，若叫他知道他竟为他打抱不平，恐怕第一反应不是感激，而是嘲笑。想起那张似笑非笑的脸，顾青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同情他。这是什么？凤泽看着饭桌上多出的一盘饼子，饼皮薄韧，一个个煎得黄澄澄的，戳开以后，里面露出嫩绿的菜叶和金黄的蛋碎，用苜蓿头做的菜饼子。顾青道：你上午不是去宋家了？凤泽问：从宋家拿的？宋药师说这个吃了养胃。顾青给自己夹了块饼子，我就让他多做了些，带来给殿下尝鲜。你们药行的药师倒是无所不能。凤泽看他一眼，既能食药，还会下厨，这有何难？顾青道：我爹也会几道拿手好菜，下次我回家的时候给殿下捎一份回来尝尝。凤泽顿了顿，听说你爹的生辰在下个月？顾青抬头打量他的神色，会心一笑。殿下放心，我爹从不讲那些虚礼，往年都是我们父女俩自己在家过，这回殿下若是无空，我自己回去就是，我爹不会在意的。凤泽放下筷子，也好。第75章，有一种醋叫醋而不知。他并非当真无空，会问到顾文敏的生辰，也是因为恰好记起此事，但见顾清泉没有邀请他的意思，自然不会自讨没趣。他不去顾家也好，省得顾文敏又拉着他唠唠叨叨，好似他负了他女儿一般。顾青见他停了筷，目光触及他的左臂，那里被衣袖遮掩，看不见伤口的状况。殿下手上的伤怎么样了？他问。我看殿下今日胃口不好，几乎没怎么动筷。无妨。凤泽不甚在意。如今距寿宴那晚已过了好几日，他臂上的伤口已快愈合，体内的蛊毒虽然麻烦，但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他每次受了伤，恢复的速度都远超常人。那个刺客的身手很好吗？顾青问出这几日的疑惑，殿下竟能被他所伤。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识过凤泽的武力，但从以往的传闻来看，凤泽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功夫应是很高的。我就应该无所不能吗？凤泽反问。那个刺客的确伤不了他，他只是故意中了一刀，让皇帝看见他流出的血。皇帝总担心他会找到办法解蛊，如今亲眼看到他血中带毒，想必会少很大一块心病。他要的是皇帝心无旁骛对付隋文远，这段时日最好别来烦他。顾青被凤泽的问的一致，总觉得凤泽的口气中带了几分对他的不满，可是他又哪里惹到他了？顾青盯着自己碗里的菜饼子，我只是担心殿下。凤泽见他低声垂眸，目光落在碗中，绿油油的菜饼子已经半凉。你理想中的夫君是什么样的？凤泽突然好奇。能文能武，持家有道，善解人意。顾青像是没想到他有此疑问，讶然抬眼。他张了张口，差点脱口而出自己从未想过。他这22年的人生，有大半时间都在努力求活，后来遇上宋药师，借助他配的药，
终于可以如常人般行动自如。自那之后，他便一心想要周游四处，去看看自己只在书上读过的山川风貌。他一心将要行做大，所图者不过有二：一是方便自己寻找延寿的办法，二是赚取足够多的银钱，供他与父亲衣食无忧。他的心愿并不多，如果不是因为凤泽是寻找花骨的关键，他这辈子压根没想过要嫁人。凤泽见他迟迟不语，眼中泛起一抹微潮。我非温柔之人，既不会操持家务，也不懂软语温存，我何德何能，竟被你看中？这话反讽之意甚浓，顾青要再听不懂就是傻子。他索性也把筷子放下。殿下如此自贬，是看不起自己，还是看不起我？虽不知凤泽为何又拿此事做法子，但要他承认自己从未喜欢过他，那是万万不能的。我待殿下不够好吗？他反问。两人成亲之后，他让他独住一院，他就独住一院；他每3日见他一面，他就每3日寻他一次。凤泽待他不咸不淡，他就装作不知的样子，笑脸相迎，软语相对。若凤泽娶的女子不是他，恐怕早就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顾青想了想凤泽娶别人的样子，越想越觉着自己占理。我这样善解人意的妻子，难道殿下不喜欢？他问得理直气壮。凤泽望了他半晌，勾勾唇，笑了。他的笑容在顾青看来有些高深莫测，又有几分莫名其妙。你做得很好。凤泽慢慢回答。识趣知进退，不痴缠，不疏远，一切都恰到好处。给他一个院子，他就把院子整治得处处妥帖，就连暗中监视他的侍卫们都挑不出错来。这样一个女子，说她有心机，她的心机好像并未用在自己身上；说她没心机，她又时不时的刻意讨好，尽管那些讨好都不那么称她心意。顾青用一种复杂的眼光看他，殿下在嘲笑我。他敢确定他的评价不带一丝褒义，他的责怪比他的示好来得干脆。凤泽发现，不论顾青对他怀着怎样的心思，但他是真的不怕他，不但不怕，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比如此刻，他看他的眼神带着嗔怪，没有示好时的小心翼翼，反而有种不怕死的憨勇。凤泽难得反思了一瞬，是这位便宜王妃本性如此，还是他表现出的嘲讽太过伤人？他屈指点了点桌面，换了个话题。那婉玉贵妃推你了？不清楚。顾青佩服自己的反应，竟能随时跟上凤泽的思绪。那晚我跟长公主躲在台阶上的御案附近，推我的人是从身后下的手，我没看见。不过是长公主拉住了我，然后于贵妃跌了下去。她没有告诉凤泽是长公主把于贵妃撞下去的。殿下怎么知道于贵妃推了我？当时台上只有你们3人，若不是她，长公主不会让她下去。顾青听出几分端倪，长公主她最见不得背后害人这种事。顾青明了，所以长公主把于贵妃撞下去真是故意的。他抿抿唇，忍住嘴角笑意，想笑就笑。凤泽一眼看穿他的心思，长公主就是小孩子脾性。照他说，这种后宫女人的无聊把戏实在没什么杀伤力，若换了他，他压根不会让于贵妃近身。我得感谢长公主。顾青说，无论如何，他帮我出了口气。他既然带上你，就要对你的安危负责。凤泽道，有什么可感谢的？顾青认为他这话没有道理。我的安危关别人什么事？长公主肯护我，是我欠了她的人情。凤泽扯扯嘴角，那你要不要找个机会去报答她的大恩大德？又来了这熟悉的腔调。顾青疑惑，殿下不喜欢长公主？凤泽从一开始就说与长公主往来不多，那日在宫宴上，这姐弟2人也无太多交集，难不成他们天界的亲情就是如此淡漠？凤泽偏头看他一眼，谈不上喜不喜欢。顾青笑道，其实我觉得殿下和长公主的性子倒有2分相似之处，都是说一不二，我行我素。凤泽微微一审，你才只见过她2次。长公主从来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性子，顾青会对她有好感，只是因为她不熟悉她罢了。可是长公主的行事与殿下有几分相似，顾青道，让人见着就有几分亲切。第76章，那些不为人知的痴狂。凤泽瞥他一眼，你这话不像是在夸我。长公主凤生从小被先帝捧在掌心长大，既小气又幼稚，全无长姐模样。顾青能从她身上看出与自己的相似之处，实在是眼神不好。顾青认真道，长公主杀伐果断，急公好义，在我眼中是很了不起的女子。她至今仍记得春日宴上那一剑，若非心性果断，没人敢如此冒险。凤泽摇摇头，不与她争辩。你要夸长公主，改日当着她的面夸去。不过最近这段日子，先不要去找她。为何？她病了。长公主府中雕梁画栋的锦阁里，美人半倚软榻，单手扶额，一副身娇体软，并不胜妆的模样。谢飞白坐在一旁，挽了袖子，将一颗颗荔枝包好，把洁白晶莹的果肉放在玉盘中，递到长公主手边。长公主拈起一颗果肉，轻叹了口气，我那小弟实在是被惯坏了。
他在寿宴上替他护住了他的王妃，不但没得到一个谢字，反被他笑话这些年养尊处优，竟连别人近了身也不知道。谢飞白在清水里浸了手，用锦帕擦干，笑道：“你又不是不知他的脾气，有什么好听的话只会藏在心里，从来不肯与人多说一句。那死硬的性子也不知像了谁。”长公主不解，父皇温平和蔼，殷贵妃端容素己，怎么生出的孩子就这么不近人情？殿下生就早慧，当年人人道他天资出众，谁又知道他身上有多少重任？谢飞白道：“这些年他备受蛊毒折磨，能够保持清醒，没有性情大变，已是相当不易。”长公主看了看手里的荔枝，一时没了胃口，扔回盘中。我看顾家那小姑娘好像不错。她拿起手边的完扇为自己扇风。上次春日宴遇到歹人，能够随机应变；这次寿宴如此混乱，也能处变不惊。若他与臭小子能够走到一处，对臭小子来说是天降的福气。我看难。谢飞白道：“殿下是有主意的人，他不会为了儿女情长耽误大事。”长公主拿完扇悄悄床言：“儿女情长就一定会误大事吗？你当年求娶我，怎么就没想过这个？”谢飞白温柔一笑：“一日不见，思之如狂。”长公主清脆一声：“都多大岁数了，还这样不正经？”谢飞白接过完扇为他扇风：“殿下跟我不一样，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不会轻易卸下包袱。”长公主怔然半晌：“是啊，他连我都推得远远的。”说到这儿，他又瞪了谢飞白一眼：“倒是跟你走得近。”谢飞白失笑：“生生，这话我可不认。他只是让我代掌悬竹，真正短兵相接的事，他从来不让我参与。”是啊，长公主的语气中透出无奈，就连万明书这事，也只是让你领了一副摹本。世上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谢飞白除了书画双绝，更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日他们找到陈三，看过万明书以后，就将万明书随同陈三的尸体放在金吾卫搜查的必经之地，让凤元泰以为万明书已被他截获。而谢飞白找来与万明书相同的布匹、笔墨、染料等物，重新仿制了一份，又加入了贺县丝彩铁矿的内容，将这卷布帛藏入寿宴上的仙山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当众揭露贺县之事，逼得皇帝不得不发落隋文远。我听说这个案子交给副相范平再审。长公主问：“那个范平是个老好人，他能审出什么吗？”谢飞白道：“范平此人没我们想的那么平庸。当初他暗示殿下重拿军权，虽不知他为何突然如此激进，但隋文远这案子闹得全城皆知，又有我们暗中捅了不少证据出去，就算他不想得罪人，也由不得他。”长公主撇撇嘴：“你们文人啊，真是得罪不起。那晚你弄去寿宴的学子，事后写了不少文章吧？皇帝还想着他们给他歌功颂德，这下好了，没骂到他头上已经算轻的。”谢飞白轻摇完扇：“针砭时事罢了，何况大家骂的都是隋家不忠不义，与皇帝有何关系？”长公主从他手中夺回扇子：“文人的嘴，骗人的鬼！你当我不知道外面那些小道消息？都说皇帝宠幸奸妃，朝政由外戚把持，这些话若是让皇帝听到了，不但隋文远难逃一死，就连凤元泰与于贵妃都在难有翻身之地。”谢飞白眸中含笑：“生生聪明，少打趣我。”长公主翻个白眼：“你们一个个的心眼子都多。我呢，随便撞了于贵妃一下，就被臭小子说我幼稚。他倒是想拿刀砍人，但那是宫宴，不是谁都能像凤泽那样随随便便拖个人进来，还淌一手血。”谢飞白笑着安慰：“改日让雍王妃到府上做客如何？他知情识趣，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罢了。长公主神情恹恹：“最近我称病在家，闭门谢客，还是别让小姑娘引人注目了。最近各家臣子都谨小慎微，就怕入了皇帝的眼，触了他的眉头。长公主与谢飞白膝下并无儿女，有时看凤泽如同看儿子一般。你让臭小子少在外面晃荡，有那闲工夫，不如在家跟小姑娘多吃顿饭，多喝几杯茶。这我可不敢劝。”谢飞白打趣：“年轻人的事，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解决。我这把年纪，在家陪着夫人养病就行。”长公主用扇子轻轻点了点他的脑门：“你就这点出息？”谢飞白拨开扇子：“为父所图，不过生生一人而已。他与他相识太早，相处却太晚。若时光可以倒流，他会在他俩初次相遇时就对他袒露情意，哪怕这会招来他的厌恶，但至少在他未来10几年的孤苦岁月里，也许他会想起有个少年郎曾热烈地对他表白过爱意，这样他伤痕累累的心底或许能得到几分慰藉。”谢飞白慢慢拥住自己的妻子，他没有太用力，却仿佛将她融入了自己的骨血，不得自拔。凤生永远不会知道，他愿意为凤泽效命，是因为凤泽找上他时说的第一句话：“我可以让你娶到我姐姐。”第77章通敌叛国。启奏陛下，臣于有司审理贺县之案，如今已有进展。副相范平在御书房向皇帝禀报，金吾卫右将军于崇光私采铁矿一事证据确凿，他假借开采青金石之名，抢征江州劳役，
并将贺县所有青壮男子强赴至矿场为其采矿冶炼，人证物证俱已搜齐。于崇光及其在江州与贺县的同党皆已捉拿下狱，经审问，他们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但有一事十分蹊跷。何事？范平道：贺县铁矿产量极大，于崇光在该处经营已有数月，按理冶铁产量应有上万斤，但我们在矿场找到的铁不到1000斤。于崇光称，他们每炼出2000斤铁，就有人来收货买走。皇帝皱眉：什么人胆子这么大，敢私营铁器？于崇光说他也不清楚。混账！皇帝一拍龙案：他不清楚，有谁清楚？范平低下头，轻声道：此事恐怕须得问隋尚书。隋文远。是。范平毕恭毕敬：隋尚书如今奉陛下之命暂歇在家，朕让你全权审查此案，你有什么人审不得的？范平犹疑：隋尚书一向为陛下驱驰，又是于贵妃的兄长，那又怎样？皇帝竖眉：难道朕的朝廷要靠一个外戚不成？臣并无此意。范平赶紧谢罪：臣这就提审隋文远。隋府中，隋文远听完诏令，面不改色，叩头起身。在隋府一干人等惶恐不安的眼神中，他轻声问管家：话收了吗？管家默默点头。隋文远笑了下，整整衣袍，对前来带人的有司官员道：走吧。3日后，一个消息传遍朝野上下，户部尚书隋文远勾结金吾卫右将军于崇光，在江州贺县私采铁矿，并贩与不明游商。朝廷怀疑游商与北狄有关，因此隋于2人私采铁矿之罪上又多了一条通敌叛国之罪。若是前者，2人或许还能保得性命，但后面一条无疑触犯了皇帝的逆鳞。他想做什么？皇帝将御案上的物件扫落一地。他这不是想谋财，是想谋朕的性命。皇帝怒笑：好你个隋文远，朕忍了你10几年，让你享尽荣华富贵，你还有什么不满意？你竟敢勾结北狄！你竟敢勾结北狄！皇帝在书房里的一番话很快传到玉祥宫。于贵妃不复往日娇艳的打扮，素衣素服坐在妆镜前，听了太监的传话，她淡淡挥了挥手：知道了，下去吧。她面色平静，盯着镜中的自己，若有所思。心腹宫女凑过去：娘娘，叛国通敌是死罪，您就真的不管了？我如何管？于贵妃看看自己的指尖，指甲盖上鲜艳的扣单也已卸去，露出淡淡的粉色。兄长和儿子之间，我只保得住一个，可没了隋大人在外支持，您以后在这宫里，恐怕陛下不会杀我。于贵妃懒洋洋道：如果我死了，他的那些事儿就不会再有人替他藏着掖着。他哼笑了声：通敌叛国啊，这罪名真是好听，这顶帽子扣下来，就算是皇帝也得受万民唾弃，百官背离。娘娘，隋大人如果认了这罪，你与2皇子也未必不会受牵连，大不了打入冷宫罢了。于贵妃挑起眉梢：元太已在外面开府，他是皇子，陛下只要拿不到证据，顶多禁他几年足，区几年而已，我等得起。可是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你怕陛下会抬举凤元和。于贵妃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陛下看不上他，哪怕陛下再找人多生几个孩子，也不会选凤元和做储君。陛下正值壮年，娘娘你就当真不怕他另宠他人？宠就宠了。于贵妃摸摸自己的脸，至少在10年之内，她不会让任何人对她的皇位产生一丝一毫的肖想。她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怎么舍得让给别人？说到这里，她又轻轻眯了下眼，与其让陛下把目光放在我儿子身上，不如让他与他那个弟弟好好斗一斗。娘娘，雍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心腹宫女小心提醒。于贵妃脸色一变，除了雍王，不会有谁会对我隋家下手。今日我隋家有此一难，全拜他所赐。那晚寿宴上，他本想推雍王妃下台，却不慎被长公主撞倒。如今冷静一想，当时实在是过于冲动。对付区一个顾青算得什么？要弄就弄雍王。不是说购买铁器的是北狄的探子吗？于贵妃冷冷一笑：前不久才听说那个叫萧图的要重建北狄，如果他们当真挥兵南下，你想雍王有没有可能重掌兵权？幽暗的刑部大狱中，墙上的油灯像是怎么也照不进深处。石壁森寒，隋文远安静地坐在牢房中，如泥塑木雕一般纹丝不动。他通身衣衫俱整，并未受刑，因为他一进刑部就对所有罪状供认不讳。如今审理结果已送到皇帝案头，只等朱笔御批，等候发落。牢房中并无滴漏，昏暗不见天日，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滞。沉重的牢门忽然无声而开，一道长长的影子从门口投射到地上。隋文远眼皮动了动，抬起头来，来人的面目隐在深深的黑暗中。隋文远咧了咧唇，毫不意外地笑了下：雍王殿下，你果然来了。凤泽走入牢房，他随意打量了一眼四周，环境不错。隋文远毕竟是朝中要员，刑部给他安排的牢房不像别的那样简陋无脏，
地上放着一床一被，牢房正中还有一张桌案，比起林素那时可要好多了。凤泽道。隋文远的目光微微一动，林素死前，殿下果然去看过他。不错，凤泽副手，所以你想用那幅画告诉我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隋文远眉心一跳，殿下当真清楚。凤泽朝他微微俯身，奉寻诬陷兄长，暗害先帝，勾结北狄，出卖疆土，这一桩桩一件件，我可能比你更清楚。他直呼皇帝的名姓，隋文远见他眼神似是洞悉一切，原本打好的讣稿顿时化为乌有。他暗自咬牙，但你没有证据。第78章，皇帝的罪证。不错，凤泽没有被戳穿事实的不安，他坦率承认，若我有10成的证据，又何必来牢中见你？隋文远冷静下来，殿下何以肯定我手中有证据？不只是你，凤泽道，林素、徐承志、李良，他们手中都有证据。隋文远本已平静的面色再次泛起波澜。李良，他不是早在4年前就已经殉国了？是。凤泽直起身子，当初邺城被困，李良率全城将士死守10日夜，最终死于乱刀之下。他注视着隋文远的眼睛，一字一字清幽道：当年是谁在粮草中动了手脚？是谁将本该给邺城的补给送给了敌军？又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军路线？这些事情我都知道。隋文远张了张口，你为何不将这些事都抖落出来？凤泽目色深沉，你以为呢？隋文远默然，他静了半晌，无声笑起，是啊，若只是这些事，他大可以把罪责推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他养的替罪羊。他蓦然明白了凤泽的意思，所以你要将我们一一剪除，让他再没有旁人可倚仗，让他尝到孤立无援的滋味。任伯涛、江有才、秦泗、陆衍之、陈昂，凤泽报出一个个隋文远耳熟的名字，这些都是皇帝的人，他们这些年陆续被皇帝赐死，让皇帝孤立无援的不是我，是他自己的猜忌。隋文远喉头动了动，咽下一口唾沫，所以现在轮到我了。凤泽侧目，原本还轮不到你。是啊，我这些年谨小慎微，就连皇帝也抓不到我的把柄，何况是你。隋文远苦笑一声，只可惜我有个太心急的侄儿，还有个太狠心的妹妹。他心中原本还存了一线希望，直到得知有不明身份的商人从贺县收购铁器，于贵妃甚至拟了几封他与商人来往的书信，让人送到他手上。他的亲妹妹是想让他认下所有罪责，但他到底知不知道，皇帝最恨的就是私通外敌，因为这是皇帝曾经干过的事，他比谁都清楚。一旦有人走到这一步，背后隐藏的必然是疯狂决然的野心。涉足宝车。凤泽道，于贵妃是个明白人，只要皇帝不杀他的儿子，他就有东山再起之日。他有许多事都瞒着我。隋文远从进入刑部时起，就想明白了自己的结局，就算隋家倒台，他也有把握保住自己和他的儿子。可见他的受宠并不只是因为有我这个兄长。我虽不清楚他到底还有哪些手段，但我这个做哥哥的也实在不想看他过得太如意。他被迫为他的儿子抵命，用来换取自己儿子的平安，但这笔买卖不够划算，他还要再多加一笔。雍王殿下，隋文远扯扯嘴角，皇帝当年送给北狄3万两黄金和10万石粮草，原始文书虽被销毁，但我在户部旧日的账目中埋了伏笔，如果有人能核清这些年的账目，就能查出黄金与粮草的去向不明。凤泽微微抬眉，这就是你找人暗害夏明的原因？想不到殿下连这个都查到了。隋文远低声叹息，我输得不冤，不过是有人多管闲事罢了。凤泽口气淡淡，顾青一直没有放弃追查夏明被人下药一事，凤泽索性让悬竹的人探了探，没想到查出的结果竟有意外之喜。隋文远不明白他的意思，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殿下如果能让夏明得到尚书之位，你要的证据就指日可待。那你呢？凤泽偏头，你的交换条件是什么？隋文远轻喝一声，我妹妹连我都能推出来挡刀，我不信她会真心对待我的儿子，我想请殿下答应我，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为我护住有贤，他是我隋家唯一的血脉，我不能让隋家断了根。凤泽瞟他一眼，你已将赵母之事透露于我，我为何要答应你？你若不肯答应我，你就不会来了。隋文远笃定道，或许我是来看你的笑话。隋文远摇摇头，雍王殿下不会为了这个浪费时间。我知道有贤不成器，但他并未做过大奸大恶之事，对我和皇帝所为也一无所知。我不求殿下给他什么前程，只求殿下留他一条性命，我愿为此写下一份文书，作为殿下将来指证皇帝所用。凤泽盯着他瞧了瞧，我可以让隋有贤活着离开京城。隋文远目光复杂，张口欲言，如果你还有更多奢望，我劝你找你的妹妹去。凤泽又道。隋文远面容抽动，慨然一叹，好，能护他离开京城也行。凤泽从袖中摸出笔墨纸张，放到桌上，写吧。隋文远见他早有准备，怔了怔，发出一声苦笑，殿下好算计。过奖。一阵风卷起落叶，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划过。自皇帝寿宴出世以来，京中的夜晚似乎冷清了许多。虽未实行宵禁，
但秦楼楚馆、酒房茶肆都没了往日热闹的景象。凤泽独自走过街口，今晚无星无月，行在暗处的他像一团模糊的影子，仿佛随时都会融入黑夜之中。小六从墙头落下，停在他身前。殿下，北边有消息了。他语气中难掩激动，已经确认小五还活着。他递出纸条的双手微微颤抖。我已向先生禀过，如果殿下同意，我想即刻动身去北边。凤泽接过纸条，没有立即展开。他抬头望向头顶的树枝，看它们抽枝立叶，伸向黑漆漆的天际。去之前先与贺县那边接头。凤泽道：查清那批铁器的去向，还有17那边，他现在到哪儿了？自从顾青提到外地有人囤积商药之事，玄竹就派了17率人出去打探，如今已有些日子。小六回应，他们查到了那波商人的下落，已经跟到了宁州。凤泽淡淡嗯了声，宁州是贺县通往北地的必经之路，你让他留意那些商人和采购铁器的是否为同一拨人。是。小六沉声应道，如果是同一拨人，倒是省了咱们不少事。不要大意。凤泽道，他们敢在大狱境内如此行事，必然还有接应。第79章，又死一个。深夜的二皇子府邸依旧灯火通明，卧房内弥漫着酒气和胭脂香粉的味道。凤元泰赤着上身从床上爬起，走到桌边，拎起酒壶，为自己倒了杯酒。身后一只柔软的手掌伸过来，按住酒杯。凤元泰转身，一把将身后的侍婢搂入怀中。怎么，心疼本皇子，不舍得让我喝酒？侍婢一双杏眼柔媚，软得似要滴出水来。他温顺地贴在凤元泰胸前，对他摇摇头。凤元泰在他滑嫩的脸颊上捏了一把，我的活儿最听话了，来，陪我喝一杯。他将酒杯凑到侍婢嘴边，侍婢听话地含了一口，踮脚补进他嘴里。凤元泰搂着他胡乱亲了一阵，双手沿着他未着寸缕的身子下滑。门外传来内侍陈盼的轻唤，二皇子，娘娘那边有消息了。凤元泰手里的动作一顿，进来。陈盼进了门，隔着内侍屏风简短禀报，随尚书已全认了。屏风那侧静了一阵，凤元泰将头埋在侍婢胸前，含糊不清道，母妃那里是个什么章程？陈盼盯着屏风对面纠缠的人影，面不改色。娘娘的意思是让二皇子明日面见陛下，主动交还所有差事，闭门思过。要思多久？凤元泰问。娘娘说，在陛下主动召唤前，请二皇子耐心等待。凤元泰冷笑一声，母妃叫我耐心，那他呢？娘娘明日也会向陛下请赐贵妃之位。凤元泰豁然抬头，眼中的酒意褪去些许。他舍得。二皇子，娘娘行事向来有分寸，依我看，他这是以退为进，为您谋取后路。凤元泰推开侍婢，他在凳上坐下，以手撑头，缓过一阵酒劲。你说母妃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让我的父皇不会废他？这个疑问在他心底藏了多日，以往他只觉得母妃凭其容色与家世深受父皇宠爱，如今看来竟像是不止这么简单。陈盼屏气敛息，奴婢不知。凤元泰站起来，摇摇晃晃绕过屏风，来到陈盼跟前。我那父皇不是个心软的，这次贺县之事，就算有舅舅替我顶罪，我身上流着一半随家的血，父皇不会相信我与此事完全无关。二皇子不必忧虑，宫中有娘娘为您打算，她与陛下相伴多年，最了解陛下的脾性。若陛下当真想要怪罪于您，不会过了这么多日都不曾发作。我怕的就是这个。凤元泰扶着脑袋，若是一刀落下来，倒也什么都不用怕了，偏偏像这次一样，刀悬在半空，却迟迟不落，我这心里着实没底。贺县与您有关的痕迹都已被娘娘抹去，二皇子不如仔细想想娘娘的交代，明日进宫在陛下面前好好表现，也不枉娘娘费的这番心血。你说母妃与我当真还能东山再起吗？凤元泰靠着屏风呼出一口酒气，父皇可不止我一个儿子。二皇子想差了。陈盼柔声道，您在陛下心里的位置岂是大皇子可比的？待随尚书这是尘埃落地，日子久了，陛下心里的怨气散去，自会重新想起你的好。凤元泰迷茫的眼神在他的劝慰下逐渐坚定。是啊，父皇最宠的人是我，至于那个在工部挂职的皇兄，他全身上下没有半点能比得过他。到了最后，父皇需要的还是他这个儿子。他闻了闻自己身上的酒气，打水，我要沐浴。次日，副相范平将审案结果呈报皇帝。不久后，众臣便闻于贵妃脱簪素服，长跪御书房，自陈随侍罪状，恳求皇帝削去自己的妃位。到了午时，二皇子凤元泰闻讯而至。父皇，贺县之事，儿臣有失察之罪，寿宴上又令父皇龙颜大伤，儿臣罪该万死，请父皇赐罪。凤元泰与母亲一同跪在皇帝跟前，声泪俱下。皇帝垂目，看着这个备受疼爱的小儿子，你是失察，你也有罪，但罪不至死。不，一切都是儿臣之过，是儿臣急功近利，一心想借寿宴之事大出风头，
这才埋下隐患。凤元泰满脸悔恨，若儿臣能悉心部署，不让于崇光一手遮天，或许他就不敢私采铁矿，也能避免舅舅误入歧途。急功近利。皇帝将这4个字重复了一遍。过去朕总以为你还小，体会不到这4个字的含义，如今看来，却是朕没能早些教导你。儿臣知罪。凤元泰顿首，儿臣愿交还一切差事，从此留在府中苦读圣贤之书，再不参与朝政。皇帝眯了眯眼睛，你小小年纪，位极弱冠，是该多读些书。都是臣妾之错。于贵妃在旁轻泣，是臣妾舍不得元泰吃苦，疏于管教，才养出他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请陛下依律发落我们母子，以定朝臣之心。如何发落，不由你说了算。皇帝道：你兄长尚在狱中，依律应当先处置他。于贵妃身子一抖，哀哀叫了声：陛下，陛下！门外有人急声通报，刑部尚书求见，隋文远于狱中自尽，没能救活。什么？御书房中3人俱是一惊。于贵妃以手掩唇，兄长！他惨呼一声，晕倒过去。皇帝顾不得看他，大步走到门口，消息属实。是。刑部尚书呈上一张已写就的内山白布，这是隋文远留在牢房桌上的遗书。皇帝一把抓过去，一目十行看完。隋文远的遗书内容很短，他对所犯罪状供认不讳，只求皇帝看在他效劳多年的份上，仅治他一人之罪，饶隋家全族不死。皇帝面色铁青，你们刑部大牢就是这么容易让人自尽的吗？刑部尚书额头冷汗层层而下，他不敢是汗，快语解释道：为防止犯人越狱，牢房皆由石壁砌成。今天中午我们发现他时，他已撞壁而亡。这是第2个在牢中自尽的重臣，前一个废相林肃还是4年前的事。一想到隋文远死去的惨状，刑部尚书就觉得自己的仕途也到了头。却见皇帝冷然站立半晌，扯动嘴角，森森说了句：好，死了也好。第80章陈年密室。玉祥宫中，于贵妃夜已醒转，她盯着头顶的帐幔发了一阵呆。母妃，凤元泰跪在她床头，满眼关切：你怎么样？于贵妃转眼虚弱地看向儿子身后。凤元泰看懂他的眼神，低下头：父皇还有正事要处理，让我和御医把你送了回来，御医已经开了药，刚刚才走。于贵妃悠悠叹了口气：我都听到的。他其实并未晕厥太久，只是有外人在场，他索性便让自己晕了个彻底。凤元泰很快反应过他是装晕，松了口气。母妃刚才在御书房，吓死儿子了。于贵妃晕倒的那一刹那，他是当真没了主心骨。也是在那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底气，竟有一大半来自他的母亲。傻孩子！于贵妃由他搀着起身，半靠在床头。我怎可能真的不伤心？隋文远是他的嫡亲兄长，他虽然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他身上，但当真听到人去了，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你我母子从此就真的再无外援了。他望着凤元泰叹息道。凤元泰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神色。母妃，没了隋家，我们真的还能东山再起吗？于贵妃抚了抚鬓边的散发，你父皇当年也没有母家可以仗，他不还是做了皇帝吗？可是他有一帮自己的属臣，这是凤元泰最为无奈的地方。他与大皇子凤元和都已在外开府，却至今没有自己的属臣。若非如此，他也不会急于拉拢像于崇光这样的人。他享受过属臣的便利，就害怕吃属臣的亏。于贵妃淡淡道：你太心急，才会招来今日之祸。凤元泰咬咬牙，为自己辩解：臣要方便办事，就得有自己的人。等你闯出声名，自会有人慕名而来。于贵妃扫他一眼：你在做决定之前，如果能够提前与母妃商量，你的舅舅也不会受你牵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凤元泰恨声道：木已成舟，就是我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谁说来不及？于贵妃慢慢道：如今你舅舅认罪自尽，你的父皇就算想查，也不会查出什么结果。以他的性子，此事不会再有下文。难道他就这么算了？不然还要如何？于贵妃瞪他一眼：你真想你父皇查到你头上来？母妃确信父皇不会怀疑我，怀不怀疑又怎样呢？于贵妃扯扯嘴角：我会在宫中为你周旋，就算他对你有再多不满，只要你循规蹈矩，安安分分在府里待着，他就拿你没什么办法。那隋家那边你不要再接触。于贵妃道：你舅舅虽然以死谢罪，但你父皇只会对死人仁慈，活着的那些明面上会得到恩赦，背地里还不知会遭什么罪。难道我们就不管他们了？凤元太迟疑：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还有空操心别人？可舅舅不是托我们照顾表哥吗？于贵妃抚住额头，悠悠叹了口气：有嫌那孩子是可惜了，不过咱们要是连自己都保不住，又有谁来照顾他？等过段日子再说吧。凤元泰蓦然一震，母妃以为是谁将贺县的事捅到了父皇面前，我儿以为呢？凤元泰目色幽深：除了雍王，我想不出还有别人。于贵妃拍拍他的肩膀：
你想的没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凤元泰咬牙，我与他就算有过几次局龉，但他害了我，对他又有什么好处？皇帝不喜凤泽是明眼人都知道的事实，绝不可能就此对他刮目相看，甚至会因为此事更加厌恶凤泽。他真正想要对付的不是你。于贵妃冷淡开口，他是要对付你的父皇。凤元泰面色一变，他敢？有什么不敢的？于贵妃姣好的面容上泛起一丝嘲讽，若换作是我，被人下了无解之毒，不知哪一天就会因此丧命，我也会放手一搏。凤元泰讶然，母妃的意思是父皇对雍王下了毒？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会交出兵权？于贵妃瞥了自己儿子一眼，你真当他是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凤元泰目光闪烁，大家都这么说。于贵妃冷笑一声，你父皇既忌惮他，又怕没了他震慑不了北军旧部，所以他原本是想把雍王弄成一个活死人，压在京中留作人质。可惜雍王命大，竟然醒了过来。他既已交出兵权，父皇为什么还要忍让他？凤元泰不解，你以为光收了兵权就能让北军臣服吗？于贵妃摇摇头，北军是先太妃郭氏亲手所建，郭氏当年死得突然，军中流言四起，险些哗变。若非雍王及时醒来安抚了军心，这世道恐怕早就乱了。那父皇花了4年时间都没能控制住北军。于贵妃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她倒是想，只可惜她没那个魄力。凤元泰张了张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母妃对父皇表现出显而易见的轻蔑。于贵妃察觉儿子的诧异，目光一闪，神情恢复雍容平静。元泰，你记住，皇帝这个位子想要坐上去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你要怎么才能坐稳它。凤元泰按下心中惊愕，微微点了点头。那雍王也想要这个位子吗？他忍不住问。他呀，于贵妃顿了顿，雍王这个人我看不透，他与你父皇针锋相对是他们之间的事，你不要掺和。可他已经对儿子下了手。凤元泰心有不甘，那是你太冒进。于贵妃深吸一口气，你现在最好不要把他当成对手，但是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体内的蛊存在1日，我就不会让他有抢那个位子的机会。凤元泰皱紧眉头，儿子听母妃的，不过母妃若是有什么杀手锏，还请让儿子心里有个底。于贵妃盯着他仔细看了一阵，无奈的摇摇头，你附耳过来。第81章。夏至这日，大狱永兴13年5月，原户部尚书隋文远因贺县铁矿一案畏罪自尽，隋府被抄没，隋府里的人尽皆流放南部边陲。夏至这日，天色未明，墙根的草叶上还积着晨露，顾青已带着白桃绿瑶出了门。作为48节之一，今日百官休沐，民间更有许多游乐的习俗。白桃在车轱辘声中掩嘴打了个哈欠，顾青笑看他一眼，倒了杯浓茶推到他面前，诺，喝口茶，醒醒神。白桃赶紧擦去眼角的水痕，我没事，就是昨晚屋里有蚊子咬了我半宿。端午的时候，宋药师不是给了许多驱蚊的药囊，我分了些给院子里的姐妹们，剩下的忘记放哪儿了。白桃捧着茶杯，咕咚咕咚一口喝光，今晚我回去再找找。绿瑶闻言接话，你若是找不到，就去我屋里拿。白桃笑眯眯凑过去，抱住绿瑶的胳膊，我就知道绿瑶姐姐对我最好。绿瑶，好东西不能白给。顾青打趣，他虽然送了些给别人，一定没少收回礼，记得让他分你2成。白桃垮下小脸，王妃，我那里都是些蜜饯果子，绿瑶姐姐不爱吃的。那你打算拿什么交换？顾青笑盈盈道。白桃想了想，眼睛一亮，我中午给你们做冷桃吧，一会儿到了店里，我就让他们备些槐叶和冰块，到时多做一些，让宋药师也带给家里人尝尝。这主意不错。顾青透过卷起的车帘朝外看了看天色，今天的日头很晒，大伙儿要在街上分发药材，一定热得慌，中午吃些冷桃，心里也能畅快几分。那我再煮些薄荷饮。白桃道，晾凉了在水井里膨着，吃完饭每人再来上1盅。顾青赞许点头，有心了。主仆3人在车里叙着话，就听街上响起一阵喧哗之声。顾青凭窗望去，只见前方遥遥走来一群人，这群人肤色各异，有的穿着绸缎衣裳，有的穿着粗布麻服，每个人都面无表情，一副麻木呆滞的模样。在他们前后左右都跟着几名官差，具着青色造服，看样子是京兆府衙的人。顾青正要收回视线，忽然看见人群中有一人十分眼熟。那人身量细长，颧骨高耸，眼皮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全无初次见面时神情倨傲的模样。白桃好奇地凑在窗边跟着望过去，那不是隋家的少爷吗？他认出那人。顾青让他放下车帘，一同坐回去，是隋家的人，看来他们今日就要流放出城。他与隋有贤只见过一面，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虽然那次在古安山中，隋有贤率先挑衅于他，但最后他的奴仆都被绿瑶打断了腿，所以实在要论的话，两人之间更吃亏的是隋有贤才对。如今隋家没落，顾青没兴趣落井下石，
当下吩咐车夫尽快驾车离开。他们乘的是雍王府的马车，负责押送随家人的官差。瞧见车上的徽记，当即令众人停下，让马车先过。人群中的随有贤恍惚听到有人提起雍王二字，他搭着的眼皮蓦地抬起，却只瞧见马车远去的影子。快走！官差挥棍呼喝，随有贤闪避不及，被皂棍抽了一记，疼得一跳。怎么？你还想还手？官差瞪他。随有贤咬牙忍着疼，朝人群中缩了缩。他早先还有些嚣张的少爷脾气，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如今他心中即使有再多不忿，也知道不能与这些官差硬来。走了走了。另一名官差走过来，拉了同僚一把。这还在大街上，有什么事等出了京城再说。那官差往地上啐了一口，老子就看不惯这些废物公子哥儿。好了，日头越来越高了。他的同伴劝他，咱们赶紧出城，别误了正事。两人一个劝一个骂，拉拉扯扯走开。等到他俩走远，随有贤这才慢慢抬起头。他盯着道路的尽头，眼里晦暗一片。午时，阳光从树顶倾洒而下，还未到最热的时候，院中已响起蝉鸣。这回夏至，咱们后浦堂又送出去好些药材。白桃擦擦额头的汗水，王妃这钱挣得真不容易。每年夏冬两季，后浦堂都会制作消暑和驱寒的药包，无偿分发给城中百姓。药包所用的药材虽然不是昂贵之物，但数目一多，所耗银钱也是不菲。顾青坐在廊下轻摇扇子，我都没说什么，你倒是替我心疼起来。白桃喝了一口冰凉的薄荷饮，我只是随口说说，我知道王妃是大善人。顾青笑了笑，我才不是。后浦堂每年的收入足够他挥霍，他做这些事不过举手之劳，既能给店里赚取好名声，还能给店里带来客人，可谓一举两得，所以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善人。可是书上说过，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白桃依旧一脸崇敬，王妃就算不当回事，我也与有容焉。顾青摇扇子的手微微一顿，转头问绿瑶，白桃最近又看了什么书？怎么说话咬文嚼字的？绿瑶摇头，他也不知道。白桃背着手得意洋洋，黄大夫每次来咱们院子都会给我讲好些典故，比光看书有趣多了。顾青闻言低声一笑，你那些点心总算没有白做。我觉着王府比我原来以为的好多了。白桃道，不光是咱们院子里的人，外面那些侍卫大哥都挺好说话的，我还跟师统领碰到过2次，他待我也很客气。王妃，你什么时候搬去跟殿下一起住啊？顾青瞧瞧他，怎么，你不怕殿下了？白桃皱皱鼻子，怕还是怕的，可是你们总不能老是这样。这2个多月下来，连他都已经熟悉了王府的生活，王妃与殿下之间却没什么进展。两人隔3差5在一起用顿饭，除此之外好像并没有别的交集。王妃，你就不怕殿下生气吗？白桃问。顾青抬头望了望远处，自从发现从卷归楼的某个房间能够看到后浦堂的后院，他每次过来就多了这个习惯。卷归楼的高处飞檐挺翘，雕栏映日，遥遥望去会让人觉得一阵目眩。那个地方离他太远，哪怕穷尽目力也无法看清楼中究竟有谁，但他还是会忍不住望过去，尤其在想起凤泽的时候。第82章高楼之上。在看什么？谢飞白坐在桌边，将一瓢清水注入茶壶。没什么。凤泽靠在窗口。谢飞白扬起唇角，头也不抬，不会是在看人家的院子吧？凤泽瞄他一眼。谢飞白将茶炉升上火，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儿离后浦堂只隔了一条街。凤泽走回去，在他对面坐下。这么热的天，你还要煮茶？心静自然凉。谢飞白笑笑，听说今天一大早后浦堂就在街上分发消暑的药包，你若怕热，不如也去领上一份。凤泽神情泰然，你最近没怎么去书院，山长没说你。我已经给学生上了一场大课，于情于理都应该给我放几日假。那你就好好守着京城。凤泽开口，下个月我打算去趟北边。谢飞白手中的茶匙一抖，刚刚舀起的茶叶落回匣中。你今日约我见面，就是为了这事？他放下手里的茶具，你这4年一步也没离开过京城，怎么突然就要走？这里只剩下一个徐承志，不足为惧。凤泽不紧不慢道，北边既然有了小五的消息，我也想去看看。谢飞白沉吟片刻，是因为北狄。他挽起衣袖，重新拿起茶匙。萧图合并8部，重建旧都之事虽然没有外传，但兵部最近下了好几道调令，看那手笔是你让人做的吧？你打算先下手为强？萧图是个有野心的人，以他的实力，今年之内收服其余4部不成问题。重建旧都声势浩大，大狱不可能不察觉。萧图敢如此大张旗鼓，说明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而且他笃定大狱无人能敌。谢飞白接话，镇守元城一带的虽然仍是北军，但人人皆知你已交出兵权，又身染陈疴，萧图收服8部，正是势不可挡的时候。
如果趁机攻打我朝北境，恐怕真会掀起一场恶战。凤泽点点头，与其等他出击，不如我们先声夺人。谢飞白凝神思索，你离京这事倒是好遮掩，但你瞒得过外面的人，府里的人打算怎么办？到时候再说。凤泽回答。谢飞白拎起烧开的滚水注入茶杯，这不像你的作风。凤泽撩眼看向他。谢飞白坦然自若，语气悠然，你凡事都喜欢行一步看三步，讲究一个未雨绸缪。怎么，这回转了性子？凤泽不假思索，小事而已，犯不着多费心思。谢飞白摊手，你心中有数就好。对了，范平的底细我全部查了一遍，如何？他的确祖籍北地，后因兵祸举家南迁。谢飞白娓娓道来，他于先帝在位时的景德36年考中进士，入吏部为官。他双亲已逝，早年他的发妻去世后，便未再娶，至今孑然一身。凤泽屈指点了点桌面，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替我盯紧他。为何？谢飞白轻笑，就因为他曾向你示好，想让你重拿兵权。不止。凤泽道，我怀疑最近兵部几道调令如此顺利，也有他在背后做推手。他与你素无往来，如今这般热情相助，实在叫人感激涕零。谢飞白口气虽是说笑，面色却一整，你不信他？范平比我们更早拿到萧图的消息。凤泽冷然道，北地直到4月才滑动，我们的人还没发现异常，范平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消息如此灵通，难不成他比玄竹更厉害？谢飞白颔首，你说的没错，虽说人外人有人，天外有天，但他若真有这么厉害，过去这些年不可能一点端倪也没有。我说过，真正平庸的人是做不上副相之位的。凤泽意味深长，若说他以前是故意藏拙，那他现在这般卖力，必然有他的缘由。谢飞白摇头叹息，你真是扔了好大一副担子给我，能者多劳。凤泽全无愧疚，你既然有空东家长西家短，不如干些正事，以免被皇姐嫌弃。谢飞白指指他，被气笑，我被你安排了这么多差事，哪一桩没有干好？凤泽没理他，转头看向外面的天色，隋有贤现在应该已经出城了。谢飞白嘴角抽搐了一下，对，他们今晚会露宿野坡里。话音刚落，就见凤泽起身，哎，谢飞白在身后叫他，我刚泡好的紫烟茶，你不尝尝？下次。说完，凤泽推门出屋。谢飞白兀自笑了声，端起茶杯，漫步走到窗前。楼下车水马龙，熙来攘往，远处一座庭院，树木葱茏，如同一颗绿意盎然的翡翠，安静地躺在喧嚣之中。谢飞白仔细望了一阵，无奈收回视线。这里当真能看清吗？他自言自语，啜了一口茶，还是习武之人目力好啊。夜半，一道闪电撕裂苍穹，隋有贤从地上爬起来。做什么？身旁传来一声厉喝。隋有贤朝那官差道，解手。那个官差正是白天用棍子打到他的人，此时满脸不耐烦，不许去。隋有贤犹豫了一下，我要是撒在这儿，熏到你也不好。官差哼了声，那就憋着。憋不住。隋有贤低声咕哝，要不咱们一道去？官差一顿手里的棍子，你是大爷吗？撒尿还要我赔？我哪敢。隋有贤好声好气，我是想着你既然醒了，也可以来一炮。官差斜着眼睛看他，隋有贤扯动嘴角，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官差左右看看，站起来扯扯自己的腰带也行。他让隋有贤走在前面，自己拿着棍子跟他一块儿走进旁边的小树林。就这儿。官差在一个小土包旁叫住他，你先撒。隋有贤哦了声，慢吞吞解开自己的裤带。快点儿。官差在身后踢了他的膝弯一脚，差点将他踢趴下。隋有贤用力抿了下嘴唇，加快手里的动作。怎么没事儿？官差问。隋有贤咽了口唾沫，你一直盯着我，我撒不出来。官差没好气地骂了句，不想撒就滚。我撒，我撒。隋有贤连连应声。官差盯着他的后背，默不作声，握紧了手里的棍子。第83章，言出必行。天上一个炸雷响起，隋有贤与官差都是一抖。隋有贤正要转身，官差突然抡起手中的棍子朝他脑后敲去。隋有贤听到耳后风声，抱头就地一滚，杀人了。他嘶声大吼，官差赶紧又是一棍落下，这一下将他后背敲了个实在。隋有贤惨叫一声，救命啊！官差惊慌之下转头四顾，所幸他们已走到树林深处，没有惊动外面的人。官差不敢拖延，追上满地乱滚的隋有贤，又是一记闷棍敲上去，咚的一声，重物坠地。啊！隋有贤杀猪般的哀嚎。叫什么？一个声音从旁传来，还没打到你身上，有什么好叫的？隋有贤愣了下，惊慌地摸摸自己的脑袋，又反手摸摸自己的背。他碰到后背之前被敲的地方，痛得嘶了一声。行了，不想死就赶快起来。施阳蹲在土包上，眼中尽是鄙夷。隋有贤扭头看见他，猛不丁地抽了口冷气。是。
施阳跳下土包，将倒在地上的官差踢到一旁，不会说话就别说。你真的是你们给的字条？隋有贤难以置信，他在出城前就接到一封暗信，说是有人买通了官差，要在出城后害他性命。他原本半信半疑，如今险些遭人暗算，再怎么怀疑也不得不信。隋文远说要让他的儿子活着离开京城，施阳翻了个白眼，我家殿下答应了。隋有贤趴在地上，两眼圆瞪，语无伦次。我父亲？你说我父亲？他和雍王？不，怎么会？这不可能，可不可能不由你说了算。施阳没好气，你走不走？不走的话我就走了。走。隋有贤手足并用爬起来，试探地问去哪儿？把你送到50里地外，那里已经出了京城的地界，之后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们不杀我，杀了你我还得擦刀。施阳语气中满是不屑，要杀你的另有其人。是我姑姑吗？隋有贤吞了口水。施阳诧异地抬了下眉毛，原来你不傻。隋有贤面色颓丧，老管家已经把父亲顶罪的事告诉我了。他虽然纨绔，但对这种朝堂之事也非一无所知。于贵妃想杀他，不过是怕他知道是自己父亲替凤元太顶的罪，日后回来报仇。老管家说，我父亲本来不想让我知道这些事，但我姑姑既然连他的亲哥哥都能下得去手，又怎么会放过我这个侄儿？施阳没心思听他唠叨，朝树林另一头抬下巴，走吧，带你出去。隋有贤看了眼地上的官差，他呢？这边的事不用你操心。那我能带老管家一起走吗？隋有贤问。施阳瞅他一眼，不行。隋有贤紧张的清清喉咙，可是我出了京城，又能去哪里？你们能保证我不会再被人追杀吗？不能保证。施阳道，所以你最好赶紧走，在你的姑姑发现你消失之前。隋有贤摇头，我不走。施阳冷笑，那你就自个儿在这待着。他转身就走。隋有贤慌了，扑过去想抱他。施阳一个闪身将他踢飞出去。隋少爷，施阳默然，我们救了你一次，不会再救你第二次。隋有贤撞到树干上，机遇呕血。我知道。他捂住肚子，可是我能去哪儿？我姑姑既然怕我回来报仇，就一定会斩草除根。他有权有势，我拿什么跟他斗？你还想着跟他斗？施阳好笑，你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你们呢？隋有贤壮着胆子问。你们就不想扳倒他？施阳懒得跟他废话，他走上去抓着隋有贤胸口的衣襟，把他拎起来。今晚过后你就已经死了。说完，他手起刀落，将人打晕，甩上肩头，大步朝林外行去。雍王府中，凤泽听了侍卫的回报，点头让人退下。黄大夫从凤泽手腕上拔下银针，借着烛火仔细看了看针上的颜色。小花大夫给的这药的确凶猛，不过殿下的脉象比以往强劲了许多，看来这蛊虫已经暂时被压制住了。凤泽活动了一下手腕，还请黄老给花南天去一封信，让他再寄一瓶药丸过来。不消这么麻烦。黄大夫道，小花大夫上回来信上说，他下个月初就会来京城。上次他留的药还剩下4粒，足够用到下个月底。下个月我要去元城。凤泽开口，我会让人扮成我的样子，在府中称病不出。黄大夫陡然一惊，元城？那不是北边？殿下，你要离开京城？只离开1个月。凤泽道，最迟7月就能回来。黄大夫踌躇一阵，难道北边又要起战事？凤泽扫了眼他的脸色，勾唇，黄老不用担心，北敌就算开战，也不会在夏天。黄大夫讪讪收起针囊，老夫没什么可担心的。殿下要去只管去，不过最好把小花大夫带上。全京城都知道黄大夫是被雍王府请来给凤泽调理身子的，如果他不在，凤泽这病就没法装下去。但凤泽此次远赴北境，就算身上带着花南天的药，也难保体内的蛊虫不出什么意外，所以让花南天跟着他，总能让人放心一些。凤泽沉思片刻，也好。黄大夫见凤泽采纳了自己的提议，老脸上溢出笑容。还有王妃那边，殿下打算怎么办？凤泽拿起手边的琉璃盏，正要喝水，听到黄大夫的问话，不由一顿。黄大夫打量他的神情，就算殿下想瞒着，但以王妃的聪明，老夫担心殿下瞒不住了。凤泽盯着盏中微微漾起的水纹，那就告诉他。黄大夫原本只是打趣，闻言笑容一滞，殿下当真？就算他知道了，也做不了什么。凤泽道，有施阳会替我盯着他。黄大夫皱眉，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些？不然怎样？凤泽反问，把他禁足。黄大夫连连摆手，这可不行。且不说顾青在雍王府并未犯错，单就他那明理懂事的性子，黄大夫也觉得自己不该挑起这个话题。凤泽挑了挑眉，那黄老有什么好办法？黄大夫轻咳一声，你们夫妻俩的事情，老夫不掺和。他还指望着从顾青那里再多顺几本医书来看。凤泽自喉咙里发出一声低笑，将琉璃盏中的水一口饮尽，
黄老主的薄荷饮不错。黄大夫背起药箱，慢慢走到门边，回头是王妃送的。说完，脚底抹油溜了。第84章和乐融融。6月初2，顾青一早起来就被白桃催着去了院子里。王妃，这些都是殿下让人送来的。白桃指着地上10几个红漆大箱子，说是给老爷的生辰礼。顾青沉默了一阵，抬步往外走。王妃，你去哪里？去给殿下道谢。顾青来到正院外面，正要请侍卫通报，就见凤泽跨出院门。凤泽今日为着朝服，他身穿靛蓝窄袖长袍，外罩月白青衫，与往日一身冷肃的打扮截然不同。顾青瞧着他这般风姿俊逸的模样，怔了怔。殿下要出去？他脱口问。凤泽淡淡嗯了声。顾青心中原有一丝忐忑，见到他这熟悉的反应，眉眼一弯。殿下送来的箱子我都看到了，多谢殿下的心意，但那些礼物太贵重，想请殿下收回。他不是第一次收凤泽的礼，也不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大手笔，但这次与他出嫁回门都不同，他实在不想把那10几个大箱子搬去顾府引人注目。听说你父亲是50整寿，凤泽早就让人打听过顾家的底细，你是他唯一的女儿，即便家中不大办，也不能让他的生辰太寒碜。顾青扬眉，凤泽这话的口气像是他苛待了自己的父亲似的。他朝凤泽身上仔细瞅了眼，我爹如果能看到殿下，一定会比收到礼物更加高兴。凤泽顿了顿，黑眸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我今日有事。顾青莞尔一笑，我知道，我会告诉我爹，殿下有紧急要事，所以去不了。要论孝顺，凤泽这个女婿可比不过他。他朝旁侧身，对凤泽行了一礼，殿下慢走，路上小心。凤泽的脚步经过他身前，似乎放缓了些，却又像是顾青的错觉，因为他什么也没说，径自走了。顾青轻吁口气，刚才见着凤泽的装扮，他还以为他要与他一同回家。目送凤泽离开，他心里说不上是松了口气还是泄了口气，总归有些意兴阑珊。这样的心情伴随他回了顾府，见着自己的父亲，这才完全放下。爹，女儿来给您拜寿了。他笑盈盈扶着顾文敏落座，绕回他身前，跪在白桃准备好的蒲团上，对父亲磕了3个响头。哎，别磕了别磕了。顾文敏忙不迭地起身扶他，这声音听得我头疼。他看了看女儿的额头，你瞧是不是红了？白桃，赶快拿药来给你们王妃擦擦。顾青师兄，我又没有用力，怎么会红？他陪着顾文敏重新坐下。爹，今日殿下有急事，不能来给您贺寿，你不会怪他吧？顾文敏摸摸胡须，爹知道，昨日雍王就让人送了信过来，给我赔了罪。顾青睁大眼睛，殿下他信里写了什么？怎么，你没看过？顾青坦然自若，殿下说这是你们翁婿间的事，不让我掺和。顾文敏啧啧2声，你这性子也有被人制住的时候。爹，都说嫁出去的女儿胳膊肘往外撇，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做爹的更偏心呢？顾青一脸委屈。顾文敏哈哈大笑，雍王跟你处得好，爹才放心。爹刚才只是说句玩笑话，你这丫头怎么就生气了？常言道，远香近臭。顾青挑眉，自从回门之后，凤泽就再没踏过顾家的大门。你不但不嫌他，还替他说话，可见这民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顾文敏伸指点点他，你还说他？你又回来过几次？顾青目光一闪，略显心虚。王府和后浦堂都有好些事情要忙，这话不全是托词，他除了要忙正事，还要记着找凤泽吃饭，拉拢与他的关系。这么一想，顾青就半点心虚也没了。那你如今与雍王处得如何？顾文敏认真询问。顾青没有立时作答，他偏头想了一阵，微微笑道，我与殿下虽然谈不上如胶似漆，不过比刚成亲那会儿要好多了。顾文敏欣慰颔首，我看也是，若不是两人感情渐深，雍王也不会特地给他送信说明原委。要知道，他昨晚刚拿到那封信时，手抖得不能自已，就怕是女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拆开一看，竟是雍王为不能参加他的寿宴而写的致歉信。信中内容虽短，措辞也很简洁，但顾文敏这颗不上不下的心终于安稳下来。雍王就算没了实权，他在京中也不是个等闲人物，若他忙起来冷落了你，你也不要放在心上。老父亲谆谆善诱。顾青含糊应了2声。他忽然想到，凤泽也许不是没空来，而是他一开始就说了不用他来。他仔细回忆凤泽当时的神色，却因过了太久想不起来。爹，你什么时候又买了新画？顾青放下心头思绪，转头四顾，只见厅中挂了一幅岁朝如意图，看笔法应是名家所作。顾青正要走到近处查看落款，就听顾文敏在他身后出声，语气中难掩得意，这是颍川居士的旧作。驸马。顾青想起这个别号属于何人，我听说他的画作千金难求，旧作更是都被长公主府收了起来。顾文敏对着那幅画，神情自得，是我在乾宁方淘的。顾青仔细端详那画，
悠悠开口，看上去不像假的。顾文敏白他一眼，假怒，怎么说话呢？顾青扑哧一声笑出来，我是在想，我爹是有福气的人，这还差不多。顾文敏转运为喜，爹除了这幅画，还淘了不少好东西。哦，带你去开开眼。父女俩有说有笑离开正厅。同一时刻，寒山书院的山长书斋中，凤泽正襟危坐。老山长从匣中取出几块香药，又伸手到案桌底下拿出碾子，就和杵。他将这几样东西依次摆在凤泽面前。往年入夏的时候，我就喜欢自己调香来用。他慢吞吞道：“只是年纪大了，没什么力气，只能等你们这些小子来帮忙。”凤泽垂眸盯着桌上的东西，不发一言。怎么？老山长瞥他一眼，不当我的弟子，连尊老之事也做不得了。凤泽沉声开口：“您永远是我的老师。”呵，当不起。老山长掀了掀眼皮：“你们凤家的人都尊贵，我这小庙容不下你们这些大佛。可我们几人的名字都在书院的弟子录上。”凤泽道：“先太子凤乾，当今皇帝凤寻，还有我们3个都曾是书院的学生。那我明日就把你们的名字划去，成不成？”老山长双手交叠在腹间，漫不经心道：“反正不管哪一个都不让人满意。”凤泽笑了下：“择日不如撞日，老师不如现在让人去拿。”老山长抬眼盯住他，许久，白发苍苍的老人忽地一拍桌案，震得全桌的东西猛地一跳：“兔崽子，你当老子治不了你是不是？”第85章，心无挂碍。老师息怒。凤泽面不改色：“大夫说过，你年纪大了，不宜情绪大动。”老山长撸起袖子：“你府上不是有个挺厉害的御医吗？我要是被你气死了，正好让他试试，能不能把我治活过来。老师如果要生我的气，等我从元城回来再说。”怎么？老山长沉下目光：“你要离京？北敌易动，大狱将有一场大仗。”凤泽拿起一块香药看了看，这么多年了，老师还是喜欢这个味道。老山长探身将香药从他手上拿走：“你不是想报仇吗？怎么不让皇帝自己操心去？这不像是老师会说的话。”凤泽弯了弯唇角：“老师以前教导我们，所谓家国天下，百姓必先有家，君王才能有国。你又不是君王，但我是大狱的子民。”凤泽道：“国若不存，民何安在？”老山长袖手冷笑：“你想逞英雄，也要看凤寻肯不肯给你这个机会。你现在这样子，不就是拜他所赐？你还奢望他能把兵权交还于你吗？我不需要他给我。”凤泽摇头：“我会自己拿。”老山长慢慢抬起头，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凤泽：“你想造反？老师刚才说我想逞英雄，其实不是。”凤泽坦然面对他的审视：“我从未将北军交到过凤寻手上，北军是大狱的军队，却不是凤寻的。那你想如何？取而代之？”不。凤泽再次否定了老山长的猜测：“我此次来是想告诉老师一件事。”什么事？您最喜欢的学生，他的儿子就要18岁了。老山长瞳孔猛地一缩。凤泽又道：“这些年他一直在军中历练，不少将士都很服他。”老山长微眯的眼缝在一刹那闪过一抹金光：“你是说那个孩子？”凤泽点头：“他的名字还是老师取的，凤天磊。”老山长沉声喃喃：“他现在的名字叫于洛，光明磊落的落。”凤泽道：“他没有辜负老师对他的期望。”老山长沉默了片刻：“你第一次去西北封地的时候，我曾怀疑是否是你带走了那个孩子。”凤泽眸色微动：“老师不相信跟太子一起烧死的是天磊。”老山长望着他，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毕竟比你们多活了这么些年，你们每个人是什么性子，我都很清楚。凤乾不会自尽，就算要自尽，他也不会带着那么小一个孩子一起死。救下天磊的是谢飞白。”凤泽道出当年的真相：他带着天磊在密室中藏了5天5夜，直到我母亲找到他们。老山长低声感慨：“原来那小子也出过力。那时父皇缠绵病榻，口不能言，朝政被凤寻一人把持，天磊身份敏感，不能在京中多留，所以我就把他带回了西北封地。你那年也才14岁。”老山长若有所思：“所以我也只是怀疑了一段日子，不敢确信真的是你带走了他。当年时局混乱，他不欲在节外生枝，便将心中的疑惑按了下去。凤寻也怀疑过。”凤泽嘲讽：“只是他一直以为天磊在我母亲手上。”对于当时的凤寻而言，凤泽还只是个半大少年，他的威胁远不及他的母亲郭佩锦。郭佩锦是先帝的妃子，又是北军的创立者。凤寻继位后之所以迟迟不动凤泽，就是顾忌着郭氏的威望。那你想让天磊夺取皇位？老山长问。凤寻杀兄弑父才坐上这个皇位，皇权自古动人心，他有野心无可厚非。凤泽冷然，但他不该勾结外族，通敌叛国。一个人敢以出卖国土的方式来获取权力，他的眼中别说没有百姓，就连整个朝廷也不过是他满足私欲的工具。老山长闻之动容：“
你有确凿证据？有。凤泽声音沉稳，这些年我与谢飞白合力找到了许多证据，隋文远更是留下了重要的账本。那你为何不公之于众？时机不对。凤泽没有丝毫犹豫，北狄正在边境虎视眈眈，若是现在公布皇帝的罪行，一旦北狄趁虚而入，大狱必将大乱。换一个皇帝容易，要安定民心却是最难。老山长沉默良久，你选了最难的一条路。我的命本就是捡回来的。凤泽不甚在意的一笑，我活着的时候还能重回北境，未必不是一件幸事。老山长摇头，你向来喜欢独行，你当初入书院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样的性子不好，无牵无累，无挂无碍，有什么不好？我们倒也罢了，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呢？老山长脸色一沉，语气中充满责备，你若真想没有挂碍，为何又要与人成亲？凤泽微微一顿，下意识开口，各取所需。老山长哼了哼，仿佛被他气笑，你倒是说来听听，你娶了什么？他娶了什么？夜色深邃，一弯银钩挂上枝头。顾文敏将女儿送出家门，语重心长的叮咛，回去以后替我向你夫君道谢，让他以后不要再大张旗鼓的送礼了。顾青轻轻一笑，知道了，爹，你喝了酒，别在外面吹风，快进去吧。顾文敏浑不在意，我今晚被你盯着，只喝了2盅，下次让雍王过来，我跟他2人喝，你就别在一旁唠叨了。顾青忍不住调侃，殿下找你喝酒，你敢喝吗？顾文敏两眼一瞪，我是他岳父，我有什么不敢？好，顾青拍掌，以后若是有这机会，您别躲。顾文敏想了想那场景，老脸由红转白再转青，他咳嗽一声，冲顾青挥袖，明日事，明日再议。快走快走。顾青低头一笑，由他撵着上了马车。车夫一抖缰绳，拉车的骏马就甩开四蹄，踢踢哒哒跑起来。自从过了夏至，京城的天就越来越热，哪怕雍王府的马车足够宽敞，顾青与白桃、绿瑶3人坐在车里也觉得有些闷。白桃把帘子打开，顾青吩咐。好。白桃应了声，挪去窗边卷车帘。他抓住帘布正要掀起，忽然轻咦一声，怎么扯不动？话音未落，就见车门外扔进一个冒着白烟的东西。小心！绿瑶闪身挡在顾青面前。与此同时，一股浓烈而刺鼻的味道在车厢里散开。绿瑶当即变脸，捂住鼻子，不要吸气。说完，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半个身子刚探出门外，却又忽然顿住，一柄长剑从前往后刺穿了他的身体。第86章被劫。白桃正捂着口鼻，眼见一截剑尖从绿瑶背后露出，当即吓得一滞。他喉咙里发出半声惊呼，下意识扑过去。他刚碰到绿瑶的身体，却听绿瑶闷哼一声，反手握住剑刃，一脚踹出。车门外握剑之人松手不及，被他一脚踢了下去。驾车的车夫闻声回头，那张脸并非他们熟悉的雍王府的车夫。他见同伙摔下马车，赶紧扬起马鞭，在马腹上连抽数下。马儿吃痛，长嘶一声，没头没脑地向前冲去。绿瑶和白桃站立不稳，跌跌撞撞扶住门框。这时前方突然现出一个拐角，车厢猛地朝旁一甩，两人脚下一个踉跄，跌下马车。白桃一头撞在地上，登时人事不省。绿瑶有功夫在身，在跌下去的刹那本能护住要害，屈膝跪倒在地。刺进他胸口的长剑因为猛烈的撕扯插得更深，绿瑶闷声呛咳了几下。他一手握住剑柄，一手撑着地面想要起身，然而胸口传来一阵剧痛，逼得他又跪了回去。他大口喘着气，用力昂起头，却见马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顾家大门外，门房对着来访之人诚惶诚恐。启禀殿下，半个时辰前王妃已经回去了。凤泽闻言微微点头，好。说完，他翻身上马，扬长而去。门房举袖擦了擦额头冒出的冷汗，自言自语：这天可真够热的，呵呵。凤泽回到雍王府，下马将缰绳丢给迎来的侍卫，踏上台阶。他穿过王府中路的垂花门，就见黄大夫施施然从顾青院落的方向行来。凤泽脚下一顿，黄大夫也一眼瞧见了他，加快步伐走到近前。殿下回来的这么早？黄大夫朝他身后望了眼，怎么不顺道把王妃一起接回来？顾宅位于城北，凤泽从寒山书院回来，正好从北门入城，而顾宅就在通往雍王府的大道上。凤泽闻言，面色一凝，顾青没有回来。黄大夫瞧瞧他，还没。他刚看完顾青给他的医书，正想还回去换一本新的，却被顾青院子里的侍女告知，王妃还在顾家给父亲过寿。凤泽旋即转身，对附近的侍卫发话，去叫施阳，让他带一队人跟我出去。黄大夫快步追上去，出什么事了？无事。凤泽头也不回，大步朝外走。黄大夫转眼就被他丢在身后，只能冲着他的背影喊：老夫今晚就在这守着，要是有什么事，记得让人回来打个招呼。知道。凤泽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意，散落在风里。幽暗的巷落，一个弯曲的人影侧躺在地上，一寸一寸朝外挪动。
巷外灯火摇曳，有隐约的人声、脚步声、车轮声响。绿瑶用尽全身力气撑起半个身子，又往前蠕动着爬出一截。他的喉咙涌上一股腥甜，他死死咬住牙关，将满嘴的血咽了回去。他忍过一阵眩晕，无力地颓倒在地。找到了！耳边传来一声急唤，有人来到他跟前。绿瑶睁开眼，看清王府侍卫的面孔，闭了闭眼。王妃，马车被劫，方向出城。他勉强抬手，朝身后的指了指，白头。话音未落，人便晕了过去。凤泽从侍卫身后走上来，马上送回王府，交给黄老。施阳紧跟着他，殿下，王妃是半个时辰前离开的顾家，如果对方想要出城，现在已经到了城外。一旦出城，方圆百里有数条通道，他们如果不清楚马车的去处，很难及时将对方拦下。凤泽没有应声，迈步走入前方的深巷。这是一条废弃的巷子，两旁无人居住，地上每隔几步就有几滩湿润的痕迹，那是从绿瑶身上流下的血。白桃匍匐在巷子尽头，施阳探了探他的鼻息，微松口气，赶紧叫侍卫把人送走。凤泽往前走了几步，盯着脚下的印记，那是车辙的划痕。还有，凤泽蹲下身，用手指捏起一撮淡红色的粉末，他放在鼻端轻嗅了嗅，是寺庙用的线香。施阳跟着用手在地上抹了一把。京城内外有10几座寺庙，除了寺庙，有些人在家中供奉也会用到这类线香。这个线索不但没有给他们指明方向，反而让情势更加复杂。凤泽站起来，拍掉手上的香末，是古安寺。施阳眉心一跳，为什么？这东西对于鲁人没有任何用处，他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这里。凤泽的眼神异常冰冷，这是对方故意留给我的线索。施阳顿时了然，他们想引殿下过去。古安寺对凤泽而言是个特殊的去处，因为那里供奉着他母亲的灵位。殿下不能去。施阳出声阻止，他们劫持王妃的目的，如果是你，你就不能进这个圈套。凤泽冷冷望着远去的车辙印，我若不去，顾青只有死。幕后之人既敢以古安寺为饵，就是为了让他过去。倘若他不出现，顾青的性命对于那些人来说也就没了利用的价值。殿下，施阳单膝跪地，请你三思。滴答滴答，时远时近的水声回荡在耳畔。顾青慢慢睁开双眼，入眼一片黑暗。顾青动了动身子，只觉倦怠的厉害。他试着抬起手臂，把双手放到自己眼前，似乎依旧看不见什么。顾青眨眨眼，撑着地面坐起来，手底下一片坚硬冰凉。顾青伸手摸索了一阵，除了地面什么也没摸到。他缓缓心神，慢慢站起来，取下一只琉璃耳坠，朝前方扔了出去。叮的一声，耳坠落地。顾青在心中估算了一下，以他的力气，大约能扔出20余步远，也就是说，前方这段距离之内没有阻挡。他用同样的方式，朝身后相反的方向又试了一次。这一回，耳坠在半空中就发出一声轻响，然后才落到地上。听到这2声动静，顾青心里有了数。他身后可能有一堵墙，而身前也许是通道，也许在更远的位置仍有阻挡。他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空气沁凉，带着些许青草泥土的气息。他醒来时听到的滴水声仍然不时作响，但他身下的地面却是干的。第87章寺中寻人。顾青朝确认有墙壁的一端走去，他双目不能视物，一路上走得很慢，以免偏离方向。他展开双臂，四下摸索，身体两旁却空无一物。倘若这是一间屋子，那它必然不小。然而什么样的房间会连一丝光亮都没有？顾青越走，心中越是起疑。他朝前挪了大约20-30步的距离，终于摸到前方的墙壁。掌心接触的地方是坚硬的石头，摸起来跟地面差不多，应当是又大又厚的条石砌成。顾青仔细听了听水声响起的位置，摸着墙朝左侧慢慢移去。古安山下，雍王府的马车立在道旁。施阳率先跃入车厢，只见车内空无一人。他闻到气味不对，屏住呼吸，左右环视一周，跳下马车。殿下，车里有迷香残余的气息，他们应该是将王妃迷晕了带走的。凤泽抬头眺望山顶，古安寺遥遥矗立在群峰之间，山风吹过，林涛汹涌，似有无数暗影跃跃欲出。留几人在附近搜索，其余人跟我上山。凤泽发令。古安寺的住持与凤泽是故交，他于深夜中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匆匆赶来大殿。他在路上已听施阳说明原委，见到凤泽，双手合十行了一礼，直入正题。今晚寺内并无香客留宿，全寺68名僧人俱未外出，殿下可在寺中一一详查。凤泽颔首，叨扰了，我佛慈悲。住持正色，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殿下不必多礼。凤泽看了眼施阳，施阳会意，已经派人去各个房间查探，一旦有所发现，会立刻来禀。凤泽回头望向母亲的灵位，黑色的木牌立于供台正中，
两侧放着几排长明灯，跳动的烛火在他脸上光影交错。师阳，西山坳那边也派人过去。师阳微微一怔，殿下，那里住的都是还没出家的女居士。我记得你带来的人当中有2个女侍卫。凤泽开口，让他们去查。可是西山坳那边人多眼杂，师阳有所顾虑，若是惊动了那些人，被他们传扬开去，会不会对王妃的名声有损？哪怕当朝并不那么注重女子贞洁，但雍王妃被掳一事足够在京中掀起轩然大波。那些未出家的居士平日与家中少不了往来，在这京城中传得最快的就是闲言碎语。凤泽挑眉，雍王府的人几时在意过名声这东西？他不在意，顾青也不会在意。这些日子，凤泽冷眼旁观，对于顾青的心性不说完全看穿，至少也摸透了7、8分。他不但在婚姻之事上我行我素，对于别的事情照样胆大包天，连夏明与朝堂之事都想插上一脚。这样一个女子不会轻易被流言蜚语所困，何况这是他雍王府的事，他不会让别人有机会说3道4。师阳见他心意已决，默默把劝阻的话咽了回去。我会让人小心行事，动作要快。凤泽道，我现在人在这里，挟持顾青的人不会再等下去。师阳抱拳领命，转身而出。住持陪着凤泽走到殿外，寺中共有7座大殿，30间房舍，另有柴房、厨房、仓库这几处，侍卫们若要全部搜上一遍，最快也要半个时辰。殿下不如随我到禅房中等待消息。不必。凤泽站住脚，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地方，是否还有其他能藏人之处？住持思索片刻，摇头，寺内格局简单，前些年又重新修缮过一次，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是可以藏身的。每处地方都修缮过？凤泽问。住持仔细回想，翻修之事工程浩大，有些地方我并未亲自过问，不过殿下不用担心，我那里还存着一份开造清册，我这就取来给殿下查看。有劳。住持离开以后，凤泽踱步到前方一棵树下，这是一棵梅树。初夏时节，梅树光秃秃的枝干长满了茂盛的绿叶。凤泽想起他与顾青在古安寺碰面的那一回，当时顾青就站在这棵树下，看见林秀佳与他说话，被他发现以后慌着要躲。他原以为他是为着拈酸吃醋而来，但与他寥寥数语，便看出这个姑娘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喜欢他。他虽从未爱过人，但也知道心中若是念着谁，那便会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绝无可能像他一般淡定自若。而那时的顾青口口声声不想成为他的负累，眼中却毫无私慕之情。他不但不担心他是否会与林秀佳私会，反而带了侍女很快离开。说起来，他之所以愿意与他聊上几句，恐怕也是为了等他的侍女取水归来。想到此节，凤泽目光忽的一闪，他吩咐左近的侍卫去问住持，泉眼那边是否有存水之处。古安寺的泉水一向为京中权贵所好，每天不亮就派人上山取水。京中更有许多茶社酒肆会定期向古安寺买水，一车车运回城中。这么多人都来伸手要水，古安寺的住持不会毫无准备。住持很快被侍卫带至取水的地方。凤泽早他一步来到此间，只见2座峭壁相交之处，一股清泉喷涌而出，仿佛银链一般倾泻直下，注入一汪深潭。天上的星月倒映在平静的潭面，犹如照镜。住持指向峭壁上的一个洞口，我们平日都会提前1天将水打上来，存放在那个山洞中。他话音刚落，脸色突然一僵。凤泽立时察觉他的异样，有问题。住持回过头，迟疑着看他一眼，又看看他身后的侍卫。不方便说。凤泽问。住持默然一瞬，随即摇头，也不是什么不能讲的秘密。古安寺建于100年之前，一度经历乱世动荡，所以寺里的僧人在这山中修了一间藏身的密室。凤泽朝山洞望去，密室的入口就在那里。住持送了声佛号，殿下莫怪，这个密室本是为了不时之需，这些年寺中从未用过，我也差些忘了。凤泽带人来到山洞，还未进洞，就见地上立了3炷香，香火未燃，香底插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5个字：唯雍王可敬。第88章暗室相逢。顾青单手撑墙，轻喘了一口气。他方才靠摸墙寻路，连续左转4次，已经在这个地方转了一圈。滴答的水声仿佛在4处回响，越听越辨不清方位。他既未找到水源，又未发现出路。他心中升起一丝焦躁，又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劫持他的人将他带到这里，没有要他的性命，定然另有图谋。既然他还活着，就不能放弃寻找生路。顾青懊恼自己为何没有随身携带火折子，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切都仿佛归于虚无。若不是掌心还按着冰凉的石头，他几乎要以为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他将额头贴在墙上，背心传来一股凉意，他这才惊觉自己的汗水已将后背打湿。他再怎么镇定，也只是个年轻的姑娘，刚醒来时为了探出自己身在何处，强打精神摸索了这么一阵，如今停下来，
之前遭遇变故的画面就争先恐后涌入脑海。刺中绿瑶的那一剑，绿瑶与白桃跌下马车的身影被白烟笼罩的车厢。顾青狠狠咬了咬下唇，嘴上的刺痛将他从回忆中扯回当下。他被劫持到这里，衣衫完好，可见对方的目的不是求色，那么难道是求财？可若是求财，谁又这么胆大包天，敢对雍王府的人下手？看他们的行事作风，出手狠辣，似乎完全不怕会和雍王府结仇。以凤泽的性子，若有人敢如此嚣张，他定然不会饶他们活路。顾青一面分析劫持者的用意，一面给自己打气。雍王府迟早会发现他不见了，凤泽不会坐视不理。往好处想，他说不定正派人四处找他。顾青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找到这里，这个地方大概是一个石室，也不知是在地上还是地下。顾青直起身子，再次深吸一口气。将希望寄在别人身上会很危险，他不能停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青草的气味冲入鼻息，顾青忽然意识到，这里虽然暗无天日，但气流却十分通畅，可见石室中必有与外界相通之处。他方才在墙上没有摸到门窗，那么通道会不会在高处？想到这儿，顾青豁然抬头，可惜的是入眼仍旧一片黑暗。他拔下头上的金钗，在手里掂了掂分量。正当他要往上方抛出金钗，用以测量石室高度的时候，顶上突然传来一声异响，一点星火出现在空中。顾青！顶上有人沉声喊。顾青在乍见火光的刹那，骤然闭了闭眼，眼底传来一阵刺痛，哪怕闭上眼睛，那团漂浮的光晕仍然清晰可见。顾青听到凤泽的声音，他在唤他的名字。他张口应了声，这才发现自己因紧张早已喉咙干涩，嗓音嘶哑。他用力咽了咽口水，将双手合在嘴边，大声应道：“我在。”空旷的石室里顿时响起一层层回音。凤泽听到女子饱含惊喜的回应，心头一松。他回头对洞外的侍卫说：“找绳子过来。”话音未落，洞外忽然一阵炸响，滚滚山石轰塌而下。顾青在下面看不清状况，只觉头顶一阵地动山摇，似乎有什么东西砸了下来，上方的火光猝然熄灭。顾青往前跑了几步，却被一只手抓住胳膊。顾青陡然一僵：“是我！”熟悉的嗓音在耳畔响起，顾青蓦地松了口气。“你怎么下来了？”他慌忙抬头，想要看清凤泽的面貌。凤泽似是知道他心中所想，放开他的手臂，再度点燃火折。温暖的火苗在两人之间亮起。顾青望向他，见他神色如常，心中稍定，开口问：“上面出了什么事？”方才那阵声响动静极大，不像人力所为。凤泽拍拍肩上的沙尘，山洞垮了。他说的轻描淡写，顾青却是一阵心惊。他接过凤泽手中的火折子，举到高处，仰头往顶上瞧去，奈何火苗太小，照不了太远，看不清上面的状况。他收回视线，那现在怎么办？找出路。凤泽跳下来的时候，山洞已整个垮塌堵死，他们相当于被埋在了山腹之中，外面的人即使想营救，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把山挖开。我之前在这里走了一圈，没有找到门。顾青说。凤泽朝他比了个噤声的动作，侧耳细听一阵，水和风声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顾青看他一眼：“怎么？”凤泽见他神情微妙。顾青摇头，有功夫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方才听了半晌都没找准出处，凤泽一来竟然就辨出了方向。各有所长。凤泽道：“论及经营，我不如你。他没有那么好的性子与人周旋，若是让他去做生意，恐怕要不了半月就会被人联合抵制。”顾青挑了下眉：“多谢殿下夸奖。你拿好火折子，跟在我身后。”凤泽示意。顾青看了看黝黑的前路，将火折子塞回凤泽手中。其实我也没那么怕黑。他笑了笑：“殿下如果不介意，可以把袖子借我。”凤泽垂眸，见顾青伸手捏住了他的衣袖，他像是怕他拒绝，只用2根指头轻轻捏住了一点布料。凤泽只要动作稍大些，就能把袖子从他手中抽走。凤泽盯着他，顾青眼神闪了闪，冲他微微一笑。凤泽抽走衣袖，反手抓住他的手腕：“跟紧了。”他转身朝前，上面的洞口跌了石头下来，注意脚下。顾青被他拖着紧走几步，终于跟上他的步伐。顾青的视线落在自己腕间，凤泽的手指微凉，指腹粗糙，他抓的不是很紧，却又让人莫名安心。顾青的心忽然被触动了一下。绿瑶和白桃他们已经送回王府救治。凤泽明白他在记挂什么，有黄老在，他们不会有事。顾青轻应了声：“多谢殿下。”“不必谢我。”凤泽边走边道：“你是因我受的牵连，我有义务救你们。”顾青抬眼，他甩开凌乱的思绪，仔细回想，他们抓我是为了引殿下过来。山洞不会无缘无故垮塌，这个时机实在太巧。凤泽踢开脚边的碎石，提醒顾青踩着空处跟上。这是古安寺用来避难的暗示，他们不会把自己关死在里面。外面既然通风有水，说明通道就在这里。
说完，他在一堵墙前停下脚步。第89章，中了圈套，在这儿等我。凤泽松开顾青的手，说完也没见他如何做事，人已踩着石墙纵身而上。顾青见他贴墙而行，如同一只灵活的壁虎，不过2息功夫便到了墙的上部。凤泽悬停在半空，单手攀住凸起的石头，将火折子插入石缝。他在墙上四处摸索，很快找到几个孔洞，孔洞约有指头大小，如同蜂窝分散在几块条石之间。透过孔洞，有细微的风吹到凤泽这边。凤泽推了推那几块石头，察觉他们并未碾死，当下手底运劲，打算将他们推开。然而他刚一发力，丹田忽地传来剧痛，如同一张利口咬穿他的经脉，狠狠撕下一大块血肉。顾青一直在下方仰头观望，他见凤泽攀在石壁上停留了一阵，似乎有所发现，心头一松。谁知心中的大石尚未落地，就见凤泽仰天跌了下来。顾青倒吸口凉气，想也不想便要伸臂拦他，却见凤泽跌到半空，身形陡地一转，如鹞子翻身一般安然落下，单膝点地。顾青猛地松了口气，凤泽半跪在地上，抬起头。顾青还未来得及放下双手，他的姿势落在凤泽眼中，凤泽眸色微暗，下次别站这么近。他落下时特意避开了顾青站立的位置，却不想这个一向聪明的女子竟妄图接住他。顾青面色一僵，他也没想到自己竟会突然犯傻。以他这副纤弱的身板，如果真被凤泽砸中，凤泽有没有事不好说，他铁定得去掉半条命。顾青轻咳一声，上面有什么问题吗？以凤泽的本事，他不会无缘无故掉下来。凤泽慢慢起身，顾青见他动作似乎有几分迟缓，走过去，你怎么了？火折子插在石墙上方，凤泽没能把他带下来。下方微弱的光线里，顾青只见凤泽面无表情，一双眼眸幽沉如墨。他刚靠近凤泽，就见凤泽身体一顿，别过来！凤泽冷声喝住他。顾青不明所以，但还是听话的站住脚。你哪里不舒服？凤泽的神情有些不对，他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却在平静中透着一丝压抑。他看他的眼神带着隐忍和狠厉，顾青莫名觉得手心发凉，他想要后退，又生生忍住。凤泽暗暗咬紧牙，他体内的蛊虫不知为何像是苏醒了一般，在他的血脉之中疯狂翻腾。他催动内力，想要借助体内的毒素将蛊虫麻痹压制，却徒劳无功。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如同有一把巨钳翻搅，令他几乎陷入疯狂的混沌。他看了眼面前的顾青，他的面孔在他眼中模糊不清，但那纤细的脖颈与修长的腰肢却又显得无比清晰，仿佛轻轻一捏就能折成2截。他按住脑海中突然涌起的杀念，离我远些。顾青犹豫了一瞬，迅速朝后退开。他移动时裙摆漂浮，凤泽皱了皱眉，你身上是什么气味？顾青低头扫视自己全身，没有什么。他不爱熏香，身上也没有佩戴香包。顾青拎起袖摆闻了闻，青草的气味扑鼻而来。他怔了怔，这气味他在刚醒来时曾闻到过，还以为是从通风的地方传来的气息，为何会染上他的衣袖？他低头仔细闻了闻自己身上，似乎处处都沾着这样的味道。顾青问凤泽，你闻到的是不是青草的气味？凤泽默然点头。他刚下石室碰到顾青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只是这样的气味与野外的气息太过相似，他没有在意。眼下想来，他应是中了别人的道。幕后之人以古安寺和顾青为饵，将他诱到这里，目的就是想引得他体内蛊虫发作，让他发疯。迷离的宫室内，内侍陈盼屈身而入，深垂的床幔里面声息凌乱。陈盼脚下一顿，退到屏风外面守着。过了好一阵子，陈盼才又来到帐外，低声道：“二皇子，成了。”帐内静默片刻，响起一阵轻佻而又愉悦的笑声。可看仔细了？凤元泰轻飘飘问了句。陈盼垂头躬声道：“守在那儿的人亲眼所见，古安寺那处山洞已经炸塌，最快也要2日功夫，才能将下面的密室重新挖出来。”凤元泰懒洋洋道：“你说他是被砸死好呢，还是被毒死的好？”陈盼没有接话。凤元泰自顾自又道：“如果他被砸死，那我辛辛苦苦从母妃那儿拿来的药就没了用处；如果他被毒死，我又会可惜看不到他发疯的样子。你说他跟那个顾青谁会死在前头？顾氏只是个娇弱女子，定然敌不过雍王。”陈盼回话：“那本皇子可是做了件好事。凤元太伏在一片温软之间，顾青不是对雍王痴心一片吗？我让他死在最心爱的男人手里，他应该感谢本皇子才是。”一滴汗落在石室的地面上，凤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双眸微垂，仿佛一尊没有情感的泥塑。顾青瞄了他一眼，他想了想，动手解开自己腰间的系带。他刚开始的动作还有几分犹豫，当系带的结扣被解开，他像是终于坚定了决心，下手再无顾忌。衣衫落地的声音响起，凤泽抬眼，模糊的光晕下，顾青已经脱去上衣，
正在解开下裙。凤泽哑声：“你做什么？我衣服上沾的气味对你有害。”顾青道：“我闻过了，里衣没有味道。”他虽然不明白这气味为何对他没有影响，但从凤泽的反应来看，他对凤泽的伤害应该不那么简单。他很快脱的只剩白色里衣，他将外衣反面朝外裹成一团，抱去远处的角落扔掉。凤泽的视野中，只见一个白色的身影像风一样飘远，又很快飘了回来。这本该是一幅既恐怖又滑稽的景象，却让他浑浊的思绪有了一瞬清明。顾青跑回他身边，微喘着气：“现在还能闻到吗？”他没敢靠他太近，但也不敢离他太远。凤泽缓缓摇了摇头。其实顾青就算把衣服脱掉也没什么用了，他体内的蛊虫已经被激醒，他如同疯了一般到处肆虐，带着从未有过的狂躁。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在那想要啃食血肉的疯狂意念中，更有一股奇异的冲动油然而生。第90章独自离开。这不应该。凤泽将目光从顾青身上抽离，那股冲动却半分未减。那既像是蛊虫通过他的意念发出的渴望，又像是他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反应。他朝前一步，蓦然缩短与顾青之间的距离。趁顾青正愣之际，他一把拽过他。顾青一头撞在他胸口，鼻头砸得生疼，差点蹦出泪来。他正要说话，突然又被凤泽松开。顾青捂住鼻子，连退2步。不等他开口质问，就见凤泽握着一根簪子，朝他自己的小臂狠狠扎下。顾青张口结舌，却见凤泽面不改色，拔出簪子，收入他自己怀中。顾青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发顶，果然，凤泽用来扎他自己的正是顾青头上的簪子。凤泽看见顾青的动作，眼角微挑，借来一用。顾青神情复杂：“你过会儿还要用，不然为何不还给他？”凤泽大概没料到他关心的是这个，默然一瞬：“是，你要刀吗？”顾青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这是上次春日宴长公主赐给他的。自从凤泽说这是女子用来防身的短柄，他就一直贴身带着。今日劫持他的人大概看她是个弱女子，没有搜身，才让这把匕首留了下来。顾青经营药行多年，药向来不分家，他见过大夫以银针刺血或以银刀放血来刺激病人清醒的例子。凤泽方才自残，或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凤泽看了眼顾青递出的短笔，目光深沉：“你自己留着。”他话音一顿：“一会儿防身。”一会儿。顾青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对。凤泽抬头看向石壁上方：“我会打开通道，送你出去。你呢？”顾青敏锐地抓住他话中的某个字眼：“为什么是送我？你不出去？”他从凤泽跌下来之后就一直在观察他，虽然他表现得若无其事，但还是泄露出一些异样。“你不对劲。”顾青点破他：“你是中了毒，还是引发了旧伤？”凤泽并未回答他的疑问，他知道上面的山洞虽然塌了，石阳他们都在外面，最迟2到3日就能将山洞挖开。只要他们找到下来的洞口，就有办法带我出去。顾青盯着他：“如果只是3、5日，不吃不喝也死不了人，我可以跟你一起等。”顾青，凤泽叫他的名字，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丝冷厉，又有一丝轻嘲：“我们的交情还没有好到同生共死的地步。你不是说师阳会救你吗？”顾青道：“我一个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你让我一个人出去，你放心。”他朝上方望了眼，火折子悬在半空，静静燃烧。万一出了通道，又遇见埋伏怎么办？他追问。没人知道这里有出口。凤泽道。他也是看了住持拿来的陈年旧册，看到一桩记事中提过佛祖显灵，将被困的僧人转移到山下，才推测出这个密室有出口。顾青不信，有人知道这里有密室，就有可能知道这里有出口。他话音未落，就见凤泽纵身跃到石壁上方。凤泽强自压下心头的狂躁，挥掌击向眼前的石头，石头应声而碎，飞出老远，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凤泽如法炮制，将其余几块松动的大石一一推开。一股冷风忽地灌了进来，带着沁凉的诗意。凤泽屏息感受一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才跳回顾青身边。他朝顾青伸手：“我带你上去。”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克制。顾青隐隐察觉他在压抑着什么，他不再出声，顺从地靠近他。凤泽搂住他的腰身，二话不说，带着他纵身而上。陡然升空的刹那，顾青下意识地闭眼，一股凉风打在脸上。他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已经出了洞口，来到一片漆黑之处。凤泽反身取了火折子回来，顾青这才看清自己是站在一个甬道之中。甬道似乎是天然形成，两壁微湿，偶尔有水滴从顶上坠落。凤泽将火折子放入顾青手中，往前走。顾青想也不想，一手拉住他：“你呢？”凤泽深看他一眼，任他拉着自己，没有动。“我中了蛊。”他忽然开口，会失去神智，狂性大发。不用他再多说什么，顾青已明白他的意思。他望着他，脊梁渗出寒意。
可你现在还很清醒，只是现在。凤泽淡淡道，他的神情依旧如常，看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他的嗓音微微暗哑，幽沉的双眸中仿佛有血色漫上。顾青捏紧他胸前的衣襟，你还能挺多久？他问。凤泽没有回答。若非这4年以来，他每月都要在药液中熬过凌迟般的一宿，恐怕他早已失去对身体的掌控。顾青咬了咬牙，等我找到出口，我马上带人来救你。他放开凤泽，转身走了几步，又匆匆回来。他把自己之前拔下的金钗从袖子里拿出来，塞到凤泽手中，用这个扎，伤口没那么深。说完，他往甬道深处跑去。微小的火光随着他的身影越行越远，凤泽眼前很快只剩下一片漆黑。饶是他目力过人，也无法在这全无光线的地方看清分毫。在他下来实事之前，顾青必然也是在这样的黑暗中度过的。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不但没有吓倒，反而还独自在里面摸索了一圈。凤泽勾了勾嘴角，体内的蛊虫仍在不安分的躁动。身处寂静幽闭的空间，凤泽几乎能听到蛊虫啃噬血肉的声音，但这显然是幻觉。他听着甬道中越来越远的脚步声，眼前仿佛出现顾青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地上的画面，或许还会一不留神摔一跤。凤泽扶住额角，耳边的脚步声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滴答滴答的水声。顾青一路狂奔，他一向养尊处优，哪怕行走在外也是诸事有人打理，从来不曾如此狼狈。但他停不下来，哪怕双腿如同绑上巨石，哪怕胸口快要不能喘息，他也不敢停下来。火折子在他手中多次被风吹灭，又被他点燃，他心中涌起从未有过的担心。他担心自己还没找到出口，火折子就已燃尽；他也担心自己就算找到了出口，也来不及找人救回凤泽。这种担心与他以往害怕自己死去不同，他已经眼睁睁看着绿瑶与白桃在他面前出事，眼下又多了一个凤泽。他可以自己承担自己的命运，无论生死，但当别人的性命与他紧紧相连时，恐惧与愧疚如潮水袭来，几乎要将他吞没。他强迫自己冷静，不去想那么多以后的事情。他跌跌撞撞奔跑在甬道中，不知拐了多少道弯，眼前依旧一片漆黑。他按住砰砰直跳的心口，拖着疲惫的步子继续往前。就在他耳鸣脑胀之时，忽然听到一阵水声。顾青甩甩脑袋，将火折子伸出去了些，想要看清前面的状况。他骤然停下脚步，只见离他不到3尺的地方，一条蝮蛇盘在路中，扁平的蛇头高高竖起，吐出长长的蛇信。第91章疯狂。顾青头皮发麻，他从小最怕的就是蛇，何况眼前这条还是毒蛇。他屏住呼吸，默默朝后挪了半寸。那条蝮蛇立在他跟前，长信吞吐不定，一人一蛇僵持不下。顾青想到凤泽，不敢再耽搁，他抽出匕首，心一横就要往前冲。铮的一声，一道利影从他眼前划过，穿透蛇的7寸，将他钉死在地上。蛇头啪的耷拉在地，那只定住他的利器犹自颤动不休。顾青看清那是一只簪子，心头猛地一跳。他豁然回头，只见黑洞洞的甬道内，一个模糊身影慢慢凸显，朝他步步走近。凤泽，他脱口道，见了蛇还不躲。威哑的嗓音带着熟悉的嘲讽，听上去竟是格外亲切。顾青整个人都转了过去，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凤泽来到身前。我带了防蛇药，他喃喃开口。凤泽目光一顿，顾青抿抿唇，我从小怕蛇，所以习惯把防蛇药带身上。这是宋药师特地调制的药粉，寻常人闻不见味道，却能被蛇敏锐感知。这条蝮蛇之所以对他摆出防备的姿势，就是因为害怕他身上的药粉。凤泽望向蛇的尸体，看来是我多管闲事了。没有没有，顾青赶紧摇头，万一他生气了咬我一口，防蛇药也就不了我。他小心打量凤泽一眼，你没事了？有事。凤泽语气难辨，我在等你的时候打死了2条蛇。甬道潮湿，又是在山中，随时有毒蛇出没。要不是想到这点，他也不会强撑着过来。等等！顾青见他扭头要走，连忙叫住他，我看你现在还很清醒，这附近好像有水声，可能就到出口了，要不你跟我一块过去。他声音急切，眼里有着不加掩饰的关心与担忧。这是他第一次对凤泽露出这样的神情。凤泽看在眼中，微微动了下眉头。不怕我会伤害你？他问。顾青青咽了下口水，如果你发狂，我有刀。凤泽用手指按住额角，用力揉了揉，你的刀对我没用。他没有告诉顾青，眼下他虽看似平静，能够与他一字一句的对话，实则在看到他的一刹那，他的身体里就涌出一股巨大的饥渴，如同野兽渴望血食，想要抓住、撕碎、进入。嗜血的疯狂与不可言说的欲望不断冲击他的神智，他缓缓吐出一口长气。顾青仿佛察觉他周身涌动的暗潮，暗自戒备，
却又难忍担心地看着他。让开！凤泽出声。顾青侧身背贴山壁，无声地看着凤泽从他面前走过。凤泽走出5、6步远，这才发话，保持这个距离，跟上。顾青依言跟在他身后，两人一路静默无语，唯有脚步声与越来越响的水声回荡在甬道中。顾青手中的火折子眼看就要燃到尽头，凤泽忽然停下脚步。到了。顾青一怔，顾不得与凤泽之间的距离，加快走上去。凤泽伸手虚虚一拦，顾青识趣站定，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巨大的山腹，山腹中空，顶上似有裂隙，透入些许微光，一侧有飞瀑直下。他们身前再有2、3步的距离，是悬崖边缘。悬崖对面隐隐床状，大约是另一处山崖，目测有100丈之遥。顾青探头看了看悬崖下面，只见瀑布的流水在下方冲出一道暗河，深不见底。顾青左右四顾，发现他与凤泽站立的位置竟是这附近唯一可以立足的地方，方圆不过2丈宽。瀑布的声响震耳欲聋，水珠如雨雾般洒在脸上。顾青朝凤泽那边凑近了些，抬高声音：“这里是死路。”凤泽只觉他的气息扑在耳边，朝旁避开半步。是。顾青不死心地在悬崖上绕了一圈，果然没有找到别的通道。他从悬崖边上捞起几根粗壮的藤条，用力拽了拽，看向下方暗河：“你能下去吗？有河就有出口，这个悬崖不算太高，以凤泽的身手，说不定能够爬下去。”凤泽看看他递来的藤条：“你想让我下去？”顾青点头，认真道：“你会功夫，只要能下到河里，顺着河水游出去，就能找到出口。你呢？”凤泽问。顾青笑了笑：“我在这里等你。”凤泽看着他的笑容。山中湿冷，顾青紧着里衣，一张脸冻得微微发白，双唇淡无血色，一头乌发也乱蓬蓬的。他现在的样子狼狈又可笑，唯有一双眼睛亮如星辰。这双眼睛从来都是那么冷静明亮，只有在为他担心的那一刻，才会染上一丝润泽，让人很想把它们摘下来。凤泽握住顾青的肩膀，突然施加的压力让顾青忍不住皱眉。那双眼睛里的冷静消失了，被痛楚与隐忍取代。凤泽捂住顾青的眼睛，俯下身，他咬住他的嘴唇。这不是一个吻，而是野兽的啃噬。顾青整个身体都僵直了，他想要挣脱，却被凤泽牢牢控制在掌心。他睁不开眼，嘴唇上的触感便愈发清晰。男人一下又一下捻着他的唇瓣，时轻时重，伴随细细密密的轻扯撕咬。顾青唇肉吃痛，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凤，他试图叫停，从唇间挤出的声音还未说完，就被长驱而入的气息撞得稀碎。凤泽一手揽着他的腰，将他紧紧箍在身前，迫使他不得不仰头承受。他另一只手已经离开他的眼睛，爪儿移向他脑后，拖住他的脖颈，让他完全贴向自己。滚烫而灼热的气息愈贴着肌肤，顾青在一片混乱中察觉凤泽身体的变化，惊慌之中，他用力一咬，口中泛起血腥的味道。凤泽动作一缓，慢慢抬起头，两人近在咫尺。顾青看进他的眼睛，他的眼深黑如墨，冰冷彻骨。顾青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这样的眼神不属于凤泽。凤泽的目光再冷，也带着人的感情，而眼前这个人，他的眼中只有赤裸裸的凶戾，如同饥饿而残暴的野兽，没有半分情感。第92章，活着出去。顾青正要推开他，却被他一把掐住脖子，按在石壁上。顾青顾不得后背吃痛，他挣扎着掏出匕首，匕首还未出鞘，就被一把打飞。顾青用力踢向凤泽，被他闪过，欺身压住他的双腿。喉间的力道越来越大，顾青几乎不能呼吸。他抓住凤泽的手臂，试图扯开他，然而女子的力气怎么抵得过男子？他很快虚软下去。就在这时，凤泽的手掌忽然一松，从他颈部离开。顾青无力地滑坐到地上，他捂住脖子，疼得只能小口吸气。他防备地贴住身后的石壁，一只手撑着墙，慢慢站起。凤泽没有再攻击他。顾青用眼角余光瞄向不远处的匕首，他现在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可以护体的利器，就连簪子都给了凤泽。若是凤泽清醒以后知道是他杀了他，不知会不会后悔。想必是会的。凤泽这个人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在他手底下应当没有冤死的亡魂，但他今天或许会成为第一个。顾青轻轻动了动嘴唇，没有发出声音。他不想死，更不想死在凤泽手上。他不动声色朝匕首那边轻轻挪了半步，凤泽却在这时动了。顾青陡然一惊，凤泽走向那把匕首，他弯腰拾起它，握在手中看了眼。我说过，你的刀对我没用。他忽然恢复了平常的声音，转身把刀递向顾青。顾青没有上前，他端详着他的脸，还有他的眼睛。凤泽像是知道他在看什么，快一点，我控制不了太久。他刚才脑子里一片混沌，蛊虫造成的痛苦已经算不得什么，凌虐嗜血的快感几乎控制了他的身体。
若不是心中尚存一丝清明，让他挣扎着夺回理智，他很可能已经沦为一头肆意为虐的野兽。火折子早已燃尽，悬崖上只有山巅缝隙中透下的微光。他的脸色比顾青还要苍白。顾青抬起手，屈指试探了一下，从他手里抓回匕首。凤泽没有看他，抱歉，他说，我马上背你下去，你可以拿刀抵在我胸口，这样只要他有任何异动，顾青就可以一刀插下去。顾青没说话，只默默拔刀出鞘。如果杀不了你，我就杀了自己，省得你后悔。他的嗓音带了几分嘶哑，白皙的喉咙上印着一圈暗紫，掐痕清晰可见。凤泽转过身，微微蹲下，上来。顾青犹豫了几息，握着刀走过去。他攀上凤泽的背脊，双手环在他胸前，手里是一截雪亮的刀刃。凤泽反手握住他的膝弯，背着他站起来。顾青微微侧脸，下巴避开他的后脑。凤泽来到崖边，捡起一根藤蔓，试了试长度。报警。说完，他纵身跳了下去。呼呼的风声从耳边刮过，脸颊犹如刀割。顾青睁不开眼，只能本能地用胳膊环住凤泽的肩膀。凤泽拖着他在崖壁间腾挪跳跃，两人下坠之势极快，数息之间就已听到滔滔不绝的水声。吸气，屏息。凤泽大喊一声，松开手里的藤蔓。顾青本能照做。咚的一声，两人掉入水中。暗河水流湍急，汹涌的浪涛很快卷住两人的身体，将他们推出老远。顾青勉强从水中探头，又被急流按下。他与凤泽在落水的瞬间就被冲开，他无暇顾及对方，只能憋住气，尽力浮出水面。然而他今晚几经折腾，体力早就所剩无几，很快便呛了几口水。他在水中拼命滑动手脚，眼看头顶就要露出水面，却碰上一道漩涡，被暗流缠住身子往下沉去。河水灌入口鼻，顾青只觉胸膛快要憋炸，窒息的痛苦铺天盖地将他包裹。他耳边听不到任何声音，水流仿佛将他与世隔绝。他挣扎的动作逐渐迟缓，直到静止。一股大力拖着他的背脊，将他顶了上去。顾青的脸露出水面，但他依然一动不动。凤泽在他身后冒头，他从顾青腋下穿过一只手臂，环在他胸前，拖着他往前游去。东方晨曦乍现，古安寺内却如同黑云压顶，人人脸上皆有暗色。师阳已经调来人手，在垮塌的山洞外面开挖，但一夜过去，进展甚缓。师阳烦躁地来回踱步，索性拎起铲子加入其中。师统领，有侍卫快步而来，在他身后随着一人。师阳见了那人，眼里先是一亮，随即又暗了下去。小花大夫，他低声打了个招呼，继续铲了一堆碎石抛到一旁。花南天望着满地石粒，眼神微寒。查出是谁干的了吗？他问。半夜发现一个探子，已经让人跟过去了。师阳道，眼下当务之急是救出殿下。你确定人没砸死？师阳将铲子用力往地上一插。小花大夫，殿下的功夫怎么样？你很清楚，山洞底下有密室，他要逃生不成问题。花南天没有理会他口气中的不满之意，密室没有其他出口，已经找过了。师阳道，寺里的书籍没有记载，我们的人也没有找到，所以你不知道凤泽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花南天盯着他手里的铲子，只能在这里挖石头。师阳咬咬牙根，对，我作为殿下的侍卫，就是这么没用。花南天看了他半晌，跟踪探子的人在哪里？你要做什么？师阳对上他阴郁的眼神，心里隐隐升起不妙的预感。去给殿下报仇。花南天说的轻描淡写，仿佛他要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虫子。你别乱来。师阳想了想，换了个委婉的说法，你想报仇可以，必须先等殿下回来。花南天冷冷道，他回来我也要动手。我也想动手。师阳道，但是在殿下回来之前，我们不能打草惊蛇。花南天面无表情，凤泽是我的病人，没有我的允许，没人可以带走他的性命。我明白。师阳好言相劝，天已经亮了，寺里人多眼杂，小花大夫不如先回王府等着，万一殿下是从别的地方回去，你也能及时相助。花南天望着如小山一般堆在眼前的山石，眼中闪过一丝烦躁。他此次来京本是给凤泽带来一个好消息，却不料见不到人不说，连生死都未可知。第93章，同生共死。清风拂过面颊，顾青的眼睫抖了两下，他想睁眼，却全身乏得厉害，喉中更似有什么东西堵住，令他气息不畅。一双手掌在他胸口重重按下，他喉头一滚，呛咳一声，狠狠吸进一口气。按压他胸口的手掌停了下来。顾青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凤泽那张脸，他额角垂着几绺湿发，几滴水珠沿着他的下颌滑落。顾青眨眨眼，想要开口，却被涌上喉咙的异物呛住。他猛地侧头，吐出几口河水，一双手扶起他的上半身，让他侧身靠着身后的臂弯，低头呕吐。顾青呛咳了一阵，
终于将灌入腹中的水吐得差不多了，这才缓过气来。他看着身前草地上的一片狼藉，生平第一次感到羞赧。他的背脊紧贴着凤泽的臂膀，两人俱是衣衫尽湿，他的里衣只有薄薄一层，湿透以后粘在身上，底下的肌肤若隐若现。顾青抬手擦擦嘴角，一阵风吹来，他明明应该浑身发冷，却觉得脸颊微烫。凤泽的手探上他的额头，你在发热。他的声音无波无澜，仿佛怀里抱着的不是衣衫不整的女子。他的坦然自若令顾青不再那么窘迫。顾青轻声道：这里风大，我们先离开这儿吧。凤泽扶着他站起来。顾青走了几步，脚下一软，凤泽一把捞住他。顾青握住他的手臂站稳。抱歉，有点脱力。他一本正经的解释，歇一会儿就好。他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成为谁的累赘，但眼下却有些懊恼。凤泽看他一眼，又望向一旁的芦苇荡，这里应该是京外的河道，我们先去找瑜伽借身衣裳给你换上。顾青点点头，忽又想起什么，惊喜道：你没事了？从他醒来到现在，凤泽没有露出半分异样，他眼底那抹血色也已退得一干二净。凤泽轻嗯了声，他也说不清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刺激蛊虫的药效已过，也许是暗河水太冷，冻得蛊虫重新蛰伏。总之在他上岸以后，体内那股横冲直撞的力气已然消失，脑子里如同翻搅一般的疼痛也荡然无存。他能察觉蛊虫依然在他体内，但他的身体已摆脱他的控制，不会再像昨晚那样发疯。顾青长吁一口气，由衷感到欣慰，那真是太好了。笑容回到他脸上，如同朝霞一般绚烂。凤泽极少见他如此开怀，他双眸微敛，问：不怪我？他在山里险些杀了他。顾青认真想了想，诚恳摇头：你是来救我的，而且他真的把他救了出来。如果我没有清醒呢？凤泽盯着他的眼睛，声音低沉：我会真的杀了你。那就算我倒霉吧。顾青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反正你会后悔的。只是这样的后悔太过沉重，他也不想死，所以他很庆幸他俩都能活着出来。他语气轻快，仿佛恢复了往日的冷静与洒脱。凤泽看他抬高手臂，扯动衣襟，露出胸前一小块乳白柔润的肌肤。他移开视线，抓住他的手放下。休息好了？他问。顾青拍拍自己的腿，腿根又酸又胀。好了，走吧。他应声。凤泽瞥他一眼，见他面上的潮红愈发明显，应是高热所致。他转身屈膝，上来。顾青抿抿唇。凤泽催促：你在发热，不能耽误。顾青抬起手背试了试自己额头的温度，心知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何况凤泽也不是第一次背他。他趴到凤泽背上，两手搭住他的肩膀。我的刀没了。他低声咕哝了一句，本是为了找个话题掩饰内心的尴尬，但这话一出口，他又觉得不如不说。凤泽背着他稳稳朝前走。闻言低笑了声，还想捅我？话音未落，两人都沉默了。顾青记起自己为什么要对凤泽用刀，狠狠闭上眼睛。他的气息因为发热而变得滚烫，浅浅吞吐在凤泽耳后。凤泽微不可察地朝另一侧偏了偏头。顾青缓过心里的困窘，慢慢开口：其实我们是夫妻。从他决定和凤泽成亲的那一日起，他就没想过要回避夫妻之事，反而是凤泽一直声称自己不举。可从他昨晚的反应来看，他分明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男人。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圆房？顾青顿了顿，又找补一句：当然，像昨晚那样肯定不行。昨晚的凤泽满身兽性，绝不是一个正常丈夫应该有的模样。凤泽没说话，过了好一阵，他才道：你嫁我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原以为顾青是为了名利，但以他的本事，并不需要依靠男人而活。这回换作顾青不再言语，他能说什么呢？以前不说是不想得罪凤泽，现在不说是不想被他看清。我们现在算是同生共死过了吗？顾青脑子昏沉沉的，下巴滑到凤泽肩上。凤泽拖着他的膝弯往上抬了抬，你说呢？应该算是吧。顾青半眯着眼睛，含含糊糊道：如果这还不算，那你就太无情了。他的声音低微，呢喃在凤泽耳边。凤泽抬头望向前方，一艘乌篷船停靠在浅滩，船顶的风旗被朝霞染得绯红。他听到顾青低低说了句：我想找一样东西。雍王府的药室里，绿瑶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白桃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用筷子沾了水，轻轻点在绿瑶干燥的嘴唇上。白桃头上裹了几圈白布，她从马车上摔下来时撞伤了后脑勺，所幸没什么大碍，昨晚被黄大夫扎过针后就醒了过来。他得知顾青失踪，绿瑶受伤，说什么也不肯再待在屋里休息，坚持要在这里守着绿瑶。黄大夫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进屋，半个时辰后，不管他醒没醒，都把这碗药给他喂下去。他对白桃交代。白桃道了声谢，问黄大夫：殿下找到王妃了吗？黄大夫摆摆手：别急，会找到的。昨晚凤泽在古安寺的山洞里被埋，
这消息只有雍王府的少数人知道。黄大夫不想让眼前这小丫头担心，也就没让人告诉她。白桃忧心忡忡，都已经过去一整个晚上了，王妃不会有事吧？顾青陪嫁的侍女只有她与绿瑶二人，如今绿瑶重伤未醒，她找不到人可以商量，心中格外不安。黄大夫摸摸胡须，温声安抚：“殿下是有本事的人，他一定能找到你们王妃。”白桃咬咬唇，他知道自己除了等待，也帮不上什么忙。他起身朝黄大夫行了一个大礼：“黄大夫，我家王妃就拜托你们了。”“哎，这可使不得。”黄大夫赶紧把他扶起来：“你脑袋上还有伤，不能瞎折腾。你听老夫一句话，好好守着你的姐妹，安心养伤，以免王妃回来还要为你们两个操心。”白桃抹抹眼泪：“我听您的。”这边正说着话，外面响起匆匆的脚步声，有人跑进院子：“黄老，殿下回来了，请你马上过去。”听到这声呼喊，正在院子里摆弄药草的花南天率先站了起来。第94章，回到王府。主院卧房，凤泽将顾青放到床上，花南天大步跨进房中，他上下打量凤泽：“你怎么样？”凤泽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到了京城，诧异了一瞬：“你来的正好，我有古虫的事想问你。”“你说。”“不急。”凤泽望向床上的顾青，他在发热，你先给他看一下。花南天走过去，见顾青正处于昏睡之中，他面色潮红，唇色发白，满脸都是细密汗珠。花南天扒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又抓起他的手腕按住脉搏，他寒气入体，又像是受了惊吓，心脾两虚。我给他开副药。他话音未落，忽地皱了皱眉。顾青手腕猛地一动，从他手里抽了回去。“我没事。”他不知何时已然醒来，半支起身子，轻声道：“吃副药发发汗就好。”花南天看了他一眼，转向凤泽：“他说的也没错。”顾青坐起身，一头半干的长发披散在脑后。他环顾四周，正要开口，就听一声呼唤传来：“王妃！”白桃冲进门，他顾不得向凤泽行礼，一把扑到顾青床头：“王妃，我终于见到你了。”他恐惧担心了一整晚，见到顾青安然无恙，心中的大石落了地，忍不住放声大哭。幸好你没事，他泣不成声，不然我该怎么向老爷交代？怎么又哭上了？黄大夫气喘吁吁赶过来，他四下一望，松了口气，抓住凤泽仔细端详：“殿下，你们怎么出来的？没受伤吧？”凤泽见顾青搂着白桃，轻声安抚，转头朝黄大夫和花南天道：“我们出去说。”黄大夫见他和顾青都穿着不合身的粗布衣裳，头发也没有仔细打理，当下推着凤泽往外走：“殿下先去沐浴，再好好歇息一阵，晚些时候我跟小花大夫再来找你。”三人离开卧房，顾青拍了拍白桃的背脊，为他顺气，口中柔声道：“你看，殿下都被你吓跑了。”白桃抽抽搭搭回头看了眼，见房中再无旁人，吸吸鼻涕：“王妃别笑，我了。”顾青听他打了个大大的哭嗝，轻笑出声。他四肢酸软乏力，朝后仰靠在床架上：“绿瑶怎么样了？”白桃哽咽着道：“黄大夫给绿瑶取了剑，说他运气好，没伤到心脉，但他流了好多血，现在还没醒。”顾青垂下眼：“是我不好，如果从顾家出来的时候他能留神细查，就会发现车夫已经换了人，不是王妃的错。”白桃用袖子抹抹脸：“我和绿瑶是你的侍女，本来就该保护你，只是我最没用，什么忙也没帮上。你没事就是帮了我的大忙。”顾青看着他头上裹着的布条，虚摸了下：“伤口严重吗？”脑袋后面破了条口子。白桃道：“不严重，就是这几日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那你还不快去歇着？”顾青道。他的口气虚软，白桃这才留意到他面色不对，赶紧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好烫，我去叫大夫。”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跑，顾青叫住他：“没事，已经有人看过了。”“那我去找他们拿药。”“等等。”顾青道：“你先替我找身换洗衣裳，再打些水来，我想擦个身。”他与凤泽在山中折腾了一晚，又在水里泡了许久，虽然找瑜伽换了身干燥的衣裳，但回来这一路他出了不少汗，浑身上下很是难受。白桃点头：“我这就去。”他出了内室，正要推门，就听外面有人轻叩：“王妃，奴婢们过来伺候您换洗。”白桃打开房门，就见一群侍女站在门外，她们手里捧着水盆、金帕，还有干净衣裳。见到白桃，为首的侍女微微一笑：“殿下叫我们过来帮忙。”她们都是顾青院子里的侍女，与白桃很是熟人。白桃正愁自己分身乏术，当下松了口气：“你们来的正好，王妃在发热，派2个人去找大夫拿方子煎药，其他人跟我进去。小厨房已经在煎药了。”侍女道：“一会儿就送来。”白桃感激不已：“有劳了。分内之事，侍女轻笑，都是殿下的吩咐，我们只是照做而已。”他们跟着白桃走进卧房，放下手里的东西，便开始忙碌。白桃头上有伤，他们不让她动手，只让她在旁看着。白桃越看越觉着有些奇怪，这些侍女与她相处数月，彼此之间不说交情深厚，
但也十分友善。他们平日习惯了说说笑笑，但自从进到房中，每个人都变得寡言少语，就连脸上的神情也肃穆了几分。白桃偷偷拉过一人，问：“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板着脸？明明刚才在门外还好好的，怎么一进来就像变了个模样？”被他拉着的侍女轻轻回了句：“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儿，怕有哪里做的不对，坏了殿下房里的规矩。”白桃瞪大眼睛，他左右望了眼，声音压得更低：“这是殿下的卧房。”他追着花南天过来的时候，没有注意进了哪个院子。经侍女这么一说，才发现这个房间布局严整，陈设古朴，处处透着一丝不苟的硬朗，分明是男子的住处。得到侍女肯定的回应，白桃又是欢喜又是忧愁。他家王妃迟迟不肯与雍王圆房，两人明明在同一个王府里，却住着各自的院子。昨晚在顾家给老爷祝寿的时候，老爷还私下问过他，王妃在雍王府过得是否顺意。他依照顾青给的说辞糊弄过去，但内心却总有几分担忧。顾青嫁过来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与雍王并非每日都能相见，雍王本就是冷冰冰的性子，倘若顾青再不积极一些，这两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到一起。白桃朝床上的顾青望了眼，小丫头暗自拿定主意，既然这回进了殿下的卧房，他就不能再让王妃出去。第95章议论。对于小丫头的决心，顾青一无所知。他迷迷糊糊睡了很久，再次醒来时，身上已没有黏腻的感觉，脑袋也不再发沉。柔软的里衣贴着他的肌肤，他在颈枕上蹭了蹭，睁开眼睛。一名侍女守在床边，他见顾青醒了，连忙放下手中的针线：“王妃渴吗？要不要喝点水？”顾青慢慢坐起身：“白桃呢？”“她去黄大夫那儿了。”侍女道：“今天早上绿瑶醒了。”顾青闻言，心中一喜：“我去看看。”侍女扶住他：“您别急，您睡了一天一夜，怕是早就饿了。厨房里一直煨着粥，我叫他们送来，您先垫垫肚子。”顾青摸摸自己的额头，知道自己病刚好，没有逞能，直到睡久了浑身发软。“我去窗边坐坐。”临窗的地方放着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侍女给他拿来外衣披上。顾青下床踏了鞋，来到桌边坐下。他推开窗，和煦的暖阳照进屋子，洒了满地碎金。前晚的凶险如同大梦一场，他坐在阳光下，浑身沐浴着暖意，心头最后一丝阴霾逐渐散去。窗外是个小园子，园中翘立着几株高大的西府海棠，6月花期已过，海棠树枝叶繁茂，郁然成荫。顾家的前院也种了一株西府海棠。顾青想起自己在家中时，家里每年都会给他备上一罐蜜渍海棠果。海棠果果肉微酸，每当他食欲不振，就吃上几颗，比什么药都管用。如今来到雍王府，随着嫁妆一起带来的果脯所剩无几，顾青打算明日就给父亲去信，让他在秋天结果的季节给他再送一罐过来。用过早饭，顾青稍事休息了一阵，便让侍女准备热水，进后室的浴房沐浴更衣。他生性喜洁，前2日因受寒发热，只简单擦了擦身子，如今病气已去，就想痛痛快快清洗一番。他坐进浴桶，将身子滑入水中，发出一声舒适的叹息。侍女在旁舀了温水，替他打湿头发，将木发的香姨子抹在发间。清浅的茉莉花香随着氤氲的水汽四处飘散。走到外间的凤泽脚下一顿。这2日他住在书房，但许多惯用之物仍在卧房之中。他这趟过来就是取用其中一件。他方才在外叩门，房中无人答应，这才推门进了屋。屋中弥漫着一股暖香，浴房里传来时隐时现的水声，伴着女子的细语。王妃的头发真好。侍女给顾青梳理长发，乌黑的发丝在她手中像流水一般垂落，如同光滑柔软的云缎。她给顾青梳完头，又让他趴在澡桶边，贴心地为他揉捏肩膀。我给您松松筋骨。顾青只觉被按压之处又酸又胀，忍不住呻吟一声。侍女赶紧住手，我把王妃捏疼了吗？顾青摇摇头，没事，你再给我按按。疼归疼，按完以后还挺舒服的。凤泽在房中找到了自己想要之物，转身就走。他回到书房，打开自己取来的地图，地图上用极其细致的笔墨勾勒出山川地形。凤泽盯着纸上的起伏山脉，眼前却似浮现出一片乳白肌肤。那日上岸后，顾青避过气去，他为了救他，不避男女之嫌，为他按压胸口。他救人时心无旁骛，如今却发现自己还清晰地记得顾青刚醒时的模样。他如实的发贴在颈边，几缕发丝钻到衣衫底下，他的胸脯随着气息上下起伏。他睁眼看他，眼神莹润，像一头出生懵懂的小鹿。凤泽给自己倒了杯冷茶喝下。他心里清楚，顾青并不像他外表那样柔弱，她是个聪明而又冷静的女子，哪怕在山洞中被他那样欺负，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求生而非羞愤。若他是他战场上的同袍，他会欣赏这样果敢利落的性情，但他偏偏不是。她是他名义上的王妃，是他的妻子，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他与她不曾结发，连交杯酒都未喝过。他俩之间只有一场做给别人看的迎亲之礼。
而他到目前也未全然放心于他。他在被高热烧得昏昏沉沉之际，曾对他说他想找一样东西，但他并未告诉他那是什么。他至今还记得他微烫的脸贴在他耳畔，口中喃喃道了句抱歉。他嫁他果然是怀着目的而来，这本是早就猜到的事实，却在得到他亲口确认时让人不那么高兴。他没有再像以往那样扬着笑脸对他说他心悦于他，哪怕那样的神情并不真诚，但他至少可以嘲讽回去。但这次却不行，他的口气中有着无奈与歉疚，却唯独没有后悔。他与他在这点上很像，他们一旦做出某个决定，就再不会回头。凤泽提起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被他圈出的位置是一处废墟，上面标着2个字北都。下午的时候，顾青去了黄大夫那里探望绿瑶，绿瑶还不能起身，他望着顾青，眼眶泛起微红。顾青见状，轻声打趣：“你若是哭了，白桃能记一辈子。”他这2个侍女，绿瑶沉稳，白桃跳脱，平日总是白桃被他们取笑是个小哭包，就连眼下，白桃的2只眼睛还肿得跟小核桃似的。绿瑶看了眼一旁的小丫头，嘴角弯了弯。白桃揉揉鼻子，想哭就哭呗，我又不会笑你。他在绿瑶醒后，抱着她高兴的大哭了一场，惹得黄大夫老大不高兴。你在我这药室里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没把人治好。脾气古怪的小老头不许他再待在这里。白桃好说歹说，直到承诺给黄大夫做3顿宵夜6道点心，这才把小老头哄得心平气和，允他暂时留下来。黄大夫进屋见到顾青，如释重负：“王妃你来得正好，这小丫头脑袋上有伤，你把她带她回去，别1天4、5回的往我这儿跑。”白桃撅嘴：“黄大夫，你找我要零嘴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黄大夫哼哼一笑：“那是看你可怜，不忍心撵你走。”他把手里的伤药交给前来帮忙的侍女：“这儿不缺人照看，你们一个有伤，一个病刚好，赶紧回去歇着。”顾青十分信任这位钱御医的医术，见绿瑶状况平稳，略微放了心，起身谢过黄大夫，带着白桃离开了药室。来到外面，就见凤泽与一名年轻人在院中说话。顾青见过这位年轻男子，他在床上刚醒时，这人正在为他把脉。顾青不觉避开那人的视线，领着白桃打算绕道走开。正在这时，年轻人的话语传入他耳中：“3叶诸果不能长久保存，须得。”顾青听到前面那4个字，再也顾不得他说了什么，站在原地愣住了神。第96章挣扎。凤泽早已看到顾青从屋中出来，见他有意绕道，便未管他。谁料顾青竟又兀自站住，似乎被他们的对话吸引。凤泽已经告诉过他自己中蛊一事，因此并未回避，只与花南天道：“依你所说，需在2个月内找到千丝百味柳，才能制出解药。”花南天点头：“3叶诸果下个月就会成熟，成熟以后，它的药性最多保留5日，所以必须在5日内将所有药配齐，才有希望解蛊。”顾青听到这儿，忍不住上前2步：“抱歉，冒昧请教一句，这3叶诸果是否就是传说中10年成树、10年生果，有起死回生功效的灵药？”花南天看看他，正是。顾青迟疑一瞬：“我听说3叶诸果十分罕见，不知阁下在哪里见过？”“怎么，你想要？”花南天问。顾青不自觉地望了眼凤泽，还没等他开口，就听花南天道：“10年之内，3叶诸果仅此一枚。”顾青嘴唇翕动了2下，闭上嘴。他想说自己店中有客人重金悬赏，想要买下这味药材，但刚才他分明听见这位大夫说3叶诸果要用来入药解蛊，至于解谁的蛊，自然是凤泽。顾青脸色微白，他从未想过自己竟会得到这样的消息。他为了找药嫁给凤泽，却不知凤泽身中蛊毒，更不知解蛊之药正是他心心念念的3叶诸果。若早知会是这样，他恐怕不会。一只手在他的额前碰了碰，凤泽问：“你不舒服？”顾青回神，他强自镇定，匆匆看了凤泽一眼，双眸微垂。以前听过这药，还以为只是传说，没想到竟然真的有。听说后浦堂是你的产业，花南天插进话来：“可有见过千丝百味柳这味药材？”顾青提起笑容：“黄老曾对我提过，我已让各地分店四处打听，只是眼下还未得到消息。”“那就有劳王妃多费心。”花南天难得客气，此药极为重要，如果不能在2个月内寻到，治蛊的方子就没用了。顾青点点头：“我知道。”他转向凤泽：“日头有些晒，我先回去了。”他走得很快，白桃跟在他身后，见他拐入一条岔道，赶紧提醒：“王妃，回房的路在右边。”顾青没作声，径直往前走。白桃紧追几步：“王妃，不是要回去吗？”“是啊。”顾青头也不回道：“是要回去，回我自己的院子。”白桃啊了一声：“为什么？”顾青勾了勾唇：“我这2天睡的屋子是谁的？你不知道？”他早就看出屋里的陈设不像客房，凤泽既未将他送回他的院子，就一定是将他带到了自己的卧房。他昨日浑浑噩噩烧了一整天，无力在这种小事上与他计较。
何况他与凤泽已经成亲，两人就算同室而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眼下他却改了主意。白桃不解，我看殿下对王妃挺好的，你们也该住到一起了。他也是昨日才听说凤泽为了救顾青，险些被埋在山里面。顾青眼中闪过一丝迷茫，没有人知道他与凤泽在山中经历了什么，仅仅一夜的时间，却像是历尽千辛万苦。他以为他俩已是同生共死的交情，却不知在得知3叶诸果消息的一刹那，他心中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懊悔，若他不曾嫁入雍王府，不曾与凤泽有这么多的交集，哪怕找不到3叶诸果，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进退难安。是我不好。他对白桃说，我现在不太想见到他，也不想听你再提起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他的口气极少如此严厉。白桃看着他冷下来的神情，惴惴不安地静了声。凤泽回到主院的时候，听说顾青已搬回他自己的院子，没什么表情地应了声，照就去了书房。书房里摊开的地图仍铺在案上，凤泽朝那上面望了眼，让人去叫施阳。施阳来的时候，见凤泽正用指尖点着地图上的一处，若有所思。他凑上去瞧了瞧，却见那处城池是沧州。施阳一愣，殿下，你不是要北上吗？沧州在南面，与凤泽的目的地相去甚远，随便看看。凤泽收回手，在案后落座，出行之事准备得如何了？都准备好了。北军也回了消息。施阳道，小公子听说你要去，很是高兴，说要领着他的人马来接你。他们这些知情人都唤先太子的遗孤凤天磊为小公子，话语中满是亲近之意。凤泽闻言轻斥一声，军中没有调令不得擅动，他要真敢如此胡来，我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施阳讪笑，小公子长大了，你可别当众让他下不来台。凤天磊从4岁起就被凤泽带在身边教养，他们这些亲信是眼看着凤天磊一点点长大的，待他的心思如兄如父。凤泽睨他一眼，我几时为难过他？施阳转念一想，这倒是，每次凤天磊闯了祸都是乖乖领罚，他们这些旁人看着心疼，偏偏当事人不以为意，领完罚后又跑到凤泽面前卖乖，看得他们既好笑又泛酸。凤泽卷起桌上的地图，3日后我就走。施阳高高扬眉，这么快？虽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按照原定的计划，凤泽应当在5日后才离开。花南天已经来了，我随时可以动身。凤泽道，若不是花南天听说他被诱发了蛊毒，坚持要再观察几日，他现在就可以走。那王妃那边，您亲自去打招呼。施阳试探着问。自从凤泽亲自将顾青抱回他的房间，他们几个明眼人就觉得这个王妃恐怕不再只是挂名。但2个当事人都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听说今天下午王妃又搬回了他自己的院子，施阳拿不准这里面的微妙之处，只能旁敲侧击的打探。凤泽的目光轻微动了动，不用告诉他，以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恐怕就算他一直不出现，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对他或许有几分熟人之意，但并没有到交心的地步。何况的确是他唐突了他。凤泽垂下眼睑，掩去眸中的晦涩。第97章辞行。万没想到只过了1夜，顾青就来主院请见凤泽。他来的时候，花南天正在为凤泽诊脉，让他进来。凤泽对施阳道。花南天按着凤泽的脉象，抬头看他一眼。凤泽眉梢一扬，怎么？花南天让他换了只手，慢慢道，没摸准。这话就有些扯了。花南天是100年难遇的医术奇才，天底下有他治不好的病，却没有他摸不准的脉。凤泽挑起唇角，你也学会说笑了。花南天重新按上他的腕脉，没有作答。顾青从门外走进来，他今日穿了身石青色的窄袖云纹衫，腰束檀墨长裙，长发高束，乌黑的发尾犹如一线飞瀑，高高的垂落下来。凤泽从未见过他如此利落的装扮，视线敏锐地扫过他全身。有事？顾青上前，我的管事在外地看中一批货源，那边的商户要主事之人亲自去谈，我打算今日启程，特来告知殿下。凤泽目光微微一凝，你的病好了？昨日就没事了。顾青道。凤泽沉吟半晌，你身子虚弱，可再休养一阵。无妨。顾青微微一笑，我会带着药师一同上路。做生意赶早不赶晚，我怕去的迟了，看中的药材就被人抢走了。凤泽深看他一眼，夏明即将复职，你把他的夫君带走，谁来照顾他们的孩子？顾青微讶，随即摇头，自然不会带宋药师走，我店里还有别的药师。听他说完，凤泽的脸色并没有变得好看，他盯着眼前的女子，似乎下一刻就想出言嘲讽，却又转头看了眼正在为自己号脉的花南天。花南天头也不抬，径自起身，脉象不稳，我过会儿再来。他离开房间，顾青捡了椅子坐下，对凤泽道，你别生气。凤泽眼中漾起一抹潮意，我为何要生气？顾青沉默了一瞬，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很感激。他的口气格外郑重，
又因为太过郑重显出几分疏离。凤泽冷冷一笑：“你本就受我所累，用不着谢我。”顾青扯了扯嘴角，幕后主使是谁？查到了吗？凤元泰。凤泽本不想告诉他，转念却又作罢。他不可能时时盯着顾青，只有让他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才不易被人所获。凤元泰为何要对你下手？顾青问。你说呢？凤泽目注于他。这些日子以来，两人对皇帝寿宴之事并未深谈。凤泽不说，顾青不问，但不问不代表他当真没有想过。他见过凤泽与凤元泰针锋相对，这两人显然并不和睦。寿宴上突然出现的那封万民书，处处指控凤元泰，虽然罪名最终落到隋文远头上，但要说这是与凤泽有关，顾青丝毫不会怀疑。殿下与二皇子一派有深仇大恨，不然何以解释双方都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凤泽屈指轻轻点了点桌面。顾青，跟着我不是一件好事。他冷然开口：你说你想找一样东西，是什么？顾青怔住，他在意识朦胧中因一时愧疚对凤泽说了那句话。他原本期望他没有听到，或者听到了他也有办法解释，但现在面对凤泽直截了当的询问，他竟是半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呢？说救你命的药也能救我的命，说他找这三叶珠果已经找了好几年，为此不惜硬要嫁给他。他说不出口。昨晚他一夜未眠，脑海中浮现的一幕幕都有凤泽的身影。他在皇帝的寿宴上见过凤泽伤口流出的黑血，他在山中的悬崖上见过凤泽发狂而又隐忍的模样。凤泽在向他纳吉那日曾告诉他身有隐疾，他还拿着青天监补出的凶卦，示意他可以拒婚，是他自己没有答应。哪怕在昨夜，他想了那么多关于凤泽之事，他仍然没法放下三叶珠果。他甚至在某个瞬间有过一丝闪念，倘若他们在2个月内找不到千丝百味柳，他是不是就能向他讨要三叶珠果？顾青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愧，论坦荡磊落，他不及眼前之人万一。面对凤泽此时探究的眼神，顾青手足无措。我只是一时戏言，殿下何必当真？他打起精神应对。难道我就不能是贪图殿下这个人吗？类似的话他说过许多遍，唯有这次说来，心头隐隐泛涩。那些说笑与戏谑的过往，并非完全作伪，他是当真想做好一名雍王妃，与凤泽相敬如宾。而如今这些话语竟都织成一张名为谎言的大网，让他言不由衷，无地自容。凤泽看了他半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他问。午饭之后就动身。顾青回答。凤泽看向屋角的滴漏。已近午时。你在顾家的时候，出远门也是如此匆忙？凤泽眉间一片冰寒。顾青来前已打过腹稿，闻言强自一笑，事出突然，不得不亲自跑这一趟。早些出门也能早日回来。准备去哪儿？几时回城？去秦州。顾青道。秦州离京城不算太远，来回只需20几日。凤泽没再说话。顾青留神看他一眼。如果殿下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先回去了。凤泽静了半晌。我已让人放出风声，说我在古安寺受了重伤，这段时间闭门谢客，不见外人。他淡淡道。顾青很快明白过来，我会乔装打扮，不让人发现我的行踪。凤泽受了伤，他的妻子理应在家中侍疾，倘若被人看到他出了城，恐怕会惹人生疑。好在他以往出行，为了方便，总会多备几套行头。外面无人知晓他是后浦堂的东家，只要平安离开京城，就不怕再遇上什么熟人。凤泽听他去意已决，漫不经心笑了笑。祝你生意兴隆。他一扫脸上的冷意，懒洋洋道。第98章，秦州与京城不同。一马平川的旷野上，一名骑士疾驰而来。他来到顾青的马车跟前，高声禀报：夫人，前面再有半里地就到秦州了。顾青掀开车帘，只见一座巍峨城池矗立在远处，哪怕只是远远望着，也能看出深灰色的城墙重于万钧，无敌的气势扑面而来。秦州的城墙不像这边的风格，顾青饶有兴趣。沿路行来，他们经过了好些城池，他们的墙石都是就地取材，各有不同，但城墙上的楼阁装饰均有京城之风，用色绚烂，绮丽华美。秦州的城墙上虽同样建有楼阁，但他们的屋瓦皆呈青黑色，斗拱雄健，屋檐高挑，颇有一番辽阔气象。那是殿下主持修建的城墙。骑士的口气中满是自豪，他调转马头，跟着马车前行。他与车旁另一名女骑士都是雍王府的侍卫。顾青离开京城以后，在京外的官道上碰见两人，他俩自称是师阳派他们来的。绿瑶和白桃身上有伤，不能随顾青同行。顾青虽然带了可靠的伙计，但他们只会几下粗浅功夫，真要动起手来，未必是行家的对手。如今有这2名侍卫随行，一路上更安稳了许多。男侍卫叫刘毅，女侍卫叫刘婉，两人是姐弟。顾青特意叮嘱他们，行走在外叫他夫人即可。刘毅一边跟着马车缓行，一边为顾青讲解，
殿下当年回封地的时候路过秦州，正好遇见秦州地动，城池被毁，秦州府尹受了重伤，殿下便留下来主持大局，重新修建了城池。顾青知他刚满20，笑问：你那时几岁？怎么知道的这样详细？姐姐刘婉在旁接话：那是8年前，殿下打完南蛮回京续职以后，转到秦州回封地，我与刘毅就是那时被殿下收留的。顾青侧目：收留？刘婉点头：我俩是秦州人，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开了间小镖局，多余的话不需再讲。顾青已猜到他俩后来的遭遇。自古地动便是大灾，莫说普通百姓，便是权贵豪绅也多有家破人亡的。刘婉见顾青面上露出几分歉意，安慰道：夫人不用放在心上，我跟刘毅能够捡回一条性命，还能进入雍王府成为侍卫，已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幸运。顾青冲他微微一笑：我是第一次来秦州，城里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你们别忘了告诉我。刘婉笑看刘毅一眼：那就得问他了，他从小到大都是个皮猴，城里就没有他不清楚的地方。刘毅嘿嘿一笑：只要那些店铺还在，就算他们搬了家，我也能给夫人找出来，那就有劳你了。三人说笑一阵，转眼就到了城门口。后浦堂派来秦州采买的管事得知顾青要来，一大早就守在城门口等候。他见到顾青从马车中下来，喜得两眼放光：东家，你能来真是太好了，要是再晚2日，那家药商就要走了。管事姓陈，是个一脸憨相的中年男子，乍看上去他像个朴实的庄稼人，衣着样貌皆不显眼。只有顾青知道自己放在各地的管事中，这一个是最精明的。他笑着道：我不信天底下还有你老陈谈不下的买卖，我这趟过来只为瞧个稀奇，真到关键的时候还得你上。陈管事苦笑：东家你就别打趣我了。他指着嘴角的燎泡：你看我都急上火了。顾青让刘毅把几人的路引交给城门口的士兵查验，又对陈管事道：你放心，有什么事我们进城以后慢慢说。陈管事耐着性子等他们过完关卡，不等回到客栈，路上就开始讲述原委。原来秦州今年是头一回开设民间药市，陈管事原本没抱太大希望，只是过来凑个热闹，没想到在市场上转到第3天，就见一家药商带了许多品相极好的药材过来。他多方打听，得知这家药商是自种自卖，而且产量不低，便打算找对方长期进货。对方听了他的来意，原本没有答应，后来不知从何得知后浦堂的东家是名女子，便要求与东家面谈。陈管事说完，叹口气道：若非见她是女子，我也不敢大老远的把东家请来，毕竟这门生意没谈拢，只因对方对顾青的身份感到好奇，才有了后面这么一出。若提出这个要求的是男子，陈管事当场就能呸他一脸。刘婉与刘毅在旁听着，姐弟俩暗中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俩出发之前，师统领再三嘱咐，一定要确保王妃的安全，绝对不能让人再打王妃的主意，哪怕她是生意上的主顾也不行。但没想到这回要见王妃的是个女人。刘毅偷偷跟姐姐耳语：你不是常说不要小看女人吗？我猜这个就不一般。刘婉也是一脸慎重：既然知道就盯仔细些，我会一直贴身跟着王妃，其他人就靠你了。姐弟俩私下说些什么没人听到。顾青与陈管事边走边谈，等他们到了客栈，顾青心中已然有数，所以他让我今晚就去见他。顾青问。陈管事道：对，钱三娘听说东家今日会到，让人带话说请东家今晚去紫玉楼相见，你应了没有？陈管事斩钉截铁：钱家的药材虽然难得，咱们后浦堂也不是无名之辈，请东家过来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若继续让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会被人看低几分。顾青扬唇，他转头看向刘毅：你对秦州成熟，今天的晚饭你来安排。刘毅拍拍胸膛：包我身上。到了晚间，几人走出客栈，竟被满街的灯火晃了眼。秦州这么热闹？顾青问。不等陈管事答话，刘毅便抢先道：今晚城里有灯会。他带着顾青等人来到城中最高的一座酒楼上，夫人坐这个位置，这里能看到最多的花灯。顾青一言在窗边坐下，从窗口望出去，大半个秦州城尽收眼底，四处灯火摇曳，如同星河落入人间，满眼流光璀璨，美不胜收。夜风拂过眼角，檐下的金铃叮当作响。顾青想起京城中的卷归楼，那里的檐角似乎没有铃铛，从那里看到的景致也与眼下截然不同。街上虽然同样有着许多人，沿途的摊贩吆喝不断，甚至连玩戏耍的把式也与京城别无二致，但秦州与京城始终是不一样的。第99章，见色起意。一束焰火窜上天宇，炸成无数朵烟花，照亮夜空。酒楼上有不少食客被外面的热闹吸引，有的挤在窗边，有的索性跑到街上看个究竟。顾青这桌的位置靠里，刘毅和刘婉又都配了刀，一看就不是好招惹的，所以没人来他们这边凑热闹，但整层楼全都闹哄哄的，连说话的声音都要比平时大上几分才能听清。
刘毅挠头，定位的时候来得晚了些，没抢到雅间。夫人如果嫌吵，咱们就换个地方。顾青笑道：无妨，咱们大老远跑来，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好。他拿起酒壶，为自己倒了杯酒，酒未满杯就被刘婉拦住。夫人，这是酒坛春，味道极烈，你前不久才病了一场，不如换壶饮子喝。陈管事在旁打趣：刘姑娘，东家的酒量可不差。话音未落，就见这对侍卫姐弟不约而同看向他。陈管事身为人精，察言观色的本事早已刻进骨子里。他见两人面色不善，当即哈哈一笑，改口道：不过这酒坛春我尝过一次，口味单薄，远远赶不上京城的美酒。这家店把它随菜附赠，想来也是没人肯花钱的缘故。顾青捏着酒杯，瞧着三人暗自打着眉眼官司，轻笑：出门在外没那么多讲究，听说酒坛春是秦州的特产，我倒想试试。刘毅急急咳了一声，秦州的雪酿银子也不错，用来消暑最好。夫人，我这就去给你叫一碗。说完，他起身就走。顾青眼含笑意，目光投向刘婉，微微挑了挑眉。刘婉与他相处一路，早就看出自家王妃虽然性情随和，但心中自有一套章法，许多事他不说破，不代表心里不清楚。是师统领交代的。刘婉道：我们不光要保护夫人的安全，也要提醒夫人注意身子。顾青晃晃手里的酒杯，透明的酒液在杯壁留下一道如诗的痕迹。辛苦你们为我着想。他放下杯子，你去告诉刘毅，雪酿引子一人一碗，别给我省钱。刘婉抿嘴一笑，都听夫人的。他起身去寻弟弟，来到楼梯拐角，就见刘毅3步并作2步窜上来，险些与端菜的小二撞个正着。刘婉一把拖住小二的胳膊，替他扶稳木盘，这才没让盘中的汤水洒出来。刘婉对刘毅怒目而视，做什么这样慌慌张张的？瞧着毛手毛脚的样子，哪有半点雍王府侍卫的稳重？刘毅本是冷着一张脸，见到姐姐，脸色略缓，但仍有一丝挥不去的恼意。怎么？刘婉看出他神情有异。刘毅抬手蹭蹭自己的脸，迟疑了一下，方道：有人轻薄我。刘婉张了张嘴：男的？女的？刘婉忍了忍，还是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这弟弟生得高大英俊不假，但在他眼里还是个稚气未脱的愣头青，谁这么没眼光，会看上你这个傻子？楼梯下方传来一声娇笑：我就喜欢嫩的。这个嗓音娇媚甜腻，似笑还嗔，一阵香风迎面袭来，一个丽人的身影从楼下射击而上。他梳着高髻，这妇人装扮，鬓边插着一朵海棠，头戴金步摇，两道细眉弯如新月，一双凤眼顾盼生辉。在他身后，一左一右跟着2个青年男子，衣着黄衣，衣着紫衫，俱是面如冠玉，风姿俊秀。刘毅见到这位妇人，面色一冷。刘婉方才听见妇人调笑，又看到弟弟此时的脸色，哪里还有不明白的？他轻轻拉住刘毅：夫人让给每人点1碗银子，我去跟小二说一声，你回去陪着夫人。刘毅闷闷应了声，转身走掉。美貌妇人见他俩举止亲近，眼唇笑了笑：姑娘与那位小兄弟相熟？他是舍弟。刘婉说完，冲这妇人点了点头：我家主人还在等着，告辞。他们出门在外，不想多生是非，何况这妇人看着手无缚鸡之力，陪着他的2名男子也不像是孔武有力之人。刘婉不想与他们过多纠缠，说完这话，径直下楼。妇人轻叹口气，自言自语：原来竟是有主家的，真是可惜。跟在他右侧的黄衣男子伸手扶了他一把：三娘，你若是想买他，不如买咱们。妇人轻啐一口：你眼瞎吗？那小兄弟的体格是你们能比的？三娘这话可就错了。男子笑道：那小子一看就没开过荤，说不准还没上阵就先垮了，再好的体格能有咱们知情识趣，善解人意？妇人侧身拍拍他的脸：就你能说，那你今晚知情识趣一个给我看看。男子摸着脸颊被他拍过的地方，笑得风流轻佻：只要三娘喜欢，莫说一个，几个都成。他们说说笑笑来到楼上，妇人的目光随意一扫，忽地停住：三娘，咱们的桌子在那边。黄衣男子催促。妇人推开他，朝顾青那桌走过去：陈管事，好巧。他笑意盈盈打了个招呼。陈管事见到他，脸上立刻堆起笑容，起身朝他拱了拱手：钱三娘。一声称谓道出来者身份，刚刚回到座位的刘毅蓦地一怔，看向这位在楼下调戏过他的妇人。钱三娘迎上他的视线，媚眼如丝：小兄弟，咱们又见面了。刘毅面色一僵，陈管事的眼神何等老辣，立刻看出场面有些不对。他朝前迈出半步，挡在钱三娘与刘毅之间，对他道：钱三娘，我来给你引荐，这位就是咱们后浦堂的东家顾夫人。说完又对顾青道：东家，这位就是钱三娘。听完他的介绍，钱三娘先是哦了声，目光转向顾青，悠悠道：闻名不如见面，原来这位就是你们的东家。他上下打量顾青一眼，忽然轻描淡写朝旁一指：
指尖所向正是安静坐在一旁的刘毅。若肯让这位小兄弟陪我1日，我就与你谈这笔生意。他笑意妖娆，神情骄傲，眼中有着志在必得的信心。刘毅眼皮一跳，不知不觉绷紧身体。顾青本要起身与钱三娘叙话，听到他这要求，又坐了回去。他拿起银匙，往碗里舀了一勺当地有名的3珍烩银鱼。谁说我要与你谈生意？他漫不经心应道。第100章针锋相对。钱三娘冷下眉眼，她生得艳丽夺目，不笑的时候很有几分气势。她将手搭在桌边，微微俯身：“你不与我谈生意，为何要来秦州？”顾青头也不抬。钱三娘若真心想谈生意，为何开口不提药材，而是打人的主意？钱三娘嘴角一挑：“顾东家怕是太年轻，不懂生意场上的交际。本是你情我愿的风流韵事，有什么提不得的？”钱三娘也说了：“这是讲究个你情我愿。”顾青搅搅碗里的鱼羹：“我给你的答复就是，我们不愿。”他的口气温和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小不过的琐事。陈管事在旁默默捏了把汗，他不怕顾青得罪钱三娘，他只怕钱三娘不懂分寸，当真惹恼了顾青。他们这些管事都比顾青年长，岁数大些的都能当顾青的父亲。他们平日散落在各地，顾青远在京城，照说压根管不住他们。但自从他接掌后浦堂以来，这些管事一个个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别说新生意兴，就连哪个月的生意差了，都会觉得愧对东家的赏识。这固然是因为他们都以身作嫁，白拿了辖下分店的3成股，更是因为顾青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但从不克扣盘剥，更是言出必行，一诺千金。跟着这样的东家做事，他们心里踏实。顾青从不会让自己人受欺负，何况还是当着他的面。钱三娘大概没想到这个瘦瘦弱弱的女子敢当众下他的脸，她收了笑容，冷凝着脸：“顾东家这是当真不想谈了？”他话虽如此，心中却有几分不以为然。他点名要后浦堂的东家亲自来谈这桩买卖，若顾青当真不在意，又何必往秦州跑这一趟？顾东家，钱三娘轻抚鬓角：“你我都是女人，欲擒故纵这把戏对我是没用的。”顾青轻笑一声，抬眼看他：“谈生意讲的是诚意，钱三娘并无诚意，不值得我如此费心。”钱三娘细眉微挑：“顾东家讲话好没道理，你我初次见面，不过寥寥数语，如何判断我是否有诚意？我经营后浦堂虽只有8年，也曾往来各地州县，见过无数客商。”顾青道：“与我打过交道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嘴里带了几分真心，想必换了钱三娘也能一听就知。”钱三娘面色不悦：“后浦堂的东家有没有本事我不知道，口齿倒是伶俐。”过奖。顾青的口气不冷不热。钱三娘刚得了一大笔进账，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去潇洒玩乐，何苦到我这里来寻不自在？钱三娘眼中闪过一抹差色，顾东家的消息真是灵通。他今天下午才收了定钱，双方还未换气，没想到就已被外人知晓。秦州的要是只有那么大，钱三娘的药材又品相极好，感兴趣的自然不止咱们一家。顾青道：“用1万两银子吃下钱氏药庄的现货与未来1年的产出，换作是我也觉得是笔划算的买卖。你既然已知道，那咱们的确没什么好谈的。”钱三娘神色淡淡，转向陈管事：“今年至明年的药不能卖给你们，若后年你们还有兴趣，不妨再来找我。若我出3万两银子呢？”顾青突然出声。钱三娘本欲离去，闻言一怔，一双美目瞟向顾青，轻蔑一笑：“顾东家是生意人，难道不知做生意讲的是先来后到？我还知道有句话叫价高者得。”钱三娘笑得愈发花枝乱颤：“顾东家做生意讲的是个诚字，你刚刚不还指教过我吗？怎么眼下又要我做言而无信之人？”顾青悠然开口：“多出的2万两，买的不是药材，买的是钱三娘全族的性命。”钱三娘笑容一滞：“你什么意思？”顾青注视着他，声音柔和：“钱三娘若想知道，明日有事之前，可到西街云来客栈找我。”钱三娘盯了他半晌：“顾东家年纪轻轻，唬人这套倒是学得不错。”顾青拿起茶壶，为自己添上茶水：“钱三娘回去以后，不妨仔细想想，你卖的药材究竟有哪些种类？”他端起茶杯：“不送。”钱三娘面上的神情渐渐冷了下去，她轻哼一声，摆动腰肢，转身离开。陈管事坐在一旁，一直不曾插话，直到此刻，方对顾青道：“东家如何知道有人出价1万两银子？”顾青笑着朝刘毅示意：“他是秦州人，在这边打听消息比咱们在行。”陈管事恍然大悟：“我就说今天在客栈怎么一直没见到刘小哥？”他当时心里还犯嘀咕，心想着安排晚饭也用不着出去那么久。刘毅脸上一红，就是跑个腿的事，算不得什么。他是雍王府的侍卫，虽然知道钱三娘不可能把他怎么样，但听到顾青一口回绝钱三娘的讨要，甚至不惜放弃这笔生意，心里还是十分感激。顾青千里迢迢赶来，只为与钱三娘会面。他若是不想得罪人，只需口头上虚与委蛇，也能将这事糊弄过去。但他偏偏不。
他不怒自威的样子与雍王殿下竟有几分相似。刘毅起身朝顾青衣抱拳，多谢夫人。话音刚落，小腿就被人踢了一脚。刘婉端着托盘挤开他，让开，挡到了。他早在顾青与钱三娘对峙之时就回到楼上，当时见情形不对，他特意挥退小二，独自守在附近。他把盘中的4碗雪酿银子放到桌上，夫人，这里面放的是乌梅、甘草、松糖和金桔，你尝尝合不合口味。他率先奉了一碗到顾青面前，刘毅闯的祸让他自个儿解决就是，夫人犯不着为他费心。刘毅张口欲言，又讪讪闭嘴，他哪里知道自己会倒霉催的被钱三娘看上。陈管事乐呵呵的打趣，刘小哥这身板是挺招人喜欢，难怪钱三娘不肯与我谈生意，我要是长成刘小哥这般模样，恐怕要不了1万两就能拿下这笔单子。他摸摸自己的脸，状似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众人都被他逗笑。笑过以后，刘毅开始担心，夫人，你让钱三娘明日来找你，她会来吗？今晚两人可谓不欢而散，钱三娘看着又是个心气傲的，她当真愿意低头来见。顾青不甚在意的摆摆手，他不来，我省了3万两，他若来，我还有的赚，横竖都不会是他吃亏。第101章，不期而至。次日一大早，钱三娘不期而至。他来的时候，刘毅正在云来客栈的后院中给马儿喂草。他见钱三娘被小二引进来，手里掉下一把燕麦。钱三娘笑了，小兄弟，见到我这么高兴。刘毅擦擦手，你来找夫人。钱三娘的目光贪恋地停在他进了汗的胸膛，啧啧2声，小兄弟体格不错。下山本就单薄，被汗水打湿以后，男子结实的肌肉在衣裳下若隐若现。刘毅板着脸，不与他多话。你若要见夫人，我就去通禀；若我不是为了见她呢？钱三娘继续调笑。刘毅不理他，提起草料桶就走。哎，钱三娘在他身后叫：“你这小子好生无礼！你家主人就没教过你待客之道吗？”小院一侧的客房窗户吱呀一声打开，刘婉从里面探出头来：“钱三娘，我家夫人有请。”这个小院被顾青一行包了下来。钱三娘走入待客的偏厅，只见桌上已经沏好热茶，顾青端坐在桌前。顾东家起得好早。钱三娘不咸不淡打了个招呼，比不得钱三娘。顾青含笑，想必昨晚甚是辛劳。钱三娘眼波流转，媚态横生。紫玉楼的小官虽然不算强壮，但花样不少。顾东家若是有空，我可请你前去一试。站在顾青身后的刘婉眉心微动，钱三娘做出诧异的神情：“怎么，顾东家没有享用过这样的乐子？”他仿佛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扬起红唇笑了起来。我以为像顾东家这样的人，应当不拘小节才对。顾青淡然道：“人有所好，各行其事。钱三娘喜欢游戏人间，而我只在意我的夫君。”哦，钱三娘笑意更浓，那就可惜了，我是一个寡妇，体会不了你的心情。但我想提醒顾东家一句，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如果一个男人舍得让自己的妻子在外奔波劳累，那他的心肠一定是铁石做的。像顾东家这么聪明的人，何必为情所累？顾青不动声色看他一眼，我家夫君以走镖为生，做的是刀头是血的买卖，论及辛苦，恐怕我不及他万一。钱三娘的笑容在脸上顿住，她悠悠叹了口气，难怪你家的护院老是带着杀气，原来是镖局的。顾青用杯盖撇去茶水上的浮沫，钱三娘找我，若是没有正事，恕我无暇接待。钱三娘吃了他一记软钉子，却没有当场发作。我昨晚把我带来的药材全部清点了一遍，你猜如何？他开口问。毫无异样。顾青道。钱三娘挑起2道细眉，所以你昨晚那话是耍我不成？顾青喝下一口热茶，如果你真这样想，就不会来找我。钱三娘紧紧盯着他，我不喜欢与人打哑谜，你若知道什么，不妨把消息卖给我。卖给你？顾青轻言浅笑，你打算出什么价？钱三娘从袖中抽出一只细长扁平的小盒子，我听说后浦堂在重金寻找一味药材。他将盒子放到顾青面前，伸手替他打开，你可以看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顾青往盒中看了一眼，只见里面躺着一团淡黄绒絮，如同枯萎盘结的草根，细如参须。顾青看了半晌，这是何物？钱三娘微讶，你不识的？我只管经营，自有药师为我变药。顾青掩上盒盖，后浦堂重金寻找的药材不止一味，我怎知你说的是哪样？钱三娘见顾青神情不似作伪，不由泄了口气。这是千丝百味柳。他百无聊赖道，前2个月我听说后浦堂正在找这味药材。他原以为是极重要之物，没想到顾青竟毫无反应。顾青听他说完，才露出些许恍然的神色，原来是他。他打开盒盖，又仔细看了眼，前些时候的确有客人重金悬赏，只是这药材为古方所载，我以为早已绝迹，不知钱三娘从何处得来。钱三娘见他终于把药材看进眼里，心中有了几分满意，答道：“这是家中祖传的秘药，原本没打算拿出来售卖，那又为何现在拿了出来？”
顾青问。为了换顾东家一个消息。钱三娘道：我知道顾东家从京城而来，手中的消息比我更加灵通。你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钱三娘往他凑近了些，大狱是不是将有战乱？顾青不动声色。钱三娘为何有此疑问？钱三娘嫣然一笑：明人不说暗话，你昨晚说要用2万两买我全族性命，试问什么样的祸事会累及全族？当然是与国事有关。而他一个种植药材的商人，又凭什么涉及国事？思来想去，问题应当出在他此次售卖的药材上。钱三娘昨晚将所有药材再三清点，终于想起最近的一个传闻。传闻民间有人大量囤积商药，而钱氏药庄所产的药材大多为丹参、大戟、蒲黄，正是治疗外伤的药物。如今商药供不应求，民间也有不少药行纷纷囤购，但像这次的主顾那样大方，一出手就是1万两白银的，仅此一家。何况对方不只要买下他所有的现货，还要将明年的产量也一并买断，这在他从商以来还是头一回。自古财帛动人心，钱三娘刚拿到定金的时候，也难以免俗的窃喜了一把。但当顾青提出愿以3万两白银抢这笔生意时，钱三娘如同被人泼了一头冷水，猛地清醒过来。事出反常必有妖，他的钱氏药庄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香饽饽。顾青那番话看似是为了抢生意，实则是在暗示他什么。钱三娘将订货之人的身份仔细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是不安。依照大狱惯例，凡是战时，官方药局有权向民间药行以低价征购商药物资。倘若到时囤积商药之人不肯出手，最后因商药短缺影响了战事，他们这些人都要背上一个原给不利的罪名。若再往细处追究，查出是哪些药商提前将商药卖给了囤货的商人，那只需上面一句话，他的钱氏药庄就会背上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钱三娘想通其中的利害关系，不由胆战心惊，因此他让人连夜送来家中的秘药，一大早就来客栈见了顾青。第102章救命之药。钱三娘既肯信我，我便与三娘交个底。顾青正色：这笔生意你不能做。钱三娘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生出新的怀疑：与你们后浦堂也不做，自然要看三娘的心意。顾青道：若三娘肯交货于我，我昨晚说的3万两便如数奉上。钱三娘慎重地看向他：我还是不明白，你花这样大的代价到底是为什么？哪怕商药的市价比往年高出好几成，但3倍的价钱别说盈利，恐怕还会亏上一些。三娘不是京城里的人，自然不知京城里赚钱的路子。顾青道：后浦堂家大业大，你将药材包给我，至少不必担心日后出什么乱子。这是实话，就算后浦堂想要囤货，他的招牌也极扎眼，关药局一旦征收药材，后浦堂不敢不交。钱三娘美目流盼：能赚钱的事我向来不会推辞，你且等我给那边退了定金，再来与你签契。三娘自可去忙。顾青道：我会在秦州再待上2日。他给的时限不长不短，恰够钱三娘料理完旧事，再与他重新立起。钱三娘掩唇而笑：顾东家真是半点不肯吃亏。三娘若不放心，我可现在就付定钱。不必。钱三娘道：我虽喜欢银子，也没有一笔买卖2处收钱的道理。待我给那边的主顾做完交代，顾东家再来给钱不迟。他言辞爽快，倒是不怕鸡飞蛋打，两头落空。顾青也不与他矫情，他拍拍装着千丝百味柳的盒子：这份心意我就收下了。钱三娘笑道：本就是拿来送人情的，你肯收自然最好。千丝百味柳再是珍贵，也不过1000把2银子，算起来还是我占了你的便宜。顾青微微一笑：三娘若觉得过意不去，大可再加些添头。那我可得好好想想拿什么讨顾东家的欢喜。钱三娘起身：天不早了，我得赶去要事，如果那边的事料理妥当，我就让人传话给你。顾青点头，让刘婉送他出去。两人走后，顾青唇角的笑容慢慢消失，他拿起千丝百味柳的盒子，神情复杂。方才当着钱三娘的面，他不过做戏罢了。黄大夫早给他看过千丝百味柳的绘图，他怎会认不出盒中的药材是什么？当他看到他的第一眼，他就险些失控。他在袖中紧紧掐住自己的指尖，才勉强维持冷静。这是千丝百味柳，是解骨所需的最后一味药材。有了它，意味着凤泽不用再担心三叶珠果会失去药性，那个叫花南天的大夫可以很快帮他制出解药。但这也意味着顾青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他等不到向凤泽讨要三叶珠果的机会，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能救自己命的灵药消失在世上。他抬起手，轻轻盖住眼睛。他不是一个无私的人，他想活着，特别想。顾青朝后仰头，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松松垮垮地挂在椅子上。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痛苦而迷茫，而那个唯一可以被他求助的人，却又是他现在绝对不愿想起之人。他情不自禁发出一声低笑，
笑声中满是自嘲。到了下午，顾青收到钱三娘传来的口信。这位美貌的妇人虽然性情风流，但办事的效率极高。她告诉顾青，自己已经打发了先前的主顾，约他今晚到紫玉楼一叙。接到他的邀请，顾青没有考虑多久，便点头答应。刘毅在旁睁大眼，看看刘婉，再看看顾青。刘婉接到他暗示的眼神，对他微微摇头。顾青发现这姐弟二人在打哑谜，笑问：“你们想说什么？”刘毅咳嗽一声：“夫人大概不知道，紫玉楼不是寻常酒楼，它是伺候女人的地方。”我知道。顾青单手托腮，面色如常。钱三娘就住在那里，夫人去那里赴宴，是否不太方便？刘毅忍不住问。顾青身为雍王妃，若让殿下知道他的妻子去逛小官馆，刘毅不禁打了个寒战。顾青勾起唇角：“我过去与人谈生意时，也曾出入秦楼楚馆，如今不过是换作有小官的地方，有什么去不得的？”他慢吞吞起身，对刘氏姐弟道：“我去更衣，你们替我准备出行的东西，我们有事3刻出发。”刘毅被姐姐拉着出了门，嘴里嘟囔：“姐姐，你怎么不劝劝夫人？有什么好劝的？”刘婉瞥他一眼：“不过是谈生意罢了，夫人自有分寸。可是那个钱三娘性情浪荡，万一她带着夫人，嗨，你不知道，小官馆里面的男人可有手段，好多女子都禁不住他们的诱惑。这么说，你去试过？”刘婉停下脚步，上下打量自己的弟弟。刘毅，你可以啊，在京里没少去吧？我哪有？刘毅叫屈，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再说了，我一个男的去那里干嘛？那可难说。刘婉道：“万一你有龙阳之好呢？钱三娘那么漂亮的女人对你示好，你都能视而不见。”刘毅气结，这能一样吗？他分明是调戏我。哦，刘婉笑笑，我以为你被人看上，心里应当很是欢喜。刘毅一张俊脸长得通红，我又不是禽兽，就算再漂亮的女人对他示好，也得看他喜不喜欢，哪有随随便便就对人动心的。刘婉拍拍他的肩膀：“不错，继续保持。”刘毅直到离开院子，才想起自己提起话头的初衷。“你真不打算劝王妃？”他问刘婉。刘婉正色：“王妃有王妃的考量，再说这不是有咱们在吗？”刘毅摸摸脑袋，没奈何的点点头。这样的担心一直持续到他看见顾青换装出来。“夫人。”刘毅呆了下。顾青颔首：“出发吧。”刘毅看着他登上马车，转身瞪向刘婉：“夫人这身盛装打扮，比参加宫宴还要耀眼，这还叫有分寸？”刘婉没看他，径自翻身上马。刘毅亲自驾着马车，满目怆然，内心充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赴死悲壮。第103章小官馆。秦州地域靠北，民风较之京城更加开放。紫玉楼内时有妇人出入，他们呼奴唤婢，气派程度较之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迎客的小厮得知顾青前来寻访钱三娘，立时将他迎入一顶轻纱软轿。抬轿的男子皆相貌端正，孔武有力。他们将顾青一行送到一处水上楼阁，钱三娘早已在此处等候多时。他见了顾青，眼睛一亮，嗔道：“你这般打扮，莫不是来砸我场子的？”顾青浅笑：“3万两的生意，若不打扮的隆重些，三娘怕是也不放心。”钱三娘眼唇眼波四下一扫：“这儿的男子既爱有钱的，又喜颜色鲜艳的，他们个个嘴甜心狠。你待会儿若被人吃了，可别怪我。”顾青踏入门槛，我看三娘却是甘之如饴，住在这里也没少了一根骨头。钱三娘将他迎入筵席：“不怕你笑话，我一个寡妇，早就想开了，只要能哄得我欢喜，便是撒点银子出去，只当买了件漂亮首饰，图个高兴罢了。”顾青落座，一旁有人过来为他倒酒。刘毅识得此人，他是昨晚陪在钱三娘身边的紫衫男子。他生得温文儒雅，举止彬彬有礼，乍看上去如同一名出身世家的贵公子。他并无非礼之举，刘毅纵是心中不满，也只能暗纳地站在一旁。好在钱三娘今晚并没有再调戏他，他从案上拿起一叠文书递给顾青：“这是我原准备与那边签的契书，今日我已将定金退还给他们，你可看看上面的条款，若有什么要增减的，咱们可以重新再拟。”顾青将每一页仔细看过，放下手中的纸张：“不用改了，就按这个办吧。”“当真？”钱三娘迟疑了一下，开口提醒：“这上面虽有约定我要交付明年的产出，但并未说明最低要交多少。万一明年收成不好，你可能会吃亏。三娘舍得让我吃亏吗？”顾青微微一笑：“实不相瞒，陈管事早就查过钱氏药庄往年的产出，就算明年天公不作美，三娘能够交付的药材也不会低于今年的70%。”钱三娘先是一怔，随即失笑：“难怪先前的主顾肯与我如此约定，看来他们也知道明年的收成不会差到哪儿去。”他当时见对方只是一个小药行，以为他们急于求成，加上条款对自己有利，便没有提醒。反正他也不会赖了明年的产出，除非遇上大荒年，否则对方怎么也不会吃亏。
但他心里还是觉得捡了个便宜，不然也不会那么快的收了对方的定金。如今想来，却是他大意了。做生意的能有几个傻子？就算被他美色所惑，真到掏钱的时候，男人只会一个比一个清醒。钱三娘举杯敬向顾青，若不是遇见你，恐怕我将来要吃大亏。他这些年顺风顺水惯了，警惕心大不如以前。顾青没有碰酒，他拿起茶杯，我身子不好，以茶代酒，三娘勿怪。钱三娘轻笑一声，罢了，看你娇娇弱弱的，我也不为难你，我先干了，你随意吧。侍奉在旁的紫衫男子见顾青不沾酒，为他撤下酒具，换上一碟精致茶点。他默不作声做完这一切，安静地立回下手。便是刘毅对紫玉楼的人抱着诸多挑剔，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人极有眼色，比之宫中的太监也不差什么。刘毅忍不住往人身上溜了眼，要真是太监就好了。钱三娘与顾青谈定生意，心中愈发舒畅。他喝了几杯酒，见刘毅偷偷往紫衫男子身上瞧，红唇轻扬，小兄弟在瞧什么？难不成你喜欢这样的？他痴痴一笑，歪在岸上，我说你怎么瞧不上我？原以为是嫌我老，没想到竟是有这样的喜好。刘毅耳根疼的一下红了，他张嘴欲辩，又怕与钱三娘搭上话后会被他借题发挥，只能闷闷把话咽了回去。顾青轻声开口，三娘莫拿小孩子开玩笑。钱三娘笑声一顿，他看了顾青一眼，悠悠叹了口气，你这护犊子的模样倒有几分像我那前夫。顾青挑了挑眉，不是寡妇吗？怎地又出来一个前夫？钱三娘看出他的疑惑，笑了笑，既已分开，我便当他死了。顾青默默喝了口茶。钱三娘拖着香腮，盯着他瞧了又瞧，佳人如玉，我见犹怜。初见你时，我还以为后铺堂的东家另有其人，如今想来，是我见识浅了。仅仅2日，他便对顾青大有改观。我倒是有些好奇，你的夫君是怎样的男子，才能让你甘愿嫁为人妻？以顾青的本事，不必嫁人就能过得很好，何必要给自己套上一重束缚？顾青握着茶杯，没有立时作答。钱三娘美目一转，他何等人精，当下笑了起来。罢了，当我没问。他岔开话题，与顾青聊起秦州风貌，一顿饭吃的也算和乐融融，宾主尽欢。席散时，钱三娘已有几分醉意，我就不远送了。他将顾青送出水上楼阁，扶着廊柱道：明日你让陈管事拿着契书去要事，与我店里的人交接药材便是。刘毅见这场筵席终于结束，赶紧出去准备马车。顾青正要上轿，就听有人在身后轻唤：夫人且慢。紫衫男子缓步行来，手中亮出一方锦帕，这是夫人在席间落下的，请夫人收好。他将锦帕递向前，他面上带着3分和煦的笑容，声音柔和，令人如沐春风。顾青却看也没看那方帕子，径直转身。紫衫男子微微抬高音量：夫人。顾青坐进轿中，刘婉。刘婉上前拦在轿帘外：这位公子，以怕传情的把戏太老套了些，咱们京中早已不实行这个，你若是不想找打，还是请回吧。他一直陪着顾青，自然知道紫衫男子所拿的并不是顾青的帕子，只是欢场之中自有一套勾人的手段，尤其在这伺候女人的地方，凡事都要讲究一个情趣。若是客人接了帕子，就意味着他接受了小官的邀请，接下来2人或是迎风弄月，或是赏消品茗，自然就有别的去处。紫衫男子被刘婉奚落一通，面色虽然不大好看，却仍记得维持风仪。他朝顾青的轿子依了一礼，目送他们远去，这才收起锦帕转身。钱三娘倚在他身后的廊柱上，眼神中带着几分嘲弄。紫玉楼的魁首也有被人瞧不上的时候。紫衫男子苦笑：三娘何必取笑我？钱三娘抱臂而笑：你呀，还是太嫩了，你就没看出他不是来寻欢作乐的？可我看他并不在意他的夫婿，不然为何连提也不想提起？钱三娘撇撇唇：你们这些欢场中人，哄人开心的本事倒是不缺，但几时又真正懂过女人的心思？在他看来，顾青若真对他的夫君无意，以他的性子，怕是一开始就不会嫁。只是这夫妻之间，也不是仅凭一句简简单单的喜欢就能过上一辈子的。钱三娘笑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愿他是一个聪明人，不会像他一样抱憾终身。第104章情不知所起。夜凉如水，顾青沐浴完毕，洗去在紫玉楼中沾染的香粉味，一身清爽地步出浴房。刘婉用棉帕包住他的湿发，替他一点点绞干。幸亏那人来的时候刘毅不在，不然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刘婉轻笑：王妃是没有瞧见，你与钱三娘吃饭的时候，刘毅的眼神像是粘在那人身上，扯都扯不下来。也难怪钱三娘会打趣他是否喜欢男人，换个不知情的看到，怕也难免会浮想联翩。顾青坐在镜前，从镜中瞧了眼刘婉的神情：那你呢？你就不怕我做出逾矩的事来？刘婉摇头：王妃是我见过的最懂分寸之人，就连师统领也赞不绝口。他在雍王府中便是看护顾青所在院落的侍卫之一，
对于顾青每日的行动了如指掌。师统领还说了什么？顾青问。刘婉笑笑，师统领没对属下说什么，只是属下觉得王妃与殿下之间若是太有分寸，就不那么像夫妻了。他不知道凤泽与顾青的约定，只是根据平日的观察，对这位王妃颇有好感。在顾青嫁入雍王府前，他们都听说过未来王妃对殿下一往情深，待顾青嫁入王府后，所作所为又处处显出体贴忍让，哪怕别具医院也不曾有过怨言。他同为女子，不免对顾青有了一丝同情。他们殿下是极好的男儿，若能与王妃相亲相爱，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从这两人相处的情形来看，殿下也未必就不会喜欢上王妃。这些话我只敢私下与王妃说。刘婉道，王妃大约不知，殿下从未与女子在外面单独吃饭，更不曾陪着谁在街上闲逛过。若说这是身为夫君的义务，京中也不是每位做丈夫的都能如此。王妃失踪那晚，殿下带我们到古安寺搜查，那个山洞外面插着一张字条，写着只许殿下一人入内。刘婉看向镜中，对上顾青的视线，殿下想也没想就让我们退开，独自一人走了进去。那是一个明晃晃的陷阱，凤泽本可置之不理，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照办。山洞他下来的时候，师统领都快疯了。刘婉道，顾青想象那样的场景，垂眼，师统领一定恨死我了。在这些人的眼中，他的性命自然没有凤泽重要。刘婉摇头，他放下棉帕，拿起梳子，我们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殿下说过，每一条性命都很重要，无论这个人是将军，是兵卒，是商人，是农夫，是男人，是女人，是老者，是幼儿，战场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人的性命。刘婉怅然，但最值钱的也是人的性命。他见顾青向他投来钦佩的目光，不好意思的笑笑，动手为顾青梳头，这也是殿下说的。他们刚跟随殿下的时候不懂，后来慢慢懂了。顾青望着镜中的自己，桌上灯火摇曳，镜中的身影暧昧不明。殿下是好人。顾青道，我在沧州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他从一开始就对凤泽说了谎，但唯有这件事他没有骗他。7年前他重病难愈，所有大夫都束手无策。他心想，如果这回真的要死，不如回沧州与母亲葬在一起，也算是报答他拼死生下他的恩情。于是他在父亲的陪同下回到了沧州。那日天气晴好，他稍微能下床走几步，便想去街上看看。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带他去了沧州城中最大的一家茶楼。阳光洒在窗前，街上川流不息，眼前本该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他这个将死之人看来，所有美景都如同残破的画卷，令他意兴阑珊。一个年轻人被人推搡着从对面的医馆里摔出来，他衣衫褴褛，瘦若伶仃，抱头滚到街上，却不知身后几匹骏马疾驰而来。马上骑士军身着军中服饰，他们似有急事在身，策马跑得飞快。眼看马蹄就要踏中那个年轻人，路边突然有人窜出，一把提起他，纵身跃开。马上的骑士也赶紧勒住缰绳，几匹骏马前蹄朝上嘶声立起，场面极为壮观。救人的男子将人放到一旁，转身看向那几名骑士。骑士们见了他，俱是一惊，纷纷跳下马背行礼。顾青在楼上隔得远，听不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但能看到救人的男子也很年轻，但他面貌冷峻，站在那里身姿笔挺，不怒自威。茶楼上有人认得他，议论声中，顾青这才知道，男子竟然是带兵去南蛮作战的雍王殿下。见他似乎在教训那几名骑士不该在闹市策马，这些身材高大的兵士均未争辩，乖乖低头挨骂。顾青趴在窗台上看得有趣，对随行的小厮吩咐，那个摔倒的人受了伤，你们去把他带过来，让大夫给他看看。他也说不上自己为何想要多管闲事，但雍王既然救了人，那他就跟着日行一善，说不定还能沾沾雍王的杀气，把病魔吓跑。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一动念竟然就捡回了一个药师，而这个姓宋的药师只用了1年时间，就让他的身体变得与常人无异。尽管宋药师无法驱除他的病根，但这几年他能够如常人一样自由行动，已经让他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愉悦。如今想来，这一切都是拜凤泽所赐，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不曾怕过他，因为他知道，不管凤泽待他再怎样冷淡，他仍是那个曾在闹市的马蹄下救人的男子。他相信他不会伤害他，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仗着他心底的柔软，为自己谋划了这桩婚事。他原本对此并不感到愧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一天，他或许会因为自己伤害到他。第105章，凤泽。深夜的秦州城，万籁俱寂。顾青坐在书桌前，一笔笔写下同一个永字。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总爱练字静心。这个永字从他刚学会写字开始，就时常出现在他的稿纸上。他的父亲和身边的侍女都知道他有这样的习惯。每当他练字时，都没人敢来吵他。刘婉虽然不清楚他有这样的喜好，但见他不急着睡觉，而是铺开纸墨，
便识趣地替他挑亮灯烛，退守到房门外面。顾青接连写了3页纸都不满意。窗外虫声涌涌，时有蛙鸣，竹叶摇曳，沙沙作响。听着耳旁的声音，顾青愈发心神不宁。他草草写完最后几个字，丢下笔，坐在椅子里发了一会儿呆。夜风吹动桌上的纸张，顾青拿起来想要扔掉，忽又顿住。他怔了半晌，轻轻展开最面上那一页。那一页是他今晚写的最后一页，满纸透着心浮气躁，其中2个字显得尤其突兀。那2个字是凤泽。顾青一把将纸揉成一团，这是用来写信的素笺，仅长8寸，团起来不过掌心大小。顾青蜷起手指握住它，他心想，他一定是看错了，因为今晚想着那个人才会看错。他不动声色将那枚纸团重新打开，薄薄一张纸变得皱巴巴的，上面的字迹更显凌乱。几十个潦草的永字当中，与众不同的2个字依旧躺在那里：凤泽，一姓一名一人。顾青看着自己亲笔写下的字，久久没有动弹。他像是掉进一片荒野，然而四周没有虫鸣蛙鸣，也没有风，他身边安静的寂灭无声。顾青把纸放在桌上，慢慢抹平，纸上墨迹未干，被揉成团时互相虬染，那2个字也被蹭花了笔锋。顾青低头看着他们，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不过是2个字而已，顾青安慰自己，便是手抖写差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拿起纸，想把它放在烛火上烧掉，又怕燃烧的烟气惊动门外的刘婉。他捏着它，像捏着一块烫手山芋，想扔掉，又有几分舍不得。窗外咔的一声，仿佛树枝折断的轻响，外面传来一声轻斥：“谁？”院子里2道黑影惊跳起来，撒腿就跑。其中一人刚跑了2步，一根木棍就从他身后飞过去，击中他的腿弯。他踉跄了一下，就地跪倒。刘毅追过去，一脚踢在他屁股上，将人踢了个大马趴。他3下5除2卸了对方的肩膀，将他翻转过来。那人长脸3角眼，相貌奸猾，一看就不像好人。他的同伙见势不对，赶紧掏出翻墙锁，搭住墙头，翻身上墙。他在墙头还未站稳，就听一个女声道：“下去。”话音未落，他被人一脚踢出老远，摔到院子中间。轻点儿，别弄死了。刘毅提醒他姐。刘婉跳下墙，走过去用脚踢了踢那人的脸。放心，只是断了几根肋骨，疼晕了而已。侍卫姐弟俩将2个夜闯之人拖进偏厅，扔在地上。刘毅取下腰刀，慢条斯理抽出半截刀刃，凑近烛光照了照。清醒着的那个3角眼满脸惊恐，看他俩的眼神如同在看阎王。你们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刘毅轻轻一笑，看你们不像好人，想剁根指头来玩玩。3角眼猛地朝后一缩，撞在自己的同伙身上。你们别胡来，大狱是有王法的。你们半夜私闯别人的住处，不是抢劫就是盗窃，依照我朝刑律，无故入室欲犯法者，格杀无罪。刘婉朗声道：“剁根指头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不是来抢劫，也不是来盗窃的。”3角眼大声辩解：“我们是良民。”良民？刘毅见他衣襟半敞，胸口处似有纹身，走上前一把扯开他的衣襟，露出完整的刺青，原来是城西蛇头帮的人。你怎么知道？3角眼在过来之前打探过消息，知道这里住的人是外地来的，没想到一眼就被人看穿身份。你们这帮人只会纹蛇头，10年如一日的丑。刘毅嫌弃。蛇头帮是城西一群游手好闲的懒汉自组的帮派，多年下来进进出出，始终只有10几号人。他们平日不成什么气候，顶多干些偷鸡摸狗的小事，官府也懒得理他们。如果碰上犯事的，直接抓去卫顿板子了事。3角眼把自己缩成一团：“我们只是路过，随便逛逛。”刘毅一巴掌将他脑袋打偏：“随便逛逛就能逛到别人窗户底下？说谁派你们来的？”3角眼嗫嚅着不说话。刘毅抽刀出鞘，在他眼前晃晃，不说就切手指，少说一句切一根，手指不够脚趾来凑。3角眼愣了半晌，惨叫一声：“杀！”刚吼出第1个字，嘴里就被塞进一个臭布团。呜！3角眼险些被噎死。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刘毅拉过长凳，坐下来敲起2郎腿。是药室那边有人雇你们来的，对吧？3角眼。刘婉轻叩顾青的房门：“夫人，已经招了。”顾青将叠好的小纸块放入袖中，进来。刘婉推门进屋：“夫人，都问清楚了，是黄府药堂派来的人。他们听说是厚朴堂抢了他们的生意，就雇了2个地痞流氓过来报复。黄府药堂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药堂，顾青也是这次来秦州才头一回听说。”刘毅当日打听到黄府药堂肯出1万两银子买断钱3娘手中的药材，顾青听了直觉有异。一个小药堂压根没有实力在短期内把药材一销而空，何况他们还想包下钱氏药庄明年的药材。
就算是奇货可居，明年的货源究竟如何，谁也不能保证。万一货源充足，售价下跌，囤货的商家就会亏得血本无归。没有哪个正经商人会冒险做这种买卖，除非对方是个赌徒，而赌徒是受不得刺激和引诱的。所以顾青当众向钱三娘开出3倍的价钱，他不仅是想拦截这批货源，更想要引起黄府药堂的注意。他一直等着黄府药堂的人上门，却没想到今晚等来的竟然不是当事人，这让他的心情不大好。第106章，心情不好。顾青很少生气，因为他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但今晚他着实有些恼了，所以他带着刘婉与刘毅出了门。黄府药堂的人住在城西的一家客栈里，他们比顾青一行早来3天。刘毅早就打听过，黄府药堂一共来了2人，一名掌柜，一名小厮。掌柜名叫黄府山药，名字格外好记。黄府山药住在客栈2楼，房间窗户正对大街。刘毅跃上房顶，将被打晕的2个地痞头朝下倒挂在窗户外面，然后敲了敲窗。他敲得不慌不忙，响3下停1下。2个直挺挺的身影印在窗户纸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来回晃动。敲了一阵，屋里的人终于打开窗。啊！一声尖利的惨叫惊天动地，客栈里的人纷纷被吵醒，脚步声、咒骂声乱作一团。刘婉陪着顾青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刘毅就爱玩这些小把戏，刘婉开口让夫人见笑了。这样挺好。顾青拢了拢被风吹动的头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们先回去吧。刘婉担心他受凉，这里交给刘毅就是。再等等。顾青站在阴影中，折腾了半宿，现在回去也未必睡得着，不如待在这里看热闹。秦州的夜比京城的夜更凉一些，他素来畏寒，轻轻抱住胳膊，他的小臂紧贴着薄薄的衣袖，放在袖带中的异物触感十分明显。他用手指无意识地蹭了蹭那小小的纸片，心里有些懊恼，他应该把它烧掉，而不是带在身上。不久之后，刘毅回到他们身边。黄府山药被吓破了胆，先是晕了一阵，这会儿已经醒了，正收拾东西，闹着要走。看来他不是我要找的人。顾青沉思，夫人想找谁？刘毅问。在幕后操纵囤货之人。顾青道，后浦堂虽然暂时不缺药材，但他名下不只有自家的药行，他与人在好几个州县合伙开了药市，最近已不止一处向他抱怨商药短缺，市价飞涨，更有人以次充好，将极差的药材拿到药市上卖。夫人或许可以问问殿下。刘毅提议。顾青看向他，为何？刘毅答道，我听师统领说，北边截获了一批从内地往关外偷运商药的商贩。北边？顾青怔了怔，他很快想到什么，是北狄。如果囤货的是北狄人，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顾青整理思绪，喃喃自语，北狄想打仗，所以他们要囤积商药。不仅如此，他们从大狱带走的储备越多，一旦打起仗来，大狱的补给就会更加困难。他突然神色一变，殿下早已知道是北狄人在囤货。如果凤泽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他？亏他还特地提醒他关于商药供不应求之事。刘毅点点头，但见顾青面色不对，又赶紧补充，我是才听说的，殿下大概也刚知道不久。顾青笑了笑，你慌什么？我又没怪他。刘毅与刘婉对视一眼。刘婉道，现在城门未开，黄府山药就算想走也走不了，不如让刘毅守在这儿，明日如果他们要出城，刘毅就在城外把人拿下盘问，夫人觉得如何？顾青想了想，是个办法，不过不用这么麻烦，明日我们跟着黄府药堂的人一起走。第2日一早，黄府山药果然急急忙忙结了账，带着小厮直奔城门。等他出城行了2-3里地，这才擦擦额头的汗，对跟在一旁的小厮抱怨，叫你雇马车，你怎么只找了头驴？小厮打着哈欠，老爷，咱们起得这样早，马车行还没开门，这头驴还是我跑了3条街才买到的。黄府山药肥胖的身躯骑在瘦小的驴身上，驴子低着脑袋慢吞吞走着。黄府山药抽了几下驴屁股，见驴子没什么反应，更是气恼，我让你找几个能打的去吓唬吓唬那边，你看你都找了些什么人？不但白花了银子不说，还被人反过来将了一军。要不是他胆子够大，昨晚早就被吓死了。小厮撇撇嘴，低声咕哝，才500文钱，能找到人就不错了。你说什么？黄府山药没听清。小厮道，你不是带了1万两银票吗？干嘛这么抠抠搜搜？黄府山药扬起鞭子，那是我的银票吗？事情办不成，我得全部还回去。小厮缩缩肩膀，咱们带着钱跑不成吗？反正他们离得那样远，总不能天南地北的找咱们吧。话音未落，肩头就挨了一鞭。黄府山药横眉倒竖，我抽死你个没脑子的！他踢着驴屁股，追着小厮劈头盖脸一顿抽。那钱是好拿的吗？你就不怕一觉起来脑袋都没了？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缺德玩意儿？他骂骂咧咧，气喘吁吁，偏生驴子不听他使唤，
费了老半天劲，10鞭里面倒有9鞭落了空。小厮抱着脑袋窜出老远，我就随口一说：“老爷，你别生气。”“哎呦，你打死我也是要坐牢的。”“哎呦！”他望见后面有马车跟来，叫声越发凄惨。黄甫山要想抽人没抽中，却听到小厮哀叫连连，当下怒从胆边生，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你再叫我扒了你的皮！”说完跳下毛驴，罗起袖子追上去。身后的马车驶得愈发近了，哒哒的马蹄不紧不慢敲打在青石板上，拉车的马儿追在黄甫山药后面，半点没有绕过去的意思。黄甫山药本在追赶小厮，听着身后的声响不对，停下来扭头一看，视线与驾车的青年对个正着。青年浓眉大眼，体格健壮，似乎在哪见过。黄甫山药想了想，面色一变，他想起来自己在哪见过他了。昨晚他听说钱三娘在紫玉楼设宴款待后浦堂的东家，他被人抢了生意，心中恼恨，特意去那附近观望。他去的时候，正好看到这青年陪着一名盛装女子到来。黄甫山药亲耳听见那女子说是来见钱三娘的，可见他就是后浦堂的东家。而眼下黄甫山药再次见到这名青年，目光不由自主便投向他身后的马车。马车里露出一张清丽的女子面庞，女子冲他微微一笑：“黄甫掌柜，好巧。”第107章，替他引荐。黄甫山药见了他，撒丫子就跑。他肥胖的身躯像个球似的弹了出去，2条短腿扑腾的比鸭子还快。顾青挑眉，眼中难得有了一丝真切的笑意。黄甫山药没了命的往前跑，他的驴和他的小厮站在路边，呆呆看傻了眼。刘毅一个飞身纵起，鹞子似的落在大道中间，挡住他的去路。黄甫山药避让不及，一头撞过去。他眼前寒光一闪，一把刀明晃晃的横在前面。黄甫山药抱着头，哎呦一声，滚到一旁。他缩成一团，侧躺在地，抖着声音喊：“别杀我，别杀我！”刘毅翻个白眼，收刀入鞘。起来！他踢踢黄甫山药的屁股：“我家夫人要问你话。”黄甫山药从胳膊肘下露出一只眼，左右瞄了瞄：“看什么看？”刘毅好气又好笑：“你出城的时辰太早，这条道上除了咱们2家，没有别人。”黄甫山药顿时泄了气，他呻吟2声：“我摔伤了，腰疼，起不来。”“起不来是吧？”刘毅抓着他的腰带，把他拎起来：“我有个办法，正好不用你受累。”片刻过后，林中响起杀猪般的惨嚎。刘毅往树干上踹了一脚：“你再叫，我就把树枝砍断。”黄甫山药手脚被捆在一处，仰面朝天，如同一头待宰的猪，挂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树枝随着树干一起晃动，黄甫山药吓得六神无主，眼里蹦出泪花：“我不叫，我不叫，你别晃了，求求你！”呜！一个5大3粗的老爷们儿竟然被吓得哭了起来。黄甫山药抽抽噎噎，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刘毅听着他呜咽了一阵，等到哭声渐息，这才开口：“昨晚你收到那2个家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知道是你派来的？”“为什么？”黄甫山药囫囵问。“因为是他们招的呀。”刘毅扬扬手中的刀：“我跟他们说，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就切指头，切完指头切脚趾，切完脚趾切舌头。没有舌头怎么说话？”黄甫山药吸吸鼻涕。刘毅挽了个刀花，反正都不肯讲实话，切了也不可惜。黄甫山药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连连点头：“我说，我什么都说，你也别想着耍花样。”刘毅道：“你那小厮也在另一边受审，如果你俩说的对不上。”他冷笑一声：“他知道的没我多。”黄甫山药哑着嗓子吼：“你们一定要信我，我绝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刘毅这才满意：“那你等着吧。”说完，他出去将顾青请了进来。刘毅找了个树墩，拍去上面的灰尘，请顾青坐下。顾青仰头看向悬在半空的黄甫山药，夸了句：“这办法不错，可惜绿瑶不在身边，不然也能跟着学一手。”刘毅嘿嘿一笑：“上过战场的人不玩那些虚的，兵贵神速，雍王府的侍卫从来不走迂回的套路。”顾青若有所思：“这倒是，就像凤泽，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信任就是不信任，不想让他知道的事情，半个字也不会告诉他。不过他也一样。”顾青胆胆裙摆，问黄甫山药：“你那1万两银票是谁给的？对方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来自哪里？”他问得很细致。黄甫山药受了刘毅那番威吓，不敢撒谎，如实道：“是一个叫白岸的男人，他手底下带了一个商队，身手都很厉害。我不知道他们是打哪儿来的，看着像是北边的长相，说话带着些关外口音。你观察得倒很仔细。”顾青道：“我也是怕出事儿。”黄甫山药扯动脸颊上的肉，讨好的笑了笑，却忘了顾青压根看不见他的脸。“他们给你钱做什么？”顾青又问。“就替他们买药材。”黄甫山药道：“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买完药材呢？顾青问。运去哪里？你又有什么好处？运去宁州，他们收了货会给我1成的辛苦钱。那些人也不是白给银子，他们要求按市价最低交回多少斤药材，如果给少了，没花掉的银子得如数交回去。你就没想过收了钱不认账？顾青不信像黄甫山药这样的人会诚实守信。我哪敢啊！黄甫山药道，您是不知道，我那边有家药行接了他们的买卖，但是没按时交货，然后您猜怎么着？那家人从后院到店铺的伙计全给灭了，整整18口人啊，可惨了。那你还敢接？我又不会欠货。黄甫山药信誓旦旦，顶多像这回没买着药，只能把钱退回去。他今早赶着上路，不但是害怕顾青报复，也是为了及时赶去宁州，省得被人误会他想卷款潜逃。你没买着货能够交差？顾青问。他不问还好，一问黄甫山药就心口疼，不然还能怎样？他唉声叹气，我又没贪他们的钱，还得自己贴补路费，他们就算杀了我也没用啊。你不打算再去别的地方找找？都找过了。黄甫山药说，您也是开药行的，应当知道最近这几味药材不好找，那些有存货的药行都不肯倒手，要不然我能跑到秦州这地方来碰运气。原本他是碰着了，可惜遇上顾青横插一杠。黄甫山药越想越委屈，您的后浦唐家大业大，这些药材别处没有，您家肯定不少，何必非得跟我抢这笔买卖？顾青笑笑，因为我想做更大的生意。黄甫山药听出他话里有话，小眼一转，没吭声。顾青道，黄甫掌柜若肯替我搭线，我保你这趟不会白跑。怎么个说法？顾青起身，我送你去宁州，你把我引荐给那个叫白岸的人。这黄甫山药犹豫，这不方便，以往都是他主动找咱们，没有咱们自己送上门的。当真没有？顾青笑了笑，你要是没打听，怎么知道那家被灭口的药行接了他们的生意？你要是不主动往上凑，后面的买卖轮得到你？黄甫山药自觉被小瞧了，嘟嚷了句，我比别人跑得勤。一句话，去不去？顾青摆明了不想与他废话。黄甫山药在心里掂量了几遍，先说好，你不能抢我的生意。后浦堂门店甚广，对方见了顾青，说不准就不用他了。顾青点头，一言为定。第108章意外之喜。一只苍鹰越过山峦，在夕阳的余晖中投入深林。深林之中立着几座帐篷，帐篷中间的空地上生着一堆火，火旁架着山鸡、鱼和野兔。花南天递了2包香料给烤肉的侍卫，这个撒在鸡肉和兔肉上，这个撒在鱼上。没一会儿，香味四溢，金黄的油脂顺着烤肉一路往下滴。苍鹰在上空盘旋了一阵，拍打着翅膀落到篝火附近的大石头上，张嘴发出啊呀的清脆叫唤。路过的侍卫看到他，两眼一亮，殿下，是王府的信鹰。凤泽正与几名下属在帐篷里面议事，听到这声叫唤，几人都走了出来。信鹰日行数千里，北军向来有使用信鹰传讯的习惯，凤泽在京城也豢养了2只，只是从来没有用过。如今他人不在京城，雍王府有权使用信鹰的只有师阳。师阳行事向来稳重，如非必要，他不会随意动用信鹰。凤泽叫人拿了肉干过来，丢给信鹰1块。信鹰一口叼住，3两下吞了，朝他踱进几步，抬起一只脚踝。凤泽从他脚踝上取下一枚细环，细环打开后，环圈内部中空，凤泽从里面抽出一卷细长纸条。他看完纸上的内容，沉默须臾。花南天。他把人叫过来，将纸条递给他。花南天与旁人一样不明所以，直到他看见信中那几个字，千丝百味留。他迅速将全信看完，长舒一口气，把纸条还给凤泽。殿下，他一向阴郁的眼中露出显而易见的喜色，我回去就给你配药。他原已做好失败的打算，却没想到顾青竟然能在秦州找到千丝百味留。有了这味药，等到下月3夜诸果成熟，他就能按照古方配药，为凤泽解蛊。凤泽嗯了声，也许是被蛊毒折磨了4年，他的反应并不像花南天那样激动，而是多了一丝审慎。私下里他曾问过花南天，用这个方子根除蛊毒的把握有多少？花南天的回答是7成。花南天习的是医术中的诡道，他对凤泽说过，用毒杀人是最容易的，但要解毒却是最难。就像凤泽体内的蛊虫，他不知道那是哪一种蛊，所以无法对症下药，只能以毒攻毒，将蛊虫强行压制。我推演过这个方子的药理，它的确能够消灭大部分蛊虫。花南天说，至于你体内的这一种，就算杀不死他，也能让他元气大伤。到那时，他自有别的法子克制蛊虫，凤泽也就不用再承受剧毒噬身之苦。凤泽摸了摸信鹰的脑袋，又给他喂了一块肉干。信鹰蹭蹭他的手指，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鸣，原地蹦跶着转了2圈。花南天看得好奇，他想干嘛？凤泽抬手，信鹰腾身而起，飞到半空。凤泽发话，
我陪他去打猎，你们先吃。一湾溪流越过山谷，潺潺流向远方。夕阳在水面洒下一片淡金，信鹰冲下高空，掠过水面，激起一片雪白浪花。他爪中抓住一条肥鱼，飞到半空松爪，将鱼摔死在岸上。信鹰这才悠然落回岸边，低头啄食自己的战利品。凤泽坐在水边，背靠一棵大树，展开已经看过的纸条，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没有细说顾青在秦州做了些什么，是怎么拿到千丝百味柳的，只简单提了一句千丝百味柳为王妃所获，已派人送至京城。凤泽将纸上的文字重新看了一遍，面色并不怎么愉悦，如同他此刻的心情。顾青离京时，他没有送他，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本来就从没送过他，想必他也不稀罕他送。他说他要离开雍王府的时候显得那么急切，他以为他掩饰得很好，那只是因为他没有戳穿，他不想为难他，但他也不想原谅他。他说他们是同生共死的交情，可有了这份交情，他仍然不肯对他说实话。那日他问他嫁入雍王府是想找什么东西，他的回答一字真话也无。他躲开他的视线，开着空洞无力的玩笑，那些话听在凤泽耳中，只觉讽刺至极。他并不知道，如果他肯说出他想要什么，他可以给他。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顾青嫁过来到底是为什么？他不是皇帝派来的暗桩，也不在乎雍王府的荣华，他总不能真的是图他这个人。事实证明，他并不稀罕他，但他又总是小心翼翼地精打细算地朝他靠近。他试图扮演一个深情、温柔、体贴的妻子，他的表现若放在寻常人家的后宅，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但他遇上的偏偏是凤泽，一个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人，他的本能往往比他的头脑更敏锐。他知道顾青不曾为他动心，他也并不在乎，所以他能坦然面对他的温软笑语，接受他似真似假的好意，看他破绽百出的做戏。只是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看不下去。他曾短暂地接触过真实的他，冷静而柔软，娇弱却强悍。他喜欢这样的顾青，或者说不只是喜欢，生平头一回，他知道何为动心，哪怕这份动心来的不是时候。他甚至庆幸他不曾喜欢他，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他会面临许多危险，他甚至可能会死。但这些庆幸在面对顾青的冷淡时，统统化作了不甘。顾青向他辞行那日，他体内的蛊毒并未发作，但他心中翻腾的欲望比那晚更加强烈。他的本能在身体里疯狂地叫嚣，让他不要放走他，仿佛只要他一离开他的视线，就会从此消失不见。他应该遵从他的本能，但他还是舍不得。他舍不得让顾青伤心，他不曾见过他伤心的样子，便希望这一辈子都不要看见。他那日并没有告诉顾青他也要离开京城，等顾青这次回去见不到他，不知会不会吃惊。以他的聪明，大概能猜到些什么，也会配合的演戏。凤泽自嘲的笑笑，目光落在手中的纸条上。他看着那行已然谙熟于心的文字，忽然眉心一皱，手指从那几个字上一一划过。为王妃所获，已派人送至京城。派人？凤泽眼底慢慢浮起一抹暗色。第109章，顾青的决定。顾东家，我这就去找白岸。宁州的客栈里，黄甫山要硬着头皮道：“您的意思，我会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但他到底要不要见您，我可不敢打包票。”顾青点头：“你只管去，如果他对我的提议不感兴趣，你就告诉他，我这次带了2000斤药材过来，问他想不想要。”2000斤？黄甫山要一哆嗦，小眼瞪得溜圆，不敢置信地瞧着顾青。他们这趟来宁州，顾青只乘了一辆马车，带了2名护卫，哪里看得出是带了2000斤药材的样子。顾青悠然道：“离开秦州之前，我已让手下的管事同钱三娘交接，他那里有1600斤的现货可以运出，我再从后浦堂沿途分店中调拨一些存货，凑齐2000斤，绰绰有余。算算时辰，运货的商队最多后日就要到了。”黄甫山要眨巴眼睛，恭维道：“顾东家好魄力。”顾青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药材大老远的搬来，也不怕白岸他们不答应。不过到底是2000斤药材呢？黄甫山要在心里算了算这批药材的价值，如果他是白岸，恐怕不会不心动。顾东家，他讨好地道：“您要是吃上了肉，可别忘了给我分一碗汤啊。”顾青笑了下，示意刘婉拿出一张银票：“这是你作为介绍人的辛苦费，如果是成，我再加1倍。”黄甫山要看着银票上300两的大字，心中暗喜。他这趟眼见是拿不到白岸的赏钱了，能够从顾青手上赚到600两，简直是笔飞来横财。他恭恭敬敬接过那张银票，矜持地将它小心叠好，放入怀中。“您放心，就算白岸不给我面子，看在您那2000斤药材的份上，他也不会不见您。”黄甫山要信心满满地对顾青躬了躬身：“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他乐颠颠地退出房门，与大步而来的刘毅擦身而过。刘毅进屋掩上门，走到顾青身前，低声道：“夫人，我在街上看到了咱们的人。”他语气古怪，
神秘之中透着压抑不住的雀跃。顾青心中一跳，是谁？17。刘毅道：不知夫人是否见过他？顾青默默松了口气，见过。早在他与凤泽成婚之前，林秀家授人要挟诱他去天明池会面那晚，凤泽带去的侍卫中就2个人以数字为名，假扮他的人唤作小六，另一个更年轻的则叫17。因着这2人的称呼与众不同，顾青一直记得他俩。小六与17时常出入雍王府，他俩虽不是王府的侍卫，但刘毅他们都知道这2人直接听命于凤泽，会暗中执行一些侍卫们不便露面的任务。他见顾青时的17更是欢喜，我与他在街上遥遥对望了一眼，估计他也认出了我来。顾青见刘毅一副他乡遇故知的喜悦，笑道：那你为何不叫他一同过来？刘毅摇头：夫人有所不知，17与普通侍卫不同，他既然来到宁州，一定是有要事待办，只要他不主动找我，我就不能去打扰他。这是雍王府的铁令，对于小六和17这样身份的人，雍王府的侍卫们在外面遇见都会当作不识。顾青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街道沉吟片刻。你们说17出现在宁州，是否也是为了白案那伙人？他还记得刘毅说过，北边截获了一批偷运商药的商贩，而凤泽已确认这件事与北狄有关。倘若北狄当真有所异动，凤泽一定会派人到北边探个究竟。宁州地处北地边沿，白案他们又恰好在这附近，你有办法联系上他吗？顾青问。刘毅露出几分为难的神色，我可以在客栈外面留下雍王府的记号，但不知他能不能看懂，愿不愿意过来。17与他们这些侍卫走的是不同的路数，双方从未私下联系过。那就先试试看。顾青发话，他来宁州原是为了自家生意着想，倘若17与他的目的一致，他倒是可以送他一份功劳。他看看刘毅与刘婉，还有他俩，也不能让人白白陪他跑这一趟。顾青垂眸，无意识地摸了摸袖子，薄薄的衣袖中空无一物。他这才记起那个小纸块已经被他烧掉，那是一个不该存在的秘密。他每看一眼上面写的字，心里就会烦乱几分。他不该嫁给凤泽，这是他这些天来唯一想明白的道理。如果没有这桩婚事，他就不会生出那么多苦恼，更不会患得患失，茫然无措。他大概是真的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他选择亲手将它结束。在送出千丝百味柳的那一刻，顾青有了尘埃落定的感觉。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在纸上写下了凤泽的名字，也不是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他只是想睡一个好觉。没人比他更清楚夜不能寐的滋味。在许多个生病的夜里，他数过蜡烛滴下的蜡滴，数过窗外的虫鸣，数过树梢的风。他想要踏踏实实的睡着，既不用做梦，也不用梦到熟悉的人。某个夜里的怦然心动只是一种错觉，是由歉疚、彷徨、无奈、憧憬堆积而成的幻想。他承认凤泽是一个很好的人，无论是初见之时还是现在。他记得他的冷语，他的血笑，他的护佑，他的克制。他与他曾经同生共死，所以会产生心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要忘记也不是那么困难。到达宁州的当晚，顾青房中的灯火亮了很久。次日一早，刘婉来伺候他洗漱，见他格外神采奕奕。这封信是给殿下的，你替我寄出去。顾青拿出一封密封好的信函，交给刘婉。刘婉接过信放入怀中。昨天皇甫山药直到半夜才回来，夫人准备什么时候见他？顾青在心底盘算了一下，等我吃过早饭就把他叫来。对了，17有回音吗？还没有。刘婉道。顾青有些遗憾，看来这个免费的帮手他是用不上了。第110章搭上线。顾东家，信不辱命，信不辱命啊！皇甫山药见了顾青，笑得见牙不见眼。您要是方便，我今日就可以带您去跟那边见面。顾青喝了口茶，白案答应合作了。我听他的意思，8、9不离10。皇甫山药搓搓手，不过不瞒您说，他们这伙人神神秘秘的，白案不肯来客栈，只说天黑以后他会派人来接咱们。这么晚？顾青不悦。皇甫山药一拍腿，可不是嘛，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那个白案坚持要按他的来，我昨晚也是到了半夜才被他们的人带过去。顾青皱眉，他们以前也这样？这倒没有。皇甫山药说，但人家毕竟是出钱的主顾，咱们也只好顺着。顾东家，您是女子，要是觉得不方便，咱们这笔生意干脆就别做了。顾青睨他一眼，似笑非笑。皇甫掌柜，我要是不做这笔生意，你剩下那300两也拿不着了。皇甫山药怔了怔，咳嗽一声，我也不是那么贪财的人。当然，顾东家您够豪爽，想来也不会让咱们吃亏。顾青扬起唇角，好坏都凭你一张嘴，我要是压着银子不给，似乎也对不住你。皇甫山药陪笑，小声问，那咱们今晚去？顾青道，但是你先把地点告诉我，不然我不放心。皇甫山药迟疑片刻，顾青抬眼，说不得。也不是。皇甫山药赶紧解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住在哪，昨晚我过去的时候被蒙了眼睛。那还用得着你带路？
刘婉接话，转向顾青道：“夫人，他就是想骗那300两银子。”黄甫山药急道：“有我在，你们也有个说客不是？万一你们谈不拢，我还能从中撮合撮合。”顾青笑起来：“你是怕他们找我做了生意，就没你的份儿了吧？”黄甫山药摆手：“怎么会？顾东家您答应过我，不会抢我的买卖。我相信顾东家，那你就在客栈好好待着，哪里也别去。”顾青说：“等我回来以后，就付你剩下那300两银子。”黄甫山药顿时苦了脸。刘婉冷脸看他：“我家夫人不是与你商量。”他周身气势不逊刘毅，黄甫山药背他一下，再不敢多话。好，我听顾东家的，我就在客栈等你们。黄甫山药走后，刘婉问顾青：“夫人，你今晚真的要去吗？”“顾青道：“我好不容易搭上线，如果今晚不去，对方一定会觉得有问题。但是黄甫山药这个人奸猾市侩，他的话是否可信？正因为他贪财怕死，他才不会骗咱们。”顾青这一路上试探过无数回，断定黄甫山药不敢说谎。今晚我带刘毅过去，你想办法跟在后面。刘婉不甚赞同，刘毅随机应变不如我，还是我陪夫人过去。顾青摇头：“你是女子，留下来不会太引人注目，而且正因为你心细，我才需要你在后面接应。”刘婉思忖一番：“我听夫人的，不过请夫人把这个带在身上。”他拿出一枚洁白如鸽卵的物事，递给顾青：“这是师统领交给我的香丸。”刘婉道：“捏破就能使用。夫人带着它，无论去到哪里，我都有办法找到夫人。”顾青捏着香丸，仔细打量，这个寻人的法子倒是极好。这是殿下命人研制的方子，夫人离京的时候，府里只来得及赶出一枚。刘婉有些遗憾道：“一枚只够用3日。”顾青听了，点点头，没说什么，把药丸放入腰间的荷包。到了晚上，一辆马车停在客栈后门，一个相貌平平的黑衣汉子跳下来拦住刘毅：“只能去一个人。”刘毅瞪眼：“我是夫人的护卫，我不去，谁来保证他的安全？”黑衣汉子无动于衷，这是规矩。他不理刘毅，径自对顾青道：“你若是害怕，不去也行。”顾青笑了笑：“这个规矩我可从没听人提过。”黑衣汉子露出一丝轻蔑：“之前每个人都是如此，那是因为他们做不了这么大的买卖。”顾青同样傲然以对：“我的身家岂是那些人可比的？”黑衣汉子拧眉：“我说了，没有例外。你是白案吗？”顾青道：“我听说他是你们的头领，如果你能代表他，我就听你的。”黑衣汉子咬了咬牙。坐在车辕上的车夫四下望了眼，回头轻斥：“还在磨蹭什么？动作快些！”顾青挑眉看向眼前的人：“你怎么说？”黑衣汉子握了握拳，朝刘毅瞪了眼：“他不能带兵器。”这话已然是妥协。顾青向刘毅点头。刘毅冲黑衣汉子哼了声，解下腰间的佩刀，又从袖中抖落一把匕首，张开双臂：“要不要检查？”黑衣汉子板着脸上前把刘毅全身搜了一遍：“走吧。”他让顾青两人上了车，扔出2根黑色布条，自己绑上，别耍花样。顾青拿起布条蒙住自己眼睛，规规矩矩在脑后打了个结。刘毅跟着照做。黑衣汉子见他俩不再出幺蛾子，总算少了几分怨气。“别怪我没告诉你。”他沉声威胁：“就算你带着护卫，他也进不了咱们的院子。带着总比不带好。”顾青不动声色。黑衣汉子狞笑2声：“你胆子这么小，还敢找我们做生意？”顾青扯扯嘴角：“只要有钱赚，我的胆子也不会太小。”说的也是。黑衣汉子肆无忌惮地打量他：“你知不知道我们头领为什么肯见你？”顾青想了想：“因为省事。据他探听得来的消息，那些与白案合作的商人大多来自黄甫山药这样的小药行，他们分散在各地，无论是要联络还是运送药材，都有诸多不便。只有像厚朴堂这样的大药行，才自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方式。”见他如此自信，黑衣汉子不以为然：“算是吧，不过你这笔买卖未必能谈成。”“为何？”顾青问。“我们的货已经收齐，明天就运走。”黑衣汉子像是存心要叫他失望，嗤笑道：“你那2000斤要是赶不上，咱们就和你没什么好谈的。”第111章身份暴露。顾青微微偏头：“你们今年不打算再收了吗？”黑衣汉子没有应声。顾青等了一阵，见他没有回答自己的意思，便知趣的不再追问。他安静地坐在马车一角，听着窗外时隐时现的人声。宁州地处偏僻，不比秦州繁华。入夜之后，街上行人寥寥。马车行了一阵，慢慢停下来。顾青还未动弹，就听黑衣汉子轻喝：“别动，别出声。”这时，外面的车夫对人说了几句话，没多久，马车又缓缓前行起来。顾青抿抿唇，他确信自己没有听错，车夫方才是在与城门守卫交谈，守卫竟然没有验看马车，就这样随意放了行。他不清楚宁州的守城官兵与白案一伙人是否有所勾结，但依白案的形势来看，他把落脚点设在城外，显然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顾青借着衣袖的掩饰，悄悄捏住荷包里的香丸，
稍一用力，香丸外面的薄鞘无声裂开。马车行上一段颠簸的道路，顾青松开手指，靠着车厢坐稳。还有多久？刘毅突然发问。黑衣汉子本不想搭理，又听刘毅追着问道：“谈个生意而已，你是要把我们从城南带到城北吗？”顾青在旁低下头，忍住唇角笑意。刘毅的耳力远胜于他，不会听不出他们已经出了城，这样发问恐怕是为了探听对方的虚实。黑衣汉子被他问得火起，瓮声瓮气道：“还有半里地。”他刚说完，就有一阵风刮了进来，或者说不是风。刘毅率先察觉不对，一把抓下蒙眼的布条：“什么人？”与此同时，顾青只觉颈边一凉，似有一把利器抵住他的脖子。车厢里顿时静了一瞬。头领，放开他！黑衣汉子与刘毅先后出声。顾青没有动，他听到一声阴冷的轻笑在耳边响起：“你就是雍王妃。”这话一出，黑衣汉子尚不明所以，刘毅却是脸色一变。顾青感受着冰凉的利器在自己的皮肤上轻轻滑动，淡淡应了句：“已经不是了。”那把利器在他颈畔微微一顿。顾青开口：“倘若我不是雍王妃，我们是不是就能坐下来好好谈这笔生意？”白安，他叫出对方的名姓。那人静了半晌，扯下他眼前的黑布：“我给你3句话的机会。”白安道：“如果你能让我满意，我就不杀你。”他是一个脸颊微凹的中年男人，一只眼睛戴着眼罩，眼罩周围露出树根般的狰狞疤痕。他手里的短刀架在顾青脖子上，只要轻轻一划就能割断他的喉咙。顾青垂眸看了眼刀刃，重新望向他：“你跟雍王有仇？”白岸森森一笑，独眼里满是冷厉：“生死之仇。”那就好。顾青目光坦然：“我与你一样。”白岸眯了眯眼：“哪里一样？”“生死之仇。”顾青道：“不同的是，你还活着，而我不用你动手就快死了。”白岸握着短刀的手往下压了压：“什么意思？”短刀划破了顾青的皮肤，顾青脖子上出现一道血痕。他恍若未觉：“我来宁州，除了卖药材给你，更是想找你们合作。”白岸眼神古怪：“我不接药材以外的生意。”“我说的是你们。”顾青着意强调那2个字：“如果你不能做主，就找能做主的人来。”白岸被他口气中的狂妄激得放声大笑：“你是什么身份？有什么资格让我这么做？”他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顾青。顾青泰然回视，在他的笑声中蓦然开口：“就凭你们北狄想要大狱？”白岸的笑声戛然而止。他这一次不再用轻蔑的目光看顾青，而是僵着脸，面色阴冷：“你说什么？”顾青面无表情，神情比他更冷：“我以前任雍王妃的身份与北狄合作，你敢不敢做主？”白岸没有说话，他盯着自己手里的刀，看样子很想用它割断顾青的喉咙。“你疯了？”顾青笑了下，他的笑容里含着一丝讽刺与嘲讽：“你不是女人，不懂女人的报复心有多重。”白岸斟酌一阵：“雍王负了你，他抢了我救命的药材。”顾青道：“没有那味药，我活不过半年。”白岸不信：“你们大狱的英雄会欺负一个女人？”“英雄？”顾青冷笑：“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你知道他这4年是什么样子？”白岸摸摸自己的眼罩，说：“来听听。”顾青看着他的动作，语声越发冷清：“他被皇帝收了兵权，身中剧毒，性格乖僻，早已不是大狱的常胜将军。”白岸面色阴沉，甚至有些难看：“我不信他会变成这副模样。你找人去京城一问便知。”顾青道：“你既然知道我做过雍王妃，就该听说过我这身份是怎么来的。”白岸拧眉，口气不屑：“都说你对雍王一见钟情，非他不嫁。”顾青抽抽嘴角：“的确如此，但我已经后悔了。”白岸眼中充斥着怀疑与猜忌：“我并未听说你与雍王已经和离，你如何证明你所讲的都是真的？”顾青伸出右手：“你若能找到高明的大夫，让他给我把脉，就知道我活不了多久。”白岸盯了他半晌，慢慢收回手中的刀：“你怎么知道我是北狄人？这就是我要找你们合作的原因。”顾青道：“我来自京城，又在雍王身边待过一段日子，对于朝中的事情，只要我想打听，就没有打听不到的。你想做内应？”白岸问：“就为了报复雍王？反正我已经活不长了，我现在只想看他后悔。”顾青露出几分向往，他一心想当大狱的英雄，那我就断了他的念想。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白岸连连冷笑，独眼中既有快慰，又有不甘：“雍王怎么会惹上你这样的女人？大概是他运气不好。”顾青冷漠的回应。白岸轻蔑的看他，瞳色中带着阴狠：“我不会放你走。你若真心要与我们合作，就跟我去北狄。”第112章凭空消失。好巧，顾青不以为然轻笑一声：“我既然来了，也没打算要走。”白岸朝他身旁的刘毅望了眼，露出杀意：“他不能留。”“不行！”顾青果断拒绝：“他是我的护卫，我信不过你们的人。”白岸冷笑：“你一个将死之人，
还担心我会对你不利。顾青抬起下巴，就算要死，在死之前我也想过得舒心一些。白岸哼了声，你以为凭他一个人就能护得住你？总比孤身独行的好。顾青冷然，你说要带我去北狄，可想好如何出关？我记得前不久才有你们的商人被巡逻的北军扣下，若到时你为了逃命把我一个人抛下，我找谁去说理？他字字句句直击重心，白岸不知被他哪一句话戳中痛脚，厉声否认，北军还没那个本事让我逃命。那我留一个护卫在身边，你又有什么好怕的？顾青慢声道，该不会你其实做不了主？说什么带我去北狄，不过只是搪塞之词。白岸被他气笑，你少激我。顾青语调微微上扬，你我今日第一次见面，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但是真要论起来，我比你有诚意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那2000斤药材就在路上，明日就能到达宁州。顾青看看一旁的黑衣汉子，我本想拿他作为见面礼，但听你的人说你们的货已经收齐，想必不会再稀罕我那批药材。白岸一只独眼微光闪烁，你的药材什么时辰到？快则午时，慢则傍晚。白岸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如何取货？押货的是我店里的管事，他认识我身边的人和我的印信。顾青道。白岸皱眉，你想让他去取货？他指着刘毅，正想说不行，就听顾青说自然不是。顾青缓缓道，我出来前已将印信留给我的侍女，她会替我接货。白岸没料到他早有安排，微顿了下，那我们如何拿货？凭我的手书。顾青道，只要侍女知道我平安无恙，就会让你们把药材拿走。白岸狞笑，你不怕我拿了药材就反悔？那要看你想要什么。顾青镇定道，我这些年在后浦堂积累的身家，不说富可敌国，也能让人一辈子享乐无忧。我虽舍不得将它白白交给旁人，但用来买些交情也不是不行。白岸迅速瞟了眼身旁的黑衣汉子，见对方听得入神，不耐烦地皱了下眉。你果然是生意人。白岸对顾青道，连交情也敢买？有人愿卖，我为什么不敢买？顾青笑了声，我怕自己有钱没命花，也想尝尝一掷千金的滋味。白岸看他一眼，扭头下车。四人下了马车，眼前一片荒烟古道，半人高的茅草在风中摇曳，一眼望去漫无边际。白岸与黑衣汉子将顾青与刘毅压在中间走，他们的身影没入草间，很快消失在黑暗中。送人的马车在道旁停了一阵，方才缓缓驶离。刘婉从高高的树顶跃下来，他急跑几步跟上古道，却见四周荒野寂寂，除了呼啸而过的风声，再无其他声响。他吞下一粒药丸，等到药力发作，鼻端很快闻到一股异香，那是顾青身上的香丸散发的气味，只有服过特殊药物的人才能闻到。刘婉沿着异香一路寻找，走出荒草地，却来到一处断崖。断崖深不见底，四处别无他路。鸡鸣时分，刘婉回到客栈，他没有找到顾青，但他记得顾青临行前的吩咐，如果我不能回来，你明日就带着我的印信去城门口接应陈管事。白岸他们只要想拿那批药材，就会带着我写的书信来找你。刘婉在断崖上寻找一番未果，见天色将明，怕打草惊蛇，只能按顾青的交代回城再说。他踏上客栈的长廊，顾青的房间就在他隔壁。他在顾青房外停下脚步，不死心地推开房门，想要再确认一眼。他刚把门推开一线，忽然心生警觉，蓦地回首，17站在他身后，而17的身旁还有一人。刘婉看清他的面孔，心中一震，当即单膝跪地，抱拳行礼，殿下。凤泽立在清浅的晨光中，他朝刘婉身后的房门望了眼，开口，他为何不在？这话一出，刘婉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他垂手不语。凤泽绕过他，推门进屋。屋里是客栈寻常的摆设，只在桌上多出一些笔墨，床头放了几本书册，一旁的黄杨木架上搭着几件换下来的衣裙。凤泽负手立在房中，17向刘婉投去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刘婉咬咬牙，起身跟了进去。王妃找到了囤购药材的幕后主使，昨晚以合作的名义去见了他们的头领。他将秦州到宁州这一路的经历向凤泽简述了一遍。凤泽听罢，面上没什么神情，目光却更沉冷几分。为何不传信回京城？刘婉没敢辩解，默不作声跪下。凤泽语气冰寒，让你们跟着他，不是让你们纵着他。他特意让施阳派这对姐弟出来，本想着他们是秦州人，在当地行事更为方便，没想到竟由顾青一意孤行，顺着他来了宁州。刘婉深深低下头，属下之罪，甘愿领罚。他们一路上听命于顾青，亲眼见识过他的手段与本事，不知不觉为其折服，处处为他马首是瞻。如今想来，他也有些不可思议，但与其说是后悔听从顾青的调遣，不如说是恼恨自己记忆不精，导致跟丢了顾青的行踪。凤泽看向站在他身后的17会意，立刻道：我在宁州一直盯着那伙人，可以确定他们的据点就在城外20里地的山里，只是那里地形复杂，
一直没能找到入口。顾青说他会让人带着信来找你。凤泽问刘婉。是。刘婉道，王妃将他的印信给了我，只有我能拿到那批药材。他从怀中取出顾青留给他的私印，又顺手拿出一封信，这是王妃让我寄给殿下的信件，昨日事务繁忙，还未有空寄出，如今正主来了，这封信也就不用寄了。凤泽拿起信函，皱了皱眉。顾青从未与他通过书信，这薄薄的信纸捏在手里，竟令他油然生出一股抵触与不悦。第113章取得信任。一栋深宅大院坐落于峭壁之下，四周巨树参天，晨光从山谷上方投下，却照不透山中的雾气，谷中阴冷异常，鬼气森森。粗壮的藤蔓如蛇一般盘踞在院墙与廊柱之上，院中枯枝败叶铺了一地，四处可见腐朽的痕迹。顾青待在一间屋子里，这里的摆设十分简陋，只得一床一桌，呼吸间满是呛鼻潮湿的气味。白岸领了一个人进来，他穿着粗布衣裳，肩头打着补丁，身上带着一股极浓的草药味，似乎是名大夫。顾青不用他提醒，主动坐到桌前，伸出手臂。那名大夫搭上他的脉搏，闭目半晌。如何？白岸见他久久不出声，催促着问。大夫迟疑片刻，摸着顾青的腕脉，又仔细感受了一阵，确实是匪夷所思的病症。他啧啧称奇，初看上去与常人无异，细探之下却隐显腑肺之状，有出无入，漂浮无依，实为难得一见的十绝脉之一。白岸对他所说的十绝脉毫无兴趣，径直问，就是说他活不了多久？大夫点点头，他让顾青抬起脸来，仔细端详他的气色，再次感叹，要不是给夫人把过脉，单看夫人这面相，实在不像早夭之人。不知夫人平日用的什么药？是哪位大夫所制？可否？够了。白岸打断他，没你的事了，出去。大夫依依不舍起身。白岸面色不愉，若非顾青坚持要他找最好的大夫过来，他也不会叫来此人。他在大夫背后粗鲁地推了一把，快走。大夫一跤绊在门槛上，险些摔了个狗爬。他狼狈地扶住门扇，在白岸发火之前匆匆道了句，夫人若还需看诊，可叫我来。说完，他飞快地跑远了。顾青望向门口，淡然道，你们北狄人也挺有趣。他不是北狄人。白岸不屑。顾青转眸，看来你也不是那么死板，在这么隐秘的地方也肯用大狱的人。白岸从密道带他们来到崖下的时候，他着实没想到这样的深谷里竟然会有一栋宅子，而且从密道和宅子的状况来看，他们的存在已有许多年头。白岸口气生硬，大狱的人又如何？只要给够好处，他们就肯为我办事，就跟你一样。顾青一笑，难道不是你想从我这儿得到好处吗？白岸怒目而视，大约是因为少了一只眼睛的缘故，他的性情喜怒无常。该你写信了。他丢下一套笔墨纸砚。顾青看了看那粗劣的纸笔，露出嫌弃的神色。你们这么有钱，就不能买些上等的笔墨吗？少啰嗦。白岸道，我们北狄不像你们大狱，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听说你们皇帝光办一个寿宴，就要征调一城的百姓，还被自己的儿子摆了一道。怎么说？顾青慢慢磨着墨，一副虚心聆听的模样。你难道不知贺县铁矿一案？白岸讥讽道，我要是隋文远，一定不会束手就擒，不如就此干到皇帝，扶持凤元太上位。你远在北边，消息倒是灵通。顾青不咸不淡夸他一句。白岸嗤之以鼻，贺县的铁器都在我这儿。顾青笔尖一顿，那你此次算是立了大功。药材与铁器都是军中要紧之物，白岸如能将两者全部运回北狄，那便是除战功之外最为显赫的功绩。白岸即使冷着脸，眼中也不免泛起一丝得意。顾青很快写完信，把它交给白岸。白岸仔细看过，确认顾青没有在信中耍花样，这才满意的收起。等拿到药材，我们就出发回北狄。顾青冷静道，我等你的好消息。这一日过得极慢又极快，转眼就到了傍晚。白岸的手下突然将刘毅带了过来。自从昨晚他们来到谷中，白岸就将顾青与刘毅两人分开。顾青虽然担心刘毅的安危，但他知道白岸既然将他俩带入谷中，就暂时不会取他俩的性命。如今见到刘毅，顾青第一反应便是看向白岸的手下，药材已经拿到了。白岸的手下被他问得猝不及防，自然而然点了点头。顾青笑起来，多谢。他这下有90%把握，白岸不会动他。昨晚为了打消白岸的杀意，他孤注一掷地编出一个与凤泽爱恨交织的情仇故事，又以后浦堂的重力暗示引诱，才让白岸半信半疑留下了他。所幸的是，白岸此人多疑而又自大，谨慎而又贪心，才给了他可乘之机。刘毅见到顾青，心情也是十分复杂。虽然他知道顾青此来是假装与白岸合作，但他在马车里的反应实在太过冷静，一番复仇的言论更是像模像样。若非他深信顾青的人品，恐怕也要怀疑他其实早有出卖大狱的打算。白岸的手下走后，刘毅向顾青行了一礼，夫人。
眼下房中只有他二人，但谁也不知外面是否有人盯梢。一时之间，刘毅纵有满腹疑问，也不便开口。反是顾青从容一笑：“我已把药材送给白岸，想来他今晚就会出发，会带我们一起走吗？”刘毅问：“会。”顾青道：“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路上可能要辛苦你了。保护夫人是我职责所在。”刘毅斩钉截铁：“昨晚是我失职，白岸的身手在他之上，他没有把握从白岸刀下救走顾青，才让他们落入眼下的境地。你也要保护好自己。”顾青笑笑：“不然我没法向刘婉交代。今日他写信让刘婉交付药材，一是为了报平安，二是给刘婉机会让他找到白岸的据点。如果他能救他们脱困最好，如果不能也没关系。宁州距离边境还有一段路程，只要出了这个深谷，他们路上还有机会。”顾青打定主意，心绪稍宁，他嘱咐刘毅：“你去外面看看，如果遇到白岸的手下，就问他们何时启程。”刘毅应声，正要退出房间，忽然大步跨到窗前：“谁？”第114章，怎么是你？他一伸手将窗外之人提了起来：“是我，是我。”那人被揪住领口，在半空手脚乱舞，滋哇乱叫。顾青认出他是早上见过的大夫，示意刘毅将人放下。那人双脚刚一沾地，就撑着窗台从外面艰难地钻了进来。他站到顾青面前，歪头打量：“你当真命不长久？”顾青瞄了眼身旁的刘毅：“你去门口盯着，我有话要跟他说。”刘毅迟疑了一下，见这人不懂功夫，又是一副风吹就倒的模样，一眼走到门外。顾青这才问那人：“你早上不是已经把锅卖了吗？”“我学艺不精。”那人道：“你的脉象十分古怪，我想再把把看。”顾青袖手：“能把出这个脉象的人不多，你要看也不是不行，但你看了又能怎样？”那人抓抓耳朵：“世上有10种绝脉，我已见过5种，你是第6种，日后不知还能不能遇见，我想多摸摸看，记住他的脉象。”顾青好奇：“以你的经验，大可去医馆做一名正经大夫，为什么要留在这儿？”那人摆摆手：“我欠了他们银子，要以身抵债。”“欠了多少？”顾青问。“600两。”那人道：“连本带息？”顾青又问。那人想了想：“不知道，反正现在还差600两，不过没关系，我再有1年就能还完了。”“你拿什么还？”那人拍拍胸膛：“我能治伤。”顾青看向他那双异常干净的手，手指细长，皮肤白净，与他身上的粗布衣服形成鲜明对比。“你擅长治什么伤？”顾青慢慢问。“只要是外伤都能治。”那人颇为自豪：“虽然像你这样的病治不了，但刀削斧砍，火燎冰冻，只要脑袋没掉，我都能试试。听上去你很厉害。”“也不是。”那人谦虚道：“除了外伤，我别的都不擅长，就连你的脉象我也是摸了好久才摸出来。”顾青笑了：“阁下如何称呼？”“花百叶。”顾青眸色微动：“百叶草止血疗伤，花大夫的名字起得极好。”说完他却是不由一怔，花大夫这声称谓有些耳熟，他忽然想起雍王府里那位被称作小花大夫的年轻人。他从那年轻人口中得知了3叶诸果的下落，事后他打听过，年轻人名叫花南天，雍王府里的人都尊称他一声小花大夫。顾青猜测花南天就是花谷之人，而眼前之人也姓花，花这姓氏并不常见，世上当真有这妖巧的事，让他一连碰上2个姓花的大夫。可惜他没空再细想下去，因为花百叶忽然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两眼盯着他身后一眨不眨。顾青回头，他张了张口，却没能出声。花百叶率先叫起来：“咦！”他只发出一声就倒了下去。顾青吓了一跳，他不由自主往旁退了一步：“怎么是你？”千算万算，他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看到凤泽。他不知为何有些慌乱，目光匆匆扫过眼前之人的脸庞，没错，的确是凤泽。守在门口的刘毅听到动静，赶紧冲了进来。他见到屋里多出的一人，惊讶之余喜出望外：“殿下！”凤泽没看顾青，对刘毅道：“去外面守着。”“是。”刘毅毫不犹豫，当即退了出去，并贴心地将房门关上。凤泽走到桌前坐下，他的手指轻轻划过粗糙不平的桌面，半晌没有言语。顾青立在原地，房中太过安静，他脑子里闪过无数措辞，却不知道选哪个开口。他看了眼躺在脚边的花百叶，他是个大夫，他也姓花。他垂着眼睛，专注地盯着花百叶的脸，像是想从他身上找到任何与花南天相似之处。凤泽依旧没有出声。顾青得不到他的回应，忍不住抬头，只一眼就陷入凤泽深沉的视线。凤泽不言不语盯着他，眸色墨黑难测。顾青本能的又想往后退。“你的蛊毒没事吧？”凤泽的神情像那日在古安山上一般，冷静的表象下透着说不出的隐忍与克制。顾青有点担心。凤泽看着他似关切又似防备的模样，自嘲地扯了扯唇角：“什么叫你这样的病他治不了？”他进来时第一句就听到这个，仅这一句就让他把来时所有兴师问罪的念头都压了下去。顾青眨眨眼，
似乎回想了一番，方道：“你说那个呀？他是说我先天体弱，他一个治外伤的大夫治不了。”顾青。凤泽冷冷喊了声他的名字。顾青觉得自己仿佛被他放在牙关之间狠狠碾了下，心中莫名窜起一丝刺痛。殿下如果是来救我，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如何出去？他冷静道：“这里是白岸的地盘，他和他的手下随时可能出现。”凤泽颊旁的肌肉微微紧缩。“你过来。”他缓缓道。顾青没有动。凤泽笑了下，出了趟远门，就与我彻底生分了。他的声音轻而和缓，是顾青从没听过的柔和。倘若他的神色不是那样冷，顾青当真会以为他转了性子。他下意识地摇摇头，提起嘴角：“殿下说笑了，我看到殿下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生分？”这是实话。在见到凤泽的一瞬间，他最先升起的不是惊讶，而是喜悦，只是在理智反应过来之后，又本能地想要离他远些。凤泽明显是不幸的，他的指尖在桌上轻轻摩挲，如同那日划过顾青的咽喉。顾青不安地动了动，却见凤泽的目光落在他的颈侧。他眯了眯眼，起身，高大的身影朝顾青步步逼近。他喉头轻轻一滚，竭力让自己不要后退。凤泽捏着他的脸微微用力，让他偏头露出颈侧的伤口，一道狭长的刀痕嫣红刺目。他的嗓音幽沉：“谁干的？”顾青心中没来由的一软，仿佛有某个地方正在迅速塌陷。“只是小伤。”他试图推开他的手。凤泽捏住他的手腕：“你不信我？”他说：“你宁肯相信师阳给的人，也不肯信我。”他一路带着刘婉与刘毅来到宁州，却从未想过要给他传信。顾青怔了怔：“师阳不也听命于你吗？”他反问：“我信他们有何不妥？”凤泽笑笑：“是没什么不妥。”他轻声开口，指尖在顾青颈畔虚抚了下：“我只是后悔，不该放你出来。”第115章和离。顾青垂在身侧的另一只手动了动，拳握成拳。“让殿下担心是我不对。”他试图用平静的语气回应：“我们还是早些离开这儿为好。”凤泽见他视线闪躲，微微一审：“你也知道我会担心。”顾青眼睫颤了颤，抿唇不语。凤泽的拇指轻轻摩挲了一下他的手腕，从未有过的亲昵动作让顾青半身僵直。他莫名有种错觉，仿佛凤泽下一刻就会折断他的手臂，如同捕食的野兽撕掉猎物的羽翼。他对上凤泽的双眼，却见他并未看他。他的目光落在虚空中的某处，眸子里涌动着深不可测的情绪，满是阴郁与黑暗的气息。“殿下。”顾青想要提醒他，他们此刻正在白岸的地盘上，敌人近在咫尺，不是虚化的时机。凤泽低头看他一眼：“骗子！”他松开他的手：“你想与我和离，为何不当面与我说？”顾青呼吸一滞。凤泽目色微凉：“一封信就想打发我？顾青，你是不是把我们的婚事太视作儿戏了？想成亲的时候，他可以当着群臣的面自称倾心于他；想离开的时候，他写一封和离书，就希望他能答应。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明明在不久之前他还说过他们是夫妻，这才不到1个月，他就变了卦。”凤泽意味深长：“顾青，在娶你之前我告诫过你，雍王府这条船一旦上了，就没那么容易下去。”顾青眨了眨眼，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有些后悔，不该急着把信交给刘婉，昨日那么仓促，想必刘婉没能把信寄出，恰好遇见凤泽来了，他就直接把信交给了他。在顾青的考虑中，远在京城的凤泽收到和离书时或许会不悦，但等他从宁州回到京城，凤泽的心情应该已经平复，这样他俩就能坐下来心平气和谈一谈和离之事。但没想到凤泽竟然不在京城，且还这么快拿到了这封信。面对凤泽的质问，顾青觉得有些尴尬。殿下不是一直对这桩婚事不满意吗？他冷静道：“我提出和离，殿下应当高兴才对。”凤泽不怒反笑：“我们的婚事是皇帝下旨，你以为和离会很容易？”顾青稳了稳心神：“只要殿下同意，我们可以商量一个办法。”“我不同意。”凤泽淡淡道。顾青强笑：“殿下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名为夫妻，却不是真正的夫妻，天长日久必成怨侣。当初嫁给殿下是我一意孤行，如今我知道错了，殿下何不及时止损，以免日后相看两生厌。”他带笑说着这话，喉中却如同梗了一根刺。他是生意人，生意人最懂拿捏别人的短处，名为夫妻，却不是真正的夫妻，他就是有意揭人疮疤。凤泽待他并不苛刻，他甚至救过他的性命，唯有提出这点，才能让对方无法反驳。凤泽果然没有说话。顾青垂下眼，从秦州到宁州这一路上，他想过许多。他甚至想到日后自己缠绵病榻之时，会不会后悔当日将千丝百味柳送给了凤泽。他对凤泽有过短暂的动心，尽管这样的动心并不能掩盖他对求生的渴望。他还记得自己在乍然醒悟之时，油然而生的害羞与欢喜，就像初见天日的雏鸟，内心充满新鲜、好奇与彷徨。这样的感情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
他很珍惜。他不想自己有朝一日因为怨恨变得面目可憎，所以他要体面地退出凤泽的世界。凤泽望着他，慢慢开了口：“我的确无法与你做真正的夫妻。”他语气冰凉，但我若坚决不肯和离，你待如何？顾青横下心，殿下不是委曲求全之人，何必让我小看？以凤泽的傲骨，怎么受得了他身边的人轻视于他？凤泽低声笑了笑，似是浑不在意的开口：“若我就想委曲求全呢？”顾青心中一跳，下意识反问：“殿下不怕我恨你？”顾青，光有恨是唬不住人的。凤泽盯着他的眼睛：“若那人对你毫不在意，你的恨只会用来折磨自己。”顾青不作声了，他静了半晌，方道：“殿下既不在意，又何必非要留下我？”他脸色素白，微微昂起下颔，是凤泽从未见过的冷漠。凤泽看了他许久，突然伸手在他眼角轻蹭了下。顾青偏头躲过，声音更冷：“请殿下自重。”凤泽捻了捻指尖的诗意，忽然就不想听他说话了。他上前一步，顾青不知他想做什么，正要后退，就觉眼前一黑，随即什么也不知道了。凤泽接住他软倒的身子，将人打横抱起，来到床边。他看了眼床上并未动过的破旧被褥，皱了皱眉，心知顾青定是嫌弃此处，一夜都未沾床。明明这么娇气，还敢以身涉险，跑来与人周旋，真不知该夸他还是骂他。凤泽坐在床头，抱着顾青，让他倚在自己怀中。他垂眸看着他安静沉睡的脸，迟迟没有移开。他明白，他刚才是真的生气了，气他轻蔑任性，气他不可理喻。可他就是不想讲理。他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他也有许多私心。正如他接受皇帝的指婚，只是为了减少皇帝的疑虑，转移他的视线，方便自己暗中行事。他原以为只要顾青安分守己，他就能锦衣玉食地养着他，让他做一个富贵闲人。但他没想到，不安分的人是自己。他的手指轻轻按在顾青的眼角，若刚才没有看错，他瞪着他的时候，眼底有润泽的水光一闪而过。他那么要强，以往即便顺着他，也不会在他面前露出柔弱的姿态，哪怕在他最狼狈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亮若星辰。其实他说的对，他们这对夫妻有名无实，强留下他是委屈了他，更何况他身边并不安全。可是凤泽的目光逐渐深沉，他盯着顾青长长的眼睫，在他睫毛根处似乎还染着些许诗意。他想起他刚才说话的神情，他不该为他的不在意而生气，那会让他以为他心里有他。第116章，我心悦你。一声尖锐的哨响划破苍穹，山谷中群鸟惊飞。刘毅推门进来，他见到屋中情形，先是一愣，随即道：“殿下是军中的少监。”凤泽点头，看来已经收拾干净了。刘毅不解：“是我们的人？”自从凤泽出现，这个房间外面就没有旁人经过。虽然猜到凤泽一定有所布置，但没想到动作会这么快。刘毅崇敬之情更甚：“那我们现在就出去。王妃她没事吧？”凤泽抱着顾青起身，路过地上躺着的花柏叶，他脚下一顿，把这家伙一起带走。说完，他率先走出门去。山谷里，一个方圆近100丈的大型祭坛上堆着数不清的药材与铁器，几队青衣软甲的士兵正忙着将他们装上推车。一名青袍小将站在一旁，一边拿着纸笔记录车上的药材，一边口里念念有词：“当归、三七、蒲黄、丹参、大剂，这是什么？”他用笔杆挠了挠后脖梗：“你们等等，我去找人问问。”有人站到他身旁，悠悠接了句：“血劫。”小将转身见了来人，笑着咧出一口白牙：“花南天，你来的正好，快来帮忙。”他将纸笔塞给对方：“我去铁器那边看看。”于洛，花南天叫住他：“我不是来帮忙的，殿下呢？”于洛摆摆手，笑呵呵地跑开：“小叔叔有正事要忙，等你点完这些药材，他就该回来了。”花南天沉默地捏着纸笔，正考虑要不要扔掉，有个推车的士兵走过来：“这位大夫，麻烦你看下这些是什么药？”花南天抬起黑沉沉的眸子，士兵在沙场上见多了形形色色的人，也没在意他的冷淡，又道了句：“我看着像毒活，但于校尉让我们拿不准的，不许乱写，怕出错。”花南天看了眼车上打开的袋子，是枪活。他伸手抓起一把给士兵闻，枪活的气味比毒活更重，手感更硬。士兵感激道：“那就请大夫替我记一下，这袋有150斤。”于洛哼着小曲儿走到堆满铁器的地方，东摸摸西看看，随手抓起一把长矛，在手里掂了掂，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扔过去。长矛擦的一声刺穿树干，透出半截坚韧。于洛舔舔嘴唇，背着双手走上前，围着那棵树转了一圈。还不错，他自言自语，握住长矛的木杆，用力一抖，就将长矛抽了出来。他拎着长矛离开祭坛，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行了约半里地，眼前出现几座帐篷。他走到东侧一座帐篷前，正要掀起帘子，就听里面传来一声：“出去！”于洛顿住脚步，依依不舍放下门帘：“我是来看小婶婶的。”
他大声道出来意。里面没人理他。于洛抱着长矛，侧耳听了听，那我待会儿再来。里面的人依旧没有说话。于洛撇撇嘴，叹了口气，一步三晃地离开。过了一会儿，凤泽拿着一块布巾从帐篷里面出来。他刚一现身，一道寒光突然直刺面门。凤泽微一拧身，手中的布巾如蛇一般缠上面前的锋刃。对面的于洛只觉一股大力从长矛另一端传来，震得他掌心欲裂。他双手握住长矛，用力往前一抡，想用矛尖绞断布巾。凤泽侧身让过，手中的布巾仍然紧紧缠住长矛前端，与他僵持不下。身后的门帘无风自动，顾青从里面探出半个身子。他刚醒，正诧异为何换了一个地方，一出帐篷就见凤泽与人对峙不让，长矛的寒光直逼他眼底，犹如索命的幽魂。顾青来不及细想，冲上去一脚踢出。凤泽与于洛两人都愣了下。凤泽一把捞住顾青的腰身，将他揽了回去。他另一只手抓着布巾一压一送，将于洛手中的长矛绞落。顾青一脚还未踹时，就觉身体凌空，被凤泽带着转了半圈，这才双脚落地，踩稳实处。凤泽双手扶住他的腰，面色沉冷：“你上去做什么？”顾青也觉得自己犯了傻。我大概没睡醒。他冷静道。他醒来的时候的确有些头脑昏沉，也不知凤泽对他做了什么，竟让他在房间里晕了过去。凤泽不想提之前的事，只伸手碰了碰他的额头：“你在发热。”他刚才出来就是想找水弄湿布巾给他散热，却被于洛偷袭。顾青恍然：“我又发热了。”昨晚待的房间又阴又潮，他嫌床上的被褥不干净，就在桌边坐了一晚，想来是受了风寒。凤泽把他带回帐篷，帐篷里铺着厚实的毡布，一张矮床架在帐篷一角，床上堆着干净的锦被，床头还放着一个软绵绵的颈枕。2个时辰以后我们就要出发，地方简陋，你先将就一下。凤泽让顾青在床沿坐下。顾青朝门口看了眼，问：“他是谁？”看凤泽眼下云淡风轻的样子，他与外面那人应当不是敌人。于洛从门帘的缝隙里挤进一颗脑袋，咧嘴一笑：“小婶婶，我是于洛。”小婶。顾青眨了2下眼，怀疑自己没听清，却见凤泽扬了扬唇角：“顾青挑起眉梢，看一眼凤泽，再看一眼于洛。于洛是个半大少年，剑眉星目，英气十足，脸上的皮肤晒成小麦色，衬得一口牙齿格外雪白。他看出顾青的疑惑，对顾青道：“你是我小叔叔的妻子，自然就是我的小婶婶。”顾青默默转头盯着凤泽：“我是不是又听到了什么秘密？”天底下只有大皇子和二皇子可以称凤泽一声皇叔，而这个于洛叫凤泽小叔叔，虽然没有皇叔那么尊贵，但口气中的亲昵却显而易闻。凤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还有很多秘密，你想不想知道？”“不想。”顾青说。“可是我想让你知道。”凤泽俯下身，两手抵在床沿。顾青慌张地朝门口望了眼，只见于洛不知何时已缩回头去。狭小的帐篷中只有他与凤泽两人，凤泽温热的鼻息轻轻拂过他的面颊。顾青往后仰了仰：“就算你把秘密告诉我，我也是要跟你和离的。”“我知道。”凤泽看着那双温润明亮的眼睛，想起他刚才冲出帐篷的样子。他的头发有些蓬松，一缕发丝垂在耳边，有些可爱，又有些可怜。凤泽低下头吻上他的眉心。顾青骤然怔住，他不由自主闭上眼睛。恍惚间，有人在他耳边说：“顾青，我心悦你。”第117章，短命之人。于洛抱着长矛背身站在帐外，他解下毛肩上缠着的布巾，想了想，扛着长矛大步走开。帐篷里半晌没有动静，顾青像是被掩住了一般，僵着身子被凤泽放倒在床上。他的背脊陷入柔软的锦被，凤泽单膝跪在床沿，两手撑在左右上方，俯视着他。他没有在做唐突之举，但这样的姿势还是充满了侵略的意味。顾青动了动，他的手碰到了他的腿，他默默往回一收：“别怕我。”凤泽眼底沉黑，将他耳边的那缕发丝替他别到耳后。顾青想说他没有怕他，他只是一时被惊到了。凤泽心悦他，他心悦他。顾青心中百味陈杂，说不出是忧是喜，是酸是甜。顾青别开眼，殿下为了阻止我和离，连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凤泽轻轻捏住他的下巴，让他转头看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你分得清？他的确分得清。顾青心想，但他宁愿自己分不清。他像一个已经放弃浮木的溺水之人，正要随波逐流，却被人一把抱住。他欢喜之余，却发现自己正拖着对方一同下沉。殿下不该如此。他冷声道：“就算你对我有意，也不能用这样的理由强留我不放。”凤泽摸摸他的脸，言不由心，词不达意。顾青扬眉：“我没有。言不由心就算了，词不达意从何说起？”凤泽低头朝他凑近了些，顾青下意识地把头一偏。
上方传来一声低笑。顾青面上发烫，伸手一把推开他：“殿下若要耍我，现在这样已然够了。”凤泽瞧着他又羞又恼的模样，忽然觉得自己果然恶劣，没有什么不该如此，也没有强留。他的目光如深潭，倒映着顾青的身影。喜欢一个人的心思是藏不住的。你对我说过那么多次的喜欢，怎么这一次换成我来讲，你却那么不高兴？他看着顾青紧抿的嘴唇，慢慢开口：“你是不是担心你的心思会被我发现？”顾青眼皮一颤，他的目光太灼热，令他有些承受不住，但他不能退缩。顾青攥紧身下的锦被，淡声道：“我对殿下不曾有什么心思。”凤泽歪了歪头：“也就是说，你嫁我之前所说的一见倾心，非君不嫁都是假的？”“是，殿下不是早就这样认为吗？”凤泽目光平静：“你说你想找一样东西，你找到了吗？”顾青掀起眼，眸光微动：“找到了。”凤泽定定看着他：“这就是你想和离的原因？”他的口气不是疑问，而是肯定。他又看了他半晌，突然从他上方离开。顾青怔了怔，跟着起身。帐外传来余洛的声音：“小叔叔，我给你们打了水，帕子也洗干净了，你用凉水给小婶婶敷一敷，可以散热。”顾青听他又是小叔叔又是小婶婶的叫，不自觉地拉了拉胸前的衣襟。明明他和凤泽什么逾矩之事都没做，在这半大少年面前还是有些说不出的别扭。余洛识趣的没有进来，他把水盆和布巾放下就要走，凤泽从帐篷里面出来叫住他：“花南天在哪儿？他在帮我清点药材。”余洛朝他身后的帐篷望了眼：“等他忙完，我就叫他过来给小婶婶看看。”“好。”凤泽反身进帐，只见顾青已经坐了起来。山谷阴冷，他用锦被把自己包裹起来，像一颗柔软的粽子。凤泽将布巾放在冷水里浸湿，又重新拧干。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微微凸起，显得劲瘦有力。顾青盯着他的举动，忽然道：“还有一事，我不想瞒着殿下。”凤泽将布巾叠起来递给他：“什么？”顾青接过布巾，按在自己额头，轻描淡写道：“我有先天不足之症，可能活不过1年。”凤泽的眸色沉了下来。顾青微微闭眼，感受着额头传来的凉意：“所以殿下就算不想和离，最多也只能留我1年。”山中的水很凉，他的指尖按住半湿的布巾，按得久了，竟也有些刺骨。他没有等到凤泽的回话，床榻往下一陷，他身边多了一人。凤泽扶着他的后脑，替他按住额头的布巾。“真的？”他问。“殿下不是要让小花大夫为我看着吗？”顾青轻笑：“我瞒着也没什么意思。”他头一次在他面前笑得如此洒脱，却也证明他说的是实话。“我生来体弱，在嫁给殿下之前就知道自己活不长久，是我欺瞒了殿下，请殿下莫怪。”顾青坦率道：“我与殿下和离是因为剩下的日子，我想自由自在的过，不想再有任何束缚。”“雍王府是你的束缚？”凤泽问。顾青沉默了一瞬：“雍王府的人都很好，是我不识好歹。”额头的布巾已经回暖，凤泽替他取下，拿去水盆里重新浸泡。等他转身回来的时候，他的神情异常平静。顾青看着他再次坐下：“我的命也不长。”凤泽将冰冷的湿布敷在他的额头。顾青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反应，他被额上的冰凉激得往后缩了一下。“是因为蛊毒吗？”他诚心道：“小花大夫一定能给殿下配出解药。”“那你又为何笃定自己只能活1年？”凤泽的声音在他耳边不紧不慢响起。顾青蓦地眼眶发热，他垂下眼：“每个大夫都这么说。”凤泽注视着他：“我在4年前就该死了。”顾青沉默下来，他想多听一些凤泽的过往，哪怕是些不好的经历，也能让他寻得安慰。然而凤泽却没有说下去。顾青静了一阵，突然扑哧一笑，笑中泛起泪光：“我们这样像是在比谁更惨。”他第一次在人前露出明显的悲伤，他舍不得死，尤其是在得知自己在意的人也在意自己的时候，但偏偏他们2个之间只有一人能活。他仰起头笑道：“殿下以后喜欢人之前，一定要打听清楚对方能活多久，对你是否真心，不然就太吃亏了。”凤泽盯着他始终没有掉下来的泪，轻轻点了点头：“你说的没错。”他取下他额头的布巾，用拇指蹭了蹭他的眼角，正视着他：“顾青，我不管你有多久的寿命，只要你活着，你就只能是我的妻子，我不会与你和离，你记住了吗？”第118章他乡遇故知。花南天被余洛找来的时候，顾青已昏沉沉睡了过去。把完脉，花南天看了眼角落里燃着的安神香，对凤泽道：“以后这香少给他用。”凤泽掐灭香头，跟着花南天走出帐篷。“怎么说？”花南天问他：“你可知他身患隐疾？”凤泽目光微动：“他已说过。”“那我就直说了。”花南天道：“上次在王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脉象有异，只是当时来不及细查。如今看来，他的脉象一明一暗，明者为虚，暗者为实。他的暗脉实在不怎么好，恐怕活不了多久。”
凤泽眸色沉冷，连你也没有办法。花南天如实回答，诡道之术偏于霸道，他的身体和你不一样，经不起我的手段。他见凤泽的面色不怎么好，又道：黄大夫擅长调理本源，或许比我更有办法。那位夫人是先天十绝脉，除非洗精伐髓，换体重塑，否则他体内的血脉无法支撑元气损耗，还是只有死路一条。一个声音从一旁传来，凤泽与花南天顺声望去，身穿粗布衣长的花百叶从一蓬半人高的草叶中钻出来，他用衣摆兜着一把野山芋，头上挂着几丝蛛网。他见凤泽两人齐齐盯着他，往后退了步。我没有偷跑，我刚才还帮那位小将军干活呢，我只是饿了，来找点吃的。他被刘毅带回来以后，于洛听说他是大夫，就让他去帮士兵打包药材，并没有把他像其他人那样关起来。花南天仔细瞧他两眼，忽地朝前走近一步。你叫什么名字？花百叶抱紧怀里的野山芋。我叫花百叶。花南天打量他的同时，他也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越看越觉得眼熟。花南天听到他的名字，面色一变，不敢置信地盯紧了他。师叔。花百叶浑身一个机灵，怀里的野山芋滚了一地。少主。他喃喃自语，居然跳了起来，转身就跑。你给我站住！花南天咬牙切齿。花百叶跑得更快，但他没跑多远，迎头撞上一人。哎！于洛抵着他的肩，一把揪住。你们干嘛呢？把他给我！花南天落到两人跟前。于洛看着他杀气腾腾的模样，咂咂舌，将花百叶推过去。有话好好说，咱们北军缺治伤的大夫，别给我揍坏了。花南天冷笑一声，坏不了。他拽着花百叶走开。于洛担忧地朝两人离去的方向看了眼，来到凤泽身前。花南天怎么了？难得见他发那么大的火。凤泽浑不在意，他相遇故知。于洛察言观色，小婶婶怎么样了？凤泽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你带人先走，我们路上会合。于洛知他是想等顾青醒来再说，没有多话，只点点头道：白岸和他的手下还要留着吗？都倒干净了，除了白岸嘴硬，其他人都招了。于洛道：把白岸留给我，其他人你带着探路。于洛乖乖点头。他带着凤泽前往关押白岸等人的山洞，临走前小心叮嘱：你别太生气，早点审完，早点回去陪小婶婶。凤泽提起嘴角笑了下，目色将他的身影拉长，如同出现在山间的精魅，转眼消失在洞口。山洞中火把熊熊，白岸被捆在木桩上。他见到洞壁上投入的人影，抬起头，一只独眼里冒出凶光。待他看清来人的面孔，瞳孔猛地一缩，是你。见到凤泽的那一瞬间，他眼罩下的旧伤仿佛又隐隐作痛。他猛地挣扎了一下，奈何绳子捆得太严实，他全身动弹不得。凤泽在他面前找了块大石坐下，他好整以暇的姿态令白岸怒火中烧。庸王，你躲在后面装神弄鬼算什么本事？有种把我放了，我们对战一场。凤泽嗤笑一声，你连一个小子都打不过，拿什么底气跟我打？白岸想起自己败在于洛手下的场景，独眼微眯，那是我一时大意才着了他的道。凤泽捡起一块小石头在手里抛了抛，兵不厌诈，输了就是输了，就像你那只被我砍瞎的眼睛，摘下它的时候一定很疼吧？他不提还好，一提白岸就忍不住怒吼一声：你闭嘴！哼，败军之将，如今沦落到跑来走伤，怎么萧图把你的兵权收了？白岸额头青筋毕露，你放屁！老子是行营指挥使，是大王的心腹。凤泽讥讽地笑了下，行营指挥使不在你们新建的王宫里布置宫位，跑来大狱做什么？萧图是怕你这个救命恩人钱不够用，特地让你来赚银子。白岸听他提起往事，心中恨意难当，我有今日都是拜你所赐。凤泽摇头，错了，是你的忠心让你以身护主，求人得人，又有何怨？如今萧图即将成为北狄之君，你既然是他的心腹，那他打算给你什么好处？白岸脸上的肌肉抖了抖，哼了一声，没有回答。凤泽将手里的小石头扔过去，打在他脚边，说话。这轻蔑的举动让白岸几乎猛跳起来，但他被绳子紧紧绑缚在木桩上，只能被勒出一道道血痕。别白费力气，凤泽道，牛筋绳越挣越紧，你又不是不懂。白岸喘着粗气道，我当然清楚，我用这种绳子拖过你们北军的士兵，就在邺城，他们像狗一样被我们的马拖着满地乱滚，绳子就勒在他们脖子上。你们大禹人的脖子比树枝还脆弱，咔的一声就断了。他的独眼中漾起一层血红，你是没看见，你们邺城的士兵一个个像鬼一样，他们饿红了眼，连地上的泥都肯来吃。对了，我忘了你当时不在邺城，你还在去黄豆的路上，真是可惜，没能让你瞧见他们活着的样子。他说完放声大笑，笑声在山洞里回荡，像野兽的嚎叫，放肆狰狞。凤泽默不作声听他从大笑变成喘息，再到轻咳。他又是一颗石子扔过去，
继续。白岸瞪着他，他方才的恶意似乎没在凤泽心里撞起一丝涟漪。凤泽冷静的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旁人。你就不想知道当年是谁出卖了你们吗？他狞笑的扯动嘴角。凤泽偏头看他一眼，是皇帝。白岸的笑容凝固在嘴边。凤泽拍拍手上的灰尘，意兴阑珊。如果这就是你作为心腹知道的事情，萧图果然已经放弃你了。你胡说！白岸最听不得这个。那你说说看，你这4年以来还知道些什么？第119章，生死不惧。你想激我？白岸冷笑。你和那女人都喜欢用激将法，我不会再上第2次当。凤泽起身，慢慢走近他。你错了，我从来不用激将法，我只是看你剩下的时间不多，想劝你早些交代，早些解脱。你以为我会怕死？白岸朝他伸长脖子，来呀，往我这儿砍，用你的刀把他砍下来。凤泽负手站在他面前，你不配我再用刀。白岸眼角抽搐，你别欺人太甚，手下败将有什么好欺负的？凤泽不屑一顾。你！白岸正要破口大骂，忽然全身一震，只觉绳索绑缚之处又刺又麻，似有虫蚁啃噬他的皮肤，又像是许多看不见的活物沿着伤口钻入他的身体，在他全身血脉中游走。他转动眼珠，拼命朝身上看，却什么也看不见。凤泽见他面上露出惊惧之色，淡淡解释：别看了，捆你的绳子上抹了毒，这是花南天特制的一种毒药，只要沾到伤处就会顺血而入，不会致人死亡，只会让人如同深陷虫窟，全身经受噬咬之痛。为了不让人痛晕，毒中还加了令人清醒的药物，会让人活活承受3日3夜，哀嚎不休。凤泽看着白岸从隐忍到颤抖，从大骂到呻吟，眼中有着冰冷到极致的残忍。他其实并不在乎白岸知道多少，会招出多少。从他得知白岸出现在宁州的那一刻起，这个人在他心里就已经死了。不过他不会让他死得太轻易，不然怎么对得起邺城那些死去的人？洞中的哀嚎一声比一声响亮，又一声比一声虚弱。被关在山洞另一侧的4、5个奸细，他们紧紧缩成一团，庆幸而又恐惧地望着火光中冷漠站立的身影。是有人在叫吗？顾青从昏睡中醒来，山中寂静，隐隐传来难以名状的吼声。花南天守在他身边，见他醒了，递过去一碗药，喝了这个，再睡一晚就会好。顾青道了声谢。药很苦，好在他已习惯药味，3两下就把药喝光，还回药碗。一旁有人及时送上一捧野果，颗颗泛红，状似樱桃。顾青的目光从那双异常白净的手移到那人脸上，花百叶。花百叶脸颊和下巴各青了一块，让他瘦弱的一张脸看上去更加凄凉。花百叶殷勤道：王妃，这是雀儿果，甜的，尝尝。顾青见他蹲在床边，一副无家可归的模样，想了想，问花南天：小花大夫，你们认识过了？凤泽不会让不相干的人来他帐篷里，花南天是凤泽的人，想来也不会如此毫无顾忌。花南天默默点点头，他是我师叔。虽然不太想认，但花谷人丁凋零，哪怕再不成器，只要活着就是万幸。花百叶轻咳一声，此番全靠夫人，我和南天才能相认，这果子就当是给王妃的谢礼。花南天有些不忍卒睹的看他将野果捧到顾青面前，王妃不必在意，我这师叔一贯如此。顾青懂了，能欠下一笔糊涂账，随便把自己卖给不明身份的陌生人，一听到有伤可治就欢天喜地，对内里病症又一知半解的大夫，这样的人如果出自花谷，恐怕花谷的先人只恨自己死得太早，没能把他一并带下去。他拈起一颗雀儿果，多谢。果子皮薄多汁，入口的确很甜，但他并不喜欢太甜的食物。咽下以后，对花百叶点点头，拿去给大家分吧。花百叶开心道：王妃心地善良，我以后是不是就能留在北军了？顾青看向花南天，花南天沉着脸，于洛听说他善治外伤，想带他去北军当军医，但是怕殿下不同意，因为他帮北敌人做过事，实在是师门不幸。花百叶委屈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北敌人，就算你知道，你也会做的。花南天太了解自己这个师叔的秉性，说他是一吃也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也好，他心中能装下的东西并不多。花百叶想了想，不说话了。王妃不必管他。花南天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道：军医的事情，于若会自己找殿下说。顾青含笑点头：殿下呢？他醒来就没见着凤泽的身影，虽然睡下之前两人谈得不甚愉快，但他总不会因为这个就与他置气。找我？凤泽先连进来，他身材高挑挺拔，一进帐中，这里面就像是狭小了许多。花南天朝花百叶递了个眼色，又对凤泽道：王妃已经退了热，又服了一副药，明早就会没事了。凤泽点头：你去把于洛叫来。于洛很快就来到帐篷外面，他规规矩矩叫了声小叔叔、小婶婶，这才掀开门帘。凤泽在一旁的水盆里洗净双手：你想带花百叶去军中？是。于洛道：好几个军医年纪都大了，
有2位腿脚也不好，我想让他们尽量留在后方，外出的时候带年轻的军医随队。培养一个军医需要拿更多士兵的命去换，你知道吗？我知道。于洛收了笑，所以我才需要花百叶。我问过那些北狄人，花百叶治伤的医术是1等1的，不然他们也不会使诈让花百叶欠下他们的银子。花百叶才30岁，正当壮年，有他带头，其他年轻军医也能很快跟上来。我们北军从来不缺不怕死的士兵，但我们缺药，缺好的大夫，这些朝廷不给，只能靠我们自己找。顾青坐在一旁，看着于洛凛然的面孔，这个少年的脸颊还带着些许圆润，尚未完全形成棱角，但可以想象，假以时日，这个少年将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我可以把厚朴堂开到北地。他脱口道，这不是一时脑热，是他前些年就有的想法，只是那时他忙于拓展南边的商路，一直未曾顾及北边。我让陈管事去秦州，就是想为北上探路。他对凤泽解释道，钱氏药庄和另外几个药庄的产出都不错，如果让他们作为我在北地的货源，我就能就近采买，路上花不了太多银钱。于洛眼睛一亮，小婶婶如果能给我们提供药材就太好了。以往关药局对他们北军诸多苛刻，每次拨下来的药材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品相极差。近些年虽无大战，但日常巡逻演练，剿匪除奸，仍不免出现伤亡。作为将领，他不惧生死，不怕流血，却怕士兵们心寒。第120章同床共枕。于洛走后，顾青了无睡意，他坐在床上发呆。凤泽走去帐篷的角落里，蹲下身，不知在弄些什么。顾青盯着他的背脊，出声道：“你对他会不会太严厉了些？刚才凤泽告诉于洛，你可以带走花百叶，他日后若有任何不妥，你和他都按军规处置。虽然军中有军中的规矩，但凤泽的口气不像是对待子侄，更像是对待一名下属。”顾青并不知道于洛的身份，但他只是不想去猜。自从告诉凤泽他的性命只剩1年以后，他像是突然懒了下来，就连和离之事也不想再与他掰扯。他说什么只要他活着就是他的妻子，这样的话他听着有那么一点开心，又有一些难过。他当场没给他好脸色，但凤泽像是并不放在心上。顾青抱着膝盖坐在被子里。于洛多大？他问。很快就满18岁。凤泽拿着一堆东西站起来，他自小就随我在军中长大，比谁都明白军中的规矩。我看他的肤色已经是名校尉了吧？顾青把下巴隔着被子搁在膝盖上，他的军功都是自己挣的。后面这句话带了几分调侃的意味。凤泽回头看他一眼，见他神情慵懒，长长的黑发披散下来，如水一般落在背面上。他目光微凝，不言不语解开腰带，丢在一旁。顾青坐直身体。你做什么？换衣服。凤泽道，这是我的帐篷。顾青眼睁睁看着他脱去外袍，露出雪白的里衣，下衣轻薄，透出他脊背流畅的肌肉线条。他的身形颀长，腿与胳膊坚实有力。顾青别开眼，若无其事地望向帐篷另一侧。凤泽穿着里衣，抱起之前找出的干净衣物，走出帐篷。顾青微微松了口气。山谷中明明很阴凉，帐篷里却有几分燥热。他掀开被子，起身下床找水喝。喝完水，他在帐中来回走了几圈，看见凤泽换下来的衣裳堆在那里，外袍的袖子上似乎沾了些血迹。他走过去仔细瞧了瞧，血色还很新鲜，是红的，不是凤泽的血。顾青放下心，坐回床边。没过多久，外面有车轮声、脚步声、人声交织响起。他正要起身查看，就听于洛在帐外道：“小婶婶，我先带人走了，咱们元城见。”顾青追出去，于洛。于洛刚走了几步，听到他的叫唤，转身停下：“小婶婶有何吩咐？”顾青顿了顿，然后觉得自己的操心好没道理，于是笑了笑：“一路平安。”于洛怔了下，笑出一口白牙：“哎。”目送少年走远，顾青轻轻一审，他也说不上自己为何多了一丝离别的愁绪。他与于洛相识不过短短1日，交谈也只有寥寥数语。或许是因为这个少年一见面就亲切的叫他小婶婶，或许是看他小小年纪已有成年男子的担当，或许是他听到自己要在北地开药行时眼里露出的光芒。总之，他莫名觉得自己像是多了一份牵系，就像是多了一个弟弟，一个孩子。山风吹来，他打了个寒战，一件外袍都头罩下。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凤泽皱眉，他已经洗净身上的灰尘与鲜血的味道，微湿的墨发垂在肩头，像个落拓的公子，不羁的侠士。顾青朝于洛一行离去的方向最后望了眼，山谷空落，人影渺遥。于洛走了，他对凤泽道，口气里的牵挂与惋惜让凤泽难得一怔。他知道于洛一向人缘好，但没想到连顾青都会为他惦记。他拉着顾青进了帐，这里离元城不远，过不了几日就能见到他。他与于洛2次提到同一个地方，顾青这才想起哪里不对。我为什么要去元城？怕你跑了。凤泽一脸正色。帐篷里除了床没有别的地方可坐。顾青坐在床沿，我想回京，去告诉皇帝，
你想跟我和离？凤泽一眼看穿他的企图，我不许。顾青目光游移，你跑出来不怕被皇帝发现？虽然皇帝没有明说不准雍王出京，但谁都知道皇帝把他留在京城就是怕他回封地，所以你更不能回去。凤泽道，府里宣称我在养病，你在是急，如果你在回京路上被人发现怎么办？顾青瞄他一眼，想说什么又把嘴闭上。凤泽来到他身边坐下，顾青立刻站了起来，我要去别的帐篷睡。没有。凤泽占据了矮榻一侧，他穿着松松垮垮的便袍，修长的脖颈下露出一小块胸膛。外面的天色已暗了下来，帐内没点灯烛，光线更暗。凤泽的声音在朦胧的暗色中越发低沉，你说过我们是夫妻。顾青心跳危急，我也说过你不能胡来。凤泽没说话，他想起了古安山上的那晚，那样的他是不讨顾青喜欢的，所以他不会那样做。你夜里恐怕还会发热，我得盯着。他伸手往床的另一侧拍了拍，过来。他坦坦荡荡，让人觉得若再推拒反而显得小家子气。顾青沉住气想了想，从另一头上了床。也许是白日里睡得太多，他躺在被窝里清醒地盯着帐顶，半天不能入睡。身边的凤泽无声无息，他想转头看看他是否已睡着，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十指交叉放在胸前，心口已跳得没有方才那样急了。他在心中暗暗叹了口气，怪自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竟然变得如此胆怯。就算与凤泽同床共枕又如何，他又不会真的吃了他。想到这儿，他居然有些惋惜。睡不着。凤泽的声音突然低低的响起。顾青侧手望过去，就见他以臂为枕，两眼同样盯着帐顶。他既然没看他，他就可以放心的看他。顾青盯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目光从他高挺的鼻梁划过，落在他的双唇、他的下巴、他的喉结。凤泽忽然翻身，附在他上方，两臂虚撑着，两人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颈背。在看什么？他问。顾青不自觉地捂住胸口，两人离得实在太近，他在被子下轻轻一动，凤泽就发现了。第121章，喜不喜欢？他的目光沉了沉，规矩地盯着他的脸，没有往下移动。但这样的眼神还是太过浓烈，顾青的心又不受控制地急跳起来。他想开口，却又认为这不是开口的好时机。凤泽抿了抿唇，别再乱看。说完，他翻身躺了回去。顾青稳着身子未动，心口却犹如肋骨。他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凤泽刚才看他的眼神。他的眼神充满不可言说的欲望，如同上次在古安山上那般。但上一次他毫无理智，而这一次他隐忍而克制，尽管这样的隐忍令他看上去更加危险。顾青慢慢放缓了呼吸，他连手指都不敢再动，就怕一不小心又点燃了他。帐篷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外面想必已到了晚上。顾青睫毛轻动，他还是睡不着。僵了太久的身体令他浑身泛起酸痛，他试着轻轻动了下左边的胳膊。这张床并不宽敞，凤泽躺在他右侧，两人并排，刚好能保证自己不掉下去。顾青忍不住往左边翻了个身，背对凤泽。他纤瘦的身体裹在被子里面，由于裹得太紧，反而显出腰臀的部位曲线。凤泽转头，目光从他紧绷的身影扫过。他想了想，坐起身，身下的床架发出咯吱一声轻响。顾青轻轻咽了咽口水，然后他就觉得身后的床铺一轻，凤泽离开了床。顾青安静地全躺在原处，假装自己已经睡着，直到再没听见任何动静，这才慢慢转过身去。暗影里，凤泽就立在门边。他见顾青看向他，放下手里的水碗回望过去。怎么？顾青没想到他人还在，怔愣一瞬，反应极快地回答，有点饿。这话不全是借口，他今日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喝了药又没胃口，只简单用了点干粮，到了晚上自然容易饿。凤泽点燃一支蜡烛，要出去吃东西吗？顾青撑起身子点点头，反正他这会儿睡不着，不如出去透透气。昏黄的烛火下，凤泽似乎笑了笑，先等会儿。他持着蜡烛来到放衣裳的角落里，找出一条披风，披上。他把披风扔给顾青，披风很长，顾青提着下摆跟随凤泽走出帐篷。百步外的空地上燃着一堆篝火，几名值夜的雍王府侍卫看到凤泽，正要起身行礼，被他摆手制止。凤泽把顾青送到火堆旁坐下，对他道：“我去找些吃的，你在这儿烤火暖一暖。”说完他就走了。顾青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山野中，一名侍卫出声宽慰：“王妃不用担心，殿下一会儿就回来了。”顾青笑着对他点点头。他拢了拢身上的披风，盯着面前的火堆出神。山谷里不时传来呜呜的呼啸声，眼前的火苗忽地胀大，又猛地缩小，舞出奇怪的形状。木柴在火中烧得噼啪作响，一溜火星子窜得老高。顾青本来心不在焉地走着神，突见几点火星落到披风上，登时燎出几个洞来。披风是极浅的云青色，光滑的缎面上多出几个突兀的黑点，很是显眼。
顾青默默坐远了些，他摸了摸披风上撩出的孔洞，暗恨没把白桃带在身边，以小丫头的手艺，一定能把披风织布得看不出破绽。一声鹰唳在山谷上空响起，顾青抬头，只见云遮雾罩，树影摇曳，一个挺拔的身影从林中走出。凤泽来到火光明亮的地方，顾青才发现他肩上蹲着一只鹰。凤泽将打来的2只野鸡丢给侍卫处理，又将几颗野鸡蛋埋到火堆下面。那只鹰从他肩头跳下来，在石头上蹭了蹭坚硬的喙，张嘴叫了声。凤泽扔给他1块肉干，他正要再喂第2块，就见顾青一直盯着那只鹰，眼里满是艳羡。他转手把肉干递给顾青：“你来喂。”顾青没有跟他客气，他接过肉干扔给那只鹰，那只鹰一口叼住，吐到地上嗅了嗅，这才重新啄食起来。顾青看得有趣：“你养的？”凤泽道：“是府里的信鹰，用来送信会很快。”顾青相信他不会没事养着玩。凤泽答他：“从这里到京城3日可达。”顾青微讶，宁州与京城相距5000多里地，朝廷最快的信使也要7、8日的功夫才能到达，途中还要累死数匹好马，相较之下，信鹰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京里何处可以买到信鹰？后浦堂的药行分布于各地，如果相互之间能够使用信鹰传信，就能省下不少功夫。凤泽一眼便看穿他的用意，不置可否摇了摇头。信鹰本是北军为传递消息想出的法子，能够驯养的数量有限，京中也无人懂得如何驯养。你呢？顾青下意识问。凤泽目注于他：“你若想养，府里还有1只。”顾青眼一动，扭头去看跳跃的火苗。其实你不必讨好我。自从2人今日相逢，许多该说不该说的都已挑明。他以为以凤泽的理智会像他一样跟对方疏远距离，没想到凤泽像是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待他越发亲近。凤泽拿起一旁的棍子捅了捅火堆，火一下子燃得更旺。我从来不曾讨好过谁，他说，现在也是。讨好意味着失去自我，意味着虚幻无实。如果凤泽不是凤泽，那被他喜欢的顾青面对的又是谁呢？顾青心中一热，他好像明白凤泽的意思，又好像不那么明白。凤泽用棍子把烘熟的野鸡蛋从火堆下面刨出来，放到一旁晾凉。在乎一个人，就会忍不住时时惦着他，怕他热，怕他冷，怕他吃不饱，怕他睡不好。凤泽望着他低垂的眉眼，也怕他太坚强，怕他不需要别人。这些与讨好无关，一切出自本心。顾青扬了扬唇，坚强不好吗？凤泽轻声一笑，如果我死得比你早，那就很好。顾青怔了怔，瞪向他。凤泽唇边的笑意爬上眼角，如果舍不得我早死，何不坦然一些？顾青盯着他，两眼一眨不眨，我十分坦诚。凤泽真真切切笑了起来，他迎着他的视线，沉声道：喜欢我不会让你后悔，要不要试试？顾青第122章喜怒无常。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凤泽从未打算对顾青硬来。这个姑娘聪明而又狡黠，坚强却又固执。他可以折断她的羽翼，将她强行禁锢在身边，但这也意味着他会永远失去她。雍王在世人心中是一个常胜将军，但他最常面对的不是搏杀，而是抉择。有时候这些抉择会影响数十万人的命运，甚至是一国的存亡。所以他总是很冷静，很慎重，也很果断。他在火光下看着顾青，以诱惑的口气对他发出邀请。顾青觉得凤泽大概是被山里的精怪附了身，不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殿下，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的动心只是因为那份和离书？顾青道：因为不甘，所以不想放开我。凤泽挑眉：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之人。顾青垂眼：我说过我命不久矣，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我，难道不应该悲痛欲绝吗？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症结所在，就算凤泽再怎么冷静，也不至于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凤泽眼里的光沉了沉：如果我危在旦夕，你会怎么样？顾青恍惚了一下：我会想办法。他的声音低下去，随即闭口不言。是啊，悲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若他只会悲伤，他也活不到今天。凤泽拍拍他的手臂：我不会让你那么早死，我们有花南天，还有黄老。除此之外，他今晚还会放信鹰回京城，他要命人打听一些事情，但他不会现在就告诉顾青。他既然那么喜欢骗他，那他也要瞒他一回。顾青盯着膝盖上的披风，心情复杂。凤泽不知道能救他的药已经没有了，但他不能告诉他，他也不敢接受他的情谊，因为一旦接受，就像是在报复他。尽管他也很喜欢他。顾青咬着唇，几乎有些愤慨。他明明已经决定放下，凤泽为什么要出现在宁州，又为什么要来招惹他？更可气的是，他竟然为此整整纠结了1日。顾青怨自己不争气，狠狠攥了攥披风。凤泽在旁瞄了眼他的眼角，没有发现泛红。他递过去1颗野鸡蛋，有不高兴的事情就说出来，不然会吃不下东西。烘熟的野鸡蛋已经晾了有一阵子，
捧在手心暖乎乎的，不亮也不烫手。顾青在身边的石头上磕破蛋壳，清脆的破裂声让他心情好了些。蹲在一旁的杏英跳过来，拿头蹭他的裙角。顾青分了一半熟鸡蛋给他，野鸡蛋个头很小，味道很香，一人一鹰很快吃完。凤泽又递来一颗，顾青看他一眼，没有说话，拿起来继续磕碎，继续与杏英分食。凤泽一共带回来5颗野鸡蛋，很快就只剩下1颗。顾青看着他递来的最后1颗，终于有些不好意思：“你吃吧。”他说：“我已经吃饱了。”凤泽没说什么，自己给自己包起了蛋。顾青看着他修长的手指灵巧地剥去一层蛋壳，目光闪烁：“如果我喜怒无常，你还会喜欢我吗？”“我会找出原因。”凤泽道。他眼里的顾青不是喜怒无常之人，就连生气也只会拿野鸡蛋发泄，还吃得挺认真。如果有一天他性情大变，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就像他突然写下那份和离书。凤泽将包好的野鸡蛋一口送进嘴里，一旁的杏英没等到喂食，低鸣一声，振翅飞上树枝。顾青有些担心，他这么贪吃，半道上不会被人骗走吧？凤泽慢慢嚼完嘴里的食物，咽下，又喝了口水，才道：“他认得我的气味。”顾青低头看向身上的披风，还没说话，又听凤泽道：“你身上也有。”顾青蹙眉，原本无足轻重的事情，被他特地这么一说，倒像是他俩之间有个什么似的。“我先回去睡了。”他起身抖抖披风上的烟尘：“你的披风被火燎了几个洞，补不好了，明日扔了吧。”说完，他轻描淡写扫他一眼，施施然走开。他与凤泽坐在一起时，雍王府的几名侍卫离得远远的。他这一走，一名侍卫凑到凤泽身边，手里举着刚烤好的野鸡：“殿下，你要不要给王妃送过去？”“不用。”凤泽撕下一只鸡腿：“剩下的你们自己分。”他若现在过去，顾青又会辗转难眠，不如等他睡着了他再回去，这样他们2个人都能睡个好觉。最近的京城风平浪静，虽然月初的时候听说雍王旧伤复发，街头巷尾很是议论了一阵，但日子久了，大家也就淡忘了此事。这日，一位老先生踏着午后的蝉声进了后铺堂的大门。他个子不高，体态微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你家宋药师可在？”他询问前来迎客的伙计。伙计客客气气道：“老先生找宋药师是想买药还是寻人？”黄大夫呵呵一笑：“老夫姓黄，烦请转告宋药师，熟人来访，还请一见。”后铺堂的伙计眼明心亮，观他气度不似寻常客人，又闻到他身上若有似无的一股药香，猜测他不是同行就是大夫，当即将他请到待客的偏厅。“黄老请坐，我这就去看看宋药师是否有空。”伙计为他端来一碗老阴凉茶：“黄老稍待，如果等得烦了，这里的医书尽可翻阅。”伙计走后，黄大夫起身走到书架前，凑近了细瞧。诸病原论、摄元纲目、扁鹊针灸玉龙经，他啧啧有声，这些抄本可是拿钱都不好买啊。难怪后铺堂能一家做大，单这大方与人分享的气度就非常人所能及。可惜他今日有要事在身，不然可在这里坐一下午，将医书药谱慢慢看来。门外响起匆匆脚步声，宋药师很快走了进来。“黄老！”他见客人果然是黄大夫，心中一喜，向黄大夫施了一礼：“不知黄老找我有何贵干？”黄大夫摸摸山羊胡子：“宋药师切莫多礼，我今日前来是有一事想向宋药师请教。”“黄老请讲。”黄大夫不急不慢道：“宋药师可知3叶诸果是何物？”第123章半个嘴。宋药师当即一怔：“黄老何出此言？”黄大夫道：“王妃曾向我提起此物，倒是你们店中有客人重金悬赏，只不知那位客人在哪里，现在还想要吗？”宋药师惊喜过望，自然还是要的。他嗓音微破，竟有些失态。黄大夫看他一眼：“宋药师可知王妃如今不在府中？”“是。”宋药师道：“王妃去了宁州。顾青这趟本应带他过去，但因他家中弄瓦之喜，便留他在京城陪伴家人。”黄大夫点点头：“3叶诸果此物珍贵，出手之人要价甚高，本该把这消息告诉王妃，但他不在京中，我只好来找宋药师，看你是否能够做主。”宋药师急切道：“若是王妃知晓，定会不惜重金买下，只不知3叶诸果现在何处，卖他之人要价几何？”黄大夫沉吟道：“3叶诸果尚未成熟，约是下月方能摘得。我此趟过来也是受人之托，先行打探一番。若后铺堂愿收，我便再与对方联络。”宋药师诚恳地朝黄大夫行了一礼，还请黄老务必将此物留下，我与王妃感激不尽。黄大夫摸摸胡子：“我知。”送走黄大夫，宋药师在难掩饰心中激动，他提着衣摆迅速跑回后院小楼，铺上纸墨就开始写信。雍王府内，施阳与黄大夫在药室内相对坐，桌上手边放着一卷字条，那是凤泽的信英于今早带回的急信。施阳面色沉凝：“黄老，你当真按照殿下的意思去问了？不按他的意思又能如何？”黄大夫向他推去一杯桑菊茶饮，
喝点凉的，去心火。施阳道：依我说，此事恐是巧合，不必急着如此。话音刚落，就有侍卫进屋。施统领，这是后浦堂的人送去驿站的信。说完，侍卫呈上信函。施阳一把抓过来，不由分说撕开封口。黄大夫慢慢喝着饮子，斜眼看他神情。施阳两道浓眉越锁越紧。黄大夫慢慢开口：如何？施阳低头看他一眼，不太高兴地把信纸递给他，没说话。黄大夫看完信，悠悠叹了口气：天意。这封信是宋药师寄往宁州给顾青的，信中所言恰是凤泽要他们调查之事。那我们怎么办？施阳瓮声瓮气道。黄大夫掀起眼皮，如实回禀。施阳瞪他一眼：你是殿下的大夫，你是殿下的侍卫长。黄大夫不为所动，殿下以军法治家，军令如山。施阳被他噎住，大马横刀坐下：我不同意。你能瞒一辈子？黄大夫问。施阳咬牙：就算军法处置，我也认了。行了，黄大夫重新端起茶碗，说说气话也就罢了。你以为殿下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来？还指明要你盯着后浦堂？他心里恐怕早就有了答案。施阳拍拍桌子：你老人家还有心情喝茶？黄大夫哼了声：不瞒你说，我们做大夫的心肠都硬。你们平日刀头舔血，讲究一刀下去求个痛快，老夫平日看着的却都是些软刀子割肉，要论铁石心肠，你比不过老夫，谁敢跟您比？施阳没好气：这是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得小花大夫说了算。黄大夫一口凉茶下肚，方道：小花大夫也是大夫，你要不要跟我赌一赌，看他会不会答应？一声阴厉划过苍穹。顾青坐在马上举目四望，凤泽骑马随在一侧。不是姓殷，他对顾青道：越往北，天上的鹰就越常见，等到了元城，我带你去山上看鹰巢。顾青放下遮阳的手：殿下打算何时回京？在元城待2日就启程回去。顾青似笑非笑：殿下称伤装病，闭门谢客，就是为了偷偷去元城。他想起自己向凤泽辞行那日，凤泽一字未提他要离京，亏他当时满心忐忑，谁料人家早已做好了出远门的打算。不仅如此，他还不许他走。顾青扬眉：殿下真是好算计。这么一想，从京城到元城，宁州是必经之路，那么凤泽会来救他，也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我听侍卫们说，今晚就能走到有城镇的地方，到时殿下就不必委屈自己，与我共挤一踏了。顾青道：这几日他们露天而宿，凤泽都是与他共住一帐，不过他每晚都会很忙，总是在他入睡以后才回来。顾青有心问他都在忙些什么，又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多事为好。凤泽听了他的话，目光落到他身上：我不在，谁来伺候你？顾青扭头顿了半晌方道：殿下还会伺候人？这几天梳头洗漱都是他自己来，连食物也是侍卫们在准备，他几时劳烦过他？凤泽信手握着马绛，口气淡淡：嫌我不能伺候，那你要谁伺候？他侧头看他，低笑了声：紫玉楼的小官。顾青眨眨眼，转脸正视前方。凤泽漫不经心摸着马颈上的长鬃：听说还有人给你递帕子？顾青沉住气，冷静道：只是应邀前往谈生意罢了。凤泽缓缓一笑，并不打算放过他。我打听过了，那人是紫玉楼的魁首，生得俊逸风流，待人最是亲和有礼，很得夫人们的喜爱。顾青耳边嗡嗡作响，只恨自己不该一时嘴快奚落他，我并未与他有逾矩之处，可你让他陪了你一晚。凤泽道。顾青的耳根疼得烧了起来：殿下请注意你的措辞，他只是在我跟钱三娘吃饭的时候陪在席间，刘婉和刘毅都在一旁看着，我能对他做什么？凤泽沉了沉眼：你想对他做什么？顾青咬咬唇，眼中泛起薄怒：若我真想对他做什么，我早就接了他的帕子。他那日为了千丝百味柳一事魂不守舍，被人纠缠已是心中不耐，哪有心思与人逢场作戏？殿下是要干大事的人，何必整天打听这些有的没的？他语带讥诮：在我们和离之前，我自会恪守本分，殿下不必杞人忧天。第124章不同的选择。顾青一扯缰绳，就要御马去另一边，一只手伸过来按住他的手背。抱歉，凤泽沉声道：我没有怀疑你。虽然刚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确十分不悦，但那样的不悦不是针对他。顾青冷着脸，面上毫不动容：多谢殿下信任。凤泽掌心一沉，握住他的手。他嗓音幽沉，想起在顾青耳边：我只是有点后悔。顾青盯着那只手，忍了忍，还是没有忍住。你后悔什么？凤泽淡淡道：我后悔在别人向你表白心意的时候，我还在自以为是，以为不需要让你知道我已动心。顾青眼睫颤了颤，不自觉地看了他一眼。他目光灼灼，眼神浓烈，令他胸口如受一撞。顾青心中纷乱，过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其实那种地方只有逢场作戏，
殿下不必当真。他正了正在凤泽掌心下的那只手，没能挣脱。你也不必拿自己跟那里的人比。他万没想到，凤泽竟然早就对他动了心思。他在秦州的时候才察觉凤泽在自己心里不一般，若不是时机不对，他却是很想问问凤泽是什么时候对他上的心。逢场作戏也罢，真心实意也好，凤泽坦诚被人抢了先，我很不高兴。他面上仍然没什么表情，只是眼底存了一抹浓郁的暗色。顾青眸色轻晃，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好像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占了他的便宜。他心里酥酥麻麻，本该唾弃自己的矫情，偏又暗生欢喜。他张了张唇，又闭上，停了一阵方道：我骑马骑累了，先回车里歇着。说完，他从凤泽掌下抽回自己的手，调转马头，朝后面的马车行去。他走开以后，花南天方才纵马跟了上来。他与凤泽并行了一段路，沉沉开口：倘若事情如你所料，你当如何？凤泽瞥他一眼，该如何就如何。花南天低声问：你怎么确定他想要3叶珠果？凤泽端坐马上，慢声道：他是在见到你之后才开始反常的。正如他对顾青所说，一个人的性情和举止不会突然大变，倘若出现异常，一定有其原因。顾青与他在古安山上共经患难，他能察觉他已对他放下心防，否则他不会坦白他嫁入雍王府是为了找一样东西。直到他前去要是探望绿瑶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任何异状。但随后他就搬回了自己的院子。在这段时间里，他唯一见过的外人是花南天。凤泽当时就在一旁听他俩交谈，他亲眼看到顾青逐渐脸色发白，以为是他病体未愈的关系，但没想到第2日顾青就来向他辞行。他那时尚未理清自己的头绪，见顾青避他有恐不及，索性放人离开。却不料顾青这一走就给他写了和离书。他问过刘婉，得知那封信是在宁州写下的，也就是说在那之前必定又发生了什么，才促使他做出如此决定。他将顾青离开京城这一路的经历仔细问过一遍，发现了几处疑点，比如顾青在秦州的时候心绪不佳，比如顾青不许他们把前往宁州的事报回京城，他的所作所为像是在刻意避着他。若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讨厌也就罢了，但他偏偏发现顾青并不是真的抗拒他。他说他命不久矣，这不是谎话。但正是这句话让他想到了花南天，想到了那日顾青明明已经绕道，却又回来向花南天打听3叶珠果之事。你跟我说过3叶珠果的药性。凤泽道：你说它可以滋养脏腑，充盈元气，对虚亏之人是大补之物。是。花南天说：我还说如果配药得当，也许他的先天之症能治。他们在山谷中滞留那晚，凤泽特地将他找来问过，所以我并不在乎他想不想要3叶珠果。凤泽对花南天道：如果一个人不治一定会死，而另一个不一定会死，你会先救哪个？花南天目色沉沉，这是大夫最讨厌的选择。凤泽不甚在意道：那就让病人自己选。花南天抬眼：这不公平。这很公平。凤泽说着，回头看向远远追在后面的马车，如果没猜错，他已经选过一次了。绵延的山峦在前方的道路尽头展开，黄昏将至，四处灰蒙蒙的。山脚下出现一个小小的村落，在暮霭下隐隐绰绰，看上去不过10来户人家，那就是他们今晚打算留宿的地方。一行人来到村口，一个30来岁的汉子蹲在路边，听见车马声响，抬起眼皮。侍卫上前客气地打招呼：这位大哥，这是榆树村吗？汉子粗声粗气应了声。侍卫问：我们今晚想在这里借宿，不知村里可有方便的人家？汉子将他们一行仔细打量一遍，人太多，住不下。侍卫回头望了凤泽一眼，对那汉子道：只要给我家主子和夫人找一间空房就行，咱们其他人不用你们操心。汉子见顾青下了马车，拍拍屁股站起来，先说好，只给一间空房，你们其他人就在村口自己找个地方待着。他领着凤泽和顾青进了村。这个村子地处偏僻，建的倒是有模有样，10几户人家沿着村道一字排开，村尾甚至修了一座祠堂。汉子推开一扇门：你们就住我家。院子里，一个粗衣妇人听到声音，局促地望过来。看什么看？汉子喝道：有人上门借住，你赶快去收拾屋子。妇人眼圈有些红肿，闻言没吱声，瑟缩地看了汉子一眼，步履匆匆地走了。汉子转身看向跟在凤泽、顾青身后的2名侍卫，指指他们道：他们在这儿吃饭可以，住是不能住的。凤泽牵起顾青的手腕，淡淡笑了下：我们带了干粮，你家不必准备饭菜。他带着顾青走入堂屋。顾青四下环顾一眼，这家家境不错，桌椅整洁，墙上挂着寿星图，桌上摆着青瓷茶具，墙角还放了几盆花。凤泽问那汉子：你们村长在吗？汉子愣了下：你找他做什么？凤泽道：路过宁州的时候，有人托我给他带一封信。汉子摆手：村长不在，他们一家都去元城了。凤泽点点头，转向顾青道：
你第一次来这边，想不想去村子里转转？顾青还未回答，就听汉子粗声道：“这地方有什么好转的？天都快黑了，村里的路不好走，别吓着夫人。”第125章遇袭。说话间，先前院中那妇人走到堂屋门边，冲汉子低声道：“屋子已经收拾好了。”他的眼圈似乎比刚才更红了些。汉子瞪他一眼：“还不快去烧水给客人喝？”妇人哆嗦了一下：“是。”顾青看着他佝偻离去的背影，与凤泽对视一眼，向那汉子道：“大哥，那位是大嫂吗？”“是啊，怎么了？”“我看大嫂的身子好像有些不舒服，就不必让她忙了吧。”汉子满不在乎道：“她不过是跟我使性子，你们别管她。”顾青挑了挑眉，没再说什么。凤泽望着门外：“我看你们院子里还有些麦草没落，不如让我这2个护卫帮忙。如今正是夏收的季节，北地一带已经收了小麦，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落着麦草垛，用不着你们。”汉子道：“明日我自己来，可我看今晚恐怕要下雨。”凤泽道：“若不赶紧落好，一旦湿了就不能用来喂牲口。”汉子看他一眼：“你还懂这个？我在北边住过一阵。”汉子想了想，起身：“那就有劳你们。”凤泽示意2名侍卫跟着汉子去了院里。他们在院中找出几把铁叉，2名侍卫都跟凤泽在北地待过，干起活来像模像样。妇人一手拿着碗，一手提着水壶从厨房出来，见到眼前一幕，似乎有些惊异，张了张嘴，没有出声。他埋头快步来到堂屋，将几只喝水的碗放到桌上，往碗里倒入热水。这水有些烫，他嗫嚅道：“你们凉会儿再喝。”“多谢大嫂。”顾青对他温和一笑：“你男人呢？”他猝不及防发问，妇人手一抖，险些被壶里倒出的水烫着。贵人，他语音发颤，低下头：“他不就是在外面吗？这不是你的家。”凤泽拿起桌上一只青瓷茶杯，桌上明明有茶具，却习惯用水碗待客。墙上的寿星图写着“公主里正张公”字样，外面那位却分明不是村长。院子里5间厢房都有住人的痕迹，但从我们进来到现在，只有你们2人出现。更奇怪的是，明明正是做晚饭的时候，这个村子里却没有炊烟。他放下茶杯，目住眼前的妇人：“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妇人提着水壶的手剧烈抖动，砰的一声，水壶掉在地上，他整个人也跟着软倒下去。在他水壶脱手的一刹那，凤泽已经拉开顾青退到一旁。屋里巨大的响动引来院里人的注意。汉子喝问：“你们做什么？”说着就要冲过来，2名侍卫将他拦住。“还装？”一名侍卫道：“你那翻草的手法比我都差得远，还敢自称庄户人家？”汉子脸上肌肉一抖，突然冷冷一笑，挥起手中铁叉朝他扫去，口中大吼：“快来人！”话音未落，就见5个壮汉从门外冲了进来。他们都穿着村民的服饰，但个个手持钢刀，目光凶狠，身手矫健。凤泽瞧见他们的动作，眼神微变。他低头看了眼委顿在地的妇人，叮嘱顾青自己小心。说完，他掠出堂屋。2名侍卫以2敌6，应付得有些吃力。凤泽如暗影一般加入战局，转眼便有1名壮汉口喷鲜血砸上院墙。杀！凤泽下令。2名侍卫不知这些人的身份，原本下手还有几分顾忌，听了凤泽的话，顿时放开手脚。他们都是雍王府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手，一旦使出全力，以少敌多，竟也不落下风。先前那名汉子见状，心中发狠，扔了铁叉，捡起一把钢刀就往凤泽挥去。他挥刀的姿势略有几分怪异，大开大合，十分勇猛。凤泽两眼一眯，北敌人，口气里没有惊异，只有不出所料的确定。汉子闻声扯动嘴角，大吼一声跳起来，对着凤泽劈头砍下。凤泽侧身让过，一肘击在汉子肩胛之间。汉子闷哼一声，只觉整个后背都陷了下去。不待他转身，胳膊突地酥麻，手中钢刀瞬间脱手，腰间蓦地一凉，一捧鲜血泼溅而出。汉子捂着腰身，瞪大双眼栽倒在地。剩下4名壮汉见同伴顷刻之间倒了2个，互视一眼，其中一人摸出一个圆筒状的物事就要扔出，他的手还未扬起，眼前一道寒光闪过，半截手臂飞了出去。凤泽一脚将落在地上的圆筒踢到一旁，手里的钢刀斜指向地，一串血珠从刀刃滑落。他脸上惯来带着些许漫不经心的冷傲，此时犹如森罗一般，一双漆黑的眼眸深如寒夜。你是什么人？一名壮汉情不自禁开口。这样果断利落的杀人手法非常人所能有，只有去过战场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微妙。凤泽目色冰凉，敌人。壮汉心中一凛，不觉侧身后退。2名侍卫哪里肯放，追着几人一通掩杀。他俩气势如虹，凤泽看了眼战局，未再出手。他反身走向堂屋，只见顾青就站在门口，视线与他对了个正着。凤泽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自己手里的刀，刀上血迹斑斑。凤泽把刀丢在一旁，走上台阶。他朝屋里望去，那妇人仍旧坐在地上，
神情惶恐，身子不住的哆嗦。我问过了，顾青道，但是他很害怕，什么也不敢说，只说村里的水不能喝。凤泽点点头，无妨，问其他人也一样。此时天色已彻底黑了下来，村中10几户人家无一亮灯，到处死气沉沉。殿下，留守在村口的侍卫大约也发现村中的不对劲，找了过来。院内最后3名壮汉皆已倒下，只剩那个断掉半截手臂的北狄人还剩下一口气。凤泽命人将他拖到一旁审问，自己走回院中，捡起地上那枚圆筒，是火药做的响箭，他们还有铜档。凤泽把他丢给侍卫，所有人两两结队，把村子搜一遍。侍卫们打着火把出去了，一直呆坐在屋中的妇人突然连滚带爬扑出来：“贵人，贵人，求求你救救我们！”他声泪俱下：“我们村子里的人死了一半，还有那些当兵的。”当兵的？凤泽眉心一皱，就听顾青出声：“什么当兵的？”第126章分道，是不是带着一堆货物的官兵？顾青在妇人身前蹲下来，有30号人左右。对对，妇人点头如捣蒜。他们在哪儿？他们都被毒死了。妇人忽然嚎啕大哭：“我家二牛也被毒死了。二牛啊，你干嘛要喝那个水？你干嘛要喝啊？”他狠狠捶打自己的胸脯，语无伦次，状若癫狂。顾青听着他哭嚎声中夹杂的只言片语，面色越来越冷。在这户人家搜查的侍卫率先从屋后出来，凑到凤泽身边低声道：“殿下，后面的地窖里发现了几具村民尸体，都是一刀毙命，看样子死了有大半日。”花南天也从外面进来，隔壁的人家是毒死的，桌上放着饭菜，饭菜中有毒，去查下村里的水井。凤泽对他道。一名侍卫飞奔而至：“殿下，祠堂和通往后山的路上发现了药材和铁器，还有于校尉部下的尸体。”凤泽沉下脸，拔腿就往外走。他身后响起匆匆的脚步声，顾青跟上来，一把扯住他的衣袖：“我也去。”凤泽看了眼院中的残尸断臂，低应了声。他的步子很快，顾青提着裙摆一路小跑跟上他，夜风掠过他的鬓角，他脑海中闪过余若的笑容。那孩子向他辞行的时候笑得那样畅快，他那么年轻，看着又机灵，应当不会这样就遭遇不测。心里虽然如此劝慰自己，但一颗心还是不听使唤的乱跳起来。手腕突地一热，是凤泽握住了他的手。他没有回头看他，只是攥着他的手稍微放慢了脚步，带着他继续往前。余若很聪明，不会这么容易出事。或许是察觉到顾青的紧张，他出声安慰。顾青匆忙间望向他的侧脸，却见他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下颔紧绷如弓，显然心情并不如他所说那样轻松。顾青没说话，他迟疑一下，抬起另一只手缚住他的手背。凤泽手指一动，将他握得更紧了些。两人来到祠堂，只见院中堆满药材和铁器，另有10来具士兵的尸体散放在各处。山道上还有9具尸体，其中7名都是士兵，另外2人穿着行商的衣服，手里拿的刀和村里那伙人一样。侍卫在一旁道：“进山的路上还有许多脚印，看方向都是往山里去的。”凤泽算了算祠堂里尸体的数量，目前确认死亡的有24名士兵，余若一共带了30人出来，至少还有6人跟他逃进了山里。他想起被他截下的火药响箭，另外一伙北狄人应当就在山中，他们定是追着余若等人而去，才会留人在村里守着，以防外人进来发现不对。侍卫咬牙，他们胆子这么大，竟敢越过边境来动手。榆树村离边关不过半日路程，凤泽道：“如果他们乔装打扮，以行商的身份前行过来，这里的村民不会防备。依照他们在村中打探的情况，有些村民被一刀砍死，但更多人则是中毒而亡，可见北狄人一开始并没打算暴露身份。你要进山吗？”顾青忽然开口。凤泽看他一眼，要。他转头吩咐侍卫通传下去，所有人尽快完成搜寻，1刻钟内带上兵器来祠堂会合。侍卫领命而退。祠堂中只剩下凤泽与顾青2人。凤泽的拇指摩挲了一下顾青的手腕：“放手，我们分2路走。”顾青抿抿唇：“好。”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留在这里只会成为累赘。我派2个人，还有花南天跟你一起去元城。凤泽安排道：“你们到了元城以后，去东风客栈入住，在那里等我的消息。”你只带5个人能行吗？顾青直白地问。凤泽此行出京并未带上太多人手，连他与花南天加在一起也才9人。这点人手若是寻常出行，自然绰绰有余，哪怕遇到土匪强盗也不足为惧。但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北狄人，北狄人穷凶极恶，又敢对北军的士兵下手，不知山中还有多少他们的人马。他们进山的人不会太多。凤泽道：“这伙人既然扮作行商，人数不会超过20，否则就会引起巡边士兵的注意。眼下他们已经去掉8个，剩下那些不难对付。”顾青沉默了一下：“哪怕他们人多势众，你也是要去的，因为余洛和他的士兵可能还在山里。”他站在暗处，神情莫变：“我知道你功夫很好，
你带的人身手也都不错，但此去敌暗我明，你们千万不可大意。他一边叮咛，一边在心中自嘲，他此刻帮不上什么忙，只能说些毫无用处的话来聊以自慰。凤泽动了动唇角，他的低落没能逃过他的视线，他本不该在此时感到欢悦，但心里偏又柔软了一片。他低下头，盯着他的眼睛，克制自己不去拥他入怀。别担心，我还要带你回京城呢。顾青眼神闪了闪，我们在元城需要等多久？要不要帮你找援军？他生硬地绕开话题，凤泽不以为意，也与他说起正事。只要入了东风客栈，就会有人与你们联系，他们一旦听说这边的事，就知道该怎么做。顾青见他胸有成竹，心中稍定。村中的侍卫与花南天陆续赶来，他们听了凤泽的安排，均无异议。花南天倒出几瓶药丸分给众人，一有不对就马上服下，可以驱毒防瘴。一名侍卫将一把黑鞘长刀送到凤泽面前，殿下，你的刀。凤泽接过长刀，朝顾青凝望一眼，下令走。一行6人直奔山道而去。顾青立在原地，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却见凤泽一路都不曾回头，他挺拔的身影很快融入黑暗，消失不见。顾青缓缓吐出一口长气，对花南天道：我们也走吧。为了尽快离开榆树村，他们弃了马车，一行4骑很快上路奔向元城。第127章狭路相逢。山道上，负责审问的侍卫将审讯结果一五一十道出。他们这次来了19个人，扮作皮货商人进入边境，想要探听北军的兵力虚实。他们原本在榆树村歇脚，正好遇到于校尉带人到村里补给，他们认出车上的药材和铁器，就动了杀人劫货的心思，在村中的水井里放了毒。带头的人叫萧气，武功平平，这伙人里拳脚最好的是2名副将，都是临行前萧图给他的。萧气，凤泽沉吟，我知道他是萧图的堂弟，从来没立过什么大功，但是娶了王族的郡主，萧图养着他就是为了收拢人心。这伙人心狠手辣，殿下，如果我们遇上，是活捉还是格杀？侍卫问。先保护好自己。凤泽道，他们夺取货物之后本可马上离开，却要坚持进山追杀于洛他们，这其中定有蹊跷。也许是担心于校尉他们活着会出去报信，泄露了自己的行踪。侍卫猜测。凤泽看向空中升起的朗月，他们是中午遇上的，现在已过了好几个时辰，如果徒劳无功，就该早早撤回，不该在山里滞留这么久。不过这也给了他更大的希望，只要对方一直没出山，就证明于洛他们很可能还活着。山的另一头，一处风干的山崖裸露出灰白的石头，崖下有个石洞，约半人高，宽度仅能容一人通过，深不可测。几名行商打扮的汉子抱来枯枝残叶，扔到洞口。更远些的地方，一个尽显富态的中年男人坐在大石头上，身旁几人或坐或立，将他围在中间。其中2人个头极高，一人高鼻鹰目，一人方合大眼，分立在中年男人两侧。坐在地上的几人正忙着互相处理伤口，其中一人左胸中标，不等同伴替他治伤，就咽了气。富态的中年男人看着眼前这一幕，皱了皱眉，对身边的人开口：一定要灌浓烟把他们逼出来吗？会不会太费功夫？要不直接点火烧了吧？高鼻鹰目的男子摸了摸自己手臂，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刀伤。不行，他默然道：我要活的。中年男人撇撇嘴：几个小兵而已，留着有什么用？你不懂。男子冷冷看着前方的山洞，他的刀法我见过。中年男人看向他手臂上的伤：萧副将，你要不先坐下来歇会儿，那边让韩副将盯着就行。萧副将无动于衷，站着挺好。像你这样坐着，敌人来了都不知道。中年男人左右看看，拍拍屁股站起来，低声道：你也给我留点面子。虽说他的手下都知道这2个副将是大王派来的，并不收他调遣，但老是被人当众顶撞，脸上着实有些挂不住。一旁方和大眼的韩副将看这2人一眼，开口：萧大人，大王让你过来是给你立功的机会，不是让你游山玩水。中年男人面色讪讪：我萧气是那等不识好歹之辈吗？正是因为此行事关重大，我才想提醒萧副将，咱们在此待得越久，越有可能暴露身份，还是早点离开为上。韩副将冷笑一声：萧大人是想回去抱你的美妾吧？萧气神色一变：韩副将，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韩副将提起手里的刀，挽了个刀花，就怕你回去的时候已经见不着他了。韩庸，萧副将打断他：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是。韩庸闭了嘴，拖着刀去了山洞外。他指挥众人挖了些湿润的苔藓铺在枯枝堆上，再从底下点燃。熊熊火舌舔着苔藓，冒出一股浓烟。往里扇。韩庸下令，几人脱下外衣，将浓烟扇进石洞中。萧副将站在远处鲜唇冷笑，他瞥了眼萧气，见他脸色不好，拍拍他的肩：怎么还在惦记那个女人？萧气扯着嘴角笑了下：韩副将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萧副将道：
我知道你这次主动请缨要来大狱，是受了那女人的怂恿。萧七略显惊慌，我只是顺道带她来看看，并没让她入关。我知道，可是如果我跟韩庸不在，萧副将沉下脸，你就把他带进关了吧。萧七脸色一白，这怎么会？忘忧他很懂事，他答应过我，只在关外远远看一眼大狱，绝不会踏入大狱半步。这种话也只有你会信。萧副将冷笑，他若真那么乖巧，面对你那群如狼似虎的妻妾，他又怎么能够活到现在？萧七辩解，他只是为了自保而已。我娶的那悍妇，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堂兄的大业，我哪能忍得下去？我知道你辛苦，萧副将道，所以我才容他在你身边待了4年。萧七张口结舌，你难道一直盯着他？萧副将哼了一声，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心怀不轨，不过她对我没什么威胁。你既然喜欢，就让她给你当个乐子。如果她守规矩，我就留着她；如果她不守，我就废了她。萧气睁大眼，谁说她不守规矩？萧副将没说话。萧气陡然一个机灵，是刘阿虎，是他说的对不对？他一向跟忘忧不对付，你不能受他挑拨，是不是挑拨？回到驻地一看便知。萧副将冷冷道，我走时下过令，如果那个女人意图不轨，就地格杀。他语气中带着残忍的杀意。萧七不自禁打了个寒战，竟半天发不出声来。他一把抓住萧副将的手臂，酝酿了好一阵，正要开口，却被萧副将一把挥开。什么人？回答他的是6个从天而降的身影，他们如猛虎下山一般，从崖顶一跃而下，踢散洞口的火堆，立忙闪过。几名靠近洞口的北狄人率先受创，立在前方的韩庸大喝一声，冲上前去，一把黑色的刀在他面前出鞘，刀身直而狭长，刀锋隐冷，如高山上终年不化的雪。持刀之人并无多余花招，刀光一闪便直奔韩庸要害。韩庸身为萧图钦点的副将，身手自然不差，他眼前一花，只觉寒风鞭骨，登时举刀相迎。锵的一声，刀锋相抵，韩庸足下一陷，他双手握住刀柄，用力往上一顶，腾出半寸空隙，侧身后退。再看他手中刀刃，竟然豁出一道缺口。韩庸暗自心惊。第128章，仇敌相见。眼前之人身着墨衣，一双黑眸比夜色更沉。他朝韩庸步步走近，刀身斜指向地。韩庸活动了一下酸麻的手臂，抡刀俯冲过去。他威猛的身形如笋一般，掠出一道残影，厚重的坡刀破风有声，横削对手下路。刀锋呼啸而过，附近散落的火苗被卷得一暗。火光再现时，来人身影已然消失。韩庸顿觉不妙，他本能的扭腰折身，恰恰遇见身后袭来的一刀。韩庸立即后仰贴地，阴冷的刀锋擦着他的胸膛，带起一溜血花。韩庸闷哼一声，险险避过这致命一击，主刀在地，双腿猛蹬，朝后飞速划开。他撑地站起，捂住胸前的伤口，眼中凶光毕露。他舔舔嘴唇，正要再度上前，就听萧副将喊了一声：“韩庸，回来！”听到这一声，韩庸和他的对手同时望过去。萧副将慢慢上前：“凤泽，果然是你。”韩庸只见他的对手刀锋微抬，嘴角挂上一抹冷俏：“萧图，好久不见。”此话一出，除了韩庸与萧气，附近听到的人无不失色。萧图，北狄的8部大王，意图侵犯大狱之人，谁也没想到他会乔装成萧气的副将，随他一同来到大狱境内。萧气的手下突然明白，为何此行会派2名副将跟随。韩庸与其说是保护萧气，不如说是萧图的护卫。萧图被点破身份，并不惊慌，他抬眼四顾，看清凤泽带来的人手，笑了笑：“你方6人，我方10人，你要以少敌多。”话音未落，就听有人嘶声道：“加上我们4个，我们人数一样。”山洞中陆续有人爬出，于洛满脸黑灰，形容狼狈，与另外几人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凤泽并未看他们，他盯着萧图，语气嘲弄：“数量决定不了胜负，你当年10万大军围困邺城3万军民，最后不也输了吗？”萧图横眉怒目，忽然又是一笑：“可是你那3万军民被我屠得只剩1000不到，他们的尸体就堆在邺城的街道上，每户人家，每个庭院，你不是都看过了吗？”凤泽定定看着他：“你胸口上的刀疤还在吧？白岸用一只眼睛换了你的命，但你似乎没有善待你的功臣。”萧图沉声：“那些药材和铁器，果然是你们从他那儿抢来的。”抢？凤泽扬唇，好似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大狱的东西，你一丝一毫都拿不走。”凤泽，萧图气定神闲：“你一个半废之人，有什么资格对我讲这种话？”他朝前迈出半步，无视凤泽眼中的冷漠，傲然道：“我如今大权在握，不日就要踏入你们大狱，而你呢？就算北军不为你们皇帝所用，你也拿不了兵权，何况你还身中剧毒。”凤泽手中的刀微微扬起，
又沉了沉。看来你知道的不少。他淡淡道。自然。萧图看他的目光带上几分强者的怜悯。这几年我总是担心，怕你看不到我踏入大狱的那日。还好你的命比我想的要长，那你还能睡得着觉？凤泽轻笑一声，我的刀可是夜夜难寐。萧图手指一动，胸口的刀疤似乎又在隐隐作痛，那道伤砍得极深，差一点就要了他的性命。不过幸运的是，他还活着，而且比凤泽活得好多了。你若不阻我，待我夺取大狱那日，你还能继续当你的王爷。萧图慢慢道，我不信你还对你们皇帝忠心耿耿。凤泽瞥他一眼，你弄错了一件事，我对付你不是因为皇帝。他话音甫落，忽地旋身扬手，架住韩雍自身侧袭来的一刀。他黑色的身影犹如鬼魅，烟一般穿过韩雍腋下，反手一割，韩雍的右臂齐肩而断。这就是你新选的护卫？凤泽嘲讽地扬起嘴角，比白暗强，但比白暗蠢。萧图脸色微变，他方才叫住韩雍，就是因为发现来人是凤泽，却没想到韩雍竟然沉不住气，送上门去，白白损失战力。他愠怒地瞪了韩雍一眼，通通回来。他喝令萧气的手下全部退回，在身前形成一道防线。凤泽目色冷淡，举刀指向人后的他，萧图，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我记得你也曾是北狄的一员猛将。萧图眼角轻抽，我的目标是大狱，不是你。哦，凤泽点点头，我以为是你做大王做久了，已经不知道怎么拿刀了。萧图狠狠压下胸中一口浊气，冷笑，你的刀又能拿多久？他忽然扬手，一颗霹雳弹落到场中，砰然炸开，大块的石头和尘土飞扬起来，如冰雹一般落下，地面震动，整个山林都为之一晃。凤泽在他抛出异物的同时，就喝令众人齐身后退，他们匍匐在地，护住脑后要害，人非石泥块打在身上。待震波稍稳，凤泽率先起身，山风吹过，崖前尘雾渐散，萧图等人的身影却不见了，地上只有几名重伤的北狄人留了下来，连同韩雍在内。凤泽反身查看于洛几人的伤势，只见4人之中，除了于洛与2名士兵，赫然还有一个未挂制的军医花百叶。凤泽微松口气，确认他们性命无碍后，便要带上侍卫追赶萧图。就在这时，鼻端忽然传来一股似曾相识的气息，如初生的草叶钻破泥层，混杂着青草与泥土的味道。凤泽陡然停步，后退。他冷声道：“散远些。”几名侍卫不明所以，他们互视一眼，仍是听命地往后退了几步。凤泽屏住呼吸，抛开众人，纵身掠回山崖之上。他方一落地，脚下便是一个踉跄。熟悉的狂躁如暴风袭来，瞬间侵入脑海。或许是顾青不在身旁，他心中并无欲念，但嗜血的冲动比以往更甚。凤泽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体内的蛊虫睁开森森双眼，再一次在他身体里醒来。殿下，几名侍卫落在他身边。凤泽抬眼，眼中已然血红一片。第129章救不救。顾青一个机灵，自梦中惊醒。正午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下来，落在他脸上。他们昨晚赶了一夜的路，直到清晨才在荒林中寻了个隐蔽的地方歇脚。他慢慢坐起来，靠在树干上缓了缓。他虽会骑马，但像这样长途奔驰却是头一回，筋骨酸痛不说，脚踝到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皮，稍微一动就火辣辣的疼。花南天走过来，见他醒了，递过干粮和水囊。下午继续休息，晚上再赶路。这是他与随行侍卫商量的结果。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决定昼伏夜行。顾青点点头，到了生蟹，接过食物和水。干粮是这边特有的烤饼，虽然很硬，但面上撒了一层厚厚的芝麻，焦香扑鼻，越嚼越是香甜。顾青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吃着，他有些神思不属，边吃边想着榆树村中可能发生的状况。几颗芝麻掉在油纸上，他无意识地捡起来送入嘴中。在旁人看来，这是一副吃得专心致志的模样。花南天等他吃完大半的烤饼，才开口：“往西走100步有条小溪，你若要洗漱，可以去哪里？”顾青再次谢过：“不必谢我。”花南天道：“他说要照顾好你。”顾青敏锐地看他一眼，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位小花大夫待他有些说不上来的别扭，比冷淡好那么一丝，又比温和少那么几分。他看上去与自己差不多大，言谈举止却有几分执着，在待人接物上远没有于洛周到。想起于洛，顾青不由眼神微沉：“殿下他们可有消息？”“没有。”花南天的脸色依旧阴沉沉的。榆树村失踪的人里，除了于洛，还有他刚认回的师叔。虽然对花百叶没什么感情，但2人同出一门，他也不想他再出什么事。顾青放下吃食，拍拍手上的饼渣：“我去洗漱。你有金疮药吗？”花南天看向他，顾青坦然一笑，指指自己的腿：“骑马受的伤，你是神医，手里的药一定比我自己的好用。后面几日还要赶路，他不想因为腿伤影响行程。”花南天大概没想到他会张口索要，愣了下，
从袖中掏出一个纸包，清洗伤口以后擦干再敷。顾青接过来，本想道谢，看了眼花南天的神情，放下纸包，从随身包袱中翻出一个小瓶递给他，店里药师特制的驱蚊香，虽然不算名贵，但胜在好用。花南天拿在手中，拔开塞子闻了闻，厚朴堂的宋药师。是啊，你知道，听黄大夫提过。花南天不欲与他多聊，收起药瓶，你去洗漱吧。顾青向侍卫打了声招呼，来到溪边。溪水透彻，岸边的石头被烤得发烫。顾青找了个阴凉处坐下来，洗净手脸，慢慢卷高裤脚。腿上有些地方的皮肤磨得太狠，露出下面的血肉，血干掉以后和裤子的布料粘在一起，他用干净棉帕沾了水，慢慢浸湿布料，然后一狠心，用力往上一提，将布料从血肉之中撕扯出来。他擦净伤处，将金疮药敷了上去。药粉刚一触及血肉，就如无数根针刺一般，疼得顾青差点将手里的药粉抖散。他深吸口气，一不做二不休，咬牙将所有伤处都上满药。一番折腾下来，他背上浸出一片汗水，不知是热的还是疼的。他抬臂擦擦汗，将剩下的药粉包起来收好，这才靠着身后的大石歇了一阵。待他觉得舒坦些了，方弯下腰去掬了把水洗脸。一丝血痕从水中划过，又是一丝，如墨笔浸染，一丝丝一缕缕的血色在水中化开，越来越密集。顾青抬头望向溪水上游，他果断起身走回侍卫待着的地方。侍卫为了保护他，本就离得不远，见王妃神情平静走过来，对他道：上游有血流入水中，不知是人是兽。侍卫当即面色肃然，他将顾青送回营地，然后叫上另一个侍卫一同去了溪水上游。顾青将毡垫和散开的包袱收起来，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不一会儿，就见2名侍卫抬了一个人回来，那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一头长发用金环高高竖起，身着窄袖胡服，虽然面如金纸，两眼紧闭，仍能看出是个清丽的美人。她后背有2处深深的刀伤，腿侧还中了一箭，剑身已经削断，只有剑足还深扎在肉里。侍卫将女子放在地上，对顾青道：上游没发现别人，只有这个姑娘，她是从另一头过来的，地上有爬行的血迹。顾青扭头问花南天：能救吗？花南天拿起女子的手，翻开她的手掌看了看，虎口和掌心有被硬物磨过的新伤，可能是利器。腿上那支箭应该是他自己砍断的，不拔剑而是砍剑，是为了避免流血过多。这女子来路不明，你确定要救？顾青凝眉，他的目光扫过2名侍卫，我想先止血救人，若他能活，再做打算。你们以为如何？2名侍卫毫不犹疑，听凭王妃安排。顾青点头，转向花南天：小花大夫，如果止了血，他几时会醒？花南天垂眼看了看女子的伤势，如果今晚能醒，他就能活，那就有劳小花大夫。顾青不再说多余的客套话，叫上1名侍卫去拴马的地方拿药材。他们临走时带了几包治外伤的药，正好派上用场。回来的时候，那名女子已被放在毡垫上，花南天正在给她清理背上的伤口。2道刀伤在她背心交叉而过，所幸没有伤到骨头。顾青看了眼那深深绽开的皮肉，想想自己的腿伤，不免觉得自己太过娇气。他将一袋烈酒递给花南天：要用这个吗？花南天二话不说接过，淋在女子的伤口上，冲去四周的污物。女子在昏迷中发出一声轻吟，整个身子为之一颤。顾青露出些许欣慰，看来还有救。女子能对身体的疼痛做出反应，可见她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只要知道疼，就有醒转的希望。顾青说完，又在心底自嘲，他要救这女子不仅是出于恻隐之心，他还有一个更为自私的想法。倘若救人一命可以积累些许功德，他是不是就能以此换得凤泽他们平安归来？第130章，君安否？是夜，那女子醒了过来，她刚一醒转就想起身，却发现自己手脚都被固定住，动弹不得。别急，一个女声从耳边传来。她侧过头，就见身旁坐了一个年轻的青衣女子，正含笑望着她。是我救了你，我叫顾青，你叫什么名字？顾青柔声问。女子并未答话，她转眼打量四周，目光划过顾青身后的篝火，以及篝火旁忽明忽暗的人影。他们是我的同伴。顾青看出她的疑虑，是我们一起救的你。女子嘴唇微动，她的声音柔婉中带着一丝暗哑，像一只受伤的百灵。她说的是，我竟然没死。顾青偏了偏头，那么现在可以说你的名字了吗？女子看向他，双眸微垂，我叫忘忧。顾青盯着她因失血而苍白的脸颊，你打算去哪儿？名为忘忧的女子倏然抬眼，秋水般的双眸探向他，你不打听我的来历？顾青扶了扶鬓角的碎发，便是你说了，我也无暇分辨真假。我只想问一句，把你伤得这么重的人，他们还活着吗？忘忧愣了下，应当死了。你杀的？顾青又问。忘忧闭上眼睛，
他沉默半晌，似乎歇了口气，方道：“若你觉得我很危险，就不必管我。”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倨傲，偏嗓音又极柔美轻婉，听着非但让人无法生气，反而觉出一丝嗔怨。顾青以手之汗，笑了笑：“美人薄怒，我见犹怜。”身后的花南天见女子醒了，正走过来准备查看究竟，听了这话，面无表情的脸上微微一动，就听顾青又说：“可惜我不是男人，眼下也没有太多时间，你只需要告诉我，要不要跟我们走？”忘忧睁眼：“你们去哪儿？”元城。顾青道。忘忧眼中骤然闪过一丝光亮：“要多久？”顾青如实道：“快马2日，但以你现在的状况，恐怕伤口会裂开，一旦失血严重，后果谁也不敢保证。”我去。忘忧断然道：“你带我去，我会还你恩情。你带上他，别说2日，便是1日，他也撑不过去。”花南天插进话来，随即被忘忧嗔怒的看了眼。花南天弗然不悦：“你若不想活，就别浪费我的药。”顾青不动声色挡住他，对忘忧道：“恕我直言，你身无长物，头上的金环也买不了一条命，你打算拿什么报恩？”忘忧不假思索：“拿我。”顾青挑了挑眉：“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就敢卖身给我？再说，你有什么长处？我为什么要收你？”忘忧垂下鸦羽般的长睫，如同被欺负了一般，显得楚楚可怜。顾青叹了口气，问花南天：“人是你救的，你怎么说？”花南天眼神阴郁：“是你找的麻烦。”顾青无声笑起，他瞳色纯澈，如月光一般清朗。他看着忘忧道：“你这条命我收了，如果你活着到元城，我就是你的主人；如果你死在半道上，我就给你建坟。”忘忧默然片刻，正眼看向他：“是，主人。”浩瀚苍原上，疾风烈烈，一座雄浑城池屹立在广袤的北地边境。元城，自大禹开国时起就镇守边关的城池，厚重的城墙巍然耸立，坚不可摧。落日照在城头，黑底红边的大旗迎风招展，映目争辉。一早便到达的侍卫等在城门口，与他一同等候的是许久不见的小六。顾青为了不让忘忧的伤势恶化，特地派一名侍卫先行到东风客栈等候凤泽所说的联络人。他和花南天则与另一名侍卫带着忘忧慢行在后。见到小六，顾青心中一喜，纵马上前：“殿下到了。”小六摇头。顾青的笑容隐了下去。他这番慢行并未等来凤泽等人，原想着会不会因为不同道才没遇上，如今看来却是他们迟迟没有赶到。小六替顾青牵住马绳：“先进城再说，我还带了一个人，他没有路引。”顾青道：“我知道。”小六已从侍卫那里得知了来龙去脉，已经打过招呼了。说完就带着他们入了城。东风客栈就在城东大街上，3层高的木楼，前面是酒肆，后面是客房，前后以飞廊相连。顾青瞧着客栈酒肆的布局4层相识，随口问了句，却听小六道：“卷归楼和这家店都是殿下的。”顾青这才恍然，难怪那次在京城卷归楼明明已经没有空位，凤泽只与掌柜说了几句话，就带他上了雅间，原来那竟是他自家产业。他总以为自己有不少事瞒着凤泽，现在看来他瞒着他的也不少。众人住进东风客栈，各自安顿。花南天去给忘忧治伤，顾青找到小六，还未开口，就听小六道：“今早一接到消息，我们就派了人去接应殿下，王妃不要太担心。”顾青略微沉吟：“北军可有严查边境？如果袭击于落的北敌人发现行踪暴露，那么他们离开的时候很可能不会走正道。”小六点头：“已经通知北军的将领，他们会加派人手在边境巡防。我带回的那位女子名叫忘忧，我怀疑她也来自关外。”顾青道。小六正色：“何以见得？”关内虽也有穿胡服的习惯，但他束发的金环内侧刻着北狄文字，胡服的样式也非关内常见。顾青早就检查过忘忧所带之物，他被人追杀至此，出现的时间又与榆树村那伙人相差无几，这或许不只是巧合。王妃收留他是想从他那里探听消息。小六会意：“我这就派人盯着他。”他很机警，顾青叮咛，对自己也能狠得下心。“放心吧。”小六自得的笑笑：“我们丁人从没有失手过。”顾青也笑了下，他如今伤势严重，便是下地也有些吃力，1、2日内倒是无妨。但我看他的目标好像正是元城，只不知他是要到这里与人会合，还是另有所图。只要他进了东风客栈，就别想轻易走掉。小六胸有成竹：“那就有劳你们了。”顾青起身：“若是有殿下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王妃。”小六迅速接话。顾青怔了怔，莞尔一笑：“嗯。”小六目送他离开，在房中来回踱了几步，抓抓头，脸上突然露出懊恼的神情。第131章隐瞒。花南天从忘忧的房中出来，就见小六背着双手候在外头。“跟我来。”小六简短开口。花南天皱了皱眉，无声跟上。两人沿着飞廊下到后院，
院中立着一排厢房。小六推开其中一扇房门，带着花南天走进去。殿下，小六朝房中之人开口：“小花大夫来了，快过来。”接话之人却是花百叶，他抱着一个药钵从角落里站起：“南天，快来帮我瞧瞧，看这药配的对不对？”这话一出，屋里几个人神色各异。于洛尴尬的咳嗽一声，用扇子继续给药炉下面的火山风。小六带着3分挑剔7分怀疑，将花百叶从头到脚扫了一遍。花南天依旧面色阴郁，只是嘴角轻轻抽了下。只有靠坐在床头的凤泽低声一笑，问花南天：“你们来的可还顺利？”花南天走到近前，看清他的面色，眉头紧锁：“怎么弄成这样？”凤泽的脸色近乎透明，苍白羸弱的样子如同受了重创。“我给他放了血。”花百叶在旁插话，本想把那个蛊给弄出来，可惜没成功。花南天回头：“放血？对啊。”花百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医书上有放血疗毒，我就试了试放血驱蛊。要不是那蛊虫藏在7经8脉中游走不定，说不准我还真能把它挖出来。可惜中蛊的人是个王爷，不能任他摆布，光是提出用金刀破穴放血，就差点让他挨了揍。幸好凤泽当时保有一线清明，及时制止众人，允许他放手施为。想起那流了一地的污血，花百叶啧啧有声：“殿下如果挺得住，等你养好些再让我试试，搞不好就能帮你把蛊逼出来。”花南天沉着脸：“你不如把他的血放干，蛊虫没了宿主，自然就会死。”花百叶挠挠鼻头，这是下策，不妥不妥。小六委实听不下去，翻了个白眼：“小公子，你这军医还是不要放去军中比较好。”他怕人没救回几个，花百叶先被自己人砍死。于洛抬头笑笑，这次多亏有他，要不是花百叶兵行险着，在那种危急情况下，一旦凤泽被蛊虫控制，不是他死，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死，这样的后果谁都无法承受。对了，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们王妃呢？花百叶朝屋外张望：“殿下吩咐过，暂时不要打扰王妃。”小六暴毙挡在门前，阻止他探头探脑。花百叶遗憾地哦了声，埋头继续捣药。花南天替凤泽诊过脉，心中不解，现在察觉不出蛊虫苏醒的迹象，你们遇到了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发作？和上次在古安山一样，凤泽道出榆树村的遭遇。花南天沉思半晌，也是闻到同样的气味，蛊虫就醒了。我怀疑他能直接刺激蛊虫的本能，哪怕我闭了气也没用。说到这儿，凤泽朝于洛示意：“一会儿带花南天去你房里，把我们带回的东西给他。”是什么？花南天问。是现场收集的泥块。于洛站起来，把扇子交给小六，那上面残留了一些气味。花百叶说：“最多还能保留半日，你现在就随我去拿。”花百叶蹲在角落里附和：“对，那东西说没就没，你快点拿回去研究。”花南天看他一眼：“师叔不如一道去。”他难得如此客气，花百叶心头一跳，指指自己的鼻子：“我只会治伤，我去做什么？”“有事请教。”花南天掷地有声。花百叶看看他，再看看于洛，估摸着自己这趟不会挨揍，犹犹豫豫应了声好，放下药杵，跟着他俩出了门。一炷香后，小六煎好补血药，将药汁滤入碗中。“殿下，王妃那边真的还要瞒着？”顾青风尘仆仆赶到元城，见到他第一眼就直问凤泽下落，要不是他早有准备，差点露馅。我可是答应过王妃，一有你的消息就告诉他。小六感慨：“我这辈子还没对自己人撒过谎。”凤泽扬扬唇，闭目养神：“你骗17的时候不是张口就来，那怎么一样？”小六反驳：“我是训练他辨别真假，教他悬竹的本事。”凤泽不置可否，把药搁桌上，回去守着。如果王妃问起，就说我后日便到。你在路上耽搁这么久，不怕他更加担心？无妨。凤泽道：“总比现在让他看到要好。”小六欲言又止：“中士作罢，那我先回去了。”他是得赶快回去守着，万一王妃临时起意想找人问话，他也能及时糊弄过去。小六，果不其然，他刚一回到前院的客栈，就见顾青找他。顾青问：“你看到小花大夫了吗？”小六摇头：“小花大夫没在房中，我去他房间看过2回，屋里一直没有人。”顾青原本在自己房里待着，但始终心神不宁。他想起花南天说过下个月3叶珠果就将成熟，便想找他聊聊治蛊的事情，谁知将近1个时辰都找不到人，问了2个侍卫也都没看见。小六安抚：“王妃别急，我这就去找。”“找谁？”说话间，就见花南天从楼下走上来，手里提了一个包袱。他来到2人跟前，不等顾青开口，小六先问：“小花大夫，你去哪儿了？”“王妃正在找你。”他给花南天递了个眼神。花南天会意：“我刚才去外面转了转，买了点东西。”顾青与小六的视线同时投向他手里的包袱。小六猜到那是他从于洛那儿拿回的泥块，当下笑道：“你下次出去前先给我们打声招呼，省得王妃找不到人。”花南天默不作声点点头。
他将两人带到自己的房间，把包袱放到窗前的小桌上，在旁边的水盆里洗了手。王妃找我什么事？他问。顾青走过去，看着窗前的包袱，小花大夫买的什么？一些杂物。花南天擦完手转身，却是一顿。顾青就立在他身后。我可否看看？顾青问。花南天沉默地望了眼小六。小六笑着接话，元城没什么好东西，王妃若想逛街，等用过晚饭以后，我陪王妃出去走走。不用。顾青道，我只是好奇小花大夫是不是买了什么香料，这味道有些熟悉。花南天眉心一动，包袱里的东西已重新用油纸包好，按理说旁人不可能闻到里面的气味。我是大夫，不用香料。花南天回答。顾青惊哦了声，突然问，我能看看小花大夫的手吗？花南天拧眉，但还是一言抬起一只手。顾青凑过去，忽地低头在他袖口嗅了嗅。小花大夫，你袖子上这味在哪染的？第132章。怕你担心。花南天与小六互视一眼。花南天想起自己在于落房中与花百叶翻捡土块，很是费了番功夫，怕是在那时就沾上了药物的气味。这气味极淡，他久处其中不觉有异，却没想到顾青的嗅觉这么灵敏，竟然一下子就闻了出来。他掩住手臂没说话。小六转转眼珠，抽动鼻子，什么味儿？我怎么没闻到？顾青盯着花南天的目光本来充满警惕，听了小六这话，他眉心一动，转头看他。小六立时察觉不妙，顾青紧绷的神情却微微放松了些。你在替他说话？小六张了张嘴，佯作不解。啊？顾青却像是想通了什么，难怪你会留在元城。他听刘毅说过，小六和17与雍王府的侍卫不同，他们平日执行的任务往往更危险，也更隐秘，可见深得凤泽信赖。自他今日见到小六，就觉得有些奇怪，他似乎并不那么焦急，仿佛笃定凤泽一定会没事。现在看来，这里面果然是有原因的。小花大夫不会闲得没事上街买东西。顾青道，不如打开包袱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小六摸摸鼻子，正想找话搪塞过去，却听花南天道，殿下体内的蛊又发作了一次，情况不是太好。小六瞠目结舌。半刻钟后，顾青站在后院的厢房门前，小六默默替他打开房门，低声道，王妃请进。顾青立着没动，小六没敢催他，无声退到一旁。檐下的灯笼照在顾青脚边，折出一小片微黄的光晕。前院靠街的酒肆宾客满座，车马迎门。后院这处角落却像沉在水里，寂静无声。顾青深吸一口气，迈了进去。屋内光线朦胧，墙角的铜制莲枝灯架上只点了2支蜡烛，悠悠燃着微光。桌上的药碗已经空了，碗底留着浅浅一层褐色。凤泽卧在床上，沉沉睡着。他腰间随意搭了条薄被，双手交错，稳稳放在腹上。顾青走进床前，低头看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凤泽睡着的模样。前些日子他俩虽然同宿一处，但凤泽总是比他晚睡，比他早起。他从来不曾想过，这人睡着的姿势竟然如此一丝不苟，与他平日桀骜的行径迥然不同。顾青将目光落在他脸上，才几日不见，他似乎消瘦了许多，脸上透着从未见过的疲惫，双唇几无血色。顾青伸指探了探他的鼻息，凤泽的鼻息极浅，好在不是没有。一丝轻柔微暖的气息浮在指尖，顾青暗自松了口气，又在心底自嘲，明知他没事，却还是不放心，这样患得患失的心情实在不像他的性子。不过话说回来，他放了那么多血，按照花南天的说法，要是换做底子差一些的旁人，恐怕早就一命呜呼，根本撑不回元城。虽然他瞒着他的确可恶，但想到他差一点就死掉，顾青还是狠不下心不来看他。他本打算看一眼就走，但来了以后见他如此憔悴，竟半天挪不动脚步。悠悠一声叹息出自凤泽口中，他睁眼看进顾青眼底。还要看多久？顾青怔了怔，收回手。你知道我来了，在你试探我气息的时候。凤泽从床上慢慢撑身坐起，其实比这还要早。他从军的经历让他随时随地都保持一丝警惕，哪怕在极度虚弱的时候也不曾完全松懈。顾青进屋还未靠近床前，他就醒了，但他听出他的脚步声便没有动。他既然在这时候过来，说明小六他们没能瞒住他。若见他醒着，他说不定会转身就走，还不如让他看一眼，只要见他没事，他自然就会离开。但没想到顾青竟然迟迟未动。他伸指探他气息的时候，凤泽差点控制不住自己。他比他想象的还要小心翼翼，还要更在乎他。顾青见自己的举动被人发现，脸上一窘，若无其事道：你既然没事，我就先回去了。顾青，凤泽叫住他。夜风从窗外灌进来，墙角的烛火随之一颤，焰星的火苗疯狂跳动。凤泽道：能不能再陪陪我？他眸色微软，在暖黄的光晕下
泛着温润的色泽。顾青定了定神，你不是不想让我知道吗？堂堂雍王殿下哪里需要人陪着？抱歉，凤泽满眼认真，我本来没打算瞒你。顾青淡淡瞅他一眼，但你还是瞒了。凤泽无声笑了下，笑容中带着一抹深沉，因为虽然想让你为我担心，但又怕你真的担心。屋里的烛光倏地一暗，灯架上的蜡烛熄了一支，剩下那只在风里苟延残喘，微小的火苗摇曳不定。顾青的脸颊也在灯火中忽明忽暗，他侧过头，纤细的脖颈像白鹤一般，从衣领下露出一小截，折出一道温软的弧度。他垂着眼，庆幸此刻烛火暗淡，不会泄露自己的神情。已经虚实了，便是你不饿，我也会饿。他不动声色，转身朝外走，我去叫小六来照顾你。说完，人已跨出门槛。门外，小六不知从哪个角落窜出来，顾青猛地停住脚，他抚住心口，只觉胸中如同肋骨，一阵急似一阵，仿佛响在耳边。小六见他脸色潮红，也是一愣。王妃有什么要吩咐的？他问。顾青缓了缓神，淡声道：殿下醒了，去给他准备一些吃食，顺便问下小花大夫有没有哪些要禁忌的地方。小六领命走开。顾青往前走了几步，扶住廊柱，单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的热度仍未褪去，他抿抿唇，又不自禁地弯了弯唇。身后的房间里似乎传来一丝响动，顾青背脊一僵，像被惊到一般，提着裙摆迅速走开。第133章挥金如土。这晚顾青做东，在东风客栈的酒肆点了一大桌菜，犒劳花南天与同行的2名侍卫。这几天日夜奔波，辛苦各位了。顾青举杯致意。侍卫与顾青相处日久，知道他不讲虚礼，当下举杯回敬。他们已知凤泽平安抵达元城，心中卸去一块大石，神情愈发松快。顾青由得他们喝酒，给花南天倒了杯茶。今日险些误会小花大夫，还请勿怪。花南天身上所携的那股气味虽然极淡，但他曾在山中密室闻过许久，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刚闻到时，他差些以为当日衣物上所沾的药物出自花南天之手，但细想之下又觉得不可能。凤泽待花南天信任有加，花南天若是要加害于他，大可使用别的法子，犯不着如此迂回。何况小六又在一旁为花南天打圆场，顾青稍一转念便明白过来，他们必是有事瞒他，而会下这种命令的，除了凤泽，别无他想。花南天接了茶，没多说什么，只道无妨。他本就认为凤泽瞒着顾青是多此一举，便是让他知道他伤得严重又如何。这位王妃又不是个胆小的性子。顾青用了些酒菜，靠在栏边欣赏庭中舞乐。北地的舞姬不似京城的婉约之风，他们身段高挑，舞姿矫健，一段红绡握在手中，犹如利剑一般挥斥百合，折转风流。场中伴舞的琵琶声如昆山玉碎，江河奔流，浩浩荡荡，穿云裂石。一曲舞罢，满场喝彩。顾青看得开心，他叫来小二，扔下1张200两的银票，只道是赏给舞者与琵琶手的。他出手阔绰，小二不识他的身份，当下笑道：谢贵人打赏，贵人可还想听些别的？我店可加送1支琵琶曲，聊表谢意。顾青失笑，那店中可有拿手曲目推荐？小二仔细打量这桌4人，见他们皆非本地装束，言谈举止颇为爽快，这才开口：贵人若是头回来元城，不妨听一曲《雄关行》，这曲子别处没有，是咱们元城自己的琵琶手所创。顾青被他勾起兴致，点点头，那就来上一曲。小二兴冲冲下了楼，高喝一声：2楼甲字7号桌贵人，赏银200两。谢赏。一时庭中的舞姬与琵琶手都转向顾青这方躬身致谢。酒肆中的食客有那身家不菲的，也纷纷被激起豪兴，一个接一个的将小二叫去给赏。顾青见状，忍俊不禁，想来今晚店里光是接赏钱就能赚得不少。一旁的侍卫放下酒杯，兴致勃勃：雄关行，我知道，讲的北军。顾青微讶，这名侍卫30出头，跟凤泽来过好几趟元城。他四下望了眼，压低声音：其实是写给咱们殿下的。凤泽当年封王后，便接了西北封地，元城属于封地治下，他地处边关，凤泽有许多时候都在这边练兵。顾青坐回桌旁，说来听听。楼下一声裂帛弦音，犹如刀剑出鞘，琵琶再度奏响，一曲《雄关行》慷慨激昂，伴着乐声铮铮，侍卫给顾青几人讲起他们不曾听过的往事。旭日山川，铁骑横刀，对于顾青而言，那是他不熟悉的北军，还有他不熟悉的凤泽。这一晚，东风客栈的酒肆格外热闹，直到顾青走上回客房的飞廊，仍能听到身后语笑喧甜，鼓乐铿锵。他站在空旷的长廊上，仰首望天，墨蓝的天际星罗棋布，一道银河横空跨过，点点繁星如沙粒一般连绵不绝。边关的天与京城不同，它带着雄浑的气势，笼罩四野，一往无前。
顾青独自站在风中，散去些许酒意，这才转身回屋。他来到自己门前，正要推门，手下却是一顿。他的房中灯火隐隐，顾青迟疑了一下，推开房门。房中不知何时多出一张软榻，设在窗边，榻旁有烛，凤泽倚在榻上，正就着烛光看书。顾青停住脚步，看了看他紧着礼衣的装扮，开口：“殿下为何在这里？不在这里，我该去哪儿？”凤泽反问。顾青慢慢踱入屋中，这里是殿下的客栈，客栈的房间很多，即便前院没有，后院的厢房也是够的。凤泽淡淡一笑：“我伤势未愈，可否容我在此待上几日？”顾青睨他一眼：“我不会伺候人，恐怕照顾不好殿下。”凤泽丢开手中书卷，语气平静：“无需你来伺候。”顾青转开眼，他去桌旁坐下，给自己倒了杯水。壶里的水温热，泛着花蜜的清香，显然是有人提前为他备上的。听说你今晚在酒肆大出风头。凤泽道：“人人都说来了一个挥金如土的豪客。”顾青呛咳一声，匆匆咽下嘴里的蜜水。他擦擦嘴角：“豪客有很多，我不过抛砖引玉罢了。”这话不是作假，自他给过赏银以后，酒肆中就掀起一阵打赏的热潮，在他离开那会儿，庭中歌舞始终未歇。你倒是大方。凤泽似笑非笑，也不怕累坏了那些舞姬。顾青放下水杯，笑意浅浅：“殿下若是心疼，不如亲自前去照料。”凤泽看着他被水光润泽过的唇瓣，眼神微暗：“店里的梨花白好喝吗？”顾青认真想了想，比起卷归楼的瑶光差了些，味道有点辣。那你还喝了2杯？他记得他连瑶光也只喝了1杯，不过当时有他在，便是他想多喝也没用。顾青忽的一笑：“前些日子在秦州的时候，刘婉和刘毅拦着不让我喝酒，他们说是师统领交代的。”他挑眉看向凤泽：“殿下是不喜我饮酒吗？”许是酒意涌上，他眼角染了一抹红晕，像雪里含苞待放的红梅，一双清亮的眸子泛着柔光。凤泽坐在榻上未动，酒多伤身，他嗓音幽沉：“你若想喝，等我伤好了陪你。”顾青没说话，他盯着他，安静地看了一阵。殿下是好人。他浮起一个真心的笑容。凤泽微微凝眉，这话他不止一次对他说过，可他对着他的时候，并不想做一个好人。顾青起身，慢慢走到凤泽面前，他的眼神如窗外的夜色，清冽沉静。若我自私懦弱，贪婪成性，反复无常，殿下还愿意与我做夫妻吗？第134章长夜未央。凤泽仰头看他，夜色勾勒着顾青的眉眼，他本是一副清雅婉约的容貌，偏因一双眼太过清亮而透出几分明媚。他似月光，又似艳阳。凤泽漆黑的眼里闪过一丝微芒。这话当是我来问你。他缓缓道：“若我薄情寡义，不择手段，杀戮成性，你还愿意做我的妻子吗？”顾青眸色微动：“这不公平。”他轻声道：“是我先问的。那我换一个问法。”凤泽凝视着他：“若不问未来，不问过往，今时今日，你可愿嫁我？”他的声音悠然温柔，如一丝清风卷开夜色。顾青的心不安分地乱跳了几拍。他抿紧嘴唇，捏了捏拢在袖中的手指，正要开口，腰间忽然一紧，整个人不由自主朝前跌去。他的惊呼声还在喉咙里，就趴倒在凤泽身上。凤泽扣住他的腰，将他牢牢按在怀中。如果不是我喜欢的答案，就不必说了。他在他耳边沉沉道。顾青伏在他胸前，下巴抵着他的肩膀，身体与他紧紧相贴。或许是失血过多的缘故，凤泽的身体微凉，顾青的耳垂挨着他的侧脸，只觉自己耳根滚烫。他闭了闭眼，竭力稳住自己的气息，低声开口：“既然薄情寡义，又何必如此胆怯？”凤泽搂着他，眼眸深沉：“因为你不一样。”顾青瞬间失语。凤泽的气息伏在他耳畔，他的手臂没有太用力，却刚好让他无法动弹。顾青垂眼：“你若不听，怎么知道我的答案你喜不喜欢？”他扯了扯嘴角，慢吞吞道。扣在他腰间的手倏然圈紧。凤泽的胸膛阵阵起伏，他沉默了好一阵，才道：“那你说来听听。”顾青悠悠叹息一声，不想说了。凤泽微微眯了眼，他的手在顾青腰间轻抚了下，忽然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顾青只觉一阵天旋地转，自己就对上了凤泽的脸。凤泽脸上仍然没有多少血色，他目光幽沉，带着几分质询与怪责，深深看进顾青眼底。顾青不禁绷紧了身体。凤泽的声音带着几分暗哑，如夜魅一般：“那我最后问一句，我想亲你。”这分明不是一个问题。顾青想要反驳，却被他的眼神盯得气息不顺。凤泽朝下俯低了些，顾青下意识地闭了眼，他的眼角被人用指腹轻轻摩挲了一下。凤泽的声音沉然响起：“我给过你机会了。”说完，他低头堵住了他的唇。烛光照在榻上，雪白的衣衫压着绯色的襦裙，人影交叠。凤泽的吻既温柔又凶狠，他在他唇上细密辗转，如夏日的暴雨，如燃烧的烈焰。
这与那次在古安山上截然不同。那时的凤泽没有意识，全凭本能，而今日他如同一个绝佳的猎手，每一次出击都让猎物溃不成军。顾青的气息渐渐凌乱，他无意识地动手，却被凤泽按住。他的手指插入他的指缝，与他贴得更紧了些。他稍微离开他的唇，温柔地蹭了蹭他的鼻尖，看他两颊生晕，低笑了声，又贴了上去。这一回他没再发狠，而是格外耐心地在他唇上轻念。顾青整个身体都软了下去。凤泽拉着他的手绕过自己身后，让他环住自己的腰。他的腰身紧窄结实，修长有力的大腿与顾青紧贴在一起。顾青轻轻喘息，凤泽的吻沿着他的唇角一路往下，吻过他秀巧的下巴，轻啄他白皙的颈项。顾青正了正身子，睁开眼，够了。凤泽在他颈上轻咬了一口，缓缓退开。两人的气息都不平稳。顾青眼里水光润泽，绯色的如山衣领微敞，纤巧的锁骨上方印着一枚红痕。凤泽用拇指抹过那处自己咬出的痕迹，轻轻揉了两下，却让红色的印记泛得更开。顾青拍开他的手，他拢了拢自己的领口，让我起来。凤泽仍撑在他上方，他低头俯视他的神情，见他面上并无不悦，这才侧身坐起，一手把他扶了起来。顾青坐在榻边，捋了捋鬓角乱掉的发丝。他原本已拿定主意，此时却又开始犹豫。凤泽的情感太过炽烈，他怕自己承受不起，也怕自己贪恋更多。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捏住他的下巴，打断了他的思绪。你已经接受，就不许再逃。凤泽像是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声音低沉的警告，带着一丝激情过后的暗哑。顾青呼出一口长气。长公主曾对我说，求人得人，落子无悔。他扬起一抹笑，我现在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这段时日瞻前顾后，思虑良多，已变得有些不像他自己。他自怨自艾了那么些日子，但谁说没了三叶珠果，他就一定不能活的？世间并不止这一味灵药可以治病，但凤泽却只有这一个。铮铮男儿，顶天立地，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是他用手段得来的夫君，抛去求药的初衷。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对他心存好感，否则他恐怕不会以那种方式接近他。想通这点的顾青又有几分懊恼，倘若时光可以倒流，他一定要在沧州的那个午后与那位小将军打一声招呼，让他在多年以后再见面时还能记得他的样子。又走神，凤泽将他拉过去，紧紧搂着他的腰，目光灼灼。在想什么？在想你。顾青脱口而出，随即两人都是愣了一下。凤泽率先笑了起来，他眼中的暗色隐去，语调懒散，一字一句都洋溢着轻快。想我什么？顾青斜他一眼，他从未见过他如此愉悦的模样，成熟的男人气息下竟带着些少年的天真，这样的笑容实在舍不得让人瞧见，又忍不住想找人炫耀。他伸手捂住他的脸颊，如果我死得比你早，你要是续了弦，就别给我上坟了。凤泽拉下他的手，顾青原以为会看到一脸不快，谁知他面色如常，只淡淡应了句，有我在，你会长命百岁的。第135章，他是他的风景。顾青心里又甜又涩。好，那我争取活得久一点。他笑着看他，那你呢？你体内的蛊什么时候能治好？凤泽捉住他的手，放在唇边亲了亲，快了，不要敷衍我。顾青板起脸，这次在榆树村，你是第二次被人诱发蛊毒，上次下手的是凤元泰，这回却是北狄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之间或许有所勾结？不是他们之间，凤泽道，是皇帝和北狄之间。皇帝？顾青心中一凛，我以为他只是忌惮你的兵权。狡兔死，走狗烹，历代史书上死于皇帝猜忌的忠臣良将数不胜数，但皇帝若因此勾结北狄外族，那就不是排除异己，而是卖国。凤泽沉沉笑了下，忽然捏捏顾青的脸，我说什么你都信？顾青正色，你不会拿这样的大事开玩笑。他总算明白为何凤泽提起皇帝总是充满不屑，他私底下从来不称那人为陛下，原来并非因为皇帝夺了他的兵权，而是这个皇帝根本不配当一国之君。你身上的蛊就是他下的？顾青问，是什么时候？凤泽看着他紧绷的脸，4年前打完北狄，我回京复命的路上出了点意外。他没有细讲他是如何中的暗算，又是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醒来，那些对他而言都是既成的事实，他不会逃避，但也不想让顾青露出心疼或怜悯的眼神。顾青沉默了一阵，我记得郭太妃也是在4年前去世的。他还记得凤泽曾对他说过，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尚在昏迷之中。顾青突然产生一个不好的联想，一股寒意窜上背脊，他反握住凤泽的手，犹豫半晌，不知该如何开口。凤泽像是明白他在想些什么，单手将他搂紧了些。北军由我母亲一手创立，若我遭遇不测，他尚能安抚北军，但若是我们母子皆亡，北军必乱。北军地处边境，一旦军中哗变，群龙无首，动摇的不只是皇帝的宝座，更是大禹的江山。凤泽将头搁在顾青肩上，
伏在他颈边慢慢道：“我那时生死未卜，皇帝本打算痛下杀手，但当日就传来我母亲的死讯。他母亲自先帝逝后，自请长守帝陵，一直过着半隐居的日子。谁也没想到他暴毙的消息会在一夜之间传遍京城。”凤泽望着房间里漆黑的角落，淡淡开口：“他是为了我才自尽的。他常年留守封地，母子两人今年见不上一面。当他醒来以后，得到的只有母亲的死讯，以及他留给他的一封信。吾之一生，进退皆有本心，唯愿吾儿平安康健，勿忘天范加一。”寥寥数语，一如那个女人淡泊利落的性子。他用自己的性命逼迫皇帝终止了他的计划，给凤泽赢得了活下去的机会。我说我薄情寡义是事实，凤泽对顾青道：“我有好几次为他报仇的机会，我却没有动手。”顾青安静倚在他怀中，听到这话，他在他手上轻轻按了按：“若杀了皇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你的母亲不会选择自尽。一国之君，君的是百姓的生死，是社稷的安稳。郭太妃与凤泽尚且不许北军乱掉，又怎会允许因为他们的仇怨乱掉整个大狱？”顾青轻声道：“我想，你们应该是不想让大狱百姓成为皇权交替的牺牲品。如果你无缘无故除掉皇帝，只会让人以为这是帝王与权臣的私怨，无论换谁登基，都会引起朝堂震动，局势不稳。可若是皇帝自身无道，叛国投敌，那便是最迂腐的大臣也不敢再拥护这样的人君。”凤泽捏着他手指，无声笑了下：“我在你心里就这么高尚无私？”顾青侧脸看他：“那你想做皇帝吗？”凤泽蹭蹭他的脸：“不想。”顾青弯弯唇角：“那你想让谁做？”凤泽不答，他拿起他的指尖轻咬一口：“妄议天界事，被人抓到是要诛九族的。”顾青抽回手，蹙眉：“你与我说这么多，不就是想告诉我，上了你的船就别想下去吗？他们方才所说的每句话拿出去，都是大逆不道的当斩之罪，现在才来吓他，是不是晚了些？”凤泽坐直身子，掰过他的肩膀，盯着他看了许久：“你真的不怕？嫁你之前我就知道皇帝看你不顺眼。”顾青淡然道：“现在不过是坐实罢了。”凤泽眼中的墨色渐渐化开：“我要做的事虽然不是谋逆，却与谋逆无异。一旦失败，雍王府无意能够幸免。你若真对自己没有信心，就不会来招惹我。”顾青显得比他更冷静：“还是说，你觉得我是累赘？”凤泽抚过他的脸颊：“你不是。”他是他在暗夜之中看到的一抹明亮，是这段艰险长路上从未预料的风景。我不敢说自己对你矢志不渝。顾青仔细想了想：“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愿意陪你把这段路走下去。”他话音未落，凤泽的目光已变得幽沉。说错了。他在他唇上轻啄一口：“你不但要陪我走完这段路，还要陪我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那不一定。顾青抵着他的胸膛，避开他的嘴唇：“万一看腻了，总要换一换的。”凤泽低声笑了：“换谁？”他扣住他的后颈，语气亲昵：“紫玉楼的魁首，还是9·4的5阶？”顾青扬了扬眉，忍不住道：“你连女人的醋都吃？”“我不仅吃女人的醋。”凤泽将他压回榻上：“我给你烤的野鸡蛋，你宁肯与那只鹰分食，也不肯分一点给我。”顾青眨眨眼：“你这是无礼。”取闹2个字没能出口，被凤泽用嘴堵了回去。他亲得太狠，令他止不住地泛起一阵战栗。他扬起脖子，耳根染上一层薄红。急促的心跳声中，他听到他磨蹭着他的唇瓣，喃喃低语：“那是你不知道，你有多惹眼。”第136章，小小少年。顾青觉得他不能再与凤泽尔斯并魔下去，哪怕他告诉他，因为蛊毒的关系，他们现在不能圆房，他也觉得与这个男人共处一室绝非良策。若只是亲一亲也就罢了，但偏在他气不过想要挑衅他的时候，被他轻描淡写回了句：“便是不圆房，也有许多法子能让你快活。”哪怕顾青看过不少医书，对人体构造也比寻常女子懂得多一些，但凤泽这话显然超出了医术的范畴。他当场缩回自己床上，并强烈要求凤泽不许离开他的软榻。这一晚，他以为自己会彻夜难眠，没想到很快便坠入梦乡。天亮之后，他是被一声莺啼吵醒的。他还隐约记得昨晚凤泽的抱怨，以为自己正在做梦，又往被窝里缩了缩。但很快又传来翅膀拍打的声响，顾青蓦然觉得不对，睁开眼睛。他掀开床帘，朝外看去，只见那只信鹰停在窗边，正用尖喙梳理腋下的羽毛。凤泽换了一身玄衣，墨发用玉簪束起，背脊挺拔，长身而立。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听到床上响动，回头望向顾青。两人四目相对，顾青想起昨晚那些旖旎画面，面上一热。他很快收敛心神，将散落的鬓发别到耳后：“是京城来的信吗？”凤泽收起纸条：“再歇2日，我们就该回去了。你来元城不是还有事情要办？今晚我会去北军与几位老部下见面。”凤泽道：“这趟遇上萧图，证实了北狄的确有攻打大狱的计划，
萧图回去以后一定会加快部署，所以我们也必须抓紧。你尽管去就是。顾青下了床，拢起长发。窗边的信英张嘴啊呀两声，原地跳了几下。顾青不解，他怎么了？凤泽摸摸信英的脑袋，讨吃的。顾青瞥向他与那只鹰，抿唇轻笑。凤泽知道他在笑什么，只当没看见。屋里没有肉干，我带他去后院。顾青轻咳一声，你这趟过去就先别回来了。为何？凤泽见他眼神飘忽，顿时心领神会。他朝他走近了些，怕我。他的声音低如耳语，昨夜那些滚烫的话语仿佛又回荡在耳边。顾青转过脸，径直走到一旁。你先出去，我要梳洗。凤泽唇角轻勾，无声笑了笑。他没有再多招惹他，带着信英出了门。顾青这才放下心思洗漱。他出门在外，身边又无侍女，不愿弄太繁复的发饰，便像北地许多女子那般，将长发束起，换了身利落的衣裙。他打算去原城的街上看看，既然决定要在这里开药行，就得先打听清楚各家药铺的状况，最好能够将地址也定下，这样等他回去以后，只需安排下面的管事过来开店就行，不用他再来回折腾。顾青离开客栈，前去忘忧的房间看了眼。忘忧的伤势经过花南天的处理，已经不再恶化。顾青见他气色尚可，又嘱咐了几句，这才带上2名侍卫一起离开。原城地处北境，天亮得很早，太阳还没冒出头，各色早点摊子就开始吆喝。烤包子、羊肉汤、杂碎面、香酥饼，整条街上香气四溢。顾青与侍卫点了3碗汤面，又叫了2盘烤包子。这家包子的味道极好，不但皮薄肉多，里面还放了当地特有的一种野菜，清爽解腻。顾青当下多点了2盘，让摊主用油纸包好。吃完早饭，顾青对1名侍卫交代：“你把这个送回客栈，让花南天他们还有殿下都尝尝。”小婶婶，一旁响起熟悉的声音。少年身着窄袖劲装，腰间挎刀，朝他走来。于洛，顾青见到他，惊喜万分。他赶紧让少年坐下。昨晚听说你回兵营去了，怎么样？前几日没受什么伤吧？于洛笑笑，没事，只被烟熏了下嗓子，吃了花南天的药，已经好了。顾青见他笑容不似以往，略一转念，没说什么，只道：“你来的正好，我想去这边的药铺看看，你对原城地方熟，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不如你带我去。”于洛想了想，点头。顾青对跟随他的侍卫道：“我有于校尉陪着，不会有事，你们都回客栈吧。”打发走了侍卫，顾青转向于洛，笑道：“请小于将军带路。”他这话带了几分调侃。于洛扬起眉梢，像是要顺势说笑几句，却又瞬间蔫了下去。小婶婶别这么叫我。他带着顾青避开人流，我离将军差得很远。顾青转头看他，就见这少年低着头，嘴唇紧抿，脑后高高的马尾也似没了生气，无精打采地垂在肩上。顾青知道他这趟在榆树村折了20几条人手，心里一定很不好过。这次回军营受罚了？他问。于洛摇头，就是因为没有受罚，我才难受。按照军中的规矩，你打仗带人中了埋伏，吃了败仗，该怎么处罚？顾青问。于洛叹口气，战场情势难明，只要不是违抗军令轻敌冒进，大多数人不会受罚。但他的士兵并不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他们甚至连刀都没能拔出来，就被一碗水毒倒，这是他的失察之过。顾青见他一脸沮丧，点了点头。作为他们的将领，你的确难辞其咎。于洛听了，把头垂得更低。军中之事我并不了解，我也无权带那些逝者的亲人对你说些什么，但你能知道人命的可贵，至少在这一点上，你并非一无是处。于洛默不作声。顾青伸手拍拍他的胳膊，我不是在安慰你，如果你心里真的难受，就去找你的小叔叔，让他骂你一顿也好，揍你一顿也罢，他应该比别人更知道该怎么教训你。于洛揉揉鼻子，小叔叔从来不揍我。他听说小叔叔年少的时候，如果犯了错也会挨鞭子，但换成他一次都没挨过。顾青听他口气中似乎还带着一丝遗憾，莫名看他一眼，不是只有挨揍才会记住教训，有些教训痛在身上，有些教训却痛在心里。小婶婶，于洛低声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他不等顾青回答，笑笑又道，我是已经死了的人。第137章，凡事有我。于洛在一户人家的后院墙下停住脚，我的名字是磊落的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字吗？于洛，顾青打断他，我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从何而来，我只问你，你的小叔叔还是不是你的小叔叔？少年缓缓点了点头。那不就对了。顾青语调轻快，无论你是谁，凤泽都是你的小叔叔，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于洛看向他，墙头的枝叶挡住了头顶的骄阳，顾青的笑容像一缕清风，柔软而又温和。于洛忽然也笑了，他的眉宇之间原本蒙着一层暗淡，此时尘埃尽散，他的笑容重新变得明亮耀眼。顾青瞧在眼底，心中喟叹，他今日已发现
这个少年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无忧无虑，他太聪明，而聪明的人往往容易想太多。墙边的后门吱呀一声打开，一盆水泼了出来。哎呀！泼水的老妇被两人吓了一跳，那水差点泼到于洛身上，幸好他身手敏捷，拉着顾青及时躲开。你们偷偷摸摸的，站我家后门外作甚？老妇嘴里缺了2颗门牙，说话直漏风，嗓门却不小。于洛赶紧解释：大娘，我们只是路过。老妇瞟他一眼，见他腰上带刀，哼了哼，扭头进院关了门。门里传来呛啷啷的锁门声，显然是把他当坏人提防。于洛的笑容僵在脸上。顾青低头拍拍自己的裙摆，忍笑道：日头已经这么高了，你快带我去药铺那边。于洛清清嗓子，出了前面的巷口就到了。他带着顾青朝前走，大概是觉得刚才的氛围有些尴尬，少年开始没话找话。对了，肖婶婶，你刚才叫我小叔叔什么？顾青偏了偏头。什么？于洛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我听到你直呼他的名字了。不是殿下，而是凤泽。顾青耳根一热，若无其事道：他的名字很金贵吗？金不金贵我不好说，但我知道你在小叔叔心里一定很金贵。于洛还记得在宁州山谷里的时候，他的小叔叔亲自抱着顾青到了营地，亦因照顾不假他人之手。他原本还奇怪，小婶婶明明带了一名女侍卫，小叔叔为何不许他进谷伺候？后来才看明白，他的小叔叔就是故意的。这般心机以往只见他用在军事谋略上，没想到这回竟对一名女子施展，简直是前所未闻。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于洛就决定要好好待这位小婶婶，毕竟军营里的汉子们都说枕边风最有效。顾青对于洛露出一个格外和善的笑容：你小叔叔是该好好教一教你。这小小少年长得英姿爽朗，嘴巴又甜，心眼子却有800个，也不知凤泽是如何教他的。看过原城的几家药铺，又在街上转了转，顾青心里对后浦堂分店的选址有了数。临近午时，于洛将他送回东风客栈。顾青本想留他一起午饭，但于洛坚称军营中还有事，连客栈大门都没进就跑了。顾青回到客房，只见窗边的软榻已经撤掉。早上凤泽离开的时候，他特意要求他不许再回来，如今见他听话照办，心里却没来由的一空。他暗自摇了摇头，又觉着好笑，这才只相处了1晚，就开始恋恋不舍，以后若天长日久，又该如何是好？他呼出一口长气，甩开心中杂念，拿出笔墨。他得把原城开店的计划写成书信，寄给离北地最近的管事。后浦堂每开一家分店都有一套详尽的细则，管事只需衔接好货源，就能依照细则开店。由于原城地处边境，比内地其他城镇又有不同，顾青这封信中更多是将需要注意的禁忌之处一一写明，这一写就过去了大半个时辰。直到凤泽来找他的时候，他仍在奋笔疾书。凤泽将手中的托盘放到一边，顾青闻到饭菜的香气，抬头瞄了眼：我还有一会儿，你先吃吧。不急。凤泽在桌边坐下，我等你。顾青微不可见扬了扬唇角，埋头继续写信。桌上亮着6、7页写好的信纸，墨迹已半干。凤泽没有看信上的内容，他单手之汗盯着顾青认真的侧脸，一绺碎发蜿蜒在他耳边，像一个弯弯软软的小钩子，勾得人心痒。凤泽不动声色，轻轻捻了捻指尖，他想将那绺发丝绕在指尖，替他别到耳后，却又不忍打扰他。顾青写完最后一字，放下笔，拿起信纸吹了吹：你替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遗漏之处。他将写好的信递给凤泽，凤泽伸手却没有立刻拿信，他先用手指替顾青理了理鬓边的碎发，又屈指蹭了下他的耳根，这才接过信纸。顾青轻咳一声，低声催促：赶快看，不然饭菜凉了。凤泽喉咙里发出一声轻笑，不再逗他，将信中的内容仔细看过。如何？顾青问。很好。凤泽说完，拿起笔，在信的末尾又添了2行字。顾青看完，抿抿唇：这样好吗？让他的人遇到难处就找军中的人帮忙，还特意点名事无巨细，会不会太过了些？你这家店的药材既要优先供给军营，价钱又很实惠，他们护着你是应该的。凤泽理所当然道。可你现在并未掌管北军。顾青道：会不会给人留下把柄？不会。凤泽将信纸叠好，替他装入信封，在北敌打过来之前，我会重回北军。顾青微微启唇，又闭上，他目光闪动着，笑了笑：这么有把握？他眼里既有欣慰，也有担心。凤泽点点头。那你大概什么时候？顾青问。回京以后。凤泽道。可是你体内的蛊毒还没有解。顾青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花南天已经找到了办法。凤泽盖住他的手。你忘了？你还往京里送过药材。顾青怔然。若非凤泽提起，他几乎忘了自己最煎熬的那几日。如今想来，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花南天下午出发去取3叶珠果，
凤泽道：“等我们回到京城的时候，他的药就能治好。”顾青再次听到三叶诸果的名字，惊讶地发现自己内心竟然毫无波澜。那你就能彻底恢复了？他欢喜道。凤泽凝视着他的脸，低低嗯了声。他俯身向前，亲了亲他的眉心。以后凡事由我，不许再自作主张。第138章，爱屋及乌。顾青嫣然一笑，转开话题：“殿下与其操心我，不如多管管于洛那孩子。”他把早上遇见于洛的事情告诉凤泽，别看他整日笑呵呵的，这半大的孩子心里最会藏事。你若不理会他，他一个人钻牛角尖，不知会胡思乱想些什么。他与别人不同，凤泽道：“有些事情他必须学会自己处理。”顾青白他一眼，收起笔墨。就算他能自己处理，你也不能干晾着他，有人陪着说说话，心里总能好受些。凤泽去一旁把饭菜端过来放在桌上，先吃饭。顾青坐下，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一盘菜，奇道：“这里有笋烧肉。”北地的物产与京城大相径庭，如今又是夏季，便是在京城也难以见到笋类。那次回门的时候，听岳父说你喜欢吃笋，凤泽为他布菜，酒肆里正好存了些。他语气轻描淡写，顾青却知他未讲实话。昨夜他看过酒肆的菜牌，若真有竹笋这一类稀奇的菜式，一定早就拿出来卖了高价，又怎会藏着掖着？何况这东西又实在不好保存。顾青看他一眼，眉眼弯弯：“若我想吃鲈鱼块呢？”“这里没有鲈鱼。”凤泽淡定道，“不过元城向西40里有一片大湖，湖里的白鱼肉质鲜嫩，明日我带你去。”顾青夹起一块肉放入凤泽碗中：“算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问过小花大夫，你身上有好几处穴位都挨了刀，还流了那么多血，咱们后日就要出发回京城。你要是不再到京前把伤养好，等回去以后，我怕你一忙起来就没时间歇歇。”以往在京中，凤泽只是挂个闲职，都时常不见人影。如今他要拿回兵权，想来更是会马不停蹄的加紧部署。别担心，凤泽道，许多事情早就安排好了，不需要我亲力亲为。是吗？顾青怀疑的看他一眼，为什么于洛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他说什么了？他说你身先士卒，事必躬亲。顾青想了想一整个上午听来的八卦，还说你小时候主动请罚挨过鞭子。凤泽笑了下，我小时候他还没出生。顾青扬起眉梢，那我白心疼殿下了。凤泽嘴角微弯，他说的也不完全是假。顾青正色，我现在相信于洛真的是你亲侄儿。这叔侄二人心眼子都多。凤泽给顾青盛了一碗汤。于洛4岁的时候跟我去了封地，在那边待了10年，直到我留京才没让他跟过来。顾青知道他这是打算向自己交底，微微迟疑。你确定要告诉我？于洛身上的秘密或许比凤泽遭到皇帝算计还要惊人，这个秘密被他隐藏了这么久，真打算这么简简单单就说出来？自然不是白告诉你的。凤泽坦然道，你知道的越多，就越别想离开我。顾青嗔怪，我做生意从来不会强买强卖，你跟我是生意？凤泽朝他凑近，眸子里写着明晃晃的威胁。再说一遍。顾青伸手抵住他，我还没吃饱，赶紧说正事。凤泽捏捏他的耳垂，于洛原名凤天磊，是先太子的儿子。他短短一句话，包含无数秘辛，便是顾青早有许多猜测，也仍然被惊住了。先太子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先太子在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垂髫幼女，他的儿子竟然还活着。现在的皇帝登基以后，先太子之事不再有人提起，京中诸人唯一记得的只有景德38年那场大火，据说是先太子被废后于府中自焚，全府上下无一逃生。先太子仁德宽厚，就算到了末路穷途之时，也不会拉全府之人为他陪葬。那场大火是凤寻干的。凤寻，皇帝的名字。凤泽淡淡道，那时先帝重病在床，朝中大权都被凤寻把持，先太子虽然被废，仍有不少人暗中追随于他，凤寻便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顾青举箸望着面前的食物，只觉索然无味，索性放下筷子。于洛是你救出来的？凤泽摇头，救他的人是谢飞白和我母亲，他那时尚且年少，能插手的地方不多。谢飞白不就是驸马？顾青问，那长公主知不知道你们的事？凤泽沉默了一下，知道。他说完又补了句，但他从未参与。顾青瞅他一眼，悠悠叹了口气，我记得当日长公主邀我参加春日宴，有人说她与长公主来往不多，我还以为他们姐弟之间有什么局语，后来见长公主英姿飒爽，还很是惋惜了一阵。凤泽偏了偏头，见他眼中满是促狭，又有些手痒。我与他保持距离，是不想让皇帝起疑心，而且我们从小就没什么往来。凤泽道，她是长女，我是先帝最小的儿子，我们相差10几岁，要不是他时常追着我母亲学武，我和他连话都说不了几句。可我看他对你很好。顾青道，何以见得？顾青悠然道，因为他对我这个雍王妃不错。所谓爱屋及乌，若不是对凤泽怀着善意，长公主不会待他如此和蔼。
凤泽闻言，眸色愈深。没错，你是我的妻子，他们本就该对你好。他喜欢听顾青将自己与他联系在一起，他很高兴他有这样的自觉。顾青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洛待我也是这般，他口口声声唤我小婶婶，其实是想通过我来讨好你。他毕竟比于洛年长，将这少年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你们4年未见，总归是有些生疏，他一心想接近你，又怕被你嫌弃。顾青道：你养他10年，说不准在他心里，你就像他父亲一样。凤泽不置可否笑了笑：你想要这么大个儿子？顾青脸上一热，甩他一眼：就算你想要，我可不敢。为何？顾青看向他，正色：你想让他做皇帝，对吗？第139章一家3口。对。凤泽承认。顾青沉吟：于洛知道吗？我问过他想不想当皇帝，他怎么说？他问我是不是因为他是先太子的儿子，所以这个皇位才会给他。那你怎么回答的？凤泽淡然：我告诉他，这个皇位没人可以手到擒来，除非他真的想要，不然他不如当一辈子于洛。顾青摇头：你还真是简单粗暴。那他想明白了吗？我正在等他答复。凤泽说。顾青与他对视片刻：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今日看到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本以为他是因为手下牺牲了那么多士兵，现在看来，他大概从这些人身上体会到了上位者的不易，所以需要他自己想通。凤泽道：为君者，一念之间可伏尸100万，一招不慎也能毁灭整个社稷。顾青叹息：幸好你不打算坐那个位子。你不想我做？凤泽问。做皇帝太辛苦。顾青道：5更起3更眠，就算全天下都是他的，他也要为这个天下操一辈子心。土地、赋税、官员、军队、文治武功，缺一不可。历朝历代就没有哪个明君是好做的。凤泽笑：可还是有人打得头破血流也要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归。顾青嘴角一弯：若我生在皇家，每日耳濡目染，恐怕我也会自命不凡。这世上要挑别人的刺总是很容易，便是寻常百姓也难免有瞧不起别人的时候，更何况皇家子孙。照你所说，那我这个皇家子孙又如何？凤泽问。顾青瞅瞅他：殿下能忍够狠，却又心怀仁善，既像皇家人又不像皇家人。凤泽不甚满意，下次若要夸我，换个更好听的说法。顾青笑起来，掌心朝上向凤泽伸手：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殿下想听谄媚之言，就得给人好处。凤泽捉住他的手腕，挑眉看他：你确定？顾青眼神一闪，拳起手指：殿下今晚几时去军营？他明晃晃的顾左右而言他，凤泽也不恼，只低笑一声，手指轻轻摩挲他的手腕内侧：今晚可能一夜不归，你不必等我。顾青扯扯嘴角：你身上有伤，我并没打算与你同床共枕。凤泽眼中笑意更浓：若是伤好了就可以。顾青。这晚凤泽果然没有回来。第2日一早，顾青正想去街上吃早饭，就见凤泽、小六和于洛从楼下上来。于洛冲他笑出一口白牙：小婶婶。少年神采飞扬，举起手里的油纸包：我们买了花生糕、鹿肉包子，还有5香饼，快趁热尝尝，可好吃了。顾青见他手里拎了不少，想来是分给大伙儿一起吃的，就让小六给2名侍卫送了些去。由于忘忧还在养伤，不能吃过于油腻的东西，顾青便捡了几块花生糕，亲自给他送去。忘忧的房间在长廊尽头，顾青敲了敲门，里面很快有人打开。忘忧穿着顾青为他买来的素色衣裙，在门边楚楚而立。主人，他恭恭敬敬喊道。顾青把纸包递过去：这花生糕你一会儿就着粥吃。忘忧微愣了下，伸手接过：多谢主人，一点吃食而已，不必多礼。顾青道：我听大夫说你的伤口已经开始好转，我明日就要启程回京，你是打算跟我一道，还是先留在这儿？忘忧乍然抬眼：明日就走。不错。顾青端详他的神色：你不愿跟我走？忘忧摇头：我已卖身给主人，没什么不愿的，只是我今日想出一趟门，还请主人答应。你想去哪儿？顾青问。我就在街上走走。忘忧轻声道：主人若不放心，可以派人跟着我。好。顾青爽快答应：我让人陪你去。回到自己房中，顾青就见凤泽与于洛一左一右坐在桌前，桌上的早点一样未动。顾青好笑：你们光坐着干嘛？不饿吗？于洛一本正经：家里的规矩，人到齐了才能用饭。他乖巧的样子让人很想揉揉他的脑袋。顾青看看他，再看看凤泽，大概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这叔侄2人的轮廓细看之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顾青忽地想起昨日与凤泽的玩笑，凤泽教养了于洛10年，说他2人情同父子也不为过。照这样算来，难道他真的凭空多出这么大一个儿子？顾青在心底暗自笑笑，若无其事在桌边坐下。现在到齐了，动快吧。这话一出，
不免就有了一家之主的气势。不知凤泽是不是察觉到这点，扬眉朝他微微一笑。顾青只做不知，一本正经道：“等用完早饭，你让小六替我办一件事。”好，凤泽说。顾青抬眸，不问我是什么事。不需要。嗨嗨。于洛咬了口鹿肉包子，被噎住。凤泽瞥他一眼，盛了碗客栈送来的粥，推到他面前。哼，白粥冒着滚烫的热气，于洛盯着碗，脸色发苦，烫。凤泽看他的眼神充满嫌弃，不知道吹凉。顾青在旁闷笑一声，却被嘴里的花生糕呛到，跟着咳嗽起来。凤泽替他拍拍背脊，轻抚了2下，帮他把气理顺，然后倒了杯温水递过去。慢点吃，他叮嘱道。于洛看看手里的包子，突然觉得这家老字号的鹿肉也不是很香。他迅速吃完剩下半个，又将那碗粥稀里呼噜喝了个干净。小婶婶、小叔叔，你们慢慢吃，我找小六他们去。等等，顾青叫住他，你替我告诉小六，我新收的那个侍女若要出门，就派人跟着。于洛兴致勃勃，小婶婶放心，我跟小六一块儿去，保准丢不了。于洛走后，顾青好奇地看向凤泽，他今日好像特别高兴。凤泽舀起一池粥，慢慢吹凉。你不是让我跟他好好谈谈？第140章，耶城救人。顾青眨了眨眼，很快明白过来，他想通了。他说，在他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要去趟京城。凤泽道，不过要等打完仗以后。顾青了然，我若是他，也会想要回去看看，那里有他父母的坟茔，有被埋葬的真相，也有惦记着他的亲人。他是你一手带大的。顾青道，我相信他不会让你失望。你对他这么有信心？不是对他，是对你。顾青正色，你是声名赫赫的雍王殿下，我相信你的眼光。凤泽似笑非笑望着他，只是雍王殿下。顾青目色流转，殿下若想听别的，也得等我把早饭吃完再说。说到这里，他自己先忍不住轻笑起来。笑什么？凤泽问。顾青歪头看他，我大概明白什么叫做恃宠而骄了。有人愿意纵着你，你才会在他面前肆无忌惮。我倒宁愿你再娇气些。凤泽淡然道，这样他就不会背着他再有那些危险的想法。吃过早饭，顾青捧着蜜茶与凤泽坐在窗边闲聊。说到娇气，我捡回来的那个姑娘长得倒是娇滴滴的。顾青道，我怀疑她是从北狄逃出来的人，不过暂时查不出她的身份，所以你就同意让她上街？顾青点头，我请小六替我在元城查探过一番，没有人认识忘忧，但他执意要来这里，必然有他的缘故。凤泽屈指点点桌面，他与萧图出现在关内的时间确实很巧合。昨日巡边的将士在关外发现了一处临时驻地，看上去刚被遗弃不久。忘忧的手上没有干活的痕迹，他生得貌美，又会些惑人的技巧，不像是给人做苦役的样子。凤泽看他一眼，宠姬？宠姬会被人追杀吗？顾青反问。那要看他有多大的价值，以及他带着多少秘密。元城长街上，忘忧踏进一家胭脂水粉店，这是他进的第3家店，前面2家分别是绸缎庄和首饰铺。于洛正要跟着他进去，被小六拦住。你先别进。小六沉声道，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于洛见他神情有些不对，轻声问，有问题？他去的这几家店，算了，也许只是巧合。小六拍拍他的肩，安全起见，你就在外面等着。柜台前，忘忧正在挑选胭脂的颜色，桃花、鹰霞、翡玉。他对店伙计道，烦请把这3样拿来瞧瞧。伙计陪笑，姑娘是行家，不过我们店里只有桃花，没有鹰霞和翡玉。如果姑娘想要，可以留下您的地址，等货到了，咱们给您送去。小六走进忘忧身旁，只要翡玉，不要鹰霞。话刚出口，就见忘忧的动作像是停了停，他转头望向小六，目中泛起一丝异样的神色。小六盯着他的眼睛，慢慢道，翡玉要2盒，装粉的瓷盒要7星花卉纹。忘忧蓦然朝后退了半步，口中喃喃，我家在东七坊11街，门口有棵大柳树。小六瞧他的眼神顿时变了。胭脂店内此时没有别的客人，小六看了伙计一眼，伙计会意，立刻走到店铺门口，将门板插上一半。于洛见情形不对，也跟了进来。小六扯着忘忧去了后堂。你是什么人？他厉声问。忘忧一改柔柔弱弱的样子，面无表情道，你又是什么人？小六冷笑，你去绸缎庄要天水纹的绸布，到首饰铺打听类丝牡丹珊瑚钗，现在又来胭脂店预定根本不存在的水粉，是谁告诉你这些的？忘忧眉间微蹙，你又是从哪儿听说这些的？是我在问你话。小六道，你若回答不出，你就是奸细。我不是奸细。忘忧的声音很柔，神情却很坚定，我要见你背后的人。于洛靠在廊下，抱着双臂，你不说清楚你的身份，谁也见不了。忘忧沉默了一阵，我认识小五。于洛与小六不约而同都是一怔。小六的反应尤其强烈，他刚要开口，就听忘忧又道，
今年我在边境先后留了3次消息，最近一次是帮小五报平安。于洛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你的意思是，那些消息都出自你手，不是小五？忘忧道：是，我比他行动更自由。他如今在哪儿？忘忧不答。于洛与小六交换一个眼神。你不相信我们？我要见你们在元城权力最大的人。忘忧道：或者去见北军最高的统帅也可以。北军现在没有最高统帅。于洛道：军务有几位将军愤而治之，而你身份不明，我们不可能带你去军中。忘忧嘴唇动了动。那你们身后的人呢？我听小五说过，用他教的法子能够联络上另一拨人。他今日去这3家铺子，就是想用小五的办法找到他所说的人，但没想到站出来的会是小六。忘忧盯着小六道：我主人应该不是我要找的人。虽然小六是顾青派来的，但顾青的做派与小五所说的那些人截然不同，他身上没有那种神秘幽沉的气息。于洛歪歪脑袋：你这话猜对了一半。他看向小六：你怎么说？小六仔细琢磨一阵，冲忘忧哼了声：你运气不错。他们要带他去见的不只是玄竹在元城权力最大的人，而是在整个大域都能号令玄竹之人。回客栈的路上，小六已经想好待忘忧见到凤泽以后如何掩饰凤泽的身份，没想到忘忧刚一见到凤泽就面色巨变，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邺城李良将军府上，侍女忘忧参见雍王殿下。众人皆是沉寂了一刻。顾青陪坐在凤泽身旁，他两边看了眼，见凤泽对他微微摇头，便对忘忧问道：你如何认得他？忘忧的声音微微颤抖，带着一丝激动与不可置信。4年前殿下到过邺城，李将军曾在府中宴请殿下与随行将领，我在席上见过殿下。他语声哽咽，重重以额触地。忘忧这条命是李将军所救，邺城城破之时本该以身殉城，却被贼所掳。我原想与贼同归于尽，但中途遇到小五，他告诉我邺城之败另有隐情，我便按他所授藏身北狄，打算查明原委，送回大狱。第141章透明的伪装。北都，北狄的王城，一座白色巨石搭建的宫城坐落于王城中央。主殿正前方的广场上插着一面巨大旗帜，黑色缎面上绣着一颗獠牙突张的灰白榔头。这本是萧图一族的族徽，自他征服8部重建北都之后，这颗灰白的榔头俨然就成为了新的王旗。虽然北狄其余4部仍跟随旧王族的人游散在外，但许多人心里都清楚，从萧图重新进入北都的那一刻起，北狄就不再是过去的北狄，他已出现了一位新的大王。所有拥护旧王族的人都被赶出北都，偌大的宫城之中，几乎无人敢对萧图有丝毫不敬。我不信！一处宫殿里传来萧气难以置信的声音：忘忧不可能是奸细。他一把揪住前来复命之人的衣领：他是我从俘虏营里捡回来的，他要真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被俘虏？复命的卫士涨红了脸，目光投向一旁的萧图：大王，我所言句句属实。你们出发以后，我和陀娜、西多他们一直守在驻地。那天晚上，那女人说要去河边洗澡，陀娜与西多担心她要耍花样，就偷偷跟在后面，然后他们3个就再也没有回来。你们敢偷看忘忧洗澡？萧气咬牙切齿。那卫士憋声道：他们只是在附近守着。再说了，如果那女人没问题，为什么会一去不回？萧气往地上啐了一口：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干了什么？大王！卫士向萧图起誓：狼神在上，我若有半句虚言，定叫我生生世世永受狼世之苦。萧气额角青筋毕露，扭头看向萧图：堂兄。好了。萧图淡淡发声：萧气，放开他。萧气收紧食指。萧气。萧图抬高声音：你没听到我的话？萧气顿了顿，松手放开那名卫士。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堂兄，没有证据，我还是不信忘忧是奸细。怎么？萧图道：连我的话你也不信？萧气咬咬牙：我不敢怀疑堂兄。你说忘忧4年前就心怀不轨，但那时他并不知道我是你的堂弟，也不知道堂兄会有今日。他待在我身边到底有什么可图？愚蠢！萧图冷冷道：大狱人奸诈狡猾，诡计多端，连他们的皇帝都可以卖国，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说他不知道我会有今日，怎么？当初的我在你眼中也只是一个败军之将吗？萧气被他看得心中一惊：堂兄，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这副样子，拳脚骑射样样稀疏，连60斤的弓也拉不开，整日只跟一群女人混在一起。萧图绷紧了脸：你问我怎么知道他心怀不轨？那你知不知道她是李良的侍女？萧气张了张嘴：我们从大狱带回的女人多了，有些人还是大狱官员的妻妾，这不能证明她就是奸细。你别忘了，邺城城破之后，我第一个下令屠的就是李府。萧图面色阴狠：他们当中就不该有人活着。萧气瑟缩了一下，似乎想起了那些堪称噩梦的场景。
萧图注视着他，眼神阴鸷。我怀疑他不仅因为她是李良的侍女，还因为他这些年就没有安分过。他不止一次偷看你的信件，来到北都以后，更是好几次溜到我的宫殿，想要打探消息。萧气两颊的胖肉哆嗦着。可是堂兄，你从来没跟我提过。萧图不屑的笑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让你打草惊蛇吗？萧气嗫嚅，我。萧图看他一眼，再次冷笑。不过他在我这儿一次都没有得手。至于你那些信件，让他看就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本想看看他背后是不是有人主使，后来才发现他就是个蠢货。萧气脸色茫然，我还是什么？萧图截断他的话，要不是你对他宝贝的不行，我早就一刀劈了他。萧气颓然道，那这次他为什么要走？萧图神色不悦，你想知道就去把他找回来。为了这个女人折了我2名卫士，我也想知道他哪来的本事逃走。萧气目光闪烁，既然没见到尸体，说不定他们是遇到了别的意外。萧图怒哼一声，在我们的驻地能有什么意外？话音刚落，殿外就有人禀报，大王找到陀娜和西多了。殿内一阵鸦雀无声。萧图走到门口，说清楚。禀报的卫士道，就在离大狱边境2里地的荒山脚下，探子发现了他们的尸首，他们身上有被飞石砸过的痕迹，致命伤是刀伤。说完，卫士呈上一把带血的短刀，这是在尸首旁边发现的凶器。萧图看清那把刀，樱目中闪过一丝凌厉。萧气，他拿起那把刀朝萧气扔过去，你自己看看，这是不是我去年赏给你的？刀上没有带鞘，闪亮的刀锋迎面而来，萧气手忙脚乱避到一旁，短刀当啷一声坠地，滚到他的脚边。萧气低头细看一眼，没吱声。我给你的刀，你拿去讨好女人。萧图怒极反笑，如今他用这把刀杀了我的卫士，你是不是很满意？堂兄，我也不知道。萧气大声喊冤，我只是送给他防身。萧图缓缓点头，这防身防得好啊。堂兄，萧气跪倒在地，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除了睡女人还能知道什么？萧图一脚将他踢翻，你给我滚！萧气连滚带爬扑出殿门，身后传来器物摔砸的声响，萧气吓得头也不敢回，撑着打颤的腿肚跑下台阶。迎面有人匆匆而来，萧气脚一软，和来人撞个正着。萧大人小心！来人虽被他撞得脚下不稳，却在踉跄的同时扶住他。萧气听到这个声音，脸色一变，一把将人推开。混账东西，你还敢跑到我面前来！第142章兵马齐备。来人下盘不稳，险些被他推坐到地上。他抓住一侧的栏杆，萧大人，你又怎么了？萧气握了握拳头，若非身后就是萧图的宫殿，他恨不能一拳砸在他脸上。刘阿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他愤恨地直呼其名，忘忧就是被你逼走的。来人拍拍裤腿上的灰，目露惊诧，萧大人，你在说什么？忘忧是你的宠妾，我能对她做什么？做什么？萧气忍不住冷笑，望向他那条微微弯曲不能伸直的右腿。你忘了你这条腿是怎么断的？我只恨当初没听忘忧的话，没把你2条腿都打断。萧大人，刘阿虎皱起眉头，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你怎么老是揪着我不放？我说过多少次了，要是早知道忘忧是你的女人，我也不敢惹她。说完他又是嘿嘿一笑，晒得黢黑的脸上沟壑满布。不过我能体谅萧大人的苦衷，那个女人惯会伏低作小，又知道怎么讨男人欢心，萧大人要是上了她的当，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果然知道。萧气盯着他，只觉眼前这张脸说不出的猥琐，就是你怀恨在心，处处逼迫陷害他，不然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离我而去。刘阿火摇摇头，萧大人讲话要有凭据，我一个区区管马房的，怎么能够逼迫得了你的爱妾？萧气逼近他，这些年你不止一次对别人讲忘忧的坏话，今年春天在马场上你还收了郡主的好处，故意对忘忧的马匹做手脚，这些你别当我不知道。刘阿火露出一个吃惊的神情，这就奇怪了，萧大人要真觉得马匹受惊之事是我干的，怎么不当时就揭穿？至于说忘忧的坏话就更没道理，我们这些人平日在马房里累得死去活来，偶尔吹个牛瞎扯几句怎么了？说一说哪个女人漂亮，哪个女人有心计，又没犯着大王的忌讳。怎么，萧大人每晚可以抱着女人睡，就不许我们这些老光棍眼馋？你！萧气气的七窍生烟，想也不想就一拳挥上去，将他揍倒在地。你搞清楚你的身份！萧气居高临下道：你不过是我堂兄养的奴隶，别以为你梳一头小辫子就能变成北狄人。刘阿火捂住肩膀，咧开嘴，就算当狗，我也是大王的狗，不是萧大人你的。萧气两眼一瞪，撸起袖子正要上前，就听身后的台阶上传来守殿卫士的声音：萧大人，大王召见马房房长。萧气脚下一顿，
他狠狠盯了刘阿火2眼，你给我等着！说完，甩袖走掉。刘阿火慢吞吞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走上台阶。谢了。他拍拍守殿卫士的胸口，守殿卫士朝后一让，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快进去，大王在等你。刘阿火嘿笑一声，跨进殿门。萧图见了他，也不多说什么，径直问马训的怎么样。刘阿火跪地复命，不负大王所托，今年成年的2万匹马蚁全部受训，其中16300匹可直接分配给军士，剩下3700匹再训1个月就能适应战场。好，萧图面色稍霁，这样一来，我北狄就有10万良驹，足可装备5万轻骑。大王天命所归，定能重振北狄雄风。哼，萧图笑了声，若能一举告捷，你功不可没。刘阿火，你想好要什么赏赐没有？刘阿火面有得色，我有今天全靠大王赏识，大王给什么我就拿什么，那就赏你黄金100两。萧图看看他，再给你一座大宅子。谢大王。刘阿火就地磕头，不过小的还有一事相求，恳请大王同意。你说。萧继萧大人似乎对小的有些偏见。刘阿火道，我怕他日后会找小的麻烦。萧图早就听见2人在殿外的争执，闻言只道，谁叫你当年不长眼，要去调戏他的爱妾。刘阿火揉揉生疼的肩膀，嘟囔，可大王也知道，那女人没安好心，说不准当初就是她故意勾引我。就你。萧图看看他不甚起眼的容貌，你这样子，哪个女人会勾引你？那不好说。刘阿火道，以前或许没有，现在人人都知道我是大王指命的马房房长，我今儿来的路上还有好些侍女向我抛媚眼呢。萧图好笑，那你有没有看中的？有看中的我一并赏了。刘阿火搓搓手，等我出去的时候再好好看看，如果有瞧中的，一定向大王讨要。萧图沈了声，行了，快回你的马房，给我把剩下那些马都训好了，少不了你的好处。唉。刘阿火欢欢喜喜应了声，起身退下。他走后，萧图的心腹卫士从殿外进来，大王已经去马房查验过了，马匹的状况都很好。萧图点点头，谅他也不敢玩什么花样。心腹看他一眼，欲言又止。怎么？萧图问，有话就说。心腹道，大王若是信不过刘阿火，为什么要让他掌管马房？我不是信不过他，我是信不过任何一个大御人。萧图道，但这个人比你们都懂养马，既然能用，我为何不用？大王明鉴。萧图缓缓又道，我让马房的人跟他学养马的本事，如今也都学了个8、9成，等我们打进大狱，这个马房房长就可以换人了。大王打算何时发兵？心腹问。萧图副手，秋日粮草充足，正是南下的好时节。心腹想了想，又问，可这次咱们在元城碰到了雍王，他会不会跟北军有什么往来？有又如何？萧图道，他那日中了我的引骨伞，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就算他能活着回去，大狱的皇帝也不会放手兵权，如果他敢硬抢就是谋反，到时不等我们打过去，他们大狱自己就先乱了套。更何况，他冷冷一笑，凤泽体内的蛊毒是他的致命弱点，就算他能带兵又如何？一次弄不死他就弄2次，只要给他找到机会，他照样能够要他的命。第143章禅的使命。你几次传信的手法都是小五教你的？东风客栈里，小六听完忘忧的讲述，抢先开口。忘忧低眉道，是。小五告诉我，只有我们活着，才能为邺城的将士百姓报仇。我被北狄人掳去之后，被萧图的堂弟萧气看中，做了他的姬妾。那小五呢？小六问。忘忧微顿了下，小五在北狄做了2年马夫，后来他治好了萧图爱马的急症，被提拔为马房房长。如今他的名字叫刘阿火。小六皱眉，那这次为何只有你一人逃了出来？忘忧抬头看他一眼，转向凤泽，事关重大，忘忧不知当不当在这里说。凤泽点头说。忘忧将眼前4人扫过一遍，方缓缓道，邺城大战之前，皇帝亲自给萧图写了一封密函。顾青神情微变，此前凤泽曾对他讲过与皇帝的仇怨，其中包括皇帝在北狄大战中切断对邺城的粮草补给，泄露大军行军路线等行径。这些虽有隋文元等人留下的证词与线索作为旁证，但若能拿到皇帝的亲笔书信，那么无论皇帝如何狡赖，都再也改变不了他勾结敌国的事实。在场几人都是为之一振。于洛道，你既提到密函，想必你与小五所做之事都与他有关。正是。忘忧深吸了一口气，萧图素来多疑，皇帝的这封密函一直留在他手中，并未销毁。于洛了然，若他日大狱威胁到他，他便可以此为把柄，要挟皇帝乖乖就范。除非皇帝不想在这皇位上待下去，否则他定会想方设法掩盖他卖国的真相。忘忧虽不知这少年是何人，但见凤泽对眼前几人都颇为信赖，便接话道，小五也是这样说的。你还未回答，小五为何没跟你一起回来？密函如今又在何处？
于洛继续问道。忘忧沉默片刻。小五已找到密函所藏之处，但萧图每隔几日就会检查他寝殿里的暗格，我们无法将密函带出。这次我本不打算随萧气前来大狱，但小五说这是我离开的机会。为何？凤泽开口，你在北狄待了4年，萧气肯带你来大狱，说明你深得他的宠爱。小五为什么要急着让你走？忘忧语节轻垂，因为萧图对我起了杀心。你暴露了。小六与于洛同时开口。忘忧看向他俩，忽然柔柔一笑，如幽潭绽放，曼妙动人。我的使命就是做一只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她本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侍女，从未受过探子的训练。她有几次想要盗取情报，却险些被人逮个正着。若不是小五暗中替她解围，她如今坟头的草已半人高了。后来有一日，小五找上她，问她愿不愿意做他的蝉。她听了以后，当场应下，以无用之身行有为之事。这是他对李良将军的报答，也是作为一个邺城人对自己的交代。从此以后，他在明，小五在暗，他尽己所能的扰乱萧图的视线，减少他们对小五的防备。他早已做好随时丧命的打算，却不料小五突然给他指了一条生路。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小五说，你若留在北狄，只能死；若是跟着萧气走，或许还能活命。说着这话的小五已不复两人初见的模样。他与养尊处优的忘忧不同，这4年里，他饱经风霜，拖着瘸腿东奔西走。若非他的嗓音依旧沉着，穿着乌脏胡服，盘头梳辫，面目缭乱的他，活脱脱就是一个北狄的军士。忘忧本不想走，但小五问他：“你是想死在北狄，还是死在大狱？”他指着南面的方向，对忘忧道：“如何逃生，只能靠你自己。你这趟出去，也许还是会死，但至少你倒下的地方能够靠大狱更近。”这句话让忘忧再也无法拒绝。他只会几招粗浅的拳脚功夫，也无与人实战的经验，连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跑出那么远。当他被陀纳和西多追上，眼看就要丧命于刀下时，山上飞来的乱石救了他。那时的他顾不得许多，见陀纳、西多2人被砸晕，当即用短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他拖着伤体艰难的前行，最后在一片昏蒙中倒在了大狱的地界之上。是主人让我能够活下来。忘忧向顾青郑重一拜，我答应卖身并非狂语，只是我必须将小五探到的消息告诉他的同袍，之前对主人多有隐瞒，还请主人勿怪。顾青扶起他，你伤势未愈，且坐着说话。忘忧又对凤泽道，我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殿下，若小五知道殿下来了元城，他一定非常高兴。他们在北狄不常听闻大狱的消息，但4年前凤泽交出兵权一事却是传得众所周知。若不是那阵北狄被凤泽打得4分5裂，元气大伤，说不定那时他们就会反攻回来。你可知萧图打算何时兴兵？凤泽问。小五一直在替萧图驯养马匹，我听他说北狄已有10万成年战马，按照萧图的意思，最迟在入冬之前就会开战。凤泽点点头，难怪他要让你离开。一旦战事再起，萧图不可能让萧气这个堂弟稳坐后方享福，更不会允许他带什么宠姬随行。到时忘忧独自留在北都，只要萧图命人动个手脚，忘忧就难逃一劫。忘忧自然明白小五的用意，他苦涩一笑，道：“小五说他会拿到那封密函，还会在北狄开战之时助我们一臂之力，他该不会想对马匹动手脚？”小六想到小五如今的官位，于洛摇头，这么多战马，马房又不止他一人干活，他怎么动？小六犯愁，但他总不会真帮北狄驯养战马。大战之前，所有军马都会严加看管。于洛从军多年，十分熟悉军中的规矩，无论想在马匹身上还是食物里面下手，都很难做到万无一失。两人对视一眼，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必去猜小五打算做什么。顾青开口，转向忘忧询问：以往几次消息都是由你传递，如今你不在北狄，小五又如何向我们传讯？我走的时候也曾问过他。忘忧答道：他说他到时自有办法。第144章星火犹存。艳阳穿过树梢，院中蝉声沥沥。众人退出后院，顾青领着忘忧回到客房。你先歇着，一会儿医馆的医女会来给你换药，重新包扎。顾青安排道：明日你不用跟我一道回京。为何？忘忧不解。我原来要带上你，是因为你身份不明，如今既已知道你的来历，就不如让你留下来好好养伤。忘忧沉默了一会儿，主人可知殿下是否信我？顾青微微一笑，他信不信你，我也不知，但至少你眼下是安全的。忘忧轻轻点头，我明白，殿下想必会去查证你的身世。顾青坦率道。忘忧低了低头，兀自笑笑，理应如此。顾青看着他，其实我也有些疑问想要问你。主人请讲。你说你在李良将军府上只是一名普通的侍女，但你的心性非同常人，容貌也是上佳，照说应该非常出挑才是。顾青问道：只不知你是谦逊之语，还是当真如此？
忘忧嘴角微动，没有立时回答。过了片刻，他方道：“主人知道李将军为何是我的救命恩人吗？”他顿了顿，扯起嘴角：“我曾是一名厨妓。”阳光从窗外透入，东墙上落下窗棂的影子。忘忧慢慢道：“我自小父母双亡，被拐子卖入暗娼馆，是李将军捣毁了那个地方，将我们救了出来。那一年他未满14，他早已无家可归。李将军看他可怜，把他收留在将军府做了侍女。那之后的5年是他一生中最温暖安定的日子。将军府的人都待他很好，年长的嬷嬷在他完成洒扫之余，会教他读书习字；比他大上几岁的侍女姐姐会从街上给他带好吃的点心；前院的小厮会用3脚猫的功夫蹬墙上瓦，替他们捡回断线的纸鸢；便是一向板着脸的老管家，也会在元宵的晚上发一堆红封，撵他们出门看灯会。他本以为这样的时光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也变成老嬷嬷的样子，收一堆年轻的小丫头，用松子糖骗他们读书认字。然而，这样美好的蜥蜴在震天的厮杀声中戛然而止。那些总是对他笑着的人，突然变成一具具尸体，滚烫的鲜血泼洒在他身上，浇得他通体发凉。一只温暖的手附上他的手背。抱歉，顾青说，是我冒犯。忘忧摇头，便是主人不问，殿下一定也能查出来。我宁愿是我亲口告诉你们。他其实并不介意年少的经历被人发现，老嬷嬷早就告诉过他，你又没犯错，替别人害什么臊。那时的忘忧晃了晃脑袋，脸上红了一片。他后来一直想告诉嬷嬷，他不是害臊，他只是站在大太阳底下，一时经不住晒，才会满脸通红。忘忧笑了笑，告诉顾青，我这名字还是嬷嬷替我取的，她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疼。顾青听他说起往事，眼神也随之一柔。他语气宽和，我还有一事想问。他认真道，你与小五同为大狱人，又是同时到了北狄，为何你如此笃定萧图他们只怀疑你，而不怀疑小五？忘忧收起面上的笑容。顾青的问题并非无的放矢，方才在后院，忘忧刚提及小五时，言辞之间颇有几分沉重。他虽极好的掩饰了过去，但顾青还是注意到他在那一刻有些失神。忘忧踌躇半晌，眼神逐渐暗淡。我让萧气打断了小五的腿。他低着头，圆润的指甲陷入掌心。我有次与他碰头，被萧气撞见，小五装作要欺负我，让我向萧气求救，萧气就命人将他狠揍了一顿。那时小五还只是个不受重视的奴隶，受伤以后没人给他治伤，他那条腿就此瘸了。忘忧对此后悔不已，却很快接到小五传信，说他们正好以此为证，让所有人都以为他与忘忧结下死仇，这样谁都不会想到他俩会是盟友。忘忧满面怅然，我愿意为李将军和邺城的人去死，但小五跟我不一样，我从没想到他会做出那样大的牺牲。他明明武功高强，就算身陷北狄也不是没有机会逃脱，但他偏偏以奴隶与残疾之身在那里一待就是4年。主人，忘忧看向顾青，你知道玄竹是什么吗？顾青摇了摇头。忘忧露出些许遗憾，他轻声道，有一回我听小五提起过这个名字，那是他无意之中问起小五为什么要给自己化名为阿火。小五听了以后极淡地笑了下，他说他怕自己有朝一日会忘记玄竹的使命，所以给自己取名阿火，这样每当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都会记得暗夜之中星火犹存。暗夜之中星火犹存。凤泽语声沉沉，将这8个字缓缓念出，他的神情格外肃穆，眼眸悠远似海。顾青坐在他身旁，没有出声。今日之前，他从未听说过玄竹，但从小五那番话，还有小六、17他们的身份，顾青大约能够猜到这个名字与凤泽有关。玄竹是一只暗探的名号。凤泽开口，生于沙场，没于市井，如今听命于我与谢飞白。玄竹擅长刺探与暗杀，在外几乎不会聚众出现，最近一次超过10人以上露面是4年前的邺城之战。凤泽道，那时邺城孤立无援，无论男女老少尽皆上阵，留在城中的玄竹也不例外。他们当中有善机关者，善易容者，善前行，善伏击者，无一不是各中翘楚。玄竹为战场而生，却非真正的士兵，他们与军队各司其职，各行其道。玄竹之人本应行于暗夜，但在阴雪鏖战的邺城，他们与士兵一起走到了天光之下。没人知道他们原本有着怎样的身份，在邺城人眼里，他们是站上墙头一起作战的同袍，在北狄人眼中，他们是妄图螳臂挡车的疯狂敌人。邺城的墙砖被血浸透，仿佛从未干涸。15名玄竹人出自暗夜，归于永济。第145章田言。我们都以为小五已经阵亡，他们赶到邺城的时候，许多尸体早已无法辨认。凤泽缓缓出了口气，后来接到小五的消息，我曾想过会不会还有其他人活着。为帅者本应冷静理智，不该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但他在某个时刻还是会闪过这样的念头。顾青握住他的手，将脸贴在他的手背上，他闭着眼睛
轻声道：“小五一定会回来。”凤泽用另一只手蹭了蹭他的脸颊。顾青勾了勾唇角：“对了，他们都是以数字为名，是按加入玄竹的先后顺序吗？”他们的数字由抽签决定。凤泽道：“玄竹再精不在多，建立的时候限属300人，轮到哪个名号全凭手气。”顾青扬起脸，眼中充满戏谑，原来殿下是好赌之徒。凤泽轻轻捏住他脸上的软肉，彼此。顾青拍开他的手，捂住自己的脸：“我可从来没进过赌坊。”凤泽唇边带笑：“赌徒胆大心硬，六亲不认，我看你很有这方面的潜质。殿下是嫌我对你不够好吗？”顾青瞄他一眼：“我这就回去反省。”他起身要走，被凤泽一把拉住，跌回他身上。凤泽环住他的腰，亲亲他的脸：“我收回刚才的话，他说从没见过比你更软的人。”顾青按住他放在自己腰间的手，很想问他这个软字从何而解，但又觉得还是不问为妙。殿下若不想在屋里待着，就陪我去小厨房。顾青道：“北地干燥，我让客栈买了沙梨炖梨汤给大家喝。”凤泽握着他细白的指尖：“你亲自下厨。”以往总听黄大夫称赞顾青的侍女厨艺精湛，却从未听说顾青还会下厨。顾青斜睨他一眼：“殿下去看就知道了。”客栈后院的小厨房里，灶上的砂锅咕嘟嘟冒着白气。厨娘见到顾青，笑眯眯迎上来。梨汤已经按夫人给的方子炖上了。顾青点点头，看看桌上的乌梅和冰糖，嘱咐：“这2样最后放，放完再炖1盏茶的功夫就盛出来，装在陶罐里，放凉以后用井水派2个时辰。”厨娘连声应是。凤泽笑看顾青亲自下厨。顾青面色不改：“我何曾说过是我亲自动手？”说的也是。凤泽陪着他走到外面的庭院之中。“我不善厨艺，殿下会不会失望？”顾青问。“为何要失望？”凤泽侧手看他。顾青笑了笑：“男子不都喜欢女子为他洗手做羹汤的吗？那我不能为你下厨，你可会失望？”凤泽反问。顾青做事想了想：“殿下烤的野鸡蛋还挺好吃的。”凤泽扬扬唇角：“顾青，我喜欢你与你会不会下厨毫无相干。若按你的说法，天底下最招男子喜欢的应当是厨娘，而不是他的妻子。殿下哄起人来倒是一套套的。”顾青调侃。凤泽正色：“做我的妻子不需要察言观色，谨小慎微。你原本是什么样就该是什么样，如果要你因为我不得不做出改变，那这证明我还不够好。”顾青心中一暖：“殿下是看了多少话本子，从哪儿学来这些甜言蜜语？说到话本子，我看的可没有你多。”凤泽轻笑。他话重意有所指。顾青触及他的眼神，蓦地想起自己回门那日，父亲曾带凤泽去过他的书房。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记不清自己的书房里是不是还放着没有收拾的话本子。殿下偷看我的东西？顾青昂起下巴：“是岳父大人一定要我去你的院子看看。”凤泽道：“他大概怕我待你不好。”顾青眼中泛起一丝想念：“我这趟出来已经1个多月了，父亲大概以为我一直待在王府，等我们回京以后，我想先去看看他。”他说完，看向凤泽，欲言又止。凤泽捏捏他的下巴：“我自然也是要去的。”顾青抿着嘴笑起来：“殿下就算不能去，也千万别给我爹写什么赔罪信了。你上次那封信就让他激动的一宿没睡好。”凤泽道：“难道不是因为淘到了谢飞白的画作？”顾青讶然，随即明白过来：“那幅画是你拿出来的？”驸马谢飞白既是凤泽的人，凤泽要拿到他的画作绝非难事。可即便如此，顾青还是没想到凤泽会对他父亲的生辰如此上心。他与他那时分明还没有互通心意。凤泽目注于他，大概是为了跟你赌气。顾青挑了挑眉。凤泽道：“虽然那时知道你没有对我动心，但见你处处防备于我，连你父亲的寿宴也不想让我参加，我其实有一点不高兴。或许不只是一点，才会刻意打听到他父亲常去的乾宁坊那家店，把谢飞白的画放了进去。”顾青哑然：“我只是怕你嫌我烦，也怕听到他的拒绝，才会抢先一步告诉他，不需要他为自己的父亲祝寿。”凤泽凝视他半晌，忽然笑了下：“原来你也没那么聪明。”顾青抬起头：“殿下也挺傻的。”原来在那么早的时候，他俩就各自心怀期待，只是这样的期待又被对方毫不留情的抹杀。凤泽掀了下眉：“你应该说我很卑鄙。”他看向顾青，认真道：“我本可以不告诉你这些。”顾青回望着他，失笑：“难道殿下想当一个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好人？”他背起双手，摇摇头：“我可没有殿下这么崇高。我若为一个人做了什么，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他知道。那你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凤泽问。顾青目光一转，投向凤泽身后的小厨房：“比如我若是让人炖了梨汤，不管是不是我亲手做的，都会让殿下夸我贤惠体贴。”凤泽打量他：“只我一人夸你就够了。”顾青眼眸晶亮：“殿下一句好话抵得上别人10句，巧舌如簧。”凤泽低哼一声，吻上他的唇。
总有一日，我要听你将每一件事都告知于我。第146章山雨欲来。哟，范相，工部侍郎刚出大门就见到一张熟脸，您今日怎么亲自来了？可是陛下那边有什么吩咐？陛下很是关心江州灵渠图的进展，特命我来看看。范平微微一笑，江州水患是陛下的心病，如今洪水虽退，还有不少事情亟待善后，你们督水监可得抓紧这些。工部侍郎笑道：自是不敢耽误。您看，我正要去督水监的公房，要不咱们一道？范平颔首：侍郎大人请。两人来到督水监公方，只见一个巨大的沙盘立在屋子中央。7月天气酷热，屋内四角摆放的冰盆已然化成水，屋里几名官员高卷着袖子，没戴官帽，凑在沙盘旁边，一边比划一边嘀咕。工部侍郎陪同范平走进去，轻咳了一声。官员们抬头看他俩一眼。工部侍郎道：范相前来查看江州灵渠图的进展，你等可将目前的进度报上。范平摆手拦住工部侍郎：不急，我看这屋中炎热难当，诸位不如先去喝盏凉茶，咱们再来议事不迟。还是范相想得周到。工部侍郎见这几名官员个个汗湿重衫，虽是在公房之内，形象也着实不大好看，当即让他们下去整理衣冠。范平环视一周，大皇子不在。大皇子更衣去了。一名官员应道。范平点点头，走到沙盘前驻足细瞧。沙盘上是等比速出的江州城貌，屋舍巷道，堤坝沟渠，无不栩栩如生。工部侍郎在旁道：这是大皇子率工匠们花了3个日夜赶出来的，只要在沙盘上试做成功，就能绘出最精准的灵渠图，供江州建造防洪水利使用。这法子不错，不知实际建渠耗费几何？范平道：江州这个灾年不好过，陛下连新上任的户部尚书都派去了江州坐镇，若是开销过甚，恐怕户部第一个就不会答应。您放心。工部侍郎道：大皇子特地算过其中的花销，人工加上建材等开支，合计不会超过100万两银钱。范平微微皱眉，便是100万两，对于江州来说也是太耗费了些。若是降到80万两呢？接话的是刚刚进屋的大皇子凤元和，他的袍摆掖在腰带上，与方才屋中的官员一样，衣衫不整，满脸是汗。范平朝凤元和拱了拱手：大皇子辛苦。他朝沙盘一摆手：听说这沙盘是大皇子所造，我看这其中颇有精妙之处，不知可否为范某解释一二？凤元和点头，在袍服上抹了抹手心，拿起一根长杆，来到沙盘旁，将插着小旗的几处指给范平：范相看这里。范平听他有条不紊地讲解开渠的要紧之处，边听边点头。一旁的工部侍郎看看外面透进的日光，默默举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范平眼瞥见，发话道：工部事务繁杂，侍郎大人不必在此陪着，且去忙你的吧。工部侍郎犹豫了一下，朝范平拱手：实不相瞒，在下的确还要去将坐监一趟，宫中的御苑湖尚未修缮完成，还有许多器物需要重新规整。说完，他朝凤元和道：有劳大皇子替我作陪，在下先行告退。范平目送工部侍郎离开，转向凤元和：大皇子为江州灵渠殚精竭虑，范某感佩至极。范相过誉。凤元和道：兴修水利本就是工部职责所在，无足挂齿。可大皇子不只是工部的官员。范平瞧着门外空无一人的庭院，陛下操心江山社稷，大皇子也当为陛下分忧。凤元和瘦削的脸上划过一丝复杂。范相前次找我的时候，我就对范相说过，我喜欢在工部任职，只愿终生与辅凿齿具为伴，无心理会旁事。我不信。范平看着他，悠然笑笑：大皇子过去行事低调，不过是为了避开二皇子的锋芒，可如今时移世易，江州贺县之事令于贵妃与二皇子失去了陛下的宠幸，大皇子若不趁势而为，还想等到何时呢？范相不必多言。凤元和道：我虽不才，亦有自知之明，我只愿孝顺父皇膝下，至于别的，我从未有过奢望。大皇子糊涂。范平叹了口气：如今陛下只有你与二皇子2个儿子，便是你不争，难道二皇子就会不争？恕我直言，二皇子心胸狭隘，为人短视，实在不是储君的合格人选。自从隋家倒台以后，他那一派更是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大皇子何不趁机将他们收拢门下，也好为自己的未来早做打算。范相，凤元和疑惑地看他一眼：我有一事也是不明。大皇子请讲。你与我素无交情，你就这般找上我，难道不怕被父皇知道，则你擅自结交皇子，有碍官声吗？范平肃容：大皇子此言差矣。范某所思所虑，皆为大禹的江山社稷。大皇子心地淳朴，若百姓能得大皇子庇佑，是大禹之福，陛下之幸。凤元和沉默片刻：大禹的未来皆由父皇做主，范相不要再找我了。大皇子，范平道：你便是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母亲明贵妃考虑。她在宫中被于贵妃欺压多年，难道你心中就不憎不怨？眼下于贵妃虽暂时失宠，但她心机手段都远超常人，
你就不怕他乃日重新讨得陛下欢心，又将你们母子俩压得不能反身？凤元和眉头一蹙，范相甚严。范平缓缓道：大皇子是皇家人，对皇家人的薄情理当比我更有体会。范某言尽于此，大皇子不如仔细掂量，想想范某的话说的对与不对。他朝凤元和依了一礼，殿下所受的委屈，范某这些年都看在眼里。有些事不是你不争不抢，别人就会放心。大皇子若真想韬光养晦，不如学学范某。范某若真如旁人所说那般平庸无能，又怎会坐上副相之位？凤元和盯着他，不假思索。范相已经看过江州灵渠图，若无旁事，就请回吧。范平直起身，也罢，今日我已将利害关系对大皇子澄清，在大皇子想通以前，我不会再往府上投书求见，大皇子就不用再躲在衙署回避范某了。他离去的背影被日光拉成掌长一线，那浓墨般的影子投入凤元和眼底。凤元和在沙盘旁席地坐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如被烈日暴晒的地面一片空白。第147章，唤你的名。陆路行进的马车里，顾青卷起车帘，放入傍晚的凉风。我们当真不在秦州歇一晚？他问凤泽。凤泽倚在榻上，似笑非笑，怕你一入秦州就被钱三娘请去喝酒。顾青缕缕被风吹乱的发，浅笑，钱三娘早就回他的药庄去了。他那庄子旁边还有20几亩荒地，他准备全部买下来种上药材，这样明年就算减产也会让我有得钱赚。凤泽歪头，他几时给你递的消息？我竟不知。殿下怎会不知？顾青靠在窗前，钱三娘写信到宁州，信是刘婉收的，他没有告诉殿下。我并未要他事事禀报于我。凤泽道。顾青意外地扬起眉梢，那我出京这一路的行程，殿下为何如此清楚？自然是我仔细问过。凤泽从容不迫道，你在宁州被白岸带走，我若不问清你这一路上见过哪些人，干过哪些事，如何能确保将你安全救出？这话乍听十分有理，但细想之下却又满是漏洞。秦州与宁州相去甚远，原来秦州之事也能影响到宁州吗？顾青打趣。凤泽脸色不变，谁知你是不是一早就被人盯上了？顾青目光一动，说到这个我也有些奇怪，为什么白岸会知道我是雍王妃？他是以后浦唐东家的名义前去与白岸会面，雍王妃的身份除了京城总殿少数几人，就连城管事也不知晓。我审过白岸，他说是在你们碰面当晚突然收到一封传信，这才知晓你的身份。顾青疑窦丛生，谁会传消息给他？目的又是什么？擒了你或杀了你，对雍王府都是一重打击。凤泽道，我与北狄本就势不两立，若你因我之故遭遇不测，我定会想方设法为你报仇。他望着顾青姣好的侧颜，又是一叹，幸好你没事。顾青笑笑，殿下应当相信自己的眼光，就算我说服不了白岸，车内有刘毅，车外还有刘婉，我们总能放手一搏。凤泽见他说的轻描淡写，摇摇头，朝他伸手过来。顾青看看他，挪到榻边坐下。凤泽伸手把他困入怀中，生死相搏，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顾青靠着他的胸膛，轻声嗔怪，我在安慰殿下，殿下听不出来吗？凤泽扣着他，低头看向他颈侧已经愈合的伤口，那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只有一线淡淡的红。你不知道我有多后怕。他从来没怕过什么，唯有看到顾青颈边刀伤的一刹那，第一次体会何为恐惧。哪怕顾青当时仍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他脑中还是闪过无数惨烈的画面。以后不许擅自冒险。他再一次强调。知道了。顾青的声音软下来，他抬手摸摸他的脸，你也是。凤泽捉住他的指尖，放在唇边亲了亲，我不能完全答应你，不过我会万事小心。顾青在心中叹了口气，殿下这回怎么不哄我了？我总要重回战场。凤泽道，你这么聪明，就算假装信了我，心里也不会上当，所以你就不怕我担心了？顾青问。我怕。凤泽沉声道，但我更怕你为了哄我开心，做出一副强颜欢笑的样子。顾青心头一软，他依偎着他，低低唤了声凤泽，身后的胸膛骤然一震。不等他再开口，凤泽的气息已凑至颈边。他同样低低应了一声，喉咙里溢出的是止不住的欢喜。他头回听见他清晰无比地唤他的名，不是克制有礼的殿下，而是一声凤泽。凤泽。顾青抬脸冲他笑了笑，忽然将唇瓣抵在他的耳边，又轻唤了声阿泽。他不知有没有人这样唤过他，但他自小就被亲人唤作阿青，这是极亲近的称谓。他贴着他的耳朵低声道，我听宋药师和夏姐姐也是像这样互唤彼此，不知你喜不喜欢？凤泽环在他腰间的手将他箍得更紧，喜欢但不舍得。不舍得？顾青不解。凤泽嗓音微哑，不舍得让人听见你这样叫我。他怀里的人大概不知道，他叫他阿泽的时候，声音柔软的像一涓细流，叫人恨不得让他就此融化在自己怀中。顾青耳根一热，
那我再不叫了。凤泽屈指蹭蹭他的脸，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话。顾青只觉热气从整张脸上蔓延开，他一把推开身后的人，换回窗边坐下。殿下还没说到底是谁把我的身份告诉了白岸。他迎着窗外的凉风，目不斜视道。凤泽望着他酡红的脸颊，眼中略有一丝遗憾。他按下逗弄顾青的心思，认真回答：白岸也不知道写信人是谁，但此人不但知道你的身份和行踪，还能找到白岸落脚之处，可见他对我与北狄都十分熟悉。我已派人沿着这条线索去查。顾青吹了一阵风，脸色恢复如常，思索道：你我皆不在京中，雍王府可还太平？你放心，皇帝那边没有起疑。他离京之前早已做了安排，皇帝最近有一大摊子是急着处理，光是江州那边就不得清静。混账！御书房内，皇帝又摔坏了一个砚台，侍墨工人默默将砚台碎片捡走，换上一个新的。都给我滚！皇帝发怒，侍墨工人连同前来面圣的官员低垂着头，大气也不敢出地迈出殿门。守门的徐太监贴心的在他们身后将殿门掩上，挡住了皇帝的咆哮。这可怜见的徐太监见施墨的工人身上溅满墨汁，朝一旁挠挠嘴，还不快去换衣裳，一会儿你还得回殿伺候，小心治你个御前不敬之罪。施墨工人连连告谢。徐太监揣着袖子小声劝慰：天热一上火，你若受了委屈也别心中埋怨，小的万万不敢。施墨工人压低声音：这不还是因为江州的事情，陛下才发那么大火？江州又怎么了？徐太监疑惑。施墨工人左右看看，与他凑得更近。新上任的户部夏尚书在江州查账，发现账目缺了好大一个窟窿，别说今年的税收补不上，若要重修水利，恐怕还得国库贴补一大笔银子。徐大监嘶了一声：这话你可别到处跟人说。您放心，我只跟您说，别人是半个字也不敢讲的。好好，你快去吧。徐太监把人催走，甩了甩手里的拂尘，正要夺回殿门外，就见大皇子凤元和远远而来。第148章人心难料。徐太监迎上去：大皇子，您怎么来了？我来宫中探望母妃。凤元和朝他身后的殿门望了眼，听说父皇最近身子不大爽利，特来看看。徐太监示意凤元和随他走远了些，细声道：殿下不如晚些时候再来。凤元和怔了怔，瞧见徐太监的眼神，随即会意，父皇他又因为何事烦心，这就不大清楚了。徐太监摆摆手，笑道：朝廷政务岂是我这种身份能够打听的？大皇子太抬举奴婢了。凤元和沉吟一阵：那我先去后宫见过母妃，待父皇有空我再过来。哎，徐太监笑应一声：大皇子慢走。宁川殿内，明贵妃正将一盆兰花搬至廊下。凤元和紧走几步上前，替母亲扶住花盆。这些活儿怎么不让工人来做？明贵妃抬头看见儿子，面上泛出笑意：这盆兰花我宝贵的紧，可舍不得让别人碰。凤元和撩起一根纤细的枝叶：这不就是开春的时候我从山上挖来的吗？明贵妃打开他的手，扬怒：好不容易才养大，别给我碰坏了。他细心地将枝叶放回原位，拿起帕子擦了擦手，才道：我听说你一直在都水间忙着江州灵渠图的事，今日怎么有空进宫？凤元和扶着他起身，许久不见母妃，心中记挂，特来探望。明贵妃拉着他在廊下长椅上一同入座，拿起手边的完扇摇了摇：你一向痴迷于那些木工、石工的活计，非要是不会入宫。上回问你一句，可要陛下为你指婚，你就一直躲着我，怎么今日想通了？母亲莫要取笑臣。凤元和道：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婚事成为于贵妃攻击你的靶子。这又从何说起？明贵妃转眼看他。凤元和沉着眉眼：母亲这些年在宫中可过得憋屈。明贵妃放下完扇：我过得怎样你还不清楚吗？儿臣从未见过母亲争宠，无论对着父皇还是于贵妃都客气有加。我不知母亲是真心觉得无所谓，还是害怕因为受宠而招来旁人的妒忌。明贵妃朝四下扫了眼，见工人都远远地散在四处，无人听清凤元和的话，这才开口：你平日不是会想这些的人，怎么可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凤元和笑了下：父皇寿宴过后，我每日耳根清净，哪里受得了什么委屈？你这话本身就是有怨。明贵妃拍拍他的手背：你可知我有多庆幸寿宴之前你受了伤，不然那场寿宴怕是连你也会受到连累。凤元和按着自己已经养好的伤腿，默然一阵：母亲可认识范相？范平。明贵妃道：你父皇还是皇子时，范平与徐承志一样，都是他的僚属。外祖那边与范相交情如何？凤元和又问。明贵妃重新拾起完扇，慢慢为他扇着风：你外祖只是一名史官，从不涉足朝政，他与范平不会有往来。他见凤元和若有所思，柔声道：你向来不与朝中重臣结交，今日怎么突然问起他了？前几日范相来工部催问江州灵渠图的进度，而臣与他交谈过几句。凤元和道：而臣看他与旁人所说似乎颇有不同，
明贵妃轻笑一声，旁人再道她如何平庸，她如今也做了副相。凤元和眼皮微抬，母亲以为此人如何？明贵妃不答，她探身朝廊外望去，元和你来看。凤元和顺着他手里扇子所指的方向抬头仰望，头顶的树枝随风摇曳，如青涛拍岸，绿荫起伏，树欲静而风不止。明贵妃回头看向自己的儿子，你的心乱了。凤元和张了张嘴，母亲。玉祥宫内深垂的水晶帘后，一道懒洋洋的女声响起。自从我儿禁足，大皇子往宫里倒是越发走动的勤了。娘娘勿恼。心腹宫女为她端上一盏紫苏饮，这是用冰镇过的，娘娘喝上一口，消消暑气。于贵妃一身素长，倚在美人靠上，没胃口。那我拿下去，再用冰镇一阵子。娘娘想喝的时候，吩咐奴婢就是。不用。于贵妃随手一指，赏给宁秋喝了吧。被她指到的宫女正在擦拭屋中器物，听到自己的名字，赶紧回身跪下，谢娘娘。心腹宫女将紫苏饮倒入杯中，递给宁秋，这银子最是解暑，算你有口福。宁秋再度拜谢，这才接过水杯，杯中一汪浅碧，色泽清透。宁秋捧着杯子，忽地呕了一声，他随即失色，赶紧向于贵妃磕头：“娘娘，我不是故意的，我……”干呕声又起。于贵妃冷冷抬眼，直看得宁秋抖若筛糠。这几日我就知道你不对劲。于贵妃收回视线，说：“是跟哪个侍卫鬼混了？”我没有。宁秋捂着嘴，使劲摇头。于贵妃揉揉额头，把他拖下去，乱棍打死。不要！宁秋惨叫一声，爬到于贵妃脚边：“娘娘，我真的没有跟人鬼混。我腹中的孩子是二皇子的。”于贵妃面色陡变：“胡说！”她啪地给了宁秋一耳光：“我儿在府中闭门不出，何时与你有过牵扯？来人！”娘娘！宁秋抱紧她的小腿，哀声哭求：“娘娘，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曾出宫见过二皇子。”闭嘴！于贵妃一脚将他蹬开，宫中守备森严，我从未给过你出宫令牌，你怎么出得了宫门？我不敢哄骗娘娘，我能出宫是因为有二皇子帮忙。于贵妃被气笑了：“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我儿为何要帮你？”宁秋跪在地上，哽咽着道：“是二皇子要我替他找一样东西，我找到以后就被二皇子的人接了出去，然后在二皇子府上住了一晚。”于贵妃拳手指：“找的什么东西？”是娘娘平日没用过的一个小盒子。宁秋嗫嚅道：“你给我说清楚。”于贵妃一字一顿冷冷道：“就是一个黑色没有花纹的。”宁秋的声音越来越轻。于贵妃面色阴冷：“来人，把这个贱婢嘴堵上，拖下去。”娘娘！不要！娘娘！宁秋尖叫，但她的声音很快被人捂进喉咙。于贵妃闭了闭眼，拿根绳子给她一个拳施。宁秋的挣扎闷哼声逐渐远去，于贵妃的心腹宫女走过来，冲她点点头，轻声道：“娘娘，那盒子确实不见了。”于贵妃深深吸了口气，胸口起伏不定，难怪上月雍王受了重伤。你今晚出宫，替我传话给元太，就说我心急犯了，让他想法子入宫一趟。第149章，成了废人，不好了，走水了，快来救火呀！夜深人静之时，平西坊突然锣声喧天，一股浓烟窜上天际，火势如浪潮一般朝四处蔓延。这一片都是深宅大院，住在坊间的人非富即贵，各家主人很快惊醒，纷纷命家中奴仆外出查探。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原来是东街二皇子府上走了水，烈焰映红了半边天，整个二皇子府淹没在火海之中。若非近日天干物燥，京兆府特意加强了夜里的巡查守备，恐怕整个平西坊都会受大火牵连。临近清晨，大火终于扑灭。半夜闻讯赶来的京兆尹站在湿漉漉的瓦砾之中，心中悲喜交集，无限哀凉。悲的是，尽管他已竭尽所能调派人手，二皇子府仍是烧毁大半；喜的是，左邻右舍只是受到些许波及，未有人员伤亡。哀的是，等他进宫面圣，这京兆尹的官帽不但要被撸掉，恐怕就连他的项上人头也岌岌可危。大人已将二皇子送到医馆医治，衙役过来复命，您看可要将府中之人迁到别处看管，待查明起火缘由再行放出。京兆尹点点头，按规矩办吧。这场大火惊动了整个京城，着火之处又是皇子的府邸，谁也不知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缘故。京兆尹抬步走出废墟，他在晨光中回头望了眼身后那片残垣断壁，眼前的景象与他多年前看过的一幕模糊重叠。那时他还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举人，站在人群中，远远看着从废墟中抬出的一具具尸体。他听到有人小声议论，说烧毁的是废太子府，那些尸体是废太子与他的家人。眼前青烟袅袅，京兆尹摇摇头，挥去脑海中的记忆。他正了正自己的官帽，坐上官轿，
命轿夫往宫城行去。这不可能！于贵妃听完太监传信，抓起手边的杯盏就扔了过去。瓷器碎裂声中，于贵妃猛地站起：“我要去问陛下。”说着，从来都是形如弱柳扶风的她，竟是大步跑了出去。宫女追在她身后：“娘娘，小心脚下！”于贵妃冲到玉祥宫门前，忽的又是一个猛停。她转身一把抓住宫女的胳膊：“明翠呢？明翠回来没有？”她的指甲掐进宫女的皮肉，宫女吃痛却不敢露出异色，直到明翠姑姑昨晚领了牌子出宫办事，今早好像没见过她。快去给我找！于贵妃很生道：“去她房里，去别的地方，到处都找一遍，一定要给我把她找出来。”明翠是她的心腹宫女，昨晚受她之命前往二皇子府传话。若是她回来了还好，若是她没有回来……于贵妃闭了闭眼，无论如何，她得先去皇帝那里问清儿子的状况，再做打算。今日非大朝会，按照惯例，皇帝应在御书房与几位重臣商议日常事务。然而二皇子府走水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天还没亮，消息就传进了宫中。几位重臣坐在一旁，看那金兆尹跪在御书房当中，声泪俱下。臣已命人收拾火场，一有发现就会立时禀报。臣来时，火场中已找到20余具尸体，其余人等皆已关押在京兆府，正挨个审讯。二皇子伤势严重，大夫说不能挪动，还请陛下派御医前往医馆救治。正说着，殿外传来一声凄厉哭啼：“陛下！”于贵妃咚的一声跪在门外，语声哀痛：“臣妾听闻元泰出了事，不知现在是死是活，还请陛下允臣妾去见他。”皇帝按按额头，让他先进来。于贵妃进到书房，四下扫了眼，再次跪倒在地，珠泪连连：“陛下，可否给臣妾一个准话？我们的孩儿他究竟怎样了？”皇帝重重吐出一口气，金兆尹正在回话：“元泰受了伤，朕正打算派御医出宫。”于贵妃面色巨变：“他伤得如何？外面哪有宫中的药材齐全？为何不直接送到太医署？”“娘娘。”金兆尹低声接话：“二皇子身上烧得厉害，大夫不建议妄动。”于贵妃身子一晃：“烧到哪儿了？”“脸、手。”却见金兆尹低下头，没敢再答。于贵妃脸色惨白，若是伤到其他看不见的地方还好，要是伤了脸，亦或落下什么显而易见的残疾，自古便没有哪个天子是容貌有瑕或者身有残缺的。他惊惶地看向皇帝，皇帝一脸阴沉，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心情。“陛下！”于贵妃脱口喊道。“行了。”皇帝抬手打断他的话：“元泰的情形你已知道了，若是想去看他，就随御医一同出宫，朕准你在宫外多待2日。”于贵妃嘴唇张合2下，没有出声。一旁的大臣大约见他实在可怜，劝慰道：“二皇子吉人自有天相，娘娘不要太伤心了，还是先出宫去看看吧。”于贵妃眼珠动了动，目光移向发话之人：“多谢范相。”她两眼失神地站起，朝皇帝望了眼，垂下双肩，默默走了出去。平西方的医馆内，惨嚎呻吟声不绝于耳，路过的行人纷纷避走。二皇子被安置在单独的一个小隔间里，他倒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从把人救出火场到现在，他就没有醒过。于贵妃匆匆先连进去：“元泰！”他只喊了这么一声，剩下的话就哽在喉头，化作短促的抽泣声。床上之人半身焦黑，露在外面的皮肤没有一处完好，一张俊脸只剩下鼻子和一只眼睛周围能看，其余各处早已溃烂起泡，不忍卒睹。于贵妃捂住自己的嘴，来时的路上她做过许多推想，却没料到儿子的状况竟比她想象的还糟。她两眼一翻，晕了过去。这一晕，随行的宫女赶紧接住她，御医更是连忙让医馆腾出一间房，将人送去安置。于贵妃朦胧之中，只觉耳边有人呼喊，有人掐她的人中，还有人为她扎针，但她什么也不想听不想管，只想放任自己昏睡过去，或许醒来之后会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她隐约想起自己20多年前嫁入皇子府时的雄心壮志，还有这些年的含辛茹苦。不过短短一夜，她所期盼的一切都没了。她甚至痛恨自己昨日为什么要将怀孕的宁秋处死。那个宫女明明怀了她儿子的骨肉，那是她的孙子，皇帝的头一个孙子。于贵妃呜呜哭了起来。第150章，你有孙子了。房间里渐渐没了人声，窗外飘来未散尽的烟尘，还有各种东西燃烧过后的焦臭气息。于贵妃睁大眼，直勾勾盯着顶上的床帐，一动不动。门口响起脚步声，有人推门进来，拉了把椅子，在她床前坐下。姑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来人的语声响起。于贵妃瞳孔一缩，几乎以为自己产生了幻听。我们姑侄好不容易相见，姑姑不看我一眼吗？来人又道。于贵妃转动脖子，侧头看向一旁，随有贤趴在椅背上，微笑着看她。于贵妃陡然一惊，猛坐起身。她强烈眩晕了一下，不由扶住额头：你怎么在这儿？随有贤穿着一身粗布麻衫，肤色黝黑，
除了那双桃花眼依旧上挑，浑然看不出他曾是尚书府上养尊处优的大公子。于贵妃仔细将他打量一眼，终于确认这就是自己的亲侄儿。他暗自往后退了退。你爱做什么？流放之人不得回京，你不怕惹麻烦吗？隋有贤用双手垫住下巴，冷笑：我怕麻烦就不会回来，只是没想到刚一回京就看了场热闹。于贵妃心口猛跳，你什么意思？你对元泰做了什么？隋有贤叹了口气，姑姑别把我想的那么龌龊，我虽是你的侄儿，但我跟你不一样。于贵妃骤然住口，眼神朝房门瞟去。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有贤，你堂兄遭此一劫，我心里实在难受，你若无事就先退下吧。隋有贤哼了一声，当初我出京时，姑姑送过我一份大礼，今日重逢，侄儿也有礼物想要送给姑姑。于贵妃咽了口唾沫，沉住气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姑姑不想知道是谁把你儿子害成这样的吗？隋有贤朝前凑近了些，难道你知道？于贵妃的神情分明是不信。隋有贤撇撇嘴，姑姑不想听就算了。他起身就走。站住！于贵妃顿了顿，开口：你先说来听听。隋有贤回头一笑，其实我也不知道。于贵妃豁然抬眼，一双美目中露出厉色。隋有贤紧跟着又道：但我知道你儿子身边的2个人有问题。于贵妃胸口激烈起伏，谁？你儿子的心腹内侍陈盼，还有一个名叫胡儿的侍婢。于贵妃眯起眼睛，这2个人她自然不陌生。陈盼从小就跟着我儿，胡儿也跟了他好些年，无凭无据。你如何知道他们有问题？因为我昨晚亲眼看到这2人从凤元太府中离开，他们走的时候，大火刚刚烧起来。隋有贤道：不信你让金兆尹数数看，那些死人和活人里面是不是少了他们2个？于贵妃粉面含煞：我不信。我知道姑姑不会信，所以我特意留了一个人证。隋有贤报出一个地址，你的心腹宫女明翠被我关在那儿，你不妨让人去瞧瞧。昨晚她跟我一样，也看到了那2个人。于贵妃眼中惊疑不定，你看到府里失火，竟然不去帮忙？不仅如此，他还拦住了明翠。隋有贤露出奇怪的神情，他看了于贵妃一眼，似乎觉得好笑。姑姑要杀我，我没有找你儿子复仇已是仁至义尽，你还想让我帮他？你……于贵妃及时想起房中此刻只有他们2人，压低声音：我不知道你听谁说我要杀你，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姑姑真的没做过。隋有贤森森盯着他：你敢不敢以你孙儿的性命起誓？孙儿？于贵妃只觉耳边嗡嗡作响，难得失态，什么孙儿？哦，隋有贤笑起来，原来姑姑竟然不知道，你儿子与徐承志、徐副相的儿媳是老相好，那个叫婉娘的不是给徐家生了个大胖孙子吗？那是你儿子的种啊！于贵妃往后一仰，后脑撞在墙上，她几乎察觉不出疼痛，说不出心里是惊喜还是慌张，恐惧还是激动，她无意识地摇了摇头，这不可能。这怎么不可能？隋有贤嘲笑道：你儿子荤素不忌，无论是已婚的妇人还是未嫁的少女，他都喜欢勾搭。过去要不是我父亲替他收尾，恐怕告他的折子早就堆满了陛下的案头。于贵妃握了握拳：徐家知道吗？听说那个婉娘前些时候变成了傻子，你说徐家知道不知道？隋有贤反问：听说他们照旧养着你那孙子，也不知是想要挟你儿子，还是想留着与他交好。不过如今凤元泰成了一个废人，他既然立储无望，你那孙子恐怕也就没用了。闭嘴！于贵妃打断他，他已无心再听下去，他的儿子已经废了，他原以为自己的心血终究白费，却不想隋有贤的出现竟给他带来这样一个消息，他还有一个孙子，活着的孙子。于贵妃忽然不再惧怕眼前的隋有贤，她下了床，张口就要叫人。姑姑！隋有贤拦住他：你不会想就这样走吧？于贵妃镇定地看向他：有贤，你或许对姑姑有些误会，但我敢保证，我从没有害过你。隋有贤注视着他，忽然露出狠色：我没工夫听你解释，这样，你给我10万两银票，我就立刻离开京城，否则我就把你儿子跟徐家儿媳偷情的事传扬出去。到那时，你看陛下会不会承认你那孙儿？于贵妃被他堵得心口一滞，一口气险些喘不上来。好，我给你。隋有贤伸手：现在就给。于贵妃咬咬牙：我这就命人回去拿。别耍花样！隋有贤警告他：若我有个好歹，你孙子的身世照样会传遍全城。于贵妃对他怒目而视，却见隋有贤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他在袖子里捏了捏拳：我明白。第151章，恶人自有恶人磨。平西方向口，隋有贤双手揣在袖中，溜达着踱进一条小巷。他路过一扇虚掩的院门，眼珠四下一瞟，这时一只大手从门内伸出，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拖了进去。哎，隋有贤压低了嗓音，发出气声：轻点，轻点，得了银子挺开心吧？施阳把他丢到院中，拍拍手。隋有贤扶着石桌站稳，讹他一句罢了，
不这么说，他怎么会相信我给的消息是真的？施阳斜眼看他，在外面待了几月，脑子倒是灵光不少。隋有贤自嘲一笑，没说话。得了，别做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施阳道：“你要真不想活，我送你去京兆府自首。”别！隋有贤无奈举手：“师统领，我回京是因为找不到地方可去，绝不是为了求死。我看你昨晚去凤元太府上的时候，那样子不像是想活啊。”施阳冷哼。隋有贤讪讪道：“那不是还没进去就被你们的人逮到了吗？”隋有贤刚一踏入京城地界，就被雍王府的人盯上，他们跟着他到了平西坊，好巧不巧的撞见凤元太府上起火。我就是看到我姑姑的宫女，心里不是滋味，才会头脑发热，想去找凤元太问个明白。隋有贤道：“他昨晚在凤元太府外转悠了大半个时辰，原本也没想好到底要干嘛，直到看见明翠，想起于贵妃曾对他父亲和他做过的赶尽杀绝之事，一时怒火攻心，才想豁出命去讨回公道。”施阳看他一眼：“那你现在想好没有？要死还是要活？”隋有贤被他问的一顿，面上泛起苦笑，当然是想活了。他没自己想象中那么有骨气，冷静下来才发现，他做不到跟自己姑姑和堂弟同归于尽。想活就行。施阳不管他心里有多少弯弯绕绕，径直道：“你这回给于贵妃传话，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我们就再送你一回，一会儿有人会带你出城。你离开京城以后，最好走得远远的，再别回来，否则就算京兆府发现不了你，我们也有办法收拾你。”隋有贤舔舔嘴唇：“我明白。”他没有报仇的能耐，只能借别人的手完成自己的心愿。从此以后，天底下就真的再没有隋有贤这个人了。施阳让人把隋有贤带下去，转身走进身后的小屋。屋里有人烹了茶，正老神在在的自己跟自己下棋。“先生，是办成了。”施阳道。谢飞白往棋盘中落下一粒棋子，头也不抬的嗯了声。“不出你所料，于贵妃的确经受不住这个诱惑。”施阳感慨，他也是个狠人，儿子都变成那样了，他还能转过心思打徐家的主意。正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指望不上，他才要指望孙子。谢飞白笑了笑，于贵妃一生所求就是至高的权力与荣华富贵，她目的明确，行事果断，可惜心眼还不够大。这倒是，施阳深表赞同。我要是他，就不会把儿子养成这个样子。子子孙孙生再多有什么用？只要扶不起来，就是白忙一场。真要有那能耐，还不如自己上呢。谢飞白扬唇：“你们殿下几时到京？”“明晚就到。”施阳回答。“谢飞白点点头。听说他在外面过得十分逍遥，如今京中这一团乱麻，也该他回来亲眼看看才是。这不是有您在吗？”施阳笑：“殿下临走之前跟您商量好了的，他负责军中之事，至于朝中那些人就都交给您了。他当然会减清闲。”谢飞白笑骂：“他这一走百事不理，只会传信让我替他办事。有您在，他才能放心去边境啊。”施阳好声好气劝慰：“殿下让您找的人查出头绪了没有？”“没有。”谢飞白没好气。施阳奉上茶盏：“您嘴上不说，心里想必有了头绪，不然您不会有心思折腾徐承志。”谢飞白指指他：“这么会说好听的话，怎么还没见你讨着媳妇？”施阳咳嗽一声，说起来，昨晚这场大火烧得莫名其妙，要不是隋有贤歪打正着撞见那两人，恐怕我们还得费一番功夫才能理出头绪。谢飞白悠然道：“他们出手倒是给了咱们对付徐承志的机会。”施阳点头：“真的不用把那两个人抓起来吗？有玄竹盯着，他们跑不了。”谢飞白道：“他们得手之后并未离开京城，可见一定会有人与他们联系。我要留着这儿，等着钓鱼。我听说那个叫活儿的侍婢，他的出身不在大狱，是游商把他从北狄的集市上买来，送进凤元太府中的。”施阳问道：“若他与陈盼都是北狄安插在凤元太身边的奸细，为什么会突然对他下手？凤元太已在皇帝跟前失宠，他的旧家隋家也已没落，这样一个既年轻又不能左右朝堂局势的皇子，干掉他能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北狄的奸细不好说，不过除掉凤元太，总有人能从中获益。”谢飞白不置可否，假设此事有人主使，他不惜浪费埋了这么多年的棋子，想必是有迫在眉睫的理由，让他必须改变原来的计划。施阳眉峰一动，是因为北狄要跟大狱开战，除此之外，他想不出还有什么重大变故。谢飞白伸了个懒腰，扭扭脖子，站起来，没有证据之前多思无益，眼下先解决徐承志那端，若是于贵妃有了动作，你就按我的计划办。施阳见他做事要走，追在身后问：“先生打算回去了？”谢飞白转头语重心长：“施阳啊，我跟你不一样，我是有家室的人，昨晚一夜未归，长公主定是担心的不行，我得回去宽慰宽慰。”施阳闻言神情一滞。谢飞白慢条斯理又道：“你也别在心里说我的坏话，若有空闲，赶紧让府里收拾收拾，别等你家殿下回来找你麻烦。”说完
他背着双手悠然出了门。施阳独自立在原处，凝神细想，府中近来一切如常，到底有什么好收拾的？第152章归家。1日后，凤泽等人顺利抵京。夜幕掩护下，一行人悄默声地进了雍王府。因着此趟出行极为隐秘，府中并无迎接的动静，只有白桃与绿瑶站在王府中路，翘首以盼。他俩见凤泽与顾清香携行来，不由眼圈泛红，抢了上去。殿下，王妃。两人行过大礼，一左一右把顾清夹在当中。王妃气色还行。白桃扁扁嘴，就是瘦了些。一向沉默少言的绿瑶也道：王妃这趟去得有些久。顾清笑着将他仔细打量：你的伤没事了？绿瑶点头，功夫已恢复70%。那就好。顾清放下心来，但你不可逞强，还得再细心养些日子才是。王妃。白桃凑上前：你这趟出门不肯带我，可把我想死了。许久不见的小丫头依旧白白胖胖。顾清不禁伸手揉揉她的脑袋：我也想你们。白桃眨巴眼睛：我听师统领说，王妃去了好些地方，也不给我们捎封信，是不是乐不思蜀了？顾清失笑：你这乱用典故的本事，还是一如既往。白桃嘻嘻一笑，眼角余光瞥见一旁还站着一个高挺的身影，猛地一缩，凑在顾清耳边极小声道：我还听说王妃这一路都跟殿下同吃同住。顾清挡住他的嘴：慎言。话虽如此，语气中却没有半分责怪。他抽空看了眼凤泽，凤泽本在一旁听他主仆三人叙话，见状开口：一路奔波你也累了，先回房好生歇着，明日我来找你。顾清顿了下：好。凤泽深看他一眼，转身离开。顾清望着他走远，不知不觉松了口气。这2日回京路上，凤泽将他缠得很紧，仿佛他一回京就会变脸似的。说来也不怪他，毕竟在离京之前，他还抱着从此远离凤泽的心思，谁想这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不但与凤泽互通心意，两人朝夕相处之下，感情更是日益深厚。如今见他爽快的离开，顾清站在这条岔道中央，竟有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还记得他们几个月前就是这样，以此为戒，各居一处，互不相干。顾清辉却心中没来由的惆怅，招呼白桃和绿瑶：我们也走吧。却听白桃怯生生道：王妃。话音未落，他又进了声，直勾勾盯着顾清身后。不等顾清回头，他的胳膊就被人抓住。我想了想，还是不能放你回去。凤泽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顾清原本被吓了一跳，听了这话，他的心中像是尘埃落地一般，那些虚幻的不安如同薄雾散去，露出踏实的土地。他回首轻笑：我就在你府里，还能去哪儿？凤泽不答，他握着他的小臂，带着他走上另一条路，那是回正院的方向。他握得很紧，步子却不快，是他刚好能跟上的速度。顾清心中一软，用另一只手攀住他的胳膊：不能再慢些吗？凤泽两眼直视前方：不能。顾清无声扬起唇角：可是我走不快。这话半是戏谑半是实情，他坐了一整天马车，腰酸腿软，走得久了的确有些使不上劲。凤泽脚下一停，他侧手看他一眼，松开他的手臂。不等顾清反应过来，他已将他拦腰抱起。顾清发出半声气音，又将惊呼咽了回去。他窝在凤泽怀中，一双手无意识地揪在一起，竟是无处安放。凤泽嘴角一弯：如果怕掉下去，可以抱着我。顾清不自在地瞄瞄左右，明明四下无人，却像有许多视线在盯着他俩。顾清知道王府中的侍卫一向喜欢隐在暗处，他竭力稳住气息：你不累吗？凤泽将怀里轻盈的身子掂了掂：抱你。不累。顾清不说话了。凤泽想使坏的时候，他只会越说越错，越描越黑。想起某些因技不如人而受人所制的画面，顾清伸出指尖，在凤泽胸前轻轻一划：那你抱稳些，别把我摔了。凤泽的气息微微一沉，顾清温柔冲他一笑。凤泽喉咙深处溢出一声轻哼：别乱动。他的双臂依旧稳稳拖着他的后背与膝弯，语气听上去游刃有余，似乎并未受他撩拨，但声量却比往常低了几分。顾清审时度势，立刻老老实实不动了。凤泽抱着他来到正院，顾清望见院门外似有人影晃动，示意凤泽将他放下。小花大夫。顾清看清那人，惊喜交加。花南天见他从凤泽怀中下来，神情泛起一丝古怪。他朝顾清颔了颔首，对凤泽道：药治好了。顾清眼中乍然迸出欢喜，他看向凤泽，只见凤泽微微动容，脸上也有些说不出的激动。是治骨之药吗？顾清问。凤泽点了点头，望向花南天：花百叶呢？花南天是与花百叶一起离开元城的，按照花南天的说法，花百叶离开花谷多年，须得带他回去祭拜祖先。花南天道：他也在王府。凤泽神色略缓：有劳。
他慢慢道：“明日我去见你们。”这话全然没有留客的意思。花南天蹙了蹙眉，又往他身上瞧了眼：“你们远程归来，不宜太过劳累。”自然。凤泽平静回答。花南天走后，顾青望着他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凤泽牵住他的手，在想什么？顾青摇头，犹豫了一下，方道：“我怎么觉得小花大夫看你的眼神，像在看一个色令智昏的昏君？”凤泽似笑非笑的牵起嘴角：“你还说你那小丫鬟乱用典故，我若色令智昏，那你是什么？”顾青自觉失言，他果断转开话题，四下打量：“怎么你院子里没有人？没有侍卫，没有小厮，连一个出来迎接主人端茶送水的都没有。”凤泽冷笑：“大概是有人自作主张。”他早在来的路上就发现了不对劲。对啊，顾青想起来，狮统领呢？此时王府某处角落里，施阳正对着花南天叹气：“小花大夫说了，今晚别去打扰殿下，你急什么呢？”“我不急。”花南天面无表情。要不是凤泽一路写信催他，他才不会讨这个嫌。第153章闺房之乐。凤泽往黑漆漆的院中望了眼，带着顾青步入房中。房中灯火明亮，为室内器物染上一层慵懒的暖意。凤泽踏入内室，脚下一顿。顾青落后半步，他好奇地朝前望了眼，也不由愣住。他曾在这里住过2日，记忆中的房间并无这样多的陈设，而靠窗的一张梳妆台更是格外眼熟。他忽然明白为何方才白桃对着他欲言又止。这间屋子里不但多了他的梳妆台，还有他常看的书、常用的茶具，甚至连笔墨纸砚也一并搬了过来。凤泽不知想到什么，走去屏风后面，打开放置衣物的柜子。顾青听见他低笑了声，他迟疑一阵，也跟了过去。只见无比宽大的柜子里，一半放着男子的衣物，一半放着女子的衣裙。衣裙之中不乏顾青的贴身小衣等物。他一眼瞄见，不由分说走过去，挡在凤泽身前，关上柜门。罢了，凤泽在他身后道：“搬来了也好，省得还要人回去替你拿换洗的衣裳。”顾青转头：“真不是你叫人干的？”凤泽懒懒开口：“若是我的安排，一定不会如此草率。”他话中犹有未尽之意。顾青避开他的视线，板着脸道：“那是得好好问问是谁先斩后奏。”凤泽带他来到门外，冷冷扬声：“都出来！”偌大的院子里，似乎连风都静了一瞬。脚步声悉悉索索，陆续有人从房檐屋角、廊柱假山后面走出。顾青见着这般阵仗，不知该气还是该笑。他见白桃与绿瑶也在其中，将他俩唤到身前：“你们也跟着添乱？”他低声责怪。白桃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王妃，我们是怕你和殿下回来不习惯。”顾青摇头：“下次不许再自作主张。”凤泽扫了眼院中诸人，对顾青道：“今日你累了，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先让他们伺候你洗漱，早点歇着。”说完又吩咐院中的侍卫和小厮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待众人散开，他来到施阳跟前，神情复杂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了句：“多事。”正院中再次响起进出动静时，天已大亮。顾青翻身朝外，睁开眼，身侧空无一人。他昨晚洗漱过后，实在累极，就先睡了。凤泽叫了施阳去书房议事，也不知他半夜是否有回屋。顾青摸了摸身旁的床单，手下并无余温。他下床披上衣服，心中腹诽：昨晚凤泽那么急着将他带回正院，难不成就只是为了让他睡一睡他的床？王妃醒了。门外白桃轻唤，顾青叫他进屋：“殿下呢？”“殿下一大早就去了药室那边。”白桃快言快语：“我听小厨房的人说，他们夜里还往书房送过一次宵夜。”顾青眸色微动，照这样来看，凤泽很可能忙了一整晚。他洗漱完，坐在梳妆台前，拿起梳子。白桃从柜子里取出一套天水碧的百褶月华裙，捧到他的面前展开：“王妃，今天穿这套怎么样？”“我看不错。”熟悉的声音响起。凤泽进到房中，顾青抬起头，与镜中的他四目相对，晨光和煦，两人视线相交，皆是淡淡一笑。听说殿下一早就去了药室。顾青开口：“小花大夫真的制出了治蛊的药？”凤泽应了声，将手里的木盒放到梳妆台上。顾青打开盒盖，见里面放了3枚药丸。他转头看向凤泽：“这就是？”凤泽点头：“每日服下1丸，3日后待蛊虫没了毒性，花南天就会把它去除。”顾青蹙眉：“还要动手去除？蛊虫在我的经脉之中，即使没了毒性，留着也是麻烦。”凤泽道：“必须将它彻底消除，才能永绝后患。所以你才让花南天把花百叶也带到了京城。”顾青问。他想起花百叶在榆树村替凤泽放血治蛊一事，后来他看过凤泽身上的伤口，若论对人体用刀之精妙，花百叶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凤泽看着他，勾了勾唇：“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可有危险？”顾青再问。凤泽拿走他手里的玉书，为他通发：“这世上没有绝无风险之事。
顾青不语，他心里清楚他的话有十足道理，但这并不能让他安心。他望向镜中的他，我不想你有任何危险。你放心。凤泽泰然道，我不做把握的事。他见顾青仍有预色，又道，你便是信不过我，也该相信花南天。小花大夫的医术自是没话说。顾青道，你只是担心我。凤泽将他柔软的长发握起一束，用梳子慢慢梳开。我明白。顾青转开视线，我能做些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凤泽道，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担心，就试着多信任我一些。顾青回头看他，眼中带着一丝嗔怪。凤泽低头笑笑，我错了。他放下梳子，两手撑在梳妆台上，将顾青圈在怀中。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就算不为你考虑，哪怕是为了北军，我也不会轻易涉险。顾青喟然一叹，他伸手附上凤泽的手背，那咱们说好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凤泽点头，在他颈侧落下一吻，我保证。顾青心里这才舒坦了些。他望向窗外的海棠树，笑了下，我家里也有这么高的海棠，以前每到秋天，父亲都会让厨房做上几罐蜜籽海棠果，到了冬至吃烤肉的时候，用来解腻最好不过。等今年入了秋，我让父亲送一罐过来给殿下尝尝。不必这么麻烦。凤泽道，入秋以后，我让他们把海棠果全部摘下来，不但做给你吃，也送一些给岳父。顾青莞尔，殿下真是好大的手笔。他话中调侃的意味甚浓。凤泽扬眉，你是这里的主人，想要什么尽管取就是。顾青压住微翘的唇角，我只想清闲度日，殿下若想找人替你管家，可就要失望了。不敢牢房后普堂的大东家。凤泽嗓音微沉，只要你肯陪着我就好。顾青转头四顾，见白桃不知何时已悄悄退了出去，他眼中的笑意闪而过。堂堂雍王殿下，如此做小伏低也不怕被人看了笑话，那又如何？凤泽不以为然，只有孤家寡人才不懂这里面的乐趣。刚走到外间的施阳脚下一顿，莫名觉得自己好像又被殿下骂了。凤泽听到动静，扬声，什么事？施阳定定神，回道，殿下，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殿下要出门？顾青问。不是我，是我们。凤泽道，你不是想见你父亲吗？等用过早饭，我送你回顾家。顾青看了眼屋角的滴漏，这个时辰父亲应当还在衙署当值。昨晚我已让人给他送了信，他今日会在家休沐。顾青眼神微动，殿下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不如你猜猜看。凤泽悠然道。顾青拿起梳子，抿唇，殿下不会梳头，还是叫白桃来吧。凤泽低笑一声，我可以学。于是这一早上就苦了白桃。他顶着凤泽视线的压力，费了不少功夫才给自家王妃梳好一个发髻，中途被打断无数次，险些出了岔子。还是顾青实在看不下去，将凤泽撵出房门。殿下若想知道这发髻是如何挽的，就去集市上买本书来瞧瞧，不要在这儿打搅我们。施阳在院子里被转身，假装没看见自家殿下被赶了出来。恕他孤家寡人，的确不懂这里面有何乐趣可言。第154章有晕。阿青。顾文敏见到女儿，老父亲眼圈一红，险些抹泪。顾青迟疑唤了声爹，就见他爹撇开他，绕着凤泽转了一圈，看那架势恨不得上手摸摸。殿下没事了。凤泽淡然以对，无事。顾文敏这才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朝大门里面一摆手，快进屋坐着去。顾青与凤泽并肩跟在顾文敏身后。顾青低声问，我爹怎么了？凤泽微微低头，在他耳边道，大概是被我命不久矣的传闻吓着了。顾青挑眉，不是说只受了伤吗？京中的流言几时不曾添油加醋？凤泽笑了下，何况你又不在府中，你父亲2次递信想见你，都被施阳以你的名义挡了回去。顾青咬咬唇，一会儿我爹若要骂我，你得替我扛着。凤泽伸指蹭蹭他的脸颊，有我在，不会让你挨骂。顾青斜他一眼。顾文敏回头正要说话，恰好撞见他这眼神，再看凤泽全无不悦，只微笑看着自己的女儿。顾文敏一颗老父亲的心五味陈杂，百般纠结，既欣慰女儿女婿终于有了恩爱夫妻的样子，又叹息嫁出去的女儿有了夫婿忘了爹。自他生辰过后，京中就传出凤泽在古安山被山石压伤的消息，随后他又收到女儿的家信，倒是凤泽重伤，他要留在他身边照料，不能回来探望父亲。就连皇帝都找他旁敲侧击了2回，打听凤泽的伤势情形。想起前些时日的难熬之处，顾文敏在心里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只要凤泽无事，女儿不用守寡，让他担惊受怕也就担惊受怕吧。谁叫他是做父亲的呢？总得给孩子遮风挡雨，让他过得舒心才是。如今见这对小夫妻俩眉来眼去，皆是暖意，想必最近感情突飞猛进，顾文敏就觉得凤泽这伤受的挺好。男人嘛，吃点苦头算什么？这不还有他女儿照顾吗？想到这儿，顾文敏又心疼起女儿。2月不见，你瘦了。
顾青大概猜到他爹心中所想，微微一笑，上前挽住父亲，扶着他上了台阶。爹别误会，我是因为苦下，吃不下多少东西，才略瘦了些。你在家中的时候，几时苦下过？顾文敏絮道：难道是去了王府水土不服？赶明儿得让大夫好生瞧瞧。顾青无言以对。雍王府离顾宅虽然远了些，但两处都在京城，哪来的水土不服？凤泽在旁接话：是我的错，不该让他如此劳累。顾文敏与这位王爷女婿是第3回见面，乍然听到他认错，还有些不敢置信，就听顾青道：我也没做什么，王府里那么多人，哪有我动手的地儿？顾文敏心想，这还没说2句，竟然就护上了，老父亲突然就有些不是滋味。殿下受了伤，你照顾他也没错，但为何我2次说要上门探望，你都不让我去？顾青本是不想让父亲担心，才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竟勾起他的怨气，当下朝凤泽瞥了眼。凤泽心领神会，待他答道：因为我们不想牵连岳父。他头一回正经经称顾文敏为岳父，顾文敏蓦然一僵，说不上是得意欢喜还是纳闷憋屈，总之他耐着性子听凤泽说了下去。我这伤是受人所害，为了找出凶手，才在府中闭门谢客，谁也未见。凤泽道：阿青本想对您说明原委，又怕打草惊蛇，就只能瞒着。顾文敏本在心酸老父亲的地位要被女婿取代，此刻听到有人要害凤泽，顿时把那些愁绪丢到九霄云外。凶手抓到了没有？他问。可有后患？凤泽与顾青对视一眼，朝顾文敏点头。此事已经解决，但涉及皇室秘辛，恕我不能详细告知。他这番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顾文敏不得不信。他叹了口气，皇家的事不说也罢，但殿下既已成亲，还请多顾念着身边的人。他说完又看向女儿，见她眼中盈盈带笑，浑然不觉嫁这样一位夫君会有多少麻烦。顾文敏有心对他提点2句，又自知多说无益。他这女儿比他有主意，在用情方面也像他。顾文敏既骄傲又心疼，索性收起不安的心思，对女儿女婿道：你们难得回来一趟，我新进得了一壶好酒，待会儿定要陪我喝上一股。阿青最近身子不爽，我陪岳父喝就行。凤泽拦在顾青前面应道。顾青不明所以，望他一眼。凤泽捏捏他的手心，低语：你最近太累，还是不沾酒为好。顾青同样低声问他：那你呢？上午出门前，凤泽刚服了1丸治骨的药，不知是否会与酒性冲突。凤泽轻笑：无妨。2人窃窃私语，顾文敏看在眼中，忽然不知想到了什么，轻咳一声：那什么，阿青，你最近身子还好吧？想到女儿说吃不下东西，凤泽又不许他饮酒，顾文敏不由面露疑色。顾青不知父亲为何突然语气慎重，下意识点点头：我很好。却见顾文敏眉头皱得更紧，他又看向凤泽：可殿下，你们年轻没什么经验，那什么，如果阿青身体不适，你得及时让大夫给他看看。凤泽听他说到后来，面上渐渐露出异色，随即会意一笑：岳父放心，我与阿青都在调养身体，没有那么快。顾青总算明白父亲为何欲言又止，他哭笑不得道：爹，我还不想生孩子。他的身子如何自己很清楚，在没找到新的办法解决之前，他不会让自己有孕。再说凤泽体内的蛊毒不除，他俩也没法圆房。因这一场乌龙，顾青直到在家中用过午饭，又小憩了一番，醒来时仍然有些神思不属。他只觉脑子发沉，身上不大舒坦。白桃，他朝外唤道：替我打些水来。守在屋外的小丫头应了一声，很快端着水盆进屋。呀！他瞧见顾青的面色，惊道：王妃，你是不是发热了？他放下水盆，快步上前，探了探顾青的额头，肯定道：你快躺下，我去叫大夫。第155章人生苦短。顾文敏原本拉着凤泽在书房赏画，2人听说顾青身体不适，很快赶了过来。他们到的时候，雍王府随行的侍卫已经找来大夫。大夫替顾青把过脉，安慰众人：夫人只是热邪入体，染了暑热，吃副药就没事了。顾文敏这才松了口气，赶紧催着大夫开药方，又吩咐下人去取些冰来。凤泽让侍卫拿了药方去外面抓药，转身回到内室。顾青正在劝慰父亲：爹，我真没什么事，吃完药睡一觉就好，以前不也经常这样吗？顾文敏闷然不乐：身子是你自己的，你不好好爱惜，谁还管得了你？他说着瞅了凤泽一眼，又道：阿青素来要强，有什么不是也不肯告诉别人，还请殿下多看顾着些，不要什么都由着他的性子来。他话里隐隐有些责备的意味。凤泽听了，应道：岳父放心，我会留意。顾文敏也知自己这般迁怒没什么道理，他欲言又止，终是无奈道：我去看看他们怎么还没把冰拿来。顾文敏走后，顾青青笑了笑，对凤泽道：我还是头一回见我爹对你端长辈的架子。他爹以往对凤泽敬畏有之，亲近全无，如今看来，凤泽今日一定将他爹哄得十分开心，
才会让这位老父亲忘了凤泽的身份。凤泽在他床边坐下，岳父说的没错，我是得好好把你管起来。他伸手抚过顾青微烫的面颊，这样发热可还受得住？没什么大碍。顾青用手背贴贴自己的额头，自觉热度不算太高。咱们认识以来，你也见过我发热好几次了，每次都是吃了药就好，你别担心。你以前经常这样？凤泽问。我身娇体弱吗？顾青难得撒娇一回。凤泽嗯了一声，目光落在他脸上，眸色深沉。以后你会好起来的，自然会好起来。顾青温软一笑，他还没有活够，而且他也越发舍不得眼前之人。凤泽，他拉住他的衣袖，迟疑了一会儿，方道：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自私？凤泽静静看着他，他深黑的眼瞳映着他忐忑不安的神情，那双幽深的眸子里泛起一丝复杂的意味。我巴不得你再自私些。他缓缓道。顾青摇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明知自己可能活不了太久，还是选择跟你在一起。我这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自顾自的又笑了笑。以前我总埋怨我娘为什么要一意孤行把我生下来，现在看来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哪怕最终的结局是痛苦，还是舍不得放下眼前的欢愉。你说错了。凤泽道，我们不一样。顾青蹙眉。凤泽拿起床边小鸡上的温水给他，让他润润喉咙，这才继续说道：你母亲生下你是你无法选择的事情，而我们之间不是只有你一人做出决定。顾青轻声道，可是这对你来说总是不公平的。凤泽笑了下，眼中似是掠过一道暗色。我明知自己身中蛊毒，却始终不肯对你放手，难道这对你来说不也是一种不公平？他的寿命看似比顾青长，却也并未好到哪里去。顾青，凤泽慢慢道，我生于皇家，长于沙场，见惯了命运无常，生离死别，前一刻还与你谈笑风生之人，下一刻或许就在你面前身首异处。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与其恐惧不可知的未来，不如牢牢把握当下。他握住顾青的手，微微动了动嘴角。你最不需要对我感到愧疚，因为你并不清楚我是不是比你更加自私。他的声音既温柔又深沉，像一个无尽的漩涡，将人深深吸了进去。顾青垂着眼盯着他与自己交缠的手指，他似乎格外喜欢与他纠缠在一起，无论是手还是别的。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很懂他，现在又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他认认真真的将自己剖析给他，像是想要他知道，他并不如他以为的那般光明磊落，他也有私心，也有贪欲。我很早以前就在想，顾青道，你安慰人的方式好像总是在说你更糟。那次在卷归楼的时候，他向他吐露对母亲早逝的怨怼，凤泽却告诉他，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甚至全不知情。凤泽不以为忤的笑了笑，那有用吗？不太有用。顾青反手握住他，你自揭疮疤，只会让我心疼。凤泽挑眉，从什么时候？顾青看着他，他一直觉得凤泽长得很好看，只是他周身冷漠的气势总会让人下意识地忽略他的容貌。他的目光沿着他高挺的鼻梁往下，他忽然凑过去，在他唇上亲了亲。不告诉你。他轻笑。凤泽摸摸自己的嘴唇，目光幽深。顾青抬手挡在两人中间，我生病了，小心连你也染上。这话实在没什么说服力。凤泽偏了偏头，盯着他的眼神让人不禁升起躲避的念头。然而他却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屋外响起匆忙的脚步声，顾文敏带人抬了一个冰剑过来。别离床太近，他指挥道，放那儿，对，屋角那边有点凉气就成。他让人放好冰剑，又四下观望。白桃呢？大概是在厨房等着煎药。凤泽起身，我去看看侍卫把抓来了没有。好好好。顾文敏连声应道，你去吧，这儿有我陪着。顾青忍笑，很想问问凤泽被人使唤的感觉如何，却在对上他的视线之后乖巧地往回一缩。凤泽摸摸他的头，若是犯困就先睡会儿。顾青心想，有他爹在身旁不停唠叨，就算再困也睡不着，何况这次发热并不厉害，不然他也不会与凤泽说上那么久的话。然而凤泽就像是会未卜先知一般，不到半刻功夫，他就在顾文敏絮絮叨叨的碎语中沉沉睡去。中途有人将他摇醒，给他喂了一碗又浓又涩的药汁，就算顾青喝惯了药，也还是觉得难喝至极。听着他半梦半醒中嫌弃的呓语，凤泽问自家岳父，府上还有没有蜜渍海棠果？顾文敏愣了愣，有，还剩了半罐。说完就张罗着让人取来一碟。凤泽先尝了一颗，口感清甜带酸，略像山楂，应当是顾青喜欢的口味。他重新拈起一粒喂进顾青嘴里，顾青尝到熟悉的味道，迷迷糊糊睁眼看他，还要。顾文敏站在一旁歪歪嘴角。老父亲僵着脸看着夫妻二人，一个坦然喂食，一个吃得香甜，眼看盘子里就少了一小半，正想劝阻说这东西吃多了伤胃，就见凤泽住了手。他拿起湿帕擦了擦指尖的糖渍，对顾青道，等你睡醒了
咱们带回家吃。顾文敏眉心一抽，就见凤泽转向他，烦请岳父让人把剩下那些交给我的侍卫。顾文敏面无表情，好。第156章入寺祈福。所以殿下就把剩下半罐全都拿走了。顾青坐在窗前，笑着问白桃，他昨日是在熟睡中被带回王府的，并不知他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些什么。王妃是没看到你们走的时候老爷的样子，既想把你留下，又想把殿下撵走。白桃在心里偷偷加了句，但是又不敢。我爹自然舍不得我。顾青懒洋洋道。白桃为他轻轻打扇，老爷看上去可心酸了。舍不得女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概是女婿太嘚瑟，老丈人想打又打不过。顾青摆摆手，单手之汗，想了想，又扬起嘴角。白桃见他心情舒畅，赶紧将桌上的药碗挪到他面前，趁着没凉，王妃赶紧把药喝了吧。顾青微微皱眉，这么难喝的药是谁开的方子？昨日侍卫从医馆请的大夫。顾青摇头，这家医馆的生意一定不好，要不是他喝了这么多年药，已经适应了各种奇怪的味道，怕是在刚入口的一刻就会吐出来。良药苦口吗？白桃去架子上把那半罐蜜渍海棠果抱来，加了几粒放在碟中，橙红的果肉晶莹剔透，衬着细腻的白瓷格外好看。殿下说一次只能吃5粒。白桃放够数量就把罐子收了起来。顾青好笑，你这么听他的话？白桃笑嘻嘻道，对王妃好的事情我当然要照办。小滑头。顾青嗔笑一声，拿起药碗一饮而尽。他豪气干云的模样看得白桃拍手叫好。顾青扶额，你若入朝做官，一定是个佞臣。白桃讨好的将海棠果奉上，殿下说了，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让王妃开心。对着你这张欢喜的脸，的确让人觉得药也没有那么难喝。顾青用银叉插起一颗海棠果吃了，慢吞吞道，一会儿收拾一下，我要去趟店里。王妃是去看账还是去找宋药师？白桃问。若是看账，方才刘掌柜已经让人送来了账本，就放在书房。若是找宋药师，宋药师近日告假不在京城，他带着孩子跟他的夫人去了江州。顾青放下银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听送账本的全子说的。白桃道。顾青沉吟片刻，我知道了，你去备些点心，待会儿送到书房，下午我就在那边看账。白桃收拾完桌子，来到外间。凤泽正好进门。王妃已经喝过药了。他看着白桃手里的空碗问道。白桃点头。顾青听到凤泽的声音，先连出来，殿下这么快就下朝了？今日是凤泽伤愈之后第一次上朝，还以为他会在宫中耽搁很久。凤泽懒懒道，皇帝杂事繁多，没心情见我。最近京中好像发生了不少事。顾青道，出去一趟回来，似乎连京里的人也变了不少。昨日还是听顾文敏与凤泽聊起，他才知道二皇子凤元泰竟然被烧成了废人。他当着父亲的面不便仔细询问，此时只得他与凤泽二人便将心里的疑问说出。凤元太府上失火，与殿下有关吗？不是我们的人干的。凤泽道，谢飞白已经找到纵火之人，不过暂时没有动他们。顾青会意，他们身后还有主使，那2人的身份不一般。凤泽将查到的线索对他一一道来。顾青听后不可思议之余又有些担忧，此人在暗处不知经营了多久，如果北狄真与大玉开战，他会不会在京城另生事端？你放心，就算我不在京城，谢飞白也有办法稳住局势。凤泽道，你别忘了，他身后还有一个长公主，那也不是个好惹的。顾青失笑，你这样说自己的姐姐长公主知道吗？凤泽拉着他进屋，若不是有求于他，我的评价只会更糟。顾青好奇，你有求于他什么？凤泽看他一眼，求他替我看顾你。顾青眨眨眼，什么意思？今年天灾人祸不断，皇帝特命钦天监卜了一卦，说是因为天地阴阳失调之故，若不加以平衡，将会殃及皇家子孙与江山社稷。凤泽道，今日长公主上书，愿率全朝命妇入古安寺斋戒10日，抄诵经卷，为大玉祈福。他目注顾青，沉声道，皇帝已经准了，所以我也要去。顾青问，她是雍王妃，自然在命妇之列，但让他疑惑的不是这个，为什么是长公主上书请命？你们的计划是什么？长公主与凤泽是一头的，她突然如此踊跃，实在叫人不得不怀疑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玄机。为了宽皇帝的心，凤泽道，如今凤元泰遭逢大难，正好应了卦象中殃及皇家子孙一事，她身为长公主，由她出面替皇帝稳定人心，最好不过。顾青缓缓点了点头，哪日出发？明日。顾青一顿，这么快？长公主是个急性子。凤泽道，既是做戏，她巴不得早早做完。若不是各家命妇需要提前安排府中事务，她恨不得今晚就上山。可是你后日就要小花大夫替你去谷。顾青道，我不在府中，谁来照顾你？凤泽笑起来，他捏捏他的脸颊，是谁说府中大小事务都不需要他沾手的？你又不是雍王府的事，
顾青拍开他的手：“你是我的事。”脱口而出的情话总是最动人。凤泽眼中笑意更深，他凑过去咬住他的唇，使劲亲了亲。那你在寺中祈福的时候，记得诚心一些。他低声调侃。顾青被他亲得气息不稳，攀着他的肩缓了一阵。你这是耍赖。凤泽用鼻尖蹭蹭他的，要是觉得不公平，等你回来的时候再算账。话音未落，肩上就被顾青狠狠咬了一口。他盯着他，微微昂起下巴。你每日都得亲笔给我写信，若我少收一封，哪怕是长公主拦着，我也要下山。第157章，权力的诱惑。一日过去，京城中似乎冷清了不少。各家命妇上山以后，权贵高门门户紧闭，家中人丁谨言慎行，街上那些胭脂首饰、绸缎成衣店变得门庭冷落。而到了晚间，京中各大酒楼又突然热闹起来。张大人，黄大人，你怎的也来这里啊？别说了，家中老妻不在，一人吃饭有些无趣，索性约了同僚来这里聚聚。听说这家的炙猪肉不错，张大人要不要与我们一桌啊？不必麻烦，我也约了同僚，黄大人请自便。诸如此类的相遇在各家酒楼门前时有发生。你看，命妇们在寺中斋戒，朝中的大臣却如同得了赦令，呼朋引伴，何其快哉！范平端着酒杯站在窗边，若被陛下知道，恐怕又是一通雷霆震怒。他淡淡笑了笑，又道：可是就连御史也不会将此事上达天听，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所谓祈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我以为范相想说的是，就算有御史上报，折子也会经你的手。凤泽坐在桌边，掀了掀唇。你想让陛下看见，他才能看见。范平摆摆手，雍王殿下说笑了。范某秉公职守，从未有过逾矩之事，怎敢阻挠陛下混淆视听？范相过谦。凤泽懒洋洋道：你是否逾矩我不关心，你约我是为何事，不妨直言。范平扫过桌上一动未动的酒菜，殿下既来赴约，难道不知我所为何事？凤泽靠在椅背上，神情是一贯的冷淡与漫不经心。你既不肯明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他利落起身走向房门。殿下！范平在他身后厉声道：国之倾颓，只在一念之间，别看京城花团锦簇，殿下应当比我更清楚，这里面有多少腐朽不堪之物。那又如何？凤泽停下脚步，并未回首。要论腐朽不堪，我也是其中之一。范相若想涤清荡浊，还请离我远些为妙。殿下不是。范平道：我知殿下受过的委屈，也知殿下心系疆土，殿下非不能争，而是不愿也。争？凤泽眸色深浓，转身看他，范相的意思我却是听不懂了。范平肃容：我在陛下还是皇子时就做了他的僚属，虽然不得重用，但陛下犯过哪些错，我多少亦有耳闻。凤泽负手在后，玩味地笑了笑：范平，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我自然明白。范平毫不动容：我知道陛下为了皇位动过哪些手段，也知道他在殿下心中或许并非正统。凤泽慢慢踱回屋中，盯着这个面目寻常的中年男人。他静了半晌，忽然一笑：那我就更不懂了。他回到桌边坐下，范相一直置身事外，如今主动搅风弄云，又是为了哪般？范平叹了口气：我只为江山永固，朝廷安稳，百姓平安。好大的口气！凤泽饶有兴致地扬起唇角，想不到范相竟然心系天下，失敬失敬。殿下莫要取笑我。范平道：你我政见不尽相同，但有一事我相信咱们是一样的，那就是大狱的安宁。凤泽没有答话。不瞒殿下，若非北狄萧图狼子野心，意图进攻大狱，我也不会与殿下摊牌。范平道：陛下自即位以来，重文轻武，最近几年对军队更是多加抑制。如今整个大狱的兵力看似雄厚，实则外强中干，能与北狄一战者唯有北军而已。那又如何？凤泽问。就算开战，朝廷自会任命统帅。范平摇头：北军之威，只有到殿下手上才能发挥极致。若随便换个人就能掌管北军，为何陛下这些年一直不曾指派统帅？陛下虽然畏惧你，但他同样清楚，没有你，北军不会成为常胜之军。说够了。凤泽支着脑袋：多谢你的夸奖，可惜我实在看不出你对我说这些有何必要。殿下，范平抬手致礼：我想请你为了大狱百姓重掌北军。你这话不该对我说。凤泽想也不想便回道：兵权如今不在我手里，也不是我想拿回就能拿回。若我助殿下一臂之力呢？范平道：我知殿下在朝中必有自己的人手，但我能为殿下所用之处，恐怕远胜他人多矣。何以见得？凤泽道：你作为副相前程远大，突然提出要帮我这个落魄的王爷，难道仅仅是为了你口中的天下太平？我不信。范平神情渐变，过了许久，他方道：不错，我也有私心。凤泽瞄他一眼，说来听听。我想让陛下早立储君。范平道：陛下已过不惑之年，膝下除了2位皇子，其余皆是公主，
且近年来后宫一无所出，一旦天有不测，国无储君，大狱必将生乱。你想立谁？凤泽问。而今眼下也只得大皇子一人。范平道：大皇子生性平和，虽无雄才大略，但做个守城之君亦无不可。凤泽轻笑了笑：我为何要帮你扶持大皇子？除非殿下想做皇帝。范平浑然不惧，坦言道：但我观察殿下这些年，并不认为殿下对皇位有兴趣，你更想要的应当是北军。凤泽屈指点了点桌面：你不怕我拥兵自重？殿下会吗？范平反问。凤泽笑起来，他悠悠叹息一声，似有无限遗憾一般。范相真会把握人心。半夜，一场雷雨倾盆下，雷声轰鸣，急如浪涌，雨水打在窗上，噼啪作响。顾青披衣而起，白桃在外厢被惊动，举了蜡烛进屋。只见顾青已经下了床，点亮烛台，坐在岸边。白桃赶紧找来披风为他披上。王妃，外面风大，仔细别着凉。顾青裹住披风：我没那么娇弱。白桃苦口婆心：你还在吃药呢，如果受了寒，就得吃2份了。提起吃药，顾青吁了口气。他自上次发热以来一直没好全，每日总有那么1-2个时辰身上不舒坦。好在长公主给他安排了单独的院子，每日煎药不会熏着别人。但即便是这样，那些命妇们私下也有议论。如今人人都知他是病秧子一个，连着抄经的活儿也被长公主分派了不少给别人。顾青成了这份好意，乐得清闲，只是心里到底存着一桩惦记。他在岸上展开凤泽给他写的信，一共5封，也就是说，明日就是他来山上的第6日，祈福仪式终于要过半。凤泽在信中事无巨细地给他讲了京中近日发生的趣闻轶事，轮到他自己时，只轻描淡写来上一句：一切顺利，勿忧。顾青看着5封信的末尾一模一样的措辞，暗暗在心中为凤泽记上一笔，只等回府之后再找他算账。不过信中字迹比例稳健，毫无虚浮之处，这也让他放心不少。正想着，就听风雨声中传来一阵敲门的动静。第158章，他知道与不知道的事。谁啊？白桃撑伞出去，不一会儿，他将人迎了进来。长公主。顾青讶然起身。长公主脱下雨披交给白桃，拂去额头沾上的雨滴，对他疏朗一笑：半夜不请自来，弟妹莫怪。平日在人前，长公主总是客客气气地唤他雍王妃，如今一声弟妹，喊得有如寻常人家一般。顾青怔了怔，随即泛起笑容：皇姐快请坐。他亲自沏了一碗热茶，捧给长公主：这是我常喝的云雾茶，不知皇姐喜不喜欢？若是不合口味，还有荔枝蜜可以调水。我没那么多讲究。长公主接过茶碗，只要能入口，管它是茶是水还是酒，我都能喝。顾青笑着坐下来：天黑雨大，皇姐此刻过来，可是有急事？我见你房中还亮着灯，就过来瞧瞧。长公主饮了一口茶，点头：比雀舌好喝。雀舌价值千金，我这茶不过寻常之物，皇姐喜欢就好。说着话，顾青将桌上的信纸收起来。长公主一眼瞥见上面的字迹，语中带笑：每日都见雍王府的侍卫往山上烧东西，我还想我那弟弟怎么婆婆妈妈的，原来是为了送这个。顾青微微脸热：是我让他写的。长公主大笑：那你可有回信给他？顾青静了一瞬，老实摇头：干得好。长公主看着他，眼中流露出一丝欣慰：我那小弟又臭又硬，说话也不中听，这些年我一直盼着能有人磨磨他的性子，省得他老是自以为是。顾青哭笑不得，他算是看明白了，这姐弟俩嘴上都不饶人，一提到对方就跟有仇似的，难怪这么多年皇帝都没看出他俩竟是一伙的。我听凤泽说，皇姐自小习武，曾想从军当大将军，可惜先皇没有同意。那么早的事情他还记得？长公主扬唇轻笑，保养得当的面容上泛起一丝怀念：我那时整日吵着想去边关，先帝怕我偷偷跑掉，就再给我定了一门亲事，让我嫁了人。世人皆知长公主订过3回婚，嫁过2次，她说起旧事也不避讳，只淡淡道：其实我哪里吃得了边关的苦，不过是嘴上嚷嚷罢了，亏得那小子还记得。他出嫁前躲在宫里僻静的角落生闷气，还是小小年纪的凤泽第一个找到他。他那时虽然不懂他为何生气，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对他承诺：你不能去边关，我去；你不能当将军，我当。然后年轻的长公主就被他气哭了。长公主想起往事，眼神和蔼：凤泽跟我不一样，我离不了锦衣玉食，他却可以。不过你放心，他一定舍不得让你吃苦。顾青笑笑：他很好，见你们夫妻恩爱，我就放心了。长公主喝完剩下的茶，放下茶碗：这么晚，你也该睡了。皇姐。顾青在她起身时叫住她：皇姐今晚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她看向长公主脚下的软靴，靴面和裤脚都沾了不少泥泞。皇姐方才是从山下上来的吧？这么晚出去，定是有要事。
长公主顺着他的视线看向自己脚面，摇了摇头：“你啊，跟我那弟弟果然是一家人。”他重新坐下，其实也没什么，今晚下山看了场热闹。热闹？长公主向顾青招手，示意他扶耳过去。于贵妃抢了徐承志的孙子。顾青扬眉：“徐承志的孙子？那不就是……”他试探着问：“二皇子的？你果然知道。”长公主会心一笑，如同找到了同道中人：“我来是想告诉你，明日这消息就会传遍京城，那些命妇一定也会听说，到时无论谁找你打听什么，你都别理会。”皇姐放心，顾青道：“若有人找我说闲话，我只听着，一个字也不多说。”长公主满意点头：“我知道你谨慎。好了，真没什么别的了，我也要回去歇着，明日一早还得去佛堂诵经。”他风风火火的来，又风风火火的走了。窗外的大雨急如密瀑，凉风从窗棂透入，带来潮湿的气息。顾青将凤泽的书信叠起来，放在枕头底下，待到明日傍晚，他就能收到第6封信了。枕着雨声，顾青沉沉睡去。一夜过后，京城再次风声鹤唳，这回的消息更加惊悚。于贵妃抢了徐承志的孙子，传出消息的人是徐承志的儿媳，如今已疯疯癫癫的婉娘。最早发现她的是白枣石的摊贩。婉娘衣衫破烂，赤脚出现在市集上，嘴里哭喊着：“二皇子，还我孩子！”有好事者尾随听了一耳，当时差点吓尿。经过路人七嘴八舌的议论，渐渐拼凑出事实的真相。二皇子凤元泰与徐承志、徐副相的儿媳有染，徐家长孙是二皇子的种，而于贵妃为了保住自己的孙子，派人前进徐府偷走了孩子，却被孩子的母亲撞个正着。等到京兆府与徐家的人闻讯赶来时，消息已经传遍整个京城，难以收场。皇帝闻讯，龙颜大怒，又逢御史面见皇帝，要求彻查皇家血脉一事。皇帝用御宴砸伤御史，转头又封了于贵妃的玉祥宫，命金无畏将在外照料二皇子的于贵妃带回宫中。据传，金无畏审过于贵妃的心腹宫女后，在他指认的地点找到了徐家的长孙，那个婴孩连同于贵妃一起被押送回宫。短短1日之间，京城街谈巷议，流言四起。明面上这只是皇家的阴私之事，但暗地里有不少人戳着二皇子的脊梁骨开骂，更有好事者将二皇子府走水一事与多年前的废太子自焚一案联系起来，直指天理昭彰，报应不爽。而这一切，古安山上的命妇们虽未全部听闻，却也传了个七七八八。凤泽的书信到来的时候，顾青刚从供奉郭太妃灵位的大殿中出来，他每日早晚都会来这里上一炷香，为凤泽默祷一番。此时天色已暗，寺中陆续亮起烛火。顾青站在殿门口拆开书信，借着身后的烛光将信粗略看过。凤泽在信中依旧絮叨着城中趣事，若再这样下去，他大概会变得跟顾文敏一样啰嗦。顾青好气又好笑地把信折起，放回信封。他本打算回房，但刚走了2步又停了下来。忽明忽暗的烛火在他脚边投下抖动的阴影，他面色微凝，从信封中抽出信纸，极快又极仔细地把信再次看了一遍。待看到末尾那句一切顺利，勿忧，他的脸色沉了下来。第159章，他骗他。这封信从行文到字迹都没有任何不对之处，但于贵妃与徐家的闹剧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凤泽对此却只字未提。顾青将前5封信的内容在心里默诵一遍，发现凤泽虽在信中讲了许多奇闻异事供他打发时间，却从未点明是何时发生。他每每只以近日、偶闻等字眼一笔带过，让人以为这是他刚听来的消息。倘若真是如此，那么今日的信中必应提及于贵妃之事，但偏偏没有。顾青找到长公主：“皇姐，家中有急事，我想下山一趟。”长公主看他一眼，见他青衣布裤，长发高束，显然已做好下山的准备。他放下正在抄写的经文：“你这是要做什么？”顾青温声道：“皇姐昨晚下山，可去雍王府中看过？”长公主长眉微挑：“此话怎讲？既然皇姐不知，那我更该回去看看。”顾青道：“我心中忽感不安，担心殿下有事。”长公主没有说话，她拔下头上的发簪，挑亮桌上的烛火。过了半晌，她才道：“非去不可。”顾青点头：“非去不可。”长公主淡淡一笑，从袖中摸了块令牌扔给他：“你这身打扮正好，进城的时候就说是我府里的人，奉我之命回城办事，城门口没人敢拦你。”他没有问他为何急着下山，也没有问他打算何时归来，就连这块令牌也仿佛是一早就准备好的。顾青接住令牌，手指抚过上面长公主府的徽记，心情复杂。长公主回头：“还有事？”顾青顿了顿，将诸多疑问收回心底，朝长公主脸容致谢。他心知长公主必定知道些什么，但他已不打算再问。通过旁人口中得来的消息，总不及自己亲眼所见更为真实。雍王府内，施阳与黄大夫守在正院，面色微凝。“黄老，
他们这法子当真可行吗？施阳问。黄大夫虽不像施阳那般面露焦灼，语气也并不轻松。前几日是什么情形你都看到了，只要殿下能继续保持清醒，这个法子就能有90%把握。可最后落刀的人是花百叶。施阳道，为什么不是小花大夫？黄大夫摸摸胡须，你道每个神医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吗？术业有专攻，你擅长用刀，难道斧钺钩叉也是一流？施阳噎了噎，小花大夫至少足够可靠，他敢把花百叶带来，就证明此人值得信任。黄大夫道，连殿下都敢用他，你还害怕什么？施阳被他数落一记，无可奈何，关心则乱。咱们盼了多久才盼来这个机会？我就不信您老一点也不担心。黄大夫背起双手，担心又有何用？我宁愿多花些心思想想，若是这个法子行不通，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施阳眼皮一跳，连着整个人也跳了起来。千万别！您就算要想，也别在这会儿想。若不是黄大夫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他恨不能把这位老人家的嘴给封起来。得，黄大夫摆手，我就那么一说，这会儿谁有心思想那个？对了，给王妃送信的侍卫你打过招呼了吧？可别让他问出什么来。早提点过了。施阳道，他们嘴风都很紧，不会漏话。黄大夫瞅瞅他，话别说太满，咱们王妃可没那么好哄。话音未落，就见一名侍卫匆匆跑进，统领，王妃回来了。施阳与黄大夫对视一眼，黄大夫把脸别开。施阳硬着头皮起身，到哪儿了？顾青踏入雍王府的时候，府中似乎并无什么异常，来往的侍卫仆从都与往常一样，有条不紊的各司其事。但顾青并未因此放下心来，凤泽做戏的本事远比他强得多，就算真出了什么大事，他也一定早有安排，不会让外面的人看出端倪。他行至正院，果不其然看到施阳与黄大夫都在。黄大夫呵呵一笑，王妃怎么连夜回来了？我担心殿下。顾青开门见山，他这几日治蛊进展如何？小花大夫与花百叶正在为殿下施刀。黄大夫道，殿下想必对王妃说过治蛊的法子，王妃不必着急。顾青微微一笑，突然转向施阳，施统领，殿下那4封信都在你那儿吧？可否一并给我？施阳蓦然一愣，他嘴唇翕动了2下，想要掩饰，却被顾青的视线牢牢盯住。属下不懂王妃的意思。施阳道。顾青笑容更盛，那我就在这儿等殿下出来。王妃，古安寺那边。古安寺那边有长公主替我遮掩，这几日就算我不回山上，也不会有人发现。顾青俨然不打算走了。施阳为难地瞧了黄大夫一眼。黄大夫正要开口，就听顾青一字一句道，殿下说服药3日即可消除蛊虫的毒性，为何拖到今日才开始施刀？如果他每日都好端端的，又为什么要提前把10天的信全部写好？他看向黄大夫，黄老，我一向敬重您，您可否为我解惑？他待人从来都是温和可亲的，哪怕到了现在，面上仍然不显厉色，但口气却丝毫容不得人回避。施阳在旁轻咳一声，殿下只是不想王妃担心。言下之意，无异于承认那些信并非凤泽每日所写。顾青得到意料之中的答案，显然并不开心，他缓缓吐出一口长气，这话让你们殿下自己来说。他心中既有愤怒，也有疑惑。凤泽既然提前准备了10封信，必然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无法每日写信给他。既然治蛊如此凶险，他更该事先言明，而不是一味瞒着。但眼下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殿下不在药室，他追问他如今在哪儿。他回府以后就先去了药室查看，却见那里空无一人。施阳犹豫了一下，殿下他在石屋。第160章，心上的那道伤。雍王府正院的小后花园里有一座石屋，顾青站在密闭的铁门前一动未动。他从黄大夫那里听完了整个治蛊的计划。石屋里堆放了许多冰，可以麻痹蛊虫的行动。黄大夫为他解释，小花大夫先用引蛊散唤醒蛊虫，再由殿下以内力将蛊虫逼至身体某处停留，然后让花百叶下刀，就能取出蛊虫，永绝后患。引蛊散？顾青问。殿下在古安山和榆树村2次遇险，都是因引蛊散所致。黄大夫道，当初你们从古安山回来，殿下就问过是否有办法引出蛊虫，只是那次我们都未见过引蛊散，无法辨别究竟用的是何种药物。后来殿下从榆树村带回沾有引蛊散的土壤，小花大夫这才制出了药引。顾青蹙眉，如果是那样的东西，你们怎么保证不会让殿下失控？殿下从王妃走后第2日便开始施药，每一日都比前1日清醒的时间更长。黄大夫道，正是确认殿下能够保持神智，小花大夫才决定今晚动刀。不对。顾青眸色闪动，他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什么，却一时想不起来。他闭了闭眼，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思考。过了一会儿，他蓦然抬眼，引蛊散的药性是用来诱醒蛊虫，催他释放蛊毒，使殿下失去神智，但殿下已经服过治蛊的药，为什么蛊虫还会有毒性？
黄大夫被他问得一滞，他下意识地捻住汗下3缕山羊须，这个总是要防患于未然的。顾青声音微变，治蛊的药失败了。黄大夫赶紧摇头，没有的事，王妃莫要瞎想。他打了个哈哈，又道：殿下体内的蛊虫已存在多年，哪有一时半会儿就能将毒性完全消除的？王妃也是懂药之人，这里面的道理自然不用老夫多讲。顾青盯着他，不说信也不说不信，直看得黄大夫头皮发紧。过了好一阵，他才看向房门紧闭的冰室，殿下几时可以出来？若是顺利的话，最迟天明之前就能结束。顾青抬头看向空中的明月，低喃：那就还有3个时辰。月光如水银泻地，泼得满园都是。灰白的石屋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像一座静默而巨大的石棺。园里的鲜花大多已在夜幕中凋谢，只有一株夜来香悠悠散发着香气。顾青坐在赏花的凉亭里，夜来香细长的枝条伸进亭中，上面缀满一朵朵黄绿色的小花，如同北地漫天的星辰，数不胜数。施阳和黄大夫远远陪着，他们谁也没有提让他回屋，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无心歇息。3人守着安静的石屋，直到东方渐白，有鸟周鸣。轰的一声，有人推开房门：快把这个拿走！花百叶咋咋呼呼叫喊，他的声音一出，所有人都动了。顾青离得最近，他刚一过去，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腥气扑鼻而来。花百叶手中端着一盆水，黑中泛红，如有血色。顾青心中一跳，想起皇帝的寿宴上凤泽流的血。几名侍卫从暗中跳出，抢着接走花百叶手里的水盆。花百叶递出水盆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搓手一边嘟囔：冻死我了。现在是夏日，他却穿了一身厚厚的棉袄。顾青站在门外，仍能感到屋内寒气逼人。花百叶见身旁乍然多了条人影，抬头一瞧，吓了一跳：呀，你怎么在这儿？他的惊呼没有得到回应。顾青与施阳等人相继从他身前越过，进入屋内。花南天正将一个小罐子收起来，见到顾青也是一怔，随即对施阳道：先把冰撤走，等殿下醒了再挪动。他身后是一个石台，凤泽赤着上身躺在石台上，他双目紧闭，面色如雪一样白。他左胸上方有一道长而狭窄的伤口，用桑皮线缝了起来，伤口与缝痕周围凝结着暗红的色泽，格外狰狞。他身上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伤痕，颜色暗淡，是顾青见过的陈年旧伤。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他左胸的伤口上，那里是心脏的位置。房里的冰块散发着森森寒气，他衣衫单薄，脸色很快变得跟凤泽一样苍白。花南天仔细看了他一眼，他以为他会哭，然而没有，他安静的甚至有些冷漠。过了很久，才听他道：成功了。他的声音很轻，若不是花南天一直留意着他，恐怕不会意识到这句话是在问自己。他晃晃手里的罐子：死了。轻描淡写2个字，若不是配合他手里的动作，几乎要让人产生误会。顾青扯扯嘴角，他的脸被冻得太久，没能露出笑容。多谢。他轻声道：不客气。花百叶不知何时又窜了进来，他鼻头冻得通红，照旧裹着他的大棉袄。我差点以为殿下挺不过去了，还好还好，我命大。要是雍王在他手里有个3长2短，恐怕不等雍王府的人找他算账，他的失职第一个就让他出不了这屋。王妃你是不知道，那蛊虫待在殿下的心口，死活不肯走，一逼急了就往里面钻。花百叶叽里呱啦的比划，这还是我第一次动活人的心口，嘿嘿，你别说，要是再来一回，我开的口子一定比这小。黄大夫在旁实在听不下去，赶紧拖着他往外走。花大夫辛苦了，快去歇着吧。说完又对顾青道：王妃守了一夜，也先回去睡一觉，这里有人照顾。顾青握了握凤泽的手，与他冰凉的体温比起来，他似乎又有些发热的迹象。他没有逞强，对施阳交代了几句，便慢慢走出屋去。这一觉他睡得并不安稳，梦里一会儿是凤泽面色苍白躺在冰棺里的模样，一会儿是花百叶捧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对他大喊大叫。他挣扎着醒来，却见凤泽拿着一颗海棠果对他说：把药喝了，就给你吃糖。他伸手想要碰触他的脸，眼前的景象却瞬间4分5裂，化作一片虚无。他在黑暗中奔走，想找到梦境出口，转眼却被困在一间石头屋子里，寒气逼人。他又冷又热，一半身体如在火中炙烤，另一半身体又像置身冰上。耳边隐约有人在叫他，声音忽远忽近。他抓着那声呼唤，用力一跃，猛然睁开双眼。床边白桃一脸担忧看着他，见他醒来，又转忧为喜。王妃是不是又发热了？怎么出了这么多汗？他拿手帕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水，又探了探他的额头。现在什么时辰？顾青问。还不到中午。白桃伺候他下了床。王妃早上没吃东西，先喝碗粥垫垫肚子，然后再把今天的药喝了。顾青看着桌上的粥和药沉默了一下，他想起刚才的梦。白桃，我这药喝了多久了？第161章保护。
今日是第8副。白桃道：殿下说这药性温和，虽然见效慢，但对王妃的身子有好处。顾青拿起银匙，他又不是大夫，怎么跟你说起这个？上山之前，殿下特意嘱咐过我的。白桃为顾青加了几块左州的小菜，放到食碟中。他说4中斋戒清苦，让我一定照顾好王妃的吃食，尤其是每日的汤药，万不能随意断掉。顾青搅了搅碗里的白粥，殿下还没醒。若是醒了，白桃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他。白桃迟疑着，小花大夫他们还守在食室里面。顾青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想说什么。我知道王妃担心殿下。白桃鼓足勇气道，可王妃的身子也不大好，要不你还是多歇息一阵再去照顾她吧。顾青轻轻扯了下嘴角，谁说我要现在去照顾她？他舀了一勺白粥送进嘴里，虽然味道寡淡，但他还是很快吃了半碗。你去找管事，让他给这间屋子添置几样东西。顾青吩咐。白桃一一记下，松了口气。我还以为王妃你又要逞强呢。你几时见过我不爱惜自己的身子？顾青反问。我若现在过去，不过是在一旁突然看着，帮不上什么忙。就连花南天他们也只能耐心等待凤泽醒来。不管医术多么精湛，在这种时候，谁也无法代替凤泽度过这一关。顾青喝完剩下半碗粥，又将微凉的药汁一饮而尽。也许是习惯了这样的味道，他没有叫白桃拿海棠果来，只喝了杯白水漱了漱口，对他道：我去书房看账本，若殿下醒了，就让人把他送回房里。凤泽醒来的时候正是傍晚，他睁开眼睛，2根手指出现在他眼前。殿下，这是几？花百叶紧张兮兮问。凤泽默不作声，看着凑到眼前的那张脸。花南天。他开口。花南天走过来，将自己的诗书一把薅走。等等！花百叶边喊边回头，让我再看看。没你的事了。花南天将他按到椅子上坐下，随手抓了把药杵塞进他手中，捣药。门外的人听到动静，黄大夫抄着手进来。哟，殿下你终于醒了。黄大夫老怀大慰，让老夫看看。他按住凤泽的腕脉，凝神细探了一阵，脉细柔和，沉曲不绝，好脉。他绕到石台另一边，抓起凤泽另一只手，又按了一阵。不错，渗水充盈，春发勃生，殿下已多年不曾有过如此脉象。花百叶在旁嘀咕，还不是我替殿下放了心头毒血，要不然就算取了蛊虫，他也得丢掉半条命。这些年，凤泽每月以毒进体，与蛊毒相互制衡，如同两波势力，谁也不肯低谁一头。一旦蛊虫离体，原本用以抗衡蛊毒的毒性就会蔓延开来，毁掉凤泽的身体。所幸花南天与花百叶早已商量好对策，才能有惊无险的应对。黄大夫听到他的嘀咕，回头一笑：殿下这里少不了你的赏，你若觉得不够，还可找王妃讨药去。闻言，花百叶欢喜地一垂手：对啊，我得快去告诉王妃，殿下已经醒了。站住！凤泽声音虽低，却不容置喙地叫住他：你去哪里？花百叶眼珠一转，瞅向花南天。花南天望向黄大夫：黄大夫。黄大夫呵呵一笑，抽身往外走：我去叫侍卫，让他们送殿下回房。顾青得到凤泽醒来的消息是在半刻钟后，他放下账本，从隔壁的书房出来，正好遇见侍卫们用软架将凤泽抬回卧房。卧房里用屏风隔出一个小间，小间里添了一张新床，还有一些适合伤员的用具。凤泽被放到那张新床上，雍王府的侍卫训练有素，手脚麻利，很快就将凤泽安置好，退了出去。顾青一直站在门外，看着里面人影晃动，直到四周安静下来，他这才踏进门去。凤泽平躺在床上，侧手望向脚步声响起之处，宽大的屏风阻断了他的视线，泼墨山水中映出一道身影，缓缓由远及近，在屏风那头停下。房中寂静无声。生气了？凤泽开口。顾青盯着自己的脚尖，生气吗？或许有一点，但不多。我在想，你为什么要瞒我？顾青低语。这是最令他疑惑之处，他并非没见过凤泽受伤的样子，也知道治蛊没有那么简单。若凤泽只是因为怕他担心而不告诉他实情，那也实在太轻看了他。我宁愿你有别的理由，而不是怕我担心。顾青道，不然我反而会伤心。他不想躲在他身后，凡事坐享其成，更不愿什么事都被蒙在鼓里，直到他追问才能得到答案。凤泽盯着他屏风后的身影，目色渐沉。他想对他说一声抱歉，但他明白他最想听的不是这个。他考虑了一下，启唇，却被顾青打断。你先别说话。顾青沉眉，我现在不太信任你。他实在太会骗人，又太会利用时机。他怕自己听着他虚弱的声音，又会心生不忍，放弃对他的质询。小花大夫说你3日后就能起身，等你能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谈。顾青逼自己硬起心肠。我没有用3叶诸果。凤泽道。顾青豁然抬头，他的呼吸像突然被人掐断，狠狠喘了口气，
胸口一下又一下急促的起伏。凤泽的目光紧紧锁住他，他在心中暗自唾弃自己的卑鄙，但眼下是最好的机会。他虚弱的咳嗽一声：“我知道你需要3叶诸果救命，而我不是非他不可。”顾青没说话，他此时的嗓子哑得厉害，张了张口却发不出声音。他最大的秘密就这样被凤泽揭穿，而且听他的意思，他知道的与他所做的远比他以为的要多。他抿紧嘴唇，木然听凤泽说下去。花南天找来的古方只有7成治蛊的把握，而且不能一劳永逸，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别的办法。那次我们在古安山遇险，我就想过有没有可能把蛊虫直接引出来，只是当时没能找到吸引蛊虫的药物。后来在榆树村碰到萧图，他用的银骨散药性更猛，却也让我确信蛊虫可以用外力控制。凤泽道：花百叶刀法精准，花南天带他回花谷找了许多尸体练手，确认取蛊的法子可行，而北狄即将与大玉开战，我们不能再等下去，所以决定一回京就取蛊。剩下的话不用再说，顾青已经全都明白了。3叶诸果成熟以后，药性最多保留5日。他的嘴唇翕动着，声音渐渐沉了下去。所以你是把它给了我。第162章扯平。长公主向皇帝请命，率命赴入古安寺祈福，也是出自你的授意。顾青低声喃喃：你怕我发现你体内的蛊毒未除，所以要把我支走。他手脚冰凉，声音轻得像一缕烟。我能再问一问，我这几日吃的药是什么药吗？其实无需凤泽回答，他已经猜到答案。凤泽沉默了一下，回答是找送药师拿的药方。顾青浅浅笑了笑，他去江州也是你安排的。夏明查到了隋文远留下来的旧账，我告诉他京城不太平，劝他把家人带在身边。凤泽道：夏明生产时才受过暗算，对此自然深信不疑。顾青看着眼前的屏风，目光有一瞬的失神。凤泽就躺在离他几步远之处，他的声音疲惫，却强打着精神对他讲述了一切。他身上的伤痛看似与他无关，却又着实是因他而起。他放弃3叶诸果，只因为那不是他的东西，而他处心积虑，却又是为了把那东西给他。顾青眼眶一热，他并不曾为他做过什么，却连累他以命相搏。他以为自己敢于面对死亡已足够值得骄傲，却不知有人在万丈深渊上给他默默架了一座长桥。他挤出一丝笑容，声音哽咽：你混蛋！他蹲下身抱住自己，大哭起来。凤泽脸色变了，他从没听他哭过，哪怕是在顾青最难过的时候，也只是微微湿了眼眶，不曾在他眼前当真流一滴泪。但他现在却像只受伤的小兽，哭得声嘶力竭，仿佛要将所有积压的悲伤、痛苦与无助都发泄出来。顾青将脸埋在膝盖里，紧紧抱着自己的肩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哭，他既难过又喜悦，既愧疚又庆幸。他从来都是冷静自持、沉稳理智的，但此时此刻，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整个身子都在不停发抖。一只手放在他肩上，顾青僵了下，缓缓抬头，他的脸哭得通红，眼里包满了泪水，像失群的孤雁，手足无措地看着眼前的人。凤泽蹲在他面前，无奈地看着他：我对你说这些是不想你生气，不是为了让你哭的。他胸口缠着厚厚的白布，上面透出浅浅的血迹。顾青抽噎着，带着浓浓鼻音：你起来做什么？他想把他推回床上躺下，又不敢碰他。他吸吸鼻子，眼泪又掉了下来。凤泽叹了口气：心口疼，我去叫小花大夫。顾青抹了把眼睛就要起身，凤泽拉住他：是心口疼。他缓缓道：不是伤口。顾青眨眨泪眼，难得露出一丝迟钝。凤泽用手去擦他脸上的泪水，却怎么也擦不干净。他皱眉：要是再哭，伤口就真的裂了。顾青握着他的手：你别动。他搀着他慢慢站起来，将他扶到床边坐下：你快躺着，我去叫人来给你瞧瞧。凤泽攥着他的手腕紧紧不放，不许去。顾青咬唇瞪他，他眼里泛着红，像是下一刻又要滴下泪来。凤泽心里一热，又软得一塌糊涂。他过去常听人说温柔乡英雄冢，他曾对此嗤之以鼻，如今方知世上真的有人能够让他义无反顾，只求博他欢颜。我没事。凤泽道：这是之前的血。顾青嗓音微哑：你又骗我。这次没骗你。凤泽轻轻笑了笑：你以前也骗过我，我们扯平了。顾青垂下眼帘，他心中又酸又涩。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你的报复还有那么多跟随你的人，他们怎么办？那如果没有你，我又该怎么办？凤泽碰了碰他的脸颊：我这些年失去的已经够多了。顾青心口一紧：你不该这样冒险。我做的很多事都是在冒险。凤泽扬了扬唇，淡淡道：不冒险又怎么会赢？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对于命运的轻蔑，还有势在必行的决心。顾青抓着他的手，许久没有出声。凤泽柔声劝哄：对我笑一笑。顾青摇头：笑不出。
凤泽叹息着将他拥入怀中。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就一辈子陪着我，好不好？他抱着他，温柔而又宠溺，带着无比耐心。顾青闭上眼，听着他胸膛下有力的心跳声，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坚定无畏。他伸手抱住他，认真道：好。3日后，谢飞白来探望凤泽，惊讶地发现他已能正常下地。他围着凤泽啧啧称奇：我听说你心口挨了一刀，还以为你会躺上1个月。凤泽刚换完药，他披上外衣回到床边坐下。我又不是你。他懒洋洋道，手指蹭破一点皮就要让长公主亲自喂药。谢飞白面色如常：你的王妃呢？她从进来的时候就没见着人。凤泽翘了翘嘴角：我今日胃口不佳，她做点心去了。大热的天，你也舍得让她劳累？谢飞白问。凤泽斜他一眼，自然不会让她累着。顾青只需动嘴动手的自有别人。那我可来得不巧。谢飞白道，生生传话说明日就是命妇们回京的日子，你家王妃再怎么身子不适，也得在众人跟前露一露脸。凤泽面色不悦，他找个人扮作生病的样子送上车就是了。谢飞白笑笑，众目睽睽之下，那些命妇个个都是火眼金睛，你要是不想横生枝节，就赶紧把你的王妃送回去。凤泽轻哼一声，长公主能将人送回来，就有本事瞒住那些人，何必多此一举？没有生生为你出力，你们夫妻俩能够像现在这样如胶似漆。谢飞白为自己的妻子抱不平，他也不是故意为难你。明日命妇们回京以后，要先去宫中向皇帝复命，他总不能找个假的雍王妃过去。凤泽掀起眼皮，以前没这规矩，皇帝怎么这么多事？谢飞白低声，不是皇帝，是明贵妃。凤泽眉梢轻挑，眼中闪过一抹沉思。凤元和的母亲。第163章。奇怪的珠钗。这天午时，长公主率众命妇下山，回到京城。一行人浩浩荡荡入了皇宫。皇帝政务繁忙，只接见长公主一人，打发其余命妇前往后宫御花园，由明贵妃出面款待。皇帝一直不曾立后，宫中事务本是由于贵妃与明贵妃两人共同操持，如今于贵妃失势，后宫就成了明贵妃一家独大。顾青在见到明贵妃之前，曾做过许多猜想，听说明贵妃出身书香门第，性子恬静，在宫中总是避着于贵妃一头。今日得见，发现她比想象中更加端庄守礼，一颦一笑都似度量好的，很难让人挑出错来。这样一个水泼不进的性子，难怪于贵妃在宫中横行这么多年，始终不能独霸后宫。明贵妃面对诸多命妇，始终笑盈盈的，不甚热络，也不显疏离。近日朝中事务繁多，陛下无暇分身，方托我招待诸位。事起仓促，若有不周到之处，还请勿怪。命妇们自然连道不敢。过去他们大多与于贵妃走得很近，如今到了明贵妃面前，难免有些心虚，不知这位重权在握的明贵妃会如何看待他们。偏生长公主又被皇帝留在御书房，眼下这座园子里就属明贵妃的地位最高。好在明贵妃并未为难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便让开宴。顾青独具一案，举箸尝了一块银鱼，大约听说他身子不适，摆在他面前的食物与别人不同，多以清淡为主。顾青试了几道菜，觉得味道不错，决定回府让厨子做给凤泽尝尝。尊贵的雍王殿下这几日格外挑食，尤其昨日知道他要回古安寺，一张俊脸冷了好几个时辰。要不是他陪着他用了晚饭，又盯着他喝完药才走，恐怕他真能使性子一口不吃。顾青用帕子按了按唇角，他唇上有一处蹭破了皮，是昨晚出门前被凤泽亲的。当然凤泽也没好过，他被他咬了一口，还见了血。只是那人脸皮太厚，他舔掉唇上的血珠，还能若无其事问他一句还要不要。顾青想起那时的情形，脸颊微烧，他拿起水杯浅浅喝了一口。身旁伺候的宫女上前为他重新注满。顾青眼神微动，因为宫女为他倒水时，急低低说了句雍王妃请一步。他说完这话又站了回去，目不斜视，仿佛刚才压根没有出声。顾青不动声色，安静坐在原处。过了好一阵，他才唤来随行的白桃，去问问何处可以更衣。那宫女在旁听见，近前道：雍王妃是要更衣吗？请随奴婢来。他带着顾青主仆二人一路穿花拂柳，渐渐远离宴席之处。白桃四下张望，脆生生问：这位姐姐，御花园有多大啊？宫女走在最前方，闻言轻笑：妹妹莫怕，今日是我们娘娘设宴，宫中再安全不过。她言下若有深意。白桃眼珠一转：那姐姐是打算带我们去哪儿呢？宫女回头似有微讶：奴婢带雍王妃前往更衣，你看前面不就是吗？白桃朝前望去，果见曲径通幽之处，一座小院隐现。几名命妇从院中结伴出来，见了顾青，纷纷颔首致意。白桃见此处还有洒扫的宫婢出入，果然是更衣之处，微微放了心。他对顾青道：我陪王妃进去。妹妹且慢。
宫女叫住他，从院内的宫婢手中接过托盘，上面放着金帕、香仪等物。他将托盘交到白桃手中，妹妹请拿好。白桃看了顾青一眼，对宫女点点头，跟在顾青身后进了屋。抖开雪白的金帕，一张纸飘了下来，白桃一把接住，将它递给顾青。王妃，你看，纸上是一幅画，或者说是一个图样，一只珠钗的图样。珠钗下方还有一行字：8月15。你怎么来了？雍王府的书房门口，凤泽对着不请自来的长公主皱眉。长公主挽着顾青，我来弟妹家做客，关你什么事？凤泽冷笑，你跟皇帝姐弟情深，他没留你多待一阵。长公主没理他，步履款款进了屋。你这书房挺大，他捡起一本书翻开看了眼，嫌弃的扔回原处，就是没什么好玩的，回你的公主府玩去。凤泽毫不客气，我不。长公主来到谢飞白身旁，听说我的驸马在跟你议事，我得来盯着，省得你欺负他。他拈起盘中的点心，尝了一口，花糕不错，有方子吗？走的时候给我一份。凤泽正要开口，就觉衣袖被人轻扯了下。明贵妃给了我一样东西。顾青说完，拉着他进屋。他在桌上将那张纸展开，给凤泽几人细瞧。后日就是8月15。长公主凑上去，这是准备约谁见面？谢飞白摇头，这几个字不是明贵妃的笔记。长公主挑眉，明贵妃的笔记你也见过？你知道我喜欢观摩各家书法。谢飞白解释，寒山书院的学子堂存有他的书帖。长公主微微一笑，就是那个只有连续3年甲等才能展示课业的学子堂。凤泽暴毙，对啊，就是那个你死活进不去，扬言要一把火烧了的学子堂。长公主长眉一挑，起码我没挨过戒尺。谢飞白轻咳一声，扶着他在桌边坐下，生生，你仔细瞧瞧这画上的纹路，是不是有些眼熟？长公主似笑非笑看他一眼，你就向着他。话虽如此，他仍是定睛往画上瞧去。鸾凤？他拿起那张纸，鸾凤纹样仅限皇家使用，还有这颗珍珠，看它的大小应是东海鲛人珠。他想了想，又道：东海鲛人珠极为少见，父皇在世时，东海曾进献过一回，父皇让将作监打成首饰，赏给了皇家女眷，我得的是一套臂串。那是哪年？谢飞白问。景德29年。长公主回道。景德29年发生过什么大事？一直不曾言语的凤泽终于开口。他那时只得几岁，而长公主已经成年，远比他知晓的事情更多。长公主略显出几分得意，她有模有样回忆了一番，却又很快蹙眉。没什么大事。第164章，偷一个人。景德29年，风调雨顺，政兴人和。距先太子葬身火海还有9年，距先帝驾崩还有10年。那时的长公主还是个逍遥自在的姑娘，每日最大的烦恼不过是父皇不许自己从军。景德29年，朝廷开科乡试。谢飞白慢慢道：我是那一年的举人。凤泽看向他，第2年春天你就过了会试，被先帝点为探花。不错。谢飞白露出一丝轻笑。景德30年，我又回到了京城。屋里的气氛有一瞬的沉静，就连长公主周身的气息也沉默下来。顾青见这3人神色各异，心中不解，却没有多问。他拿起桌上的茶壶，给每人斟了一杯茶，笑笑道：景德30年，我刚出生。他这一打岔，屋里沉闷的气息一扫而空。长公主率先笑起来：你的生辰在什么时候？他边说边瞟了眼凤泽，怕是有的人还不知道吧。9月初5。凤泽道。顾青微讶，因着他的生辰就在母亲忌日的前一天，他并不大喜欢这个日子，也从来没对凤泽提过。凤泽像是察觉他的惊讶，捏了捏他的手，纳祭之前向岳父要过你的生辰八字。顾青恍然，他不禁想起凤泽去顾府纳祭那日，故意将胸卦拿给他看。凤泽大概也想到了同一件事，他摸摸他的头，我想要什么卦，青天间就会卜出什么卦，所以当初他的确是给过他悔婚的机会。顾青白他一眼，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退缩，虽然那时他想要的不是他这个人，但现在想来，似乎冥冥之中命运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他反握住凤泽的手，殿下以后再想骗我就没那么容易了。凤泽先唇一笑，你也一样。长公主敲敲桌子，所以景德30年跟这只珠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凤泽回答的坦率，不过景德30年还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出生。谁？大皇子凤元和。凤泽不紧不慢道，他的生辰在5月。长公主眯眼，顾青也是神情一动。谢飞白从长公主手中拿过那张纸，点点下面那行字：8月15。这详字迹我应当在哪里见过？长公主却是低喃了一声：8月15。她忽然拧眉，提高声量：景德29年8月15，父皇在天明池设了中秋宴，与民同乐。屋内3人同时看向他。
凤泽问：“你那日也在？”长公主顿了顿，难得底气不足，我当时与父皇闹别扭，没有参宴。也就是说，就算宴会上发生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凤泽悠悠一笑。长公主两眼一瞪：“你不也没去？”凤泽拿起茶杯：“我还小。”哼！长公主气得连笑两声，不是因为偷翻宫墙挨了揍。眼见这姐弟二人又要互翻旧账，顾青与谢飞白对望一眼。谢飞白开口：“若是明贵妃给的这张图与景德29年的中秋宴有关，那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这屋里唯二2个能够参加中秋宴的人都因各自的原因没能出席，明贵妃想传递的讯息就成了一个疑案。我没空跟他打哑谜。”凤泽转转手里的杯子：“今晚派一队悬竹出去查消息。”不，凤泽道：“让他们偷一个人。”深夜，一辆不起眼的马车缓缓行驶在巷道中。长公主与谢飞白坐在车内。那小子越来越没规矩。长公主气呼呼的数落：“把人用完就扔，他以前也是这么对你的。”谢飞白笑着拍拍他的手：“好歹留你吃了一顿晚饭，还给你抄了份花糕的方子，那是我弟妹给的，跟他有什么相干？”长公主轻哼一声：“明日我还来，天天来，烦死他。”谢飞白失笑：“生生，他轻唤他的名。”长公主看向他：“不许给他求情。”“我怎么会给他求情？”谢飞白牵住他的手：“我是想说，今晚不回长公主府可好？”长公主怔了怔：“你想回青竹巷？”“嗯。”谢飞白柔声道：“你好一阵没陪我去过了。”青竹巷的旧宅是他高中探花以后置下的房产，他在那里独自生活了好些年。上了长公主以后，旧宅就成为他处理悬竹事务的地方。电视莫种探花郎，探花莫娶公主妻，花开花落中有树，青竹巷里谢郎气。谢飞白轻笑：“你还记不记得京城中的这段歌谣？”长公主嗔怪：“这么久的事情，你还记着做什么？想让你多可怜可怜我。”谢飞白注视着他，缓缓说道：“他生得面如冠玉，哪怕人到中年，依然风采翩翩。”此时这张温润俊雅的脸上露出委屈隐忍的神情，长公主实在硬气不起来，只得好言好语道：“我又没说不陪你去，我们在那边多住2日。”谢飞白继续要求。长公主犹豫了一下：“你不是还要处理悬竹的事情？我一个人在书房孤零零的。”谢飞白道：“还是有你陪着才顺心。”长公主明知他是故意装可怜，却又狠不下心，当下没奈何道：“好好好，陪你直到你高兴为止，这下满意了吧？”谢飞白悠然一笑：“生生待我真好。”长公主默然半晌：“我自然待你好。”她望着2人交叠的手掌，红唇倏尔扬起：“谢飞白，景德30年没遇见你是我的遗憾，但我很高兴你能成为大玉的探花。”那年3月，春光无限，她在崇政殿上成为30年来最年轻的一名探花，而她十里红妆，嫁给了父皇为她指定的夫婿。他们在同一座城中，却不曾相遇，更不曾相识。谢飞白，我从来不喜欢回头看。长公主道：“你也不许回头。”谢飞白笑了笑：“颔首，我听生生的。”他当然不会回头，因为他的记忆中早已刻下了他们的相遇。那是一段长公主已不记得的过去。那时的他们尚且年少。第165章，边关急信。边关急信，速毙！清晨，2名骑士策马疾驰，穿过朱雀大街，道旁的行人纷纷闪避。人们目送那2匹骏马如黑烟一般消失在晨雾里，议论纷纷。我没听错吧？边关？哪个边关？不知道啊。难道又要打仗了？哎呦，前几个月就听我邻居的远房侄子说北边不太平，不会是那边出了事儿吧？瞎说什么呢？北狄早被打散了。谁瞎说了？北狄的旧王室没了，但人家又立了新王。是谁啊？好像姓萧，叫萧什么来着？御书房内，皇帝大怒，劝降书？他怎么敢？皇帝将边关800里加急送来的书信揉成一团扔到地上。萧图何来这样的底气，敢对我北军劝降？范平弯腰拾起扔到脚边的纸团，将它一张张展开。陛下，几个月前我们就已探知萧图的野心，他意图南下不过是迟早的事，还请陛下保重龙体，莫受萧小所击。皇帝抖手指他：萧图此人狂妄至极，他对北军发劝降书是什么意思？他以为朕是死的吗？陛下息怒。范平道：北军即将萧图的劝降书交给陛下，可见他们并无二心，何况北军与北狄人厮杀多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他们永远不可能臣服于萧图。那你说萧图他想做什么？皇帝阴恻恻道：他当真想跟我大玉开战？范平微微躬身：萧图已经统一8部，正是兵强马壮的时候。听说他将北狄的旧王族全部赶出了王城，如果他想立威，成为北狄真正的新王，拿大玉开刀再自然不过。皇帝冷笑：小北狄也敢以卵击石？范平沉默了一下：陛下，
萧图此人英勇善战，又对大狱知之甚深。当年北境一役，我方牺牲了数万人才将北狄打败，即便如此，萧图仍能全身而退。微臣斗胆，请陛下万不可大意。依你所见，我当如何？皇帝默然问。范平沉吟，守不如攻，与其等待敌人来犯，不如我方主动出击。皇帝眯着眼看他一阵，你想让我大狱主动进攻北狄？当年雍王正是以此计解了邺城之围，并将北狄王都一举攻破。范平道：既有先例，何不以法炮制？那你打算让何人领军？皇帝又问。范平道：微臣不敢言。皇帝冷哼一声，话已至此，范副相不如直说。范平先袍跪下，以手叩地，微臣惶恐。皇帝神情冰凉，从龙案后起身，步下台阶。你我心知肚明。皇帝道：能统帅北军的只有那个人，可是也只有那个人，朕绝不允他重新掌兵。范平面色微变，哪怕众人都明白皇帝不喜雍王，但这还是皇帝头一回当着他的面直诉对凤泽的忌惮。陛下，雍王是最熟悉北狄之人，北军虽有大将，却无人能够如他一般与萧图抗衡。范平据理力争，近些年边境无战事，北军的补给一再缩减，实力早已不如往昔。若无可靠之帅指挥，恐怕难以克敌。皇帝踱到他身前，什么叫可靠之帅？凤泽可靠，别的人就不可靠。范平道：微臣只是认为大狱不可再起战乱，若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胜利，必得有强帅领军，方可一战。皇帝居高临下，目注于他，除了雍王，满朝武将，朕就不信挑不出一个可靠之人。范平顿首：微臣鲁莽，请陛下恕罪。皇帝冷眼看他：范平，朕最欣赏的就是你这只进退识时务的性子。臣得陛下赏识，愿为陛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行了，皇帝转身，明日朝会，令群臣进言，朕倒要看看有没有人能统领北军。正午烈日当空，范平走在空旷的公道上，艳阳将他的影子缩成小小一团，他盯着自己脚下，面无表情，动了动嘴唇。次日，紫极殿大朝会，副相范平进奏北狄萧图意欲劝降北军一事，满朝哗然。惊诧过后，却是再无人声。御座之上，皇帝本已做好聆听众议的准备，见群臣悄然不语，不由沉下脸来。等了半晌，皇帝开口：众卿皆无事要奏。群臣缄默，皇帝的目光从他们低垂的头顶一一扫过，无人与他对视。皇帝发出一声冷笑，甩袖退朝。翌日一早，内朝议事，以范副相为首的文武重臣列席御书房。守门的徐太监听着门内传来的咆哮，默默离远了些。一日过去，北狄之事仍无决断，而京城中却已悄悄传开一个流言：你们听说了吗？茶肆里有人低声议论，北狄出了个新王，叫萧图的，给咱们皇帝写信，向他索要北地5城。什么？听的人瞪大眼睛，他好大的口气，咱们大狱的城池凭什么给他？那个萧图4年前就带兵打过邺城，杀了城里整整3万人。我知道，我听说守城的将军被乱刀砍死，北狄人进城以后烧杀抢掠，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可北狄不是被咱们打败了吗？有人道，连他们的王城都被北军给端了，他们还有什么底气叫嚣？萧图可不是一般人，他当初差点跟雍王打成平手，现在又成了北狄的新王。听说他手下有10万骑兵，都是些精兵良将，不见得比咱们北军差。嚯！有人啧舌，那皇帝还敢打吗？不打可不行，难道白白把咱们的城池拱手让人，让别人糟蹋咱们的百姓？说得对，这是咱们大狱的土地，凭什么割让？如果皇帝不敢打，老子第一个不服。嘘，小声些。我听说大臣们以为这是跟皇帝吵了2天，现在还没个定数呢。这有什么好吵的？直接发兵杀过去得了。你说得轻巧，谁来带兵？有人问，要是打赢了还好说，打输了怎么办？那当初是谁打赢的，就让谁去呗。你说雍王，他当年不是受了伤，一直在京里养着吗？你以为他是真为了养伤啊？有人轻斥。短短数日，诸如此般言论铺天盖地，就连深宅后院亦有耳闻。顾青坐在后圃堂后院的小楼里，有条不紊吩咐下去，通知各地分店清点库存，留出3成备用，7成送往原城。另外联系荣善、慈航还有灵芝阁这几家药行，告诉他们我愿意高出市价2成的价钱收购他们的药材。他拿出一张单子，又对刘掌柜道：今年梓州的药庄高产，你让张管事去找御局官的罐长，他跟那些药庄熟，让他在9月药市开集之前，按这份药单帮咱们抢订一批货。刘掌柜接过药单，仔细收好。白桃端着托盘进来，顾青见状，对刘掌柜及另外几名管事道：今日就到这儿，你们去忙吧。众人走后，
白桃将托盘放到桌上，盘中有2个碗，都装着褐色的药汁。王妃，小的这碗是你的。他对顾青挤挤眼睛，记得趁热喝，我先走了。说完，他笑眯眯地转身出去，替顾青把门带上。顾青端起小碗，犹豫了下，屏住呼吸，一口饮尽。怎么不等我？身后响起熟悉带笑的声音。第166章，旁观者清。你怎么下来了？顾青头也不回，端起盘中另一碗药，朝旁递去。你的。凤泽来到他身旁，接过药碗，还要喝几日？我什么时候停药，你就什么时候停。顾青道。那岂不是还有半月？凤泽微微一审。顾青侧手看他，殿下不愿与我同甘共苦吗？凤泽笑笑，凑过去在他唇上亲了亲，又往里深入了些。他缠着他的气息，软软勾住他。顾青的手搭在他肩上，想把人推开，又怕洒了他手里的药。他压着他亲够了，才往后退了些，舔舔嘴角，是挺苦的。顾青抿抿微麻的唇，若是伤口裂开，你还得多喝几日。凤泽盯着他，眼中始终漾着笑。他顺从的喝完药，放下碗，拿出一个小油纸包放到桌上。打开纸包，里面的桂花酥糖香气扑鼻。他为了顾青一力，又准了准自己的指尖，懒懒散散扬起一抹笑，这才叫同甘。他随意的披着宽大的外袍，靠在椅子上，眼神既宠溺又炽热。顾青别过脸，低头收拾桌上的账册。外面的流言你真的不管？他问。又不是我放出去的，我管他做什么？凤泽漫不经心拨了拨纸上的糖块。顾青好气又好笑，你就放任范平操控言论，他想找我合作，我就给他展现本事的机会。凤泽道，虽然他的出现在意料之外，但有他卖力，也省了我们不少事。你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顾青问。在打败北狄之前，他不会。凤泽屈指蹭了蹭顾青的面颊，他还需要我替他对抗萧图。那皇帝呢？顾青握住他作乱的手指，他会不会恼羞成怒，坚决不让你去北军？凤泽笑了笑，皇帝怕我，但现在的他更想除掉萧图。后宫宁川殿，明贵妃将一碗冰镇乌梅汤端给皇帝。陛下累了一日，且喝些凉的散散暑气。他拿起手边的扇子，亲自为皇帝打扇，又道：这是臣妾从书里寻来的古方，加了些去火的药材，陛下尝尝可能入口。皇帝这几日口舌生疮，原本没什么食欲，闻到乌梅微酸的香气，不由拿起来浅尝了一口。这味道是与御膳房做的有些不同。他淡淡道：你怎么不送些到御书房来？明贵妃毕恭毕敬，陛下忙于政务，臣妾不敢打扰。你这点可是比别人差远了。皇帝意味不明道。明贵妃缓缓摇着手中的扇子，微不可见的笑笑，臣妾懒怠惯了。陛下若是喜欢臣妾这里的乌梅汤，臣妾就每日备着，只等陛下闲暇之余过来品尝。怎么，朕那御书房是洪水猛兽不成？你就这么不愿踏足？皇帝沉下脸。明贵妃放下扇子，起身朝皇帝行了一礼。臣妾自幼读史，深知后宫与前朝之别，若臣妾总往前朝去，难免会撞见一些不该看的，听见一些不该听的，就算陛下不恼，臣妾心中也不安宁。皇帝盯着他微折的身子，沉默须臾。若人人像你这般懂事，朕也不用每日被那些蠢材气得食不下咽。明贵妃抬头，陛下是天子，何必因为别人的蠢笨折腾自己？你不懂。皇帝道，做了皇帝才知道，哪怕朕是天子，也不见得能随心所欲。可陛下拥有的也是别人没有的东西。明贵妃道，大禹的江山社稷都归陛下一人所有，便是因此受些磨难，也是值得的。皇帝眯眼，你这话虽不中听，却也不是全无道理。他示意明贵妃在自己身边坐下，你虽然不懂朝政之事，但有时又比朕看得通透。明贵妃垂首，陛下过奖。你勿须过谦。皇帝道，随氏就是太糊涂，才会一叶障目，干下那些荒唐事。自从于贵妃被押解回宫，皇帝就让人把她关进玉祥宫，虽未废她，却也在未见她。明贵妃摇摇头，人在世上，总会被儿女所累，还请陛下莫要太伤怀。朕如今没心思管她。皇帝冷淡道，你可知北狄想入侵我大玉？明贵妃讶然，近几日后宫也有闻，我已让人严令约束，不得妄传消息。难道这竟是真的？皇帝冷笑，不但北狄对我大玉虎视眈眈，民间还有人说我要割让城池，他们以为朕是傻子吗？明贵妃肃容，陛下的江山自然不会交与外人之手，那些人怎不想想，若有人向他们索要家中财物，他们可会欣然交付。皇帝看了明贵妃一眼，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些蠢货竟然想不明白。明贵妃安抚道，或许是因为他们未见朝廷发兵，才会胡乱猜疑，陛下切莫为了这些人生气。发兵之事，兹事体大。皇帝道，北军彪悍难驯，朕既要他们抵御北狄，又不能让统帅之人拥兵自重，朝中那些大臣只知道跟朕争吵，
却拿不出一个有用的章程。明贵妃沉思片刻，陛下若担心军中生变，为何不派监军坐镇？说得轻巧。皇帝默然，哪个监军既懂兵事，又能制约统帅，还能对朕忠心耿耿？明贵妃婉约一笑，陛下身边有这么多贤能，必能找到合适之人。他轻声细语，不紧不慢，皇帝心中的焦躁不觉消散几分。他看看他，陷入沉思。第167章，天意。什么？御书房内，长公主猛不丁地起身。陛下要我监军。她的音量陡然拔高，由于起身太急，撞得桌腿晃了晃，桌上茶水倾倒，漫了一地。皇帝皱眉，皇姐莫急。长公主挥退上前为她收拾的宫女，自己抽出帕子拍拍衣上的水痕。她低着头，放缓了语气：陛下为何如此决定？朕除了皇姐，再无可信之人。皇帝语声沉沉：北狄萧图欺我军中无人，妄敢招降北军，朝中的大臣又只会互相推诿，无人为朕解忧。朕思来想去，唯有皇姐可担此重托，还请皇姐莫要推辞，替朕分忧。长公主丢下帕子，沉吟片刻：可是我从未去过军中，皇姐的本事朕比旁人清楚。当年郭太妃传授过你武艺，你与她虽无师徒之名，却有师徒之意，便是你去了北军，他们也要敬你3分。皇帝慢慢道：朕记得皇姐自幼就想入军中效力，只可惜被先帝所阻，才郁郁不得志。此番朕就全了皇姐的心愿，让你去北境扬眉吐气一回。长公主默然不语，面上神情纠结万分。皇帝看她一眼：皇姐可是不愿？长公主缓缓摇头，提起笑容：陛下说的哪里话，我这些年全赖陛下照应，方能安享富贵。如今陛下急需助力，我又岂能袖手旁观，看着你为国事烦心？只是陛下打算让谁领兵？难道又要让雍王重回战场不成？皇帝不答，反问：皇姐的意思呢？长公主叹气：军机大事何等要紧，陛下还有心思与我打马虎眼？依我说，雍王虽做过北军的统帅，但那已是4年前的事，他如今的身子病歪歪的，听说前些时候还在山上遇到了山崩，险些丢了性命。这样一个人，陛下让他掌军，会不会太草率了些？那你打算让谁去？皇帝问。长公主想了想，认真提议：驻守南边的齐将军，或是东面的吴将军，他们都是骁勇善战之人，何不从中挑选一个去北地领军？皇帝哼了声：你当朕没有想过？他负手原地踱了2步，又道：齐豫从未在北地作战，不熟悉北狄的情况，派他过去，恐怕反被军中将领掣肘。吴启芳虽然比他好些，但东面沿海时有海寇侵扰，今年以大小打了10几场，若是把他调走，朕担心东海不保。长公主愁眉不展：依陛下所说，这朝中难道就再无旁人可派了？所以朕只能托付给皇姐。皇帝沉声道：萧图是雍王的死敌，大战之初，雍王定会全力以赴，皇姐只需坐镇后方即可。长公主郑重点头：陛下放心，我与他虽然向来不睦，但绝不会因为私怨耽误军机大事。朕自然放心皇姐。皇帝道：但雍王野性难驯，若是战败倒也罢了，若是大胜而归，朕担心他会节外生枝，所以朕打算把虎符交给皇姐照管，雍王只能指挥作战，无权调动大军。这样甚好。长公主长舒了一口气，笑道：不瞒陛下，我正愁没有更好的法子治他，如今有了虎符在手，就算他再不听话，也不怕他翻起浪来。皇帝见状，眼中也露出一抹笑意：边关不比京城，皇姐此去督军，难免会辛苦一些，朕会派些得力之人随行伺候，至于驸马，就让他安心留在京城，等你凯旋便是。还是陛下想得周到。长公主笑起来：驸马身娇肉贵，我也舍不得让他随我去边关吃苦。不过我这一去不知要待多久，还请陛下替我多盯着他，莫让他又被人拉去喝酒，更不许他喝醉了平白给人画画。皇帝哈哈一笑：驸马天性洒脱，你也不要老是拘着他。长公主长眉微扬：陛下还要不要我替你做事了？好好好。皇帝摆手：你们夫妻俩的事朕不掺和，你先回去准备，朕明日就下旨任你为北军监军。大狱永兴13年8月27日，2道圣旨分别从宫中发往长公主府与雍王府。前者任命长公主凤生为北军监军，督管北地军务；后者任命雍王凤泽为北军统帅，3日后前往元城驻防北狄大军。圣旨记下，2座府邸几乎同时忙碌起来。我听皇姐说，皇帝让他当监军的时候，他吓了一跳。顾清寒笑道：他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出了纰漏，惹得皇帝起了疑心。皇帝无人可信，会选他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凤泽站在一旁，看他摆弄一堆瓶瓶罐罐，问：这些都是伤药？前些日子我看花百叶在府里没事干，就让他替我备了些。顾清示意他把桌上的箱子打开，将不同颜色的药瓶放进去，红色治锐气伤，绿色治火油烧伤，
大出血就用白色的瓶子。这个呢？凤泽拿起一个蓝色的小方罐，这是治内伤用的。顾青道：如果脏腑出血的厉害，吃了它可以保命。凤泽打开盖子，嗅了嗅，没什么味道。顾青从他手中夺过罐子，这药不能随便吃，若是没受伤，吃了会闭气。听上去像是花南天会做的玩意儿。没错，顾青道，只有这一罐是小花大夫做的。他盖上箱子，让凤泽抱去外间和行李放在一起。凤泽隔着帘悠悠叹了口气，过去出征从没带过这么多东西，因为那时候你还没有成亲。顾青反手按按酸胀的脖子，自己先笑了起来。我也不知哪些东西一定有用，就索性都给你备上了。他也是第一回送人出征，虽然事先问过师阳他们，但总觉着这些汉子不大会照顾自己，便按自己出远门的准备给他多添置了些。还有几个包袱是给于洛的，上面贴着他的名字。顾青叮嘱：你别忘了给他。忘了又如何？凤泽掀帘靠在门边，抱着双臂看他。顾青一听这口气就知道他在无事生非。这些日子，凤泽体内的余毒已完全解去，心口上的伤也渐渐好了，只留下一道狭长的疤痕。但他似乎比以前更爱使性子，总是缠磨着要他说些好听的来哄他。顾青惯了他多日，闻言连眼皮都懒得撩。我要沐浴。他起身走向浴房，口气十分无情。你替我把白桃叫来。凤泽盯着他的背影，无声笑了笑，摇摇头，放下帘子走了出去。他今晚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在他离京之前，他必须保证京城的部署万无一失，才能放心离开。这里不但有他的朋友，他的下属，还有他的至亲。当年的遗憾，他绝不允许再度发生。第168章心心相印。凤泽回房的时候，顾青已经熟睡，屋里红烛未灭，给他留着一抹微光。他来到大床前，低头注视顾青沉静的睡颜。顾青这些日子一直在服用宋药师给的药方，他最近已不再时不时的发热，气色比过去好了许多，原本淡淡的唇色也变得更加明艳。黄大夫与花南天把过他的脉，确认他的脉象已经彻底发生改变，虽然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但已不再有早夭之象。凤泽盯着他看了一阵，伸出手指在他脸颊上方虚划而过，他没有惊扰他，兀自转身走开。沐浴出来，凤泽安静地绕过屏风，准备去自己养伤的床铺睡下，却见屏风后面空无一物。他站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沉默了一阵，然后回头。大床上的顾青已经侧身向里，夏末的夜晚并不算凉，但他将薄被裹得很紧。凤泽走过去，他看着被子里不知是醒是睡的人，低低笑了声。他在他身边躺下，这是他俩第一次在凤泽的房中同床共枕。凤泽单手枕在脑后，听着顾青的呼吸从平稳到渐渐露出一丝破绽。他一动不动，像个克己手里的谦谦君子。装睡的顾青终于忍不住了，他坐起身，将被子扔在他身上。殿下伤刚好，也不怕着凉。凤泽接住被子，目光微凝。顾青穿着一身薄红的寝衣，这是大婚之夜才会穿的颜色。他乌黑的长发从肩头滑落，如墨一般融入绯色之中。他的手中还扯着一截被角，细长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凤泽忽然想起他们成亲的那一晚，他穿着繁复的嫁衣，笑语艳艳的从容应对他的冷淡。那晚他独自饮下合卺酒，眼尾泛着薄晕，似嗔似笑，眼眸亮如晨星。那时的他，甜美的话语张口就来，似乎满眼是他，心里却没有他。而此时的他，犹如林间出生的小鹿，盈盈眼波清可见底。他懵懂而又清明，勇敢而又胆怯。凤泽握住他的手，将那截被角从他指尖拯救出来。顾青侧过脸，避开他焦灼的视线，被子跟你一人一半。凤泽笑了笑，顾青眼睁睁看着他将那床薄被扔到床下。下一刻，他被他稳住，哪怕早已做好了准备，但事到临头，顾青仍有几分慌乱。像是察觉他的紧张，凤泽的气息缓了下来。他耐心而又细致地触碰他的眼睫，他的唇，他的脸颊。顾青微微蹙眉，感受着晨雾般轻盈的触感。凤泽抚在他耳边，声音沉得像无尽的深海，而他是深海里的妖，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当真想好了？他问。顾青实在不想与他说话，他得不到他的回应，不满地轻轻蹭了蹭，仿佛撒娇一般。我想听。顾青盯着帐外跳动的红烛，眼神微暖，低低嗯了声。环在腰间的力道蓦然加重，他的唇印在他如云的发间像雨点触碰柔软的绸缎。他无意识地抚过他心口的伤疤，那里刚刚脱了痂，仍是一片嫩色。他的指尖怜惜地摩挲了一下。别胡闹。他拉开他的手，沉声告诫，怕你难受。顾青心想，他看过那么多医书和话本，这种事有什么受不住的？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想过许多种可能，却没有哪种可能如今晚一般真实。他们终于成了真正的夫妻。滴漏在寂静的房中轻响。
凤泽宠溺地看着他，他眼底微润，气息疲惫。他轻轻他的眼角，抱着他翻过身，让他伏在自己胸膛，一手环着他的腰，一手轻抚他的背脊，令他慢慢放松下来。顾青闭着眼，低声呢喃了一句。凤泽听得分明，不由低笑，只上得来终觉浅。他的声音带着一抹奇异的慵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放松自在。顾青软软靠着他，听着他心口被笑声带起的震动，懒洋洋的不想说话。方才直至最后一刻，他也不曾喊停。而他的小日子一向不准，也不知会不会就此怀上。说来也是奇妙，由于母亲难产的缘故，他对于女子怀孕之事总是万分排斥，但在今日做出决定以后，却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期待与他共同孕育一个生命。然而此时此刻冷静下来，他心中又升起一丝忐忑。不曾被母亲教导的他，真的能做好一个母亲吗？他不太确信。或许明日应当把宋药师给他做的避孕药丸找出来，以免自己后悔。顾青漫无边际地想着，直到脸颊被人捏了捏，这才回过神来。在想什么？凤泽哑声问。顾青看进他深黑的双眸，犹豫了一下，靠在他的肩窝，轻声道：你想要个孩子吗？凤泽缓缓替他揉着腰，别担心，我不会让你怀上。顾青抬起脸，不解地看向他。我让花南天给我配了药。凤泽仰头亲了亲他的下巴，我知道你不想要孩子，但又怕自己定力不够，所以在伤好以后，他每日喝的汤药中就加了点别的东西。顾青怔了怔，眼眶泛上一阵酸涩，他将脸埋进他怀中，闷闷道：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不想要。凤泽无声笑了笑，他抚过他柔软的黑发，搂住他的肩膀，就算你真的想要，也得等你完全养好身子再说。顾青在他心口蹭了蹭，过了好一阵，他的声音才低低响起：谢谢你，凤泽。第169章，先发制人。大狱永兴13年8月30日，雍王凤泽与长公主凤生率众前往北地元城。9月初5，一只信鹰飞回雍王府，落在正院。顾青取下信鹰腿上的信筒，拿了块肉干喂他。信鹰2-3口吞完，冲着顾青叫了声，用脑袋顶顶他的手心，强行蹭了蹭。顾青笑：你家主人说不能把你喂太胖，会耽误事儿。信鹰呼噜呼噜晃晃身子，一头搁到他手腕上。顾青忍俊不禁，想起某人赖皮的样子，他又取了块肉干喂过去，这才打开信筒，取出里面的纸条。纸条上是一幅草图，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座熟悉的庭院。顾青按照图上的指引，来到他刚成亲时住的院子，院子里的器物一切如旧。他转进书房，书架上的书已搬去正院，一只檀木盒躺在空落落的书架上，格外显眼。顾青拿起这只盒子，打开盒盖，一枚青色玉佩映入眼帘。小巧精致的玉佩上刻着一个泽字，刀工不算太好，胜在落刀有力，每一笔铁画银钩，如同那人桀骜不驯的脊梁。顾青抚过那小小的刻字，唇角微扬。玉佩下方压着一张素笺，上面只有4个字：久乐长安。顾青拿起素笺，扬起的唇角慢慢平复。今日是他的生辰，是他过去一直不大喜爱的日子，但今日凤泽却送了他一份礼。寥寥4字，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却令他怦然心动。他懂他，如同世上另一个自己，又与他截然不动。王妃，白桃寻了过来。顾青收起玉佩与素笺。白桃，他吩咐道：你回父亲那边说一声，就说我明日回去陪他祭拜母亲。白桃惊奇地看向他，哎，好。秋高气爽，一行大雁划过蓝天。长公主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抬手遮眼远眺。这才刚入9月，大雁就急着南飞。北境的冬天有那么冷吗？凤泽站在他身侧。北境这2年冬天都比往年来得更早，到了10月底，土地会彻底封冻，最北的地方只有躲进山里才能活下来。这就是萧图急着打过来的原因。长公主扯下一根长长的野草，绕在指间晃荡。前2日看你在纸上写写画画，不怕给人看见你用信鹰往京里传信。凤泽瞥他一眼，神情淡淡：皇帝送来的人，你打算留多久？他俩心知肚明，那一队人说是用来伺候长公主，其实就是皇帝的耳目。皇帝这辈子背叛过太多人，因此他最害怕的就是别人的背叛，哪怕是长公主也无法令他全然放心。长公主轻笑一声，扬起草尖在空中画了个圈：你下手可得温柔些，我的驸马还在京城等我回去，你的王妃也是。凤泽听到最后几个字，冷冽的眼神微微转暖。长公主啧啧称奇：瞧瞧，我家小弟长大了，懂得挂念人了。凤泽眼风一扫，丢下他，转身走开。他的声音遥遥传来：今晚虚实动身，连夜赶路，不得耽误。命令记下，跟着长公主的一行人自然叫苦不迭，但他们没能吵嚷多久，一把雪亮的刀锋架在为首之人颈上。寒光映照下，凤泽的浅笑犹如修罗。再说一遍。他缓缓开口。为首之人冷汗涔涔，
求助的眼神投向一旁的长公主。我是陛下派来随军的，雍王殿下如此无礼，长公主你就袖手旁观吗？长公主慢慢抚了抚衣袖，我是陛下亲封的监军，请叫我监军大人。监军大人，为首之人急呼，请你说句公道话。长公主轻叹一口气，美艳非凡的脸上透出些许遗憾。其实这一路上，你们把我伺候得挺舒坦的。她摸摸耳垂上的宝石耳当，可是出发之前，陛下特意吩咐过，雍王是军中指挥，至于我，只有权调动，无权干涉。不是这样。为首之人终于觉得有哪里不对，碍于脖子上的长刀不敢挪动，只能拼命向左右使眼色。但他的跟随者早已被人拿下，地上很快多了一滩匕首短剑。凤泽看着那堆银光闪亮的兵器，唇角微弯：你们本是宫人，为何擅持利器？我们是为了保护长公主。凤泽点点头，持械不报，身份不明，意图不轨，杀！一声令下，血花飞溅，叫嚣的最厉害的几人当场倒地，其余数人抖若筛糠，双膝一软，纷纷跪下。此起彼伏的求饶声中，他们被压了下去。不久之后，一批与他们穿着同样衣衫的人出现在长公主身边，除了面貌不同，他们的行为举止与皇帝派来的人没什么两样。长公主挑眉，这是？凤泽抬抬下巴，你家驸马怕你鞍马劳顿，特意为你选的侍从。长公主正然一瞬，额儿笑开。侍卫将马匹牵到他们跟前，凤泽翻身上马，他回眸看了眼京城的方向，抖开缰绳，走。一队人马如疾风卷云一般朝着北境疾驰而去。北狄王都，萧图收到前方传来的军报，振袖而起。大狱想进攻我北狄？是。前来送信的军士道，大狱的皇帝派了雍王前往北境领军，雍王此刻正在前往元城的路上。萧图默然半晌，忽然大笑一声，好啊，他们这是想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他连道了几声好，一掌拍在岸上，马上传令，让左、中、右三军将领速来见我。是，大王。萧图负手站在原地，他盯着岸上的军报，勾了勾嘴角，转身走到殿后。大殿后方的高墙上悬挂着2张地图，一张是北狄，一张是大狱。北狄的地图绘满高山荒原，杳无人烟；大狱的疆域城池林立，大道通衢。图上用红色朱笔圈出元城与京城的位置，它们如牛之犄角，遥相对应。萧图昂首看着地图，一双樱目中掠过夺人的神采。殿中的灯火交相辉映，他的身影浓稠如墨。良久，殿中发出阴冷笑语：先发制人啊，我让你白骨成堆，有来无回。第170章备战。北狄马场，马房房长刘阿火正带人检查马匹，一名士兵飞奔来：大王有令，明日辰时之前，所有军马交付三军，不得延误。刘阿火从马腹下面探出头来：这么急？你们执行军令就是。士兵扔下一纸文书，头也不回地走开。刘阿火从手下那里接过文书，只见上面赫然印着鲜红的王印。他耸耸肩膀：大王也真够着急的。去，把所有人叫过来，今晚别睡了，大伙儿一起清点马匹，别明日少了一匹2匹的，白挨鞭子。元城东风客栈，忘忧将擦洗屋子的布帕用水洗净，晾在后院。小六翻下屋脊，17跟在他身后。大半夜的就别擦了。小六道：殿下他们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17往石桌上放下一包卤味，前面厨房拿的，晚上饿了吃。忘忧冲着2人一笑，闲着心里发慌，总得找点事做。他在东风客栈养了2月，身上的伤已痊愈。如今大战在即，他一个女子不便孤身在外。小六请示过凤泽以后，便将他留在东风客栈暂住。忘忧抬头望向空中朗月，打完仗，小五就能回来了吧？小六与17对视一眼，不只是小五。小六道：所有流落在外面的大狱人都可以回家，那就太好了。忘忧恬静的脸上露出一丝向往。等战争结束，我想离开这里。去哪儿？小六问。回邺城。忘忧道：听说那里迁了许多百姓过去，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我想回家看看。我们一起。小六道：我们的同袍就埋在邺城后山，我也好几年没回去看他们了。去哪儿？于洛从院外走进来。小于将军。忘忧朝他施了一礼。我们再说回邺城的事。于洛望着这3人，等打完仗，想去哪儿都行。这会是我们与北狄的最后一仗吗？忘忧问。必须是。于洛眉峰轻扬，神情与凤泽颇有几分相似。我们不但要打败北狄，还要让大狱的百姓可以自由地在关外行走，不用再担心有屠刀会落在颈上。我在北狄的时候见过更远地方来的异国人，听说他们原本与大狱有过通商。忘忧道：只是这些年商路断了，他们的货物只能送到萧图手里。当初北狄曾与我朝签订20年内绝不再犯的契约，可惜他们的王族新军是扶不起的阿斗，
手下势力被萧图蚕食大半。小六道：“这一仗非取了萧图的狗命，打得他们再也冒不了头才成，不可轻敌。”于洛平日虽与他们说说笑笑，谈起正事却毫不马虎。4年前，我跟小叔叔去过战后的邺城，他说过，萧图此人虽然残暴嗜杀，但并非有勇无谋。如果他日遇见，绝对不可等闲视之。4人说着话，就见客栈里的伙计匆匆来寻小于将军。他对于洛道：“你帐下有人来寻你。”于洛目露疑惑，大步来到外面。寻他之人果然是他麾下的兵士。于校尉，兵士道：“军中急议，黄将军叫你赶紧回去。”一股狼烟直冲霄汉，长风烈烈，荒野无边。北狄的铁骑自都城而出，一路上不断有4方的兵马加入，逐渐汇成一股巨流，集结成军。萧图骑在马上，手中的长柄弯刀在日照下闪着狰狞的凶光。他高声道：“大玉的皇帝软弱无能，他们的军队不堪一击。如今我们有12万大军，而北军只有7万人。等我们攻进元城，大玉男人的人头就是你们的军功，所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有女人，都按军功享用。”北狄大军呼声震天，骑兵们勒住躁动的军马，扬刀高喝，步兵们以矛盾对，嘶声厉吼，荒原上发出雷鸣一般的轰乱声响。元城城墙上，几名将领驻足远眺，一支先锋队从城外疾驰而来。报！先锋队长在城楼下大声禀报，北狄萧图率12万大军已出了都城，正往元城而来。还有多久？黄将军在城楼上问。他们有7万先头部队，其余5万殿后。先头部队中有4万骑兵，最多3日就会到达。得到确切消息，黄将军与几名将领部下城头，前往帅帐。看来殿下是赶不上头一仗了。一名老将抚须笑道：“萧图为何突然发兵？”另一名将领道：“按我们接到的消息，他应当过一些时日才会出战，大概是听说殿下要来。”黄将军道：“殿下重回北军之事在朝中吵得沸沸扬扬，萧图不是聋子，这样的消息瞒不过他。按照殿下的行程，他还有7日方到。”将领皱眉：“萧图带了12万人来，我们得想想如何防御，让损失降到最小。难不成没有殿下，我们就打不好仗了？”老将看着他摇摇头：“依我看，我们不但要打，还要打得漂亮。北狄骑兵虽快，但攻城可不是光靠骑兵就行。当年邺城能以3万抵10万，难道咱们元城作为北军的大本营，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城池？”帅帐内的军令如流水一般送出，整个北军紧张地准备起来。黄将军先连出帐，就见于洛站在外面。都听到了？他问。于洛点头，看向帐中。黄将军带着他走远。殿下说的没错，北军4年前元气大伤，如今老的老，退的退，新的兵员又一直招募不齐，各方给养被皇帝不断削弱。如今北军军威虽在，军魂却非一朝一夕能够速成。笼子里养不出猛虎。于洛道：“我相信，只要上了战场，北军的军魂一定能够找回来。”黄将军望着天边的夕阳，当年的北军是用无数条人命填出来的。兵者，凶器也。若是为了保家卫国，就不是凶器，而是万民手中的利器。于洛道：“刀本无罪，只看在什么人手里，因何而用。”黄将军将视线转向他：“那你呢？你打算如何用刀？又打算如何对待执刀之人？”于洛迎着他的目光笑了笑：“我在这里只是7万把刀中的一把，我要先知道如何做刀，才有资格谈论用刀。”第171章，先打一波。2日后，第一支北狄骑兵的先头部队穿过夷岭山谷，过了夷岭山谷，再行80里地就是元城。因着这条山谷狭窄悠长，先头部队的将领在进谷前就派了探子先行，并令所有骑兵拉开距离，缓缓前进。这支骑兵有1万余人，他们在古道中行了2个时辰，走在最前方的一队终于看到山谷出口。领队的将领忽然觉得不对，他派出的最后一班探子至今没有返回。就在他准备下令加速前进时，山谷2翼的高壁上突然射出2排弩箭，前方的队伍来不及躲避，登时有数匹马被射中，马上的骑兵翻滚落地。将领赶紧勒马，大声朝后呼喝，令众人做好迎战的准备。然而就在此时，一声号角吹响，贯穿长空，山谷上方落石如雨，无数火球飞砸直下。人类的哀嚎与马嘶声交杂响起，马儿惊慌地四下狂奔，马上的战士试图控制住他们，却被落石与火球砸中，跌下马去。山谷中烟尘四起，火焰点燃了一片枯草，瞬间火海升腾，将1万余人分隔开来。这些骑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毕竟是萧图派遣的先头部队，慌乱一阵之后，纷纷接到命令，策马朝前猛冲。只要冲出这道山谷，他们就能扭转劣势，反守为攻。最前方的骑兵距离谷口很近，眼看就要冲到开阔地带，然而马蹄突然陷落，
杂草丛生的谷地上平白多出一道数丈宽的深壕，深壕下面倒插着无数钢叉利刃，数丈宽的距离在此时变成一道天堑。北狄打头的骑兵勒马不及，纷纷栽了进去。带队的将领心中发狠，催着麾下骑兵杀气腾腾地直冲向前。许多骑兵连马带人落入深壕，他们的身躯很快将这道天堑填满。后来者顾不得地上是否还有活人，他们策马狂奔，马蹄溅起鲜血和肉泥，终于有一队骑兵抢先冲了出去。山谷外，于洛带着5000士兵安静等候。第一队北狄骑兵冲出山谷的时候，于洛抬手，手掌往下一压，立在前方的弓弩手早已搭箭上弩，随着他的手势，一排弩箭带着嘶吼的风声齐射而出。不等北狄骑兵反应过来，第二排弓弩手已经换上，又是一排弩箭御风而至，2排弩箭，一排射人，一排射马。北狄骑兵挥刀砍向飞弩的同时，却顾不住身下的马，一时间人仰马翻，血肉横飞。于洛绷紧下巴，格外年轻的脸庞上透出与年纪不相符的坚毅沉稳。当又是一群北狄骑兵涌来之时，大玉的军队阵型变了。弓弩手退到最后，数千身披硬甲、手持长枪的步兵出现在前列。他们是月余之前由凤泽亲手挑出的精锐。这些人大多是参加过4年前血战的老兵，他们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骑兵，并不因站在地上而心生畏惧。北狄这支先头部队为了赶路，全部轻装简行，并为重甲装配。当他们对上披甲步兵时，除了速度，根本占不了便宜。但他们的速度在尖锐如林的长枪前，也只能戛然而止。密密麻麻的枪尖正对他们冲来的方向，北狄骑兵手忙脚乱的控马，甚至有人举起长刀，想将面前的步兵斩于刀下。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急冲的马儿来不及刹住去势，骑兵们被包围在枪林之中，利刃入肉，噗噗的声响中，血花飞溅。山谷外的空地上很快倒下一片尸体，有北狄人，也有大玉人，但伤亡最为惨重的仍是北狄的军队。他们的将领忙着喝止后方跟来的骑兵，急于将他们重新结队，组成阵型。他惊怒地发现，自己这万余战士竟然只有不到8000人冲出了山谷，而前方还有数百名士兵倒在了阵前，鲜血染红了他们脚下的泥土。北狄人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人马尸体，面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他们兼程赶路，原以为能抢得头功，却不想还没碰到原城的城墙就损失惨重。气势汹汹的北狄人瞬间像被淹掉的斗鸡，他们犹豫地看着自己的将领，就连胯下的马儿也发出恐惧的嘶鸣。月落天明之时，凤泽一行赶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一座黑色城墙巍峨如山，在晨光中泛着鲜血凝固一般的色泽。长公主远远望向城门上方的匾额，匾额上刻着2个笔墨淋漓的鲜红大字：邺城。邺城。长公主喃喃出声，为什么是邺城？他们翻山越岭，昼夜不休，原以为是赶往北军大本营元城，没想到却是来到了邺城。邺城位于元城东面，两者相距数百里。长公主看向凤泽，却见他望着前方的城门，眼神中有一丝沉痛与怀念，更多的却是凛厉战意。凤泽在京中的时候，虽然被人冠以桀骜不驯之名，但他就如一柄藏起锋芒的刀，哪怕世人皆知这把刀染过血，却不知这把刀究竟有多大的威力。直至今日，这把刀终于出鞘。凤泽深吸了一口气，北地凛冽的晨风灌进他的胸膛，他已许久不曾如此畅快，唯一可惜的是身边少了一人。他抚上左手手腕，那里系着一条青色丝线编织的细绳。出行前，顾青把这条细绳给他。这条绳子是我在古安寺祈福的时候编的，放在你母亲的殿中供奉了许久。你要出征，身上不能带任何累赘，这条绳子系在手腕上，应当不会影响你与人交战。他凝视着他，浅浅笑道：有你母亲保佑，你一定能够平平安安凯旋归来。凤泽摩挲着绳结，想起自己离开王府时回望的那一眼，他的目光一直落在他身上，见他望过来，对他盈盈一笑，明明满眼写着不舍，却装作没事人一样，挥挥手催他快走。天地间刮起一阵风，卷来大地震颤的声响。凤泽收起思绪，坐在马上，脸色平静地望向前方。前方的邺州城城门轰然打开，洪流一般的黑甲兵马奔涌而出。第172章凤泽的后手。邺城涌出的人马黑压压一片，无边无际，除了马蹄声与细甲摩擦声以外，半点人声也无。看着这样一支厉兵秣马的军队，长公主迟疑着，将探寻的目光投向凤泽，这是从元城调来的。凤泽摇头，是邺城的兵马。邺城？长公主难以置信。邺城自4年前被北狄屠城以后，只听说陆陆续续迁了些边境的流民过来，却从未听说养着这样庞大一支军队。凤泽目注前方，淡淡道：须边的农户既是农，又是兵，可他们看上去不像普通的兵。长公主低语：他们的装备
还有这些马都不像用朝廷的钱能养得起的。皇帝重文轻武，对于北境更是极尽压制，每年拨给北军的军费少得可怜，别说养邺城的兵马，就算养元城那批，恐怕都未必尽够。凤泽毫不在意笑了笑，北狄能抢我们的，我们自然也能抢他们的。北狄刚被大狱打散时，各部落分崩离析，各处游荡。凤泽正是借此机会，暗中在邺城养兵。邺城的士兵除了寻常务农，便是在荒原中与各部落周旋。他们分为小股作战，采用游击战术，一击即走，不到2年就将那些部落搅得更加零碎。由于北狄12部之间联系甚少，自从王族没落后，各部落为了争夺地盘也是局域不断，因此从未有人怀疑过族人遇袭的背后是大狱的军队在捣乱。说起来，萧图能够用不到4年的时间统一8部，也是因为这些部落的势力已被邺城军队削弱了不少，手头的资源更是被硬生生抢走。长公主听凤泽说完，已不知该如何评价才好。你真行啊，他又是佩服又是好笑，你4年前就想到了这个主意。凤泽道，打败北狄只赢得了一时，只要还有萧图这样的人，他们就一定会卷土重来。他本打算彻底将北狄部落打散，到时就算萧图这样的野心家还活着，也无法东山再起。只可惜他中了皇帝的暗算，只能改变计划，徐徐图之。如今邺城已经养出1万余人的精兵强将，他们与北军不同，每个人都与北狄人交过手，哪怕近2年为了避开萧图的锋芒，减少了前往北狄的次数，但他们都已是身经百战、精于突袭的战士。你打算用这支军队做什么？长公主问。凤泽漆黑的双眸沉了一分，让萧图尝尝被包围的滋味。大狱的京城之内，接连几日收到北境的不同战报。先是萧图出其不意，赶在雍王到达元城之前率兵南下，再是元城小将于洛成功阻击北狄第1支先头部队，消灭数千北狄骑兵，并以极小的伤亡代价摆脱追击，率兵全身而退。然后是萧图的大军终于兵临城下，强攻元城。第3封战报送来的时候，皇帝怒不可遏，为什么雍王还没到达元城？萧图都打过来了，他还在路上慢吞吞的做什么？有大臣出面劝慰，依行成算，雍王殿下明日就能到达元城，请陛下暂且忍耐。朕堂堂一个皇帝，难道还要忍他？皇帝挥落桌上的折子，他是不是以为北军没了他不成？那个叫于什么的，还不到18岁就能斩杀数千敌军，雍王要是干不好，朕随便找个人就能取代他。大臣们面面相觑，默然不语。去，给朕拟旨。皇帝道，嘉奖首战告捷的小将，还有告诉监军，雍王到后务必让他亲自出战，5日内必须打退敌军，提萧图的脑袋来见。范平轻声提醒，陛下，前线战况瞬息变幻，微臣建议还是先等等，待雍王到了元城再做打算。等什么等？皇帝恨声道，朕派他去是为了打垮北狄，不是让他领着兵玩的。他如果干不掉萧图，那朕就只能把他干掉。北狄人骁勇善战，咱们虽有元城作为防线，但后续辎重粮草都还在路上，元城只有7万士兵，要顶住12万敌军的进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他凤泽不是最擅长以少敌多吗？皇帝冷笑，4年前他能够赢，4年后他就不该输。眼见皇帝决议已下，诸多大臣均不敢言，他们暗自看向站在最前方的范平。自从于贵妃与徐府闹出丑闻以后，副相徐承志向皇帝递了养病的折子，多日不曾上朝。如今朝中只有同为副相的范平地位最高。范平回给众人一个安抚的眼神，对皇帝道，既然陛下心意已决，臣等遵命。皇帝这才缓了神色，想想又道，雍王在外征战，他的家人无人照料，明日宣雍王妃进宫，暂住宁川殿，让明贵妃陪他说说话，省得他胡思乱想。这话一出，众人皆知是要把雍王妃作为牵制雍王的人质，大臣们心中不赞同，面上却未敢流露分毫。范平看看皇帝的脸色，顿了顿，没有说话。顾青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药室与黄大夫闲话家常，他怔了怔，随即一笑，我知道了。他对传话的施阳道，王妃放心，施阳说我会派人保护王妃的安全。顾青点点头，殿下临走之前曾与我商议，他说皇帝一定会按捺不住宣我进宫，我心里有这个准备，你们不用担心。原以为皇帝会等到打完仗以后，没想到他的耐心比他们预想的还低。收拾行李的时候，顾青指了指柜子里的一条披风，吩咐白桃把它带上。那是一条青色的披风，算起来应当是凤泽送他的第1件礼物。顾青想了想，又摇头否定，不对，这应该算作他给他的赔礼。当初同他去救林秀家的时候，是小六弄脏了他的披风，所以凤泽才还了他一条。他从白桃手里接过披风，抚过柔软的缎面。若是没有凤泽的授意，雍王府的人不会特意寻来一条一模一样的披风还他。那时他只以为这是出自雍王殿下性格中的严谨，
后来才知道，他待他从来都是事无巨细，不厌其烦。顾青悠悠叹了口气，这才没过多久，他已经开始想他了。第173章，放了一把火。京城收到北境军报的时候，袁成已在萧图大军的围攻下坚守了4个昼夜，城外焦尸腐败的气息弥漫在整个袁城上空。趁着敌军后退休整的空档，城头的驻军赶紧清理物资，救治伤员。于洛坐在墙垛后面，用布条缠紧小臂上方，将扎进小臂的箭头用力拔下，鲜血霎时涌出。他忍着剧痛，拿起手边的药粉往伤口上倒。我来。有人从他手里接过药粉，来人没有急着替他敷药，而是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羊皮袋，拔开木塞，一股格外浓烈的酒气冒了出来。他将里面的液体倒在于洛的伤口上，于洛的身体猛地弹了下，脸色变得煞白。花百叶郑重提醒：别乱动啊，这玩意儿是从大食人手里买的，可贵了。于洛咬着牙，忍过伤口弯骨般的疼痛，盯着花百叶将药粉撒在伤口上，这才微喘着气道：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就刚才。花百叶替他将伤口包扎起来。小叔叔呢？我们半道就分开了。花百叶道：殿下让我跟南天带着物资先到元城，说你们这儿更需要人手。于洛往城头其他方向瞄了眼，果然在伤员中找到花南天的身影。留在城墙上的大多是轻伤，重伤员已经全部送到城内，就在东南角的帐篷里。你们忙完以后记得去那边看下。于洛道：4日以来，元城的兵马据城未出，伤亡并不严重，不少从未打过仗的新兵被派上城头轮守，几日过后多多少少都沾了些血气。人就是这样奇怪，在未上阵前，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退缩胆怯，但真当敌人的箭矢如雨袭来，抛车的飞石从头顶砸下的时候，他们已经顾不上害怕。这个时候不是生就是死。面对从云梯强行登城的敌军，他们刀枪齐下，鲜血飞溅，有敌人的，也有自己的。有的人从此倒下，再也没有醒来；有的人捡回性命，眼中多了一抹凶悍。我们要守到什么时候？营帐中有将领按捺不住，出声喝问。虽然袁城伤亡不大，但对于领兵之人而言，被敌人困在城中无法施展拳脚，无疑是最大的憋屈。再等等。黄将军道：一定要等殿下来吗？有人提出疑问。就算雍王亲临，袁城的北军也只有7万人，同样是以少敌多，无论如何排兵布阵，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扭转劣势。等讯号。黄将军没有多说。是夜，袁城内外一片安静。北敌的军队在久攻不下之后，似乎选择了偃旗息鼓，退出数里开外。袁城墙头的士兵们终于能够歇一口气，抽空打个盹。数十条暗影就在这时悄悄攀上袁城的外墙。他们是北敌派出的斥候，在军中都是以一当十的勇士。他们从巡城士兵视线的死角迅速攀爬到城楼顶端，飞快跳了下去。萧图并不打算与袁城的北军死磕，他吸取了4年前围攻邺城的教训。大禹人虽不如北敌人骁勇善战，但他们的韧性却比谁都强。这4天北敌不断发起的进攻，令袁城的士兵疲于防备，无论他们轮换了多少次，身体与心理上的负担仍然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当这种压力突然有机会得到疏解时，就是袁城守备最松懈的时候。北敌的斥候此行只有一个目的，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袁城城门。他们在夜幕掩护下穿过城墙。一个巡夜的大御士兵听到暗处的动静，他正要喝问，就觉脖子一凉，一柄弯刀划过他的喉颈，当的一声，弯刀突地被人架飞。巡夜的士兵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推到一旁。于洛将偷袭的北敌斥候一刀贯胸，新热的液体溅到他脸上，他不甚在意地拔出长刀，反手抹了把脸。真以为北军无人了？他冷笑。同一时刻，偷入城墙的数十名斥候无一例外遭到了阻击。没有喊杀震天，夜晚的袁城城头指偶尔响起几声刀枪争鸣，随即便重回沉寂。一名初次杀人的士兵在砍下敌人的头颅后，双手因为过于用力而僵直，但他眼中却燃起昂扬的斗志。我们什么时候能杀出去？他问。没有人回答。他身旁的人似乎被什么所吸引，所有的目光都望向城外。萧图在大营中迟迟没有等到斥候们发出的信号，他的脸色逐渐阴沉。这时麾下的将领匆匆而至。大王，出事了！他手里的信件还没递到萧图手上，军营里又传来一阵巨大的骚动。怎么回事？萧图先帐而出，他的脚步在看到天边那一道亮光时猛地停了下来。此时是深夜，天边却如朝霞初升，连绵不绝的红光不断扩散，映得人眼底发烫。大禹的军队在北都，报信的将领跟在他身后，话音戛然而止，显然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那是我们的草场。将领张口结舌。传来的消息只说4天前大禹的军队正在攻打北都，但从天边的火光来看，他们不只是打下了北敌的王城。
整个北狄大军顿时乱作一团。这场大火在整个北境都清晰可见。长公主立在邺城的城头，望着通红的天际，再次感叹自家小弟的狠绝。烧掉北狄人的草场，等于断掉他们整年的粮食。没了草料，北狄人的马匹、牛羊无法存活，他们注定要陷入前所未有的饥荒。与此同时，被凤泽的军队安置在山上的北狄俘虏也吃惊地望着远处这一幕。他们当中有投降的士兵，有王城的百姓，无论是谁，如今已远离了北狄的土地。凤泽没有杀他们，但他却烧掉了王城，烧掉了草场，烧掉了这些北狄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劫掠闻名的北狄人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也会因为失去退路而恐惧。这一场大火不但燃烧在他们眼前，更是深深烙印进他们心底。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何为绝望。第174章死敌。萧图的大军失去了控制。他们本就由北狄8部组成，虽听萧图统帅，却各有将领指挥。如今见着自家草场失火，有不少人情急之下就想撤回扑救。军中战马嘶鸣，人声杂乱，就连将领们连斩数人也无法制止士兵的哗变。就在这时，原城的方向号角吹响，城头灯火次第亮起，如同白昼。大玉的军队涌出城门，如同连绵不绝的浪潮，杀气腾腾。一声呐喊响破天际，杀！大地剧烈抖动，无数马蹄激起迷雾般的烟尘，大玉的军队朝北狄人掩杀过来。萧图早在军队哗变之初，就将只属于自己的6万兵马召集过来。这些人随他征战多年，不会轻易动摇，哪怕亲眼看见草场被烧，也都按住了心中的恐惧，没有惊慌失措。萧图传令，没了草场，我们还有大玉的土地，每杀一人，奖地10亩，斩杀50人以上者，再赏黄金100两。命令所到之处，萎靡的士气为之一振。萧图的命令让他们意识到，就算没了北狄的草场，他们前方还有大片肥美的土地。大玉境内地大物博，比北狄的荒原更能养活他们的子孙后代。打下大玉！有人狂吼。一旦激起千层浪，北狄的军队仿佛找回了主心骨，纷纷调转马头，朝攻来的大玉军队扑杀过去。两股兵马绞杀在一起，喊杀声响彻四野，火光与尘雾遮蔽了头顶的星辰，鲜血流淌，脚下的土地变得松软泥泞。一个北狄骑兵砍下一颗大玉士兵的头颅，挂在腰间。另一名大玉士兵目眦欲裂，顾不得身在重围，持枪向他捅去。北狄骑兵从容躲过，骑在马上挥刀砍下。大玉士兵缩身滚到马蹄下方，一枪刺进马腹，马吃痛，将马背上的人狂甩到地上。北狄骑兵还未翻身站起，就被身后一刀劈成2半。这样的混战随处可见。大玉的骑兵数量不及北狄，但他们的步兵似乎悍不畏死，几人一组集结在一起，缠住北狄的骑兵，以命相拼。战斗已过去大半个时辰，双方都没有后撤的意思。北狄人仗着他们的马匹比大玉的更加高大雄壮，一路横冲直撞，隐隐将大玉的前军撕开一条下隙。这当口，一道哨声忽然响起，哨声尖锐，一长两短，刺人耳膜。就在众人不知这哨声因何而起时，北狄骑兵的马匹乱了。乱的不是全部，只有一小部分，但这数千马匹像是受到极大的惊吓，如同疯了一般，在场中飞奔乱窜，暴蹄狂蹬。这些疯狂的马匹不但扰乱了北狄军队的阵型，更是引得其他马匹也跟着躁动起来。大玉的士兵见状，当即趁乱而上，将无数北狄骑兵斩于马下。萧图纵马避开骚乱，举目四望，火光掩映中，他看到了吹哨之人刘阿火，他的马房房长，一个大玉人。这个胡子拉碴的瘸腿男人站在混战中的一个小土包上，身旁血肉横飞的场景似乎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他拿着竹哨凑在嘴边，一长两短，不停重复。萧图范儿拿起手边的弓箭，瞄准他的脑袋，一箭射去。早在大军出发之前，萧图就命人检查过所有马匹，一路上马匹食用的草料和饮水也都由他指派的专人看管。刘阿火名为马房房长，却已失去实权，再也不能靠近任何一个马厩。萧图以为他将这个大玉人防得很好，他利用他养马的才能，却从未信任过他。然而这样的防备仍然出了纰漏，这无异于一记狠狠的耳光抽在萧图脸上，他难以忍受，恨不能将刘阿火千刀万剐。四周的厮杀淹没了利剑破空的声响，忽明忽暗的光线下，谁也不曾发现一支箭矢急射而来。刘阿火的哨声倏然一断，断掉的还有那支近在咫尺的利剑。挡在刘阿火身前的身影如松柏一般巍然挺拔。数不清的黑甲骑兵从北狄军队的后方涌现，山呼海啸一般的呐喊伴随他们手里的武器，朝北狄人席卷而来。刘阿火正然看着眼前的背影，一声殿下哽在喉中，眼眶发烫。凤泽没有回头，打赢这场仗，一起喝酒。说完，
他握紧手里的长刀，朝前方的萧图走去。10月初3，元成大捷的喜讯传回京城，朝廷内外因北境战事而紧绷的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北敌12万人马，仅剩下1万余人。萧图受了重伤，带兵逃窜至黑山一带。兵部尚书奏道：雍王已率军进了山，只要不出意外，必能斩获萧图首级，全歼北敌残部。大臣们纷纷露出喜悦的神色，唯有皇帝高居玉座之下，神情明暗不定。散朝后，皇帝叫来心腹太监，取出一封密旨交给他。这人800里加急，将密旨送到长公主手中。皇帝叮嘱：切记，密旨只能由长公主亲阅。交代完毕，皇帝又叫来一人，去告诉明贵妃，朕之前吩咐他的事，今日可以办了。御书房外守门的徐太监看着工人来来去去，揣着袖子，对着地上的落叶喃喃自语：这天儿说冷就冷喽。带话的工人来到宁川殿，明贵妃放下手中的花铲，沉吟片刻，方点了点头：本宫知道了。工人道：奴婢就在殿外等候，娘娘若是办妥了，奴婢就去向陛下复命。明贵妃看他一眼，微微叹了口气：陛下这般性急也罢，本宫这就去办。说完，他站起身，拍了拍裙摆，对随侍的宫女道：你去把我床头那个白色的玉瓶拿来。宫女很快将东西送到他手中。明贵妃握着玉瓶，眼底泛起一丝无奈。工人见他迟迟未动，催促：娘娘，时辰不早，陛下还等着呢。明贵妃面上闪过不悦：你既如此着急，不如你去。他如今是这后宫权势最大之人，宫人虽受皇帝之命，却也不敢太过惹恼了他。当下陪笑道：奴婢知错，奴婢这就去殿外候着。明贵妃没理他，径自吩咐宫女：你去请雍王妃，就说本宫想找人一齐，请他过来手谈一句。第175章，女主死了。顾青过来的时候，明贵妃已在廊下摆好棋盘，一旁的红泥小炉上温着一只形状古拙的陶壶，陶壶中冒出的香气不似茶，而似酒。明贵妃见了顾青，浅浅含笑，一时手痒，将雍王妃请来，还请勿怪。顾青拎着裙摆落座：娘娘说哪里话，我在宫中这些日子全赖娘娘照顾，娘娘若是不叫我，我一人也是闲着无趣。明贵妃朝棋盘上做了个请的手势：白子为先，雍王妃请。顾青拈起一枚棋子，笑道：我棋艺不精，若是下得太糟，娘娘莫要取笑。明贵妃与他互落几子，看着盘中布局，微笑不已。雍王妃这手法让我想起一位故人。他不等顾青发问，又道：当年我与郭太妃也曾议过几局，郭太妃棋手大开大合，没想到雍王妃也是这般。顾青听他提起凤泽的母亲，神情微动。实不相瞒，这几步是与殿下一起学来的，想必他的棋艺就是承自母亲。明贵妃仔细看他一眼：雍王也会陪你一棋吗？顾青面上一红，闲暇之余打发时间罢了。明贵妃笑着摇头：我从未想过雍王也有如此闲情逸致之时，若是郭太妃能亲眼瞧见，那该多好。顾青喟然，只求太妃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殿下平安归来。今日正是有一喜讯，想告知于你。明贵妃目注于他，柔声道：元成已大获全胜，雍王正率军追击北敌残部，想来不日就会凯旋。顾青落子的手一颤，棋子落到了别处。当真？他欣然抬头：娘娘没有骗我。明贵妃和蔼道：怎会骗你？今日捷报刚传入京城，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顾青大喜过望，眼中迸出明亮的光彩。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宫？顾青道：殿下归来的时候，我想去城门接他。快了。明贵妃提起炉上的小壶：这是我自己酿的酒，酿酒的方子也是太妃所赠，以往总是我一人独酌，今日难得有你在，就陪我饮上一杯，全当预祝殿下归来。壶中的酒斟入杯中，盈盈一汪，甘香扑鼻。顾青执杯闻了闻酒香，笑道：这酒甚好，改日我出宫之时，还请娘娘将方子赐教。本就是太妃之物，何来赐教一说？明贵妃看着他将杯中的酒饮下，淡淡笑了下，眼中既有伤感又有怀念。可惜旧人已逝，我也帮他做不了什么。话音落处，只听当啷一声，顾青手中的酒杯落地。他惊疑不定地望着明贵妃，想要开口，却捂住喉咙。一缕鲜血沿着他的嘴角淌下，他的脸色煞白如纸。他撑着桌角想要起身，却陡然栽倒下去。明贵妃闭上眼，听着他的身体倒在地上，默默念了声罪过。待到地上的顾青气息渐止，他吩咐宫女去叫人。皇帝派来的工人本就守在殿外，听得召唤，快步跑了过来。他蹲下身，探了探顾青的鼻息，面上一喜：辛苦娘娘，我这就去回禀陛下。目送工人离去，明贵妃慢慢起身，她像是疲惫已极，面上带着深浓的倦意。来人！他下令，雍王妃急症而亡，将她送去侧殿，等候陛下安置。说完，他步进自己的寝殿，掩上房门。他被抵在门上，闭目轻叹。
却听耳边有脚步声徐徐靠近。娘娘不过是奉命而为，何必露出这般神情？副相范平从深垂的帐幔后走了出来，他来到明贵妃身旁，伸手欲碰她的脸颊，却被明贵妃侧手避过。范相自重。明贵妃道。范平放下手，凝视着眼前的女子，叹道：“娘娘还在怪我。”明贵妃扯起一丝嘲讽的笑容：“你我本无交情，何来怪罪一说？但我是元和的父亲。”范平道：“而你是他的母亲。”明贵妃面色微冷，这是在宫中，请范相慎言。范平看着他，眼中不知是怜悯还是别的。我知道娘娘心中有怨，但你当初既然要把她生下来，就该知道有些事情即便瞒得了别人，也瞒不过我。住口！明贵妃喝止他：“我答应与你合作，是为了我的儿子，其余之事休得再提。便是我不提，难道娘娘就能忘了8月15那晚发生的事情？”范平道：“你我都是被奸人所害，我与娘娘从来不是敌人。”明贵妃冷笑：“那你为何这么多年对我母子不闻不问？”范平叹气：“我虽然知道元和是我的儿子，但他是皇子，我岂能随意打扰你们母子的安宁？那你为何现在要提起？”明贵妃道：“我儿生性忠厚，你将他扯入皇储之事，一招不慎就是害了他。我已替他铲除了所有障碍。”范平道：“没了二皇子，他就是皇帝唯一的儿子，这个储君非他莫属。你焉知陛下肯立他？”明贵妃道：“陛下还没老，他还可以有别的儿子。他是还没老，但他这个皇帝也做到头了。”范平笑笑：“你不要害怕，只要按我说的，安抚好咱们的儿子，我不但能够让他做储君，还能让他很快当上皇帝。”明贵妃厌恶而又畏惧地看向他：“那你呢？你殚精竭虑，你有什么好处？”范平拍拍他的肩膀，没有容他躲开：“我的血脉将是大玉的帝王，而我会成为辅佐帝王的良相，还有比这更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吗？”明贵妃皱眉：“你真是个疯子。”娘娘。范平缓缓一笑：“哪怕是为了我们的儿子，我也会尽心守护大玉。难道这不比任何一个人来得更可靠吗？”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这是对所有人的尽忠，你不懂。第176章，大家一起搞皇帝。大玉永兴13年10月初4，后宫传出噩耗，雍王妃急政暴毙，棺木停灵宫中。消息一出，群臣皆惊。因大胜北狄而消散的乌云再次汇聚在众人心中。有人猜过皇帝或许不能容忍雍王久握兵权，但没料到这才刚刚告捷，雍王的家人就出了事。难道皇帝就不怕雍王回朝兴师问罪？还是说皇帝有恃无恐，雍王这一趟恐怕再也不能回来？虽说飞鸟尽，良弓藏，但皇帝展露的这一手实在太过不近人情，朝中人人自危，就连御书房案头的奏本也一时少了许多。顾文敏听说女儿死讯，当场不省人事。雍王府一夜之间挂起白帆，民间非议不止，更有学子发出诗文，直指雍王妃死的蹊跷。宫墙之中地心难测，未握权柄，就连无辜女子也不放过。短短数日，皇帝在民间的威信一落千丈，甚至有能掐会算之人对外宣称江州水患、北狄兵祸，皆因天子无道，方被上天示警。消息越传越烈，街头巷尾流言不断，就连京兆府派出官兵四处巡逻也无法制止。听说此事的皇帝终于在朝会上爆发。京兆府是干什么吃的？他抓起一叠诗文扔到京兆尹脚边。这些诗，这些文章都是哪些人写的？妖言惑众，还不把他们抓起来？京兆尹有口难辩，只能垂着头无声听讯。皇帝痛骂了一通，见他毫无反应，阴恻恻道：“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你心里也瞧不起朕？”京兆尹沉默了一会儿，抬手取下头顶的官帽：“微臣无能，难当重任，愿辞去京兆尹一职。”皇帝蓦地站起来，他盯着京兆尹，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他又慢慢坐了回去。好，他冷冷一笑：“朕就应了你的请求。”他扬声命令金吾卫剥去他的官服，拖到午门外，重责70杖。陛下，有人出列为京兆尹求情，陛下息怒。京兆尹虽言行无状，但罪不至死，陛下将其贬黜即可。70杖可是会要了人命啊！皇帝冷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朕几时需你来教朕做事？”陛下，又是几名大臣出列跪倒：“陛下，忠言逆耳，但良臣难得呀。”皇帝眯起双眼，他冷冷瞧着这几人：“你们也想辞官不成？”陛下，殿内的大臣忽然齐齐跪倒，恳请陛下网开一面，恕京兆尹无罪。皇帝气急反笑，他按住胸口，忍下心中升腾的血气，视线从众人脸上依次扫过，最后停在一人身上。夏尚说：“你为何不跪？”新任户部尚书夏明刚巡查完江州，回京不过2日，他此时立在殿中，清瘦的脸庞面无表情。他缓缓道：“我有一事想请朝廷彻查。”他的自称是我，而非臣，
请的是朝廷，而非陛下。皇帝沉沉开口：何事？夏明从袖中掏出一本折子，我在户部旧账中查到永兴8年，国库有3万两黄金，去向不明。皇帝目光一闪，朝他伸手将折子拿来。夏明未动，他又取出一沓文书，这里有2份画押的文书，分别为废相林肃、原户部尚书隋文远所留。他们称我朝与北狄在4年前开战之时，曾与北狄将领暗中通信，承诺向其提供3万两黄金与10万石粮草。荒唐！皇帝盯着他手里的文书，北狄是我们的敌人，谁敢拿国库的钱财与军中粮草通敌？这话也正是我想问的。夏明道：林肃与隋文远均称此事出自陛下授意，不知陛下为何通敌？此话一出，群臣哗然。皇帝扯扯唇角，悠然而笑：夏尚书，你怕是糊涂了。朕是大玉的皇帝，北狄侵犯大玉疆土，朕为何要与他们相通？因为陛下怕当年做下的事情东窗事发，陛下还怕雍王会跟你一样觊觎你身下的皇位。发话之人从殿外走入，却是幽禁在后宫的于贵妃。于贵妃身着盛装，容貌依旧娇艳，显然精心装扮过，但细看之下，厚厚脂粉遮不住她眼底的青黑与面容的憔悴。她眼中带着一抹轻蔑，看向皇帝：陛下当年给先帝下毒，使先帝缠绵病榻，又趁机以巫蛊之名嫁祸太子，陛下得位不正，难免心虚。于贵妃，你怎么出来了？皇帝喝问。来人！于贵妃来到殿中，昂首轻笑：我来揭穿你这虚伪的面具。他转向朝中重臣，语气冰凉：你们这位皇帝本是中人之姿，比起先太子有云泥之别，但他不甘居于人下，每日念着的就是如何干掉太子，当上皇帝。住口！皇帝喝道：来人！于贵妃疯了，把他给我拖下去。殿内4角的禁卫互望一眼，似有迟疑。陛下，一名御史挺身而出：于贵妃所言干系重大，何不让他说完？混账！皇帝骂道：御史监察百官，难道朕也在你们监察之列？这是朝堂，岂容得一名疯妇胡言乱语？他给先帝用的毒药被我藏了些，放在玉祥宫中，你们若是不信，大可取来一验便知。于贵妃指着皇帝尖声道：他在先帝的病榻前逼先帝传位于他，先帝不肯，他就杀了先帝，拟了伪诏。一派胡言！皇帝怒而起身，额头青筋毕露，禁卫军还不把他拖走？四处的禁卫终于挪动脚步，朝于贵妃拥来。慢着！一个女声响起，这个熟悉的声音令皇帝眉心一跳。只见长公主款款行入众人视野。皇姐！皇帝低喃一声，又惊又疑。他前几日才命人将密旨送出，长公主此时应在北境，而不该出现在京城。皇帝心中陡然一跳，就听长公主道：奉寻谋害先帝一事，我可作为人证。自先帝重病之后，奉寻百般阻挠我们前往探望，后有1日，我设法潜入宫中，却发现先帝已不能起身。恰逢奉寻入殿，先帝命我于帐后躲避，我亲耳听见奉寻强迫先帝传位于他，先帝不肯，奉寻激怒之下用刀刺死了先帝。长公主口口声声叫着皇帝的本名，一字一句如冰冷的利剑一般射往玉座之上。皇帝死死盯住他，口气森寒：朕一向待皇姐不薄，皇姐为何信口雌黄？你说我刺死先帝有何凭据？而你不在北境监军，私回京城，此乃死罪，你可知晓？第177章，叛国之人不配为君。长公主没有理会皇帝的责难，她沉声对众臣道：先帝是否为奉寻为杀，可开灵查验。哈！荒唐！皇帝嘲笑：帝陵已封，谁敢惊动先帝遗骸？皇姐莫不是也得了失心疯？竟然连这种话也说得出口？皇室正统，不容玷污。长公主容色肃穆：先帝在天之灵也正盼着我们为他沉冤昭雪。诸位都是国之重臣，难道竟能容忍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戕害忠良吗？殿中的大臣早在于贵妃出现时便已纷纷站起，他们乍闻这皇室旧案，一时都有些发懵，只恨自己今日为何不称病在家，却来趟这一滩浑水。但无论如何，今天殿中这事如果论不出一个结果，他们所有人都落不到好去。更有聪明人心中忐忑，于贵妃幽闭宫中，按理不该出现在前朝，长公主监军北境，照说也不当回到京城，还有户部尚书夏明突然发难，桩桩件件都直指皇帝不配为君，几人同时发声，怎么看怎么不像巧合。就不知幕后的推手是何人，他心中又有何打算？一片沉默中，皇帝离开御座，慢慢步下御阶。国之储君，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先太子死后，我便是先帝的长子，先帝立我为君乃天经地义之事，我何须逼宫？他冷冷质问。先太子被废，本就是你一手陷害，你唯恐他日太子复出，便一把火烧掉了太子府，让全府上下丧生火场。长公主道出陈年旧事，
太子死后第2日，你便对先帝下了毒手，你有什么脸面自称储君？”皇帝咬牙：“皇姐若无凭据，便莫要在这里血口喷人。”长公主面色冷脸：“你做过的事，你就不敢认吗？”一旁有皇帝一派的大臣接话：“长公主，您既无凭据，与陛下所说的就只是家事，皇族的家事自有宗正司掌管，何必拿到朝堂上吵嚷不休？”家事？长公主一声冷笑：“是啊，对你们来说，先帝与先太子是否死得蹊跷，不过是10几年前的旧事。你们只要能在朝堂上做官，就不会真的在乎上面坐着的人是谁。”大臣被他说得老脸一红。长公主此言差矣，我等忠心为国，岂是贪图权柄之人？忠心为国？长公主反问：“那我问你，若你们的皇帝私通外敌，背叛了这个国家呢？”长公主紧追不舍：“刚才下尚书的话，你没听到吗？那3万两黄金与10万石粮草是谁送给北狄人的？”大臣嗫嚅：“林肃与隋文远已死，文书真伪尚不可论，仅凭下尚书一家之言，难以为证。我见过北狄人给皇帝写的信。”于贵妃声音尖利：“北狄人说他们攻打大狱只是为了钱财，如果皇帝肯给2万两黄金，他们就会撤兵。”于贵妃慎言。大臣道：“你口口声声亲眼所见，敢问书信何在？而且下尚书说的是3万两黄金与10万石粮草，而你说书信中只要了2万两黄金，那多出来的黄金与粮草又是到哪儿去了？自然是给了萧图。”长公主说完，看向面色阴沉的皇帝：“你知道雍王在调查先帝与先太子之事，又担心他首长北军会与你为敌，所以你用钱收买了萧图。你将原该送到邺城的10万石粮草转运给了萧图，让他率领10万大军围攻邺城，骗雍王前往救援。你本想借萧图的手设伏杀掉雍王，却没想到雍王不但没有中计，反而奇袭了北狄的王城，逼得萧图大军不得不回撤。”他从怀中取出一张血迹斑驳的泛黄书信，展示给众人：“这是邺城的李良将军在城破之前留下的遗书。邺城坚守10日，一直不曾收到朝廷支援的粮草，而军中探子却发现北狄的粮草车上全是大狱的标识。邺城一战，全城3万军民几乎被屠杀干净。他们虽丧命于北狄人之手，但他们的死却是因奉寻一人的私欲造成。”他环视群臣，冷声道：“这样的皇帝，你们若敢奉他为君，就不怕来日他的屠刀会落在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头上。”一番话掷地有声，众人近日已见到雍王妃是何下场，再联想皇帝这些年种种所为，曾跟随他多年的林肃、隋文远等亲信先后丧命，备受宠爱的于贵妃与他反目相向，就连素来与皇帝亲厚的长公主也出面指证，而皇帝一派中竟无几人为他出声，可见皇帝早已众叛亲离，不得人心。皇帝面色铁青，他毕竟身居高位多年，机微犹在，当下喝问：“凤生，你口口声声说朕勾结北狄，我只问你，证据何在？难道你们拿着几封死人的书信，靠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测，就想编排于朕？谁说只有死人的书信？”长公主长眉一挑，她取出一纸信函和一个药瓶：“这是你前几日从宫中发出的密旨，上面盖着你的印信。你让我在雍王凯旋之时给他下毒，让他暴毙途中。”他淡淡道：“你4年前杀不了他，4年后你还是不肯放过他。”皇帝终于不再说话，他看着眼前的大臣们，神情各异，有人惊奇，有人鄙夷，有人若有所思，有人义愤填膺。他身上的龙袍似乎对他们失去了威慑，以往不敢正眼瞧他的臣子，此时却直视于他，目中写满唾弃。皇帝忽然笑了：“就算这封密旨是朕发的，朕不过是杀掉一个不听话的臣子，跟勾结北狄有什么关系？”他傲然扫过众人，挺直背脊：“你们可以说朕是暴君，但不能污蔑朕叛国通敌。”长公主轻叹一声：“凤寻，你真当你做的是天衣无缝，连半点证据也没留下吗？”他毫不畏惧地朝皇帝逼近：“你可知你在邺城大战之前亲笔写给萧图的密函，他至今还留着。”第178章，女主来搞下一个。皇帝眼皮骤跳，他在众人面前一贯不苟言笑，一言一行都透着帝王的尊严，但现在那张冰冷的面具头一回在众人眼前裂开。“朕不知道你说的是何物。”他开口。长公主雍容一笑，在群臣期盼的目光下，她再次取出一物，高举在众人眼前。这便是当初奉寻给北狄萧图的回信。他不但对萧图许以重金和粮草，还将邺城的布防图与北军的行军路线统统泄露给他。他朗声道：“此物可在此处由6部共审，评判真假。”此话一出，皇帝不由自主朝后退了一步。他突然冲上去，想要将长公主手中的密函夺下，然而长公主习武多年，压根没容他近身，便轻易躲开。凤寻，他冷笑：“你想毁灭证据？”皇帝握紧双拳，怒目而视：“朕是天子，整个大狱都是朕的。什么叫叛国？
叛朕才是叛国，好一个叛朕才是叛国！长公主不屑地扬扬嘴角，我朝建朝200余年，历代君王无论贤能平庸，都不曾有过通敌叛国的行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若不存，你这个皇帝做给谁看？皇帝还要说话，就见副相范平跃众而出。陛下，范平正色，微臣将与6部共审下上书与长公主交出的证据，倘若查实为真，微臣斗胆，请陛下退位。退位二字一出，殿中群臣尚无反应，皇帝已经暴跳起来。范平，你好大的胆子！他四下环顾，喝令禁卫军来人，将这些乱臣贼子通通拿下。然而禁卫军面面相觑，无一动弹。他们都听得真切，且不论皇帝当初是否杀父篡位，他通敌叛国的罪证已是板上钉钉。这样一个皇帝，若要继续做他们的君王，正如长公主所说，他们这些人随时都要担心自己的项上人头不保。今日已经不需要有人逼他们站队，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就算不能坐实皇帝的罪名，也绝不能让他继续待在皇帝的宝座上。否则一旦出了这个大殿，他们必将迎来皇帝的疯狂报复。皇帝见教不动禁卫，怒火在胸口沸腾，如岩浆翻滚不休。他忽而狂笑起来，状若癫狂。你们只会说朕的不是，那你们呢？他嘶声笑道，一个个道貌岸然，虚情假意，没有朕，你们谁能走到今天的位置？你们是朕的臣子，你们以为换一个皇帝，他就会善待你们？他两眼通红，一把揪住范平的前襟。还有你，当初是谁告诉朕，平庸之人也能做不平庸之事的？是你，是你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煽动朕的野心，让朕起了不该有的心思。陛下总有陛下道理。范平任他拽着自己，纹丝不动。臣不过是慨叹自身际遇，怎知陛下会因此生出不臣之心？皇帝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没想到朕身边养了那么多狗，到头来最会咬人的竟然是你。范平微微皱眉，臣一身荣辱均系于陛下，陛下犯错，难道臣便面上有光？陛下错了便是错了，还请不要一意孤行，悬崖勒马，为时不晚。皇帝大笑出声，他笑着笑着，突然一口鲜血喷出。范平偏头一让，脖子与侧脸仍是沾上了血迹。皇帝呛咳着，松开揪住他衣领的手。你们可……他两眼一翻，朝后倒去。范平一把扶住他，快传御医。御医很快便至。陛下是受了严重刺激，怒火攻心，乃至昏厥。御医脸色沉重，微臣这就为他施针。不过什么？不过陛下这症状已有强弩之象，便是醒来，轻则半身不遂，重则神志不清。怕是……御医没敢把后面的话说完。且先诊治。殿中皇帝一倒，范平俨然成了百官之首。他让人将皇帝扶到一旁，让御医扎针，转身对长公主道：长公主，国不可一日无君，陛下如今这般，便是他恢复如初，恐怕群臣也难以应付。微臣有一策，想请长公主示下。长公主瞧了瞧他，你说，如今陛下的子嗣只得大皇子一人，陛下并未立后，大皇子虽非嫡出，却是长子。范平道：微臣想请陛下容养太极殿，由大皇子继位，不知长公主意下如何？你问我，不如问百官的意思。长公主道。范平微微颔首，面朝众人，朝中国事为重，我欲奏请大皇子继位，不知诸位可有异议？我不同意。群臣尚未发声，一人当先出列。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大皇子凤元和。凤元和穿着工部的朝服，瘦削的脸颊上一派淡然。我父若真的位不正，通敌叛国，我作为他的儿子，有何颜面接任皇位？话音刚落，群臣中有人暗暗点头，这正是症结所在。皇帝的老底已经被人揭穿，又闹出这么大的丑闻，凤元和年纪尚轻，又无建树，如何能够服众？范平面色不悦，大皇子此言差矣，你贵为皇子，身上流的不仅是陛下的血脉，更是承自凤家先祖，何必妄自菲薄？你自公部任职以来，从未出过纰漏，为了赶出江州灵渠图，更是兢兢业业，昼夜不休。如今陛下并无其他子嗣，除了你，还有何人能继此位？他的视线落在凤元和面上，一片殷殷期待之中隐含压迫。他想过朝中或许有人会反对，但这个人不该是凤元和。就在这时，其余大臣也有发声，继位一事兹事体大，范相何不从长计议？如何计议？范平问。皇室中难道还有别的子嗣？除了子嗣，还有兄弟。有大臣道，皇位可以由父亲传给儿子，也可以由兄长传给弟弟。范平挑眉，难道你们想让雍王继位？放眼整个皇室，血脉与先帝最近的两人，一个是大皇子凤元和，另一个就是雍王凤泽。雍王殿下对皇位没兴趣。说这话的人迈入殿门，他甫一出现，所有人都愣住，更有人两眼圆瞪，如同青天白日见了鬼。
你不是死了的雍王妃？有人惊问出声。顾青对他浅笑：大人莫怕，皇帝虽然对我下毒，但我命大，侥幸逃过一劫。他说完又看向范平，我此时过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问一句范副相，你来我大狱多年，可还记得自己是北狄人？第179章何处是故乡？元城东风客栈后院，硝烟散尽之后，天空瓦蓝如洗。小五躺在靠窗的床上，痴痴望着蓝天。他已经换回原来的名字小五，而不是刘阿火。他在战场上受了伤，得卧床静养。自打他能够扮作起身，就找小六要来一面镜子和一把小刀，将脸上的胡子刮得一干二净。如今上半张脸黢黑，下半张脸嫩白。这张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谁也不会拿着来取笑他。他的腿依然瘸着，由于时间过去太久，就算是花南天与花百叶这样厉害的大夫，也不可能让他的腿恢复如初。他们只能用药让他在阴雨天不再麻痹疼痛。忘忧来看望他的时候十分自责，但他对此并不在意。能活下来回到大狱，已是他不敢有的奢望。他在北狄的时候，曾无数次遥望大狱的方向。大狱的天空不像北狄那么高远，大狱的风四季不同，大狱有高桥流水，飞花细柳，有巷陌交错，市井烟火。他以为这一切只能存在于回忆中，没想到还有机会重新感受。昨晚院子里来了许多人，不是成群结队，而是时不时冒出一个，时不时再冒出一个。他们趁着夜色而来，在窗外停留一瞬，又转身离开。小五在睡觉时总是留着3分警惕，哪怕在这个无比安全的院子里，他仍然被陌生的响动惊醒。在听到第一个脚步声靠近时，他全身竖起防备，但他很快发现来人并无恶意。当第2个、第3个、第4个人来过以后，小五默默躺了回去。那样的声息与步伐，除了玄竹，不会再有别人。他们似乎不想惊扰小五，于是小五也就装作不知。但这一整晚，他都在好笑与纳闷中度过，既好笑自己仿佛成了一个稀罕物，惹得人人都来看上一眼，又纳闷他们究竟从何而来。玄竹成员之间并不熟识，除了执行同一任务的搭档，许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别的同袍。就连当初在耶城，要不是因为大家共同走上城头御敌，也没人知晓原来当铺那个抠门的掌柜，西街口那个寒酸的算命先生，还有那些或许曾擦肩而过的路人，竟然都来自玄竹。天明时分，小六的声音在院子里夸张地响起：哎呦我天，这都是哪儿来的？他和17在外面叮铃哐啷折腾了一阵，敲敲窗棂，叫小五开窗。窗户打开，小五愣住。院子里堆了好些东西：酒、茶叶、鲜果、糕点、药材、枕头、香炉、花瓶。一篓子鲜活的螃蟹挤翻了竹篓，吐着泡泡，正在院中满地乱爬。小六还从这堆东西里面翻出了一个小木雕，能看出是只鸟，长得挺肥，像是家养的鸡。他们翻来覆去辨认了半天，终于认出这是一只大雁，因为鸟肚皮上写着一行字：雁还人难归。3人对视一眼，不由都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热了。只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故乡。京城的大殿上，范平龙首入袖，平静道：雍王妃此言何意？我与北狄又有何干系？话音刚落，雍王府的侍卫统领施阳从殿外推了一名男子进来。有眼尖的大臣一眼认出，这名男子正是二皇子凤元泰身边的内侍陈盼。二皇子府烧毁以后，隐约有传闻说这是二皇子的亲信所为，只因现场找到的尸体与活人加起来对不上数，而少掉的这2个人正是陈盼与一名侍妾。范平微不可见的皱皱眉头：雍王妃，你把此人带来作甚？顾清笑，让你主仆2人叙旧。范平面露不悦：雍王妃休得胡言，此人分明是二皇子府上的内侍，几时变成我的仆人？陈盼双臂被富跪在地上，闻言扯起嘴角：范大人好生健忘。他仰头看向范平，目中闪过一丝恨意：我们一心为你效力，你为何要毒杀我们？胡说八道！范平斥责：我与你素无往来，休得胡乱攀扯。陈盼低低笑起来：范大人家中前厅正对的假山下面有一个石洞，打开洞中机关能找到一个石匣，匣中有一份名册，上面是你这些年往朝臣家中安插的探子名录，我是第26名。若说群臣方才还有耐心听他们争辩，此时听到自己家中可能有探子，不论真假与否，俱是背心一凉。有人上前一步，敢问名册何在？顾青递出一份薄册呈给长公主，这是今早根据此人口供从范平家中找到的名册，请长公主过目。长公主接过去信手一翻，随口念出几个名字。有朝臣听得真切，登时面如土色。这几个名字里，有的是宠姬，有的是管事，甚至有一个还是刚纳的继室。刚纳的继室那位凤儿出声：范平你如何解释？侍郎稍安勿躁，范平侧目，有何证据证明这本册子与我有关？哪怕上面有我的笔迹，焉知不是有人故意陷害？
侍郎被堵的喉头一滞，转向顾青：“雍王妃。”顾青抬手朝他做了个安抚的动作，对范平道：“范大人此话差矣，我来时就说过，我在意的是你北狄人的身份，至于你往朝臣家中安插探子之事，自有朝廷查证。”范平冷冷道：“我的户籍上写的清清楚楚，我是沧州令县人，雍王妃若是不信，大可以让人去令县核实。你怎知我没有核实？”顾青淡问：“那你就不该怀疑我是北狄人。”范平愠怒：“我好歹也是堂堂一相，就算你是雍王妃，又怎能随口污蔑我的身世？可我查到的事实是，你并非原籍令县，也非范氏夫妇亲生，你是他们在边境做生意时收养的孤儿。”顾青从容道：“范大人若是心中无鬼，为何从未与人提及此事？”范平目光一寒：“范氏族谱上有我的名字，我是否亲生又如何？难道我还要四处宣扬吗？”范大人此言有理。顾青浅浅一笑：“只是你能在大狱掩盖自己的身世，但你能将北狄王宫里的记载也一并回去吗？”范平脸色骤变。第180章鱼死网破。他看着顾青从袖中抽出一份陈旧的羊皮书卷。众所周知，北狄不产纸张，他们素来都习惯在羊皮上进行书写。范平眼神微变的同时，地上的陈判动了，他突然挣开捆住双臂的绳子，如猛兽一般跳起来扑向范平。范平只觉眼前一花，他的脖子就被人扼住。这一变故发生的太过突然，就连附近的长公主等人都没能及时做出反应。范平的颈骨被陈判捏得咯咯作响，他艰难地出声：“陈判，你疯了！”“我早就疯了。”陈判抵在他耳边，一字一句道：“我跟胡儿为你卖命这么多年，就盼着有一天能获得自由，这是你一开始就答应的，你为什么要骗我们？”范平憋得脸红筋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陈判阴沉的低笑：“听不懂就算了，胡儿死了，我要你给他陪葬。”范平只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他朝旁努力伸出手去，哑声求助：“救我！”顾青却收起手中的羊皮书卷，无动于衷：“范大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作为北狄派来我朝的奸细，我们杀你还来不及，为什么要救你？”范平的眼珠因为憋气和用力向外凸起，他搭上陈判的手腕，试图将他掰开：“你会后悔的。”“后悔什么？”顾青好笑：“我们已拿到你的探子名录，只要按照上面的名单将各家各府的细作找出来，你的谋算就成了一场空。现在的你对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有什么可后悔？”范平紧紧抱着陈判的手臂，使出最后一分力气，用力嘶吼：“我若死了，你们都得死！”顾青挑眉，陈判扼住范平的手指也微微一松。范平得以缓过一口气，他赤红着脸，大声吼道：“殿外埋了火雷！如果我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大殿，火雷就会被我的死尸引爆，到时你们一个也逃不了。”众人闻言心惊肉跳，有几个站在后排的大臣立刻想奔出殿外查看，却见殿门砰的一声在他们眼前关上。殿内的人用力推搡，大门纹丝不动。范平咧嘴笑起来：“你们看，我没有说谎。”顾青眸色微动：“议政殿何等重要，你怎么可能布下火雷？”范平在陈判手中不能转动头颅，只能斜着眼睛瞟向远处的大皇子凤元和。“大皇子，”他柔声道，“你还记不记得前些日子我跟你说议政殿需要修缮，找你借了几个工匠？”凤元和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范平的声音越发柔和：“我让他们把殿外的排水沟重新挖深了些，现在那里面埋的全是火雷。”范平，你果然心怀不轨。发话之人是一直默不作声的长公主。范平呵呵笑了笑：“长公主，我并不想毁掉大狱，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保。你以为你就算出了这个殿门，还能出得了宫城吗？”顾青问：“那就要请雍王妃陪我走一遭了。”范平见众人被火雷所射，重新恢复了镇定：“这里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一人手中，你可以拒绝，也可以让人杀了我，但你要想好，这里站着整个大狱的栋梁，你敢不敢拿他们的性命来换我一个人的？”长公主上前：“你要人跟你一起走可以，我来。”范平摇头，陈判的手已经松开，他摸了摸自己被箍得生疼的喉咙，缓缓开口：“长公主的武艺，范某不敢领教，还是让雍王妃作陪的好。”一时之间，殿中所有的视线都落在范平与顾青二人身上，沉默的气氛四下蔓延。“不行，有禁卫站出来，护不好各位大人是我们失职，怎能让一名弱女子替我们承担？”“正是。”一名老臣越过人群，老朽年迈，对范大人构不成什么威胁。范大人若要人质，不如让老臣来。“不，让我来。”一个身材矮胖的御史拍拍自己的肚子：“我这斤两，你们谁不知晓？除了吃饭和耍嘴皮子，我也没有别的本事。”范平眯眼，他扯起嘴角笑了笑：“诸位视死如归，范某由衷佩服。不过你们不用争抢，除了雍王妃，我谁都不要。”他步到顾青身旁，文质彬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雍王妃，请随我走吧。”施阳正要拔刀，被顾青按住。他看向范平，
范大人10岁来我大狱，习我大狱礼仪，纲常伦理，迄今30余载，你就当真没有后悔过吗？雍王妃此时与我说这些，又有何意？范平不咸不淡道：过去种种，与我不过镜花水月，我无心过去，只看将来。所以，你承认你是北狄的细作？顾青点头。那你就此放弃所有图谋，值得吗？范平微露疑惑，他看了顾青一眼，冷下脸：雍王妃不必多言，请吧。说着，他一把抓向顾青的手臂。比他更快的是施阳的刀，刀光一闪，一只断掌掉在地上。范平捂着自己的断腕，不敢置信地盯着地上的手掌，后知后觉惨叫起来。他的惨叫很快被一声巨响盖过，殿门轰然倒塌，尘土扬起，炽热的天光照耀进来，一袭黑甲的身影踏光而入。凤泽手中长刀斜垂，一溜鲜血沿着锋利的刀刃洒落在地。他如杀神一般步步踏进殿中，眼中的冷冽在触及顾青的刹那雪消冰融。确认顾青无恙后，他才将目光投到范平身上。宫中死士已全部格杀，他沉声道：殿内禁卫听令。四周禁卫正然过后，悉声应是。凤泽刀指范平，将此人拿下。短短5字，声线平淡，禁卫们却如释重负，精神一振。遵命！众人一拥而上，将范平按倒在地。范平挣扎着，咆哮出声：火雷！凤泽微微一笑，低头看他：死士都没了，谁给你点火雷？他唇角扬起一丝凉薄，慢声又道：何况谁说你们埋的是火雷？第181章大结局。范平瞪着他，目眦欲裂。他似乎忘记了断腕处尖锐的疼痛，咧开嘴：雍王好算计，我输给你，不冤。他垂下脸，认命一般，不再说话。凤泽却不肯放过他，他蹲下去，在范平耳边轻声道：你是不是在想，就算你输了，你也在皇室埋下了一颗火种，无论凤元和是否继位，你都不会输得彻底。他恶劣地笑了笑，吐出的话语犹如来自地底的幽鸣。凤元和不是明贵妃的孩子。范平的瞳孔猛地一缩，不过他的确是凤寻的儿子。凤泽淡淡道：他是真正的皇家子嗣，与你这个北狄人毫不相干。凤泽的低语如一记轰雷在范平耳边炸响，他豁然抬头，张嘴欲言，却见凤泽起身对禁卫道：堵住他的嘴，带走。禁卫们绑人堵嘴最有一套，他们很快将范平的嘴堵住，拖着他出了殿门。殿内金砖上留下一道嫣红的血迹，渐远渐淡。凤泽收刀入鞘，握住顾青的手，对长公主道：奸人已除，请皇姐主持大局，我们先告辞了。你站住！长公主叫他：你就这么走了？顾青捏了捏凤泽的手，朝长公主笑着一屈膝：皇姐勿怪，殿下在外征战多日，回来又忙着处理宫中奸细，想必已十分累了，我陪他回府休整，晚些时候再来向皇姐请安。等等！长公主急了：这里诸事未决，你们就撒手不管了？我妻子险些被奸人所害，我要带她回府押京。凤泽神色淡淡：我又不想当皇帝，等你们议完，告诉我结果就是。说完，这夫妻俩当着众人的面就真的这么走了。长公主盯着两人的背影，又好气又好笑，万般情绪终于化作一声长叹。她正色扫过群臣，又看了眼大皇子凤元和，开口：元和，我有话问你。大狱13年10月初9，一个注定令京中所有人难忘的日子。听说长公主在朝会时指认皇帝杀父弑兄，得位不正，后又私通敌国，酿下屠城惨祸。又听说副相范平原为北狄奸细，险些灭群臣于殿中。再听说大皇子凤元和亲口道，其父既非正统，他身为人子，无颜染指地位，只求能留在工部继续为国效力。那谁来当皇帝？有人是急性子，听到一半就开始发问。这事说来就玄乎了。茶馆里八卦的人道：你们还记得15前先太子被废后，府中突然走水，何府上下无一生还吗？我知道，接话之人年岁较长，亲眼目睹过当年那场大火，我还去火场帮忙救过火，可惜啊，一个人也没能救出。您老别忙着唏嘘，那场火说是全烧没了，其实啊，还有一个人活了下来。是谁？就是先太子的儿子，才3岁大的一个娃娃。这消息一出，百姓们无不咂舌。这么小个娃娃是怎么活下来的？不会弄错吧？那可不能，听说是长公主的驸马救了他，后来被雍王殿下带去封地抚养长大。八卦的人绘声绘色，如同亲剑一般比划着道：那个娃娃在北军可了不得，这次打北狄，他还率军出征了呢。那照这意思，咱们的皇帝要换成他，这也在理。他爹就做过太子，要是没当年那一出，人家就是正统的继承人。我还以为那大皇子不当皇帝，要换雍王做呢。嘿，你可别说，人家雍王当着百官的面说了，他对皇位没兴趣，
啧啧。而此时，不管朝内朝外如何闹腾，雍王府中却是一切如常。爹，你先坐会儿。顾青从小厨房端了香喷喷的桂花糕出来。你这样仰着脖子大半天了，不累吗？顾文敏站在海棠树旁，目不转睛盯着树上的女婿，头也不回。就你心大，你夫君身上还有伤，你就让他上树摘果子，这么大一个王府，还缺人干活吗？顾青无奈，他只是早上的时候看到海棠树上的果子红了，随口提了一句想腌海棠果，凤泽就上了树。顾文敏来看女儿的时候，正好见到尊贵的雍王殿下背着竹篓骑在树上，一颗一颗往身后的篓子里扔红彤彤的果子。当然，树上也不只是凤泽一人在忙，院子里好几大棵海棠树呢，几名侍卫在树间窜上窜下。半日过后，所有熟透的果子都被摘光，只留下些外皮还青着的，准备过几日再冻。凤泽背着满满一篓海棠果下了树，顾青用凉水浸透棉帕，明干递过去。凤泽没有动，只朝他微微仰了仰下巴。顾青忍了笑，拿着湿帕替他擦去颈上的汗水，又换了一块帕子将他的脸一并擦净。顾文敏吃着桂花糕，喝着荔枝饮，没大好意思往女儿女婿这头看。他过去担心这两人貌合神离，如今却嫌他俩太腻歪，尤其是女婿会不会把女儿宠得太狠了些。黄姐派人来叫了3回，咱们当真不去宫里见他。他听到女儿在问女婿，不去。凤泽将背篓交给侍卫，你在宫里还没待够，我让人收拾了郊外的别院，那边可以打猎，还有温泉，咱们今天下午就启程。说着又看了这边的岳父一眼，岳父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就不去了。顾文敏摆手，礼部最近正忙，新君的人选一定，礼部就要开始筹备各种继位事宜，就他今日过来，还是上司看在他是雍王妃父亲的份上，特地准的假。顾青诈死之前，特地让人给他送过消息，他心里虽然知道这是一场局，但是关女儿性命，又关乎皇家大事，总是不能完全放心。如今亲眼见到这夫妻2人活蹦乱跳，老父亲心里的大石总算落了地。对了，新君什么时候到京？顾文敏揣着好奇问了句。听说那个本名凤天磊，化名于洛的少年并未随凤泽返回，他还留在北境收拾残局，想必这是凤泽故意留给他在军中立威的机会。那个少年由凤泽一手养大，顾文敏只求他能记着凤泽对他的好，日后不会再发生君臣相残的惨剧。养儿一时，操心一世，老父亲的担心自然不会拿出来说给女儿女婿，让他们烦心。他眼下更多是好奇，也是源自礼部上司的暗示，让他打听打听新君的喜好，省得仪程上出什么岔子，不讨新君欢喜。他已经到了。凤泽回答。先太子的府邸自当年烧毁之后，早已夷为一片平地。于洛独自站在一片荒草之中。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年纪尚幼，记忆里几乎寻不出任何熟悉的景象。他只记得在这片荒草之下有一个无人知晓的石室，他差一点就和长公主驸马饿死在里面，是郭太妃把他们救了出来，再把他交到还很年少的小叔叔手上。才13岁的小叔叔面无表情，看上去冷冰冰的，他的手却很暖。小叔叔牵着他从京城到北地，教他念书识字，拳脚武艺。秋日的阳光照在于洛脸上，他忽然很想念他们在北地的日子。也许从他踏入京城的那一刻起，他的身边就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不在乎。他曾被许多人用性命保护，如今换作他来保护他们。哒哒的马蹄声在他身后停下，于洛回头，却见凤泽与顾青坐在马上，他们望着他，如同望着一个归家的游子。凤泽略带嫌弃地看了眼于洛风尘仆仆的样子，开口：“打猎去。”于洛怔了下，随后笑了起来。好。少年笑出一口白牙，黑亮的双眸熠熠生辉。而在遥远的宫墙之中，长公主正对着厚厚一沓折子犯愁。不是说人已经进城了吗？怎么还没到？陪在一旁的谢飞白望着窗外笑了笑，为妻子添了半杯茶，大概还有一阵吧。他们走了那么久那么远的路，一切不过是为了归来。只要还能归来，就没什么好急的，不是吗？正文完，正文结束，剩下会有几个小番外，有主角也有配角的。感谢一直看下来的小伙伴们，你们的评论给了我写完的动力。这不是一篇爽文，所以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没啥人看的心理准备，但结果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真的很感谢你们对我的包容和支持。下一本会开一个修真背景下的轻松文，但以我的尿性，大概写着写着又会涉及苍生吧，人就是这么不知足。总之我会继续努力的，默默在心中拥抱一下大家。第182章番外一驸马 X 长公主上。谢飞白初入京城的时候只有16岁，翩翩少年，风姿朗月。若只是容貌出色也就罢了，偏偏他才12岁的时候就已经考上了秀才。他的老师特意压着让他在原籍多读了几年书，在他16岁时特意修书一封，推荐他到京城的寒山书院就读。临行前，老师语重心长告诉他，我拦着不让你参加后面的考试，不是因为你的学问不如他们，
而是你的年纪太轻，会试过后一旦受关，你要面对的就不是书上的经史子集，而是真正的人心。老实说，他虽然天资聪颖，但前面10几年太过顺遂，有许多道理虽然讲得比谁都头头是道，但未曾真正体验，不过纸上谈兵而已。对于老师的评价，谢飞白虚心接受，却又不是那么在意。年少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即便现在不能，将来也一定可以。他长得好看，待人又和气，与熟识不熟识的人都能聊上几句。刚入寒山书院的时候，很得同窗们的喜爱。他并没有刻意显露过锋芒，只是每次月考，他的成绩总在前列。渐渐的，一些人看他的眼神就多了几分复杂。这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真心盼着你好，尤其是当他们和你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谢飞白知道背后有人对他指指点点，打着一副知之甚深的旗号，时不时的冒出几句酸话，说他恃才自傲，华而不实。对此，谢飞白不以为意。他的确是几分傲气在的，与人结交也并不全是出于真心，很多时候不过是懒得费劲而说些场面话，和善的表象下更多是冷淡和敷衍。直到有一回，一个世家少爷把他房间里的书拿去扔进了池塘。这个时候的书都是极为金贵之物，尤其里面还有不少是谢飞白的老师赠给他的绝本，上面写着老师多年来的心血批注。看着撕碎的书页飘在水上，谢飞白转身就把罪魁祸首按在地上痛揍了一通。那个少爷随身带着2名立大榜员的童仆，见自家少爷挨揍，拳脚如雨点般落到谢飞白身上。然而谢飞白始终没有放开身下的人。那天那个少爷被揍得头破血流，他也被打得险些没命。能捡回一条命，是因为从旁有人路过。一身男装打扮的小姑娘惊讶地看着他们，原来书院里可以打架。小姑娘瞧上去正是及笄的年纪，生得雪肤花貌，就是身上的男装粗糙了些，只是寻常的青布棉袍。童仆不认识她，恶声恶气叫她滚。面对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男人，小姑娘笑了，接着她就将童仆踢飞了出去。世家少爷被谢飞白狠狠压住，一边挣扎一边睁大血呼哧拉的双眼，嘴里含糊不清的喊公公。小姑娘娇娇软软的站在这2个少年身旁，仔细看了看2人缠斗的姿势，对谢飞白说，你按的地方不对，整蛊这里容易把人弄死，我教你一个不出血但是能让人疼的法子。说完，他就拿剩下一个童仆做了示范。谢飞白那时被打得有些脑子发懵，他没太听清小姑娘说了些什么，只知道这场架似乎打完了，而他还活着。他脚步蹒跚地走到池塘边，想要下水把泡烂的书本捡回来。小姑娘拽住他，你干嘛？谢飞白挥开他的手，踩入水中。幸好这个池塘才掏过泥，雨水不深。他闷着头将那些书页一张张从泥水中捡起来，等他走回岸上的时候，整个人如同在泥里滚了一圈。什么玉树临风，钟灵毓秀，此时换做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绝对无法将他和这些形容联系起来。小姑娘一直站在岸边，她大概无法从这张鼻青脸肿的面孔上看出什么端倪，只能好心劝慰，书没了还可以再买，你可千万别想不开。谢飞白没有理他，他抱着那堆泥泞破败的书页从他面前走开。喂，书院的学生这么没有礼貌吗？小姑娘在他身后喊。谢飞白脚下停了停，多谢。他的嘴唇蠕动了2下，也不管身后的人有没有听清，径自走掉。那日之后，他以为世家少爷会继续找他麻烦，却听说对方退了学。不久，书院中有了新的规定，学子不得带童仆进入书院，据说是皇帝为了让子女们学会自力更生，不许他们带侍从进书院。既然皇家的子女都只能独自进出，那么其他人家更是不敢逾矩。谢飞白再次见到小姑娘是在新一批学子的入学礼上。小姑娘穿着一身弹色的女学子服，俏生生地站在一群少男少女中。有风吹过，小姑娘额前的刘海被拂乱，她极快地用手抹了下，垂头继续聆听山长教诲。她看上去极乖巧，半点没有那日揍人的凶悍，一看就是潜心求学的模样。但谢飞白很快发现自己想错了，这个小姑娘回月考都挂在榜尾，若不是因为她的身份特别，恐怕山长早就将她劝退。小姑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凤生。每次看到这2个字，谢飞白就像看到月光照耀下徐徐开放的凤凰花。而这个姓氏也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她是皇家的子女。书院的学生以成绩分班，凤生与谢飞白自然不可能产生什么交集。山长对谢飞白的赏识也让他的课业日渐繁重，他很快淡忘了这位小姑娘的存在，陷入没日没夜的研学中。在书院就读1年以后，他有幸随山长南下游历，在回来的时候恰逢月考放榜，榜上那位小姑娘的名字依旧落在末尾。不同的是，他第一次在榜前遇见了小姑娘。小姑娘站在榜下，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名字，笑眯眯道：善始善终。谢飞白听到这话，心里不知为何突地一跳。在转手时，小姑娘已经走远。这一晚回到自己的房舍，谢飞白破天荒的没有继续看书。
他靠着窗框望着天上的皎月，想起回来的路上听到的一桩喜事：皇女凤声自幼与光禄大夫之子定亲，将于下月出嫁。第183章番外一。驸马 X 长公主下。谢飞白以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凤声的消息，但只过了1个月，书院中就有好事者传言，皇女这回没嫁成，因为她的未婚夫死了。说来也是那位倒霉，由于喜事相近，他被有人邀去喝酒庆贺，偏生那晚回家途中突发暴雨，准驸马喝了酒，掐在兴头上，又仗着自己骑术好，一路狂奔，结果不幸摔下道边的沟渠。等后面的仆从跟上发现的时候，准驸马已经一命呜呼。至于是摔死的还是淹死的，坊间各有争论，唯一相似的观点是皇家子女的命太硬，一般人抗不住。凤声克夫的名声不胫而走，一向温和的天子闻之大怒，连贬带斥了好几个大臣，那些风言风语才消停下来。凤声之后并未回到书院。谢飞白再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景德30年，这年春天他过了会试，被凤声的父皇点为探花。崇政殿上性情柔和的帝王笑道：今日时乃双喜临门，朕不但收获了一批有才之士，朕的爱女也在今日出嫁。说着，皇帝让人赐酒给殿上众人，此酒既贺诸君，也贺朕之爱女。众人自是山呼万岁，称颂不已。谢飞白举杯就唇，扑鼻的桂花香袭来，香气太过浓烈，他微微皱眉，沾唇便罢。此后数年，他在翰林院中曾被人挤兑，也曾御前行走。帝王老去的同时，是皇子们的日渐成熟，成熟的不只有年纪，还有野心。而帝王的温柔在此时成为了一把刺向他自己的利剑。在这位父亲看来，自己的子女都是极好的，哪怕朝堂中已经暗潮涌动，他依然被父慈子孝的表象蒙在鼓中。谢飞白在明示暗示了几次之后，不得不承认有些事非人力可为。他本性并不是一个古道热肠之人，慢慢的他开始冷眼旁观。当皇子们陷入权力的漩涡时，皇帝最宠爱的女儿也在御史的奏折中频繁出现。这位公主嫁为人妇后，行径变得极为放纵，她骄奢驰靡，挥霍无度，更是被御史逮到在秦楼楚馆出入。面对这样的奏状，驸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致歉。久而久之，连京中的百姓都知道，驸马对公主诸多呵护，却因人微言轻，不得公主喜爱。谢飞白曾在街头见过凤声，有一段时间，凤声总是在日暮时分从城外打猎而归。已经出嫁的姑娘并未梳妇人头，她长发高挽，着一身明艳的旗装，带着仆从呼啸而过。夕阳照在她脸上，她眼中盛满降落未落的暮色。再后来，皇帝的身体渐渐衰败，对于儿女，他再也管不了许多，任凭那些进谏的折子堆满案头。谢飞白29岁那年，他又一次听到有关凤声的大事。凤声的驸马死了，据说死得极不光彩，但这件事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因为比起太子被废，一个驸马的死亡根本算不得什么。在那之后过了月余，病弱的皇帝将公主宣召进宫，父女两人不知发生了什么分歧，凤声摔门而出。门外，谢飞白正拿着奏章等候皇帝召见，他依着朝臣的礼数朝凤声行了一礼，凤声没有理会。这个骄傲的姑娘冷着脸，眸中如同下了一场霜雪。谢飞白侧身让过她，揣着奏章走进门去。当晚，翰林院几位同僚相约饮酒，谢飞白也在其中。几杯美酒下肚，有消息灵通的包打听就开了口：你们知道今天陛下为什么不高兴吗？旁人自是附议着问：为什么呀？嘿，有人想求娶公主。哪位公主？就是新寡的那个。包打听朝同僚挤挤眼，怕他们想不到，又补了句：今儿个进宫的那位。话音方落，几人都露出微妙的神情。谁这么大胆子，敢求娶那位？包打听说出一个人名，这人谢飞白有印象，他家与皇帝的二儿子凤寻走得很近。哎呦，他还真敢想啊！同僚摇头，不说那位刚死了丈夫，就是她丈夫的死，也是一桩无头悬案，她就不怕做了新驸马，也跟着。几个男人互视一眼，不约而同发出古怪的笑声。那陛下同意了吗？有人问。不清楚。包打听捅捅谢飞白的胳膊，听说你今天去御书房的时候，正好撞见公主与陛下吵架，有没有听到些什么？谢飞白手里的酒杯被他撞得一晃，杯中的酒液洒出杯沿，湿了衣袖。没有。他起身失陪一下，收拾干净衣裳回来。他没有进屋，站在楼边凭栏远眺。栏外车水马龙，灯火旖旎，有人打马自楼下经过，少年们穿着鲜亮的衣衫，结伴嬉闹。谢飞白突然想起，已到春末时节。2日后，谢飞白觐见皇帝。他进御书房不到半个时辰，皇帝将其怒斥而出，当众责罚20几杖。皮开肉绽的谢飞白被抬回家，青竹巷中的谢宅一夕之间门庭冷落。一个无星无月的夜晚，有人踏入他的庭院。为什么想娶我？新寡的公主一身红裙，站在床前问他。
谢飞白趴在床上，他伤得很重，无法起身，只能侧过脸来。公主有心上人吗？他问。凤声拧眉。谢飞白盯着他面上的神情，笑笑又道：公主嫁给我，总比嫁给二皇子的人强。凤声沉默片刻，我可以不嫁人。公主不想嫁，难道就真的可以不嫁？谢飞白追问。公主可知陛下如今的身体如何？万一他有个好歹，朝中大事会由谁掌控？凤声愠怒，大胆！望议陛下，你不要命了？我不想死。谢飞白道，我只是想遂了陛下的心愿，护住公主。凤声美目一闪，父皇的心愿？公主以为陛下为何要在此时为公主论亲？谢飞白平静道，他恐怕也担心自己时日无多，想为公主寻求一个好归宿。皇帝是个好父亲，可惜识人不明，他总是在亲近之人身上犯错，他以为自己给子女的都是最适合他们的，到头来却讨不着一声感谢。凤声抬起下巴，父皇已经拒绝了你，有才又如何？娶了公主就注定要远离朝堂，只有家族底蕴深厚之人才是皇帝理想的驸马人选。谢飞白坦然一笑，只要公主不拒绝就行。他生的俊逸，笑起来如清风拂面。凤声只看他一眼，就将目光收回。我不想嫁你。他冷漠开口，你想护我也罢，还是有其他企图也罢，我来是想告诉你，不用白费心思，安心做你的翰林学士，别让我坏了你的前程。说完，他转身走掉。凤声来得快，去得也快，谢家院落转眼就恢复沉寂。谢飞白趴在那里，盯着桌上的蜡烛，久久未动，直到人影一闪，年少的雍王出现在他眼前。你没说他会来。谢飞白低声开口。少年平淡地看他一眼，你还想娶她吗？自然。少年点点头，我知道了。他浑然不把他当伤员，在床边坐下。现在来说后面的计划。这一晚，谢飞白与凤泽正式结盟。不知凤泽用了什么手段，当皇帝终于点头同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谢飞白后，凤声再次找上门来。谢飞白，他叫着他的名字，你娶我到底为了什么？我心悦公主。谢飞白道。凤声大笑出声，这些年他很少这样笑过，哪怕这次是出于嘲讽，也笑得他眼角渗出了泪花。心悦我的人有很多。凤声道，你算什么？谢飞白望着那张骄傲而倔强的脸，如果公主不信，就当我是攀龙附凤，贪图富贵吧。最好这样。凤声冷眼看他，你若听话，我会好好养着你；你若敢有别的心思，我劝你就此作罢。谢飞白微微笑起来，遵命。他在他眼前再一次毫不留恋地离去。谢飞白望着他的背影，笑容慢慢延伸至眼底。他的生生经历了那么多，竟然还会单纯地相信别人。既然他认下他这个驸马，那他这一辈子都别想再甩开他。第184章番外2。不可言说，凤泽 X 顾青。凤泽回北地整顿军务的日子，顾青也没闲着。天气已开春，秦州的钱三娘来信告知，庄子里收获的第一批药材已经运去厚朴堂在元城的分店。半年以来，两人时有通信，关系越发熟稔。钱三娘在信中热情邀请他去秦州的钱氏药庄看看。顾青原就打算近些日子动身去元城，如今收到旧友的邀约，自是欣然回信，答应在路过秦州时与钱三娘聚一聚。他将府里的事务做了一番交代，轻车简从，直往北地而去。到达秦州时，因着此地靠北，京城的春山难抵傍晚寒风，顾青在外面加了一件披风，这才下了马车。只一眼就看见钱三娘抱着手炉立在约定的地方，对他笑脸相迎。我的财神娘子。钱三娘亲亲热热将手炉递给他，一年不见，你的气色越发好了。他的欢喜从眼底冒出来，可见是打心眼里高兴见他。钱三娘挽住他的胳膊，领着他上了自家马车。今日天色已晚，咱们先在城中住一宿，为你接风，明日再去药庄。他一心要尽地主之谊，顾青知他为人豪爽，便未推辞，只由得他去安排。待到下了马车，顾青方才一怔，眼前雕梁画栋，景象极为熟悉，正是他上次来秦州时，钱三娘招待过他的紫玉楼。依旧一顶轻纱软轿将女客迎入楼中，只是这回去的不是水上楼阁，而是一处清雅小院。正厅里烧着地笼，暖如春阳。顾青将披风交给随行的侍女，对钱三娘道：你几时换了口味？钱三娘素好华美绮丽之物，上次的水上楼阁极尽奢靡之风，而今日这座小院却处处透着古朴雅致。这不是要招待你吗？钱三娘请他入座，接到你的来信，我就提前定下了这个院子。你放心，能进这个院子的都是风雅之人，我给他们打过招呼，没人敢再向你递帕子。说完，他先笑了。顾青无奈地看他笑得花枝乱颤，举茶遥遥一敬，多谢钱三娘手下留情。钱三娘眼唇眉眼间带着几分调侃，你可知道，上次那位可是紫玉楼的魁首，自从被你拒绝以后，郁郁不乐了好几日，这楼里的人啊，
都在打听到底是哪家的女子有如此定力，竟连魁首的邀约也不放在心上。顾青正襟危坐，淡淡一笑，心有所属罢了。哟，钱三娘顿时来了兴致，你且说说，你心有所属的是你的夫君，还是另有其人啊？顾青嗔怪地看他一眼，三娘明知故问，我知道什么？钱三娘抿着红唇轻笑，我一位见过你的夫君，二位听你详细讲过，除了知道他是开镖局的，别的什么也不清楚。我心仪的自然是我的夫君。顾青道，待他日有暇，再与三娘叙说。此处人多耳杂，毕竟不是谈家事的地方。钱三娘听弦之音，也不强求，另找了话题与他细聊。去年元城那场仗，听说你们后埔唐网军营送了不少药。每次打仗，朝廷的医药局都会向各家药行低价采购，就是不送药，也赚不了几个钱。顾青道，我只是赶在朝廷下令之前讨个好名声罢了，那也是好大一笔银子。钱三娘叹息的样子，仿佛用的是自家银钱。顾青好笑，你们药庄不也多给了我好些货？我听陈管事说他要补钱给你，你却不收。钱三娘先手一挥，我从你这赚了不少，那点货当是天头。三娘高义，顾青举杯敬你。你又拿茶糊弄我。钱三娘挑眉，来人，给顾东家把酒满上。说着便命侍者前去顾青座前倒酒。顾青还未开口，就听门外有人道，我来侍奉夫人。话音落处，一个挺拔的身影出现在门口。钱三娘抬眼望去，不由一惊。来人身着窄袖狐衣，黑色及带勾勒出紧致腰身，一双笔直长腿，足蹬黑靴，利落齐整。他全身上下具着玄墨之色，一双眼深如幽潭，却在看向顾青时微芒闪动。钱三娘从未在紫玉楼见过此人，若是见过，她断然不会没有印象。她当即起身，你是何人？来人轻轻扬唇，望着顾青道，夫人可愿让我侍奉？顾青对上他的视线，喉间不觉轻咽。他自认今晚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可是触及他的眼神，仍然有种莫名的心虚。他轻咳一声，转向钱三娘，这位是夫人。一杯酒放到他案上，晴州天寒，不妨喝些酒暖身。顾青坐直身子，克制自己不要瞪他，耳根却微热。平日里让少喝酒的是他，如今劝酒的也是他。他索性端起酒，敬向钱三娘，既然酒已满上，三娘我先干为敬。酒液入喉，温润绵甜，不得不说紫玉楼果然是招待女客的地方，连酒也备得恰到好处。顾青轻抚杯沿，看向跪坐在侧的男人，他忽而扬唇将杯子推过去，再满上。钱三娘与他干了这杯酒，本想说话，见他这般举止，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印象中的顾青不会与陌生男子如此亲密，哪怕来人连他也忍不住多瞧两眼，但顾青显然不是轻浮好色之人。他正揣测这二人是何关系，就见顾青握住男人的手，在他耳边低低说了一句话。他听不见他说的什么，却见男人的神情微动，他从顾青手中接过酒杯，重新满上。这一回男人亲自举杯敬向钱三娘，我家夫人有劳钱东家照顾，在此谢过。钱三娘微微张嘴，眼前这位竟然就是顾青的夫君，难怪他是旁人如无物。钱三娘既是惊奇又是了然，免不了还有一丝艳羡。顾东家，他对着顾青扬嗔，你把你家夫君藏得可真紧啊，这般出色的男人怕是天底下找不出几个。虽说这人的气势有些凌厉，但他在顾青面前却又像高山的冰雪融化了几分，说是春水也不为过。钱三娘饮下一杯酒，甚是唏嘘，若早说你的夫君会来，我就不带你到我这儿了。虽说他请人来这儿只是为了吃饭，但任何一个男人知道妻子来这种地方，想必都会心生不满。顾青的夫君面上不显，谁知他心里会不会暗生下戏。顾青笑着看他，我夫君最是信任我不过，三娘无需如此。说完又问凤泽，你几时来的？半个时辰前入的城。凤泽道，本想在外面等你，但他们已有2个月未见，既然进来就能看到他，他又为何要等？顾青不消他多说，便已明白他话中未尽之意。他垂眼看着两人在按下交握的手掌，抿唇笑笑，勾住他的手指。宴席过后，钱三娘忙不迭地催人快走，你们别在我眼前杵着了。他做事拿帕子捂眼，对顾青道，明日一早我再去客栈寻你。说完又咯咯一笑，附在顾青耳边低声问，要不明日我下午再来。他向来荤素不忌，顾青白他一眼，轻轻把人推开，再取笑我，明日我就不去药庄，跟我的夫君回家去。钱三娘指指他，这脾气越来越大，也不知是谁给惯的。他将人利索打发走，望着那两人相携而去的身影，又感慨地笑着摇摇头。他再也不信顾青的夫君是走镖的，那身气度就是开18个镖局也顶不上。顾青出去的时候没再做沙教，他任凭凤泽牵着他的手慢慢行在月下。你怎么知道我来了秦州？他轻声问。你出发没多久，家里的信音就到了。凤泽如实回答。
顾青扬眉，我还打算给你一个惊喜。我吩咐过师阳，一切以你的安危为重。别看顾青出行时没带几个人，但这一路上随时有乔装的侍卫暗中保护，他的行踪更是会及时送到凤泽那里。顾青笑着叹气，如今天下太平，有什么好担心的？是我想赶快见到你。凤泽抚过他的侧脸，我离开京城的时候，京城还在下雪，如今已是春暖花开。顾青朝他靠近了些，现在不就见到了？凤泽凝视着他带笑的双眼，转头看向前方。只是刚一进城就听说你又来寻欢作乐。胡说！顾青伸手去捏他的耳垂，人家只是请我吃饭。那我把夫人侍奉的可好？凤泽语气清幽。他们已走出紫玉楼的大门，外面的街上行人寥寥，只有摇曳的烛火照在彼此身上。顾青咬唇轻笑，尚可。他拖着凤泽继续朝前走。我上次来秦州的时候，正好遇上这里办灯会，比今晚热闹多了。你若想看，等去了元城，我给你办一个。顾青失笑。凤泽，他在有些时候总喜欢连名带姓叫他。你猜我上次看灯的时候在想什么？凤泽停下脚步，他将顾青拉回身前，环住他的腰，在想什么？顾青朝前倾身，将额头抵在他的胸口。我在想，秦州再热闹，和京城始终是不同的。他闭上眼，微微扬唇。现在我明白是为什么了。凤泽轻抚他的背脊，低声问：为什么？因为没有你，所以再热闹的地方也会让人觉得冷清，而在冷清的地方也会因为有你而热闹非凡。一丝冰凉落在颈后，顾青抬头，却见漫天白雪纷纷落下。下雪了。他惊喜地用手接住飘落的雪花，捧到凤泽眼前。你看，你说你走的时候还在下雪，现在我们在一起了，雪还没有停。凤泽盯着他晶亮的双眼，摸摸他的头，俯身将他未尽的话堵了回去。蜜雪霏霏，万物尽染，时光如花一般盛放。第185章番外3。往事不可追。大事落定以后，顾青去见了回明贵妃。秋日晴好，宁川殿的院子里摆着一排竹筛，上面晒着金黄的桂花。明贵妃带着宫女正将晒干的桂花装进沙袋。她见顾青进门，眼底浮现笑意。日头这样晒，怎么不在家里歇着？一边说，一边带她到凉亭坐下。亭中煮了茶，馥郁清香。我来向娘娘致谢。顾青将带来的点心放在桌上。前些日子多亏娘娘照应，我听殿下说娘娘喜欢马蹄糕，就试着做了些。明贵妃打开食盒盒盖，见晶莹剔透的马蹄糕如花瓣一般，里面嵌着雪白的马蹄果肉，当即笑了。殿下竟还记得这个。他命人去取分食的碟子，又亲手为顾青倒茶。本该请你去殿内坐坐，但如今里面正收拾东西，到处乱糟糟的，咱们且在这儿喝茶赏景，等下次再见，怕就是在宫外了。顾青知道他已征得监国长公主准允，即将搬去宫外与儿子同住，心中为他欢喜，笑道：娘娘去了宫外，可比现在自由多了。是啊，明贵妃轻笑，当年在皇子府的时候，我还能去外面走动，后来进了宫就再没出去过。就连凤寻最宠爱的于贵妃，10多年来也只出宫过2回，一回是其父过世，一回是儿子凤元泰烧成重伤。明贵妃环视周遭华美的殿宇，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许久没去外面，也不知京城变成了什么模样。听说迎香阁从黑水街搬到了永宁坊，他家的梨花酥酪不知还是不是原来的口味。他看了眼顾青，又笑：我第一次吃他家的点心，还是郭太妃指使殿下去买的。郭太妃武将出身，先帝又不怎么拘着她，她时常带着年幼的凤泽偷偷出宫。有一回，明贵妃就在街上与他碰个正着。那时明贵妃刚被指给凤寻作为侧妃，还有2个月就要出嫁。待嫁的少女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烦乱心事，于是那日她乔装打扮，独自溜出家门，想去外面散心。路过迎香阁时，见外面排着许多客人，她一时来了兴致，也想买些点心尝尝。娇小的贵女夹在人群当中，冷不防被后面的汉子一挤，险些摔倒。是郭太妃扶住了她。明贵妃在进宫谢恩时曾与她见过面，当场吓得不行。她是要嫁给皇子的人，如今跟一群市井百姓挤在一起，若被宫里的人瞧见，不说她品行不端，也要扣她一个没规矩的帽子。郭太妃把她提出人群，顺手将身边带着的小娃娃塞到她排队的位置。明贵妃这才认出那个小娃娃是小皇子凤泽。郭太妃问了句明贵妃想买什么点心，又对儿子交代了几句，就带着他去路边等候。明贵妃骚得不敢抬头，却听郭太妃毫不在意的笑笑：这家点心不错，我时常带儿子来买。那日明贵妃不但吃到了糕点，还被郭太妃带着喝了顿茶，听了场戏。临分别前，郭太妃像带孩子似的拍拍小姑娘的脑袋，日后若有想吃的，千万别亏待自己的肚子。皇家的规矩总是很多，凤寻作为2皇子，处处不愿落在兄长的后面，对府中人的要求更是严苛。明贵妃嫁过去后，处处谨小慎微，但不管什么时候，她都记得郭太妃的叮嘱，
再累再辛苦也不会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跟他同时进府的还有另一名侧妃，就是后来的于贵妃。于贵妃生得貌美，兄长隋文远又深得凤寻倚重，很快便得了凤寻欢心。明贵妃无意与他争宠，偏生他这父之进退懂礼数的性子也颇合凤寻的心意。每每于贵妃与凤寻闹了脾气，凤寻就会来明贵妃这里歇下。久而久之，于贵妃就是明贵妃为眼中钉，暗中给他使过不少绊子。明贵妃并不把他的小打小闹放在心上，直到景德29年的8月15，先帝于天明池设中秋宴，与民同乐。当他晕晕乎乎被侍女扶进一个小房间时，本能的感到不对。他并未饮多少酒，却整个人都软得厉害。侍女将他扶到床上，二话不说就开始解他的衣衫。他又惊又怒，想把人推开，却浑身无力。主子别怪我，侍女颤抖着说，我也是没办法。明贵妃立刻猜到后面会发生什么，她没空因为侍女的背叛而伤心，她更害怕接下来的事情，那会将她和她身后的家族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就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侍女让人打晕，动手的人是郭太妃。看着微弱月光下出现的那张脸，明贵妃泪盈于睫。郭太妃将她扛起来带走，她很快解了她中的迷药，让她重新收拾一番，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回到酒宴。半道上就见于贵妃陪着他们的夫君凤寻行来。于贵妃见到他，脸色蓦然一变。听到凤寻说他要带于贵妃去湖心亭吹风醒酒，明贵妃心里的猜测顿时落到实处。湖心亭离他被带入的房间不远，若他们当真去了那里，房里的动静逃不过他们的耳朵。见到明贵妃归来，于贵妃像是忽然没了醉意，拉着凤寻要去另一处高楼赏月。明贵妃笑了笑，没有掺和他俩，径自去了别处歇息。他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大善人，转身就命人去了那处房间查探究竟。去的人正好撞见背叛他的侍女跌跌撞撞夺门而出，而房中有一男子酣睡未醒。明贵妃得了消息，当即叫人处理了侍女。筵宴过后，众人听说有人失足落水死了，却无人知晓之前发生了什么。唯一清楚来龙去脉的或许只有郭太妃，但她听说消息后，只在临走时无声看了他一眼。明贵妃默默低头，她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却害怕看到郭太妃失望的眼神。那晚回去以后，她发现自己掉了一只珠钗，但这算不得多么要紧的事，她早已想好解释的理由。她曾叫人暗中调查那晚出现在房中的男子，发现他竟是凤寻的僚属，名叫范平。范平也是被人下了药，才进了那间屋子。明贵妃想起郭太妃临走时的那一眼，决定少沾一条人命，于是将此事接过，再不提及。没想到多年以后，范平竟然会将珠钗的图样画下，送到他手里。看着那张图和下面的日期，明贵妃讽刺地笑了。这是危险，也是试探。大皇子凤元和生于景德30年5月，算起来，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恰是在景德29年的8月。范平想以此试探凤元和是否是他的血脉，自然不是，因为凤元和根本不是明贵妃所生，他的生母是明贵妃宫中的侍女，被凤寻酒后宠幸，有了身孕。明贵妃深知于贵妃的手段，一个小小的侍女，恐怕等不到孩子生下来就会一尸两命。由于凤寻后宅一直没有子嗣，明贵妃便对外声称是自己怀了孩子，想要保住这对母子。明贵妃所为并未瞒着凤寻，凤寻竟也破天荒的允了。对于当时的他而言，他需要尽快有个孩子，特别是赶在他的兄长之前生出皇家第一个孙子。可惜侍女福薄，生子时难产，大出血而亡。凤寻便顺水推舟，将这个孩子记在明贵妃名下。侍女的孩子与皇子侧妃的孩子身份自然天差地别，此事只有极少数人知晓。而明贵妃并没有让这个孩子当皇帝的打算，更不想平白受人要挟，因此当他接到范平的密信时，很快就将消息透给了凤泽。凤泽没有辜负他的期待，他命人将他秘密接出宫，面对面与他来了一次长谈。这个孩子与他的母亲不大一样，他的心更冷，手段也更狠。明贵妃从他身上几乎找不出当年那个排队买糕点的小男孩的影子，可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连他都不再是当年的他，又如何要求别人能够始终如一？直到凤泽送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王妃提着宵夜过来，凤泽自然而然地接过顾青手中的食盒，微微皱眉，怎么还没睡？这话听着像是埋怨，口气中却有着显而易见的疼宠。明贵妃一下子就在心里笑了，若让别人听见这话，就该知道杀伐果断的雍王已经有了软肋。他本该为此感到担心，却又情不自禁地庆幸，如果郭太妃在天有灵，一定会很高兴他的儿子没有继承皇家人的凉薄。至于这女子是否担得起他的喜欢，明贵妃心想，他会替郭太妃好好盯着，但他也相信郭太妃的儿子不会看错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凤泽果然没有看错，反倒是他看清了他们。顾青也许是凤泽的软肋，但他同时也是他的盔甲，他的刀鞘，他的至宝。